大雨滂沱的夜晚，京都丞相府。大胆沈云珠私通反贼，证据确凿，立即斩首。其两子凌迟处死，贱婢奴才碎尸万段。钦此。圣旨落下，丞相府上即刻血光四溅。夫人，我们是冤枉的。娘亲，我不要死。府上惨叫连连。杨银，你快救救我们的孩儿啊！我没有私通反贼，我是冤枉的。他不是我的孩子，我凭什么救他？你本就是下贱肮脏的村姑，圣旨根本没有冤枉你，我不过是利用你罢了。如今，你去死吧！这是我亲手辅佐上位的夫君，口口声声不嫌弃我的夫君，将我的孩子视如己出的夫君，原来都是在利用我。大雨拍打着沈云珠的脸庞，她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惨死，她却无能为力。苍天在上，我沈云珠在此立誓，若苍天赐我神明，若能重来，我必定手刃仇人。接连3道闪电从天而降，将丞相府照亮得如同白昼。嬷嬷，这怎么办呢？将军府上丢失多年的女儿沈云珠找到了。府上姨娘所出的大小姐沈秋月担心地位不保，早在1年前已经派人出去把村姑沈云珠灭了口。如今大将军派遣他们几个婢女嬷嬷过去接村姑回府。哎呦，别说话，赶紧走。外面2个奴才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事实上，原主沈云珠的确已经死了。原主那一生真叫一个惨了，4岁被拐，15岁意外与野男人发生关系，生下了儿子，18岁才被接回京都大将军府。亲娘早死，加之原主的悲惨遭遇，让她的性格胆小懦弱。回府之后，被姨娘所生的姐姐沈秋月挑拨离间，最终害得4个亲哥哥惨死。好姐姐骗她与个穷秀才杨银定亲，帮着穷秀才一路高升，成为丞相。本以为好日子来了，却在大婚之日被渣男陷害，不仅自己死了，连带着自己的孩子也死了。死之际向上天许愿，结果被这个神明成全了，穿越到了原主18岁。这一年他还没有回到沈家，还没有遇到穷秀才。这里的大半年里，沈云珠带着儿子沈凌云创建了神秘的凌云阁。这次跟着沈家人回京都，当然是要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还有顺便给他儿子找找他的爹爹。放心好了，你的愿望我来帮你实现，你的仇自然是我替你报。一路跟随他的那道原主之光终于消失了。京都沈大将军府后宅，大小姐，听闻老爷已经派人过去村子了，必定要将沈云珠接回来呀。跟在我娘身边这么久了，你还是那么慌慌张张的，像个什么样子？不就是几根骨头，回来给她个牌位，封她一个嫡女，又如何与我争抢？笑！大小姐教训的是，奴婢这就去回禀了大夫人。等到明日爹爹回来，我就可以入了族谱，成为沈家唯一的嫡女。沈云珠，就算你是真正的沈家嫡女又如何？还不是争不过我。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二小姐到了。通报。是，老奴这就去。老夫人，老爷夫人，少爷大小姐，二小姐回来了。一定是下人发疯，乱喊乱叫。沈云珠能回来，也是几个骨头或者是一小盒骨灰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小姐，真的不好了，沈云珠那个村姑竟然没有死啊！你个狗奴才，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沈秋月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都是下人在胡说。1年前已死掉的人，怎么会没有死？
然而，又一个婢女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大小姐，不好了！二小姐真的回来了！竟然是真的，沈云珠竟然真的没有死，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少爷们都跑出去迎接了。叫上夫人，走！我派出去的人从来不会失误的。沈云珠就是个小小村姑，就算不死，那也得残。这样阔气的马车，绝不是一个村姑能够买得起的。没错了，里面的人一定是假的。我手上有沈云珠的画像，一会儿等到看到里面的女人，自然就什么都清楚了。沈家两兄弟已经提前到了，秦姨娘最后才过来的。二小姐，请您下车。这是什么情况？他以为已经死掉的村姑沈云珠不但没死没残，反而如此惊艳。他一个村姑是怎么做到的？妹妹，我是你亲大哥沈俊茂。妹妹，我是你异母同胞的二哥沈俊元，你可算是回来了呀！沈俊元更是一跃跳上了马车，抱住了沈云珠。妹妹，哥哥们找了你这么多年，如今终于找到你了。沈俊茂反应过来，也冲了上去，抱住了弟弟妹妹，激动落泪。这两个哥哥帅气温暖，日后都归我了。哥哥们，我饿了。沈云珠快被哥哥们勒没气了。对，妹妹舟车劳顿，一定是饿了。妹妹，咱们进去吃饭啊！沈俊元擦了擦眼泪，跳下了马车。妹妹远道而来，必定是累了。小红，还不去扶着姐姐回府？沈秋月稳了稳心神，开口说道。小红走过去，就要扶着沈云珠。姐姐在将军府，就是这样调教的下人？妹妹，是姐姐做的哪里不够好，姐姐跟你道歉。你哪里都做得不好。这里是沈家大将军府，我是沈家嫡女，不是外来的客人。你刚才那番话足以证明你把沈家的教养都喂了猪，我们沈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怎么会这样？就算是我见到了公主，也没有这样胆怯过。妹妹说的对，这里是沈家，妹妹是回家，不是做客。若是非说谁是做客，姨娘和秋月才是客人。沈秋月看着那远去的兄妹三人，恨得咬牙切齿。听丫头婆子说，姐姐你是姨娘生的，日子过得清苦。这个王八蛋，姐姐你吃，多补补。一个手滑，有个卤蛋蹦到了沈秋月的脸上，剩下的几个蹦到了沈秋月的衣服上。好疼！我小叫的成何体统？沈家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吗？金姨娘，我们父亲不在府上，你就这么教养子女？我们沈家的脸面何在？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和我娘？分明就是你想要害我。姐姐，我是贱人，那你就是老贱人了。贱人，你骂谁呢？贱人骂你呢。沈云珠，你说的什么话？沈姨娘，话都听不懂啊，难怪只是个姨娘。你没有教养好沈秋月，传出去丢脸的只能是你们。我呢，刚从乡下回来，你们把我当客人，我自然不懂得你们的称呼，我可是无辜的。一个老贱人，还有一个是老贱人的娘，双剑合璧，威震京都，沈家有福了。你放肆！来人，把这个贱人给我拖下去，家法处置。秦姨娘，你干什么？若是真的要惩罚，那么把秋月也带上。大哥二哥，你们是什么意思？明明就是这个村姑出口侮辱我和母亲，我有什么错？沈云珠才回来，就被两个哥哥护着，事后整个沈家岂不是都要成了他的囊中之物？妹妹有什么错？她为你好，给你吃王八蛋，教导你规矩，你却开始辱骂妹妹，这是大将军府该有的教养吗？若不然这事儿，我就去请九王爷过来评评理。九王爷是个什么大人物啊？大哥，这是沈家的家事，找九王爷做什么？沈秋月转身就走，一顿饭不欢而散。二小姐，院子已经收拾好了。妹妹，院子就是从前母亲住过的，虽然小了点儿。堂堂大将军夫人，
还住小院子？姐，老奴日后跟随二小姐，伺候您左右，这就是二小姐的清风院。哼，清风院，我看啊，应该叫清凉院才对。确定这里是给狄小姐的院子，而不是下人的院子？沈云珠看向冯嬷嬷：“二小姐，这都是夫人交代的，我们下人也只是听话照做而已。”冯嬷嬷还没说话，婢女就开口训斥沈云珠。砰的一下，本就破旧不堪的木门瞬间就被她砸倒在地了。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夫人身边的大丫头。我是主子，你是奴才，打你又如何？沈将军夫人早就去世，如今只有一个亲姨娘，哪来的夫人？你个狗奴才，到底是哪个下贱夫人身边的走狗，还不从实招来？我才不是，我的主子是秦夫人。啪的一声，他一句话还没说完，沈云珠已经赏了他一个耳光。还不肯说实话？姨娘就是姨娘，不是夫人。话落，接连又打了几个巴掌。这笔账今天就要算。报仇嘛，不趁早，等着过年。奴婢知错了，还请二小姐给奴婢一条生路吧。给你一条生路？谁给我一条生路？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我这庙小，容不得你这尊大佛。你扭头就跑，他要去找夫人告状。本小姐要沐浴。很快热水弄好，沈云珠宽衣解带，坐在浴桶里闭目养神。没多久，脚步声传来，由远及近，人还不少呢。果然还是来了。沈云珠起身，迅速换好了衣裳，纵身一跃，坐在了房梁上，看着下面的一切。沈云珠，别以为哥哥们向着你，我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今日就是你的死期。那小姐，我也不知道，刚刚明明还在的，这会儿竟然没了呢。瞎子们，我在这儿呢。这么蠢，还来算计我呢？该死的小贱人，就是这张脸。若是他日参加京都各种宴会，哪里还会有我的立足之地？所以他必须死。堂堂将军府嫡小姐，成何体统？这里不是你们香眼山村，赶紧下来！只要你下来，我立即给你喝毒药。今日必定是你的死期。然而，沈云珠仍旧带着笑从房梁上翩然下落，整个人如同那仙女下凡，美，真的是美极了。三更半夜过来探望我，准备送礼物吗？我告诉你，大将军府只有我一个嫡女，今日你回来，那就是你的死期。沈秋月话落，五个嬷嬷立即上手，冲向了沈云珠。等一下！沈云珠忽然说道：“沈秋月，这是又给我喝毒药了？哟，难道之前派人给他下毒的事情，他都发现了？亏得你说，不然我还要去查查。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更不能留你了。你可知爹爹和祖母为何不在？就是默许了我把你送上黄泉路。还等什么？赶紧动手啊！送我上黄泉路，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沈云珠盈盈一笑，五个嬷嬷却是等不及，一拥而上。就在此时，变故突生，砰砰砰砰砰，接连5声巨响。只见刚刚围住沈云珠的5个嬷嬷全都倒飞了出去。这是怎么回事？野丫头就算是再厉害，也不会打得过5个嬷嬷呀。这几个可都是会功夫的嬷嬷呀。来，这是妹妹我送姐姐的回礼。不等沈秋月反应过来呢，沈云珠已经拿着瓷瓶来到了她面前。你要干什么？放肆！我是大将军府的嫡女。沈秋月吓得花容失色，不断的后退。来人，快来人呐！杀了这个贱人！嫡女，你明明长得这么普通，却这么自信啊！当年你送我毒酒，送我一场大祸，今日我都悉数奉还。沈云珠一把捏住了沈秋月的嘴巴，把那瓷瓶里的毒酒灌了进去。原本该送给沈云珠的一瓶毒药，
就这样全都吞入了他自己的肚子中。贱人，我要去找我娘，你给我等着！妹妹刚回来，没什么东西拿得出手的，这个回礼可还满意？此时的沈秋月已经毒性发作，只能死死瞪着沈云珠，根本说不出一个字来。这是不满意？那再送一把火给你。沈云珠不知从哪儿拿出了好几个火把，扔向了御房之中、院落中。沈秋月，今日我教会你感同身受，慢慢享用吧。大小姐怎么还没回来啊？去告诉她回来睡觉吧。一个贱人被大火烧死，有什么好看的？秦燕看向身边的大丫头，大丫头跑出去了，没多会儿急匆匆跑回来。夫人不好了，好好说话，什么不好了？我好好活着呢。夫人，清风院走水了，大小姐还在里面呢，根本没出来。啊，那个贱人呢？大小姐的丫头说，二小姐跑了。什么？快去救火呀！快！秦燕一路狂奔向清风院，整个大将军府一片混乱。沈云珠却是悠哉悠哉地逛着街。京都果然是京都啊，夜晚都比别的地方热闹啊。如果我的小园子看到这一切，肯定舍不得走了。救命！救命啊！不远处的巷子里，忽然有孩童呼喊的声音。没多会儿，来到一处巷子，只见3个蒙面人正在绑一个小男孩。你们2个逆贼，若是让我爹爹知道，你们肯定会被五马分尸的。就是那个残了的九王爷吗？等他发现你啊，你已经是个死人了。去你大爷的！就在这个时候，沈云珠冲了过去，一根根银针射出去。哎呀，我的眼睛啊！那人手上的刀子落地，捂着眼睛惨叫不已。什么人？他敢坏我们的好事，找死！嗖嗖，又是2道破空之声响起，2人才跑了没几步，全都捂着眼睛嗷嗷惨叫起来。一群放屁的杂种，给老子站好！他走过去，一脚踹翻一个绑匪，3个人整整齐齐靠在一起，瑟瑟发抖。仙女姐姐，你真厉害，我可以拜你为师吗？不行。那我爹爹可以拜你为师吗？这么漂亮的仙女姐姐，若是能给我做娘亲就好了呀。你爹爹是谁啊？我爹爹就是九王爷，皇上的弟弟，九王爷萧泽。哼，你多大了？你爹爹多大了？我叫萧泽玉，今年3岁半了。我爹爹，很年轻的，而且很聪明。仙女姐姐，我带你去见我爹爹吧。你救了我，我要报答救命之恩。小家伙说着话，2人面前突然多出了10几个侍卫。萧大，放下你的剑，这是我的救命恩人。贼人在巷子里，速速去抓。大哥，找到了3个贼人。巷子里立即有侍卫绑着3个贼人出来。多谢姑娘出手相助。仙女姐姐，你送我回去吧，不然的话，我爹爹会打死我的。这么漂亮的仙女姐姐，一定要带回家。那带路。这边请。萧大恭恭敬敬的带路，沈云珠只看着小家伙，听着他说话，觉得挺有意思的。说累了吧？喝口水。沈云珠从空间里拿出一杯灵泉水给他。哇，仙女姐姐，你真厉害啊！真好喝，谢谢仙女姐姐。茶杯还给了沈云珠，沈云珠没收，说：“送你了。”仙女姐姐，这么好喝的水，我爹爹也能喝到吗？九王府到了，马车停下来。仙女姐姐，你快跟我进去吧。什么人，竟然敢挟持我家小王爷？倒水，这是我的仙女姐姐，你退下。你不要被这个狐狸精骗了，你还太小了，快到我这里来。这个女人好手段，才见了小王爷一面，就哄得小家伙这么护着他了。而且这一张狐妹子里，凭什么长得比我好？不过是沈家的一个养女，
不配报本王，滚开！丽姬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我不会放过你的！坑里爬出来的臭臭，满嘴喷粪，真臭啊！真的好臭啊！你这个脏女人，凭什么来我王府的呀？来人，把她扔出去！哼，竟然敢欺负我的仙女姐姐，那你就别在这里待着了。萧泽玉一声令下，立即有好几个侍卫听命行事。不要赶我走，我是跟着哥哥们一起过来的，我不要走。沈向雪害怕了，扭头往里跑。这边的动静儿惊动了里面的人。什么人在此胡闹？一身深蓝色衣装的男人坐在轮椅上，缓缓向着这边过来。爹爹，沈向雪欺负你的师傅呢。萧泽玉一手搂紧了沈云珠的脖子，一手指着沈向雪。妹妹，你怎么来了？沈俊茂和沈俊元随后出来，也见到了沈云珠。哥哥们，刚刚我出来溜达，顺路见到了小王爷，顺路送他回家。沈云珠看着两个哥哥，淡然回应着。仙女姐姐，这几个人都是你的哥哥吗？萧泽玉歪着小脑袋，端详着沈俊茂和沈俊元。没错，他们都是我的哥哥。沈云珠笑着回复他。看你那个小模样，难道对我哥哥们还有别的想法？仙女姐姐的哥哥们也是仙人啊，每一个都很帅气哦。萧泽玉两只小手鼓起掌来，天真可爱的笑起来，似乎真的很高兴呢。沈家兄弟两个面面相觑。小王爷变脸真快啊！昨日还在训斥我们兄弟两个是笨蛋，今天就夸我们了？这都是妹妹的功劳呀！哎呀，果然有妹妹真好。小玉，不要胡闹，下来。萧策命令自己儿子。他仔细端详了沈云珠半天，发见到自己也不害怕，更没有如同沈向雪那般想要入住王府成为王妃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对自己只赏了一个眼神而已，这倒的兴趣。要把我的脸毁掉呢。仙女姐姐很厉害，就踹了几脚，那三个贼人就老实了，所以我提前给你拜了个师傅。萧泽玉跑到萧策身边，不住嘴地夸赞沈云珠。小家伙眼睛里都是星星，看得萧策都出了神。儿子好久都没有这样高兴过了，看来真的是很喜欢那个姑娘。九王爷，童言无忌，我只是运气好，力气大，凑巧救了小王爷，而且我并没有收徒的打算。沈云珠低着头，谦虚地说道。他看得出来，萧策的本事并不比自己差。再说，从此人面相来看，城府极深。虽然俊朗不凡，一张脸很养眼，但他可不想给一只狮子当师傅，太辛苦。九王爷，我妹妹今日刚刚从乡下回来，的确不会什么功夫，多谢小王爷盛赞。九王爷，我等这就告辞了，多谢九王爷宴请。沈君茂和沈俊元急忙站出来替妹妹说情。九王爷心思缜密，深谋远虑，哪里需要什么师傅嘛？再说九王爷性情不定，可不是好说话的主。萧策看了看沈家两兄弟，他们的意思他都懂，但是越是如此，他竟然对沈家这个刚回来的村姑很感兴趣。你叫什么名字？萧策脸上浮出了笑意。沈云珠。也不知道这边的礼数，沈云珠也没扭捏作态的去表现，大大方方的回应。好，既然是沈姑娘救了本王的玉儿，该当赏赐。来人，赏沈云珠白银1000两，黄金100两，赏赐沈家兄弟每人白银500两。萧策当即赏赐沈云珠，实则越是看他越是满意，不卑不亢，而且有点大将之风，不像京都的女子柔柔弱弱，总是惦记自己的身子，让人不喜。多谢九王爷赏赐。沈家兄弟俩开始谢恩，沈云珠却没谢恩，
反而问：“九王爷，这赏赐都是给我一个人，不必上交给神府吗？”这一点他可要问个清楚，若不然回头被勒令交上去，他还不如不要呢。没错，神府之人，若是敢让你上交充公，你大可来找本王。萧策甚至放声大笑起来。乡下回来的村姑，我瞧着确实像个有主见的姑娘，哪里像京都那些女子，个个委曲求全，让我不喜。多谢九王爷赏赐。沈云珠很满意，这才谢恩领赏。站在一边的沈向雪竟然什么都没得到，并且听到沈云珠如此说话，当即气得半死。这就是沈家真正的嫡出大小姐，流落在外多年的村姑。有一个沈秋月不要紧，又来了一个沈云珠，都和她抢夺沈府的东西，那都得去死。九王爷，天色不早了，我等先行告退。沈俊茂开了口：“哎呀，还是赶紧回家要紧，回去晚了，秦姨娘又要作妖。大少爷、二少爷，府上走水了！”正在此时，沈府的管家冲了进来，慌慌张张地叫嚷着。他是受了沈姨娘的命令，故意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九王爷的注意，让沈云珠被惩罚，进而给沈秋月做主。只是眼角余光瞥见了沈云珠，整个人都不好了。二小姐竟然在这里啊！她一个村姑，怎么找到了九王府啊？走水了去救呀，你跑这儿来嚷嚷什么呀？沈俊茂厌烦这个管家，他是沈姨娘的心腹，能跑这里来，肯定肚子里没好主意。大少爷，是二小姐的院子走水了。管家说完，盯着沈云珠。小贱人才一回来就搞了这么多事情，明日老爷和老夫人回来，一定要扒了你的皮。妹妹，你的院子走水了？你有没有受伤啊？沈俊茂一听，立即过去查看沈云珠。妹妹，你告诉二哥，谁烧了你的院子？二哥替你报仇。沈俊元也冲了过去。哥哥们，我没受伤的，就是大姐姐过去给我院子点了火，我以为是府上的规矩，也不敢声张，就偷偷跑了出来。沈云珠也不在意，不过语调里隐隐透露出他不敢得罪沈秋月的意思。萧策见此，眯了眯眼。沈秋月敢烧了他的院子，沈府的规矩可真是有趣。二小姐莫要胡说吧，去你院子探望你的才不会放火呢。秦管家立即呵斥沈云珠。而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主子，沈云珠是奴才呢。胡说八道！你是沈府的奴才还是沈府的主子？竟然训斥我沈府嫡出大小姐，谁给你的胆子？果然，不等沈云珠开口，沈俊茂立刻呵斥秦管家：“狗奴才，敢欺负我妹妹！”大哥，这也是府上的规矩吗？奴才都比主子大？沈云珠添油加醋，然而语调里仍旧是不敢得罪这个管家。他才刚从乡下回来第一天，谁都不敢得罪，毕竟是在九王府，萧策还看着呢，该演的戏还是要演好的。爹爹，堂堂大将军府上的嫡女，竟然被个狗奴才欺负。若是孩儿明日出去玩耍，不小心说漏了嘴，传了出去，可如何是好啊？萧泽玉两只小手捂着小嘴，像是说错了话一样。你个臭秦管家，竟然敢欺负我的神仙姐姐，看我怎么收拾你！萧策明白儿子的意思，摸着他的头说：“童言无忌，尽管去说。”谢谢爹爹。萧泽玉高兴地搂住了萧策的脖颈，扑通一下，秦管家吓得一张脸都白了，立即给萧策跪了。九王爷饶命呀！奴才不敢欺辱主子，奴才只是实话实说呀。他苦苦求饶，却是在心底痛骂沈云珠。
一个乡野村姑竟然会知道讨好小王爷。若是大小姐有个三长两短，你个村姑别想活命。狗仗人势的东西，还不实话实说？你怎么不敢把心里这番话都说出来？拉出去，赏50大板。沈云珠是玉儿的救命恩人，也就是九王府的恩人。若是有人敢欺辱了他，提头来见即可。萧策始终冷着语调，冷着一张脸，说完就发动轮椅转身走了。九王爷饶命啊！老奴知错了，老奴知错呀！秦管家苦苦求饶。有我一把老骨头，50大板下去，那还不得原地毙命啊！萧大带着人把他拖出去，50个大板立即打起来。哎呦，哎呦，你娘哎！秦管家的惨叫声很快传来，沈府的几个人谁都没有求情。沈云珠看着萧策远去的背影，脑子里回荡着他的话，重点在那4个字：来见。仅仅4个字已经奠定了沈云珠的地位，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他不觉得足以让九王爷对自己这般重视。还有别的原因？沈君茂和沈俊元高兴不已，拉着妹妹就走。妹妹别担心，九王爷给你做靠山，日后在京都呀横着走就成了。沈君茂实在是太开心了。妹妹，秦管家是九王爷下令打的，和你没关系。沈俊元早就看那个秦管家不满意，偏偏没有办法除掉。九王爷今日可算帮了大忙。大哥二哥，那我今晚住哪儿呢？沈云珠想着，莫不如去住客栈吧，舒服又安静，也不会有人打扰。放心，咱们府上院子多着呢，哥哥们给你寻一处好的。兄妹3人一起上了马车，全然没管身后的沈向雪。哥哥们，等等我！他不甘心被冷落，也跳上了马车。啊！沈云珠看了一眼沈向雪，脸皮够厚啊，难怪能活到最后。哎，妹妹，忘了给你介绍，这是沈向雪，咱们沈府的养女。当年你被拐了，娘亲生不如死，后来爹爹寻了个和你同岁的女娃带回来抚养，这样母亲也能宽慰一些。沈君茂介绍了沈向雪，不过言语间并没有多喜欢这个女孩子。只是母亲太过思念你，还是早早过世了。爹爹心疼小雪，就让她留了下来。沈俊元还做了补充，话题变得有些沉重了。沈向雪盯着沈云珠，继而又看向他手边的檀木盒子，眼里都泛着光。我是个养女，哥哥们一定要这样介绍我吗？九王爷也真是的，竟然给一个村姑这么多赏赐。谁知道绑了小王爷的贼人是不是这个女人设计好的？原来是我的替代品。沈云珠单手敲着身边的盒子，冷笑一声：哼，沈将军可真会玩，亲生女儿丢了不去找，反而找了个替代品。而且这个女子竟然与沈秋月有几分神似。既然不同母，那或许是同父。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对我心怀不轨。姐姐说的是，妹妹就是姐姐的替代品。明日爹爹和祖母归来，雪儿就去求祖母放我离开沈府。沈向雪看向沈云珠，豆大的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像是沈云珠给她莫大的委屈，她在等沈云珠给她道歉或者说软话呢。这是你自己的主意，哭什么？若是你觉得很委屈，那就下车。沈云珠可不惯着她，原主没和这个女人产生过交集，说不定她还没出场，原主就已经挂了。如今的她是女战神，可不是原主。想用苦肉计？我可以教教你，什么是真正的苦肉计。沈向雪，你哭什么？我最烦哭哭唧唧的人。沈俊元也很讨厌沈向雪，明明就是妹妹的替代品，还不让人说。再哭就下去，自己走回去。
沈俊茂也烦这个沈向雪，明知道云珠回来，还跑出去找玩耍，也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又非要跑来九王府，像苍蝇一样赶都赶不走。哥哥们，我错了。沈向雪赶紧低下头，擦干了眼泪。沈云珠，你个小贱人，你给我等着！今日你害得我被九王爷训斥，又被哥哥们厌烦，这笔账咱们慢慢算。等你和沈秋月斗得你死我活，那就是我的成功之时。沈云珠勾了勾嘴角，原来是个有些脑子的，想要抢夺神府，而且还想要一起除掉我和沈秋月，野心不小嘛。想要神府你都可以拿去，但是属于我娘的东西，那是一件都不能留给你。一路上，沈家兄弟俩都在和沈云珠说话，好不快活。沈向雪就像是个多余的木头桩子，谁都不理会他。好不容易到了沈府，沈向雪第一个冲下了马车，却不知因为跑得太快还是腿麻了，从车上跳下去，本该潇洒的落地，竟然来了个狗吃屎。妹妹，你这是给府上的旺财磕头吗？沈云珠潇洒的落地，俯视地上的沈向雪，不厚道的笑了。沈俊茂和沈俊元也笑了，实在是太好笑了，忍不住啊！沈向雪气得半死，她倒是很会伪装，赶紧爬了起来。能让姐姐开怀一笑，妹妹这头磕得直。这还给自己脸上贴金呢，装吧，你喜欢就好。兄妹三人进了府上，大堂里已经多了2人。下贱的畜生，刚回府就敢欺辱姐姐，你给我跪下！沈老夫人一个茶杯甩向了沈云珠的俏脸，沈云珠当即就要侧身躲过去，却不想跟在后面的沈向雪一个趔趄，不小心拉住了沈云珠。既然被沈向雪拉住了，沈云珠索性不动，而沈向雪以为沈云珠吓傻了，心里偷着乐呢。小贱人，我看出来了，你是有2下子，但是想要躲开，那是你在做梦。祖母那甩杯子的本事从未失效过，只要这茶杯打在你脸上，你的妖精脸那就毁了。沈向雪死死抓着沈云珠的衣角，心里有了小算盘。沈云珠心中了然，看来有些人被打了1次还不行，需要接连被打才能有记性啊！又想要算计我，这个可以做梦的，梦里啥都能成功。他索性站着不动，如同在等着受死一般。然而，女人的惨叫声传来，不是沈云珠的惨叫，反而是躲在后面的沈向雪。雪儿，你怎么样啊？你这傻孩子，怎么不知道躲开呢？来人，快叫李大夫！沈老夫人一惊，拄着拐棍冲了过来，那心疼得不得了啊，都要哭出来了。很快有下人跑了出去，又有几个丫头过来照料沈向雪。一时间，大堂之上乱成一团。沈云珠在沈老夫人过来的时候，果断闪到了一边。妹妹，你这是怎么搞的呀？祖母要打的人是我，你怎么还头破血流了呢？沈云珠低头看着那个满脸血的沈向雪，以为我躲不掉就一定会被打？天真！你个孽畜，闭嘴！谁让你躲开的？沈老夫人厉声呵斥沈云珠：若不是你这个畜生躲开，我那杯子怎么会打到雪儿头上的？老夫人，您眼花这毛病挺严重啊，这得请御医好好看看。从我进门开始，我就站着一动没动，而且还是小雪妹妹死死拽着我的衣角，我根本动不了。其实啊，您是向着我这个亲孙女的，我都知道。若不然，怎么会手法如此精准？就连躲在我身后的养女，您都能打得到呢。老夫人，宝刀未老啊，恭喜恭喜！沈云珠恭喜老夫人。问养女怎么不知道躲，却质问为什么躲开。
我又不是傻子，凭什么不躲？这一番话可把这老太婆子给气得够呛。她有心想要澄清，想要打的人就是沈云珠，只是听她说了养女2个字，这句话又没法说出口。养女她心疼，却不心疼亲孙女儿，怎么能叫人不起疑心？沈向学也听出了沈云珠话里的意思，又看着祖母为难，心里头恨极了沈云珠。村姑竟然也有些脑子，说话一套一套的。她刚才一定是耍花招了，但是我又没有证据。混账东西，怎么和祖母说话呢？你给我跪下！一直坐在那边的沈将军勃然大怒，女儿沈秋月受了重伤，日后不能给沈家带来荣耀，他恼火，而这一切都是沈云珠带来的厄运，他更恼火。沈将军此话怎讲？我哪句话说错了？难道祖母不是身手了得？难道祖母就是想要打亲孙女，心疼养女？还是说祖母糊涂了才会如此？沈云珠可不惯着这个渣爹。原主前世的凄惨遭遇，都是你这个渣爹纵容沈秋月的后果。如今刚刚干掉了沈秋月，下一个就是你这个渣爹。只要我在这世上一天，你们都别想有好日子过。你，沈将军当即被沈云珠堵得说不出话来。沈家兄弟俩站在一边，低着头不说话，心里头却都给妹妹竖起了大拇指。不是他们不替妹妹求情，是他们知道此时说话非但帮不到妹妹，反而会火上浇油。老爷，这个丫头实在是太坏了。月儿虽然保住了性命，可她一张脸可怎么办呢？你一定要给妾身做主啊！秦燕见老夫人和男人都没办法制服沈云珠，当即跪在了沈将军跟前大哭起来。被他这样一个提醒，沈祥成才算是回过神来。下贱的东西，你竟然狠心残害你的亲姐姐，你到底是何居心？来人呐，把人拉出去！为了这张脸，一命抵一命。沈祥成拿出自己当家做主的精神，就要惩罚沈云珠。区区一个村姑，仗着一张脸能看，就敢为所欲为，这是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呀！沈将军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我一句话都没说，你就直接给我定罪啊！你作为大将军，在战场上也是如此行事，糟践人命吗？你从哪里得出证据是我害了沈秋月？就凭几个奴才乱嚼舌根吗？沈云珠不卑不亢，相反，这股子精神比沈承祥更像个将军。空气突然安静下来，沈府大堂上一片寂静。沈祥成没料到村姑女儿竟然会有这般说辞，沈老夫人也没料到孽畜挺能说会道。秦燕却有一丝不祥的预感，难道是这个贱人发现了什么？那不行，月儿不能白白受苦。老爷，月儿就是去探望二小姐，结果却被灌了毒酒，她的几个奴才为了救月儿，在大火中丧生了呀。秦燕这句话再次把沈祥成的思绪拉了回来。秦姨娘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奴才进谗言，这些话都是庶出的沈秋月说的。庶出的沈秋月，沈云珠故意加重了语气，要让这些人知道，整个沈府上下，她才是唯一的嫡女。什么庶出的大小姐、同岁的养女，都没有自己身份高贵。秦燕一张脸瞬间就白了。小贱人，这是在骂我的女儿。沈将军，皇上封你为大将军，一定是您有优秀的品质，比如说明察秋毫。那么此事涉及到你的庶出女儿，是不是要去她的院子检查一下，看看那些毒药到底是怎么来的？检查毒药是哪儿来的？沈祥成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他先入为主的认为
就是这个女儿不详，一回来就院子走水。老爷，月儿是不会撒谎的，你也知道的，她是最善良的孩子呀。秦燕赶紧给沈秋月解释，她是知道那毒药的来源的，刚才一片慌乱之中，竟然忘记了去查看一番，所以这时候她也不知道女儿有没有把毒药藏好。秦姨娘，既然姐姐不会干这种事儿，你怕什么？查一查也是给姐姐证明清白。沈云珠坚持查院子，想要陷害我，你们都得做好准备。二小姐，我没有怕，你自己做过了什么事，你最清楚。你自己放火烧了院子，现在反而来怪月儿，你到底是何居心？秦燕不能让沈云珠得逞。沈云珠，你的院子走水，竟然是你自己所为的，你是疯了不成？沈祥成刚刚恢复的理智，这会儿又没了。沈将军，你又偏袒秦姨娘了，我还没说话，你就又相信她了？既然如此，秦姨娘说沈秋月善良，不会下毒，你大可让人去搜搜看。我是个村姑，也不懂什么规矩，倒不如趁此机会让秋月姐姐给我树立个好榜样。都这么想看我遭殃，那就来吧，我来者不拒。来人，立即去查大小姐的院子。沈祥成发了狠，今日找不到毒药，也要把这个逆女弄死，不然他就不姓沈。若是沈云珠不回来沈家，他还可以给他一条生路。如今他自己回来了，看到沈云珠这张脸，他就会想到那个女人。他这辈子最痛恨那个贱人，所有与那贱人有关的一切，他都要毁掉。是，老爷。冯嬷嬷带着人过去了，秦燕也是懂得进退的，这会儿不敢再说别的，只能静观其变。老爷，李大夫来了。另一边，有下人带着李大夫进来，给沈向雪治疗伤口。沈向雪故意娇气的哎呦哎呦的喊叫，引起沈祥成的注意。果然，沈祥成看着沈云珠，就像在看一个妖女。刚才沈云珠一进门，他就注意到了，明明她一动都没动，而且根本就动不了，因为沈向雪在后面抓着她呢。母亲甩出去的茶杯一定能够打到沈云珠的脸上的，偏偏没有打到，反而打到了躲在后面的沈向雪的头上，一切都透露着诡异。这个逆女，邪门的很。妹妹，你不是最懂事最坚强的吗？这样哎呦的叫唤个没完，岂不是在伤老夫人的心吗？沈云珠扫了一眼沈向雪，听着她的声音就心烦，再听一会儿，沈云珠会忍不住给她一巴掌拍晕过去。沈向雪一愣，她倒是没想到。祖母，雪儿不是这个意思，雪儿就是没有忍住。沈向雪急忙给老夫人解释。祖母知道，别说了。虽然嘴上这样说，心里头还是不乐意了。平时这个丫头很聪明，今日怎么着了道呢？孽畜果然是孽畜，和从前那个狐妹子一个德行。今日一定要给她弄死，看着就晦气。这一个两个都想杀了我，看来这是来对了地方啊！我果然适合各种战场，战神就该配战场，老天待我不薄啊！老东西也想让我死，而且竟然和沈祥成有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原主的母亲。原主也是奇怪，他的记忆里竟然没有母亲。正想着，冯嬷嬷带着下人呼啦啦的回来了。秦燕看了冯嬷嬷一眼，对方冲着她点点头，算是让她放心。哪里放心最好？不是你们的肚子里，是棺材里。冯嬷嬷，你查的怎么样了？沈祥成开口问道。冯嬷嬷，秦管家不在，你作为大小姐身边最忠心的奴才，
可要说实话，千万不能让大小姐被冤枉，不能辜负了沈家人的心意啊。沈云珠看着冯嬷嬷的眼睛，好像真心实意地叮嘱她。秦燕看了看沈云珠，撇了撇嘴，哼，没脑子的村姑，我的眼线自然是向着我。二小姐说的对，老奴不会让大小姐被冤枉的。冯嬷嬷看着沈云珠，目光有些呆滞。说吧。沈君茂这都等不及了，他相信亲妹妹是被冤枉的，一定是沈秋月那个女人想要害妹妹，结果反而害了她自己。冯嬷嬷立即就给沈祥成跪了，开口说：老夫人、老爷、夫人，大小姐真的不是冤枉的。毒药老奴已经找到了，但是因为秦姨娘说过不能被发现，所以老奴把毒药藏在了秦姨娘的柜子里。空气变得诡异的安静，整个大堂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愣。冯嬷嬷这是疯了吗？冯嬷嬷也是愣住了。我都说了什么？怎么把真话都说出来了？老爷夫人，不是这样的，大小姐亲自去药房买的毒药，就是为了要在今天晚上毒死二小姐。老爷和老夫人都不在，她方便下手，就算是二小姐死了也不会有人发现的。冯嬷嬷想要解释，结果又说了一通大实话。秦燕懵了，沈祥成也懵了。这个老东西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沈老夫人气得直跺脚。冯嬷嬷这老东西是要气死我不成？秋月好好的计划全都被他给败露了。沈家两兄弟对视一眼，脸色都难看得要命。既然冯嬷嬷都这么说了，那就去把毒药拿出来啊。沈云珠催促冯嬷嬷：放肆！刁奴在撒谎，他就是在诬陷我。秦燕根本不可能让人去搜自己的院子，那里东西多着呢。这一搜，日后岂不是要完蛋了？冯嬷嬷，你怎么证明自己的话呢？你看看，你的主子都不要你了。沈云珠不理会秦燕，看着冯嬷嬷的眼睛。老爷、老夫人，老奴没有撒谎，这都是大小姐吩咐的。大小姐去药房拿药，李大夫卖给大小姐的毒药。冯嬷嬷彻底放弃了，她知道自己的舌头不好使了，但是更知道秦姨娘这是要杀人灭口了。既然如此，她也要将秦姨娘拉下水。李大夫刚刚给沈向雪处理好伤口，这就惹祸上身了。大胆刁奴，我就是卖给大小姐毒药，那也和我没关系。我不知道他要毒害二小姐，他只说是毒死老鼠。李大夫和秦姨娘有旧情，本不想说真话，但是不知为何话到嘴边这就变了。秦燕，你个贱人！沈祥成立即打了秦燕一巴掌。他此刻再糊涂也知道了，秦燕和沈秋月串通一气，要毒死沈云珠。虽然不喜欢这个女儿，更想弄死沈云珠，但是当今皇上最痛恨的就是后宅自相残杀。若是传出去，他这大将军也不必当了。老爷，臣妾冤枉啊，冤枉啊！秦燕还不肯承认，哭哭啼啼的喊冤。秦姨娘，你可真有趣，藏了毒，用了毒叫冤枉。那我呢？堂堂大将军府上嫡女，只因为小时候被拐走，回来就被人轻视，甚至区区一个庶出也敢要我的小命，我去哪里喊冤？我一个村姑也不太懂这些规矩，难道说京都的大户人家都是如此？犯了错只要喊冤就可以顺利过关？沈云珠看着秦燕的眼睛，你想就这么算了，那也是想想。沈云珠已经知道了，沈祥成根本没打算惩罚别人，就是想要趁机除掉自己，那可真是天方夜谭了。你胡说八道什么？沈云珠微微笑着，这个逆女，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就是个灾星！平日里最是善良的母女俩都被你给逼急了。果然，沈祥成暴怒呵斥沈云珠。沈将军是打算重罚下毒之人了？看来大将军府上的规矩还是可以的，他日传出去也不会伤了您的美名。我已经给你个台阶下了啊，如果你不接着，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混账！我想要惩罚谁，可轮不到你来指使我。区区一个上不得台面的村姑，谁给你的胆子，竟然敢在沈家作威作福？沈云珠对姨娘不尊，逼迫姐姐用毒。来人，将沈云珠带下去，罚板子100个。沈祥成打算先罚了逆女，之后再惩罚秦燕母女俩，而且这个村姑女儿要重罚，那2个随便惩罚一下就好了。沈云珠无语，随便惩罚一下下，给你脸了？父亲，云珠刚回来，什么都没做，就要被冤枉吗？沈俊茂急忙站出来护着妹妹。父亲，娘亲临终前叮嘱过您，一定要找到妹妹，好好照顾她，您都忘了吗？沈俊元甚至搬出了过世的娘亲。沈云珠被2个哥哥护着，心里暖暖的。他在等着听沈祥成的心声，从而得到一些关于过世娘亲的消息。已经死了的人，不要和我提。秦管家，把这个逆女给我带下去。沈祥成死死盯着沈云珠。那个女人死有余辜，当年要不是她做出那样的事情，非要嫁给我，我也不会被人嘲讽。我一生在战场，战功赫赫，根本不需要那个女人，也能坐上大将军的位子。看来是个软饭男的故事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么有志气，能不能东山再起。老爷，秦管家死了。大堂之上，所有人都等着秦管家进来，把沈云珠带下去。结果等来的竟然是小厮的痛哭哀嚎声。你说什么？秦管家怎么会死呢？沈祥成大吃一惊，同样吃惊的还有秦燕。他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看向了沈云珠。之前是我派秦管家去九王府告状的，如今沈云珠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过去告状的秦管家却死了。九王爷那个古怪的脾气，搞不好这就帮着沈云珠处死了秦管家。老爷，刚刚秦管家得罪了九王府的救命恩人，九王爷就让人打了秦管家50个板子，结果才打到第38个，秦管家就死了。小厮话音刚落，沈祥成眼珠子都瞪大了。秦管家怎么会跑到九王府？九王府的救命恩人又是谁？沈祥成气个半死，眼角余光瞥见了沈云珠，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个逆女，现在怎么看都觉得是个灾星，才一回来就惹出这么多事端。今日就是王爷过来，我也要让他死。沈云珠不由得就笑了。想让我死的人，沈家上上下下倒是一条心呐。不过大家可是都要打脸了呢。回老爷，当时府上走水了，秦管家没办法，只好去九王府找大少爷和二少爷。他得罪的九王府的救命恩人，正是二小姐。小厮说到这儿，赶忙低下了头。整个大厅之中一片静悄悄。沈老夫人瞪大了昏黄的老眼珠子，怎么都不敢相信小厮的话。不过是刚回来的村姑，竟然这么快就得到了九王爷的庇护。沈祥成一脸的不可置信。怎么会这样？这个逆女到底在搞什么？她难道是特地去找了九王爷？秦燕刚刚悬着的一颗心彻底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来如此，该死的小贱人竟然知道去找九王爷庇护。难道他早就算计好了要抢夺月儿的一切吗？你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讨得九王爷的欢心？
小小年纪，竟然去找男人！来人呐，给我打，狠狠的打！沈祥成根本不想听什么解释，他就是想要弄个莫须有的罪名安在沈云珠的头上，让他去死。沈将军，从我进门以来，你就想要我的命了吧？或者说，秦姨娘母女所作所为，也都是你暗中指使的？我可是好心提醒你，若是这事儿让九王爷知晓，进而传到皇上耳朵里，到时候给您老人家来一个昏庸无能，胡乱诬陷九王府恩人的名头，我看你也该带着你的老母亲告老还乡了。所以做事情可要想清楚，你这大将军的位子来之不易，且行且珍惜啊。沈云珠真的不想讲道理，毕竟道理这种东西那是给懂的人讲的，而且他是战神，很多事情用拳头解决，效率更高。只不过有人提到了九王爷，他想到了萧泽玉，那个小家伙才3岁半，与自己的儿子同龄，他要给儿子做个好榜样，遇到事情先从道理讲起，试试看。你这个逆女，你这是在威胁我！好，今日我就亲自动手，我倒要看看九王爷为了你一个村姑，还能和老夫动手不成？念及此，沈祥成拔剑而出，向着沈祥云的面门刺过去。沈俊茂和沈俊元两兄弟立即护着妹妹，那架势，若是爹爹要了妹妹的命，他们一起陪着妹妹上路。秦燕死死盯着沈云珠，贱人，受死吧！沈向雪阴翳的一张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村姑这么容易就惹毛了爹爹，今日就算是皇上过来，你也得死。沈老夫人坐在一边，愤怒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丝笑容。果然和那个贱人一样短命鬼，都该死。然而，沈祥成还没来到沈云珠面前，突然飞过来一粒小石子，刚刚好打在了沈祥成的剑上。咔嚓，清脆的响声传来，沈祥成的长剑立即断为2截。沈将军，拿女儿开刀，想要试试是不是宝刀未老吗？众人惊魂未定之际，沈家大门响起了九王爷萧策的声音。所有人都看向大门口的方向，只有沈云珠暗暗握紧了拳头。这个男人来的不是时候啊！若是再晚一步，我就可以送这渣爹去见阎王了。你说你都坐轮椅了，为何不能在九王府上好好养着呢？啊，九王爷，这是老夫的家事，还请九王爷给老夫个薄面，让老夫自行处置。沈祥成急忙过去迎接九王爷萧策，但是话语里仍旧是很强势了。这是我们沈府的后宅之事，你一个王爷再厉害也不能管得这么宽吧。沈府的女眷们纷纷给九王爷行礼，一个个的跪在了地上，沈云珠也不例外。沈云珠平身吧。萧策只让沈云珠一人起身，其余人看都没看。哪怕是沈老夫人年老体弱，跪在地上十分费力，他也不去理会。多谢九王爷。沈云珠更是不客气，当即就起身了。沈家女眷个个气个半死，尤其是沈向雪，她在京都这么多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甚至还和京圈里的豪门贵女交好，就是为了能够嫁给九王爷。如今倒好，这位王爷竟然眼瞎看上了个村姑。该死的狐狸精，一定是他用了邪门歪道的手段迷惑了九王爷。沈云珠站在一边，听着沈向雪的心声，甚是心烦。九王爷，下官的家务事请您。沈祥成提醒萧策。行，你开始处理吧，本王就在这看个热闹。萧策点点头，算是同意了沈祥成平身。至于其他人等，仍旧没有准许，
所以他们只能继续跪着。整个大堂里只有沈云珠一个女眷站着，剩下的女眷们等同于给沈云珠跪了呀，一个个心里不甘心，又没有办法。逆女，今日老夫就让你知道沈家的家法。沈祥成扔掉了短剑，拿出了戒尺，这东西上面还有倒钩，一下打下去，再拔出来的可就是连皮带肉了。沈家其他女眷心中终于舒坦了，老爷要用家法了，哼，小贱人必死无疑了。沈云珠也做好了准备。老匹夫，你可快点的吧，我都手痒痒了。等一下。就在这个时候，萧策再次出言阻止。沈云珠扭头看向萧策，这个九王爷又要干什么呀？能不能让我表现一回？这个渣爹真的太欠揍了。九王爷，可还有别的吩咐？沈祥成压着心中的怒气，恭敬地问道。萧策单手撑着下巴，俊美无双的脸看向沈云珠。本王刚刚在府上讲过，沈云珠救了本王的宝贝女儿玉儿，那她就是本王乃至是整个九王府的救命恩人。若是有人敢欺负了她，提头来见。刚刚在王府闲来无事，脑子里总是出现这张脸，一时间甚是想念，所以过来瞧瞧。这一瞧，果然美，而且还带着那么点飒爽英姿的味儿，真是让人挪不开眼了。啥？沈祥成手上的戒尺，此刻他竟然觉得有万分沉重。萧策的意思分明是说，你敢动我的救命恩人试试，老子立即砍了你的脑袋。这……沈祥成气得发抖，跪在地上的女眷更是气得不行。九王爷何等高贵的人物，竟然为了给沈云珠撑腰，亲自下场！贱人，小贱人凭什么这样运气好呀？气死了，真是要气死了！被众人羡慕嫉妒恨的沈云珠，此刻却是怒火中烧的。我就是想要狠狠惩罚一下渣爹，怎么就这么难呢？拜托这个什么九王爷啊，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九王爷，小女只是刚从乡下回来的村姑而已，何德何能够成为您的救命恩人呢？这一定是个误会呀！而且小女心思歹毒，刚刚自己点燃了院子，并且给姐姐下毒，逼迫姨娘。沈祥成不甘心就这么放过了沈云珠，这就把刚才的过错全都推到了沈云珠的身上。沈云珠一听，当即就杀机四起。渣爹，你不想留我一条命，我也不想留你的老命，咱们今日就来个你死我活吧。父亲，您为何要冤枉妹妹？这些明明都不是妹妹所为的。闭嘴！沈俊元替妹妹申冤，却被沈祥成呵斥。九王爷，下官所言都是事实啊，绝无半点隐瞒。小女被九王爷错爱。冯嬷嬷、李大夫、秦姨娘，你们几个和九王爷好好说说，事情到底是谁所为？若是有半点隐瞒，九王爷可不会放过你们哦。不等沈祥成说完，沈云珠立即呵斥那几人。冯嬷嬷不想讲，可她控制不住自己。九王爷，这一切都是大小姐和秦姨娘指使老奴的呀，老奴。冯嬷嬷明显招了，李大夫更是如法炮制，也招了。秦姨娘死死闭着嘴巴，不想说，可她也控制不住的招了。最后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秦姨娘和沈秋月合谋，想要陷害沈云珠。所以，沈将军，这就是你说的心思歹毒，自己放火烧院子，然后又下毒什么的。萧策饶有兴致地看着沈祥成，他至此才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这个老匹夫，仗着前任大将军嫡女的功劳，才成就了今日的地位，如今竟然对府上唯一的嫡女如此嫉恶如仇。沈祥成一噎，
明显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显然，沈将军是被愚蠢的下人蒙蔽了。这样吧，本王帮你惩罚这些恶人。来人，把这刁奴独郎中拉下去，杖毙。还有那个什么秦姨娘，赏100大板。那个沈秋月呢，也拉出去，也赏赐100大板。快些！再不给沈祥成机会，萧策招手处置了这些人。侍卫萧大带着一众人呼啦啦地拉着人走了。老爷，我冤枉啊，老爷！秦姨娘苦苦求饶，但沈祥成完全无动于衷。他根本没办法呀，再这么拦着，九王爷怕是要对自己也动手啊。爹爹，月儿冤枉！沈秋月还不知道九王爷来了，也在喊冤。不过这些都没用，最终这几人全都被打了板子。冯嬷嬷和李大夫当即被打死了，秦姨娘才受了50个板子就晕了。沈秋月更惨，因为服用了治疗脸伤的药物，怎么都晕不了，生生被打了100个板子，半身瘫痪，没有个1年半载绝对好不了。沈老夫人当场晕死过去，却也没人敢过来扶她进去，因为九王爷没有允许。本王的救命恩人沉冤得雪，来人，赏赐5万两银子。萧策还没尽兴，又赏赐了沈云珠银子。沈祥成站着不动，盯着沈云珠看。若是这个女儿能够把银子交上来，或许他还能给她个好脸色。沈将军，莫不是想要把本王的赏赐据为己有？老匹夫，你敢收，本王废了你！沈祥成一张老脸一下子就白了。我不是九王爷会读心术，竟然知晓我心中的想法。九王爷放心，您给小女之物，那就是小女所有，下官不敢收，不敢。没错了，这样说肯定就没错了。你还满意吗？九王爷还算满意，看向了一边的沈云珠。这一幕看在沈家众人眼里，那更加惊呆了。沈祥成原本一张苦瓜脸，忽然有了丝丝喜色。难不成九王爷看上了沈云珠？如此更好，逆女这张脸还是挺争气的，这样一来倒是可以免她一死。沈向雪却是气得不行。我费尽心思才能得到九王爷的一眼而已，村姑刚回来就抢走了所有。我不算满意吧？沈云珠听到了渣爹和沈向雪的心声，更想要逗逗他们了。哪里不满意？九王爷似乎很有耐心，就那样温柔地看着他，等他回应。沈祥成却是死死盯着沈云珠。逆女，你可不要得寸进尺。沈向雪更是握紧了拳头。小贱人，你还想要怎样？沈云珠无视两人的心声，开口：回九王爷的话，我的院子被沈秋月点着了，现在我也没有地方住，而且我从前那个院子就是下人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一个大将军府的嫡女是要怎样的院子才好。得寸进尺，还想怎样？以我的身份地位，都得给我供上来，我就可以满意了。沈将军，你觉得该如何是好？萧策眼刀子嗖嗖地射向沈祥成，脸色也不那么好看了，甚至可以说是凶狠。堂堂嫡女竟然如此落魄，可见沈祥成并不喜欢这个女儿。如今本王在此，若不能安顿好她，岂不是要被人欺负了去？沈祥成哪还敢再搞幺蛾子，赶紧说：九王爷放心，小女是我将军府的嫡子，自然是要住最好的院子。最好的院子？沈向雪心中一突，难道说要把我的院子让出来？因为深受老夫人的喜爱，沈向雪的院子比沈秋月的院子还要好，
据说那是从前沈夫人的院子，里面的宝贝还很多呢。来人呐，三小姐的院子收拾出来，给二小姐。沈祥成话音刚落，沈向雪彻底懵了。父亲，你是母亲留给女儿的院子呀？闭嘴！沈向雪，你一个替代品也配住我们母亲的院子？你也知道那是母亲留给亲生女儿的院子。现在我们妹妹回来了，你当然要物归原主。沈俊茂立即呵斥沈向雪。没错，当年我们娘亲去世之前明确说过的，若是日后妹妹回来，锦绣院的所有东西都留给我们妹妹。如今妹妹回来了，你只要带上你的衣裳被褥出去就可以了。沈俊元直接把东西都安排得妥妥的。沈向雪眼含委屈的泪水看向沈祥成，以前只要他如此，爹爹什么都会答应自己的。如今还有九王爷在场，应该也不会错的。然而，好了，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锦绣院给云珠住下来。沈祥成并没有理会沈向雪的眼泪，非常干脆的就让出了院子给沈云珠。乖女儿，你看可还满意呀？沈祥成看向了沈云珠，连乖女儿这种称呼都用上了。萧策又说道：这里是你的家，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那就是你的，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开口，本王在这儿呢，不用怕。沈云珠看向了那个轮椅上的男人，颇有探究。这才是第2次见面而已，怎么对我如此好？先不管了，拿回了母亲的东西，不错，暂时就这样吧。我刚回来，也想不到哪里不满意。沈云珠还算是满意吧，她没有一股脑都说出来，日后还长着呢，急什么？好，来人，赶紧去安排吧。沈祥成暗自松了一口气，这个煞神还算识相。爹爹，院子让给了姐姐，那女儿住在哪里呀？沈向雪急忙拉住了沈祥成。向雪，你从前不是经常说清水院很好吗？临近池塘，夏天还很凉快，你就住那里去吧。也不知道沈祥成是不是故意的，当即就给沈向雪安排了清水院。沈向雪震惊到无以复加，他从前说过清水院的好处，但是当时就安排给沈云珠住的呀，现在怎么反而留给自己了呀？这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好了，赶紧过去收拾吧。沈祥成可是受够了，赶紧让人去办。九王爷，下官送你回去吧。本王去看看沈夫人的院子。萧策像是不知道沈祥成的想法，跟着沈家两兄弟和沈云珠一起前往后宅。无论如何，九王爷总算是走了。沈祥成赶紧招呼人把老夫人抬进去，还有几个人去收拾那几个奴才的尸体。沈向雪站起来，被孙嬷嬷扶着，一路向着后院走去。锦绣院真的是很大，足足有3个清风院大小了。来人，把被褥、三小姐的衣裳、贴身之物全都包起来，送出去。才一进院子，沈俊茂就让人收拾东西了。来人，把我母亲留下的东西的清单拿过来，一一对比，有什么就留下，除此之外全给三小姐拿去。沈俊元叫人拿了单子过来，今日有九王在此，能够给妹妹撑腰，他们兄弟2人那是卯足了劲儿的帮着妹妹。沈云珠什么都不必做，就坐在一边看着就行。萧策就在沈云珠身边，不时地端详她。这姑娘似乎并不害怕的样子，而且对这里的东西也没怎么兴趣。沈云珠并没管萧策的打量，她是在观察着屋子里的东西，每一件看上去都是价值不菲的，而且这个院子里的下人也很多。自己刚才那一把火烧了那清风院，还真的是爽快啊！
若非如此，也不会如此容易就弄回了这么好的宅子呢。姐姐，日后这院子就让给你住了，你可要好好珍惜这里的一草一木，这些都是母亲生前最喜欢的。沈向雪委屈巴巴地讲述着院子里的一切，其实内心里嫉妒极了。我母亲的东西，我自然知道如何守护。妹妹多虑了。沈向雪还没说完，就被沈云珠打断了话头。别在这里假惺惺的，在九王爷面前装的楚楚可怜，我可不给你做配。沈向雪没料到，沈云珠竟然不让自己继续说话，当即扭头看向九王爷，希望对方能替自己说两句好话。然而，萧策看都不看他一眼，反而指着沈茂元说：“沈茂元，还没收拾好吗？夜多深了，赶紧带走。”好了，九王爷，就这些东西了，都收拾好了。沈茂元指着几个奴才手上拿着的包裹：“那个单子上的东西，可都齐全了。”萧策倒是细心，这种后宅的龌龊事，他从小都是耳濡目染的。少了很多东西，尤其是沈夫人带过来的嫁妆，几乎一件都没有留下来的。沈茂元身边的小厮开口讲道：“沈向雪，这是怎么回事？”沈云珠看向沈向雪：“姐姐，我真的没有拿，母亲的嫁妆都在老夫人手上呢，咱们沈家的账簿也都在老夫人手上。”沈向雪并没有撒谎，她一个羊，就算再被老夫人喜欢，那也得不到那么多好东西。什么？我看你头顶上、脖子上、手腕上的宝贝可不少啊。沈云珠就是个财迷，她看上的东西可都不简单。大家纷纷把目光都投向了沈向雪。果然，头上戴着的金发簪，脖子上戴着的名贵的珍珠项链，手腕上的翡翠玉镯子，那都是上等的好东西。没错，这3件宝贝，还有3小姐的耳环，也都是沈夫人之物。沈俊茂的小厮指着那个清单喊了起来，因为配合清单的还有个册子，上面有东西的图像。沈向雪，交出来吧。沈云珠可不会放任这些宝贝在一个养女身上的，毕竟这个养女的身份怎么看都不会简单的。姐姐，这些东西能留给雪儿做个纪念吗？雪儿……不能。沈云珠果断地拒绝。若是刚才不是九王爷在场，你连我娘亲的院子都不会给我呢。留作纪念，你那是做梦。大哥二哥，雪儿真的只是想要留个纪念而已啊，你们帮我说说话吧。沈向雪不甘心，开始向沈家兄弟俩求情，内心里却是恨极了沈云珠。小贱人，你一个村姑也配带这些好东西吗？你不配。而且我告诉你，你那老娘留下来的嫁妆早就被祖母送去了给姑母，你这辈子都别想拿回来。沈向雪的心声全都被沈云珠听了去，她眉头一挑，嘴角微微上扬。好一个沈家，吞了我娘那么多东西，还想要让我死，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沈向雪，少废话，赶紧交出来，莫要耽误了九王爷回府上休息。沈俊茂毫不留情，甚至搬出来了九王爷压阵。沈向雪没有办法了，明摆着九王爷向着沈云珠呢。好，姐姐我还给你。柔柔弱弱的一句话，却是卯足了狠劲儿。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小心点啊，坏了一样，你可是要掉脑袋的。沈云珠开口提醒他，沈向雪拿着镯子的手一顿，差点就把镯子扔在了地上。姐姐放心，我不会弄坏母亲的东西。小贱人，算你狠，以后咱们走着瞧吧。沈向雪再不甘心，终究还是把东西轻轻地放下了，之后带着人走了。院子里终于清静了。小大，回去挑几个丫头送过来。
萧策看看沈云珠，脸上明显带着温柔。还需要别的什么，尽管和本王开口。普天之下还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多谢九王爷，我并不需要什么了。这里是沈将军府，还有我哥哥们在，我很安全的。沈云珠拒绝了萧策，萧策笑笑。好，本王走了。话落，人却没有急着离开，空气突然安静下来。沈云珠屏气凝神，想要听听对方的心声，只可惜他竟然什么都听不到。怎么回事？读心术还分人吗？九王爷，我们兄弟俩送你。沈君元站了出来。虽然九王爷对自己妹妹很好，但是要想做他们的妹夫，也是需要过了他们这一关的。好。萧策想了想，答应下来。他原本还等着沈云珠说些什么，偏偏那姑娘什么都不说。不急，你的院子我来过了，日后的机会只会更多。沈家兄弟俩送走了萧策。沈云珠回到屋里，刚才沈俊茂已经让人重新准备了上等的被褥，躺在床上，沈云珠倒是舒坦了，但是整个沈家就不行了。沈秋月疼得死去活来，又没有力气发火。秦燕一直昏睡，根本就没醒来。沈老夫人醒了过来，听说了府上的惨状，又晕了过去。沈向雪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突然住进荒凉的院子里，她气得头疼欲裂，根本睡不着。沈祥成倒是睡得很好，虽然折腾了大半夜，但是沈云珠能够得到九王爷的青睐，那就说明他还有些利用价值。不错，总比死了要强。沈府上总算是消停了，九王府上却没那么容易安静下来。萧策一回来就去了地牢，连夜审问4个绑匪。4个蠢货根本经不住毒打，当即就招了。哎呦，九王爷，我们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就是一个女人，她给了我们1万两金子，让我们绑了小王爷，还说为了他的脸，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其中一个绑匪怕死，立即就全都招了。女人长得什么样子？在哪里遇到的？金子在哪儿？老实交代。萧大抡着鞭子又是一顿毒打，4个绑匪一一招了，但是根本没有什么用处。在距离京城500里的沈家村，那个女人打扮成了一个村姑的样子，戴着面纱，我们根本看不见她的脸。实在是就记得这么多了。是吗？我看你对我们的鞭子还是没什么印象，也不会记得。来。萧策活动活动手腕，伸手接过了鞭子。4个苟延残喘的绑匪一下子就傻了眼。九王爷亲自动手，我们还想活命呀！哎呀，只能去见阎王的份儿了。九王爷萧策那是京城里让人闻风丧胆的活阎王呀！若是他亲自动手，我们没一人能够活命。九王爷息怒，我想到了，那个女人是个瘸子，左手还少了一根手指头。有个绑匪已经吓尿了，喊出来的声音嗓子都哑了。萧策抬起的手并没有放下去，绑匪们以为他不相信这句话。另外一个人又说：“我听着口音像是京城人士。”对，而且好像是有些大舌头，像是没长舌头一样。还有他说了，事成之后我们还会得到一大笔金子。另外3个绑匪也都想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吓的还是在说谎。啪啪啪，萧策举起的鞭子还是打在了绑匪身上。九王爷，九王爷饶命啊！我们真的只能想到就这么多了呀！九王爷饶命呀！都是我们的错！哎呀，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呀！九王爷，我们可以去过沈家村，把那个女人给引出来的呀！
几个绑匪哇哇乱叫着求饶，好话都说尽了，但是萧策手上的鞭子根本就没停下来。本王的儿子也是你们能够动手的，你们该死，都该死！萧策似乎越打越是上瘾，整个人根本停不下来。此时他面前被绑着的4个绑匪渐渐被打得血肉模糊，萧策仍旧没有停下来，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几年前，他就是相信了那个女人，喝下了那杯酒之后，体内的剧毒发作，后面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了。万幸的是自己活下来了，而且1年后竟然有女人送上门，说她和自己生了儿子萧泽玉。萧策发了狂，当即处死了那女人，险些把儿子也伤到了。都是因为那个女人，无论是谁，他都要找到她，抓到幕后黑手。王爷，小王爷醒了，好像是在找你。这个时候萧大开口说道。萧策的手一顿，立即扔掉了鞭子。收拾干净，派人去沈家村找那个女人。萧策自己推动轮椅离开地牢。是，王爷放心，属下这就去办。萧大得了命令，立即着手去办了。萧策也没回头，速度更快地前往后宅。儿子是他的软肋，谁都不能伤害了他的小宝贝。急匆匆赶回到屋里，萧泽玉已经醒了。爹爹，你去哪儿了呀？孩儿的脸好痒啊。萧泽玉扑进了萧策的怀里，委屈巴巴的声音像是要哭出来了。小玉，爹爹去照看你的仙女姐姐了，回来晚了。听到父亲提到了仙女姐姐，萧泽玉立即忘记了脸上痒得不行。仙女姐姐，她还好吗？有没有人欺负她？我也好想见到她呀。一想到沈云珠，萧泽玉就笑了起来。萧策见到儿子的半边脸上隐隐有化脓的样子，一张小脸惨白惨白的，他一颗心都揪紧了。没人敢欺负他，爹爹帮了他很大的忙，你高兴吗？萧策搂着儿子躺下来。高兴啊，若是能够日日见到仙女姐姐，那该多好啊。小孩子喜欢什么人根本没个理由的，而且萧泽玉向来不会轻易喜欢哪个女子，这个沈云珠绝对是个特例。乖乖睡觉，明天醒来就能够看到仙女姐姐了。好。萧泽玉很乖，很快就睡着了。确认了儿子真的睡着了，萧策才离开。小儿，明天派人去找天涯神医求解药，不惜一切代价。萧策这几年都在找天涯神医，上个月听闻到了一点点消息，这几日竟然又没了消息。是。萧儿长得白白胖胖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功夫很好，才一个转身人就没影儿了。整个晚上萧策近乎失眠，脑子里很混乱，时而是当年逃窜出去的场景，时而竟然看到了沈云珠。他这个人向来不近女色，脑子里竟然还会有女人，自己都把自己给逗笑了。沈云珠那女人的确是有些特别的，换做了是别人，早就被我给吓跑了。她倒好，不卑不亢，甚至可以说非但不怕我，还对我有些意思。没错的，她一定是看上了本王这张脸，盛世美颜，整个京城最俊美的男子。念及此，萧策脸上竟然浮现了一抹笑意，甚至慢慢的放松下来，睡着了。沈云珠对此毫不知情的睡得特别香。天光大亮，沈云珠才睁开了眼。哎呦，这院子大，住着舒坦，睡得都香啊。伸了个懒腰，她起床了。姐姐，可还睡得习惯？才起来就听到了讨厌的声音。沈向学已经穿衣打扮好，一早就过来了。他一整夜都没睡好，那个什么清水院分明就是个乞丐住的地儿，
特地过来找沈云珠，也不是过来看她的，就是过来看看自己的院子的。妹妹，你睡得可好？哎呀，你这黑眼圈也太大了吧？难道是一夜没睡吗？沈云珠从屋里走出来，见到了沈向雪，毫不留情地对了她。我不像姐姐，在乡下生活的久了，吃够了苦头，到哪儿都能睡得好。沈向雪也回对沈云珠：小贱人，你抢走了我的院子还敢嘲讽我？没什么事，赶紧离开吧，我没工夫和你废话。沈云珠听到了沈向雪的心声，早上的好心情都被打扰到了。如果不把这个女人赶走，她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出手。姐姐，你这是怎么了？我是特意过来找你一同前往，过去探望祖母的。沈向雪也生气了，村姑竟然不领情，还骂我，谁给你的脸？我又不是不认得路，我自己会走，你先去吧。沈云珠还没吃早饭，而且那个老太婆有什么好探望的？那好吧，姐姐快些过来。沈向雪饶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沈云珠，走了，心中却是得意的不行。小贱人那个样子，一定就是不知道沈家的规矩，早上都要去探望祖母，然后才能一同用早饭。哼，刚回来第一日，就把沈家上上下下得罪了个遍，日后老夫人不喜更好。沈云珠听到了他的心声，勾了勾嘴角。妹妹慢走啊，迟到了会被骂的。沈云珠说完，转身回了屋子。还想要和我搞事情呢？我和你讲啊，你不会得逞的。沈云珠自言自语，勾了勾手指头。沈向雪根本就没理会沈云珠那句话。村姑，这会儿我就要在祖母面前好好的给你美言一番。从锦绣院前往老夫人的福寿园，弯弯曲曲的小路走过去，1刻钟的时间过去了，沈向雪竟然还没有走到福寿园。她不由得一愣。小红，怎么回事？身边的丫头也被问得愣住了。三小姐，这条路咱们平日里常走，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呀。该不会是那个村姑搞了什么事情吧？她这句话没说出口，但是意思已经传达到了。从西边那条路走。沈向雪也是这么想的。昨天晚上几个奴才的表现都让他怀疑沈云珠会妖术，不过他没有证据。眼看着早膳的时间就要到了，所以他只能绕路走。小红没敢说别的，结果主仆2个还是在原地绕圈圈，那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而已，竟然怎么都走不到头。而且走了一遍，抬头一看，又回到了原点。三小姐，咱们这是遇到了鬼打墙啊！小红吓坏了，声音都在颤抖着。她老家在偏远山村，半夜遇到鬼打墙的故事，她从小没少听。胡说八道，这里是大将军府，大清早的哪来的鬼打墙？沈向雪不相信，可她内心里已经心虚的不行。小红不敢说话了，又走了一遍，还是走不出去。你回去院子里把我的佩剑拿过来。沈向雪学过功夫的，她就不信了，大白天的会遇到邪门的事情。是三小姐。小红赶紧就跑了。留在原地的沈向雪左看看右看看，竟然有些心慌。与此同时，在刚刚那条路上，沈云珠神清气爽，向着福寿园走过去。她走过了那条路，勾了勾小手指。小样的，本战神说不让你去，你就不能去。刚刚他已经在虚空之中对着沈向雪设置了迷雾阵法，只要在这沈家，他怎么走都是在绕圈子。不慌不忙的沈云珠来到了福寿园，只见老夫人额头上缠绕着白布，脸色惨白，一副病入膏肓，很快就要归西的样子。沈云珠，你还有脸过来见祖母？沈秋月见到了沈云珠，当即呵斥她。
你这个罪人都有脸过来，我一个受害者怎么不能来呢？沈云珠不仅进了屋子，还坐在了一边的椅子上。对了，姐姐，你送的毒酒可还好喝？你让我放的火可还好玩？沈云珠又给他提了个醒。沈秋月一张脸立即就变得惨白惨白的，整个人也都像是见了魔鬼一般，不由得后退了好几步。若不是他提前准备了解药，又多亏母亲去得早，他真的要死在那一场大火之中了。虽然后来他被打得半死，但是用了宫里的疗伤药，又吃了不少好东西，现在好了个七七八八。一想到那毒药还有那一场大火，他整个人都开始禁不住的发抖。孽畜，你自己干下的好事还敢扯谎，你给我！沈老夫人见到了沈云珠，恨不得弄死她。老夫人，昨儿九王爷在这儿已经证实过了，我是无辜的。您这样说我，那个冯嬷嬷和李大夫岂不是被九王爷给冤枉了？不如这样，我现在就去找九王爷，让他过来给您一个真相吧。沈云珠话落，整个房间里的人全都吓得愣住了。沈老夫人也不敢再说出一个字来，毕竟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她心里头清楚着呢。好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那就别说了，赶紧吃饭。沈祥成开口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秦燕和沈秋月这就算是被罚完了。沈云珠勾了勾嘴角，果然原主过的日子岂止一个悲哀了得。明明是这里的人想要害了嫡女的性命，结果只是处死了2个奴才，这事儿就翻篇了。不过没关系，日后在沈府上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雪儿怎么还没来？沈老夫人问道，一双昏花的老眼却是看向了沈云珠。村姑都能坐在这里吃饭，怎么看都晦气。沈云珠勾了勾嘴角，嫌弃我晦气？我看见你还晦气呢。老夫人，不好了呀，三小姐好像是中邪了，在院子里满地打滚呢。这个时候，沈家的李嬷嬷冲了进来，一脸慌张地说道：什么？在哪儿？沈老夫人一下子站了起来，就要冲出去查看。母亲，您别担心，雪儿向来稳重，可能是绊倒了。沈祥成拉着老夫人的胳膊，没让她出去看。张管家，赶紧出去看看，若是有病就去请个大夫，没病就带回到院子里去。是，老爷。张管家得到了沈祥成的命令，带着人就出去了。沈云珠不声不响，低着头吃饭，每一道菜都尝了个遍，得出个结论：难吃。虽然看上去色香味俱佳，实际上味道极差。沈老夫人担忧沈向雪，低头看到了沈云珠吃得好，当即暴怒：混账东西，你把这里当成山沟沟吗？我还没开始动筷子呢，你自己倒是吃上了，没规矩。这里是我的家呀，我娘亲留下的府邸怎么就成了山沟沟呢？老夫人，你怕不是脑子也有些不清楚呢？沈云珠可没和这老婆子客气，昨天晚上2个哥哥手上的单子她都看过了，原主娘亲留下的宝贝岂止是金银首饰，连同这个府邸都是原主娘亲之物。老太婆住着人家的房子，花着人家的银子，还想欺负人家的孩子，原主被你欺负死了，现在还想来欺负我，你可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胡说什么？你给我滚出去，日后都不要过来我的院子。沈老夫人一惊，没想到沈云珠会说出这种话来，当即下了命令把人赶出去。见到他自己就心烦。哦，不来你的院子，这个院子用不了多久也不会是你的院子。话落，沈云珠起身向着外面走去。站住！
要去哪儿？沈祥成已经忍了半天了。这个逆女，就算是再被九王爷看中了，也不能一直娇惯了她。九王爷昨儿邀请我去九王府哄哄小王爷，沈将军难道是想让九王爷亲自过来接我过去？沈云珠脚步一顿，忽悠人的本事上线了。沈祥成本来准备了一大堆话，都能够让村姑别出去招摇，但是听到了九王爷下了命令，他那一堆话都成了废话了。九王爷怎么会叫你过去？一定是你勾搭了人家，小小年纪不学好啊你！沈秋月一下子就有气了，他现在身上还没好利索，不能出去逛，倒是刚回来的村姑竟然高攀上了九王爷，如何能让他不生气啊？姐姐这是嫉妒了吗？原来沈家养出来的庶女竟然是善妒的呀！我一个从村里出来的，还不知道京城大户人家的女儿也是如此善妒啊！若是一会儿见到了九王爷，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看来昨日送给沈秋月的大礼他不喜欢，一会儿回来再送一份才行。你不要胡说八道，我没有。沈秋月害怕了，她还没成为嫡女呢，这就被人坏了名声，日后怎么能嫁到好人家呀？好了，沈云珠，别说了，赶紧走。沈祥成还想给他几个钱呢，现在一个子儿都不想给了，反正昨天九王爷赏赐了他不少呢。好的，沈将军。沈云珠转身就走。知道我的银子不能惦记，还算是你有脑子。眼见着沈云珠大模大样的走了出去，根本就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沈秋月都要气炸肺了，这顿饭谁都没有吃好。沈老夫人气得头晕，饭后就躺下了。沈秋月去探望母亲秦燕，把这边的情况都说了一遍。秋月，你这次真的是大意了，那个沈云珠似乎有些本事，咱们想要除掉她，都得从长计议了。一想到昨天冯嬷嬷、李大夫竟然能够主动承认罪行，他整个人都是头皮发麻。邪门儿，一切都透露着邪门啊！娘，我也觉得他很邪乎，明明已经死了的人，竟然还活着回来了，而且还变得很厉害。沈秋月想着那天晚上自己被沈云珠逼着灌入了毒药，他就浑身发抖。还有那个莫名其妙多出来的火把。那我们该怎么办呀？小贱人现在都跑去找九王爷了，是不是他勾搭上了九王爷，之后就会更加为所欲为了呀？沈秋月不甘心，若不是沈云珠还活着，整个沈府都该是我的。什么？又去找九王爷了？秦燕身体不适，没有去给老夫人请安，自然不知道这事儿。就是啊，而且爹爹好像很同意他去找九王爷，根本没有反对。这就是让沈秋月最担心的地方。明明在沈云珠没回来之前，沈祥成很讨厌沈云珠，所以才明知道他那天回来，还特地陪着老夫人去了寺庙。哪里知道，这才过了一天一夜，竟然变了个态度。别急，这事儿需要从长计议。秦燕这句话是在说沈秋月，也是在说自己。他们母女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他们不能慌，更不能让那个小贱人得逞。母女俩把对沈云珠知道的事情全都讲了一遍，各自都在努力地想着对策，怎么能够让沈云珠赶紧去死。此时的沈云珠已经走在了圣安街上，按照原主的记忆，会在这里遇到某个熟悉的陌生人。因为自己是穿越过来的，导致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所以不一定是在这个时间点，但是总归要发生的。老板，给我来1笼包子，再来2碗豆腐脑，拿个小咸菜，也给我整点儿。沈云珠早饭没吃好，来到了一家包子铺，坐下来点了餐。哎，好嘞。小儿麻溜的把东西都端上来。沈云珠吃着香喷喷的包子，
喝着豆腐脑，吃着小咸菜，这才爽嘛！救命啊！救命！才吃到一半，路边有个老婆婆呼喊着求过路人，听着口音，看那个打扮，不像是本地人。大娘，你这是怎么了？有好心的过路人冲过去询问情况，沈云珠继续吃，并没有多管闲事。这位老哥哥，我的儿子病了，他已经中了秀才，带着我来京城投奔亲戚，这就病了呀。老婆婆说完，当即坐在了地上嚎哭起来。秀才病了，投奔亲戚。沈云珠吃完了最后一口包子，这才扭头看了过去。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还以为时间点对不上，结果还真的对上了。这老婆子不正是原主从前的那个婆婆吗？按照原主的记忆，这个时候的老婆婆还是心地善良、慈眉善目呢。但是等到原主傍着穷秀才一步步登上了大雅之堂，老婆子慢慢露出了本相，各种嫌弃原主，背地里诋毁原主的名声，甚至后来和沈秋月串通一气，诬陷原主给皇子下药。最后秀才终于爬上了丞相的宝座，这个老婆子竟然怂恿秀才杀了原主。呵呵，果然呐，老话讲得好，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些人穷都是活该，因为他的本性就是恶毒。老婆婆，您别难过，京都的北面呀有个驿馆，那里不收银子，帮助。好心的过路人给老婆婆指出了一条明路，围观的众人也有准备好去扶着那地上的秀才。不行，他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怎么可以去那种地方呢？老婆婆一口就回绝了，那些伸出手准备帮忙的众人全都吓得收回了手。我的意思是，那里太远了，从这里过去，我儿子会坚持不住的。老婆婆很精明，担心毁了儿子的名声，于是就改口了。沈云珠听着这番话，当时就笑了。这个老太婆一看就是个人精，原主也真是个脑残吧？像是这种村妇在山沟沟里肯定特别多，毕竟有句话讲穷山恶水出刁民，原主从一个火坑出来，竟然还不认得挖火坑的人。哎呦，大娘，那怎么办呀？京都的生意人也不是傻子，好心给你指路，你竟然不同意，你想干啥？碰瓷儿啊，还是讹诈？大娘，你这个忙，我姐姐可以帮你。这个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响了起来。沈云珠看过去，竟然是沈向雪。她姐姐？谁啊？沈秋月并不在这里啊。姐姐，昨日你不是被九王爷赏赐了很多银钱，正好可以拿出来救急啊。沈向雪头上戴着面纱。小贱人，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妖术，竟然害得我满地打滚。幸亏我有护身符，若不然现在还不能脱险。凭什么你敢收九王爷的银钱？现在都得吐出来！沈云珠听到了沈向雪的心声，嘴角带上了笑。哼，出来道德绑架我？也只有你能想出来这个办法了。你也知道那是九王爷赏赐我的银钱，竟然替我去支配这些东西。原来沈家养女的地位比嫡女还要高啊，甚至可以和九王爷相提并论呢。沈云珠不慌不忙给沈向雪戴了高帽子。沈向雪一愣，小贱人竟然会有脑子，看来是我小看了你。姐姐不要这样讲，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让姐姐。你也知道我是你姐姐，不是你奴才。既然你这么心善，一定是看上了那边的秀才郎。我看你们两个还挺般配的，一个养女，一个出身卑微的秀才。你头上的发簪拿去当了，足够治疗秀才了。沈云珠并不给沈向雪说话的机会，开口就给那老婆子指出了一条明路。
那老夫人可是精明的，她听到了沈云珠这话，当即跑了过来，一下子就给沈向雪跪了，当街苦苦求着沈向雪：这位小姐，您真的是菩萨心肠，还请您救救我儿，将来我儿子有出息，一定会娶你为正妻，报答你的大恩大德。娶你为正妻，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沈云珠差点笑出来。这句话都和前世一模一样呢。虽然发生的对象不是沈秋月，但是换成了沈向雪，其实也没什么差别。妹妹，我们沈家养出来的大家闺秀，绝对不会看着一个秀才就这么死在你的面前呀。沈云珠看着沈向雪，只见她一张脸都白了，她显然是没想到老妇人会给自己下跪，更没想到沈云珠会如此聪慧。怎么办？发簪是她唯一的值钱的东西，老夫人赏赐给自己的，她根本舍不得拿出去当掉。但是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若是不救人，岂不是要被人耻笑？若是救人……娘，我没事了，您快起来吧。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原本躺在地上的秀才竟然翻个身，艰难地站了起来。他走过来，扶着地上的老妇人：儿啊，你怎么会没事呢？你看看你。老妇人说不下去了，当即就哭了起来。而那秀才正若有所思地盯着沈云珠。一路过来，途经一个小村庄，有个算命先生和他讲，在京都一定会遇到命中注定的贵女，那个女子日后会帮助他成为丞相。从刚刚这位女子的话中，他听得出来，一个是沈家的嫡女，另外一个是养女。若是按照算命先生所言，能够帮助自己的贵女，只能是这位嫡女。不过看样子，她并不喜欢帮助自己。劳烦两位姑娘，我叫杨莹，不久前中了秀才。杨莹开始讲述自己的一路历程多么辛苦，谈吐间表达了自己的宏伟志向。沈云珠已经听到了他的心声，知道这人被个算命先生指引而来。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而已，我没帮你，要谢就谢我妹妹沈向雪吧，她心地善良，一定会帮你的。沈云珠看一眼这渣男都觉得恶心，话落转身就走。姐姐，你等等我。沈向雪就要去追沈云珠，她可不是过来帮穷秀才的，她是为了跟着沈云珠一同前往九王府的。只是还没迈开步子，就被那个老妇人抓住了胳膊。沈姑娘，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他已经3天3夜没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就会死人的。不行，好不容易抓到个有钱姑娘，豁出去这张老脸也要拿到银子。给你。沈向雪虽然不甘心舍不得，还是丢下了发簪。她要去找沈云珠，不能让她提早得逞。多谢沈姑娘，您的大恩大德，我和我儿。老妇人还在絮絮叨叨，沈向雪却已经跑远了。倒是杨银仍旧是看着那远去的影。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呀？怎么看着像是在哪里见过一般？儿啊，娘带你去看病啊，走。老妇人可不管那么多，要先给儿子看病要紧。杨莹跟着老母亲走了，心中却是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找到那位沈家嫡女。沈云珠还不知道自己又被那个前世的渣男给惦记上了。她专心地前往九王府，昨日她已经察觉到萧泽玉身中剧毒，自己和那个小家伙总算是有些缘分，既然见到了，那就给他扎几针。姐姐，你等等我呀，爹爹让我和你一起去。沈向雪狂奔着，一身淡蓝色长裙都沾了土，也没有放弃。你那么好心救人，下次自己上场，不要把我拉出来，懂吗？沈云珠脚步一顿，冷冷地看向沈向雪。
沈笑雪从来没见过这样凶狠的眼神，让他整个人都吓得懵了，不由自主的竟然点了点头。说到做到，若不然下次我就不是随口说说而已啦。沈云珠换成了笑脸，但是这个笑脸却是异常的吓人。沈笑雪不由得后退了好几步。仙女姐姐，你来了呀！这个时候，萧泽玉的声音响了起来。小家伙冲过来，抱住了沈云珠的腿。哎呀，小王爷，您慢点啊！萧大在后面10几米之外的地方跑了过来。仙女姐姐，我昨天梦到你了呀，你有没有梦到我？我也梦到你了，梦到你吃了好多，还不用戴面具了。仙女姐姐，你说过的都会成真吗？那我是不是很快就不用戴面具了呀？若是仙女姐姐日日都能来看我，那就好了呀。小孩子真是可爱，哪里有人说过的话都会成真的呢？沈笑雪一下子就笑了起来。外面都传九王爷和这个小王爷都不正常，一个风流倜傥、俊美无双，却是个残疾；一个小小年纪身患顽疾，活不过10岁。其实他看来，父子2个脑子都不太好用才对。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沈云珠、萧泽玉、萧大，甚至后面跟过来的几个侍卫，全都看向沈笑雪。沈笑雪当时就愣住了，一下子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说错话了呀。小王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沈笑雪想要解释，但是自己又不知道从何说起。你是哪里来的丑八怪？刚刚从茅房里吃过大粪吗？嘴巴臭烘烘的。萧泽玉一只小手指着沈笑雪，另一只捂住了自己的鼻子。仙女姐姐，咱们还是赶紧回府上吧，这里有丑八怪吃了大粪呢。沈云珠一下子就笑了。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家伙了，简直和我儿子有的一拼。说话都是这么毒舌，不过他还是很有礼貌的，嘴巴上说说不会对人动手。若是换了我的小团子，遇到沈笑雪这种货，早就打他个满地找牙了。沈笑雪，你回去吧，小王爷嫌弃你吃过大粪呢。沈云珠也不管沈笑雪的脸色多么难看，抱着小王爷往前走去。姐姐，我没有啊，你要给我作证啊，我真的没有。沈笑雪不甘心，就在后面跟着。萧大，还不赶走这个臭烘烘的丑八怪？这个女人坏得很，想要抢我爹爹，给我当后娘，我才不要她进我的王府呢。是，小王爷。萧大也很讨厌沈笑雪，在得到了小王爷的命令，立即拦住了沈笑雪。沈家三小姐，我们小王爷的话您应该知道的，还是请回吧。这已经算是客气的了，若是不听话，我可就要动手了。沈笑雪自然知道萧泽玉说一不二，可她不甘心啊，于是站在那里拼命地冲着沈云珠呼喊：姐姐，爹爹让我过来的，你真的打算不带上我吗？小贱人，若是你不带上我，我回去就会告状的。沈大，沈家三小姐无视本王，揍她！是，小王爷。萧大得到了主子的命令，当即伸出一脚，砰！沈笑雪被那一脚踹飞了出去，整个人撞在了不远处的墙壁上，而且从墙壁上滑落下来。整个过程中，连个惨叫声都没能发出来。沈家三小姐，若是你还不走，我可就真的要不客气了。萧大手上的剑已经指着沈笑雪的眉心，沈笑雪吓得一个哆嗦，脸都白了。别杀我，别杀我，我懂了，我这就离开，这就离开。沈笑雪不敢再追过去了，费力气爬起来，捂着肚子转身就走。但是他走得不快，时不时的回头看过去，想要趁机再跑回去。没想到一个回头，发现萧大竟然还在原地死死盯着他呢。该死的，沈云珠那个小贱人竟然丢下我，你给我等着！沈云珠从始至终都没回头看一眼，抱着萧泽玉进了九王府。
神仙姐姐，你放我下来吧，我去给你倒杯茶，还有好多好吃的。才一进门，萧泽玉就要给沈云珠去拿好东西吃。好啊。沈云珠也没客气，放下了小家伙，坐在大堂里等着他。话说这九王府的大堂还真的是很豪气嘛。桌上摆放的夜明珠一看就是价值连城，整个圣齐国都没有几颗，九王爷一人竟然弄来了3颗。豪气啊，果然豪气。大胆刁民，竟然敢擅闯九王府，看剑！门外女子的声音响起，沈云珠坐着都没动。那一身锦衣华服的女子握着的那把剑已经刺到了沈云珠的面门。肤白貌美的女子得意地笑了。刁民一定是被我吓傻了，整个人都不会动了。我这把剑刺入他的脑子里，他会立即毙命。到时候九皇叔回来一定会夸赞我的。小姑娘越想越是得意，差点就笑出了声来。然而咔嚓，那把刺过来的宝剑立即就折断了，而坐在位子上的沈云珠手上只拿着个茶杯，显而易见，刚刚她就是用那个茶杯敲断了那把剑。小姑娘手上拿着断剑，只觉得五雷轰顶，眼珠子都瞪大了。怎么会这样呢？这把剑还是九皇叔送给我的生辰礼，就连太子哥哥都没能得到呢，现在竟然被一个刁民给折断了！啊！你个刁民，你是何人？竟然敢弄断本公主的宝剑，你去死啊！三公主萧应莲气得尖叫起来，手上的断剑继续刺向沈云珠的脸。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待过她，她可是皇上最最宠爱的公主。咔嚓，又是一道清脆的断剑声音响起，还是同样的只用茶杯撞击，而且撞击过后茶杯完好无损。沈云珠从始至终都淡定地坐在椅子上，根本没有多余的动作，气定神闲，似乎是在和小朋友玩闹一般。这位美丽的姑娘，你该不会是哪里有些毛病？你的剑已经碎裂成一块块的了，还不起来吗？沈云珠完胜萧应莲，这才站了起来。萧应莲还在看着手上的剑柄，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学了10几年的功夫，竟然被一个刁民给完败了。非但如此，还把自己最最宝贝的剑给弄碎了呀！大胆刁民，竟然敢对本公主不敬！来人，把这个刁民带下去，凌迟处死！萧应莲气到头顶冒烟，完全忘了这里是九王府，他在这里的命令可都不管用的。什么人在此欺负我的神仙姐姐？听到了声音，萧泽玉迈着小短腿跑了出来，一下子就看到了三公主萧应莲。小家伙整个人都不好了。三公主过来做什么？我爹爹今日不在府上，你是想让我爹爹再给你几鞭子，改天再来吧。萧泽玉毫不避讳地瞪了一眼萧应莲。沈云珠被他的小模样给逗笑了，真是越看越喜欢。什么人这么胆大包天，给小王爷下毒啊？若是被我抓到了，一定要好好折磨一番，再弄死他。神仙姐姐，这是我亲手给你摘的桃子、葡萄，你尝尝，可好吃了，可甜了。不同于对待萧应莲的不喜，萧泽玉对待沈云珠脸上的笑容全都是发自内心的，笑起来带着2个小酒窝，别提多可爱了。多谢小王爷，你也来吃啊。沈云珠太喜欢小家伙，赶紧抱在了怀里，让他坐在自己的腿上。这一幕可把三公主给吓懵了。不是说小王爷最讨厌女人的吗？如今他竟然亲手给这个刁民送吃的，而且那个笑竟然对我这个公主都没有过。萧泽玉，你太过分了！这个刁民弄碎了我的剑，我要杀了他！萧应莲气不过，当即举起了拳头。爹爹，三公主要揍我！萧泽玉小手指着门口的方向，忽然喊了起来。萧应莲一听，吓得后退了好几步，举起的拳头赶紧收了回来。
祖皇说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要打小玉，就是那个女人，她弄断了我的剑，我……刚刚还像个吃人的母老虎，这会儿低着头，立即化身成可怜巴巴的小兔子了。他说了一大堆，又等了半天，什么声音都没能等到。哦，原来不是爹爹回来了，我小小年纪眼花了。萧泽玉小手递给沈云珠一片哈密瓜，神仙姐姐，你尝尝，这个瓜可甜了。沈云珠也不客气，接过来就吃了下去。真的好甜啊！小乖乖，你挑的水果都很甜，很好吃，厉害了。仙女姐姐过奖了，我也是跟着我爹爹学的，我爹爹更厉害呢。我跟你讲啊，萧泽玉打开了话匣子，开心地讲起了自己亲爹的糗事。沈云珠听得认真，时不时的还狠狠地夸他一顿。两个人开启了互捧模式，全都没再理会三公主萧应莲。你们在骗我！好，你们给我等着！三公主都快气哭了，转身捂着脸跑了出去。神仙姐姐，你不用担心，三公主用不上半个时辰还会来的。萧泽玉一点都不在乎，大伯的这个三女儿脑子有些问题，总喜欢来我们九王府，总要给我爹介绍对象，给我介绍后娘。幸好我爹爹不喜欢那些女子，我也没有后娘。啊，我不担心。沈云珠比萧泽玉还要不在乎。对付这种没什么脑子的三公主，比对付家里那两个狐狸精好办多了。小玉，你能和我说说你为什么要戴着面具吗？沈云珠一手握着小家伙的小手，已经暗中在给他号脉了。我就是觉得很好玩啊。仙女姐姐，你不觉得很好玩吗？对的，就是因为好玩，不是因为我病了，更不是因为我脸上已经化脓，时而痒得要死。如果我都说了真话，仙女姐姐一定不会喜欢我了。哼，是挺好玩的。不过呢，你这个面具戴上的时间久了，都旧了。我送你一个新的好不好？小家伙没说实话哦。不过没关系，你的病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个什么。好啊好啊，谢谢仙女姐姐。萧泽玉很开心。仙女姐姐没有怀疑我，她还送我新面具，她真是个大大的好人。沈云珠收回了自己的手，她已经诊断出来了，的确是中了毒，而且毒性有些复杂。其中一种毒就是江湖传闻中的食人散，这种毒药不但毒性厉害，还会让人慢慢的变成石头人。中了此毒之人，用不上3年，全身都会变得硬邦邦的，最后真的会成为只会躺着的石头人。从萧泽玉现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脸上应该已经化脓，甚至还会奇痒无比，痛不欲生。小家伙能如此乐观，实在是个不同寻常之人。也不知道他的娘亲是什么人，竟然能够生出这样的孩子。小玉，你能给我拿点水来喝吗？我现在给你做面具。我得在空间里拿出几味药材，这样才能治好你的脸。好的，仙女姐姐，我现在就去给你倒茶水来哦。毕竟还是个孩子，从沈云珠怀里掉下来，迈开了小短腿，向着里面跑去。沈云珠趁机从空间里拿了草药，弄好之后，又找了个面料柔软的面具，把这些草药倒在面具内侧，之后又拿了不少五颜六色的药丸。仙女姐姐，喝水啊！萧泽玉的速度很快，拿着茶壶跑了出来。小家伙大大的眼睛看着沈云珠手上的小兔子形状的面具，眼睛里都放出了光来。仙女姐姐，这个面具是送给我的吗？真漂亮。她从小到大一直戴着纯金打造的面具，别人以为很高贵，其实很难受。但是仙女姐姐做的这个面具不仅很好看，还有淡淡的香味儿，
当然是给你的呀，喜欢吗？沈云珠弄好了面具，递给萧泽玉，小家伙伸出小手，恭敬地接了过来。喜欢，我很喜欢。话落，扭头就跑开了。沈云珠知道他是去戴面具了，看着小家伙远去的背影，他竟然心疼起来。才3岁半的孩子，竟然要忍受那样的痛苦。想想我的儿子小团子，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苦头，聪明伶俐。除了没有爹爹，小团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唉，真是同人不同命啊。正想着，大门外走进来不少人。太子哥哥，就是这个狐狸精弄坏了我的剑，还把小玉忽悠住了。萧应莲带着太子萧泽州过来了，才一进门就指着沈云珠叫嚣。太子哥哥。沈云珠扭头看过去，只见一身深蓝色华服的俊美男子站在萧应莲身边。这位就是传闻中的太子萧泽州。前世里，这个太子和原主之间的缘分颇深，有几次还救了原主。只可惜啊，原主是个睁眼瞎，从来都没看上过这个太子。就算是后来，太子也是看在原主的面子上，才同意让那个杨银成为丞相。可惜，原主已经没有机会做丞相夫人，大婚当天就挂了。臣女沈云珠参见太子殿下。沈云珠起身给太子行礼，好歹是未来的皇上，而且对原主有救命之恩，该有的礼节不能少。你真的是沈将军之女沈云珠？沈泽州上前好几步，盯着沈云珠看，根本移不开眼睛。这就是我常常在梦里见到的那个仙女吗？真的好美呀。是我。听这家伙的口气，难道在哪儿见过我？萧泽州一听，眼里的光都能喷出来。真的是他，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要去禀明了父皇，要立他为太子妃。原来是沈家的村姑，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直视太子殿下，损坏本公主的宝剑，罪该万死。萧应莲又拿出一把剑来。有太子哥哥坐镇，我要杀了你这个小贱人！勾搭了九皇叔，还来勾搭太子哥哥！萧应莲，你放肆！母后教你的礼仪，你都当饭吃了吗？萧泽州立即呵斥萧应莲：本太子的梦中情人，你也敢动？我看找死的是你！萧泽州这个反应可把萧应莲给吓到了。太子哥哥，你竟然吼我！你也被这个狐狸精迷住了吗？他对我不敬，他……萧应莲都气哭了，刚才是装哭跑了出去，这会儿可就是真哭了。实在是太气人了！凭什么？太子哥哥竟然为了一个村姑这样数落我！仙女姐姐，你看我好看吗？这个时候，萧泽玉戴着小兔子面具，伸开了小胳膊跑了出来。沈云珠见到他，立即把小家伙抱了起来。小玉真好看，感觉舒服吗？沈云珠的目光全都被萧泽玉吸引过去了，太子和三公主完全成了摆设。这个面具还有香味儿，我很喜欢。小家伙大眼睛似乎没看见那边的太子和三公主，其实内心里都是在警告他们。我的仙女姐姐，谁敢欺负她，我都不会放过她的。而且刚才我都看到了，太子哥哥看仙女姐姐的眼神不太对，敢和我爹爹抢女人吗？小心你的脑瓜子！哼！沈云珠不知道小家伙的小心思，当即从空间里拿出了个小盒子给他。要不要吃糖丸？每天早中晚饭后各吃3粒。沈云珠打开了盒子，里面5颜6色的糖丸，看起来就好吃。哇，仙女姐姐你真好，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看的糖丸。小家伙高兴得不得了，当即挑选了3颗红色的糖丸，一口气吃了下去。
真好吃。仙女姐姐，我能再吃几个绿色的糖丸吗？蓝色的好像也很好吃。贪吃的小家伙，真的把这些药丸当成了糖丸？不行。沈云珠盖上了盒子。若是你不能够遵守约定，我就把糖丸拿回去好了。这些都是药丸啊，吃多了你根本受不了的。不要拿回去啊，我都听仙女姐姐的。我每天吃的时候让我爹爹监督我，然后报告给你，可以吗？有我爹爹在，你总该相信了吧？可以呀。沈云珠重新把小盒子递给了小家伙。萧泽玉高兴的一直在笑，今日是他活了3年多以来最高兴的一天。萧泽玉，你没看见太子哥哥吗？萧应莲气到爆炸了。九皇叔的这个儿子一定是脑子进水了呀！平时对待太子哥哥还是皇兄长皇兄短的叫着，如今眼里都是这个妖女，根本没有我们了呀！啊，皇兄哥哥来了，请坐吧。萧泽玉的小胳膊指着一边的椅子，自己却还是赖在沈云珠的怀里，根本不肯撒手。小玉啊，你都3岁了，这样让沈姑娘抱着不合适的，快下来吧。萧泽州不想让沈云珠累着，更重要的是，他总觉得沈云珠抱着萧泽玉给他的感觉更像是母子，这种想法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我预定的太子妃怎么会成为弟弟的娘亲呢？这是什么混乱的辈分啊！仙女姐姐，你感觉很累吗？那我下来吧。萧泽玉看向沈云珠，甜甜的声音这样说，却是根本都没有动。我不累啊，你就坐着好了，没事儿。沈云珠还没抱够呢，不知道为什么，抱着这个小家伙就像是抱着自己的小团子一样。沈姑娘，你不必如此，小玉就是被九皇叔给惯坏了。萧泽州不大高兴了，说话的语气里甚至有些责怪萧泽玉。本王只有这一个儿子，又没了娘亲，娇惯些怎么了？九王爷萧策回来了，一进门先看到了坐在那里抱着自己儿子的沈云珠，不由得心中欢喜。但是听到太子萧泽州的话，他顿时就有了火气。萧应莲可算是找到了机会。九皇叔一直对我很好，小贱人，你死定了！沈云珠听着这女人的心声，不由得嘴角上扬。不就是一把破铜烂铁，九王爷应该也是随手送给你的，还堂堂3公主，竟然没见过好宝贝，又是一个眼瞎的。小的，去库房再拿一把过来，给3公主。萧策手上提着食盒，看都没看萧应莲，径直向着沈云珠走了过去。萧应莲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难道是我刚才说的话不清楚吗？那个贱人弄断了我的剑，九皇叔不应该惩罚那个贱人吗？他还要继续告状，被太子使了个眼色，整个人吓得浑身一抖，什么话都说不出口了。太子哥竟然在命令我不要多嘴，他竟然也向着那个贱人。萧泽州跟着赶紧站了起来，恭敬地给九王爷行礼。侄儿见过九皇叔。你还知道是我的侄儿，我还以为你是过来代替我教训我的宝贝儿子呢。萧策半点面子都不给。我儿子喜欢被谁抱着，那就被谁抱着。你个臭小子，凭什么拿下来？九皇叔误会了，侄儿只是担心沈姑娘累着，没有要教导皇兄的意思。萧泽州很怕这个小叔，就算是解释完，额头上也出现了一层冷汗。沈姑娘，你累吗？萧策看向沈云珠。本王去万宝斋带回来一只烧鸡，你若是累了，可以吃个鸡腿。九王爷，你确定是在问我累不累？不是用鸡腿雇佣我给你带孩子？那我就不客气了。沈云珠看向萧策。
好。萧策莫名的很高兴，亲手打开了食盒，亲手撕下一个鸡腿，递给了沈云珠。多谢九王爷。沈云珠非常豪爽地接过了鸡腿，大口吃起来。你要吃吗？很香呢。沈云珠吃了一口，看向怀里的小家伙。沈云珠，你过分了！我的小皇兄不能吃这种油腻的东西，你想害了他吗？萧应莲不甘心，冲过去指责沈云珠。萧应莲，不许胡闹！太子立刻出声呵斥萧应莲。闭嘴！几乎是同时，萧策暴怒，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带着那把剑过来的萧大吓得差点跌倒。这是什么情况啊？要！萧泽玉可没管这些，张大了小嘴巴，等着沈云珠投喂鸡腿。小馋猫撕了一小块鸡腿，投喂给萧泽玉。真好吃。小家伙吃得特别香，满足地闭起了眼睛，那小模样实在是太可爱了。单单是这一幕，已经把围观的几人都看呆了。萧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发自内心开心的儿子。萧泽州倒是盯着沈云珠出神，内心里的感觉复杂极了。梦中的姑娘果然是美若天仙，但是他和萧泽玉之间的互动竟让他很生气，而且越看越是觉得沈云珠和萧泽玉更像是母子。三公主萧应莲更是震惊到无以复加，萧泽玉竟然能够吃油腻的东西，甚至没有吐出来。小玉，你真的能吃这种东西？反应过来的萧泽州走过去问道。是啊，仙女姐姐，我还想吃。萧泽玉又张大了嘴巴，等着沈云珠投喂。过来，皇兄喂你吃。这一次不等沈云珠动手，萧泽州伸出手就要抱走萧泽玉。我不要，我就要仙女姐姐抱。哼，我才不要你个臭男人碰我呢！我要和仙女姐姐在一起，你不要分开我们。爹爹，我不要太子哥哥喂我，我已经13岁半了，是个男子汉呢。为了能够和仙女姐姐在一起，萧泽玉可以说是用尽了全力呀。沈姑娘，可以吗？萧策倒是看向了沈云珠，毕竟还是个未出阁的小姑娘，应该不喜欢小孩子的。可以呀，这没什么的。沈云珠一口答应下来。我从前也是这样喂我的小团子呢。话落，慢条斯理的给萧泽玉投喂鸡腿，两人你一口我一口，很快2只鸡腿都吃完了。好了，小玉，你都是男子汉了，可以下来了吧？萧泽州刚刚不好再说什么，现在又来提醒萧泽玉。仙女姐姐，你已经很累了，放我下来吧。萧泽玉晃荡着小短腿，挣扎着从沈云珠的身上下来。别急，喝了这杯茶再走。沈云珠倒了一杯茶给萧泽玉，手法非常之快，没有人发现茶水根本不是壶里的茶，而是他从空间里倒出来的。谢谢仙女姐姐。萧泽玉接过了茶水，几口就喝完了，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这杯茶水好甜啊，而且还有奇特的香味呢。难道说是因为仙女姐姐给我倒的茶水，所以就这样甜滋滋的吗？仙女姐姐，我还想喝。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萧泽玉厚着脸皮还要喝。好啊。沈云珠很有耐心，又给他倒了一杯茶。不过这一杯就是很普通的茶水了。萧泽玉还是太小了，自己空间里的泉水虽然有疗伤解毒的功效，但是他不能喝得太多。这一次的茶水比较普通了，也没有刚才那么甜了。萧泽玉只喝了半杯就不喝了。爹爹，你看我的新面具是不是很漂亮？这是仙女姐姐送我的。小家伙吃完喝完就跑去找自己爹，炫耀他的新面具去了。沈姑娘聪慧过人，
应当赏赐。萧策没有言语夸奖沈云珠，反而用实际行动在赞赏他。萧大，赏赐尚方宝剑1把，白银5000两。萧大赶紧把手上的剑交给了萧应莲，继而跑过去给沈云珠拿赏赐。九皇叔，你不要这么偏心吧，这个女人就是个村姑，她接近小玉分明就是别有用心。萧应莲已经忍了好久了。这个沈云珠不过是个刚刚从乡下回来的村姑，凭什么被九皇叔如此优待啊？沈云珠听到了他的心声，笑了。从前怎么没发现京都的三公主竟然是个没脑子的？九王爷萧策对我好，我听不到他的心声，更加没办法猜测。但是太子殿下绝对是对原主这张脸有想法，这么点小事儿，三公主竟然都看不出来，真是蠢。萧应莲，滚回皇宫去，1个月内不要来我九王府，若不然，我让皇兄给你灌金币。萧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字，并不是和萧应莲闲聊，反而是在惩罚他。九皇叔，你为了一个村姑竟然惩罚我，我要去告诉母后。萧应莲恶狠狠瞪了一眼沈云珠，捂着脸跑了。小贱人，今日我就要杀了你！胆敢跟本公主作对，你的脑瓜子白长了！九王爷，臣女的确是粗鄙不堪，还是先行告退。沈云珠站起身，赏赐也没有收。我对您没有别的心思，只是因为和小王爷比较有缘而已，所以这些赏赐臣女谢过九王爷。话落，挺直了背脊，迈开了步子走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啊？三公主准备教训我呢，我当然要给她这个面子了。九皇叔，小莲的确是过分了一些，您别生气，我去禀告父皇，告辞。萧泽州见到沈云珠走了，自己也赶紧跟了过去。爹爹，仙女姐姐是不是生气了呀？萧泽玉不高兴，还以为仙女姐姐可以多待一会儿呢，结果这么就走了。她没有生气，就是想回家而已。萧策抱着小家伙走了进去。你那盒子里的是什么？看到了萧泽玉手上抱着个盒子。这些都是仙女姐姐送我的糖丸，你不能吃的。担心被爹爹抢走，小家伙把盒子紧紧搂在怀里。我还不稀罕吃糖丸呢。萧策放下了小家伙。我还有事情没处理完，你自己去玩。萧策自己走去了书房。萧泽玉跑回了房间里，越想越是觉得生气。那个三公主实在是太过分了，竟然敢欺负我的仙女姐姐。谁都不能欺负仙女姐姐，我要好好惩罚她。萧应莲还不知道这些，她跑了出去，上了马车，在京都兜了一圈，转而派人去跟踪沈云珠。小太监回来禀告：启禀公主，沈云珠已经去往郊外的一处破庙，似乎是在烧香拜佛。带路。萧应莲脸上的笑越发的阴险起来。小贱人，沈家没有把你纳入族谱，也就是说没有你的地位，而你的外祖家还在关外，如今也没有人管你，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沈云珠为何去往郊外？可不是为了去破庙上香拜佛，完全是为了打探消息。刚刚从九王府出来，接到密报，据说有人花重金请天涯神医出面治病。沈云珠就是天涯神医，可他从不轻易给人看病。为了打探当年的狗男人，他才会屡次用这个消息作为诱饵。如今又出现个上钩的家伙，所以他才去看看。太子殿下，您跟着我一路了，这样不大好吧？沈云珠的马车停了下来，跟在他后面不远处的华丽马车也停了下来。沈姑娘，你不要害怕，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说吧。你刚才一直盯着我看，现在又是这一副腼腆的样子，想不到
一国的太子也有害羞的时候。沈姑娘可有心仪之人？萧泽州直接就问了出来。九皇叔可是整个圣齐国女子的梦中情人，这位沈姑娘对萧泽玉那么好，莫非也是看上了九皇叔？没有。沈云珠回答的也很痛快。太子是个爽快人，这家伙对原主有恩，实在是不想骗他。仙女果然是仙女，就连我九皇叔那样的美男子都无法入她的眼。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太子殿下请回吧，我还有事，先走了。沈云珠没有喜欢的人，但是她有儿子呀，而且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给儿子找个后爹。好，沈姑娘一切小心，我现在走了。不能让仙女不高兴，还是先走为妙。萧泽州还等着沈云珠回应呢，哪知道那辆破旧的马车已经走远了。小桌子，回去弄一箱宝贝，送去沈将军府，就说是本太子的赏赐。毕竟仙女穿得太朴素了，身上也没什么值钱的配饰。是，太子殿下。小桌子从来没见过太子殿下主动给姑娘送过什么东西，今日这可是头一回。看来这要回去禀告给皇上，皇上一定会高兴的。这边的马车刚走，那边萧应莲的马车就过来了。那边还有多久啊？你看看天都要黑了。他真是不想过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回公主殿下，既然是郊外，又是快天黑了，岂不是对咱们更有利呀？小太监贱兮兮的笑了。萧应莲回过神来，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很好，把人给我看好了，别让他跑了。萧应莲下了命令，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时。小村姑，你可怨不得我，你一个村姑本就不该回京都的，这里根本就不是你能待的地儿。沈云珠已经来到了破庙，那里一个穿着蛮破烂的年轻人正在啃鸡腿。小猪仔，你再晚一会儿，我这鸡腿都吃光了，给。那个青年扔过去一个纸包给沈云珠。别叫我小猪仔，在京都我是有身份的。沈云珠接过了鸡腿，坐在那人身边，跟着一起吃起来。果然比刚才萧策拿的好吃，那是什么味儿啊？万宝斋的东西已经那么差了吗？沈清，你以后去万宝斋做事不要再这样了，耽误你找媳妇儿。沈云珠拿出了一张1000两银票给他。我才不要去万宝斋呢，不自由，我就喜欢做个乞丐，你嫌弃我呀？是啊，我嫌弃你，所以再给你1000两银票。沈云珠瞪了他一眼，又拿出一张银票递给他。这还差不多。沈清也不生气，接过了银票。啊，对了，我这边刚刚接到了消息，那个想要你出山的是个姓沈的老男人，京都姓沈的这么多，一口气拿出10万两银子呢。沈清和沈云珠姓沈，是因为他们从前都在沈家村住，只是怎么都没想到京都姓沈的也不少呢。姓沈的老男人，不感兴趣，不接。沈云珠果断拒绝，京都姓沈的还能是谁？肯定是沈家人啊。特别是最近沈老夫人还病着，说不定就是他那个渣爹了。他才不要救那个老婆子，当年母亲去世，很有可能和这个老婆子有莫大的关系。之前让你打探关于我外祖家的消息，有人来了。沈清警惕地站了起来。你先走，这里交给我。这里是京都，不是沈家村，而且沈云珠现在是有身份的嫡女，任何差池都会影响她的。怕什么？这点小事还难不倒你妹妹我呢。沈云珠拉着沈清的手，绕到了那残破的佛像后面。来人呐，里面有反贼，给我进去搜，
抓到了反贼，重重有赏。小太监的声音响起，跟着几十号的黑衣侍卫冲了进来。沈清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当时有些傻眼。妹妹，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护着沈云珠。别急，让他们多活一会儿。沈云珠仍旧非常的镇定，悄无声息地从空间里拿出了几十根银针。耳听得越来越多的人从破庙的前后左右冲了进来。沈清想要拉着沈云珠跑，也知道此时已经来不及了。眨眼之间，冲进来的10几号脚步声停了。此时天已经黑透了，只有点点星光能够透进来。外面的萧应莲等了好一会儿，没有半点声音。怎么回事？人呢？里面的人都死了吗？怎么还没个声音？萧应莲呵斥身边的小太监：公主殿下，咱们派出去18名侍卫，您且稍安勿躁，这些人从来没有失手过。小太监并不着急，毕竟这些人可是他精挑细选过来的。而且咱们用的是反贼的名义，不管里面的人死不死，他们都完了。听闻京都最近有一伙反贼，京兆尹正在全力逮捕，所以用上这个名义，沈云珠又是个村姑，出了事情沈家不会管他的，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很好。萧应莲明白小太监的意思。破庙里面，沈云珠一出手，几十根银针悄无声息地射出，已经把人全都灭了。看得他身边的沈清目瞪口呆。妹妹什么时候这么厉害啊？刚刚那些人可都是皇宫里的高手啊！别出声，咱们离开这儿。妹妹，沈清急了。你不走，我也不走。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丢下妹妹不管的。我当然走啊，但是我也不能放过外面的狗贼。想给我安一个反贼的帽子，臭不要脸的，你胆子不小。妹妹，你想怎么做？我帮你。你真的想要帮我？沈云珠认真地问。真的，比真金还真。沈清无比严肃地点头回应。那好，你从密道里走出去，你就在尽头等我，这就是在帮我，可以吗？傻瓜，就这么点人还用得着你帮我？那不是在打我无敌女战神的脸吗？沈清愣住了，知道妹妹是为了他好，但是又不放心。赶紧去，不然我可要哭了啊！沈云珠知道原主从前一哭，这个沈清就傻眼。好好好，妹妹你别哭啊，我这就去等你啊，你可要快点过来。沈清果然怂了，头也不回在密道里飞奔。沈云珠笑了。原主也不是那么没用，至少还有个眼泪有用。耳听得沈清走远了，沈云珠捏住了鼻子，喊了一声啊，声音挺惨的，听起来就像是被打倒了，并且伤势很严重的样子。果然这一声惨叫没能被外面的人错过。小太禀告：三公主，事儿成了，咱们进去抓人吧。虽然不知道进去的人剩下了几个，不过也没关系，就算是都死了也都不是个事儿。走。萧应莲大喜，手上握着九王爷送他的宝剑，抢先冲了进去。沈云珠，你个小贱人，竟然密谋造反，今日本宫就割了你的脑袋！冲进去还没看到人，就开始咋咋呼呼地喊起来，看到里面的场景全都大吃一惊。只见他们派出去的人此刻全都倒在了地上，死了。而三公主想要找到的那个沈云珠却是不见了踪影。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人死了吗？人呢？萧应莲大怒，瞪着眼睛质问身边的小太监。小太监此刻已经是吓懵了，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啊！而且刚刚他明明听见了里面的声音呢，现在怎么没了呢？
三公主，您别急呀，或者是倒在角落里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若是找不到，咱们都得死在这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变故发生了。啊！着火了！破庙着火了呀！小宫女急得大喊大叫，火势非常迅猛，破庙四面都着火了。三公主，快跑！小太监护着萧应莲就要往外跑，只是才跑到了门口，外面就利箭射了进来，当时就射死了好几个奴才，吓得萧应莲根本不敢往外跑了。什么人在外面？萧应莲气个半死，开始冲着外面叫嚣，但是回应他的竟然是更多的利箭。大胆反贼，快快束手就擒！这个时候，又有一队人马冲了过来。里面的反贼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现在放下你们的武器。京兆尹带着人已经把整个破庙团团围住，里面的萧应莲一下子就傻眼了。怎么回事？金兆尹怎么来了？你怎么放出风声去了？萧应莲想不通，就认定了是身边的小太监放出了风声。毕竟沈云珠那个村姑根本不可能认识京兆尹，而且他刚才就在这破庙里面，根本不会想到去找人过来。三公主，奴才冤枉啊！奴才根本没有啊！小太监都要急死了，现在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个蠢货，自己做了蠢事还不承认！萧应莲气急败坏，一剑刺过去，小太监死了。与此同时，外面的人已经冲了进来，没几下就把萧应莲给抓住了。放肆！本宫是堂堂三公主，快快放开本宫！萧应莲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当时都慌了。就你这副样子，还是三公主？那我还是驸马爷呢。京兆尹是个刚刚上任的年轻人，天不怕地不怕，也没见过三公主，黑灯瞎火的，只觉得这个女人长得丑。李大头，你个蠢货！本宫要去禀明了父皇治你的罪！萧应莲气炸肺了。这个村妇出身的京兆尹，竟然敢嘲讽我！我要去找父皇，砍了他的脑袋！少废话了，你个村姑！来人，把人给我押入大牢，好好审问。李大头也不管那些，带着一伙人，连同那辆华贵的马车也没有放过。等到人都走远了，一直躲在不远处那棵树上的沈云珠才跳了下来。反贼！你个蠢货，也亏你想得出来。沈云珠跳上了自己的小马车，一路向西飞奔过去，接应沈清。他没发现，在他走后没多久，走远的京兆尹又回来了，而且还和一个俊美的男子接应上了。九王爷，人已经带去大牢了，这样可以吗？李大头恭敬地和那个坐在马车里的男人说道：放心，一切有我在，留他一口气即可，不要做得太出格了。男人清冷的声音仿佛能够穿透人的心，令人当即毙命。李大头吓得一个哆嗦，急忙点头：是，九王爷。话落，再没说别的，转身就跑。刚才他正在京都里查找反贼，半路上遇到了萧大，和他讲郊外破庙有反贼。看来这三公主是得罪了九王爷。萧大，去神府。萧策靠在了马车上。王爷，听闻今日太子殿下让人送了一箱子东西到神府。九王爷对沈云珠似乎很上心，就连三公主得罪了沈云珠，他都毫不顾念亲情，借着京兆尹的手把人带去了大牢，所以他查到的消息自然也要上报给九王爷。那是做什么？萧策又问。听说是送给沈姑娘，不过没说是送给哪位沈姑娘。萧大如实回答。如今天色已晚，沈家那边应该已经收到了那一箱子的宝贝了吧？
回去准备3箱的宝贝，全部送给沈云珠。萧策也没追问，反而下了命令。萧大手上的鞭子差点没拿稳。我们家九王爷这是在吃醋吧？而且还是和自己的亲侄子争风吃醋。侄子送了1箱子宝物，他送3箱子。若是侄子送的好东西也是给沈云珠的，王爷是不是打算把整个王府都送过去了？没听到吗？萧策忽然睁开眼睛，眼里已经满是怒气。听到了，属下这就派人去办。萧大浑身发抖，赶紧回应他：你亲自去办。别人他都不放心。是，王爷。萧大急忙应了下来，眼角余光瞥了一眼自家主子，竟然发现对方隐隐在笑。不过这事儿也不错呀，主子终于开窍了呀！呀，回头要不要去禀告太后娘娘，让她老人家也跟着高兴高兴啊？毕竟从前那么多年，主子最讨厌的就是女人，见到女人避之不及，如今竟然对沈云珠这么用心啊！对此毫不知情的沈云珠接应到了沈清，一路向着京都进发。妹妹，你怎么逃出来的？沈清不懂了，妹妹怎么变得这么厉害？非但逃了出来，还带上了马车。我飞出来的呀！沈云珠才不说实话，故意说得很轻松。妹妹，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啊？还会飞啊？沈清也不多问，妹妹现在似乎有很多秘密，所以她非常配合妹妹。我变得厉害了，不仅能够保护我自己，还能保护哥哥，你高兴吗？沈云珠还是不回应。高兴，只要妹妹高兴，我就高兴。说不上是什么原因，反正她很相信妹妹。那我现在还有了4个哥哥，他们都很优秀，你是不是也要变得优秀啊？沈云珠循循善诱，她想要让沈清也过上好日子。你有4个哥哥？沈清惊呼出声。怎么会这么多呢？打探出来的消息明明只有2个呀。现在沈府有2个，还有2个，过段时间就回来了。不过也不知道那2个会不会喜欢原主了，毕竟前世里他们对原主的态度可都不怎么样的。不行，我要变得优秀，妹妹，你可得帮我。沈清似乎受到了刺激，赶紧说道：也很容易啊，你不是很喜欢美食吗？那就去万宝斋啊，我在那儿有些门路。他之前就说过，沈清还不同意呢。我不想去做厨子，我觉得会给你丢脸的。虽然沈清很喜欢做饭做菜，但是他不想成为厨子。谁让你做个厨子了？我让你去学做生意啊！日后你成了京都首富，我还要巴结你呢。怎么样？沈云珠开始忽悠沈清了，没多会儿，沈清就上钩了。沈云珠说什么，他都乖乖听了。到了京都，沈云珠安顿好了沈清，自己才悠哉悠哉地回了沈府。偌大的沈府已经关了大门，他只好翻墙而入。你个逆子，这么晚了才回来，你以为京都是你住的山沟沟吗？随便和野男人出去勾三搭四，好不要脸！沈老夫人震怒的声音响起来，跟着整个大堂的烛光都亮了起来。老夫人，这么晚了还不睡，熬夜伤身，再加上暴怒，容易短寿。沈云珠索性走进去，坐在了一边的椅子上。老婆子，过几日我查到了真相，给你过一个风风光光的寿宴。你个混账东西，我让你做了吗？你给我起来！沈老夫人见沈云珠一点不怕自己，更加恼火。换作是别的府上村姑回来，稍微呵斥几句都得吓傻了。这个倒好，处处与我作对，分明就是回来想要气死我的。二姐姐，你怎么能这样没规矩呢？
祖母这么晚了不睡，还在等你，也是为了你好啊。沈向雪从外面走进来，她披着一件大红披风，看上去就价值不菲。老夫人还不是为了我好，我受不起。沈云珠可不领情，前世里这个老东西可没少欺负原主，全都打着为了你好的主意，最后原主还不是死在这个好上。二姐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真是……沈向雪好像很伤心的样子，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雪儿不要和这种没规矩的东西一般见识，你也不要哭。太子殿下送了好东西给你，事后你成了太子妃，一定要远离这种人。沈向雪低着头，擦了擦本来就不存在的眼泪。沈云珠听到了关键的地方。太子殿下送了好东西给沈向雪，那怪不得披风是新的了，原来有太子殿下送的。看来原主从前对太子的记忆还是有偏差的。你看什么看？日后雪儿是太子妃，你就是个村姑，我们沈家绝对不能败在你的手上。来人，这个逆女坏了家规，给我拖出去，打50大板。沈老夫人可算是抓住了机会，从前打在沈秋月身上的板子现在可以还回去了，而且还要狠狠地打，往死里打。沈云珠也是恼了，老婆子这张嘴巴太脏了，我要给她洗洗。沈云珠一下子站了起来，手捏着的茶杯就要扔向沈老夫人。谁敢打本王的救命恩人？好听的男人声音响了起来，所有人都是一愣，不由得看向声音的来源。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九王爷萧策。沈老夫人一见九王爷，当即吓得一个哆嗦，沈向雪更是不由自主的就跪了。臣女见过九王爷。子孙两个都记得那天晚上九王爷如何惩罚沈家人的。沈云珠也装模作样的行了个礼，之后又坐在了椅子上了。本王没听错的话，有人要惩罚本王的救命恩人。萧策也没让跪在地上的两人起身，反而来到了沈云珠身边。周身散发的强大的气场，就算是个瞎子都能感受到，九王爷是在护着沈云珠。沈向雪跪在冰冷的地上，紧握了自己的拳头。小贱人，每次都要九王爷护着，凭什么呀？区区一个村姑，用了手段靠近小王爷，还能够嫁入九王府不成？沈老夫人回道：九王爷有所不知，沈云珠从早上出门一直到深夜未归，这事儿若是传出去，我们沈家的脸面都要被他丢尽了。所以就算是你亲自过来，今日沈云珠一定要被重罚。至于能不能活下来，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你的意思是和本王出去给你们沈府丢脸面了？萧策的语气里已经带着怒意。什么？沈老夫人一下子就愣住了。九王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沈云珠这个村姑竟然和九王爷出去了。若是如此，你们为何没有一同回来？九王爷，您不必为了二姐姐玷污了您的名声，她一人刚刚回来的，绝对是背着你做了什么苟且的勾当。沈向雪立即说道：沈云珠这种人，凭什么要让九王爷给她打掩护啊？她根本就不配。沈云珠听到了这祖孙俩的心声，只觉得好笑。萧策什么时候向着我了？我看他才是别有所图，好不好？再说了，你俩都瞧不起我，为什么还花着我娘给我的钱？好不要脸！你的意思是说，沈云珠跟着本王出去散心，本王有事让她自己回来，这是苟且之事。萧策继续追问：咋回事？这位九王爷话说的不大对吧？我啥时候和你一起去散心了？若是你真的想要帮我，请不要这么说话好吗？九王爷，您这话可当真？千万不能当真啊！沈云珠这种村姑，何德何能能得到九王爷如此厚爱？沈向雪也是这个意思，
不过他没有继续说出来，说的太多会让九王爷厌烦的。沈云珠看向身边俊美的男人，眉头都拧紧了。臭男人，你到底要做什么？我不要面子的吗？我不要名声的吗？偏偏我听不到你的心声，好气呀！本王有心思和你们在这里废话。萧策已经完全发怒，啪的一下，手上的杯子摔在了地上，飞溅而出的玻璃碎片将沈向雪的脸都刮出了血，可他仍旧咬牙忍着，根本没敢发出半点声音。小贱人，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你给我等着，日后我成了太子妃，第一个要处死你。滚起来！萧策怒斥地上的祖孙俩，把沈香成叫来，本王要知道沈云珠为何还不在沈家族谱之上。若是这事还没解决，日后少不了这种事情还会发生。本王的救命恩人，岂不是早早晚晚要被沈家人给算计死？是，臣女这就去叫爹爹过来。就要去找沈祥成。站住！他才走了几步就被萧策叫住了。沈向雪脚步一顿，回头颤抖着声音问：九王爷还有什么吩咐？难道是不用去了？刚刚只是随便一说。沈云珠摇头，搞不懂这个男人要做什么。反正他是九王爷，随便他作妖去吧。把你身上的披风脱下来。萧策一进门就看到了这件披风，别人不认得，他是最知道的。这是萧泽州当年花费重金从东域买回来的，原本打算送给未来九皇婶的。萧策不稀罕女人，就没有收。今日看到这件大红披风，他竟然万分恼火。萧泽州那个臭小子，回头要好好教训才对。九王爷，这是太子殿下送给臣女的礼物，臣女很是喜欢。小大，萧策根本不废话了。是，王爷。萧大不比萧策说的更多，一个箭步冲了过去。没等沈向雪反应过来，那大红披风已经被扒了下来。九王爷，您这是要做什么？沈向雪被人扒下了披风，整个人抱着自己的身子站在原地瑟瑟发抖。太子送的礼物，他凭什么拿走啊？这东西你不配。萧策终于看向了一边的沈云珠，倒是沈云珠挺配的，若是她穿上一定很好看。沈云珠被他都给看得愣住了。这男人搞什么啊？该不会是想要把东西送给我吧？我可不穿沈向雪穿过的东西，而且我也不喜欢什么披风。沈向雪听得这话，看着这一幕，心里都要气死了。九王爷这是什么意思？太子送我的礼物怎么就不配了？再说，你是想要把东西送给沈云珠吗？她一个村姑才是不配呢。小大，你去请沈香成出来，这披风拿回去给太子，就说是本王给他拿回来的。萧策似乎看出了沈云珠的意思，没再坚持把东西给他。萧大虽然搞不懂主子的意思，不过也没问。是，王爷。萧大拿着东西一路去找沈祥成，继而立即派人把东西送给太子。整个过程中，沈老夫人一个字都不敢说，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她对这个九王爷真的是怕了，若是惹到了这位不高兴，别说是小小的沈将军府，就算是其他的王府也都得被掀了房盖。很快沈祥成过来了，沈俊茂、沈俊元也都过来了。妹妹，这是怎么了？妹妹，你回来这么晚，是不是还没吃饭呢？想吃什么？二哥让人给你做。沈俊元担心妹妹没吃饭，饿肚子可不好。沈云珠见到两个哥哥如此关心自己，心里暖暖的。哥哥们，我刚才和九王爷出去散心，回来晚了些，吃过饭了，没事儿。
既然九王爷都这么说了，那我也得配合不是？萧策看了一眼沈云珠，难道他还没吃饭？只顾着过来维护他的名声，竟然忘带吃的过来了，难怪他对我态度不怎么好。九王爷，深夜到此，这是所谓何事啊？这个九王爷管得也太宽了吧！我老娘特地在这等了沈云珠，就是想要立立威风，惩罚他一下。这个萧策倒是好，每次都出面阻拦。今日这又是要做什么？沈将军真是日理万机，刚刚回来的亲生女儿，深夜被你老娘打板子，你还能睡得着啊？本王还真是不知道，沈将军在朝堂之上，因为能和女儿团聚，感动得痛哭流涕，竟然是这样的感动。萧策毫不留情地狂对沈香成：父亲，二姐姐和九王爷出去散心，也没有通知府上。祖母特地在这儿等着二姐姐回来。等着我回来打我，还要把我打死，也是为了我好，对吧？沈向雪没说完，沈云珠就打断了他的话：全家都是为了我好，我也该为你们着想一下。沈老夫人喜欢熬夜，以后天不亮都别想睡觉了。沈向雪一噎，没料到沈云珠敢这么直接说话。沈将军就是这么对待亲生女儿好的？萧策见到沈云珠生气了，自己也跟着更加生气了。沈云珠，你胡闹什么？你祖母大半夜不睡觉，就是担心你而已，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沈祥成面子上挂不住，又去训斥沈云珠：担心我？一直忍着不睡觉，就是为了打我才对吧？还说沈向雪将来会成为太子妃，我就是个村姑，要打我50个大板，我死里打。上辈子这个老痞子就用这种借口找原主的麻烦。雪儿被太子殿下看中，送了一箱子的好东西，你祖母说的也没错。萧大，去把萧泽州叫来。萧策接近爆发边缘的怒火，这会儿竟然消气了。王爷，刚刚太子殿下已经在来的路上了。萧大急忙回道，他也不知道太子殿下为什么会过来，估摸着那大红披风还没有被送到呢。好。萧策稍微满意了一点点。沈将军，本王和二小姐沈云珠一同出游，沈小姐先行回来，本王特地过来解释一下，这样可行？萧策不着急离开了。是，九王爷说的是，可行。沈祥成当然不敢有别的意见。既然如此，那么二小姐何时纳入族谱？一日不纳入族谱，就没有身份地位，也就不会被人村姑的欺负。沈祥成一愣，没想到九王爷会管这事情，而且他目前都没打算把沈云珠纳入族谱，区一个村姑而已。爹爹，妹妹回来的消息整个京都都知道了，她作为沈家的嫡女，就是这种待遇吗？沈君茂趁机说道：一定要妹妹早点入族谱，得到众人的尊重。爹爹，难道是要等到三弟回来吗？到时候我们屋外祖家也会回来的。沈君元冷着声音说道。提到外祖家，沈祥成一定会害怕。果然，老家伙一下子暴怒：你们两个懂什么？我做什么事情还需要你们来指点吗？臭小子，管起你们老子来了！本王指点你。萧策手上的茶杯放在了桌上，刚刚那一只茶杯碎片还在地上，这一只新茶杯再次发出碎裂的声音。沈云珠也看向了萧策，不由得多了几分探究。上辈子原主和九王爷没什么交集的，甚至从原主回来一直到原主嫁给穷秀才，再到死，对这个九王爷都没有什么印象。如今我来了，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沈向雪的手死死握紧成拳头，指甲都能插进肉里。小贱人这么快就要入了族谱，九王爷为何要处处维护他？日后等我成了太子妃，这两个人都要弄死。沈将军的面子果然够大，既然本王的话不放在眼里，那就等着皇上下了圣旨吧。萧策勾了勾嘴角，亲女儿不上族谱，你这个大将军也别做了，本王有的是办法收拾你。臣不敢，臣不敢呐！九王爷，老臣就是想着今日太晚了，而且这么大的事情，总要找个黄道吉日才好啊。沈祥成想要搞以退为进，一定要拖住了，慢慢来。老爷、老夫人，太子殿下来了。就在此时，太子萧泽州来了。因为太子殿下的到来，所有沈家人都松了一口气。老臣恭迎太子殿下。可真是够热闹的，来了一个九王爷不算完，还来了个太子。都起来吧。萧泽州随意的摆摆手，继而看向萧策。九皇叔，您也在此啊？萧泽州像是不知道萧策在这儿，有些惊讶。萧策态度不大好，尤其是想到刚刚那件大红披风，更是心情不好。太子殿下，您送给我的大红披风，九王爷说我不配，给您送回去了。沈向雪逮住了机会，当即上前委屈地说道，这语气里分明的就是在告状了。萧策扫了一眼沈向雪，又看看萧泽州。你来做什么？若是为了一件衣裳，本王倒是可以好好说道说道。沈祥成也想问，赶紧走过来，恭敬地问：太子殿下，深夜造访，所谓何事啊？萧泽州是听闻这边有暗卫传信，沈云珠被人欺负，他才急匆匆赶过来的。如今听着一个两个的话语，再看看一边默不作声的沈云珠，忽然一阵头皮发麻。本太子什么时候送披风给沈向雪了？那东西明明是送来给沈云珠的呀。沈将军，本太子送来的东西呢？回太子殿下，您送给雪儿的东西自然是在雪儿的院子里。怎么样，我做的不错吧？您送的东西全都好好护着呢。沈向雪也是一脸的笑容，说：太子殿下放心，您送的宝贝我是不会让别人偷了去的。那个小贱人想要偷我的宝物，想都别想。沈云珠也看向了萧泽州。这个太子该不会是个脑残吧？白天明显对我这张脸更有兴趣，现在竟然送东西给沈香雪，不似脑残更胜脑残。放肆！太子殿下，老臣没有半句谎言，宝物的确是在雪儿院子里，并没被外人动过呀。沈祥成立即解释：没错呀，太子殿下，您送的东西我都一样样拿出来试戴过，刚刚那件大红披风也是九王爷让人扒下来的。沈向雪再次提到了大红披风，实在是非常喜欢，结果却被九王爷给抢了去。混账东西，谁说那东西是送给你的了？萧泽州可是要气炸肺了，当即怒斥沈向雪。沈祥成搞不懂，太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沈向雪心中却有个不祥的预感，该不会那箱宝物真的不是送给我的？沈云珠听不到萧泽州的心声，没办法猜。萧策倒是猜了个大概，不过心情有点复杂。太子殿下，这……沈向雪最先开口：闭嘴！本太子让人送来的东西，那是要送给二小姐沈云珠之物，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抢夺了云珠的东西？萧泽州霸气开队：沈将军，你好大的胆子！
本太子送的东西你都敢抢，该当何罪？这种人必须拉出去，打上几百个板子才行。沈祥成接受不了，当即说：太子殿下，老臣冤枉啊！当时您派过来的人一直都说是送给沈姑娘，那云珠就是个村姑，又不在府上，沈姑娘自然是这雪儿啊。毕竟沈秋月已经被我送到了寺庙，府上只有这一个女儿，不是沈向雪还能是谁呀？沈向雪也是这么想的，当即说：太子殿下，小女真的没有抢姐姐的东西，若是姐姐喜欢您又不介意，那些东西小女都可以送给姐姐。只是那个村姑根本配不上那些好东西，她凭什么会得到太子殿下的青睐啊？难道就凭这一张脸吗？沈云珠看着沈祥成，又看向沈向雪。原来是送给我的东西被这父女俩给截胡了，一个公然说我是村姑，一个还不承认东西是送我的，这俩货才是真正的亲生父女吧，一对不要脸。你胡说八道什么？本太子让人送来东西就是给沈云珠的，不是给你的东西，何来赠与之说？沈泽州都不敢看沈云珠，只觉得太丢脸了。好不容易有个表现的机会，竟然就这么被搞砸了。是，太子殿下说的是，都是老臣搞错的。但是现在东西已经在雪儿院子里了。你放什么狗屁啊！赶紧让人去把东西拿出来，少了一件，我砍了你的脑瓜子！沈泽州当然知道沈祥成的意思，当即不给他留下半点退路。来人，把单子拿出来，一样一样的给我点。是，太子殿下。立即有小太监过来。不行，太子殿下，您送给臣女的东西怎么有拿回去的道理？而且弄错了的事情也不是臣女的过错啊。沈家三小姐，你要搞清楚，当时小的们送礼物过来，明确说过，就是送给二小姐沈云珠之物，是你当时说代为保管，我们才让你拿走的。如今太子殿下亲自过来，你这脸皮可真是够厚的呀。那小太监可不管了，太子发火了，他可得证明自己的清白。沈向雪，你可真是好演技啊！刚才还在九王爷面前说是送的披风，谁给你的勇气啊？你爹吗？沈云珠看向了沈向雪，并且站起来一步步走了过去。说吧，你现在是想要把东西交出来呢，还是继续在这逼逼？如果交出来呢，我还可以给你点面子；否则的话，别怪我不客气了。沈将军，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养女，上了族谱的狗东西，竟然敢抢嫡女的东西。萧策冰冷的眼神看向沈祥成。老眼昏花的东西，本王已经来过2次。这样维护一个人，你竟然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真是够瞎的。沈向雪听得萧策这句话，一张脸都没法看了。养女，上了族谱的狗东西，我怎么就是狗东西了？怎么就被九王爷如此瞧不起了？我在沈府的时间最长，沈家上下都把我当做嫡女来看待，而且若是真的论起来，我就是沈家的嫡女。沈将军，你和沈向雪的想法一样吗？萧泽州看向沈祥成。若是一样，本太子不介意扶植你家3公子。沈家兄弟俩也都看着爹爹，心中已经彻底失望。原来那一箱子宝物是太子殿下送给妹妹的，结果爹爹竟然包庇沈向雪。难道爹爹不知道吗？妹妹才是他的亲生女儿啊！老臣不敢。沈祥成再不甘心，也还是不敢说别的。沈向雪，还不快点把东西都拿出来，那本就不属于。沈祥成没办法，呵斥了沈向雪。老夫人一听，当即就坐不住了。太子殿下，九王爷，
容老身说句话。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萧策还有萧泽州异口同声，狠狠呵斥沈老夫人。沈老夫人一噎，吓得浑身发抖。这是怎么回事？当场最精彩决绝的2个皇族，竟然都被沈云珠迷惑了心智。沈祥成还不派人去拿东西？萧泽州根本不理会沈老夫人。区区一个小妾抬上去的夫人，也配合本太子讲道理，可笑。沈云珠今日必须入族谱。小大，去把京兆府尹叫过来，做个公证人。萧策也不给沈祥成更多说话的机会，立即下了命令。是，王爷。萧大转身就跑了出去。萧老夫人气得咬牙切齿，沈向雪死死盯着沈云珠，差点把人家脑子盯出个窟窿来。沈云珠只当作没看见，这事儿她本来打算自己解决的，只不过现在有人替自己动手，那她乐得做个甩手掌柜呢。很快被沈向雪拦截了一箱子的宝贝拿出来了。实在是丢脸，丢脸极了。我身上还有好几件宝贝，都是很喜欢的东西，绝对不能被发现抢了回去。沈云珠听着他的心声，看着他的表现，只觉得无趣的很。有些人呐，就算是穿上龙袍，那也不是太子。可怜这世人大多还不懂这个道理。太子殿下，总共少了一对吉祥如意玉镯、心想事成耳环、如日中天戒指，还有大红披风一件。小太监半点都不含糊，指着手上的清单说道。沈云珠立即看向了沈向雪。果然他耳朵上、手指上、头上都是好东西啊。沈向雪，交上来。不等萧泽州开口，九王爷就呵斥沈向雪，不管沈云珠喜不喜欢，这些东西都该是他的。沈向雪机关算尽抢了过去，那也是要拿回来的。二姐姐，我真的很喜欢这些宝贝，你送给我好不好？沈向雪害怕萧策，当即跪在了沈云珠跟前。沈老夫人见此，心疼得不得了。雪儿在沈府地位只比沈秋月低了那么一点点，她喜欢的东西何曾需要给人下跪啊？而且沈云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配得上雪儿的衣柜？沈云珠，你就忍心看着你妹妹如此吗？沈云珠听得了这些人的心声，嘴角微微上扬。看不起我又不如我，还想打压我，让我跪舔。你们长得不咋地，想的倒是很美丽啊。妹妹，这些东西都是太子殿下所有，你向我要，我拿什么送你呢？沈向雪愣了下。沈云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不想收下这些东西吗？太子殿下，您的好意云珠心领了，只是我不喜欢被人碰过的东西，脏了。因为这句话，整个大堂里再次陷入死寂。沈云珠竟然拒绝了太子殿下的东西，而且还说这些东西脏了。什么叫脏了？不就是因为沈向雪刚才碰过了？他这哪里是嫌东西脏了，而是在嫌弃沈向雪。放肆！沈老夫人大怒，一个村姑也敢嫌弃雪儿！萧策又摔碎了一个杯子。九王爷，这是我们沈府的家事，还请九王爷莫要费心。沈老夫人下定了决心，今日一定要重罚这个村姑。沈老夫人好大的威风啊！这是要惩罚本王的准王妃。萧策凶狠的眼刀子不断地飞出去。啥？沈老夫人愣在原地，半天都没反应过来。沈云珠更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萧策。这男人又是发什么疯啊？谁是你的王妃？萧策看向了沈云珠。玉儿很喜欢云珠，那她就是本王的怀王妃。明日早朝，
本王定会去找皇兄，为我二人赐婚。萧策不像是在说玩笑话，整个人的眼神里异常坚定。沈云珠就是被这么坚定的眼神吸引住了，整个人都没反应过来。倒是一边的沈向雪最先反应过来，当即不顾任何礼仪喊了起来：九王爷，这使不得呀！不就是一个村姑吗？我爹爹原本就没有打算让她入族谱，更别说让她有个好亲事。你是在教本王做事？语调冷的都能把人冻成冰雕。沈向雪不由得一个哆嗦，急忙低下了头。不是的，臣女不敢。只是臣女觉得九王妃定然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家闺秀，虽然二姐姐同样很优秀，但是与九王爷相比并非良配。而且听大姐姐说，这个女人在外面还有个儿子呢，并且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够配得上高高在上的九王爷呢？沈云珠被沈向雪的心声震惊到了。我一直把小团子藏得很好，从来都没有想到竟然被沈秋月知道了，而且连沈向雪都已经知道了。是不是说沈府上的人也都知道了？本王和云珠就是良配，用不着你来多嘴。萧策已经在爆发的边缘了。若是还有人出言劝阻，本王不介意亲手送他见阎王。这个世界上能够阻挡本王决定的人还没出生呢。沈将军，还不快去安排给本王的准王妃入族谱？萧策下了命令。沈香成被拉回思绪，当即脸上堆着笑。是，九王爷息怒，老臣这就去安排。幸亏刚才话说慢了一步，若不然现在不仅要被九王爷砍头，还会丢了这门亲事。不就是个村姑，能够换来和皇族的联姻，划算。九王爷，您自己定下了亲事，可有问过我？一时间沈向雪心中一喜。没错了，村姑你自己都会发虚的，你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你根本就配不上王爷。太子萧泽州也是脸现喜色。萧策不大高兴地看着沈云珠。你本来不就是因为本王的盛世容颜才故意接近小玉的吗？如今还要反悔不成？这是和我玩欲擒故纵吗？那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萧策盯着沈云珠，那一双好看的杏眼竟然让他隐隐有些着迷。沈云珠原本是不想同意的，小团子也不需要一个爹，就算是面前这个男人长得再好看再有权势，他根本没什么兴趣。但是现在看来嘛，沈家这么多人想要这个男人，若是我让他们得不到，而他们又拿我没办法，这种感觉爽。那我就看在小玉的面子上，勉强答应了吧。沈云珠盈盈一笑，好看的杏眼里倒是真心实意的在笑。虽然不喜欢小玉他爹，但是他很喜欢小玉啊。很好。萧策刚刚还有些紧张，听到沈云珠答应下来，好看的桃花眼也笑了。这个女人总是给我惊喜，玉儿很喜欢她，不愧是我儿子，眼光不错。两人相视一笑，郎才女貌，很是般配。大哥二哥，日后我也是有夫婿的人了，以后我也有个大大的靠山了，你们高兴吗？沈云珠扭头看向两个哥哥，他们此刻都是一脸的惊恐之态，看起来还是没反应过来呢。沈俊茂苦着一张脸笑了。妹妹喜欢就好。沈俊元同样如此。日后没人再敢欺负妹妹，哥哥们都高兴。两位大舅哥放心，本王的女人日后在京都横着走的，若是有人胆敢碰她分毫，本王定然要让她诛九族。把九王妃的东西送回来。
继而又看向身边的太子萧泽州。这些东西都被弄脏了，送去勾栏院。什么？沈向雪整个人都不好了。九王爷要不要这么过分？我只不过是带了一下这些东西，你就算是嫌脏，那也不该送去勾栏院啊！这是在骂我，还是在骂整个将军府啊？怎么了？需要本王亲自动手吗？萧策见沈向雪迟迟没有动静儿，冰冷的眼神再次看过去。沈向雪的确是不甘心的，但是他不敢招惹到萧策，赶紧把东西全都交还过去。太子，拿出去扔了吧，日后你九皇审的东西，本王会送过来。所以你也不要有别的歪心思。沈泽州当然懂得九皇说的意思，当即说：是九皇说。他整个人如同丢了魂一般，招呼人拿了东西就走。萧策又嘱咐了沈云珠几句，也走了。能走的人都走了，沈云珠也累了。妹妹一定是饿了吧？大哥给你做煎饼吃。沈君茂还是觉得妹妹会饿肚子，一定要亲手给她做煎饼。妹妹，二哥也会做酸梅汤，你想喝吗？沈俊元也就会做这一样，其实做的也不咋地。沈云珠不想麻烦他们，找了个借口。哥哥们，我真的不饿也不渴，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这么晚了还不睡觉，明天会有黑眼圈的。好，妹妹累了，回去休息。沈俊茂和沈俊元就成了沈云珠的保镖，一路护送他，向着院子走去。父亲、祖母，雪儿给沈家丢脸了。雪儿别哭，这些都是那个村姑的错，日后祖母一定会帮你成为太子妃。九王爷眼下腿残，有什么好的？太子殿下年轻有为，丰神俊朗，他才是雪儿你的良配。沈祥成也是这个意思。雪儿莫哭，日后你好生安抚沈云珠，只要在大婚之前，你都有机会的。沈向雪听得祖母和父亲都站在自己这边，当即擦干了眼泪。祖母，父亲说的是，雪儿记下了。不过几滴眼泪就把这俩货给哄住了。沈向雪低着头，盘算着如何去哄骗沈云珠，忽然觉得这其中万万少不得沈秋月的存在。祖母、父亲，大姐姐什么时候回来？今日京都会有好多宴会，大姐姐也到了适婚年龄，应该多去参加这样的宴会才是。她还在养伤，过段日子再说吧。不过今日咱们府上要来一位贵客。哦，哪位贵客？沈向雪还不知道家里会有贵客到访。沈老夫人说，就是我的一个远方表妹，她的儿子中了秀才，到京都来投奔咱们。若不是那个儿子还有些用处，她根本不会答应的。沈向雪一听，这就想到了大街上碰到的那个乞丐母子俩。那府上可真是热闹了，雪儿一定会好好表现的。沈向雪也没说街上的事情。好，回去休息吧。这个晚上注定是有些人没办法睡着的，比如被关在应天府大牢里的三公主萧应莲。李大头，你还不放了我？我是三公主，今日若是你敢动了我分毫，小心你的脑袋搬家。萧应莲根本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今日也会来到这种地方。我这里只有反贼一窝，没有什么三公主。来人，动手吧。九王爷交代过了，留一口气就行。当然了，就算是没有九王爷的命令，他也不会手下留情的。萧应莲当即恼了，尽管自己被铁锁绑住了四肢，他仍旧没忘记用自己公主的身份施压。李大头，你找死！我是三公主，我才不是什么反贼，反贼就是沈云珠。萧应莲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只是被打了一个鞭子，当时就晕过去了。来人，拿一桶凉水过来，
我行。李国士可没有半点怜香惜玉。萧应莲敢算计我们的天涯神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况且现在还有九王爷的命令，他更是胆大包天。很快，有人拿了一桶凉水过来。大胆狗奴才，竟然欺侮本宫！本宫要你死！才睁开眼，萧应莲就开始叫嚣个不停了。啪啪啪，李国士可不想听他叫嚷，亲自动手，鞭子使劲儿打了过去。李大头，你真的敢打本宫？本宫绝对不会饶了你的！你个狗奴才，你个王八蛋！你……萧应莲怒骂李国士，刚开始声音还不小呢。刚开始萧应莲还是骂人的声音非常大，叫嚣个不停。但是那鞭子一下又一下的打下去，很快便没有了声音。来人，把反贼拖下去！李国士打人都打累了，招呼人过来，把萧应莲带走了。一夜过去，太阳升起来，沈云珠睡得非常好，还做了个好梦，梦见自己发了大财，屋里堆满了金子。王妃，奴婢们是九王爷派来伺候您的。沈云珠才一出门，就看到了两个身材高挑、肤白貌美的丫鬟，他们当即给沈云珠行礼，态度还算是不错。你们叫什么名字？走两步我看看。沈云珠也没拒绝，自己这个院子里没什么下人，好像也不符合自己的身份。穿着一身红衣的丫鬟先说：回九王妃，奴婢名叫秋水。另外一个穿着杏黄衣裳的丫鬟说：回九王妃，奴婢名叫秋山。沈云珠暗自叹气，这叫什么名字呀？萧策就这品味？明明是两个武功高手，这名字根本不配啊。沈云珠指着秋水问道：秋水，你以后叫青鸾行吗？这名字多霸气，其实想让他叫朱雀来着，又觉得过于招摇，那就改叫青鸾吧。秋水性子好，爱笑，当即连连点头。这个名字好，奴婢喜欢，多谢九王妃。沈云珠摆摆手：跟在我身边不用奴婢奴婢的称呼，自称我就可以。两人都愣住了，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奴婢可以和主子这样自称的呀。这个九王妃可真是个大好人。沈云珠又指着秋山：你日后就叫火凤吧，可以吗？这个小姑娘眼神凌厉，不怎么爱说话，而且功夫比青鸾还要好，叫火凤这个名字很适合她。多谢九王妃，名字我很喜欢。火凤差点又说成奴婢，幸好及时改了口。沈云珠笑着点头：很好，现在去做两个小菜吧，咱们一起吃饭。青鸾抢着说：我去做，王妃稍等，我做饭可好吃了。话落，一阵风一样跑出去了。火凤拱手说道：我就在外面守院子，王妃不必着急。说完也走了。沈云珠转身又回了屋子，对于两个婢女，她还真不用那读心术，没什么必要，都是爽快之人。很快，青鸾做好了4菜1汤，主仆3人同桌吃饭。青鸾很喜欢说话，把王府里的事情都说了一遍。火凤默不作声的吃饭，饭后负责洗碗。这边刚刚要撤走了餐桌，沈向雪自己送上门来了。二姐姐，这两位是……才一进门，他就发现了青鸾和火凤，他也是练家子，自然也发现了这两人会武功，而且比自己还要厉害。沈云珠介绍：这是九王爷特地送我的婢女青鸾火凤。这语气里特别的炫耀，音调也大了不少。
你这个始乱终弃的家伙，一会儿喜欢九王爷，一会儿又想要做什么太子妃，你咋不上天呢？沈向雪当即脸色就不好看了。九王爷竟然这么快就送了2个婢女过来，而且还是武功高强之人，这是担心沈云珠被欺负吗？可恶！但是为什么府上都没有知晓此事？沈向雪像是很担心沈云珠，又说：二姐姐，后宅这些事情你以前在乡下不会懂的，还是要禀告祖母和父亲知晓的。而且若是祖母不同意，他们都得被送回去。你一个村姑自己都能当下人，凭什么需要下人伺候你？沈夏三小姐，说话注意些，我们是九王爷送过来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九王爷做事还需要你家老夫人指点一二？难道说你家老夫人连个诰命都不是的妾身，可以和太后娘娘相提并论？青鸾最讨厌沈向雪这种虚伪的女人，当即开口怒对她。沈向雪一下子就哑口无言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九王爷做事的确是不需要老夫人指点的，谁敢指点呢？脑袋想要搬家了吗？二姐姐，你这奴婢也太过分了，竟然敢顶嘴！沈向雪被驳了面子，当即就吼了起来，看那个架势，甚至想要动手打人呢。沈云珠一下子就笑了：哼，沈向雪，有什么事赶紧说，我在我的院子里，你自己送上门来找虐，可怪不得我们。若是再敢嘚瑟，别怪我不客气了。沈向雪藏在袖子里的手握紧了拳头。你个村姑，还没嫁过去呢，敢和我这个态度？若是哪日真成了九王妃，岂不是要将我赶出去？你想得美！二姐姐，今日父亲的远房亲戚要来府上暂住，我怕你不知道，又要被祖母责罚，特地过来叫上你。沈向雪柔柔弱弱的样子，像是沈云珠给了她莫大的委屈一样。知不知道都和我没关系，你愿意去迎接就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而且我一会儿还有事儿，没空去接什么亲戚。你愿意你就去吧。沈云珠半点不领情，也不给面子。按照原主生前的记忆，现在过来沈家的应该就是那个叫杨银的穷书生了，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二姐姐，你怎么能这样？你是父亲和祖母的亲戚，作为沈家有你就够了。沈云珠也不管沈向雪逼逼个没完，而沈向雪还站在原地，似乎没有往外走的意思。青鸾和火凤立即站在了他面前，步步紧逼。三小姐，我们二小姐要出门了，院子要锁门，您还不走吗？沈向雪被2个凶神恶煞的婢女吓得步步后退。你们是认为我留下来做小偷吗？奴婢可没这么说，但是现在整个京都都传开了，沈家3小姐嘴上说着要给2小姐留着宝贝，结果却是据为己有。就算是九王爷和太子殿下一起来了，你都不肯交出来呢。什么？沈向雪听得这话，吃惊不小。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就已经传开了，你们胡说我没有！沈向雪气得不行，扭头就走。他要去找父亲和老夫人，这件事情一定不能再传出去，不然谁会娶她呀？青鸾和火凤相视一笑，出门锁好了院门，跟着沈云珠走了。一行人路过大厅，沈云珠果然见到了那个杨银，杨银也见到了沈云珠，从第一眼看过去，就再也没从她的身上移开视线。云珠，过来，给你介绍表哥认识。沈祥成见到沈云珠，立即招手让他过来。沈云珠脚步一顿：沈将军，九王爷约了我过去，实在是九王爷的命令，不敢不从，告辞。话落，扫视一眼杨银，眼神里分明写着我是九王妃，不要惹我。杨银被这个眼神吓得一跳，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子，而且她就不懂了，他们这是第2次见面吧？
但是这个沈云珠似乎对自己很有敌意，明明自己根本没有招惹他。你，好，你去吧。沈云珠带着2个婢女潇洒出门去了。沈向雪气个半死，也想跟过去见九王爷，但是一想到刚才那2个丫头说的话，他还是没有敢出去。表叔，侄儿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二表妹啊？杨莹一脸歉意，站起身就要往外走。说的是哪里话？我那女儿刚从乡下回来，没什么家教，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以后你就住在这儿，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没错的，表哥，之前我们在街上就遇到了你，实在是没认出来，若不然我和二姐姐一定不会不管你们。沈向雪说到这儿，眼泪都流下来了，那样子分明是在愧疚地哭了起来的。杨莹急忙解释，没事，三表妹不要这样讲，我也没有认出二位来，也是我的过错。什么？你们之前就见过？沈老夫人开口问道。沈向雪抢着说，是啊，祖母，当时二姐姐说去九王府，我就在街上看到了表哥母子俩，我想着二姐姐刚刚得到了九王爷的赏赐，身上肯定有银钱。后面添油加醋，都是沈云珠不肯帮忙救助杨银，而且还羞辱自己。老夫人一听，当即气得拍了桌子，混账东西，这种下贱货也被称为九王妃。沈老夫人看向沈祥成，祥成，你现在就去宫里和皇上讲，沈云珠配不上九王爷，若是非要嫁过去做九王妃，雪儿才是最合适的人选。杨银在一边听着，整个人都懵了。沈云珠现在已经成了九王妃，我只不过是晚来了一步，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母亲，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下来了，而且是九王爷的决定，我们谁也左右不了啊。沈祥成才不会出眉头呢。万一九王爷暴躁起来，当即砍我的头，怎么办？是啊，祖母，刚才那2个婢女，就是九王爷送来给二姐姐的呢。九王爷如此喜爱二姐姐，那是二姐姐的福分。雪儿还小，不要成亲，雪儿要一直陪在祖母身边。我们雪儿是委屈了，别急，祖母一定给你安排一门好亲事。算命先生说过的话还在耳边回荡。若是没有了这个沈云珠，那么日后怎么能高中呢？杨银最后被安排在距离沈云珠院子不远的云山院，沈云珠还不知道，她也没有去九王府，一路来到了万寿堂，过来找几味草药。萧泽玉的毒还需要几味药才能治好。老板见到了沈云珠，立即带着她向着里面走去，几乎是前后脚，一个戴着面具的小男孩来到了铺子里。老板，我要1根百年人参，银钱不是问题，给我拿来就是。他是自己跑来的，身边也没有跟着任何侍卫，但是衣着不凡的小家伙，店里的伙计也不敢轻视他。好，小少爷，您稍等。那伙计扭头去找人参，药铺里的人不多，很快进来个一身白衣的姑娘。萧泽玉一下子就认出来，这女子正是沈向雪。小家伙想到了下人嘴里说过的传言，就是这个女人抢走了本该属于仙女姐姐的东西，臭不要脸的，还敢出来招摇，欠揍。他眼珠子转了转，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萧泽玉扭头像是往外跑，一下子撞到了沈向雪的身上，对方没怎么样，他自己就倒在了地上。沈向雪没认出萧泽玉，因为他换了个面具，身上的衣服也换了，当即以为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一下子就恼了。你个小兔崽子，把我的裙子都弄脏了！沈向雪气势汹汹的就要打萧泽玉。老婆婆，对不起，我没有看清楚路呀，你不要生气，我可以给你银票的。
小家伙低着头，似乎真的很害怕，甚至好像承认了错误一样。什么？你叫我什么？他凶神恶煞的眼神，若是换做普通人家的孩子，早就吓哭了。但是这个小家伙可是萧泽玉啊，堂堂小王爷，怎么会被吓哭呢？从来都只有他吓哭别人的份儿。老婆婆呀，我说错了吗？你看你长得这么丑，又这么老，连我这个小孩子都看不到哎。不过你也别伤心，我知道这家店有卖一种上等的驻颜霜，只要5万两银子，回去用上3天，肯定会变年轻的。萧泽玉说了一大堆话，并且条理清晰，丝毫都不害怕。原本还在生气的沈向雪听到了后半句，竟然没那么生气了。你说的什么驻颜霜？可是真的？小兔崽子胆敢骗我，我可要打死你！当然是真的，我家里有个老婆婆，已经80岁了，用了那个东西，一下子就年轻了50多岁呢。我看你也就50多岁，用了那个东西的话呢，肯定会让你像10几岁一样年轻的。你才50多岁呢，你个小乡巴佬！你可知道我是谁，就敢骂我？今日我要好好教训你！原本沈向雪还挺高兴的，但是听到小兔崽子又说自己年纪大长得老，他就火大。本姑娘才16岁啊，哪像50多岁了呀？萧泽玉赶紧拿出一沓银票。老婆婆，你别打我，我可怕疼了，这些银票都送给你，送你去买驻颜霜，求求你了。他浑身颤抖，似乎真的害怕极了。算你识相，滚吧！沈向雪一把夺走了银票。谢谢老婆婆，驻颜霜只有这家店才有的哦。萧泽玉说完，急忙跑开了。沈家三小姐，你要买什么呀？沈向雪立即换上了一副面孔，温柔浅笑。我听说这里有一款驻颜霜，现在还有吗？我祖母最近寝食难安，我想买来送给她老人家。买了这个东西是为了尽孝，你可不要用别的心思来揣测我。那个店小二连连点头。三小姐果然孝顺，您这孝心感动了老天爷呢。我们这儿就只剩下最后一瓶驻颜霜了。很快拿出个精致的绛红匣子来。您看，只有这一瓶，而且整个京都只有我们店里才有的，所以价格也会有些小贵。店小二打开了匣子，拿出里面的不大的一个小瓶子。沈向雪眼睛都看呆了，只是包装就这么贵重，里面的东西果然是上等货呀。要多少银子？沈向雪好奇地问道。他刚刚抢了那么多银票，根本不怕付不起钱。要6万两银子，只剩下这一瓶了，我们还没放出消息，若是让三公主知道……别说了，我买，给你。不等店小二说完，他看看手上的银票，刚刚好6万两。好的好的，这最后一瓶就是您的了，我们不会让别人知道的。沈向雪也没管那么多，拿了东西转身就走。刚才离开的萧泽玉又进来了，那店小二赶紧送上手里的银票。小王爷，东西已经卖出去了，这是您的银票。萧泽玉伸手接过了银票，塞进口袋里。很好，你可以去忙了。如果沈向雪此时在这儿，一定会惊掉了下巴。刚才他看到的懦弱害怕的小家伙，此刻威风凛凛的，甚至他认为没花钱买到的宝贝，竟然是萧泽玉费尽心思想要卖给他的东西呢。是，小王爷。仙女姐姐，你也在这里啊？萧泽玉转身想走，就看到了沈云珠。沈云珠跟着店老板进去拿东西，出来就见到了萧泽玉。是啊，你怎么来了？哪里不舒服吗？萧泽玉想摇头，又想想，点头道：是啊，
仙女姐姐，我觉得没胃口，吃什么东西都不好吃。这样说的话，仙女姐姐就会带我去吃好吃的了，又是可以和仙女姐姐在一起的一天啊。走，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当然，沈云珠上当了。谢谢仙女姐姐。咱们去吃烤鸡、烤鱼，不过去的地方有点远，你要不要去和你父王打个招呼啊？不必，我让萧三回去报告就好了。而且和仙女姐姐在一处，爹爹会很放心的。沈云珠点头。看来小家伙还不知道我和九王爷的事情呢。好。仙女姐姐，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里，这里是我黄伯伯的地盘吗？这里是一个叫天涯神医的地方，并不是你黄伯伯的地盘。仙女姐姐，那你认识天涯神医吗？萧泽玉听到了天涯神医，一下子来了精神。沈云珠歪着头看着小家伙，问：为什么这么关心他？我爹爹就在找天涯神医，爹爹说找到了那个神医就能够治好他的腿。小家伙说着说着，声音小了很多。治好他的腿是什么秘密吗？看把你小心的，在这里随便说话，不会有人来的。沈云珠说着，一个竹竿扔向河里，当即插了一条鱼上来。哇，仙女姐姐你好厉害啊，随便一下子就能逮住一条鱼。萧泽玉高兴极了，欢呼雀跃地跳了起来。你想不想学啊？萧泽玉眼睛都瞪大了，问：我想学啊，仙女姐姐你可以教我吗？如果我学会了，日后就可以给仙女姐姐打鱼吃了。当然可以，来。仙女姐姐我会了，让我试试吧。小家伙握着竹竿，随意地扔进了河水里。哦，仙女姐姐，鱼竿怎么不动了？萧泽玉有点慌，该不会是插到河底了吧？但是一拔，沈云珠倒是愣住了，不动了，只是随意的一下子，竟然插到了2条鱼。小玉，你很厉害啊，一箭双雕。哇，这都是我干的吗？仙女姐姐，还是你教的好。还是你厉害。来，今天我让你尝尝什么是烤鱼。好呀好呀。萧泽玉没吃过烤鱼，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仙女姐姐给弄的好吃的绝对不会错。只是两人一回头，竟然发现原本放在草地上的鱼不见了。喂，你们2个草民为何在此？还敢打这里的鱼？你才是草民呢，赶紧放下我们的鱼。萧泽玉气鼓鼓地说道，他此时还是客气的，凶巴巴地对着对方喊起来：仙女姐姐你不要怕，这个家伙是丞相府的小少爷，名叫袁太和，今年6岁了，很讨人厌的。沈云珠点点头，懂了。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命令我？你们把鱼都交出来，再给我磕10个响头。还有你这个丑八怪，从我胯下钻过去，我就饶了你们。你确定要我们的鱼？他一步步走向袁太和。别以为你年纪小，我就不会以大欺小。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我可不会放过你这个小恶魔。当然。仙女姐姐，我们不要把鱼给他。萧泽玉以为沈云珠真的要交出鱼，不由得紧张起来。沈云珠看着他，笑着说：放心，这种人啊，根本不配吃这里的鱼。大胆刁民，竟然敢骂我，我打死你！袁太和听得沈云珠的话，气得挥起了拳头。滚！沈云珠一脚踢出去，只是稍微用力而已，就把那家伙踢飞了出去。小玉，看到了吗？日后有人敢如此不知死活，不要和他废话，揍他。不用怕，仙女姐姐给你撑腰。玉儿记住了。很好，这才是男子汉。他说完，看向那边地上的袁太和。
你要么现在滚出去，要么我还揍你。娘，有草民欺负我，娘！还堂堂男子汉呢，我看就是个窝囊废，打不过就知道喊娘，丢人。萧泽玉嘲讽袁太和，放眼整个京城，也就只有这个小瘪三敢不把我放在眼里。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被我的仙女姐姐给干掉了吗？你个刁民，有种你别跑，我娘很快就过来了，她会打死你。不等沈云珠开口说话，萧泽玉抢着说：你自己脑子有病，还以为别人也如此吗？你都说了你娘要打死我们，我们又不傻，干嘛不走呀？脑子有病。你个小刁民，你敢骂我脑子有病？我娘可是前朝郡主，等她过来一定把你脑子打开花。仙女姐姐，咱们还是赶紧走吧，不要因为这种人耽误我们吃烤鱼。那个萧媚儿特别难缠，虽然我和爹爹都不怕她，但是很麻烦的。不急，今天我还可以再多教你几招，要不要学？一听说要学功夫了，萧泽玉就来了兴致。好呀好呀，我愿意学。仙女姐姐肯教我功夫了，真的太好了。小太，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呀？这个时候，不远处跑过来一个女人。沈云珠就是因为早就看到跑过来的女人，所以才更不能走。这个机会难得，可不能随便错过的。袁太和见到了自己的娘亲，哭得更加厉害。娘亲，你怎么才来啊？那两个刁民抢走了我的鱼，还打我，我要挖了他们的眼睛，把他们的脑子打烂掉。萧媚儿见到儿子脑门上都是汗，心疼得不得了。好好好，小太，娘亲替你揍他们，你别哭啊！来人，快来人，快去叫大夫过来，快带椅子过来啊！随后跟着跑过来的女人们见此情景也都愣住了。你们是什么人？北风原也是你们能来的地方吗？你们好大的胆子，不仅偷偷过来，还打伤了丞相府的小少爷。媚儿，我看这两个刁民就该立即乱棍打死。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当即指着沈云珠和萧泽玉。这里应该不是你们来的地方才对。天涯神医的地盘也是你们能随便来的吗？沈云珠冷冷地笑着，冰冷的眼神扫视所有人。萧媚儿可不管这么多，她现在见到儿子被人打了，满脑子怒火。大胆刁民，就凭你也配管我们丞相府的事情？来人，把他们给我拿下，立即乱棍打死！萧媚儿，你没有天涯神医的请帖，更没有令牌，擅自闯入北风园，你可知道后果？沈云珠霸气质问对方，周身散发着女战神气场。你胡说！那你拿出令牌或者请帖，给大家开开眼啊！你是什么人？我的请帖凭什么拿出来给你看？反倒是你有吗？萧媚儿是找回了理智，冷静分析，开口对人。沈云珠勾了勾嘴角。我当然有，但是我敢保证你没有。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立即滚蛋，回家等待着天涯神医的惩罚，要么现在就拿出东西，你敢吗？沈云珠站在了萧媚儿跟前。就是这张脸，前世里帮着沈秋月把原主耍得那么惨，如今看着好想毁了你。媚儿，你不要怕，拿出请帖，这个刁民也不认得。就是啊，媚儿，你可是前朝郡主，他个小刁民。没错，一看就不是好人家的女儿，还没婚配就生出了小野种。是啊，拿出来吧，让我们开开眼界。沈云珠也想看看萧媚儿能拿出什么样的请帖来，这样也能瞧一瞧到底是什么人坏了自己定下的规矩。
我是丞相夫人，为何要给你一个刁民看青天？你算个什么东西？来人，你们还等什么？赶紧把人给我绑了，拖出去乱棍打死！他一声令下，立即有10几个侍卫围了过来。哼，当今丞相夫人难道比当今皇上还要大？没有天涯神医的令牌，也没有请帖，竟然敢闯北风园，我看啊，该乱棍打死的是你。沈云珠随手一把银针射出去，10几个侍卫全都中招，纷纷倒在了地上。你是什么人？竟然敢伤了丞相府的侍卫！萧媚儿害怕了，这些个京都贵女也都怕了，个个吓得花容失色，后退了好几步。现在才知道问我是什么人，晚了。沈云珠上前几步，一脚把萧媚儿也踹飞了出去。萧泽玉见状，小手鼓掌：“仙女姐姐你好厉害呀，比我爹爹还要厉害！”不仅打得了那个袁太和，还把他娘也给踹飞了出去。仙女姐姐，这一招我也要学过来，可以吗？真的太帅了！只要学会了这个本事，日后和皇子们打架，那就不用怕了。当然可以，你还可以学射银针呢。小团子也喜欢打架，等我把小玉培养好，到时候就能和他一起玩了。好呀好呀，仙女姐姐你真好。萧泽玉开心极了，沈云珠看他开心，自己也开心。一大一小旁若无人的互动，可把周围那些人给看傻眼了。这个女人是谁啊？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呢？但是她抱着的小家伙，我觉得有点面熟。当然面熟啦，你看她戴着的玉佩，那是九王爷府上的。九王府上的小孩子还戴着面具，那是小王爷呀！你个小贱人，还有你的小野种，竟是都得死！来人，去把李国士给我叫来，我要让这2个畜生去死！萧媚儿气疯了，她堂堂郡主居然被一个小村姑给打了，这口气她咽不下。她刚说完，立即有小丫头跑了出去。沈云珠也不拦着，打了个响指，说：“来人，给我查这个泼妇还有他们几个，什么都没有，怎么进来北风园的？上报给天涯神医，准备惩罚。”他说完，并没有什么人过来。萧媚儿就以为沈云珠是在虚张声势，当即大笑：“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敢叫人过来？人在哪儿呢？啊，你个小刁民，就在这儿装吧！一会儿李国士过来，就是你的死期。”小玉，咱们就在这儿吃烤鱼吧。这里就可以吗？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拿来。萧泽玉不理解，总要去那边的茅草房里才好吧？你忘了我是谁啊？仙女姐姐可是会仙法的，什么都有。沈云珠拿出一块手帕，随便晃了晃，就变出了烧烤架子，各种调料，当然是趁机从自己的空间里拿出来的。萧泽玉都看呆了，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哇，仙女姐姐，你的仙法我能学吗？若是有这仙法，日后去哪里都不怕了呀。可以，但是还要等你学会其他本领才行。好呀好呀。萧泽玉就坐在地上，2只小手撑着下巴看他做烤鱼。娘，我的鱼被他们抢走了，我要吃烤鱼，我要吃烤鱼。你把烤鱼拿过来给我儿子吃，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若不然我要你粉身碎骨。沈云珠扫了他一眼，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怎么坐享丞相夫人之位的？就靠着会投胎做了个郡主吗？眼看着那些女人没一个站出来说话的，难道她还看不出来我们根本不好惹吗？有本事你过来拿吧。沈云珠又从空间拿出个盘子，放好了烤鱼，递给萧泽玉。慢点吃，
小心烫。谢谢仙女姐姐。娘，我要吃鱼，我要吃鱼。小野种，你给我拿过来！小玉，练个手吧。沈云珠也没回头，继续在做烤鱼。你就用刚才打鱼那一招就行。萧泽玉明白了，小手抓起竹竿，向着萧媚儿扔了过去。他疼得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你个小野种，竟然敢伤我！我一定要砍了你的脑瓜子！小玉，干得不错，下次啊，可以用银针，比这个还准。真的吗？那太好了呀！萧泽玉被夸奖了，开心极了。娘，我要吃烤鱼，你给我弄烤鱼，我就要吃。萧媚儿着急，可也没有办法，只能指着沈云珠不断的叫嚣：你到底是哪家的刁奴？赶紧报上名来！你不怕死，你家里人也不怕死吗？我会上人诛你们九族！沈云珠听的这话，觉得不错。我是沈家嫡女沈云珠，就是沈祥成沈将军家的女儿。你去诛九族吧，我等着。若是能够借你的手铲除了那个沈家，我还得谢谢你8辈祖宗呢。沈云珠，沈家嫡女。萧媚儿愣住。那个小野种是谁？统统报上名来。萧媚儿又问萧泽玉是谁。小玉，他问你是谁，告诉他。萧媚儿，你竟然连我都不认识！我爹就是萧策，你说我是谁？萧策，九王爷萧策。萧泽玉见他不说话，天真的笑笑，说：哼，萧媚儿，论起辈分，我该叫你一声姑姑，你那个儿子应该叫我弟弟。但是呢，你说我野种，我是一定会告诉我爹爹的，让他狠狠惩罚你。而且你还欺负仙女姐姐，这笔账也要算。告诉九王爷。小王爷，刚才我也是没有认出您来啊，我真的不知道，而且都是那个村姑干的好事，就是他故意误导我。萧媚儿慌乱之中，把所有的过错全都推到了沈云珠的身上。是谁在戳本王的王妃？这个时候，萧策带着一众人来了。爹爹，萧媚儿刚才要砍我的脑瓜子，他儿子还挖我的眼珠子，而且他还骂我是野种，骂仙女姐姐是刁奴。我好怕爸呀！见到萧策，萧泽玉一路冲了过去，叽叽哇哇开始告状。萧策抱着小儿子，看他脸上连一滴眼泪都没有，心中暗自感叹：小玉啊，你的戏过了。不过我的小宝贝当然是要宠着了。九王爷，不是这样的，都是沈云珠那个女人误导我，我没有欺负王妃，这里没有王妃吧？萧媚儿说到后面，自己都愣住了。不单单是她，在场众人除了沈云珠都愣住了。爹爹，你的意思是，仙女姐姐是你的王妃，也就是我的娘亲？萧泽玉最先反应过来，歪着小脑袋问道。萧策心情大好，拍拍他的小脑袋，笑着说：没错，刚才你的黄伯伯已经下了诏书，下个月16我们大婚。哇，仙女姐姐是我娘亲了，我有娘亲了！萧泽玉开心地欢呼起来，挣脱了萧策的怀抱，跑过去抱住了沈云珠。沈云珠被萧策的话震惊到了。下个月16大婚？昨天还说就是去请皇上下个赐婚的诏书，这咋把婚期都定下来了？这也太快了吧！小媚儿，刚刚你如此对待本王的王妃和孩儿。萧策可没忘记萧泽玉告的状。萧媚儿听得九王爷这句话，一下子就吓傻了。九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若是我知道这位就是九嫂子，给我10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少和我攀亲戚，一口一个野种刁奴都叫得出来，这也是郡主该有的礼数。来人，丞相夫人对九王妃、小王爷不敬，拉去大牢关押3日，杖罚50大板。萧策话落，立即有人过来绑了萧媚儿要走。萧泽玉小手指着那边的袁太和：“爹爹，还有那个家伙，就是他先抢了仙女姐姐给我的鱼，后来倒打一耙。还有这些女子，都是他们添油加醋。”萧策一挥手：“都给本王绑了，一并送入大牢，杖罚50大板。”是九王爷。立即有人过来，又把袁太和还有这些贵女们都给绑了。你们是什么人？我是丞相府的独子，你们敢这样待我，你们找死！你们！来人，把他嘴巴堵住。终于没有了烦躁的声音，整个北风园都安静了下来。王妃可是还有不满之处？王妃？沈云珠手上的动作一顿，眼神复杂的看了一眼萧策。这人面皮长得倒是好看，就是脸皮也真的厚。没有，我去再弄几条鱼过来，那边还有野鸡，也可以抓几只。沈云珠没说出自己的不满之处，毕竟小玉还在这儿，她不想让小孩子不高兴。小玉，你慢慢吃，爹爹去帮你娘亲。九王爷，昨日的事情很感谢你救了我，但是赐婚定日子这么大的事情，你想定就定了？而且还下个月16大婚，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好不好？萧策眉头一挑，刚才他就料到了，这个女人因为这事儿不高兴。沈姑娘不要误会，我对你没有非分之想。萧策冰冷着一张脸，扭头看向小何。既然没有非分之想，为何要大婚？沈云珠就觉得这男人莫名其妙啊。不想娶可以不娶，我没说用你帮忙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只是合作关系。什么意思啊？我需要一个女人让小玉开心快乐，而你需要我这样的王爷给你做靠山，这不是合作是什么？其实九王爷若是真的为了小玉着想，大可不必违心的娶了我。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可以把小玉带在身边，让她做我的干儿子啊。这样你也可以娶你喜欢的姑娘，小玉也可以过得快乐。而且将来我的小团子过来，还可以一起玩，这样多好啊！本王的儿子给你做干儿子，那你将来嫁了人，小玉怎么办？你可真是想得美。九王爷，我沈云珠这辈子都不会嫁人，所以小玉跟着我绝对不会受委屈。既然不会嫁人，那就和我合作，我这辈子也不会再娶妻。小玉有爹还有娘，岂不是快活？我竟无言以对啊，但是总觉得这个男人有什么别的企图呢？放心，本王对你这种小身板这辈子都不会有兴趣。小策，你给我等着！仙女姐姐，你好厉害啊！我今天收口福了吗？萧泽玉见到后面走过来的沈云珠，一溜小跑过去，欢呼鼓掌，微微一笑。王妃这是和我赌气呢，抓到的东西比我还多。咱们去那边的房子里做一顿大餐。沈云珠不理会萧策，带着萧泽玉往那边过去。等一下，这里是天涯神医的地盘，你怎么能进去那春风阁？放心，我有天涯神医的令牌，这里啊随便玩。你认识天涯神医？萧策快步走上前，拦住了沈云珠。不认识啊。沈云珠当然不认识，因为她自己就是啊。萧策又问：
那你怎么会有令牌？就以前在乡下有个乞丐丢掉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看，就捡来了。你要吗？沈云珠说着，从空间里拿出一块破旧的木牌，递给了萧策。萧策看着那块都要老得掉渣的木牌，又看看沈云珠。小姑娘真的是运气好，京都多少人花费重金都买不到的令牌，她竟然能捡到。烤鱼、叫花鸡、鱼丸子、酸菜鱼。萧泽玉小手指着桌上的饭菜，报菜名。仙女姐姐，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小马屁精上线。萧策看看自己的儿子，人生第一次嫌弃的撇了撇嘴。九王府里什么没有，皇宫里什么没有，你还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虚伪。那就多吃点啊，一会儿还有烤鸡翅、烤鸡腿。沈云珠没有坐下来，转身回厨房，没多会儿又端过来一大盘烤肉。仙女姐姐，你真的好厉害啊，给你做儿子一定超幸福的。小家伙吃得满嘴流油，还不忘记拍马屁呢。是啊，怎么能不幸福呢？沈云珠坐下来，吃的不多，脑子里想的都是自己的宝贝儿子小团子。他现在应该吃得好，玩得好吧？萧策注意到沈云珠的表情，不由得怀疑，他在想什么？难道是担心沈家那边吗？有什么好担心的？本王是你的大靠山，一会儿送你回府，谁都不能把你怎么样。这边三人吃得香，沈家却是坐立不安。这个畜生，当初就不该让他回来，给我们沈府丢人现眼。老夫人不要动怒，伤了身子就不好了呀。二小姐现在已经惹到了丞相府的毒子，咱们应当赶紧想办法去赔礼道歉。秦燕今日刚刚回府，正想着有什么办法对付沈云珠，对方自己就犯了大错，真是个好日子啊。祖母，二妹妹如今还没有回来，说不定是担心给咱们将军府惹了大麻烦，不敢回来了呀。沈秋月也跟着附和。沈云珠，还以为你是个有脑子的东西，想不到啊，竟然是个蠢货。沈向雪本想说些什么，如今听得这两母女的话，忽然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老爷，你倒是说句话呀。秦叶好像很着急，毕竟与其让丞相府找上门，倒不如现在沈家主动去道歉啊。来人，去把那个孽畜给我找回来。你去准备一份厚礼，我这就去丞相府。沈祥成被这些人催促着，终于想到了个办法。这要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我生了那个蠢东西呢？好，我这就去。沈祥成也换了一身衣裳，准备前往丞相府。没曾想，这个时候袁丞相竟然上门来了。袁丞相，真是对不住啊，都是我教女无方啊。不等袁丞相说话，沈祥成就开始赔礼道歉，沈老夫人也跟着道歉。袁丞相，沈云珠就是个乡野村姑，她刚从村里回来没多久，规矩也没来得及学。这次惹了这么大的麻烦，您要杀要剐，悉听尊便。秦燕更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抢着说：袁丞相，那村姑虽然闯下大祸，但还是请你留她一口气啊，好歹也是夫人留下的唯一血脉。沈将军，我们过来啊，不是为了要您道歉的。袁丞相态度很好，可以说是近乎套近乎。他已经从李国士那里得到了消息，萧媚儿等人惹到了九王妃，他们是过来给沈家赔不是，而且希望对方能够网开一面，求九王爷放了那些人回家。袁丞相，您说的对，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只要道歉有什么用？您想要处死那个逆女，随便你处置，
我们沈家绝对不会有任何怨言。沈将军，你也是想要让本丞相处死沈云珠吗？没错，做了这么大的错事，只要能够平息郡主的怒火，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想怎么处置逆女就怎么处置。袁丞相，您的意思是？九王妃可在府上？九王妃？袁丞相，您说的是谁？沈将军，今日九王爷亲自去皇宫，皇上已经赐婚沈二小姐和九王爷，您当真不知情吗？沈云珠这么快就被册封为九王妃了？袁丞相，这是真的吗？沈祥成这句话还未说出口，管家已经跑进来。老夫人、老爷，二小姐和九王爷回来了。而且还有宫里头的大太监。后半句没说完，沈祥成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了出去。小玉还在马车里呢，九王爷不必等我，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沈云珠担心萧泽玉。无碍，就在这大门口，还没人敢偷本王的儿子。萧策也不进去，并且拉着沈云珠一起在大门口等着。也好，跟着这个男人享受一下沈家人的待遇。正想着，里面呼啦啦冲出不少人来。沈云珠，那个逆女还有脸回来，竟是惹了这么大的祸事。沈老夫人，你这腿脚不好，眼睛也不好使啊，出门别摔倒了。沈云珠话落，竟然扑通一声，整个人摔倒在地。哎呦，沈老夫人，你看我这个村姑，别的没什么本事，开光嘴巴好像有一张呢。沈云珠装作很惊讶的样子，向着萧策的身后躲了躲。既然有了这个靠山，不靠白不靠啊。萧策微微侧目，看了一眼小姑娘，心情更好。他好像的确有这种本事，说出口的话似乎都能实现。你个逆女，你这是乌鸦嘴！哎呦，疼死我老婆子了！来人，快来人，给我打死他！二妹妹，你怎么能这样对待祖母呢？二姐姐，就算你做错了事，祖母教训你两句，你也不必如此诅咒祖母呀。你们俩也是老眼昏花吗？我让他小心点儿，我可什么都没做啊，是不是啊，九王爷？沈云珠语气里带着无辜，看向萧策。本王的王妃果然聪慧，这么快就知道利用我这个大靠山了。没错，本王的王妃心地善良，只是随口一句话而已。若是都能如此灵验，那大家都不用去寺庙，直接拜见九王妃就可以心想事成了。九王爷，你不要信了这个小妖女的话，她今日把袁丞相的爱子给揍了，还得罪了萧郡主，还把不少贵女陷害入了大牢。我们沈家不会出这种不孝女，今日她必须接受袁丞相和诸位大人的惩罚。袁丞相，你过来就是为了此事？袁丞相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呢，当即就给萧策和沈云珠跪了。九王爷，下官不敢，下官只是过来给九王妃赔礼道歉的。九王爷赎罪啊，我们都是过来给九王妃赔罪的呀。九王爷赎罪啊，我们都是过来给九王妃赔罪的呀。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人难道真的不是过来问罪沈云珠，反而是给沈云珠赔罪？刚刚他们说什么来着？要让这些人把沈云珠处死。袁丞相，您不是不接受我的道歉？沈秋月不甘心，开口问道。袁丞相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看向沈云珠，苦苦求饶。九王妃，都是下官没有管教好妻儿，他们不认得九王妃，冲撞了您，还请您高抬贵手，将他们从大牢里放出来吧。
九王妃，都是下官没有管好女儿，她也不认得九王妃，还请九王妃大人有大量，免了她受牢狱之苦吧。九王妃，下官保证，只要让下官的女儿回来，日后一定将她禁足。沈云珠，你何德何能，能让这些大人们给你下跪求饶？我的确没什么能耐，但是我夫君厉害呀。难道你们觉得九王爷的正妃、九王妃，如同沈家的养女一般，随意欺负就可以吗？沈云珠也不想看沈香成。渣爹，自己女儿受欺负，情况都没了解清楚，这就开始给别人赔礼道歉。而且听沈老夫人的意思，他们刚才一定让这些人把我处死了。这种渣爹，不要也罢。九王妃，千错万错都是我们的错，还请您高抬贵手啊！毕竟天气炎热，孩子在那阴冷潮湿的大牢里，实在是遭不住啊。九王妃，您心地善良，一定放过他们的呀。九王妃，下官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看来你们还不知道内情啊。这件事呢，你们那些夫人、女儿的确是做错了。但是他们大错特错的是伤害了九王爷的儿子，他们骂我是刁奴、刁民，我都无所谓了，反正我爹爹也就是个带兵打仗的莽夫。但是他们竟然骂小王爷是个野种、刁奴，公然辱骂皇族。九王爷只是赏赐他们在大牢里待上3日，不知道算不算严重啊？沈云珠，你胡说！这都是你自己的一片之词，没人佐证的。谁说没有人证？沈云珠看向萧策。九王爷，你说小王爷会撒谎吗？这话他说的，你信吗？萧策冷冷地扫视所有人。没错，这些都是小玉亲口说的，不知道本王的儿子当事人可否证实有此事。沈家的这些蠢货们，若不是留着你们给本王的王妃解闷儿，本王现在就诛你们9族。沈秋月气得握紧了拳头。小贱人，不就是仗着王爷对你的宠爱，你就可以横行无忌？你给我等着！如今我回来了，只要你一日不大婚，我就有办法弄死你。沈云珠当然没有错过他的心声，微微一笑。放你一条生路，你偏要回来，那就别怪我真的送你上黄泉了。各位请起吧，若是只是得罪了本王妃，我也可以网开一面，但是得罪了小王爷，这事儿不成。你们还觉得你们的夫人、儿子、女儿冤枉吗？袁丞相带头起身。多谢九王爷网开一面。多谢九王爷惩罚下官的女儿。多谢九王爷。萧策不屑一顾。今日全看在本王妃的面子上，而且又是皇兄给本王赐婚的好日子，若不然那些人都可以砍头伺候。李总管，宣读圣旨吧。是九王爷。好了，别念了，王妃罚了。萧策见到沈云珠有些不耐烦，立即制止了李长福念下去。是九王爷。李长福话落，看向沈祥成。恭喜沈将军，他日九王爷和九王妃大喜之日，咱家也得过来喝喜酒呀。沈祥成哪里敢拒绝，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一定一定。王爷，这些聘礼。沈云珠话说到一半，看向身边的男人。你该懂的吧？若是你不开口，这些个人渣可是会和我抢的。萧策当然懂，开口说道：沈将军，这些都是本王送给本王妃的聘礼，单子本王那里也有一份。若是旁人动了那御赐之物，可以砍头，您觉得可否？什么？御赐之物？
沈秋月眼睛都瞪大了。沈云珠就是个村姑，她凭什么得到九王爷的偏袒啊？恨，实在是太可恨了。九王爷说的极是，下官绝对不会让人动这些东西的，还请您和九王妃放心。九王爷放心，我等绝不会动九王妃之物。九王妃放心，我们不敢。萧策看向了沈云珠，柔声问：王妃可还满意？王妃？沈云珠听得他这个声音，顿时觉得不大自在。这男人不仅生得好看，而且还有钱，还会勾人。希望各位说到做到吧。王爷，时候不早了，您早些回去歇息吧。沈云珠要开溜了，在萧策身边时间久了，他觉得自己会被他勾了魂儿。好。萧策似乎非常听话，转身就走。走到了马车边，他又停下来，转身说：明日江都的王明日有牡丹宴，本王来将王妃一同前往。好。沈云珠也不能驳了他的面子，当即温柔答应下来。站住！沈老夫人厉声呵斥他。还有什么事儿？放肆！还没嫁入九王府就如此嚣张！今日有九王爷坐镇，若不然我们沈家的脸面可都要被你丢尽了。沈云珠勾了勾嘴角。将军府嫡女没有犯错，沈家人迫不及待上前道歉，甚至要将唯一的嫡女送人头。这种事情换作是别人肯定做不出来。明日京城都会传开的，到底是谁给沈家丢脸？不是你一句话就说了算的。给沈家丢脸这种事本宫劝各位还是少做为妙。一群不自量力的东西，还以为找到了我的把柄，结果自己丢脸。沈云珠扫视一眼所有人，转身就走了。沈文雪，你到底是怎么搞的？不是说沈云珠犯了错吗？你是嫌弃我们沈家还不够丢人吗？好了，这种事以后小心就是，别丢了沈府的脸面。沈老夫人终究还是偏心沈向雪，一句话搪塞过去。沈云珠这边，青鸾和火凤已经帮她打了热水，她靠在浴桶里泡泡澡，舒服。王妃，隔壁院子住着个穷书生，其人长得还算可以，就是总打听您的事儿。沈云珠一愣，看向他。那人叫什么名字？那人名叫杨颖，他自己说之前跟你有过一面之缘。杨颖，果然是那个阴魂不散的家伙，不仅跑来沈家，还住到了我的隔壁。什么话都不要和他讲，他若是敢乱来，就把他扔进池塘。沈云珠下了命令，这种人必须狠狠处置他。狗皮膏药啊！前世不成，这一世还换了身份，搞来沈家了。明日我要找个借口把人弄走。火凤在吗？明日帮我做件事。沈云珠叫火凤，火凤立即过来。九王妃，请讲。沈云珠递给他一张字条，看过之后就烧掉，去打探一下，不要惊动对方。王妃，青鸾也会打探消息的，您为何不用我？明日你跟我去牡丹宴，怎么样？好呀好呀，多谢王妃。沈云珠洗漱好，躺在床上。再有5日，小玉脸上的伤就会痊愈，不过要找个机会给她针灸一下，那口淤血吐出来，万事大吉啊。清水院，沈向雪一回来就要砸东西。那个贱人怎么会运气这么好呢？明日牡丹宴，全城的贵女都会出席，到时候还要比赛才艺。没错，有这好东西在，我明日一定是最美的那个。沈秋月的院子，她卸掉了厚厚的脂粉，镜子里露出伤痕累累的脸，气得她又砸了一面镜子。沈云珠，
小贱人，这一切都是你害的我！明日我要你去死！王妃，九王爷的马车已经来到门口了。你高兴什么？我是觉得王妃和王爷实在是太般配了，而且在这深宅内院，若是有个人能像九王爷这般护着您，您可以轻松很多的。你倒是知道的多。杨银听到了声音，急匆匆追了过来。沈姑娘，请留步。你叫谁？杨银把食盒送过去。沈姑娘，这是我娘让我特地给你带的粽子，这是我们江南。放肆！我们家九王妃岂会收你的礼物？不等杨银说完，青鸾就呵斥他。九王妃？杨银这才想到，沈云珠已经被赐婚了，怪不得刚才我叫她沈姑娘，她并未停下脚步。九王妃恕罪，草民只是送上母亲的一番心意。沈云珠没说话，想要听听杨银在说什么，只可惜他听不到。什么读心术啊，对某些人还不好使。算了，你母亲的心意应该去送给沈向雪，是她出手相助，与我无关，请你不要报错恩。沈云珠并不管杨银的东西，绕过他就走了。杨银看着自己手上的食盒，非常生气。村姑竟然瞧不起我娘亲送的礼物，你给我等着！沈云珠已经来到了大门口，萧策坐在轮椅上，见到他，立即亲自过来迎接。王妃，今日这身打扮很美。沈云珠笑笑，王爷今日这身装扮也很帅气，本战神的美貌当然是天下无敌。帅气？萧策不大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总归是好的意思，心中竟然生出几分喜悦来。两人在大门口这一番羡煞旁人的互动，围观众人可是嫉妒极了。那个就是九王妃啊，真的美。哎呀，九王爷为了九王妃才没有砍头那些个贵女呢。你知道个什么呀？那些贵女如今还在大牢里呢。不就是个乡野村姑吗？有什么好得意？小玉呢？今日不带上她过去吗？沈云珠还想着给那个小家伙好东西呢。他还在府上睡大觉，若是想来想去，自然会去。怎么比起我，这个女人更喜欢我的儿子？今日会有才艺比试，若是你不想，无妨，就是一些小比试，我是不会给王爷丢脸的。本王不在乎。什么？沈云珠不懂。本王不在乎你是否丢脸，只要你玩得开心就成了。世俗的成见并不重要。哎呀，好像被暖到了哎！多谢王爷成全，不过我真的不会丢脸的。难道这就是长得不是一般漂亮的之人该有的自信？好。很快到了京都牡丹园，先在这附近赏赏花，我还有事。萧策没有下马车，叮嘱沈云珠。沈云珠微微点头，尽管去忙，不必费心。牡丹宴上有我朋友，若是你不走，我还要找理由离开呢。萧策离开了，沈云珠在牡丹花海里走了几圈，独自坐在桌边吃起了糕点。牡丹酥挺好吃的，就是太甜了，有些腻。倒是这茶水不错，清新淡雅，让人感觉蛮舒服的。他一边吃一边做了点评，自言自语，也不觉乏味。这位姑娘，你也觉得这牡丹酥乏味吗？的确是腻了些，若是能有烤肉串、关西煮、酸梅汤之类的小吃，这赏花宴才会更有趣。敢问姑娘姓名？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我也好想吃那些东西，只是这里从未有过。红衣姑娘急忙坐在了沈云珠身边，开心的不得了。我叫沈云珠，沈将军府嫡女，
刚从乡下回来的村姑。你就是九皇婶儿？天啊，你可比那画上的人还要真美。你是？沈云珠又看了看这个姑娘，确定不认识。我是七公主萧映云，真没想到九皇叔还会让你来这里。七公主？沈云珠想了想，记忆里还是没有这号人。估计原主前世也没遇到过，不过看起来不是个讨人厌的。而且仔细听他的心声，对方心思单纯，真心实意的崇拜我的美貌。果然实力不允许我低调啊。想不到我能在这儿遇到七公主，幸会幸会。我就是觉得无趣才来这里逛一逛，没想到还是没有好吃的。那些牡丹花虽然好看，但是看过了就会忘掉。你想吃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当然想啊，你有办法吗？沈云珠点点头，打了个响指。很快有小厮过来，见到沈云珠，急忙恭敬的行礼。见过九王妃。免礼，听说你们这里新换了大厨，既然如此，这里的小吃也该换一换。沈云珠，你又在胡闹！不等沈云珠说完，沈秋月带着沈向雪气呼呼地赶了过来。你是什么人？为何直呼九王妃的名讳？臣女沈秋月见过七公主，臣女沈向雪见过七公主。一个是沈家的庶女，一个是沈家的养女，本宫还不知道你们两个比本宫还厉害，竟然敢直呼九王妃的名讳。养女，这些人为什么非要强调这个身份？九皇婶儿，您继续吩咐。你去和大厨讲，这里需要添置冰凉可口酸梅汤、关西煮、烤肉串。小的这就去通知大厨，请九王妃和七公主稍安勿躁。妹妹，你是忘了爹爹的交代了吗？这是牡丹宴，不是沈家能够让你随意撒野的地方。二姐姐，你就听大姐姐一句劝吧，我们也是为了你好啊。你们……萧映云很生气，沈家这两个什么东西，竟然完全不把九皇婶放在眼里啊！本宫今日可要好好惩罚一下他们。七公主，让我自己来。你们两个起来吧。七公主，您不要生气，我这妹妹刚从乡下回来没几日，没有学过规矩。若是哪里冒犯了你，我在这里替她向您赔罪。秋月姐姐，真的愿意为我给七公主赔罪吗？当然，虽然您从小长在乡下，不懂什么礼数，可您还是我的亲妹妹啊。那就把这一盘牡丹酥都吃下去吧。怎么了？你不是说愿意赔罪吗？七公主说的牡丹酥好吃，我说不好吃。如今你替我赔罪，如是都吃了，那就是好吃了。原来沈家庶女所谓的姊妹情深，所谓的赔罪，就是说说而已。好，我吃。沈秋月没办法，接过了盘子，小口小口地吃起来。秋月姐姐，你可要快点吃啊，若不然就是不好吃啊。过了1刻钟时间，那一碟子的牡丹酥终于被吃完了。怎么样，好吃吗？好吃，难吃死了，简直要把人给甜腻死掉。二姐姐，大姐姐已经替你赔罪了，你就听话，不要去找厨师弄什么小吃了。这里的厨子听说曾经伺候过天涯神医，就连七公主也做不到让对方单独做东西吃的。人群中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了。村姑这么嚣张啊，这才刚刚被皇上赐婚，还没嫁入九王府，以为自己是谁呀？天涯神医的厨子呀，那地位比御厨都要高的。哎呀，小声点儿，毕竟是村姑，以为这里是小山村，可以随便撒野呢。既然大家如此怀疑，那就拭目以待吧。
小吃的单子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二姐姐，你现在叫那小厮还是可以挽回的呀。听闻天涯神医脾气很差，若是惹到了他老人家，不仅会有杀身之祸，甚至还会连累家族，遭受诛九族呢。你是怕我连累沈家，把你也处死吗？你还是多虑了，不仅你就是个养女，诛九族也轮不到你。九王妃，您这话未免也太过分了些。沈向雪也是为了你好，担心你因为吃小吃惹到了天涯神医。你不领情也就算了，总是嘲讽沈向雪算什么事儿啊？沈向雪的好姐妹永安侯府的嫡女李如意站了出来。如意，不要这样讲，我二姐姐只是心直口快而已。雪儿，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被人欺负。她自己走失，沈家长辈带你回来，你根本就没错。既然众位都不相信，那不如打个赌如何？七公主，您不要信了这村姑的话，她根本什么都不懂。放肆！李如意对九王妃大不敬，来人，掌嘴！一直保护她的暗卫立即出现在她面前，啪啪啪，3个响亮的耳光声响起，李如意被打得嘴角流血，耳朵嗡嗡作响。小贱人，都是你害的我，这笔账本姑娘记住了，你给我等着。明明是你自己送脸过来让人打，竟然还怪起我来了。你们2个，还有你们，可都愿意赌一把？二姐姐，你想要赌什么？咱们沈家虽然不是很有银子，但是昨日九王爷刚给你下了聘礼，全都在你的院子里。沈向雪，你是脑子不够用吗？回头我让天涯神医给你送点治疗脑子的药丸。昨日九王爷下聘礼亲自交代过，聘礼多是御赐之物，除了本王妃以外之人动了，会诛九族的。你不是沈家人，想要打那聘礼的心思可以理解，毕竟砍脑袋也不会砍了你的脑袋。只是沈家养你10几年，你这是想要恩将仇报吗？小样的，沈家人你没办法搞定，这会儿与这些人告状呢，谁给你的脸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了，既然各位都愿意打赌，那就来吧。若是本王妃能够使得动天涯神医身边的厨子，各位自打10个耳光，跪地给我道歉就成。相反，若是我达不到，本王妃也如此，可行？打赌嘛，总要付出代价的，毕竟我现在这么有钱，总不至于下赌注。九王妃爽快，好，我等愿意接受这个赌注。我也愿意。为了让我退婚，这姐妹俩也是拼了。好了，那就等着吧。那一边的南滨区也听到了那边女兵的动静。这个九王妃当真是有趣啊，竟然敢使唤天涯神医的厨子。可惜了九王爷那样风光霁月的人呐，竟然求娶这样的女子为妻啊！听说只是因为小王爷喜欢那女子，所以才会求皇上赐婚的。哎，这样才对嘛！日后小王爷长大，有了喜欢的女子，那村姑就得被休掉。村姑怎么能配得上神龙嘛？来了！九王妃恕罪，刚刚大厨特地做了一份棉花糖，所以来迟了。你们大厨有心了，把东西呈上来吧。这些东西都是天涯神医的大厨送来给九王妃的。沈秋月不由得开口问道：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沈云珠串通了这里的厨子故意的。你们不懂就不要瞎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方大厨亲手为九王妃做的。沈云珠难道真的认识天涯阁的人？狗奴才是要说谎，一定是沈云珠给了你好处，让你这样讲的。沈秋月才不相信，沈云珠一定花钱买通了这里的小厮，他那么有银子，花点钱也不算什么的。
你是什么人，敢叫我狗奴才？我告诉你，我可是方大厨的关门弟子，我们方大厨还是皇上亲自册封的神厨，你是什么东西啊？我不相信，方大厨一定是搞错了。沈云珠从小长在乡下，这才回来没几时，怎么就认得方大厨了？小钉子，去把方大厨请出来吧，本宫重重有赏。是，七公主。东西已经到了，一会儿证实了我的身份，你们可不要忘了赌约。方大厨来了。众人看向长廊尽头，果然见到个衣冠楚楚的美男子。他一身白衣，打着折扇，款款走来。方如海参见九王妃。起来吧，方大厨，你这东西做得不错，但是这些人怀疑我花钱买通你来做样子。谁怀疑我？我好歹是这圣齐国皇帝亲自册封的神厨，当初皇上以黄金1000万两想要请我去做御厨，我都没有答应。一群无知小儿，我和九王妃早在多年前就认识，我这手好厨艺多是从九王妃手上学来。九王妃是我的师傅，你们竟然对我师傅不敬，那就是对天涯阁不敬，都该受罚。方如海真的怒了，这帮眼皮子浅的东西，竟然嘲讽我师傅！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愿赌服输，还不赶紧自扇耳光！我不要，你们一定是串通好的。沈云珠，你当真要让我们也给你下跪吗？沈秋月恶狠狠地盯着沈云珠。小贱人，我可是你姐姐，说是你让我下跪，回头我就去和祖母告状。啪的一声，他才话音刚落，就被打了一巴掌。放肆！谁给你的胆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直呼九王妃的名讳？二姐姐，我错了，我不该不相信你的话，我愿赌服输。沈向雪当即跪在了地上，磕头道歉，又是自扇耳光。沈秋月那都懵了。你个小妖精，我才发现你还会见风使舵这一招呢。不过他也没敢继续作妖了，乖乖自己打了自己10个耳光，磕了头。全场只有李如意还在死撑着。沈云珠也看向了李如意，轻飘飘说：永安侯府的嫡女是要自己动手，我不着急，慢慢来。你不要太过分，我是不会相信你们的话的。然而啪啪啪的几下，他的话音刚落，自己就不受控制的开始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九王妃，我错了，我愿赌服输。都起来吧，日后谁想要打赌，随时可以找我。在这方面，我也算是个平平无奇小天才。来人，小钉子有功，赏赐白银1000两；方大厨厨艺惊人，赏赐黄金100两。多谢七公主。谢过七公主。九皇婶，咱们去那边看看吧，那里有才艺展示。好啊。沈云珠也不怕。众人看到七公主和沈云珠过来，全都过来行礼。起来吧。萧映云摆手，众人平身。七公主，您身边这位仙女是？本宫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九王妃，沈将军府嫡女沈云珠。永安侯府嫡长子李风云，见过九王妃。免礼。九王妃可是过来比试弹琴，听闻九王妃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不如让我等开开眼界。你们想要开什么眼界？本宫给你开。不必，本王妃既然来了这牡丹宴，自然是准备了才艺的。萧映云瞬间眼睛都放光了。九皇婶还有后招？真的是太好了，我就知道九皇说的眼光不会错。九皇婶这样的仙女绝对是天纵奇才。九王妃果然有魄力，那么您能弹奏一曲乐逍遥吗？乐逍遥可是江湖上逍遥仙女的曲子，听闻只有沈家3小姐和皇宫里的3公主演奏的好。
正所谓人不可貌相呢，九王妃乃是奇女子，定然也能弹奏得好。各位不要这样讲我妹妹，她从小在……不如你来弹奏。什么？沈秋月微微一愣。弹奏什么？这种乐逍遥可不是我的强项。你会什么？本王妃在乡下生活，你们常年生活在京都，必定是才艺很多。来，给本王妃展示一下。这家伙是想要学习我们的才艺，然后显摆呢？那怎么能行？今日要的就是你出糗，怎么都不会让你得意。九王妃见笑了，姐姐我弹不来乐逍遥，诗词歌赋也都不怎么精通，毕竟咱们爹爹是武将，骑马射箭倒是可以。二姐姐，您是九王妃，自然您先来，妹妹带你演奏完再献丑不迟。不就是个乐逍遥吗？那是我从前丢掉废弃的稿子，看看被你们捧上了天。既然如此，本王妃就给你们开开眼界。我那老朋友还没来，估计是在等我的曲子，算作是请他出来的礼物吧。九皇婶，你用我的琴。来人，去把本宫的梧桐琴拿来。多谢。小贱人，装的像是很会弹琴，似乎有2把刷子，然而是不是高手也是贬值。村姑生得真美，萧策的眼光可以，不过你的身份根本配不上她，不如给我做个小妾。沈云珠心中冷笑，永安侯府没有好东西了呀。前世里就是这个李风云想要霸占原主，让杨银得了英雄救美的便宜，今生又来，那我可不客气了。沈云珠开始弹奏乐逍遥，第一声琴响，众人急忙捂住了耳朵。这人会不会弹琴呢？有人小声嘀咕，沈云珠笑笑，调试一下而已，各位别急。话落，才开始正式弹奏。这首曲子正是沈云珠自己所作，当时小团子才2岁，竟然学会了医术，他一个高兴就做了这首曲子。现在弹奏起来，听到琴声想到了儿子，慢慢又想到了萧泽玉。那个小家伙也很可爱，而且和小团子同龄。沈云珠越是弹奏越是高兴，手下的曲子被他弹奏得随意，且又让人身临其境。很快，一曲结束，一切归于寂静。你跟谁学的？沈秋月颤抖声音指着沈云珠：“你不是一直生活在乡下吗？怎么会这么厉害呢？”我就和一个路过的老婆婆学的呀，她还教我做菜。我这人生性愚钝，随意学了几下，收了方如海，有什么问题吗？沈云珠一脸的云淡风轻。你们这是觉得不过瘾吗？那本王妃再让你们开开眼界。沈云珠又来了兴致，当即又弹了一曲。曲子不长，很快弹奏完。是谁弹奏的仙魔曲？萧策的声音响起，刚刚还在震惊中的众人，此刻全都看向不远处坐在轮椅上不断靠近的萧策。臣女拜见九王爷。拜见九王爷。是你弹奏的仙魔曲？九王爷，还请您不要责怪我姐姐，她也是为了给大家开开眼界。九王爷，我这二妹妹就是随意弹奏，曲子也都是我们沈家的曲谱。这是仙魔曲，小时候跟着一个老婆婆学来的东西，名字我还真不知道。沈家的曲子，沈秋月倒是真敢瞎编。既然如此，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继续编下去。你们沈家的曲谱？回九王爷，是的，反正也没人真的见过这首曲子的曲谱，就当做是我们沈家的又如何？撒谎不打草稿，大姐姐可是好记性啊！
敢问沈家的曲谱从何处得来？撒谎，并且对着九王爷撒谎，这可是你自己不给你自己留活路。你懂什么？沈家的东西岂是你一个刚回来的女儿知晓的？说的也是。那么你刚才一听就知道这曲子是沈家的曲谱，那么一定是从前听过了。没错，就算是我没听过，你能把我怎么样？既然是沈家的曲谱，那么只有沈家人能够弹奏。那么你又是听谁弹奏出来的？九王爷似乎很喜欢这首曲子，不妨你说出来，命那人给九王爷弹奏一曲。沈云珠话落，沈秋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弹奏？我就是胡乱瞎说的，怎么会有人弹奏呢？我刚才也就是为了吸引九王爷的注意而已啊。这个沈秋月竟然敢对本王撒谎，放肆！大胆沈秋月竟然敢撒谎！来人，拖下去，杖打100大板！九王爷饶命啊！小女真的没有撒谎，撒谎的是沈云珠。沈秋月吓得半死，当即跪下来给九王爷磕头认错。大姐姐如是没撒谎，九王爷，那就让人去沈家交出曲谱吧。若是拿不出，倒是可以砍了这厮的脑袋。沈云珠笑笑，重新弹起乐逍遥。这一词弹奏起来，声音飘渺，让人心情舒畅。王妃说的是，来人，去沈家。不要啊，九王爷，臣女知错了，臣女刚刚就是胡说八道的，沈家根本就没有那等曲谱啊。大姐姐，那你为何胡说八道？也都说出来吧，让我们都学学。小贱人，还不都是因为你这个小贱人？若是回九王妃的话，臣女就是嫉妒你。你一个村姑，凭什么一回来就成了九王妃？就凭什么会弹那么多的曲子？我们京都贵女们都比你抢了风头。胆大包天！沈将军就是如此教导女儿的。来人，把这个毒妇拖下去，杖打100大板。日后若是有人仍敢如此嫉妒憎恨九王妃，犹如此女。萧策勃然大怒，我选中的王妃竟然被一个庶女嫉妒憎恨。九王爷，臣女知错了，请您饶了臣女吧。沈秋月不断的哭嚎求饶，却还是被拖了下去。仙女姐姐，你刚才弹奏的曲子好好听啊，我能学吗？当然可以，不就是一首曲子吗？你还想什么？小玉，快把爹爹愿望说出来。冰冰有你。仙女姐姐，我还想吃那个关西煮酸梅汤，最好还有棉花糖。好啊，没问题。好哎。好了，本王妃的才艺已经表演过了，下面各位开始表演吧。刚才人家都说三妹妹弹奏乐逍遥很是厉害，不如让我们开开眼界。刚刚给你们两个美出鼻涕泡来了，如何让着你们都不肯去演奏？你们都怕我们偷了你们的才艺，如今怎么样？自己打脸，疼不疼啊？怎么了？沈家三小姐弹奏乐逍遥不是京都一绝吗？赶紧啊！沈云珠激将他。好。沈向雪没办法，硬着头皮去演奏。等一下，这是本宫的琴，你用那边的。沈向雪脚步一顿，只好转身去往另一边的普通琴。沈向雪弄折了琴弦，赶紧赔礼道歉。九王爷，九王妃恕罪，臣女琴艺不佳。若是没有村姑，我就是最厉害的那个。村姑，你为什么要回来？沈云珠笑笑，不佳是真的，你也不至于哭的脸都化脓了吧？什么？怎么回事？我的脸怎么了？他整个人惊慌失措，倒在地上。仙女姐姐，她是哪里来的丑嬷嬷呀？好恶心啊！丑嬷嬷！沈向雪立即看向了萧泽玉，
这一看不要紧，就看到了那日卖给自己驻颜霜的小家伙啊！是你卖给我的驻颜霜，沈云珠，你好狠毒的心思，竟然敢对我的脸下毒手！我是你的亲妹妹啊！丑嬷嬷，你脑子有病就去看大夫呀！我什么时候见过你？什么驻颜霜？那东西多少钱？你说呀！在这里乱叫什么？我的仙女姐姐欺负你，那是脏了她的手呢。来人，赶紧把人送回将军府。臣女告退。宴会继续。不如去那边射箭吧，琴棋书画太没意思。李如意提议道，一会儿趁人不备把沈云珠干倒，最后假装是自家大哥救了他。想要对我用毒，然后给那个龌龊的李风云？来吧，我看永安侯的好日子也算是到头了。好啊，走吧。总有刁民想要欺负我的仙女姐姐，这帮人都该用驻颜霜。哼！九王妃，您用我的弓箭吧，七公主肯定带着东西不方便。仙女姐姐，我给你检查一下。不等沈云珠讲话，萧泽玉抢过了弓箭。李如意一下子就愣住了。小王爷，您还是不要动这些，会伤到您的。你是在瞧不起本王吗？本王自有跟随父王学习射箭，剑术高超呢。小王爷饶命啊！臣女没有那个意思，臣女就是担忧小王爷。小兔崽子，竟然敢用弓箭对着我！本来我还好心想要偷偷给你解药，现在看来，你也跟着沈云珠去死吧！沈云珠眉头微皱，这个不要命的女人竟然对小玉下手，找死！仙女姐姐，弓箭没问题，你用吧。小玉真是厉害，这把弓都能拉满。来，赏你吃糖丸。谢谢仙女姐姐。这种雕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比试开始吧，大家先来，本王妃学习学习。村姑还想学习射箭，我看她是看看怎么拉弓才对。你以为这玩意儿和弹琴一样好学吗？天真。沈云珠把这些心声都听进耳朵里，但是角落里的杨银却是盯着沈云珠出了神。刚刚沈云珠弹奏的曲子听得他如痴如醉。难怪算命先生说这女人是我的贵人，听他刚才一番话我就知道沈云珠绝对是个奇女子。沈云珠靠在椅背上，忽然觉得有目光落在自己身上，他扭头看过去，就看到了杨银。渣男竟然有胆子看我，而且那眼神掩饰不住的算计。上辈子你让原主那般痛苦，我是不会放过你的。但若是你敢算计什么，我会让你万劫不复，下地狱。九王妃，大家都完成了，该您了。沈云珠微微点头。好。他扭头看萧泽玉，小家伙已经昏昏入睡，看来是药丸起到了效果。小云，你看好小玉。好，九皇婶，我相信你一定是第1名。当然，夸你几句你还喘上了，给你能的。村姑让你得意，一会儿让我大哥好好伺候你。沈云珠忍着恶心，拉弓射箭，嗖，一道破空之声响起，第一支箭射中红心。怎么回事？村姑竟然会玩这一招！萧映云看后大喜，九皇婶果然厉害。你们过来，把这个场面给本宫画下来，本宫要回去禀告皇祖母。嗖，再一次破空之声响起，沈云珠又中红心，接下来的5支箭全都中了红心。至此，射箭比试才算是完成。各位，不知我这技术可还行？可还行？李风云、李如意兄妹俩都看傻眼了。九皇婶，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好崇拜你啊！九王妃果然好剑法，我等佩服。九王妃真是神箭手，日后我等可以去府上学习吗？学习这事儿我暂时没空，不过很快书阁会有卖教程，大家若是真想学，可以去买回家参考，我亲自写的哦。想要白学习不花钱，那怎么能行？好，我愿意。哎呀，太好了，我也愿意买。李如意压下心中的恨意，端着一杯茶，亲手送到沈玉珠面前。九王妃，喝茶。沈云珠好像没发现，接了过来。接过茶杯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李如意的小手。来，大家也都累了，喝茶。这么好的东西，沈云珠可不会自己独自享受，要懂得分享。九王妃乏了，那边的院子里有客房，臣女扶着您过去休息吧。小英啊，你们先在这儿待一会儿，我很快回来。萧应云接收到沈云珠的眼神，明白了。好，九皇婶，你去休息吧。杨银靠在一边的亭子栏杆上，看着远去的沈云珠，想要跟着过去看看。你干什么去？我妹妹和九王妃在一处，不劳你费心。来人，护驾！护驾！很快有锦衣卫冲了进来，保住七公主和萧泽玉。这些人好像都中了毒，去把李国士叫来，让他来查查谁给本宫和小少爷下毒。快去！因为这边的动静很大，萧策很快赶过来。九皇叔，你总算来了呀！九皇婶被李如意和李风云兄妹俩带走了，生死未卜啊！萧应云见到了萧策，当即开始哭诉。萧策原本冷若冰霜的脸瞬间就带上了暴雪。小的，带上人，跟我走。萧策立即推动轮椅，向着不远处的院子走去。小村姑，你跟着那个九王爷那个残废根本没前途，他不行的，不如你跟了我，我一定会疼你的。就凭你？沈云珠一脚踢出去，李风云根本没防备。你个王八羔子，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唬人那就是犯了死罪。老天爷开眼，让本王妃给你点教训，让你尝尝什么叫做背疼。沈云珠冲过去，从自己的空间里拿出一根棍子，一顿神揍。你个村姑，贱人！你竟然敢打我！我是永安侯府的嫡长子，我是九王爷萧策的未婚妻，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沈云珠才不怕，区区一个侯府的嫡子也敢和本王妃比，给你能的，你咋不上天呢？上天？哼！想到这里，沈云珠高兴了，收起了棍子，伸出自己的小脚脚，嗖的破空之声响起。救命啊！惨叫声响起，只见一个男子竟然腾空而起，向着半空中飞去。怎么，你也想上天啊？不要，我不要！你个村姑贱人，你敢伤了我！你上天你还不配，下河还可以。沈云珠一脚踢出去，李如意向着不远处的池塘飞了过去。救命啊！救命啊！想要陷害我，给我下毒，让我和那个猪头苟且，亏你想得出来。当然了，你这种猪脑子完全没进化好的脑子，想出这种办法也是难为你，所以本王妃要给你点奖赏。沈云珠转身就走，扑通，在他前脚刚走不久，天上掉下来个男子，落入池塘之中。李如意见到了男人，如同饿狼扑食，冲向他。李如意，你给我清醒点！李如意！李风云随后捡起一根棍子，
用力打在了李如意的头上。李如意立即头破血流，沈云珠施施然走向了亭子里，那里的人已经悠悠转醒。小村姑，你跟着那个九王爷那个残废根本没前途，他不行的，不如你跟了我，我一定会疼你的。就凭你？沈云珠一脚踢出去，李风云根本没防备。你个王八羔子，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唬人那就是犯了死罪。老天爷开眼，让本王妃给你点教训，让你尝尝什么叫做背疼。沈云珠冲过去，从自己的空间里拿出一根棍子，一顿神揍。你个村姑，贱人，你竟然敢打我！我是永安侯府的嫡长子，我是九王爷萧策的未婚妻，你算个什么东西啊？沈云珠才不怕，区区一个侯府的嫡子也敢和本王妃比，给你能的，你咋不上天呢？上天？哼！想到这里，沈云珠高兴了，收起了棍子，伸出自己的小脚脚，嗖的破空之声响起。救命啊！惨叫声响起，只见一个男子竟然腾空而起，向着半空中飞去。怎么，你也想上天啊？不要，我不要！你个村姑贱人，你敢伤了我！你上天你还不配，下河还可以。沈云珠一脚踢出去，李如意向着不远处的池塘飞了过去。救命啊！救命啊！想要陷害我，给我下毒，让我和那个猪头苟且，亏你想得出来。当然了，你这种猪脑子完全没进化好的脑子，想出这种办法也是难为你，所以本王妃要给你点奖赏。沈云珠转身就走，扑通，在他前脚刚走不久，天上掉下来个男子，落入池塘之中。李如意见到了男人，如同饿狼扑食，冲向他。李如意，你给我轻轻点！李如意！李风云随后捡起一根棍子，用力打在了李如意的头上。李如意立即头破血流，沈云珠施施然走向了亭子里，那里的人已经悠悠转醒。九王妃，您没事吧？九王妃，刚刚有人给咱们下毒了。就是李家那兄妹俩，一定是他们。我看到李如意手上有个纸包。你们真的看见了？没错，我们看到了。那还等什么？你们去永安侯府，本宫去禀明了皇上。二姐姐，不可！你和谁讲不可？谋害皇族中人，这是你说不可就不可的。二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滚回家去。萧策带着人一路赶往那院子，就看到李风云和李如意浑身都是水，从池塘里出来。小大，你上个月练的清拳法可以试试看了。萧大一下子就明白了。是王爷。九王爷，沈云珠那个村姑勾引我，我宁死不从，他就打我，还请您为草民作证啊！沈云珠，本王的爱妃，也是你能随意叫出名字的。小大，留下一口气即可，让永安侯府的嫡长子了解一下本王的规矩。萧策刚才都看到了，就是这个狗杂种意图侵犯他的王妃，现在竟然被他倒打一耙。好的，王爷。萧大抡起了拳头，打的那叫一个爽快。这里交给李国士，严加审问，不得有误。是，王爷。萧三留下来，萧大跟着萧策离开。九王爷，九王妃和七公主现在已经进了皇宫，去禀明了皇上。去见皇兄，那个昏君。走，进宫。王爷可是担心王妃？本王才不担心她，本王是在担心小玉。
他醒了见不到我，一定会哭闹的。快走！口是心非的王爷呀，平时多说一个字都跟要钱似的，这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而且还搞什么担心小王爷会哭闹。王爷是忘记了吗？小王爷见不到仙女姐姐才会哭闹，你那个儿子呀，如今啊都成了九王妃的儿子了。那边，九皇婶，小月没事吧？她都睡了一路了。放心，她就是睡着了，没事儿，一会儿就能醒了。那她是个福大命大的，当年被送过来的时候像个毛猴子，御医都说凶多吉少，没想到后来越来越好。萧应云看着萧泽玉的小脸，感叹地说道：当年为了小玉，九皇叔差点将整个皇宫的御医都杀掉，若不是父皇心疼九皇叔，皇祖母也很喜欢小玉，九皇叔都要被百官弹劾掉呢。小玉日后会平安喜乐，长命百岁，就像是我的儿子那样，长长久久，快快乐乐地活下去。沈家，沈向雪才进门就惊慌失措地大喊：爹爹，祖母，大事不好了！沈向雪，你胡咧咧什么？老爷和老夫人好着呢。母亲，真的是大事不妙啊！永安侯府有难啊！永安侯府的事情用得着咱们将军府管吗？我看到是你费尽心机害了我的宝贝女儿。母亲，不是我啊，大姐姐和二姐姐之间的事情我都不敢插话的，求求你让我去见爹爹，这事儿真的会影响到沈家的，求求你！声泪俱下，甚至给秦燕下跪。秦燕才不相信沈向雪的话，几个巴掌呼了过去。哼，你这个贱人，根本就是你干的好事，还敢推卸给九王妃？就凭你一个养女，你也配？你敢演，我也能。九王妃再怎么样，那也是给我们沈家撑门面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连个皇子都嫁不到，吃我们沈家的，喝我们沈家的，却不知道回报的蠢东西。我不，没有啊，母亲，我真的没有。青天白日的，还嫌沈家不够丢人吗？你们闹什么？父亲，永安侯府有难，二姐姐和七公主进宫，要面见皇上。你说什么？那个贱人竟然敢动永安侯府！来人，准备马车进宫。永安侯府不能出事啊！若是那个帮手倒了，我处心积虑多年，岂不是白白谋划？爹爹，我和您一同前往，也能做个证人。你去做什么证？你这副样子，是想要给沈家丢脸吗？听你母亲的。沈云珠和七公主到了皇宫门口，萧泽玉果然醒了。仙女姐姐，你没事啊？真好。是啊，小玉也没事儿，真好。仙女姐姐，咱们怎么来皇宫了呀？爹爹最不喜欢这里了，我也不喜欢，尤其是不喜欢那些小公主，讨厌得很。小玉，一会儿要乖乖听话，不要乱说话，知道吗？我才不怕呢，我有仙女姐姐。好吧，小玉的眼光果然和九皇叔如出一辙。爹爹来了。爹爹，你怎么才来呀？你媳妇儿还没过门，差点就让人给抢走了。萧策才下了马车，萧泽玉就不满意地喊了起来。小家伙气呼呼的，甚至还带着凶巴巴的样子。爹爹，我和你讲，一会儿进皇宫里见到了皇伯伯还有皇祖母，你一定要好好收拾那个永安侯府的两个家伙。小月，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当然，那个弓箭上有问题，我没有检查出来，但是我回来就头晕、恶心、想吐，这就是中毒了呀！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皇祖母。沈云珠愣住了，果然是皇家的后人，这么小就知道这么多，这是要经历多少事情才会如此警惕？小玉放心，
仙女姐姐保护你，那2个家伙都跑不掉。看来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没过门的九王妃对着皇宫一点都不怕。爹爹，你快点跟上啊！好，真是羡慕他们呢。很快，一行人来到了圣德殿上。他们过来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里面等着了。黄伯伯，小玉好想念您呐。哎，小玉啊，黄伯伯也很想你啊，就是你那爹爹根本不让黄伯伯去见你呢。黄伯伯，我爹爹也是没有办法呀。沈云珠见萧泽玉的小模样，抿了抿唇。戏精上线了。为何没办法呢？黄伯伯，您不知道呀，我爹爹要娶我的仙女姐姐过门，很多事情要忙啊。但是就这么忙了，还有人想要小玉的命，小玉好怕怕呀。永安侯，朕的侄儿岂会撒谎？你现在还有何辩解之言？永安侯跪在地上，老泪纵横，声音嘶哑。哎呀，皇上，臣冤枉呀！犬子和小女已经受了重伤，都是被沈将军之女所赐啊！你胡说八道，我娘亲根本什么都没做，反而被你的女儿下了毒。什么？小玉，你说下毒？这是怎么回事啊？瞧着吧，小戏精肯定会演得更好的。果然，萧泽玉哭哭啼啼，将当时的事情添油加醋全都讲了一遍。皇上萧乾听完，当时脸色大变。沈云珠，当时的事情真是如此？回皇上，小王爷不会撒谎，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而且李如意趁着臣女不舒服之际，竟然和李家少爷跳入池塘，似乎要行那苟且之事。放肆！你个村姑，凭什么这般诬陷永安侯府的嫡子嫡女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老东西，上辈子你也是这么骂原主的，可惜那个软柿子差点被吓破了胆子。如今你骂的是我，不是软柿子，胆子破掉的可就要是你了。老东西，谁给你的畜生胆子？本王即将迎娶进门的九王妃，也是你个乱臣贼子胆敢辱骂之人，你个老匹夫！爱妃莫怕，老东西全家都不是正常人，这等龌龊事，不知做了多少回了。沈云珠看着自己的手，又看看面前的男人。不说好了只是合作吗？你牵我手做什么？谁怕了？我才没有。哇，爹爹好厉害啊！爹爹真棒！玉儿，莫要声张，低调。萧泽玉非常配合，两只小手捂住了自己的小嘴巴，小声讲：“是爹爹。”果然有个戏精老爹，就会有戏精儿子。我这个弟弟这次娶媳妇儿是来真的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然出手了。如此看来，沈家嫡女有两下子呀。沈云珠，朕再问你一遍，你说的可都是事实？回皇上，臣女所言句句属实。若是众位大臣不信，可以将李如意和李风云叫上来，当面对质。不可呀，皇上，臣的一双儿女都被这九王妃给打个半死不活呀！永安侯，到底是我打的，还是他们两个自己打的？你可问清楚了。当然，不如带过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好好讲讲。皇上在此，就算我是还没过门的九王妃，也不会偏袒我。不怕你们来，就怕你们不来。村姑搞什么？他为什么就不怕呢？皇帝，你觉得如何？就听他的吧，他说怎么办，
那就怎么办？沈云珠微微一愣，扭头和男人对视。这句话说的怪温柔的，难道是在关心我？来人，去把永安侯府李如意、李风云带上来。皇上，臣来晚了呀。这个时候，沈祥成来了。皇上，今日在牡丹宴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臣那个不孝女所为呀，都是臣没能养好这个女儿。她从乡下回来，没什么教养，更是不懂礼数，冲撞了永安侯的少爷小姐。臣绝对不会姑息这个女儿的，一切都按照律法来办呢。沈云竹总是给我闯祸，这次竟然害到永安侯头上来了，小贱人！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等村姑就该早死早超生，别来祸害我。他说完，整个大殿之上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向他。这种人也能坐上大将军的位子，是非不分，遇到事情就往自己亲生女儿头上扣帽子，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不过今日注定是要让你失望了。老匹夫，本王看中的人，今日成了你嘴里的村姑，你个王八羔子！沈爱卿，这件事你已经查明白了。皇上，臣的三女儿当时在场，发生的一切他都可以作证，一切都是沈云珠搞的鬼。沈将军，我看您老眼昏花，脑子也不怎么灵光了，应该早点从大将军的位子上退下来，还给年轻人去做。你这个逆女，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自己做错的事情还敢胡言乱语，快不跪下！我没有做错事，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若不是沈大将军老糊涂，听信谣言，那就是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明察秋毫。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就给人治罪，可想而知，从前有多少将士含冤死在沈大将军的一声令下。沈将军的确是年迈无能，自己的亲生女儿被人冤枉欺负，他还要再补一刀。不知道沈将军为何如此偏袒永安侯？该不会你们二人是那多年的老友吗？九王爷，您这是在诬陷臣呢！本王诬陷你，你就知道否认；永安侯诬陷本王的王妃，他就不可以否认。怎么着？普天之下，你一个老东西都能有反抗的权利，本王的王妃就不能？而且这件事情，本王的儿子也是受害者，事情还没定论呢，你就已经下了判断，你可真是明察秋毫啊！皇上，人带来了。老太监带着2个猪头脸进来了。皇上，臣的一双儿女真的是被九王妃打成了这样啊！尤其是我这大儿子，竟然被九王妃一脚踢到了天上去啊！还有我这个女儿也是被九王妃踹飞出去，倒在了一片废墟之中。永安侯，你这样讲，莫非是亲眼见到了？虽然我很高调，但是你没有证据，我才不会承认呢。永安侯一噎，这个村姑实在是太嚣张，当着皇上的面竟然不承认。沈云珠，你这是什么态度？沈香成，这是你和本王的爱妃该有的态度吗？臣不敢。我这个不可一世的弟弟终于有了心上人，也就是有了软肋，这样才好办呐。生起锅有救了，就算是我现在就驾崩，也不怕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被人夺走。好了，沈云珠，永安侯说的话可都是事实啊。回皇上的话，永安侯所言都是假的，臣女肩不能提，手不能扛，
从前在村里都被人骂是只知道吃饭的饭桶，怎么会有那么大力气打人呢？若是永安侯不相信，可以问问李小姐和李公子。肩不能提，手不能扛，说错了吧？就算是说对了，那也不是你这样的人呢。那一脚踹飞出去的人，萧策可是亲眼所见。听着自己女人的话，萧策嘴角抽了抽。不愧是本王的合作伙伴。仙女姐姐真的是好可怜啊，为了不被人发现她的神力，还要被人骂是饭桶。日后我一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仙女姐姐。九王妃，这就是臣的女儿和儿子所言，您为何还要狡辩呢？永安侯都要气炸肺了。李小姐和李公子，那你们再说一遍，当时你们怎么受了伤？为何要给我下毒？大殿之上这么多人，皇上、七公主、九王爷都在此。若是我有错，我一定会承认，并且接受惩罚。别怕，都讲出来。何必如此？这不是在给自己挖坑？九王爷，臣女不想被人冤枉，更不想给您丢脸，也不想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家，因为冤枉被自己亲爹给打死呀。你这个逆女，到底有没有脑子？还想来坑害老夫？好，李家公子和小姐一会儿说出来，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好，如意、凤儿，你们都讲出来，别怕，九王妃若是有错，一定会承认的。小村姑，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这个兄弟媳妇儿到底在搞什么？难道他都不懂吗？若是事情真的是你做的，朕也保不住你呀。回皇上，当时臣女就是厌烦沈云珠这张脸，她明明就是个村姑，却能够弹奏仙魔曲，打赌让我输了，又是磕头又是自扇耳光。我堂堂永安侯府嫡女，凭什么输给一个村姑？我就在弓箭上下了那种药，没想到竟然被小王爷抢了弓箭。没错，大哥喜欢美女，村姑有一张脸而已，这种人只配给我大哥做个妾，我就要成全了大哥啊！没想到他竟然没中毒，我不能让他逃走，就伪装被他打了。我恨他就是想让他死。永安侯，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实话？讲啊，你女儿可都招供了。如意，你说的什么呀？这都是谁教你的呀？李如意自己都是懵的，她当然也不想说，可是她控制不住啊。永安侯若是还不信，那就让李公子也来讲一讲。风云，你讲，你现在就讲。对呀，李风云，你讲啊！我一个村姑只是脸长得好看点而已，没什么本事的。讲。王八羔子，有胆子对我有那样龌龊的想法，今日就让你好好爽歪歪。李风云摇头晃脑，他不想讲，真的不。大哥，你不要讲，妖女。滚！李风云并没有让他说完，一把将人推开。没错，我就是看上那个村姑了，区区一介村姑而已，就算是弹琴弹得再好，还会射箭再好，那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将来我会继承爵位，成为永安侯，还会成为一国之相。这种人给我做个小妾，都是我看得起他。只是当时我没想到，我妹妹打了自己，我以为这女人打了我妹妹。我也喜欢如意，我们也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没想到九王爷就来了，把我给打了。但是我不怕，九王爷也就是个残废，根本不能人道，就算是他娶了媳妇儿，也生不出孩子来。我就……李风云讲了一大堆，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甚至将永安侯未来的打算、狼子野心也都讲了。圣德殿上一片死寂。
沈云珠看着地上的几个人，眉头微挑。原来永安侯那个老东西还有这种想法，看来原主从前也对事态不明白呢。还有萧策，就是这样被世人瞧不起。萧策脸色铁青，他握着沈云珠的手，不由得用上了力道。竟然敢对我的女人有肮脏的想法，还敢来嘲讽我，胆子不小啊，应该奖赏。永安侯，好一个未来的丞相，未来天子的岳父，你们李家是不是早就打算好了，想要篡朝夺位啊？臣不敢，臣冤枉呀！皇上，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呀！误会，冤枉，朕才是那个最冤枉的。纵容狼子野心的大臣，这是朕的无能。来人，前往永安侯府，给朕搜。是皇上。完了，铁定是完了呀！没多会儿，老太监带着人和东西回来了。皇上，奴才搜到龙袍3件，仿制玉玺2个，与北境秘密书信往来1匣子，黄金1000万两。长长的一串清单，老太监念了1刻钟都没能念完。萧乾只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气得半死。永安侯，这就是你所言的冤枉。在朕提拔你的同时，你竟然通敌卖国。来人，永安侯意图谋反，诛9族，立即执行。锦衣卫出动，把3人带走。圣德殿上无人再敢讲一个字。沈云珠默不作声。你快松开，不然我不客气了。萧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急忙松开了手。沈家嫡女沈云珠捉拿谋反者有功，重重有赏。沈云珠愣了一下，上次来得太快，我还没反应过来啊！哼！恭喜9王爷，恭喜9王妃！圣齐国能有此9王妃，实乃圣齐国之大福气。臣女谢皇上，家父所言非虚，臣女只是个上不得台面的村姑，皇上过奖了。蠢货，这个时候了，你还提我做什么？你就不知道替我说句好话吗？皇兄，皇帝以为沈将军若不是和永安侯串通一气，若不然，为何有你如此？他不觉为荣，反而为耻。9王爷，臣冤枉啊！臣没有，臣和永安侯都是清白的呀。本王知道了，你没有和永安侯串通一气，那就是你老眼昏花，年迈无能，早就啥也不是了。皇兄，这等人怎么能够统帅3军呢？告老还乡吧。几次3番对我的王妃无礼，这种老东西，我不想留你。告老还乡。沈祥成一惊，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才不到50岁，怎么能够告老还乡呢？日后的黄金之路，难道都要让给别人吗？那不行，我还想着升官发财呢。你的大将军之位本来就不是你赚来的。臣还要为圣齐国继续效力，还请9王爷三思，请圣上三思啊！不能回老家，绝对不能。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大将军之位，可不能便宜了那几个臭小子。沈将军的确年迈了，就连李家那个狗贼都只晓护着自己的亲生女儿，而沈将军你应该不是第一次上来就给自己女儿定罪吧？什么？沈将军暂且休息半年吧，日后若是能够休息好，脑子清醒，再为国效忠也不迟。老东西，就连皇上都看不过去了，
前世的轨迹已经发生了变化。来吧，日后还会有更多变化的。仙女姐姐，我们去见皇祖母吧。萧泽玉拉着沈云珠的手，带着人往后宫跑去了。沈将军和李家老贼交情不浅，他是被诛九族，你一定要去给他坟头上烧些钱，让他在下面保佑你长命百岁。臣不敢，臣冤枉。希望如此。沈香城，你记住了，若是再有下一次让本王的王妃受伤，你可以去地下找李家老贼。九王爷饶命，臣不敢，臣冤枉啊！萧策已经不再管他，去往后宫找沈云珠。那里妖艳贱货那么多，她一个弱女子岂能应付得过来？皇祖母，玉儿来看您了。哎呦，小玉今日这般高兴啊，还换了个新面具，真好看啊。皇祖母，玉儿的面具都是仙女姐姐送的。来人，赏。臣女不敢，只是面具而已，当不起太后的赏赐。本王母后送你的，你就收着。萧策坐着轮椅进来，停在沈云珠身边，牵着她的手。九王爷竟然牵着村姑的手，后宫嫔妃们眼珠子都瞪大了，尤其是云贵妃，她更是气得拧紧了自己的帕子。老九说的对，日后都是一家人，母后送你的，你就收着。太后从来没有赏赐我那么多好东西呢，多谢太后娘娘。你自己长得丑，你妹妹也丑，还敢嫁给萧策，想得美！皇祖母，听说永安侯。这个时候，三公主萧应莲冲了进来，一看到萧策和沈云珠，话说到一半就不说了。见过九皇叔、九皇婶。起来吧。冒冒失失的，下次再如此，日后都不用出宫了。是皇祖母，莲儿知错了。沈云珠，算你狠，一出手就弄死了永安侯府的九族。沈云珠假装什么都听不见，陪着萧策说了一会儿话，这才带着赏赐离开。路上，萧泽玉睡着了，沈云珠抱在怀里，悄悄号脉，惊喜地发现明日就可以施针清理毒素了。今日的事情多谢你。什么？沈云珠专心号脉，没反应过来。这个时候，马车突然一个颠簸，沈云珠向着一侧倒过去，萧策长臂伸出，一把将人捞入怀里。哎呀，登徒子来了！沈云珠就这么猝不及防地落入男人的怀抱。若不是我还抱着萧泽玉，我都能扑倒他。马车很快又能正常行驶，但是车子里的人还处于拥抱模式。小王爷，小玉今日就在我府上过夜吧。好。你答应的倒是干脆，那你松开啊。不说话的沈云珠就这么盯着萧策看。萧策感觉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问：本王知道自己英俊潇洒，京都的女人都喜欢本王的盛世美颜，但是你也不能这么盯着我看吧。松开！你倒是够自恋，脑子里都是粉红泡泡，啥都理解不了了吧？萧策后知后觉一般，急忙松开了。抱歉，本王以为道路崎岖，担心你和玉儿。臣女还不知道京都大马路竟然会道路崎岖，谢谢王爷关心。乔大，外面怎么回事？回王爷，刚才路上有几个石头，奴才眼拙没有看见，请王爷恕罪。王妃，你可听见？萧策看向沈云珠，明明不是我故意的，你可不要误会我了。听见了，多谢王爷帮忙。
从皇宫出来，马车晃晃悠悠回到沈府，天都已经黑透了。沈香城，小玉今夜在本王妃院子里过夜，她尚在熟睡，不知可行。萧策马车也没下来。九王爷，沈府不得安宁。沈香城，本王的命令，什么需要一个养女来回绝？而且你没和他们讲吗？你现在也不是什么大将军。九王爷恕罪，臣女不敢。九王爷所言极是，小王爷想在府上过夜，那是沈府的荣幸。小贱人，让老夫颜面尽毁，这口气，老夫如何能咽得下去？很好，乔大，护送王妃回去，今晚上就在这边守着。若是有不服从者，格杀勿论。多谢九王爷。沈云珠心情终于大好，甜甜道了一声谢，抱着萧泽玉回院子。父亲，二姐姐得罪了永安侯呀，这事情……啪的一声，不等沈笑雪说完，沈祥成反手一个巴掌呼在了他的脸上。眼皮子浅的东西，闭嘴！日后再也没什么永安侯。放心，明日就能好了，日后再也不用带这东西啦。距离京城100里之外，夜色下，一辆破旧的驴车缓慢地行驶。驴车里只有一个小娃娃，大概3岁的样子。小少爷，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呀？赶车的2个车夫声音都是颤抖着的，他们显然很害怕里面的小娃娃。问那么多做什么？慢慢赶车就是，只要你们按照我的吩咐去做，车费少不得你们的。是，我们一定会努力赶车的。今天出门打劫，没看黄历呀。他们2个本来是打劫乞丐、抢夺路人财物的小贼，结果还真的叫他们碰到了。就是这个穿着有些破烂，但是身上带着一个笨重袋子的奶娃娃，偏偏这小娃娃嘴里哼哼唧唧，袋子里都是金子，拿回家给娘亲，娘亲一定会夸我厉害的。小孩子说话还能有假的吗？他们2个笨贼真的相信了小娃娃的话，冲过去就抢走了袋子，结果竟然晕倒了。醒来的时候就在这辆驴车上，浑身难受，像是要死了一般。你们2个好好赶路，明日一早能够进城就可以，进去早了也没饭吃，晓得吧？是，小少爷，小少爷讲的对，我们兄弟俩一定照做。也不知道娘亲做什么呢，有没有想我？一夜过去，沈云珠是被小娃娃叫醒的。仙女姐姐，你是在王府过夜的吗？小玉啊，你仔细看看，这里是你的房间吗？小笨蛋，若是换做我的小团子，肯定早就发现了不对劲儿。不是我的房间，好像是萧大的房间。九王爷，你是觉得奴才的命长了吗？九王妃若是在奴才的房间过夜，你爹爹还不得弄死我呀？不弄死也得把我发配边关去的。你个小家伙，这里不是王府，是我们沈家后宅。哇哦，仙女姐姐，我竟然和你在沈家住的呀！这里真好呀，比我的王府还要好。我以后都要住在这里。仙女姐姐，我想吃小笼包，还有鸡蛋羹，还有……小王爷竟然要住在这里，那岂不是说我日后都要在这儿守夜？青鸾和火凤昨夜里都不知道瞪了我多少回，我不想在这儿了。好。沈云珠穿戴好。青鸾，早饭端进来吧，就按照小玉说的去做。是，二小姐。火凤，进来帮小王爷洗漱。是。不必，我自己来，你们都出去。好。沈云珠带着火凤出去了，
身便将门关好。小大，你回去吧，这里有青鸾火凤，没问题的。多谢九王妃，奴才这就走。哎呀，总算是能够离开那2个女人了，再这么待下去啊，非得被他们用眼睛给瞪死过去。二小姐，你可不要谢谢萧大，他这人死心眼儿，而且很坏。哦，怎么个死心眼儿？沈云珠倒是想听听萧大的故事，火凤却不说了，因为他看见萧泽玉出来了。小王爷，仙女姐姐，我很厉害吧？我可以自己洗漱的，我在王府也是这样做的，你快点夸我呀！没错啊，你真的是很厉害呢。想不到啊，这么小的孩子，而且还是九王府上唯一的小娃娃，竟然也没有娇生惯养。饭后，沈云珠叫过来萧泽玉。小玉啊，你能和我讲实话吗？什么实话呀，仙女姐姐？你现在中了毒，对不对？而且这种毒需要天涯神医才能够给你解。你们父子2人一直没找到天涯神医，但是你的毒已经不能再等了。我说的这些，你能和我讲实话吗？若是讲实话，我现在就给你解毒；若是不讲，我就先把你打晕过去，然后再解毒。仙女姐姐果然是仙女，这些事情都知道了。爹爹真是好福气，竟然有这样的媳妇儿。仙女姐姐，你好厉害呀，这些都知道。我的确中了毒，而且脸上还有化脓，很难看的，所以我才要戴着面具。我不想骗你的，我怕你不喜欢我。小玉真是个好孩子，只要你讲实话，不要撒谎，我就不会不喜欢你的。仙女姐姐，谢谢你。还是仙女姐姐好，她不嫌弃我。那我现在能帮你解毒，你可以给我保密吗？可以解毒？小家伙仰起头来，瞪着圆圆的大眼睛看着沈云珠。真的可以吗？仙女姐姐，我一定会保密的。当然可以，但是你怕疼吗？想要解毒可是需要扎针哦。仙女姐姐，我不怕疼，也不怕银针。爹爹说过，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什么都不怕。好，那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好。别紧张，小玉，只要1刻钟不到，你就会好起来的。仙女姐姐，我不怕。那就先吃个糖丸吧。而且吃着吃着，竟然眼皮发沉，睡着了。毕竟是个小孩子，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腾？沈云珠解开他的小小衣裳，听到他沉稳的呼吸声，立即开始施针。他用了乾坤9针法，只用了9根银针下去，暗自运用自己的内力，针尾还在发出嗡鸣声。沈云珠坐在一边，观察着萧泽玉的情况。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冲了进来。沈云珠，你到底在搞什么鬼？都是你害得爹爹被革职，那个贱人！你找死！小贱人，竟然连我都敢打！沈秋月想要爬起来，可他根本没有力气。他叫嚣着看到了床上的小娃娃，身上插着银针。你竟然意图谋害小王爷！好一个蛇蝎毒妇，我要揭穿你的阴谋！沈秋月转身往外跑，青鸾和火凤赶过来，就要冲出去追。沈云珠出声阻止：“别理他，一个疯婆子而已。”青鸾和火凤见到了床上的小王爷，也有些吃惊，但是他们都相信沈云珠绝对不会害萧泽玉。有人却是不信啊！没多会儿，沈秋月又带着一伙人呼啦啦的来了。九王爷，那个沈云珠就是想要害死他竟然用银针扎小王爷！沈云珠耳听的声音
半点不在乎。他来到床上，手法诡异而神速，拔掉了那些银针。几乎是在同时，萧泽玉睁开眼睛，立即吐出一口黑血。小王爷，你竟然被扎得吐血了呀！萧策则一言不发，冲进去想要抱住萧泽玉。别动，还没吐完。萧泽玉就在无意识中接连吐了3口黑血，之后重重地倒在了床上。青鸾，拿热水来。青鸾急匆匆出去拿水，很快回来。沈云珠，你这是在做什么呀？你想要害死小王爷吗？九王爷对你这么好，小王爷很喜欢你。闭嘴！九王爷当真如此护着沈云珠？沈云珠端着水，用小小勺子给萧泽玉喂水，才喂进去不到3口，小家伙再次吐了1口血。这次吐出来的血已经有了正常的颜色。麻烦九王爷给小玉沐浴。好。萧策暗自松了一口气，语气温柔。他跟着青鸾离开。来人，把这些血收进坛子里，我有用处。沈秋月气个半死，眼见着萧策在御房那边，他指着沈云珠又开始大呼小叫。闭嘴吧！到底如何处置我，一会儿九王爷回来自有定夺。约莫小半个时辰，萧策抱着萧泽玉回来了。九王爷，您刚才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妖女，她祸害小王爷。本王多谢沈姑娘治好小儿的顽疾。什么？沈秋月愣住了。九王爷在说什么呀？沈云珠弄了那么多银针扎小孩子，她不仅没有惩罚，还说是救了小王爷。沈家众人更是震惊不已。沈云珠这次又是立了大功，老天爷真是不开眼，这种人怎么总是能够立功的？祸害孩子都可以。九王爷言重了，我只是认识天涯神医，跟着学了2手，也是运气好才救了小王爷。萧策眸光一闪，只是学了2手，竟然比宫里的御医还要厉害。赏沈姑娘黄金1万两，白银1000两，宝物1箱。是。九王爷，这是怎么回事？能否让老夫知晓一二？小玉从小就得了一种怪病，害怕光亮，喜欢戴面具。这次幸亏遇到了沈姑娘，能够帮忙治好小玉。怪病就是怕光，喜欢戴面具。沈云珠笑笑，而且谎话来也很顺手嘛。云珠，你当真会医术，还认识天涯神医？父亲想多了，我只是个村姑，随便会2手，给小王爷试试而已。没想到运气好，小王爷吃错了东西，食物相克中毒了，我捡了个大便宜而已。什么天涯神医啊，也不过是个草包罢了，我还不稀罕认识。老夫恭喜九王爷啊，多谢九王爷赏赐小女，只是他真的当不起这份赏赐啊。本王送给本王救命恩人的赏赐，难不成也要过问一下你这个乡野村夫？九王爷说的是，老夫告退。沈祥成面上挂不住了，转身就走。秦燕等人也是自觉无趣，不敢再待下去，也走了。沈秋月不甘心，还想继续留下来说话。大姐姐的确是该留下来，刚才对九王妃出言不逊，应该赏赐几个板子。小贱人，你等着瞧，我一定要送你归西。房间里只剩下沈云珠、萧策和萧泽玉。萧策就那么盯着沈云珠看，也不怕把人家看得不好意思。九王爷，你这么看我做什么？你放心，小玉这次彻底解毒了，若是还有什么事儿，您大可以随时来找我。男人明目张胆地盯着我看，你可真行。萧策见他有些脸红，心中竟然有些得意。爱妃若是不看我，怎知我在看你？
还不是因为看上我的盛世美颜才会盯着我看的。女人想看就看呗，本王愿意让你看。沈云珠愣住了，这男人如此厚脸皮，谁看你了？自恋狂！我不和你讲这些没用的东西，带着小玉回去吧。爱妃，本王还有一事想问。请问。爱妃像是很会哄小孩子，怎么会如此有经验？阴险的家伙，该不会是偷偷调查我？不过也是，皇家儿媳妇儿总要被调查个清楚。王爷这是何意？不相信我？爱妃多虑了，我是想，既然爱妃的运气如此好，不如将我的腿也一并治一治。治腿？这事和刚才的问题没什么关系吧？沈云珠疑惑地看着萧策的腿。听说是中毒导致的。我的运气的确好，但是似乎没好到那个程度啊。爱妃，只要能够治疗好本王的腿，条件随便你开。随便开？能够帮我找到小团子爹的那种条件？哼，那我试试。沈云珠脸上带着狡黠的笑，牵起了萧策的手。萧策大手被一个小小软软的手牵着，竟然有些心痒痒，不知不觉反手牵住了沈云珠的小手。松开，我给你号脉呢。爱妃，你不是说要试试看吗？难道不是看看腿？萧策，我在。萧策见小姑娘有些生气，这才舍不得的松开了手。我在。沈云珠愣了一下，简单的2个字似乎在哪里听到过。闭嘴，我在给你号脉。爱妃，若是本王这腿一直好不了，你岂不是要守活寡了？九王爷，你是忘记了，我们只是合作伙伴而已。合作伙伴？那你是做好了打算，日后什么时候离开本王，然后嫁人呢？我这辈子都不会嫁人，王爷放心，等到合作完成，或是你留下一封休书，或是我来，都可以随时还您自由。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女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心境呢？难道她是打算出家，做个尼姑子？王爷，你这身体没什么大问题，你的腿也不是难事儿。多谢爱妃，那什么时候开始诊治？最好能够赶在咱们大婚之前，这样本王也能给爱妃争口气。给我争口气？我什么时候需要你给我争口气了呀？今日恐怕不行，明日吧，还要准备一些东西。好。萧泽玉睁开眼，发现竟然在王府上，心情顿时不好。爹爹，我想和仙女姐姐在一处。你这点小心思，还想骗你老子？别废话，你的仙女姐姐交代的，让你在家好好休息，明日她会过来看你的。真的吗？当然是真的，若是她要是不来，咱们就去接她过来。萧泽玉这下可满意了，乖乖躺着休息。这一躺就到了天黑才睁开眼。小家伙儿感觉到身体舒坦极了，急忙跑到镜子前，摘掉了面具。我的脸竟然全都好了，仙女姐姐可真是厉害。若是明日仙女姐姐过来，我摘掉了面具，她估计都不认得我是谁了呀。夜色渐深，京都城里一辆破旧的驴车缓缓行驶在大马路上。小少爷，我们到了。这地方也不怎么样嘛。是，京都的确不怎么样，没有山村的风景好，空气好。就在前面的衙门口停下吧，我去找我大伯。小团子小手上拿着2个药丸。到了那里，这解药就是你们的了。没多会儿，驴车在衙门口
停下来。小团子自己跳下了车，手上2个药丸递了过去。车夫想都没想，拿过去就吃了。后会无期！小家伙迈着小短腿，才一个转身，人就钻进胡同里不见了。站住！你们2个作恶多端，哪里逃跑？哎，关老爷，我们冤枉呀，我们没有啊！关老爷，我们是被人拐进来的呀，我们冤枉啊！2个贼人还在喊冤枉，官差已经把人带进去了。被他们痛恨的小娃娃此刻正骑在九王府的大墙上。听说有个叫萧策的家伙日日缠着我娘亲，非要让娘亲嫁给他。我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小团子一个翻身跳下了大墙，稳稳当当站在了地上。一个侍卫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王府，还不如我们家天涯阁呢。小家伙迈着小短腿，慢悠悠地向着屋里走去。你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你又是何人？小团子也不害怕，向着对方走去。眼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小孩子，萧泽玉却是瞪大了眼睛。怎么会有人和我长得这么像呢？如果不是刚才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我真的都不敢相信。我叫萧泽玉，是九王府的小王爷。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沈乐天，我娘亲叫沈云珠。沈云珠？仙女姐姐竟然是这个家伙的娘亲？你娘亲就是沈大将军的嫡女沈云珠吗？没错。沈乐天眼睛瞪得大大的。九王爷的儿子萧泽玉，就是他爹想要娶我娘亲喽。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若不然怎么还戴着面具，不敢以真面目见人呢？你是仙女姐姐的亲生儿子吗？应该不会的吧，若不然他怎么会和我长得过分像？我当然是我娘亲的亲生儿子。这个小家伙难道是在怀疑我是捡来的，想要取代我在娘亲心中的地位吗？想到这里，沈乐天就有气。他生气的话就要打人，既然是要打人，就要看清楚对方的样貌，这样的话日后他还可以再来找自己打架。于是不等萧泽玉反应过来，沈乐天凶巴巴地伸出小手，一下子拿掉了萧泽玉脸上的面具。啊！爹爹说了，晚上夜凉，担心刚好他脸吹了风，没想到仙女姐姐的儿子这样粗暴，竟然抢走了我的面具。你到底是谁？这个叫萧泽玉的小王爷为何与我长得如此像呢？萧泽玉见到同样震惊的脸，慢慢放下了手。这时候院子里多了侍卫。想要知道真相，你就跟我来。萧泽玉捡起地上的面具，迈着小短腿冲进屋里。沈乐天听到了脚步声，也跟了过去。2个小家伙进了屋里，立即关好门窗。小王爷，您睡下了吗？我睡下了，有事吗？刚才好像院子里来了什么人，我来禀告你，关好门窗，别怕。我知道了。萧泽玉说完，还给门上了锁，这才拉着沈乐天蹑手蹑脚地往里走。你怎么和我长得这么像？我也想问你来着，你怎么和我长得这么像？你有叔叔伯伯吗？你爹和叔叔伯伯是双生子。这样子的话，我那个没见过的爹爹就有可能和九王爷有几分亲戚关系。我只有一个伯伯，就是当今皇上，但是不是双生子。我们萧家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从未有过？那该怎么解释呢？沈乐天不说话了，就是盯着萧泽玉看。2人真的是越看越是长得像啊，这额头、眼睛、鼻子、嘴巴，甚至连耳朵都很像。哇！沈乐天简直是脑子要爆炸了，他这样天下无敌聪明的小神童，竟然第一次遇到了这么大一个难题。一定还没有吃饭吧？这里还有些吃的，你尝尝。
你家里的吃食可真难吃，改天我带你去找我娘，我娘会做好吃的。哼哼，不用等哪天了，明天仙女姐姐就会来王府。明天就来王府？为什么？我娘亲真的要嫁给你爹？这个萧策也不知道是个怎么样的人，能不能配得上我的娘亲？哎，女人啊，真是让人操心。明日仙女姐姐要来给我爹爹治疗腿疾的，他们下个月就要大婚了，到时候我爹爹就是你爹爹，你娘亲也是我娘亲。治疗腿疾，也就是说你爹真的是个……我那么美若天仙的娘亲竟然要嫁给一个残废啊！萧泽玉也不傻，一下子就听出来了，他不高兴了。你不要看不起我爹爹，仙女姐姐说了，明日她过来就能治好我爹爹的腿疾，日后都是正常人了。你别生气嘛，我娘亲很厉害的，一定能给你爹爹治好的。那你就留在这里，明日就能见到我爹爹和仙女姐姐了。暂时就这么定了吧。你和我讲讲我娘亲这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好啊，仙女姐姐可厉害了。两个小娃娃就开始了讲故事模式，一个讲京城的见闻，一个讲江湖之事。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小家伙靠在一起睡着了。二小姐，我打听到明日老夫人会带着府上的女眷去往寒山寺上香祈福。这个时候去祈福？好，你出去放风，就说明日早上我要去九王府祈福，中午去，或者不要带上我。这些人若是不想带我，那都不正常。好。一夜过去，清晨，沈云珠饭都没吃就去了九王府。沈老夫人气得拍桌子，等他回来一起去。沈云珠才一进九王府，萧泽玉就冲了过去。娘亲，我好想你啊！娘亲？才一个晚上不见，你就想念了，真是个马屁精。萧策抬手抱起了小儿子，没人发现这个戴着金色面具的萧泽玉小脸上一闪而过的慌张。这个抱着我的男人竟然就是萧策，他不是那个萧泽玉的亲爹吗？为什么连自己的儿子换成了我他都没发现？还有我的娘亲面对自己亲儿子也没有发现呢。娘亲，我是小团子呀。可惜沈云珠也没发现。九王爷，今日家中还有事情，我先给你简单施针，若是晚上能回来再给您继续诊治。沈云珠拿出一个方子，按照这个方子去拿药，若是我回不来也能吃上几日。回不来？你要去哪里？很远吗？没听说过沈家做什么事情，这女人这么细心的安排，更像是在安排后事呢。就是去寒山寺上香而已，不远。好。娘亲去寒山寺上香，娘亲不是说过最讨厌那种东西吗？如此一来，说不定就是沈家人逼迫娘亲去做的。哼，沈家人。沈云珠给萧策针灸，也没有用多长时间，萧策两条腿仍旧没有知觉，倒是感觉到呼吸顺畅了许多。好了，九王爷注意不要饮酒，其他照常即可。我先走了。我有些着急，话落人就走了。萧策抱着小儿子亲自送到了大门口，目送沈云珠的马车离去。小玉，你别怕，爹爹过几日就能够重新站起来了，这事情暂时保密，能做到吗？能。这男人长得可以，而且好像对娘亲态度不错，先别急着丢掉，或许还可以要。那一边，什么人？仙女姐姐，是我，你别打我，别打我！小玉，
你怎么在这儿？娘亲，我想和你在一处，就偷偷跟来了。你的伤都好了吗？怎么还要戴着面具啊？娘亲，爹爹说我还需要戴几日，刚刚病好，我的小脸不能吹冷风。九王爷考虑的周到，先戴着吧。娘亲，我们这是去哪儿啊？咱们去寒山寺上香，你愿意去吗？寒山寺上香，那不是要天黑才能到呀？我不喜欢，那里都是骗人的。你怎么知道是骗人的呢？之前我听爹爹讲过，就是骗人的。当时爹爹可能想要找到我娘，去过寒山寺，那个老和尚家会见面的，但我都3岁了，还是没见到。这都没关系，只要你心里相信自己就好。我相信自己，也相信娘亲。很快到了沈府大门口，沈老夫人等人已经在等他了。走吧，都跟上，别跟丢了。娘，这次是祖母亲自动手吗？你不要知道的太多，这次是你祖母真的发怒了，沈云珠绝对逃不掉的。娘，那么沈云珠会死吗？你觉得呢？若是你爹爹一直不能官复原职，我们沈家还有什么脸面在京都啊？没错，害得爹爹这么惨，害得沈家这么惨，他必须死。你发现没有，沈云珠那个贱人似乎很邪乎，咱们心中所想她都能知道。什么？娘，你可真的是太抬举她了，不就是一个村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傻孩子，娘还能骗你吗？你想一想，从她刚回来的时候开始，一切都向着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娘亲，你不要被那个小贱人给迷惑了。你想啊，她就是个村姑，没教养的东西。从前在乡下，可能是碰到了一些什么奇怪的人，才有了些本事而已。说是她有本事知道咱们心中所想，她怎么还能安分守己？记得，不管发生什么事，听到任何声音，今天晚上都不要出去。娘亲放心，我知道了。沈云珠，你个小贱人，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沈云珠还不知道这些，当然也不在乎，一路晃晃悠悠，终于到了寒山寺。今日就住在这里吧，明日再回去。一切听从母亲安排。吃过了斋饭，沈云珠带着萧泽玉钻进客房，就没出去。仙女姐姐，这里为何如此冷？因为这里是山顶上，背后还靠着另外一座山，那座山的山顶是常年不化的积雪，山下却是四季如春呢。所以说这个寺庙才叫做寒山寺吗？小玉真是聪明。娘亲也聪明。萧泽玉被沈云珠抱在怀里，没多会儿就睡着了。耳听得外面有脚步声走，沈云珠勾了勾嘴角。来了，我已经放过你们一马，但是你们非要自己送人头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与人为善，这不是我的作风。山顶的寺庙客房处突然有房间，女眷的惨叫声划破夜空。沈老夫人坐在烛光前，盯着那木鱼，眼神凶狠。这怪不得我能忍受你攀高枝找靠山，但是你动了我的儿子，必死。真好笑呀，这个本子写得好，该当奖赏。来人呐，有淫贼啊！来人啊！沈老夫人扶着丫头满月往外走，秦燕也扶着大丫头春桃急匆匆往外走。赵夫人，我看到了，有淫贼从那个房间里跑了。淫贼？秦燕差点就笑出来。老夫人果然够狠，一出手就是淫贼。刚才那个惨叫声，
就是沈云珠发出来的了。那个贱人平日里不是很能吗？这次老夫人教你做人。赵小姐，你确定看见的是淫贼吗？沈老夫人，我不会看错的，因为那淫贼赤裸着上半身，就是蒙着脸，我没看清楚。沈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愣是和我在这废话这么多，反而不去里面看他们的家人呢？啊！来人呐！快来人呐！九王妃遭了贼人了！快来人！老天爷呀！我可怜的乖孙女啊！你这是遭了什么罪哟？因为这边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惊动了整个寺庙。女眷都过来不要紧，还有男宾，大家就站在外面围观看热闹。祖母、母亲、妹妹，我刚刚去找方丈住持讲佛法，你们怎么还哭了呢？啊，这是怎么回事？沈云珠怎么不在房里？那房里的是谁？大家都回去睡觉吧，本王妃平安无事回来了，让各位担心了，真是抱歉。沈云珠似乎还什么都不知道，她大步走过去，就要推开自己的房门。不要！秦燕一下子冲了过去，整个后背靠在门上，阻止沈云珠。沈云珠不解，问：沈夫人，这是做什么？我要回去睡觉了。不行！这个世界上啊，果然就敢做个恶人，只为自己，才不会天诛地灭。于是他勾了勾小手指头，咯吱，被秦燕护在身后的房门自己开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房间里怎么会有别人呢？难道是进了贼人吗？沈云珠后退了好几步，实在是里面的味道太难闻了。秦燕猛然回头，整个人都不好了。沈秋月，那个躺在地上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甚至原本用厚重的脂粉盖住的脸，此刻也都显了出来。天哪，竟然是我的好姐姐沈秋月呀！她怎么半夜不睡觉，跑到我的房间了呀？沈云珠喊了一声：这里有人报官吗？这是我们沈府的家事，不用外人插手的。九王妃，你还不知道吗？这件事并不是家事那么简单呐！你的房间里刚刚跑出了淫贼呀！什么？我只是出去不到半个时辰，竟然有淫贼！沈夫人，沈老夫人，这是真的吗？秦燕被沈云珠的声音惊醒，回过神来，急忙冲了进去。月儿，你醒醒啊！是娘啊！快来人，快去叫大夫呀！你个臭丫头，大半夜不在房间里乖乖待着，竟然跑去男人房里，侮辱着沈家门楣，你还不跪下？沈老夫人，堂堂方丈大师竟然被你侮辱为世俗的男人，你就是这样诚心来寒山寺祈福的吗？父亲被革职，我心中有愧，夜不能寐去找方丈大师讲佛法，怎么就给沈家蒙羞了？若是这样都是对不起沈家，那么沈秋月罪该万死，想要我的命，你想多了。来人，立即报官，本王妃还未嫁给九王爷，不能给她蒙羞，封锁整个寒山寺，一只鸟都不能放过，一定要给我抓到那个淫贼。是九王妃。立即有人冲了下去。不许去，家丑不可外扬，报官做什么？沈老夫人立即呵斥：若是被京都的人都知道了这门丑事，沈家的脸面往哪放？我的儿子日后根本别再想重新做回大将军。既然这次没能算计成，那就再来一次。沈老夫人，事关九王妃的名声，就不是沈府的家事，这个时候不让报官了，晚了。京兆尹李国士来了，排查了所有人。报告九王妃，李大人，淫贼已经抓到了。抓到了？怎么会这么快？带上来。很快，一个猥琐至极的男子被人带了上来。
你个淫贼，胆大包天！我是大将军府的大小姐，我要杀了你！只是他才拔出刀子，就被官差拉开了。是谁派你来的？想要害谁？都是沈老夫人让我做的，她给了我100两银子，让我今天晚上过来，一定要夺了九王妃的清白。事成之后，她还会给我50两奖赏。我想着，好歹是九王妃，味道一定很特别，就过来了。没想到事情有变，竟然是个丑八怪伺候我。就这种货色，也配得上我吗？你不要满口胡言乱语。哼，那么沈老夫人自己说说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吧。秦燕心中大叫：不好，老夫人要中招了！秦燕本想开口阻止，忽然想到了什么，干脆闭口不言。于是沈老夫人和那个男子一样，当场承认了事实。那么你呢，沈秋月？为何半夜来到了本王妃的房间？没错，我知道祖母是要弄死你，我就是要亲眼看着你是怎么被折磨死的。你一个村姑才回来就抢走了我的一切，你该死，你和你那个贱人娘都该死。李大人，主谋已经招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还请九王妃放心，下官一定会秉公处理。来人，把这3人都带走，押入大牢。李国士一挥手，立即有官差过来，带走了沈老夫人以及沈秋月。娘亲，刚才那些人好坏呀，他们想要害你。的确很坏，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他们也别想害你。回去之后，我一定要和沈乐天商量个对策，狠狠收拾那些坏人。老东西还能活着回到沈家的话，我会亲自动手送他上路。隔壁沈向雪房间里，那个村姑贱人，凭什么？她到底凭什么运气这么好？同样暴怒的还有秦燕。难道是沈云舟那个贱人真的能听到我的心声？若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提前就跑掉了呢？不行，这事太过诡异了，我一定要找娘家人好好商量下对策。你个孽畜，我今日就打死你！沈云珠站着没动。我还没想送你上黄泉，你竟然先要结果我。渣渣果然不能这么容易就让他死掉，必诛心才对。爹，不可呀！九王妃刚从王府回来。你个孽畜，都是你害死了你祖母！沈祥成收回了手，沈云珠冷冰的眼神看着他。沈老爷果真老糊涂，沈老夫人昨夜里谋害本王妃，被官府抓走，此时死了，与本王何干？老东西还挺识相的，这么快就死了。你个白眼狼，你祖母怎么会谋害你？你这种话也说得出口？沈老夫人当着众人的面亲口承认的，就连那淫贼也都自己承认，整个过程中没有人逼迫他们承认。沈老爷话不要乱说，别给本王妃扣上一个不孝的名头。老爷，我也不知道娘怎么会承认的，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的呀。够了，沈云珠，你祖母去世，你要守孝3年，大婚的事情3年之后再考虑吧。沈祥成不想追究下去。母亲死了，还是因为沈云珠死的，那就要让沈云珠付出代价。付出代价？好巧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沈老爷搞错了一件事，本王妃被你母亲谋害，她是个罪人，本王妃要追究呢。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不给了。什么？沈云珠，你还是个人吗？那可是你亲祖母啊，你就这么不懂事，非要着急嫁人吗？沈老爷，你这句话讲得好笑吧？亲祖母会找淫贼玷污自己的亲孙女儿？她做出这种事的时候，就没把我当做亲孙女看，更没有将你的脸面考虑进去，亏得你还为了她祸害自己的女儿。沈祥成感觉到心口憋着一口气，就要憋死了。他想要说什么，
沈云珠却不给他这个机会。去找李国士来，本王妃要问问案子怎么了结。想要厚葬，下辈子吧。李大人，按照圣齐国的法律，此人该当何罪，如何处罚，请你秉公处理，给本王妃一个公道。沈云珠声音里都带着腾腾杀气。李国士心中一紧，赶紧讲了一条圣齐国律法出来。所以你们是想将我母亲给凌迟处死？来人，将犯人带下去，菜市口服刑。李国士一声令下，立即有官差过来，将棺材里躺着的沈老夫人带出来。都给我住手！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如此对待大将军的母亲，谁敢动，我就杀了谁。本王敢。九王爷，这是老夫的家事，还请您回避。家事？沈香城，你还真的说对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正是本王的家事，老妖妇胆大包天，谋害本王的王妃和孩儿，罪该万死。而且，沈香城，你该不会是忘了吧？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大将军，难道还想让本王将此事禀告给皇兄，将你贬为庶民吗？没错，我现在已经不是大将军了。老夫求求九王爷，饶了老夫的母亲。董香城，你老娘大逆不道，谋害亲孙女，她胆大包天，小妾抬起来的正妻也敢谋害九王妃和小王爷，罪该万死。李国士，还等什么？是，下官这就去办。李国士吓得半死，从未见过九王爷如此恐怖的一面呢。来人，赶紧带走！去送我的祖母最后一程。好。萧策带着他一路前往菜市口，亲眼目睹沈老夫人从一具尸体被凌迟处死。那个淫贼同样被处决，碎尸万段。整个过程中，沈云珠没有一丝一毫的害怕，眼里的滔天恨意犹如实质。萧策一直注视着沈云珠，他为何如此痛恨沈老夫人？他才回来不到1年，发生了很多事吗？九王爷，你看我就是这般狠毒又冷血无情之人，你不怕我吗？怕字怎么写，不如爱妃教教我。论起狠毒冷血，爱妃日后还是要多多向我学习一下，如何？这男人竟然不怕我，好家伙，果然臭味相投。好，这个男人挺有趣的，日后合作不会累。锦绣院，沈云珠翻看着画本子，这是上次自己派人去弄的。王妃，老夫人死了，秦烨竟然这么消停。他会去搬救兵的，老夫人刚刚被九王爷给惩罚掉，秦嫣怕了。沈云珠翻看了一遍，觉得没什么意思了。秦烨还能有什么救兵啊？沈秋月都那样了，还敢搞事情吗？不管了，随便他们折腾，我都来者不拒。这时候，火凤走了进来，拿着一个帖子。王妃，赵尚书家的大小姐送来了帖子，邀请您明日去赴宴。赵尚书，就是那个赵福儿啊。沈云珠想到了，昨日里就是他最先发现了淫贼呢。好，如今他名声大噪，有九王爷亲自出面护着，这些人都争抢着巴结了。这个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沈老天，你看到娘亲了吗？看到了，娘亲都瘦了。那个老妖婆被杀了吗？看到了，那个老妖婆实在是太可恨了，还有沈家那几个妖女。没错，
你有什么好办法惩罚他们吗？沈乐天想了想，拿出一根银针来。今夜你带路，咱们一起去吧。银针？萧泽玉知道沈云珠会用银针治病，看来沈乐天也会啊。好，我也有绝招呢。他小小的手上拿着一个瓷瓶儿，两个小家伙坏坏地笑了起来。这个晚上注定了不平静。萧泽玉，戴上面具吧，风太大了。我的脸已经好了，戴这东西干什么呢？沈乐天不管这么多，亲手给他戴上了面具。哎呀，沈乐天，你干什么呀？我不想戴。萧泽玉不乐意了。我比你长得高，长得壮，我就是你的大哥，你要听大哥的话。什么大哥？明明是我长得更帅气，你该叫我大哥才对。让我们来比一场，就能决定谁做大哥了。沈乐天调皮笑笑。萧泽玉想了想，点头同意了。那你说吧，怎么个比法？沈乐天摆弄着小手手，想了想，说：就比咱们今日谁惩罚的人多，谁赢了谁就是大哥。好，一言为定。萧泽玉开心地同意了。两个3岁小娃娃爬上了高墙，迎着风冲向了沈家。沈府，秦燕心疼地照顾沈秋月。月儿，你为何不听娘的话呀？当时若是你不出去，也不会遭此大难呢。娘，你就别说我了，这一切都是那个沈云珠干的好事，我一定会让她生不如死的。母女俩说了一会儿话，秦燕才回了院子。他们都没有发现，沈秋月的屋顶上有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下面。沈乐天拿出了自己的银针，紧握了小拳头。就是这个女人怨恨我娘亲，让你尝尝银针3号的厉害。小家伙喃喃自语，一根银针射了出去。沈秋月已经闭上眼睛，正在睡觉，忽然觉得浑身很痒痒。他此刻为了养伤，已经是一丝不挂，只是盖着薄薄的被子。现在身上痒痒，他就伸手去挠，结果倒好了，根本没有挠明白，反而越挠越痒。最后身上都是血了，他才察觉到不对劲儿。来人啊！来人啊！快来人！怎么回事呢？人呢？沈秋月实在是太痒了，他随意地裹了一件衣裳就出去找人。结果到了院子里，整个人都不好了。只见3个下人全都呈现大字形，倒在了地上。有鬼！有鬼啊！与此同时，在清风院，萧泽玉此刻正在他的屋顶上，扒开一个瓦片，小小瓷瓶打开塞子，无色无味的粉末吹了下去。沈向雪想要起身喝点水，忽然浑身无力，眼睛都睁不开。不好，这是中毒了呀！可他没办法，转瞬间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就是你，屡次3番的想要害我好不容易才有的娘亲，哼！小家伙从屋顶一跃而下，稳稳当当站在沈向雪身边，拿出了一把小刀子，让你尝尝小爷的刀法。萧泽玉的刀子落在了沈向雪的胳膊上、腿上。萧泽玉正在割肉割得起劲儿呢，听到了猫叫声，这是他和沈乐天的暗号，若是有危险就要学猫叫。小家伙立即收起了刀子，跑了出去。沈乐天这么快就办完了，看来小爷还需要多加练习才能赢过他。萧泽玉迈着小短腿飞快冲出去，见到了沈乐天。2个小家伙东拐西拐，没多会儿已经在沈府大墙上逃走了。大小姐，这怎么了？杨莹喝了点酒。杨大哥，我好怕，家里好像有鬼啊，这里的人都中了邪呀。所谓酒壮怂人胆，又是美女入怀，
杨颖搂住了他。你们两个在干什么？舅舅，不是您想的这样的。我刚回来，大小姐说她害怕这些人中邪，我……别说了，跟我来。沈乐天和萧泽玉两人才进入屋子，准备清算成果，定夺谁是大哥呢。萧策突然来了。小玉，你睡了没有？糟了，该不会是被发现了吧？别怕，大哥在房梁上，你爹不会发现的。沈乐天几下子就攀到了房梁上，坐在那儿看着屋里的一切。爹爹，我还没睡呢，你有什么事？萧泽玉迈着小短腿，笨拙地去开门。萧策已经推着轮椅进来了。小玉啊，你刚才去哪儿了？是不是出去玩了？萧泽玉闻到了爹爹身上的酒味儿，皱起了小眉头。爹爹，你怎么喝酒了？仙女姐姐不喜欢醉酒的男人。你这个臭小子，你到底是我的儿子，还是沈云珠的儿子呀？这个家伙现在就向着那个女人了，真是儿大不中留。嘿嘿，我当然是仙女姐姐的儿子啦。爹爹，我和你讲，你就是走了狗屎运，才会娶了仙女姐姐的。哎呀，我不和你说了，你都喝醉了，也听不懂。你快回去吧，我也要睡觉了。好，好，好，你关好门窗，今夜风大，小心风三娘子把你带走。放心吧，爹爹，我现在已经是个男子汉了，风三娘子来了，只会怕我。沈乐天，你的功夫不错呀，是仙女姐姐教你的吗？当然不是我娘教我的，她只给我看了一本无字天书，她以为我是个小孩子呢。沈乐天想想都笑了。娘亲才是个女孩子吧，我现在都长大了。萧泽玉更加佩服沈乐天。那你真厉害呀，这都是自己学会的呀。那是当然，不然今日我怎么能够得到第一做大哥呢？沈乐天话锋一转，看向了萧泽玉，问：说吧，你刚才惩罚了几个？我一共惩罚了6人，还不是你非要过来叫我，若不然整个沈家都得被我撂倒。你就吹吧，你那个笨样子，看看大哥足足惩罚了20个，若不是叫你走啊，你现在就被沈祥成那个老东西给逮住了。啊？你怎么惩罚了那么多人啊？你就用1根银针吗？说这些无用的作甚，现在我赢了，你就是小弟，我是大哥，跟着大哥，大哥日后教你用更多的办法惩罚恶人，要不要学？更多的办法？要。那就叫大哥，日后有大哥罩着你，谁都不能伤了你分毫。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沈乐天这么厉害，当大哥没问题。而且沈乐天是仙女姐姐的儿子呀，这样日后仙女姐姐成了我的娘亲，还有沈乐天帮助我，那么仙女姐姐就不会离开我了。真好呀，真好。沈乐天却没想到这一层，他觉得自己和萧泽玉一定是有某种血缘关系的，若不然天下之大，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像的2个人呢？所以不管如何，他要查明这件事。2个小家伙玩了好一会儿，才睡着了。沈府上下却是都睡不着了。给我查，到底是什么人，竟然如此有本事，能够悄无声息地祸害我沈府之人？杨隐，你爱慕我大女儿，我就成全了你们，不如给你们2人完婚，你暂且住在我府上，日后再慢慢搬出去吧。多谢舅父成全，只是这样难免委屈了大小姐。杨大哥一表人才，我愿意。杨银彻底愣住了。没想到啊，沈秋月竟然如此狡猾，今日之事算我倒霉。多谢舅父成全，多谢大小姐夸赞。
沈香成对此很满意，事情就这么处理完了，大家各自回了院子，整个沈府上下全都夜不能寐。除了沈云珠，当真是睡得好，甚至还做了个美梦。王妃，你总算是醒了呀！今日的沈府热闹极了。有什么事情啊？这样热闹？脑子里都是梦里的那个男人，想想自己都觉得荒谬。萧策怎么会是那个男人呢？难道是这几日我与他见面的次数增加，竟然带到了梦里面？青鸾不知道这些，他高兴地讲昨日夜里沈府上下发生的事情。王妃，你说的那个杨颖，之前就是秦燕那几个放在这边想要陷害您名声的，结果那厮竟然最后成了沈秋月的男人，这不是应了那句害人终害己？杨莹和沈秋月准备大婚呢，真是不错，就是不知道杨莹是不是克妻了。克妻？王妃这话是什么意思？青鸾不懂了。沈秋月和杨颖大婚应该是才早着，难不成这之前还会有别的事情？沈云珠笑而不语。上辈子沈秋月联合杨莹陷害原主，这辈子嘛，我当然不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你的。王妃，赵尚书家的小姐亲自过来接您了。走吧，去看看有什么新鲜事儿。沈云珠来者不拒，花好看，看那些贵女们演戏更好看。一行人出了院子，正好碰到了杨银。二小姐这是出去？这人脑子有病啊，需要来一针。沈云珠不想理会他，连个眼神都没给他，绕过这人就走了。同样都是山村出身，你凭什么如此对待我？而且我现在已经是翰林院副院，过不了多久还能继续升官的。今日你对我不理不睬，明日我让你高攀不起。沈云珠出了沈家大门，就看到了赵福儿。九王妃，这里。区区一个村姑还配了2个美貌如花的丫头，甚至还让丫头坐马车。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把她请到家里去就好了。九王妃，你今日这一身太过素雅了吧？哦，依你看该如何穿搭？村姑就是村姑，几句话就上套了，真是搞不懂了。这么容易摆布的家伙，沈家那几个蠢货怎么还会失手呢？京都很流行的就是穿金戴银，而且这个妆容一定要画得很厚，衣服也要穿正红正绿，这样才能配得上你的身份。这厮果然没安好心，想要让我出糗呢。那我看你如今的穿戴也不怎么样。沈云珠看向赵福儿，既然你提议，那就给本王妃示范一下，穿金戴银，大红大绿，彰显你这尚书府庶女的身份。什么？赵福儿一噎，这村姑竟然让我给她做示范，那么丑的造型，明明只有她才适合。我是千金大小姐，才不要那样穿呢。怎么呢？不是你说的那样穿戴很好看？沈云珠听到了他心中所想，更是不会放过他。九王妃有所不知，今日就是个普通的赏花宴而已，那样隆重的穿戴还是要去参加宫宴才行呢。该死的村姑，竟然反应过来了。不过也好，过几日就是太后的寿宴，到时候再让你出糗。沈云珠勾了勾嘴角，太后的寿宴啊，我一定让你成为全场最隆重的那个。当然了，如果你还有命去的话。这位就是九王妃呀，真的是天人之姿啊！怎么不见你带着家中姐妹一起过来玩？我记得沈香雪最喜欢尚书府的花，每年赏花宴她都会来的。哪儿来的疯婆子嘛，说话声音大还不懂得礼数。穆巧儿一愣，我堂堂太师府嫡女，
竟然被一个村姑无视了。赵福儿也是愣住了。堂堂九王妃，就算是村姑也应该认得穆巧儿啊，真是个粗俗不堪的东西，上不得台面。哈哈，九王妃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连太师府嫡女穆巧儿都不认得啦。这位可是咱们圣齐国第一美女。圣齐国第一美女？这种长相的都能称得上是美女啦？这种美女排行榜该不会是说笑的吧？我若是喜欢看美女，每日照镜子就可以的。名次这种东西，我从未理会过。沈云珠袖子一甩，自己走了，留下呆愣的众人。村姑王妃在说什么？想看美女就照镜子，岂不是在说她自己就是美女？不过若是仔细看过去的话，的确是沈云珠更胜一筹。但是她也不能这样嚣张吧？我从小就喜欢萧策，一直到现在都在为了他守身如玉。沈云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一来就抢走了我的男人。心中鄙视，面上还是要做样子。九王妃果然是天人之姿，有这个资本的。穆巧儿大度的笑笑，跟了过去。九王妃初次来尚书府，不像我们经常过来，还是我带你四处走走。就是那个村姑，让太子殿下迷得神魂颠倒。该死的狐狸精，明明已经跟萧策有了婚约，还去勾引太子殿下，该罚。她正是太师府庶女穆晴儿。穆小姐，您别生气了，这种村姑根本配不上九王爷，更是不值得您生气呢。村姑就该有村姑的样子。大丫头低着头偷笑。穆小姐，那边池子里养了锦鲤，听说是尚书夫人非常喜欢的呢，这里的人都会过去看锦鲤。我们过去看看。穆晴儿心中有了主意，走了过去。大丫头就去找穆巧儿了。事情出奇的顺利，主子一会儿会有赏赐的。沈云珠一路走走看看，独自来到了池塘边，看着里面的锦鲤。你们吃的可真肥呀，小心这里有猫腻，吃了你们。沈云珠看着锦鲤，肥肥胖胖的。哎呀，一下子想吃烤鱼了。不过这种锦鲤没什么意思，野生的才好吃呢。那些锦鲤像是听懂了他说的话一般，没多会儿全都凑了过来。还想从我这儿讨要吃食，哼，没门儿。你就是九王妃。这个时候，穆晴儿走了过来，语气不善地说道：你就是穆晴儿，喜欢太子殿下，但是太子殿下不喜欢你。一来你身份卑微配不上，二来你脑子蠢笨，替你姐姐做嫁衣都不知道。穆晴儿一愣，本想伸手将沈云珠推进池子里，这会儿竟然没办法伸出手去了。你，他想说什么，偏偏说不出口。你问我怎么知道的？从前在村里遇到个老神仙，教我一些法术，自然就猜到了。不可能，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穆晴儿不信。沈云珠走近2步，压低了声音讲：而且若是你这会儿把我推下去，我不会受到任何惩罚，不过是出糗而已，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你就不一定啦，你只是个庶女，你爹你姐姐都不会因为区区一个庶女和九王爷对抗的，你觉得呢？笨蛋，若不是看你还有用处，我才不会好心与你讲呢。我的确是想要推他下去，他说的又都是对的，难道这一切都是穆巧儿的阴谋？正想着，不远处穆巧儿飞奔过来。晴儿，你不要想不开啊，你不要跳下去啊。晴儿妹妹，九王妃也是为了你好，你怎么会想不开呀？我他妈什么都没说呢，你俩的戏过了啊。但是穆晴儿却是恍然大悟，原来我不过是个棋子。她害怕了，不由得想要后退。
然而沈云珠却是抓住了他的手腕。几乎是同时，追过来的2个女人同时推向沈云珠。沈云珠一个转身，松手，扑通，有人落水的声音传来。沈云珠独自站在池塘边，看着里面使劲扑腾的3个女人，大喊：来人呐！有人要偷锦鲤吃烤鱼，快来人呐！没多会儿，那些贵女全都来了，又没多会儿，不少家丁也都来了。沈云珠干嘛呢？当然是坐在亭子里，吃着瓜子儿，喝着茶水，看戏呗。你们还等什么呢？赶紧救人呢！于是，直到足足半个时辰，赵尚书夫人过来，才让自己的身边的嬷嬷跳下去，把人拉了上来。尚书夫人，你这锦鲤可要看护好呀，好多人想要吃烤鱼呢。啊，九王妃说的是，我一定会严加看管的。尚书府上的花啊，的确是贵气，看得人眼花缭乱。也不知皇宫里的花有没有尚书府上的多呢？这话是什么意思？赵尚书夫人一愣，难道是村姑发现了什么？不可能啊！老爷做事向来谨慎，贪赃东河大桥的银两这种事，哪个大人不会干？还不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沈云珠听着老女人的心声，笑了。哎，时间不早了，本王妃还要去九王府，告辞。村姑竟然就这么走了，甚至还要去九王府。这个穆晴儿还不算蠢笨，这么快就能够反应过来。九王府，萧策清晨起来，想要去往沈府接沈云珠过来。萧大就过来说，沈云珠去了赵尚书府上赏花去了。萧策有些不是滋味儿。这个女人似乎对我并不上心呢。于是转而去找萧泽玉，刚巧碰到了从院子里跑出来的小家伙。小玉，慌慌张张的，你去做什么去？萧策叫住了小儿子。沈乐天当时就愣在了原地，一颗心砰砰砰直跳，他反应极快。爹爹，我要去找娘亲。说话的声音非常大。院子里准备追出去的萧泽玉听到之后，扭头就跑回了屋子里。哦，好家伙，还是大哥聪明，说不是我也一起跑出去，岂不是要露馅了？不用去找了，他正在来的路上。来的路上。沈乐天笑了起来，张开嘴巴，露出了2颗小虎牙。太好了，我好想念娘亲啊！昨天晚上我都没敢去见一面，担心被娘亲识破了我的谎言。今天就能见到了，真的是太好了。萧策看着小儿子，脸上闪过一丝疑惑。怎么啦？爹爹不高兴吗？爹爹不喜欢娘亲吗？没什么，当然高兴。爹爹，你很喜欢娘亲吗？爹爹，娶了娘亲之后还会纳妾吗？你个小屁孩，想的倒是不少。沈乐天不依不饶，偏要问。那爹爹还没回答我的问题。爹爹娶亲都是为了小玉你啊，你一直都很喜欢仙女姐姐，爹爹就把她娶进门，给你做娘亲。若你还喜欢别人，爹爹也娶回来，满意了吗？什么？萧策娶亲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找娘？这家伙实在是太坏了。若是萧泽玉日后喜欢了别的女人，萧策都要娶回来吗？太坏了，根本就不是为了娘亲好。哼！一会儿回去好好收拾萧泽玉，问问他是怎么想的。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了？你这个男人也太不负责了。我娘亲那样的仙女姐姐，那是需要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娶她，一辈子只能有她一个夫人的。你太坏了。一辈子只能有一个夫人，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娶她。萧策微微吃惊。萧泽玉这是从哪儿听来的？王爷，九王妃来了。萧大急忙走过来禀告。
沈乐天一听，迈开了小短腿，跑向了门口。娘亲，咱们不要嫁给那个大坏蛋了，他还想要纳妾呢，他不是个好人。沈乐天恨不得现在拉着娘亲离开这里。这里的男子都是如此坏的吗？沈云珠一惊，今天换上银色面具的萧泽玉，怎么说话的口气这么怪？萧策见到了沈云珠，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他该不会生气吧？小玉，你爹是堂堂九王爷，日后会娶几十个妾室，这不是很正常吗？你年纪还小，日后长大了就会体会到这其中的好处了。几十个妾室？萧策嘴巴抽了抽。本王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不对，沈云珠的口气像是生气了呢。哦，沈乐天不高兴。你们聊，我要回去睡觉了。小家伙儿跑回了院子里，他要去找萧泽玉，问问他是什么想法。纳妾的话我没有说过。九王爷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想纳多少个都和我没有关系，也不用我讲，我们之间只是合作关系，还请您记得。呸！我信了你个鬼呀，渣男！若不是小玉告诉我，我还真不会信呢。但是3岁多的小娃娃能说谎吗？根本不能。既然如此，有劳九王妃治疗本王的腿吧。沈云桌也没说话，拿出一把银针，于是转瞬间128根银针全都刺入了穴位。或许是心中烦闷，沈云珠施针完毕，额头上都是汗。不知为何，刚才过来的好心情，此刻居然全都不见了。亏得我昨夜里竟然梦到和这狗男人相艳一幕，渣男！幸好有小玉提醒我，才没有让我越陷越深。萧策不知道沈云珠的想法，他只觉得喉咙一甜，一口鲜血吐了出来。萧大站在不远处，看到这一幕，很想过去查看。火凤一把拉住了他：“你去干什么？九王爷最烦有人打扰他和王妃，不懂吗？”没错，幸亏火凤提醒我。哎呀，主子也真是的，明明心中惦记着九王妃，偏偏不会说。萧策接连又吐了几口黑血出来，沈云珠才重新回到大堂，手法诡异地收起了银针，这些银针已经都不能用了。来人，伺候九王爷沐浴。是，王妃。萧大听到声音，急匆匆跑过来，推着昏过去的萧策去往浴房。小半个时辰之后，萧策躺在了床上，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看到沈云珠就坐在床头给自己号脉。沈云珠冷着一张脸，也没去看萧策。萧大夫，这个方子您亲自去药房拿药，记住千万不要经过别人的手，煎药也是，懂了吗？是，那么麻烦九王妃在此守候一下，属下很快就回来了。今日王府里总是有意外的客人过来，为了王爷的安危。我知道了，你快去快回。沈云珠摆手，萧大心中一喜，看了一眼萧策，转身就跑出去了。哎呀，主子呀，属下能给你争取的时间就这么多了，剩下的看你自己的了啊。九王府需要清理一下内鬼了，你中毒不是1天2天，3年多了。他也看出来了，我没办法清理。没办法？这不是你的府邸吗？你怎么就没办法清理了？真是个笨蛋，被人欺负了这么久，竟然没办法动手。我现在的位子很是尴尬，上不上下不下，又是个废人，但是总有人想让我死掉，我也没有办法。萧策哭着一张脸，似乎被人欺负了很久的样子。而且我还有小玉要照顾，万一被对方发现，无形之中我们父子俩都要去见阎王了。真是放肆！小玉身上的毒就是我解开的，我还在想谁那么狠心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
如今看来就是你这个当爹的没出息。后面这些话，沈云珠并没有说出口。小玉的毒也是那人所致，我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多年，为了活下来已经是费尽力气了，我没办法。沈云珠更来气了。你个笨蛋，让我来！日后谁敢欺负小玉，我第一个弄死他。我就在等你这句话呢。多谢九王妃照拂，我和小玉日后就仰仗你了。萧策仍旧是苦哈哈的表情。看来婚期倒是可以提前的，这样更好，免得那女人对我死缠烂打了。萧策还想再说些别的，萧大已经飞奔回来。沈云珠见状，气呼呼走了。糟了，难道是我回来的太早了，打扰了王爷的好事？萧策送了他一个白眼儿。回来这么早做什么？完了，真的坏事儿了。王爷，外面都在传沈府上闹鬼了，昨夜里发生了不少怪事。萧大还是把听到的消息都说了一遍。萧策并不放在心上。什么闹鬼？我看就是有些人故意恶作剧，不必理会。萧大点头，总觉得这个恶作剧的手笔很像自家小王爷，但是他又不敢说，毕竟没有证据。去寒山寺找主持大师，就说本王和王妃的婚期要提前，让他安排个好日子，越快越好。王爷这是怎么了？竟然想要趁早大婚？你让萧三过去，即刻启程，本王今晚就要听到好消息。萧策急不可耐，萧大更加不敢迟疑，转身就跑了。沈云珠嘴上讨厌本王，心里还是惦记我的，还是要早日娶进门。府上那几个老东西，就让他去耍一耍了。萧泽宇房间，沈乐天气鼓鼓地坐在凳子上。大哥，你不要生气嘛，我真的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的。口说无凭可不行，你就写下来吧。若是将来你喜欢上了别的女子，你爹爹要娶她进门，我就带着我娘亲离开这里，并且一把火烧了你这九王府，可好？好。娘亲最近总会过来王府给你爹看病的，咱们要小心点儿，不要被发现了。那这几日我都会常去看娘亲了，你也不要被爹爹发现呢。不过咱们这个样子，什么时候能够坦白啊？暂时我还没想好，哪天我去问问娘亲吧。此时的沈云珠正在沈府上，看着好几个陌生人。这位就是乡下那个村姑。一中年女子端坐上座，毫不客气地打量着沈云珠。乡下姑娘。沈云珠看了她一眼，不认识。看来这货原主上辈子也没有见过了。这位老嬷嬷是哪位？谁给本王妃介绍下？老嬷嬷？你和谁说话呢？我是你舅母，你个村姑，没教养的东西，我看你就是欠收拾。沈云珠毫无惧色，等到对方冲过来，她那大长腿伸出去，啊！砰的一声，老女人被一脚踢飞。放肆！对本妃出言不逊，本妃即刻便可让你坐大牢。小贱人还没嫁入九王府，就如此嚣张。若是日后真的嫁过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大嫂，你怎么样了？秦燕走过去扶起了大嫂。你这个女儿着实欠缺教养，竟然敢教训堂堂秦尚书夫人。原来是秦尚书夫人啊！秦尚书夫人啊，你说的没错呢。本王妃从小在乡下生活，教养这东西的确不如你多啊。秦尚书就娶了你这么个女人，胆大包天，对九王妃不敬，那么本王妃也要好好与九王爷说说了。臣妇一时糊涂，并未认出九王妃，还请九王妃恕罪。九王妃大人不计小人过，给母亲一个面子可好？不好。
沈云珠收起大长腿，一下子站起来。秦燕，请你记住，本王妃的母亲只有那去世的沈夫人。既然你们两位都道歉了，那就拿出诚意来，每人自扇10个耳光。火凤，你留下守着，他们扇够了回来禀报。沈云珠长腿迈开走了。每人自扇10个耳光。秦叶和他大嫂全都懵了，这村姑竟然如此嚣张，真以为我们是那些个下人，你让扇耳光就扇耳光呢，我们是不会屈服的。然而啪的一声，秦燕首先自扇一个耳光。我这个小姑子怎么害怕一个村姑？然而啪啪啪，他自己的一双手不受控制的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光。怎么回事？我没想自己打自己耳光啊！果然还是王妃厉害。青鸾、火凤，过几日正是太后寿宴，你们可知道太后的喜好？王妃，太后的喜好似乎只有九王爷知晓呢。没错，就连当朝皇上都不晓得呢。什么？沈云珠有些诧异。难道说太后最喜欢的竟然是萧策这个小儿子？上辈子也没听说过呀。王妃若是想要送什么礼物，自然可以去问九王爷。不要，我想送什么就送什么，根本不需要那个家伙的意见。反正还有好几日，大不了去问小玉。接下来的几日，沈云珠都会去九王府给萧策治病。不过每次萧策说什么，他都随便应付过去。萧策心中不是滋味。哎呀，女人的心思真是难猜啊，这就生气了。王妃今日可是有烦心事，到底是谁惹了你？说出来，本王替你收拾他们。沈云珠摇头，没有。萧策却是为难了。难道真的是因为自我？那天只是随口说说而已，他当真了。娘亲，你来了呀！这个时候，萧泽玉跑了出来。小玉呀，你体内的毒都清理好了，面具可以不用戴着了。萧泽玉却是小手捂着面具，不肯松手。大哥说了，面具还不能摘。娘亲，我还不大适应。好吧，那就慢慢来吧。萧策给萧泽玉使了眼色，臭小子，赶紧离开，不要打扰我们。萧泽玉却是根本不懂，以为爹爹让自己带娘亲离开呢。娘亲，爹爹生病想要静养的，你去我的院子里看看吧。小家伙拉着沈云珠就走。这女人明显是讨厌我的，为什么叫我求她？这不可能。小王爷呀，你这是实力坑爹呀！小玉啊，你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吗？他那个黑心的爹都不知道过来陪陪儿子。是啊，这些年我爹爹身体不大好，每日都是白天陪我一会儿，之后就是吴满月陪我了。说完这句话，小家伙急忙捂住了嘴巴，像是说漏了什么似的。吴满月是谁啊？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那你的娘亲呢？沈云珠见萧泽玉不想说，也没有再问。娘亲，小玉没有别的娘亲，小玉这辈子只喜欢娘亲一人。娘亲，你不要丢下小玉呀！躲在角落里的沈乐天，小拳头已经握紧了。萧泽玉也让娘亲生气了。啊，小玉别哭啊，娘亲没有生气。你有什么话不想说，那也不必说的呀。娘亲，你不要误会，吴满月就是个坏女人，她就是想要做九王妃，我才不会让她得逞呢。又来一个想要做九王妃的。沈云珠不由得一惊，萧策在京都如此受欢迎。小玉啊，听说明日正是太后寿宴，该送些什么礼物给他老人家呀？娘亲，实不相瞒，我和爹爹很少进宫里，皇祖母并不需要我们的礼物，只要我们过去，她就会很高兴呢。
萧策竟然连自己老娘都厌烦吗？那好吧，若是明日进宫，我自己看着办吧。沈云珠忽然又是一阵心情不佳，干脆找了借口离开了九王府。他怎么了？为何生气了？萧泽玉两只小胳膊抱在身前，气鼓鼓地看着自己老爹。你还问怎么了？还不是你的错。都是我的错，我什么都没做，怎么就错了呢？讲实话。萧泽玉一根短短手指头指着自己老爹的脸，凶巴巴地说：还不是因为你这张脸，你的那些女人就像苍蝇一样呼过来，尤其是那个吴满月，赶都赶不走。刚才我不小心和娘亲提起了那个女人，娘亲的心情就不好了。吴满月。萧策听到儿子的话，竟然有种想笑的冲动呢。女人呢，都是口是心非的，说什么只是合作关系，还不是看中了本王的盛世美颜。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呢？我就喜欢仙女姐姐做我娘亲，你也别想找多少小妾。当然了，你想找也可以，我会带着仙女姐姐离开你的，再也不回来了。萧泽玉更生气了，站起来指着自己爹爹。你爹我也没想过找别的小妾，那都是玩笑话罢了。再说了，普天之下，你们能跑到哪里，本王都能抓你们回来。萧策才不会允许任何人偷走自己的孩子呢。萧泽玉不懂自己老爹的真正意思，转身就走。我不理你了，我要去找娘亲了。萧策看向萧大，让萧三跟着去。是。萧大去叫了萧三，跟着小王爷出门。沈云珠离开九王府，她逛着逛着就来到了青云赌坊。接下来的1个多时辰里，沈云珠大杀四方，足足赢了10万两银子。这不是还没过门的九王妃吗？竟然跑来赌钱，这样的人，九王爷怎么看上的？我的确没什么规矩，毕竟从小长在乡村。但是堂堂太师府的教养也不过如此啊！嫡女也进来赌坊？穆巧儿一噎，我是过来看个新鲜的，没想到竟然被沈云珠给抓到了。哎呀，对呀，听说在赵尚书府上，太师府嫡女和庶女都想偷锦鲤去做烤鱼呢。没错呀，赵府2小姐死命拦住他们2人，结果全都跳进了水里。幸亏九王妃喊人过来，不然大家都得淹死在池塘里呢。好些人议论纷纷，声音越来越大。你们不要胡说八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穆巧儿没想到，这么点小事儿竟然被人传成了这个样子。大家别说了，再说下去的话，穆大小姐都要没脸见人了呢。九王妃似乎运气不错，莫不如咱们赌一局。穆巧儿虽然不会赌骰子，但是她认识这里的掌柜的。这东西只要做手脚就能赢。沈云珠不过是个乡野村姑，不过是运气好，赢了点钱而已。沈云珠看了他一眼，我只是运气好，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娘亲，你和他赌，我有好多小钱钱。这个时候，萧泽玉跑了过来。想不到娘亲在这里赌骰子，娘亲的爱好真多呀。你的小钱钱留着买糖吃，今日啊，娘亲给你瞧瞧什么叫做赌后。来吧，你想怎么赌？穆巧儿心中大喜，村姑上当了，当然要赌大的。九王妃也不是什么没有银子之人，那么赌钱就显得很没有意思了。咱们赌些别的。好，你说。不论赌什么，我都会让你输得很惨。既然要赌，各位做个见证吧，我们就来3局2胜吧，哪一种都可以。若是九王妃输了，还请你自请退婚。你也该知道，你这样的身份与九王爷那是云泥之别，可否？退婚？众人纷纷一惊，这个赌注有点大呀，竟然是退婚。九王妃这样的出身，
能够得到这样的婚事，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他怎么舍得退婚呢？这些人的心里话，就像是看到了沈云珠必输无疑呢。若是你输了呢？想要让我退婚，这辈子都是做梦去吧。就算是我不想要的男人，那也是我主动退婚，并不是赌输了。穆巧儿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村姑会有这样的胆量。这样吧，本王妃也不难为你，若是你输了，就剃头为尼，去寒山寺为圣齐国祈福3年，如何？什么？剃头为尼，还要祈福3年？穆巧儿惊呆了。村姑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小贱人，不过是运气好，让你攀上了九王爷这个高枝而已，你竟然敢对我如此恶毒！好，今日我必定能够赢了你。等你退了婚，我会让你去见阎王。不对，今夜就让你去死吧。怎么，赌约是你提出来的，你这是不敢了？这女人竟然敢要我的命啊！那还等什么？必须重赏啊！谁说我不敢赌了？好，我和你赌。各位做个见证吧，若是哪一方输了，一定要履行赌约。好，我也可以做见证。我也可以。这就开始吧。众人都等不及了，还有一些人跃跃欲试，已经开始下赌注了。沈云珠倒是忘了这茬，当即把自己赢来的10万两银子全都下注。我赌我自己赢，来吧。我的个乖乖，九王妃霸气啊！10万两银子全都下注。村姑就是村姑，没见识，赢了这么多银子，一会儿全都又要输掉。当然啦，你不仅是会输掉这个赌局，甚至要输到你来之不易的婚约。没人发现，那边2楼上有个青衣男子，正看着下面的赌桌。那位就是传闻中的沈家大小姐。三弟，你说什么呢？她是妹妹。沈君元不高兴地打了他的头。哎呀，二哥，你打我头干嘛？我知道了。沈君豪不大高兴，两人扭头看向下面。开始吧，我也不为难你，那就赌头子大小。穆巧儿话落，看了一眼那个掷头子的小二，对方当然晓得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沈云珠只当作是没看见，拿出一张5000两的银票。我压大。穆巧儿嘴角上扬。蠢货，大小可是你说了算的。他拿出1万两银票。那我就压小。好，不许更改了。掷头子的小二拿起看似普通金碗，摇晃的姿势花样百出。若是娘亲输了，那就要和爹爹退婚了呀！我不要娘亲离开，千万不能输，不能输！开！小二哥拿开了金碗。怎么回事？竟然是3个6大，怎么会这样呢？我明明做了手脚的3个1小啊！竟然是大，九王妃这运气也太好了吧！真的是大哎！娘亲，你赢了！娘亲，你这么厉害！没办法，实力如此。实力已经不允许我低调了，实在是没办法呀。哈哈，恭喜九王妃，果然是赌后啊！九王妃果然是厉害呀，佩服佩服！九王妃威武！那些压住九王妃会赢的人当时鼓掌恭贺沈云珠，而那些压住穆巧儿赢的人倒是没了声音。3局2胜，还有2次机会呢。沈云珠运气好一次，总不能一直都好。抱歉啊，本人一直运气好。既然九王妃如此厉害，那我们来点大的。穆巧儿身边的丫头开口了。穆巧儿看向丫头，那丫头鄙视地看了一眼沈云珠，说：“不如直接比猜中头子的字数。九王妃运气好，我家小姐运气也不差。”果然聪慧，
纵使你沈云舟再聪明，也不可能猜得中骰子是几，猜中一个，也不可能都猜中。好啊，村姑还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呢，真是可悲。那小儿继续掷骰子，这一次他可以有机会作弊了。那就3个3，小。我就猜4、5、6，大。既然上次你猜大能赢，那么这一次我也能赢。好，开了啊！大家看好了。小二慢慢掀开肩腕，穆巧儿和那个丫头死死盯着那3个骰子，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沈云珠仍旧是气定神闲地靠在椅背上，毫不担心。啊！小丫头惊呼一声，整个人都不好了。穆巧儿也是不可置信地张大了嘴巴，那个掷骰子的小二更是跪在了地上。怎么会这样呢？竟然真是3个3！不可能的，我干了10几年，作弊的手段那是1等1的高，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失误。这6人作弊，能看见谁作弊了？你和你的丫头贴着赌桌站着，本王妃距离那桌子甚远，想怎么作弊？你教教我。输不起了想要逃跑？谁给你惯的？你老娘吗？是他，你和他是一伙的，你买通了这个小二，故意来整我。九王妃，都怪小的学艺不精，没有能够不动声色的作弊，可请您见谅啊。你们胡说，我娘亲才没有作弊呢。萧泽玉生气了，你们一定是看不起我娘亲，才会故意诬陷我娘亲，真是该死。沈云珠，现在人证物证齐全，你还要利用小王爷求情吗？穆巧儿咄咄逼人，这么多人看着呢，你这一村姑，若是不敢承认，那就去找李国士，让他来批审此案。穆巧儿，你说的没错。你瞧瞧吧，这就承认了。娘亲，你不要怕那个坏女人，她就是在撒谎的。我去找爹爹来，他们都得受罚。谁说我怕了？娘亲不是教过你吗？遇到坏人不用怕。人证物证都齐全了，沈云珠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退婚了。哎呀，没见过世面果然不行呀，为了能赢用了手段，关键的问题是你倒是用明白点呀，这么快就穿帮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沈云珠听到这些心声也是这么想的，自己打自己的脸。行了，闹腾了这么半天，你们自己说说吧，为什么要和我打赌？又为什么赌输了还不承认？你们都做了什么手脚？这个女的发什么疯啊？难道是承认之后才意识到不对头，这就来反悔？你想反悔就反悔，哪有这么美的事？沈云珠，你说的没错，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做的手脚。我买通了小二，就是要赢了你，让你退婚。你不过是个村姑，运气好赢了几次而已。青云赌坊的老板见到我爹都要恭恭敬敬地称呼一声太师大人。我让这个小二如何弄大小，他就得听我的。穆巧儿说完，自己都懵逼了。怎么会这样？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实话，而且那种不受控制的感觉是怎么回事？空气突然安静下来。你呢，小丫头？九王妃，奴婢知错了，是我抓住了那个小二的媳妇和老娘，若是她不肯承认是你的帮手，那2个女人便会被杀掉。我就是看不惯你个村姑，明明是和我同样的奴才命，你却能够嫁给九王爷。小丫头招供的速度更快。九王妃饶命啊！奴才也是被穆大小姐威胁的呀，但是奴才学艺不精，根本没办法在九王妃面前作弊，还请九王妃赎罪，饶了小儿一命。奴才给你磕头了。该说实话的时候不说实话，这就是欺骗我的下场。原来这一切都是穆巧儿搞的鬼。九王妃不仅没有作弊，在看穿了他们的诡计之后，竟然还赢了。九王妃真是真的有本事的呀。穆巧儿，贵为堂堂太师府嫡女，竟然用这种不入流的手段，甚至坑害本王妃，你觉得该怎么惩罚好呢？
你活该，这都是你自找的。该死的，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是沈云珠这个村姑用了什么妖法？既然你想不到，那就让本王妃替你想。愿赌服输，先剃光头，继而去寒山寺祈福3年。若是你自己主动服输，你诬陷本王妃的罪名倒是可以免了。若不然，现在就请李国士亲自审批此案。什么？穆巧儿眼珠子都瞪大了。我想要让李国士过来惩罚沈云珠，这会儿竟然换成了沈云珠请过来审理我，还要让我愿赌服输，绝无可能！你这个该死的小贱人，都是你陷害我的！我不服！我不服！穆巧儿好不容易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扭头冲出赌坊，她的小丫头也跟着跑了，两人头也没回。本王妃虽然天生丽质，心地善良，但是也不是好欺负之人。穆大小姐讲过，会为咱们圣齐国祈福3年，那她一定会做到的。沈云珠让人收拾好自己的银子，留下1000两打赏众人，剩下的都带走了。小月，想吃什么尽管开口，娘亲给你买。娘亲，你真的赢了呀，而且你没有作弊，我好崇拜你啊！我也想学习赌术。学赌术？这孩子怎么和小天一个样子啊？都喜欢做个赌徒呢。先去吃东西，日后等你长大了，自然就会了。沈云珠带着他去下馆子。赌徒这东西啊，小孩子不能学。二哥，咱们妹妹这么厉害啊！三弟，你知道的还少呢。咱们妹妹那可是才貌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武功也是天下第一。日后你就会知道了。我和四弟跟着外祖一家在边关打仗，竟然还不知道多了这样一个英姿飒爽的妹妹啊！二哥，咱们走吧，皇上让咱们悄悄去查东河大桥的事，还没有头绪呢。走吧，大哥去了边关，再有些时日就会回来了，到时候咱们再去找妹妹。沈云珠带着萧泽玉吃了好吃的，他亲自送小家伙回府。萧泽玉却是半路找了个借口，跟着萧三走了。九王府，沈云珠进来就去探望萧策，毕竟萧策现在还在卧床不起呢。娘亲，你来了呀！爹爹这一日都在床上躺着，还说有万只蚂蚁咬他，你快给他瞧瞧吧。刚才小玉说她去见个朋友，这么快就回来了？而且看她这一身装扮，竟然也换了，怎么回事啊？这孩子在和我玩捉迷藏吗？沈乐天并没有发现娘亲的怀疑，连忙拉着她去看萧策。娘亲，快瞧瞧爹爹，他现在特别难受呢。沈云珠被他拉着去看萧策，暂时也没有理会那个疑虑。九王爷，哪里不舒服啊？爱妃，本王全身都不舒坦，尤其是这双腿，似乎要被虫子给咬断了。只是说了一句话，人就又重新闭上了眼睛。沈云珠并不惊慌，号脉过后，看向了窗外，眼里闪过一丝金光。九王爷，你这双腿怕是要废了，我也没办法呀。唉。沈乐天两只小手捂住了嘴巴，瞪着大大的眼睛。怎么办？娘亲将来嫁的人竟然是个残废啊，下半辈子都要躺在床上啊，怎么办呢？爱妃，本王这是完了。沈云珠一手捂着脸，似乎是在哭泣。王爷，都是我不好，我学艺不精，没办法帮到你。屋里一家三口全都泣不成声，那窗外的人见状，扭头就跑掉了。这个消息好呀，一定要早点告诉主子。等到人一走，沈云珠收起了眼泪。小月，你去门口守着，除了萧大，谁都不能进来。沈云珠态度异常认真。沈乐天明白，迈着小短腿立即就跑了。萧策睁开眼，早就没有刚才的病秧子状态。恭喜王爷，
这一双腿终于能够站起来了。她真的美，美得让我挪不开眼睛。不愧是小玉说的是仙女姐姐，我这是娶了个天仙媳妇儿，只是这万只蚂蚁咬到是真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萧策见沈云珠又拿出银针，有些不明白。难道是还要继续扎针？放心，有蚂蚁咬你，说明你的腿有了知觉。今日再施针一次，就能够彻底好转。不过你也要小心啊，不可突然站起来，怎么也要10日才能恢复为正常人一般。10日？萧策勾起嘴角。放心好了，没有必要的时候，本王这双腿一如既往的废。自己说了这番话，沈云珠并没有回应，一直在低头施针。这几日听闻他一直很高调，惩罚了好几个妖艳贱货，原来安静下来的样子让人移不开眼睛。沈云珠并没有注意到萧策的眼神，施针的时候要专心。这次时间要长一点，喝点水吧。沈云珠起身来到桌边，倒了一杯茶，其实就是从自己的空间里倒出来的灵泉水。抱歉，我全身没有力气，麻烦爱妃喂我。喂你？沈云珠不高兴，这辈子我给喂水的人还只有沈乐天，因为是我的小宝贝。萧策这家伙，算了，救人救到底，谁让他是个病人呢？好吧。沈云珠坐在床边，单手扶起萧策。萧策当真是浑身无力，靠在了沈云珠的香肩上，微微开口喝了那杯茶水。这茶水可真甜，果然是媳妇儿喂给我喝的，甜滋滋的。沈云珠喂完了水，又把人放下去，动作有些粗鲁。这男人看上去挺瘦的，其实还挺重的呢。萧策倒是很高兴，总归他没有讨厌我了，真好。屋里再无人说话，沈云珠翻开了画本子，看着看着就笑了。萧策歪着头看着那明眸皓齿的姑娘。你总是偷看我做什么？我脸上有东西吗？还真的有东西，你不知道吗？有东西？沈云珠放下了画本子，一只手摸摸自己的小脸，并没有任何东西啊。你过来，我指给你看。沈云珠信以为真，走到床边。你凑近点儿，不然我看不清了。男人真是麻烦。沈云珠又凑近了。到底是什么呀？该不会是有红点之类的吧？萧策将自己的脸也凑了过去，两人的距离很近。有点可爱啊。男人磁性的嗓音漫开在沈云珠的耳朵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竟然在讲土味情话，他在调戏我。你个登徒子！沈云珠反应过来，转身就要走。男人长臂伸出，稍微用力，将人拉入自己的怀里。这人腿上还扎满了银针呢，竟然还敢这样搞！爱妃，本王觉得你甚是可爱，难道爱妃不这样觉得？活了2辈子，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般搂着，又是第一次与男子距离如此之近。还不放开我！时间到了，我要拔针了。萧策勾了勾嘴角，心满意足地放开了小娇妻。沈云珠一下子就站起来，转过身，整理好自己的衣服头发。萧策，你不要得寸进尺啊！你刚才那叫轻薄良家妇女，懂不懂？沈云珠想想就觉得有气。凭什么我竟然被一个男人给调戏了？不能轻饶了你！良家妇女？萧策笑了。爱妃，你和我有婚约之人，全天下人都知道，我们之间这种程度的接触，这是自然的。小娇妻这是害羞了，不过她害羞起来的样子更好看，真美。你这个浪荡子，
一定与好多女子都如此接触过，才会如此知道行情呢。看我不好好惩罚你！他怎么会这么想呢？这辈子除了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子，我从来没有与别的女子如此过，倒是那些女子前仆后继的想要扑倒我呀。他想要解释，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只见沈云珠弯腰，一双小手触及那些银针。萧策刚才还不觉得疼，这会儿竟然疼得喊了出来，一双好看的桃花眼瞪着沈云珠。沈云珠也看着他，不同于刚才的怒气冲冲，这会儿得意地吐了吐舌头。萧策懂了，他是在惩罚自己。所有的银针都拔了下来，沈云珠舒坦地松了一口气。小样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调戏本战神。好了，你试试能不能下床。沈云珠高兴了一会儿，坐在一边的桌上。萧策全身都湿透了，贴在了身上。他试探着下床，挪动步子，竟然走了2步，而且这双腿似乎能重新受到我的控制了。沈云珠见他惊讶欣喜的脸，稳稳点头。按照药方继续吃药3日，你这毒算是彻底解开了。不过饮食要小心了，我是不知道日后还会不会再次中毒。萧策一步步挪到了沈云珠面前，盯着她好看的小脸。你为何会医术？又问。沈云珠抽了抽嘴角。我怎么会的？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记得我是你的救命恩人，懂？沈云珠起身，病也治好了，话也说完了，这就可以走了。然而，萧策突然吃痛的闷哼一声。沈云珠看向他，他眼前的男人忽然抱住了他，靠在了他的肩膀上。爱妃，为父走不动了，抱歉。萧策抱住了小小娇妻，根本不想离开他。不同于刚刚的暧昧气氛，沈云珠信以为真，一下扛起了萧策，转身出门。爱妃竟然如此力气大，好歹我是个大男人呢。萧大，速速备水，王爷需要沐浴，快！沈云珠神情紧张，扛着人向着浴房走去。萧大爷以为萧策如何了呢，赶紧就叫人准备。沈云珠把人扔进浴桶里，这才给他号脉。萧策靠在浴桶上，看着为自己紧张的小娇妻，好想抱她在怀里啊。沈云珠真的以为萧策有什么不对劲儿呢，毕竟这么快就治好了他的腿，很容易有些别的地方忽略了。但是号脉过后，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人好好的呢。你个浪子，拿开你的爪子！沈云珠生气，一把甩开了萧策的手，转身就走。萧策看着气鼓鼓离开的小娇妻，似乎满意的笑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王妃刚刚还那般紧张王爷，只是一转眼人就变了。杨亲，我想与你去沈家玩。好，走吧。那个糊涂王爷连个小娃娃都保护不好，笨蛋。沈云珠抱着小家伙儿回了沈家，迎面就遇到了杨银。二小姐，这位小公子，这是九王爷的公子萧泽玉。九王爷的儿子。杨莹藏在袖子里的手不由得握紧了。果然是个下贱的女人，还没嫁过去就争抢着给别人家当娘，哼，这种村姑根本配不上我。二小姐，我有几句话想要同你讲。沈云珠更加生气。杨莹这是什么态度啊？还以为我是你的女人呢。上辈子被你害得那么惨，这辈子你还上瘾吗？果然人至贱天下无敌，这种人我就该让他尝尝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你要和我娘亲说什么，就在这儿说吧。沈乐天也不乐意了。这人是谁呀？看那个样子像是我娘欠了他的银子似的，而且
他凭什么对我娘亲这个态度呀？长得还没有萧策好看呢，谁给他的脸呢？二小姐，我想单独和你讲几句话。好，小玉，你在那棵树下坐着等我，好不好？沈乐天想了想，点头同意了。那个家伙一看就是图谋不轨，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说吧，有什么话非要单独说？二小姐，我想不到你竟然是如此贪慕虚荣之人，为了能够坐上九王妃，竟然甘愿去给别人家的小娃娃做后娘。哎呦呵，这句话在教我做人呢。还有呢？我以为二小姐应该正视自己的身份地位，毕竟你从前10几年一直在乡下，所谓婚配，那也是要讲究门当户对的。所以呢？所以我以为你和九王爷并非良配，无论从哪一方面去看，你都配不上九王爷。那你以为我配得上谁？二小姐，那日初见，我知道你对我一见钟情，所以若是你肯主动与九王爷提出退婚，我是可以帮你的。没错，就是这样的。这是村姑看上了我，我自然是要姿态高的。沈云珠一下子就笑了。有些人呐，就算是重来一世，这家伙也是如此的厚颜无耻。那你与沈秋月的婚约呢？难不成当日你没有看光了他？那所谓的婚约都是为了应付沈祥成？虽然我与秋月已经有了婚约，但是她毕竟只是个庶女而已，如何能与你这嫡女相提并论呢？所以还是刚刚的话，若是你能……杨颖，你胡说八道什么？杨莹一番话还没说完，沈秋月就冲了进来。你说我只是个庶女，你凭什么这么说？大姐姐，你来的正好啊！刚才杨莹求我去与九王爷求情，让九王爷与沈老爷说说，与你退了这门婚事呢。他说呀，那就是个庶女，而且行为不端，又是被人玷污了身子。他一个翰林院副院，根本不会娶这样的媳妇儿。哎呀，我可怜的大姐姐呀！沈云珠又来补一刀。杨莹，你个狗杂种，敢对我有非分之想，还搞出我喜欢你的样子，这就是你的下场。沈秋月一下子就当真了，毕竟沈云珠说的话都是真的。好，杨颖，你可真是行啊！若不是有我爹的关系，你以为你能这么快就坐上那个位子吗？你敢与我退婚？不用别人，你去找我爹爹来说。走。秋月，你不要这样讲啊，不是那样的，我没有啊。但是沈云珠那个村姑，都是她想要勾引我，她让我与你退婚的，都是她。杨莹没办法了，死死抱住了沈秋月，不肯松手，并且还把所有的事都推给了沈云珠。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要退婚，故意嫁祸给我娘亲的。沈乐天跑了过来，小手指着杨莹。刚才我都听见了，若是你不承认，我这就去找我爹爹过来。小王爷都听见了。沈秋月可是认得萧泽玉的，这一下子更加恼火了。好你个杨颖，竟然敢撒谎！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走，去退婚，走！村姑竟然敢坏我的好事，这辈子我不会赏念好过的。很不错。沈云珠也是这么想的。在我面前搞事情啊，那你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小玉，咱们走吧。沈云珠抱着小家伙一路回到了自己的院子里。杨银不想去退婚，看看周围没人，扛着沈秋月去了自己的院子。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杨银爆发了，在床上征服了沈秋月。沈秋月没想到这个男人如此厉害，当时很满意，也就不去找爹爹退婚了。小月，你想吃什么？娘亲给你做吧。沈云珠先安抚好小家伙，
然后再去收拾杨银那个臭男人。却不想这个时候沈向雪来了。沈云珠很不想接待他，偏偏他进来见到了沈乐天，差点就跪了。搞什么？有话快说。沈云珠只以为沈向雪是在给小王爷行礼，并没有发现别的异常。沈乐天也觉得奇怪，难道是这女人认识我？应该不会的吧。这几日我都在九王府，几乎没有出过门。就算是前几日我过来惩罚过她，可也没有被她发现的。你干什么？有话快讲。二姐姐，爹爹，明日正是太后寿宴，爹爹让你带着我过去，所以我才会前来。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抓住一个皇子的心才成。沈祥成真是个老狐狸，搞不定我就要换个女儿。我知道了，你回去吧。谢谢二姐姐，那我告退了。沈向雪说完，又行了一礼。小王爷，还请您见谅，臣女告退。这才急匆匆转身就跑掉了。沈乐天却是想到了什么，难怪沈香雪刚才一直都很紧张，尤其是见到了我，她一定是之前见到过萧泽玉，并且有可能被他给惩罚了，这一会儿就见到了我，把我当成了萧泽玉，才会如此害怕的。如此看来，我一定要谨慎些，不要被娘亲发现了呀。至于到底沈向雪如何被萧泽玉惩罚了，要回去问了才知道。沈秋月的院子里，哎呀，月儿，小不忍则乱大谋，你现在养身体重要啊！而且这次沈向雪那个贱人已经打定了主意，咱们不要跟着一起掺和。等到他与沈云珠鹬蚌相争，咱们再来个渔翁得利。娘，杨颖那个蠢货似乎被沈云珠勾引了，昨日我见了他们。秦燕当即大吃一惊，什么？他们竟然搞到了一处，那怎么能行？如今这个关头，沈祥成没让秋月回到乡下去避风头，已经是开恩了。说是再没了这门婚事，那岂不是要完了吗？娘，沈云珠那个贱人竟然谁都敢勾搭，咱们的计划是不是也该提前了呀？没错，娘已经派人去乡下找那个小畜生了，只要带到了这里，就不怕沈云珠了。沈秋月也是这个意思，他们都知道的。沈云珠当年生下了双生子，一个就是萧泽玉，如今的小王爷，另外一个却是流落在外，至今还没有下落。沈秋月和秦燕的计划正是找到那个小娃娃，一来可以要挟沈云珠，二来也可以趁机接近九王爷。这个晚上，沈云珠睡得特别好，沈乐天却睡得不好了。他等到娘亲睡着了，悄悄溜了出去。杨银已经睡着了，他闻到了一股花香的味道，因为那花香味道正是沈乐天打开的小瓷瓶。哼，你个淫贼，竟然敢欺负我娘，我会让你更好看的。沈乐天拿出了画笔，扯开了杨银的衣裳，在他的胸膛之上画了个怪兽。从始至终，杨银都没有任何反应。天光大亮，鬼啊！那奴才杀猪一般的惨叫，连滚带爬的就跑掉了。杨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他低头去查看自己的衣裳，他看到了什么？只见他的胸襟上竟然画着一个怪兽，张牙舞爪，非常可怕。来人，是谁陷害我？给我查！给我查！娘亲，咱们去哪里呀？我们要去皇宫参加你祖母的寿宴呢。寿宴？皇宫？沈乐天一下子不笑了。我从未进宫过，那我岂不是要露出破绽吗？这不行啊，一定要去找萧泽玉才行。娘亲，我给祖母的贺礼还在府上，所以我要先回去一下，可以吗？
没问题的，走吧。一路来到了九王府，马车还没有停好，沈乐天就跳了下去，一直跑到了萧泽玉的屋子里。萧泽玉，你出来呀！一会儿你与娘亲进宫。怎么回事？萧泽玉人呢？该不会是已经去了宫里？大哥，我在这儿呢，你可算是回来了呀。你们怎么从外面进来的？可是被娘亲发现了。萧泽玉摇头又点头，幸亏我早有准备，就说又忘了东西，又跑回来了。哦，沈乐天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你去吧，不要露出破绽。娘亲很聪明的啊，今日一定要保护好娘亲。我在家等你哦。大哥放心吧，若是有人敢欺负娘亲，我一定会揍他们的。萧泽玉一路跑到了大门口，见到了沈云珠，开心极了。娘亲！小家伙一跃而起，跳上了马车。爱妃，今日去皇宫，这是本王准备的礼物。这是什么？你猜。沈云珠白了他一眼。这男人怎么感觉性情大变啊？从来不苟言笑之人，竟然会玩这种小把戏。那不必了，礼物我也准备了。沈云珠从马车里拿出了一个大盒子。南海夜明珠，只此一颗。爱妃果然厉害，本王佩服。萧泽玉已经都看呆了，娘亲一出手，竟然送一颗那么大的夜明珠。其实他也好想要一颗呀，这样晚上睡觉就不会害怕了呀。萧策发现了自己儿子的想法，笑着点了点他的头。你个小屁孩，竟然什么都想要。萧泽玉竟然稀罕夜明珠，这更让他奇怪了。昨夜里我拿出过夜明珠来的呀，但是萧泽玉讲太亮了，不喜欢。难道小孩子也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吗？既然你喜欢，回来的时候娘亲再送你几个，好不好？沈云珠试探地问。好，谢谢娘亲。糟了，沈云珠非但不高兴，反而有种奇怪的念头，这个萧泽玉似乎并不是昨天晚上的萧泽玉。不过他现在也没时间搞清楚，因为马上到了皇宫了。一家三口很快到了宫门口，一家三口颜值出众，一时间引来好多人的围观。那位就是九王妃啊，真的是太美了呀。那么美有什么用啊，还不是个村姑。村姑？我看不是吧，这都是村姑，那我是什么？哎呀，别胡说了，九王爷很喜欢这个村姑呢，乱说话小心被打板子。这些人议论纷纷，虽然声音不大，还是能够听得见的。沈云珠也不当回事儿，穆巧儿见到了沈云珠，想到了昨日在青云赌坊出糗，心中恨极了他。无论如何，今日一定要让他死在这里。皇宫这么大，死一个人算不得什么。沈云珠听到了穆巧儿的心声，勾起嘴角。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我的命啊，那可得成全你啊。太后的寿宴很快开始，子孙们争抢着送上寿礼，无非是些字画、曲谱、名贵的人参之类的东西。太后老人家并没有多大兴趣。很快到了沈云珠与萧策送出礼物了。萧策送了一本孤本佛经，太后非常高兴。此儿真是有心了，这么难找的东西你都能找得到。萧策笑笑没说话。沈云珠送上了自己的夜明珠，太后当即眼睛都亮了。小九媳妇儿，你这是从哪儿得来的好东西？偶然的一次打鱼捞上来的，您喜欢就好。喜欢喜欢，我最喜欢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了。来人，赏白银1万两。娘爱，你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啊？那我送您的咋不喜欢呢？老娘，您能再虚伪点吗？不过好歹你是给我媳妇儿赏赐，我就不与你说这些了。
送完礼物，开始了歌舞表演。萧泽玉被七公主萧应云带着，萧策不知去了哪里了。沈云珠对此不感兴趣，自己漫步溜达。沈云珠对这里也没什么好感，只是暂时还不能离开。为什么？当然是距离他不远处还有几个追命鬼呢。小梅子，你只要耐心等我2年，这皇位归了我，你就是我的皇后。七皇子，你不要乱说话，咱们这样是不对的，若是被人发现。女人还没说完，男子又开始运动，淹没了女人的声音。沈云珠懂了，里面这2个正是七皇子与皇上的一位妃子，还想要夺得皇位，这种大逆不道之事都干得出来。呵呵。从这些假山里穿过去之后，就可以到达宫宴上。只可惜，沈云珠才走了2步，就被一个男人抱住了。谁？男子依旧紧紧抱着她，柔声说：“爱妃，是我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沈云珠的话还没有说完。别说话，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沈云珠用心倾听，果然听到了穆巧儿的心声。该死的小贱人，刚才明明看到他了，这么一会儿功夫怎么就不见了？他身边跟着丫头，同样是痛恨之极。村姑该不会是迷路了吧？第一次来皇宫，竟然四处乱走，若是害了我家小姐，非得弄死她不可。嗖的一下，一道破空之声响起，跟着石子穿破窗户打进了那屋子里。沈云珠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我没动啊，那就是萧策。他好看的杏眼看向抱着自己的男人。什么人？那个男子的声音。哎呀，这是那个小丫头的声音，跟着就有女人飞奔往回跑的声音，跑掉的正是穆巧儿。萧郎，怎么办？莫怕，就是个丫头，死了就死了。人都走了还不放开我？沈云珠瞪了一眼萧策，萧策一只手搂紧了沈云珠，一条胳膊都有些麻了。抱歉，走吧。他松开了那只胳膊，换了一只手，牵着沈云珠的小手。谁允许你牵我的手啊？只是在这假山之中，似乎萧策更熟悉这条路。爱妃，本王今日救了你一命，这个救命之恩，你可记得还？萧策重新坐在了轮椅上。沈云珠愣住了。我没有你也能自己出来的好吗？萧策，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沈云珠还想说话，萧策一把将人捞过来。沈云珠猝不及防坐在了萧策的轮椅上。你搞什么？萧策却是看向前方，表情不悦。沈云珠才注意到不远处还站着一个人，正是太子萧泽州。侄儿参见九皇叔、九皇婶，我就是出来透透气，没想到打扰了2位的雅兴。那就不要继续打扰我们了，走吧。萧策搂紧了沈云珠，萧泽州藏在袖子里的手捏成了拳头，面上仍旧是不敢表现出来。是。萧泽州深深地看了一眼沈云珠，这才转身走了。等到人一走，沈云珠立即想要从萧策身上下来。别动，又有人来了。他搂紧了萧策的脖颈，也没有再动一下。萧策盯着他的小脸，看着看着，一张脸凑了过去。沈云珠原本低着头，忽然感觉到什么，抬头去看，猝不及防，2人就吻在了一起。沈云珠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脑子里一片空白。萧策更是紧张的不行，以至于将怀里的人抱得更紧。2人四目相对，久久无法分开。二姐姐，原来你在这里，我找了你好半天。沈云珠慌乱地推开了萧策，本想彻底分开，但是一瞬间听到了沈香雪的心声。
不要脸的小贱人，勾引男人的狐狸精，竟然跑到这儿来了。你找我做什么？第一次来皇宫，不认得路吗？什么叫第一次来皇宫？你个村姑才是第一次来呢。二姐姐，我就是来问问你，也没有见到穆大小姐的丫头，她走丢了。沈香雪，你以为九王妃是做什么的？给区区太师府的大小姐看管一个丫头吗？若是你有这个闲工夫，那你自己去找啊。你来过皇宫的次数肯定比我多，知道的地方也多，不要来烦我。你说是不是啊，夫君？沈云珠冲着萧策甜甜一笑，萧策只觉得自己的魂儿都要被人勾走了，当即点头。滚下去！沈香雪没想到沈云珠竟然如此不要脸，当着自己的面勾搭九王爷，而且九王爷偏偏就吃他这一套，根本不管自己。虽然心中委屈，可也不敢反抗，气呼呼的扭头跑掉了。萧策，你太过分了。爱妃，这次是夫君做的不对，应该找个没人的僻静之处。你闭嘴，谁要和你找个僻静之处？沈云珠不想听他说话了，气呼呼的也走了。萧大。萧策叫来萧大，吩咐他。穆巧儿招惹了王妃吗？萧大想了想，终于把在青云赌坊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愿赌服输，他必须剃光头，并且去寒山寺祈福。我家王爷这是替王妃报仇吗？天老爷呀，我家王爷终于开窍了呀！还愣着干什么？听不懂吗？是，属下这就去办。当然要好好办呀，而且还要风风光光的呢。沈云珠回到了自己的席位上，什么都没吃就想要离开了。这个时候，只见穆巧儿竟然光着头跪在了大殿中央。太后皱起了眉头，不悦地问：下跪的是何人？为何如此？回太后老佛爷，臣女太师府嫡女穆巧儿，自愿去往寒山寺为圣齐国祈福3年，还请老佛爷成全。穆巧儿竟然真的要去寒山寺祈福啊！难得，实属难得。沈云珠倒是觉得奇怪了，我还没动手呢，这女人竟然自己剃光了头，难道是害怕了？刚才去杀我的时候可没害怕呢。好，穆太师果然生了个好女儿啊！这一切一定是沈云珠干的好事，一定是的。什么人这样好心啊，竟然帮了我一个忙呢？宴会终于结束，沈云珠抱着睡着的萧泽玉上了马车，萧策就坐在他们身边，不时地看着沈云珠。沈云珠被他看着心烦，有什么话就说，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吗？我在想，爱妃年纪不大，但是对于带小孩似乎很有一套，这是为何？什么意思啊？沈云珠一下子看着萧策，难道他知道了？应该不会的。沈乐天的事情，除了我，京都中应该再无人知晓。不过是小孩子喜欢我而已，只要有心，总会带好的，这有何难？怎么还生气了呢？我只是随口问问。今日的爱妃似乎出奇的容易生气呢。一路再没有说话。小玉还是你带着，我这里不一定安生，她会睡不好的。沈云珠把小家伙放到萧策怀里，自己就下车了。萧策想解释一下，都没有这个机会。沈云珠一路近乎狂奔，回了自己的院子，准备关门之际，就看到了讨人烦的杨银又来了。沈云珠，听说你在皇宫里勾引九王爷。萧策是我夫君，我们就算是在皇宫里入洞房，也与你无关，滚开！沈云珠，你个下贱的村姑，你以为九王爷真的稀罕你啊？
你这种烂大街的贱人，九王爷只是玩玩你，你以为你……沈云珠心中烦躁至极，扬手就是2个大巴掌，啪啪，清脆响亮的巴掌声响彻了夜空中。杨银被打得原地转了好几个圈，终于才停了下来。你个贱人，你竟然敢打我！不过是个没过门的村姑九王妃，竟然敢打我这个翰林院副院，找死！打你怎么了？你算个什么狗东西？打你脏了我的手！沈云珠怒不可遏，快步上前，拳打脚踢。杨银只是个文弱书生而已，哪里被女子如此对待过，根本打不过呀，被打得头破血流。杨银，你会为今日之事后悔的。再有下一次对我有非分之想，我会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沈云珠可不是什么好心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锤之。这个女人也太凶狠了，我没有娶她过门是对的。沈云珠已经回房间去了，而这里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暗卫禀告给了萧策。萧策原本因为与沈云珠之间的暧昧互动而心情大好，听到了暗卫回报，他的好心情荡然无存。那个叫杨隐的家伙是个什么来头？回主子，杨隐只是个沈襄城的远房亲戚，因为攀附上了七皇子，有了这么个位置。七皇子萧泽浪。萧策想到了刚刚看到的场景。你当时为何不出手帮助王妃？萧策还没想好怎么收拾那个蠢货，忽然想到了关键点。暗卫吓得立即跪下了。王爷息怒，属下当时也想出手，但是见王妃打得兴起，属下实在是不敢上前帮忙。你是没看到呀，王妃那个身手绝对不是一般女子。她是如何出手的？你与我来说说。当时王妃先出手，赏了那杨颖2个巴掌，然后……过程真的很精彩。萧策听着听着，脸上也重新露出了笑容来。行了，你起来吧，继续在那边守着，有什么事随时来报。萧策还要去找萧大，让他去收拾杨银呢。暗卫谢恩转身就走，又想到了什么，回来讲：王爷，还有一事，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讲，饶你不死。萧策站了起来，舒展筋骨，能够自由行走的感觉真好，就像是刚刚抱着小女人的感觉一般美好。属下不明白，昨夜里属下发现小王爷溜进了杨营的院子里，狠狠惩罚了那厮，只是今日见到了小王爷，他似乎有些奇怪，难道是梦游忘记了什么？小玉半夜去惩罚杨岩，他可是最害怕黑夜的呀，怎么敢偷偷一个人出去呢？你去盯着，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处理。萧策转身出门，去往萧泽玉的院子。此时的萧泽玉正在屋里与大哥讲述近来发生的事情。那日我狠狠地惩罚了杨岩，下次他见到你，你一定不要露出破绽来。那日我也狠狠惩罚了沈向雪，他见到你一定会害怕的，你也不要露出破绽。对了，娘亲这几日会送来夜明珠，我很喜欢那东西，到时候屋里都会变得特别明亮了。你说啥？你真的要夜明珠了？是啊，怎么了？难道是我搞错了吗？小玉啊，你可真是糊涂啊！昨夜里娘亲与我讲过夜明珠的事情，我不喜欢那么亮的东西，今日岂不是要露馅儿了？娘亲那么聪明，一定会发现了的。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被娘亲发现了呀？沈乐天还在想办法，这个时候房门被人敲响。小玉，睡了没有？萧策来了。两个小家伙吓了一大跳，互相对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你过去就说你要睡觉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
萧泽玉使劲点头，爬下了床，迈着小短腿走了过去，打开门，看到了门外站着的萧策。怎么，不认识爹爹了？这是个秘密，你可不要说出去啊。萧策指着自己的腿。好。爹爹，你有什么话要说，明日再说可好？我好累了。萧策看着萧泽玉，尤其是那一只小虎牙，配合安慰的话，他不由得更加怀疑了。好，明日再说。好。萧泽玉甜甜笑笑，当着萧策的面把门关上了。我还没走呢，你就当着我的面关门，这个架势竟然有点像那个人。谁呢？当然是沈云珠。这世上很多人怕我，也有很多人想让我去死，唯独那个女人对我没有任何想法，甚至夸下海口说要保护我。有趣。萧策想着沈云珠，一路开心回屋，叫来萧大，安排人去惩罚杨银。好事，真是好事呀！哎呀，我家王爷当真是开窍了，会为了救王妃亲自下场了。是，王爷放心，属下一定办得好。萧大开心地走了。沈云珠还不知道这些，她躺在窗边等着自己的信鸽回来。大概半个时辰，信鸽果然回来了，拆下来鸽子腿上的小纸条，只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小天少爷逃走了，不知去向。好一个沈乐天啊，你才3岁半，竟然和你老娘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沈云珠本就有着一肚子火气，她冲出了屋子，飞身上了树，一路飞檐走壁，来到了九王府。难道说小天找来了京都，并且发现了我即将大婚，他心里受不了就藏在了九王府？怪不得我带着萧泽玉，总觉得感觉很熟悉啊，只是这种感觉说不清楚呢。就算是同样的3岁小娃娃，同样都戴着半边面具，也不会那般相似吧？没多会儿，人已经来到了萧泽玉的院子里。沈云珠想到了萧泽玉说喜欢夜明珠，让自己送来。他从空间里拿出了5个夜明珠，放在了房间里的不同地方，而那大床上的2个小娃娃此刻也都醒了。大哥，你快看看啊，夜明珠，娘亲将夜明珠送来了。别过去，刚才爹爹过来明明没有送来夜明珠，这怎么会有？他不是有诈呀？萧泽玉一下子回过神来，没有继续跳下床。沈乐天将萧泽玉护在身后，盯着门口的方向。他们竟然真的在一处，而且称兄道弟，这是怎么回事？迫不及待的沈云珠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虽然心里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亲眼看到2个孩子还是吃惊不小，他们竟然几乎长得一模一样。娘亲，娘亲！2个小娃娃吃惊之后，不由得一阵心虚。沈云珠一步步走到了床头，看着2个孩子几乎一模一样的小脸，此刻他不得不承认，这2个孩子是双生子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竟然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存在。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掳走了我的宝贝儿子，而且还送来给萧策，害得我与我儿子分开这么多年。娘亲，你不要生气啊，我就是想过来看看你，没想到遇到了这个小家伙。我看他与我长得很像，留下来了，我不是故意骗你的呀。娘亲，我和大哥都不是故意的，我们就是想要帮你，但是还不知道怎么与你讲清楚。好了，娘亲没有生气，咱们回家吧。娘亲，这里就是咱们的家呀，咱们去哪里呢？萧泽玉歪着头，不明白啊。沈乐天也点点头，说：娘亲，沈家人那么坏，
咱们还是不要回去了吧，若不然咱们回到老家去吧。沈云珠看着两小只，更加心软，就想要带着他们一起远走高飞了。只是大仇还未报，那个渣男还未找到，他还不能走。渣男？沈云珠看着萧泽玉，这才猛然醒悟，心中有个不祥的预感。什么人竟敢擅闯九王府？萧策坐在轮椅上，来到了屋子中央。纵使见过大世面的萧策，还是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为何会长得一模一样？这世上竟然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娃娃！你们都退下吧。萧策摆手，身后的众人全都退下来。这是怎么回事？沈乐天，我的儿子。所以我想问九王爷，这是怎么回事？当年与我一夜洞房之人，正是面前这个九王爷萧策。那么是不是说，抱走我一个儿子之人，也是这个萧策？什么？萧策震惊地后退了好几步。沈云珠竟然有个儿子，而且与我的儿子几乎长得一模一样，这是什么意思？萧策也想到了那一点。但是这是真的吗？所以王爷是想到了什么呢？当年你抱走了我的一个儿子，藏了这么多年，到底意欲何为？过分，实在是太过分了。你的儿子，沈云珠，他们都是本王的儿子，本王已经滴血验亲过了。萧策情绪激动，声音也大了不少。你还反问了本王，本王还想要问你，这么多年，你为何要抛弃小玉？抛弃小玉？萧策，不是我抛弃了小玉，是你抢走了她，甚至都没有让我知道她的存在。我没有，是你抛弃了小玉，还留下了小天。若不然，本王怎么会不知道小天的存在，甚至反而害得小玉中毒这么多年。萧策说到后面，自己都说不下去了，因为他似乎发现了两人话语中的关键点，他们都不知道另外一个孩子的存在，甚至都认为对方抢走了孩子。沈云珠深吸一口气，再睁开眼，已经没了刚才的愤怒，镇定无比。事情到底是如何，我自己会查清楚。现在儿子找到了，我都要带走。九王爷也该知道，跟在你身边，他们都会很危险。不行，他们都是本王的孩子，都是小王爷，谁都不能带他们走。娘亲，咱们不如留下来吧。你和爹爹已经有婚约了呀，而且回到沈府，那些女人一定会欺负你的。哥哥说的没错，娘亲，咱们留下吧，到时候就能够抓到幕后真凶了。小玉和小天说的没错，而且本王已经派人去找大师了，婚期提前到3日后，黄道吉日，适合婚配。什么？沈云珠惊呆了。萧策竟然早就想要把婚期提前了，你这算什么？我还没有同意呢。娘亲，我好困呐，可以先睡觉吗？娘亲，爹爹，我们好困啊，你们大人出去说吧，我们要睡觉了。大人出去说？沈云珠看向两个小宝宝，一人推着一个大人往外走。等到把萧策与沈云珠都推了出去，两个小家伙关上了房门。大哥，娘亲若是不同意，这该怎么办啊？放心吧，我看爹爹似乎很厉害的。我们都不知道幕后之人是谁，我也调查了好多年，仍旧没头绪。这次趁着大婚，我觉得那人应该现身的。反正你是我孩子的娘亲，你就应该留在我身边。到底是什么人害得我与两个宝宝分开，我一定不会放过的。那就这么办吧，孩子们现在王府，只是他们的名分。这个你放心，本王对外放出话去，
找到一个失散多年的另一个儿子，而且我也会对外公布你是孩子们的生母。这样对孩子挺好的，但是对我，时间不早了，我回去睡觉了。从正门走。不要你管，哼。月儿，沈向雪那个丫头很奇怪，似乎在太后寿宴上遇到了不得了的大事。娘，听说太师府的大小姐竟然在太后寿宴上被剃了光头，还要去寒山寺祈福3年。月儿，这就是你的机会啊！穆巧儿一直都倾慕九王爷，这就被赶走了。你只要先忍一忍，早晚能够坐上九王妃的。九王妃？沈秋月现在已经不稀罕了。娘，我还听说穆巧儿的丫头好端端的死了呢。那有什么关系？不过是死了一个丫头而已，主子没死，那就是万福金安呢。但是太师府嫡女的贴身丫头都死了，为何沈云珠那样的村姑却没有死呢？这就不用担心了，她的婚期还有段日子，你只要好好养伤，到时候就能有机会。娘，你还记得吗？沈云珠不是生了个小兔崽子吗？当时咱们派去的人都没有找到，现在那个孩子怎么样了？这件事情差点娘都忘了。别急，娘这就派人去找。若是让九王爷知道他不检点的过去，还有个小兔崽子作证，婚约必定没了。这个晚上沈家还算静悄悄，没有人作妖。天光大亮的时候，沈云珠被青鸾叫醒。王妃快起来吧，九王爷已经来了。九王爷来了，那有什么稀奇的？随便他来不来，我困死了。沈家大厅里，本王今日过来就是想与你说下，本王与沈云珠的婚期提前到后日，沈府上早日准备好本王爱妃的嫁妆。什么？婚期提前了？这句话如同惊雷，炸醒了沈家所有人。沈祥成眼睛都瞪大了。小子脑子有坑吗？我这个女儿我都嫌弃，她倒好啊，恨不得立即就娶进门。不可以，我昨夜里才想到对付沈云珠的办法，今天就传来婚期提前的消息，这怎么能行呢？九王爷，皇上定下的婚约怎可儿戏呢？本王的身份，皇兄让本王自己处理。你是什么身份？九王爷，我祖母刚刚过世，此时进行大婚，是否合乎圣齐国的孝道？雪儿说的有几分道理，咱们圣齐国最是重视孝道。沈老爷，你觉得如何？贱人！陈菊花是个罪人，她不是沈家的老妇人，沈家没有那种人，更不会为了那种人害得任何一个女子的前程。老爷，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九王爷，您与小女的婚事一定会如期举行的。至于嫁妆的事情，还请您放心，一定不会亏待了小女。如此最好，本王先去看看爱妃。话落，再也没看这些人一眼。沈云珠，我能有今日，都是你造成的。再行，老夫今生不送你入地狱，对不住沈家列祖列宗。沈云珠此时正在呼呼大睡，睡得很香。萧策过来的时候，青鸾想要去叫醒他，被萧策制止了。你们下去吧，本王自己进去就好。萧策都发话了，下人们全都退在了大门口。萧策就坐在床边上，见他热的头发都贴在了脸上，抬手帮他拿开那头发。他以为自己的动作足够轻，奈何沈云珠毕竟是战神出身。他猛地睁开眼，还没看清楚是什么人，一个闪电动作就将人按到了大床上。什么人？谁派你来的？爱妃，是我啊。竟然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起开！奈何萧策长臂伸出，直接将人紧固在自己的怀里。
你干什么？你个邓徒子！自己的小猪猪，你怕什么？小猪猪。沈云珠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这家伙竟然如此称呼自己，还要不要脸呢？小策起来！小猪猪，我来提亲了。沈香城那个老东西被我逼得差点发了疯，你刚才若是在场，一定会高兴的。萧策还不放手，将人抱得更紧，这种感觉从未有过。提亲？沈香城被逼疯？看来这家伙这次用了全力了。高兴，我高兴，你可以松开了吧？既然小猪猪高兴，那要赏赐本王什么呢？声音过于富有磁性，沈云珠听得耳朵直痒痒。这个家伙竟然得寸进尺啊，还想要奖励？奖励你个锤子要不要啊？你想要什么？萧策一个翻身，将人压在了身下，他俊美的脸凑到了沈云珠面前。爱妃，要亲亲。亲亲？这句话太过分了啊！滚！然而，吧唧，自己的脸竟然被某男亲了。亲过之后，某男笑嘻嘻地松开了手，一个闪身，人已经坐在了轮椅上。沈云珠反应过来，一下子冲下床，抡起小拳拳就要抱走萧策。爱妃，你这是欲求不满，想要更多吗？出去，快出去！若是再有一次，我非要一刀插过去。萧策也不着急，如何了自己的夫人，得意的笑笑，之后出了门。小猪猪，相信我，我会来娶你进门的，而且还是百里红妆，一路送到九王府。沈云珠闭着眼睛，紧紧捂着自己的心口。怎么回事？为何会心跳不正常了呢？该不会是生病了吧？一定是生病了，一定是的。我从小到大那么多年，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啊！都是这个萧策，一定是他害得我得了心脏病。怎么，被打的还不够是吗？沈云珠，好歹我也是你的大姐夫，你竟然如此坑害于我，你还有良心吗？坑害你？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配我坑害？你满口胡言，不知羞耻！你也配与我讲羞耻？去你大爷的！沈云珠烦躁了，不知从哪儿拿出个锤子来，对着杨银就是一顿锤。你个渣男，明明啥也不是，还敢去青楼？就凭你这个德行，也配做翰林院副院？你算个锤子呀！还我大姐夫，你俩都是同路人，两个先后都失了身，绝配。沈云珠每打一下都会告知对方理由，一顿锤下去，直到自己打得有些出汗了，这才停了手。我告诉你啊，日后再敢对我九王妃不敬，我见你一次捶你一次。你是何人，竟然如此对待翰林院前副院？这个时候，有个老女人的声音响起：不认识，而且长得真是难看啊！你是哪个？葱。因为这个女人实在是过于丑陋，用葱来形容她都是对葱的侮辱了。你竟然不认识我，你个臭丫头，叫你老爹出来！沈祥成听到了声音，立即跑出来。原来是郑夫人，有失远迎呢。郑夫人？那是谁啊？沈云珠还是不认识。这个臭丫头是谁？竟然敢当街暴打翰林院前副院？翰林院前副院？这几个字，沈云珠再次听到了。难怪这东西如此愤怒啊！原来与自己的前任一个德行，被革职了呀！好，让你臭嘚瑟！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翰林院副院。什么？沈云珠，
你到底想怎么样？竟然暴打你姐夫，你的良心呢？他先对我不敬，我为何不能打他？他现在与沈老爷你一样，都被革职了。而且就算是不革职，我堂堂九王妃也是他这种货能够随意侮辱的吗？沈云珠故意说得很大声，过路人很多，大家都围在大门口，虽然不能进来，但是听着也不错呀。这个灾星女儿，我真是一下都不想留你在这个世上了呀。这就是小九即将娶进门的村姑。让沈夫人见笑了，她就是我那个村姑女儿，在外面多年，虽然没什么教养，但是九王爷还是坚持娶她过门。真是好笑啊！皇家竟然会有这样的儿媳妇儿。那不行，这事儿交给我，我才不会让小九娶了这种东西呢。原来这个老爹竟然想让我去死啊！而且还有这个郑夫人，竟然是国师的养母，难怪口气这么大呢。郑夫人，若是你可以阻挡皇家丢了这颜面，我这女儿任由你处置。好，这事儿交给我，我这就去往九王府。九王爷从小就听我的话，这事儿成了之后，这女人就给我那老东西做个小妾吧。沈老爷，你这是将我卖了呗？不愧是上过战场的老将军啊，胆大包天，竟然将九王妃送去给一个老东西做小妾。这件事我会让九王爷知道的。胡闹！这世上哪个女子的婚事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根本就配不上九王爷，能够做个小妾，那是你的福气。你个糟老头子，亏得我还想要留你几条狗命，你竟然要取了我的性命啊！如此说来，上辈子原主的死，你也是参与了不少嘛。老婆子，还是你体恤为夫啊！来，我看看你给我物色了什么样的小美人啊！说话间，沈家大门外走进来一个老头子。呀，这个女人不错呀，整个院子里的女人全加起来也抵不过这一个出色。哎呦，老婆子，这就是你给我的小妾。老东西看向了郑夫人，沈云珠当然已经听到了老色批的心声。果然是色中恶鬼，胆大包天，什么人都敢惦记。没错，就是这个村姑，刚才竟然暴打了翰林院前夫人，而且小九要娶的老婆竟然就是这个村姑。我不同意，区一个村姑能够给我家老头子做妾，已经是你的荣幸。一会儿老东西玩够了，就送去给我那国师儿子享用。到时候小九就算是再不满意，也没有任何办法。哦，原来这对狗杂种夫妻都是皮条客呢。什么？好大胆的村姑，竟然敢窥忌我家小九，你也配吗？原来是个村姑呀，这好呀，村姑没见过世面，很好吓唬她。一会儿到了宫里头，把那些刑具都带上，岂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沈云珠听着猥琐至极的心声，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至于那些刑具，的确是该给这老东西用上。你是个什么东西啊，竟然敢与本王妃无礼！村姑竟然发火了，而且那气势十足，并不像是个普通的大小姐呢。你竟然对老夫不敬，那就是对国师不敬。来人啊，带走！你看什么人敢动我？这老东西竟然想要在大街上来一场，成全你！沈将军，这就是你的好女儿啊！
沈香成拔出长剑，指着沈云珠：“你个逆女，放肆！郑老爷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赶紧走啊！莫要连累了沈家。这种蠢货，赶紧和我沈家脱离关系，一日都不想再看见你。”你想与我脱离关系？若不是看在几个哥哥的份上，我还不想看见你呢。你当真让我走？沈云珠看着沈祥成，若是今日我从这个门出去，我与你再无父女关系，你可愿意？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几个哥哥也会与你撇清关系。哼，死到临头还敢与我撇清关系？你别想得美，你以为脱离这层关系，你就可以不受控制？我偏不让你如意。老东西是这么想的，倒是还没糊涂啊。少废话，赶紧跟着郑老爷走。至于你是生是死，全都凭你造化。到时候让郑老爷子爽了，我再求他帮我官复原职。你这辈子也算是为沈家做出了贡献。还想让我做贡献呢？还想官复原职？你这辈子都是在做梦。糟老头子，你还能行吗？要不要吃点大补丸？沈云珠从空间里拿出了一粒丹药，慢慢走到了郑老爷身边。随着他的走动，那老东西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实在是太美了，这样的美人儿怎么能够便宜了萧策呢？哎呀，这是我的呀！呸！你个村姑，竟然说我不行！若不然是想让老爷我现在就办了你。老东西突然脱掉了外袍，恨不得露出他的几块腹肌来。不要就算了。沈云珠收回了药丸，却是悄悄将药丸捏碎，化作粉末，悄无声息地钻入老东西的嘴巴里。郑夫人，前面带路。沈祥成得意地跟在了后面，送别郑夫人和郑老爷。杨银也跟了过去。小贱人，竟然敢陷害我！沈云珠听着这些妖艳贱货的想法，只觉得好笑。都想要嫁给萧策，你们以为萧策是没见过女人，还是个傻子？不过接下来恐怕会让你们失望喽。哎呀，天气怎么这么热呀？老东西开始脱衣裳，而且额头上都是汗。你个老东西，回家再搞。郑夫人以为糟老头子现在就发情了，于是用手拉扯了对方一下子。就是这么一个触碰，好戏一触即发。郑夫人被糟老头子按在了地上。你个老东西，你干什么？现在发什么疯？郑夫人费尽力气挣扎。老东西最近偷吃了皇上的丹药吗？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呀？快来人，快来人，把他给我弄走啊！郑夫人终于慌了神，急忙喊人救命。然而却是没有人过来帮忙。那些人也想要帮忙，甚至早就想要帮忙了，但是他们的双腿像是被人死死抓住，根本动弹不得呀。沈祥成，你干什么呢？快点帮忙啊！阻挡老夫者，格杀勿论。沈云珠看着这一切，突然就笑了。这就是国师大人的养父养母啊！纵然沈承祥已经被革职，连同他那个还没过门的上门女婿也革职了，但是你们如此，当真是看不起沈府，看不起我们圣齐国的法律吗？沈云珠，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从一开始就是在利用我，然后还想像上辈子那样丢弃我，如今还想要继续上位。我可以告诉你，你这是做梦，这辈子你都别想官复原职，而且就算是来个提前告老还乡，也是痴人说梦。沈老爷的意思是，这两人的行径并没有违法。
看来圣齐国的律法在沈老爷子眼中如同狗放屁。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你这个逆女，竟敢造谣你亲爹！今日我就打死你这个逆女！毕竟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被沈云珠这么说，若是传到皇上耳朵里，岂不是坏事？再说了，我用这个罪名打死沈云珠，岂不是名正言顺？好，我生了女儿，既然无法为我所用，甚至还要坏了我的好事，那不如立即打死的好。今日只是让她去做个小妾，就可以换了沈家的荣华富贵，她都不乐意，日后还能有什么大作为？只会成为我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沈老爷子，你当真打死我？难道你认为这两人光天化日之下行苟且之事，在你眼里是正常的，并且在沈府大门口也正常的？他们不遵守圣齐国法律，你也认为是对的，而且我与你的意思正好相反，所以你要杀我灭口吗？想要打死我？上辈子你实现了借刀杀人的计划，这辈子到我了。你个逆女，你想要害死老子不成？不管了！沈祥成被气得似乎失去了理智，扬起手上的长剑，向着沈云珠的面门砍了过去。来吧，老东西，这是你自己送死，怪不得我。沈家一众女眷死死盯着沈云珠。快点去死吧，小贱人！你这个村姑早就应该死了。沈秋月甚至握紧了拳头。只要你死了，你的儿子我会找到的。事后我带着那个小兔崽子嫁入九王府，这本来就是我该有的一切。沈云珠听到了沈秋月的心声，你竟然敢用我的儿子威胁我！就在沈祥成那一剑砍过来的时候，沈云珠勾了个手指头，于是那本该砍在自己头顶的利剑一下子拐了个弯，刺中了沈府门口正在看热闹幸灾乐祸的沈秋月。空气突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惊呆了。老爷，你干什么呀？为何要杀了月儿啊？为何呀？沈祥成整个人都懵了。这就是因为你想要害我的儿子，他们是我的底线，一开始就给了你教训，可惜你不懂得珍惜你的小命。上辈子你爹借着你的手除掉了我，这辈子我借你爹的手除掉了你，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沈云珠，你就是个妖孽！来人，快来人啊！把这个妖孽带去给国师弄死他！快来人啊！啪啪啪！正在此时，秦燕突然被打了3个耳刮子。你才是妖孽呢！你们全家都是妖孽！我娘明明是仙女。萧泽玉来了，刚才那3个响亮的巴掌就是他腾空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赏赐了秦燕的。娘亲，你有没有哪里受伤了呀？我来晚了吗？我没有受伤，你怎么来了？沈云珠看向萧泽玉身后，并没有看到沈乐天。小天怎么没有来呢？爹爹来了。爹爹？九王爷来了呀！这一下子，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次，我彻头彻尾的输了。沈向雪呆呆地看着萧策，这才是配得上我的男人啊！但是他竟然要娶沈云珠那个村姑，恨啊！参见九王爷！参见九王爷！参见九王爷！众人齐刷刷跪在了地上，沈祥成也不例外。除了那2个还在苟且的老东西，这些人都吓得半死。娘亲不用，真的是我的娘亲啊，不是捡来的，也不是仙女姐姐，当然不用行礼了呀。萧策过来，根本没看那些人一眼，他的视线始终落在沈云珠的身上。爱妃不高兴，谁让你不高兴了？告诉夫君，
夫君给你做主。沈云珠这个村姑灾星，竟然还有人维护她。那2个老家伙，女人说不同意我嫁入皇家，那是给皇家丢脸，还说让我给那个老头子做小妾。还有沈老爷同意了我去做小妾，若是我不走，他要当场砍了我的脑袋。沈云珠半点都不客气，将这边发生的一切全都说了一遍。沈老爷，你好大的胆子呀！九王爷，这里没有误会呀，老夫也是为了您着想。我这女儿非但是个村姑，而且还是个灾星，入了谁家都会刑克对方啊。好一个大义灭亲，本王这辈子非他不娶，你能奈我何？好歹是个久经沙场之人，竟然纵容禽兽不如的东西在门口做着苟且之事，无视圣齐国律法。来人呐，将沈祥成拉入天牢，好好审问一番。九王爷，沈云珠就是个妖孽呀！刚才我家老爷子想要砍死他，最后那一剑确实劈歪了，逼死了我的女儿啊！九王爷，这种妖孽你千万不能带回去啊！好家伙，你到底是想救人还是要害人呢？你个贱人，闭嘴，不要胡说八道！我哪句话说错了呀？若是他不是妖孽，为何那一剑会劈歪了？沈老爷，你说说看，若我不是妖孽，你为何会一剑劈歪了？若是说我是妖孽，萧策会让你尝尝得罪妖孽的苦果。若是说我不是妖孽，那你为何要劈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不知为何，他鬼使神差地说：九王妃不是妖孽，我那一剑是为了劈死沈月秋，今日之事都是他挑拨离间，这等大逆不道的女儿，我定然要惩罚他。沈祥成，你个王八蛋，你去死！你去死啊！秦燕彻底发了疯，冲过去使劲捶打沈祥成。沈祥成一脚将他踹翻在地，而他自己也被带去了天牢。小九啊，这一切都不是沈老爷的错呀，今日都是这个村姑，她故意勾引我男人，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呀！咱们皇家千万不能要这种媳妇儿啊！小贱人，今日我遭受这一切，本该是你的下场。小九最听我的话，今日你必死无疑。不做皇家的媳妇儿，还想让我必死无疑？说的像你是太后一样，老家伙，你飘了呀！萧策看向那裹着麻袋的郑夫人，一脸冷若冰霜。郑夫人，你的意思代表本王母后的意思，能够娶沈云珠进门，我那母后已经乐开了花了。你这个老东西，还以为我像从前一样好糊弄？啊，怎么回事？萧策从前都是很听我的话的呀，因为我说过曾经给他生过儿子的女人的消息，但是如今竟然不听话了。小九，你要听我一句劝呀，这个女人就是个妖孽，若是娶了她进门，不许说我娘亲是妖孽！你个老妖婆，从前就是你故意挑拨离间，现在还想坑害我娘亲！小九，这个小畜生竟然敢打我，快打他，打他呀！来人呐，郑夫人夫妻违反圣齐国律法，罪该万死，辱骂小王爷，罪当诛九族。来人，立即执行。什么？诛九族？郑夫人彻底懵逼了。萧策不正常了，已经完全脱离了我的掌控啊！不可以，小九，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啊！郑夫人使劲挣扎，就是不想走。但是萧策已经不想听他讲任何话，并且立即将人带走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敢前来阻挡。今日之事，众人都看好了，如是再有人
敢如此对待本王的爱妃，一律诛九族。娘亲，爹爹说让我准备做个大招放出去，所以并没有让我去看你。爹爹听说了沈家人欺负娘亲，立即就过去了，连衣服都没换呢。两个小家伙全都替萧策说好话，这有点不大对头啊。好了，你们都下来吧，想吃什么，娘亲给你们做。本王做了这么多，连个眼神都不分给我吗？娘亲，我要吃烤鱼，就是那种鱼肉里面还放了好多小菜的那种烤鱼。那是什么好吃的呀？很好吃吗？弟弟，你可真是可怜的，这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吃过。来，今日大哥和娘亲让你长长见识。好啊，你们这就分出来谁是大哥谁是小弟了？我想吃酸菜鱼，上次你们不是说过那个很好吃的？我是给孩子们做吃的，没你的份儿。萧策厚着脸皮跟在后面。小猪猪，我真的很想吃，你不是说过的吗？沈云珠已经快走到厨房了，萧策还是跟在后面，怎么都赶不走。爹爹真是怪可怜的，但是他脸皮可真厚呀。最后沈云珠被他磨得没办法，也就答应了给他做些吃食。小猪猪，这个酸菜鱼真够味儿，本王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萧策已经把所有的菜都夸了一遍，沈云珠忽然就心情不错。正吃着，院子里突然冲进来一个女孩子，非常自来熟的坐下来就要开吃。这人谁啊？九哥哥？萧策还有别的妹妹？不过我做的饭菜只给这几个男人吃，你可不行。那女孩子才坐下来，突然凳子就倒了，整个人都跟着摔在了地上。好疼啊！什么破凳子！你赶紧扶我起来！沈云珠没动，暂时还听不到这个女人的心声。你是聋了还是瞎了？谁让你上桌吃饭的？这里是九王府，你以为是你家吗？哪里来的狐狸精，长得那么好看，一看就是过来勾搭九哥的，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到底配不配得上。要知道，能够配上我九哥的人，只有我姐姐吴满月嘛。沈云珠这次听到了他的心声，原来是吴满月的妹妹啊。小策，你说这里是我家吗？爱妃，这里就是你的家，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你最大。娘亲，这个女人就是吴满月的妹妹吴新月，她从前就是喜欢过来蹭吃蹭喝。娘亲，这女人嘴巴太臭了，让人拉出去洗洗吧。这是怎么回事？吴新月吓得根本就爬不起来。怎么会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家伙呢？明明这府上只有萧泽玉一个小崽子，而且还中了毒，常年戴着面具。如今竟然冒出来两个。听到了吗？这里是我家，而我不欢迎你。来人，把这个蹭吃蹭喝的乞丐丢出去。沈云珠下了命令。你竟然欺负我儿子，今日先给你个教训，待我大婚之后，要让你尝尝好果子。你是谁？这里才不是你的家。吴新月一下子站起来，他气鼓鼓看向萧策。九哥，你怎么能这样呢？我姐姐去边关探望爷爷，你竟然看上了别的女人，你怎么对得起我姐姐？本王的婚事何时需要你来定夺？本王从未许诺过任何人，倒是你从前竟敢污蔑小玉。来人呐，拉出去，10个大板伺候。竟然在本王面前训斥本王的女人，该打。从前看在吴将军面子上，对你们姐妹俩过于纵容，让你们有了非分之想，该打。我不要挨打，我没有错，你们放开我，放开！吴新月死命的挣扎，奈何根本挣脱不了，最终还是挨了10个板子，并且被丢了出去。该死的小贱人，给我挡着！
我姐姐明日就回来了，她一定会给我报仇，扒着一层皮。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吴满月。一顿饭吃过，沈云珠回了沈家，才到府上，秦燕就冲了过来。沈云珠，你还有脸回来？这里是沈家，我是堂堂正正的嫡女，为何不能回来？你个灾星！你回来之后，沈家上下全都不得好，你害得老爷去了天牢，更是害得……啪的一声，秦燕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沈云珠狠狠呼了一巴掌。沈夫人，说话要懂得分寸。若是换作平时你侮辱我，我倒是可以忍一忍。如今不行，我是九王妃，公然侮辱九王妃，你觉得会有如何下场？还算你有点脑子。不过上辈子沈秋月坏事做尽，想要好好的下葬，不可能。沈云珠完胜秦燕，回了院子。秦燕娘家人过来吊丧的不少，哭哭啼啼。沈云珠烦闷，索性想要出府，去找凌云阁的属下。只是她才走出门口，就碰到了杨银。上辈子原主真的是眼瞎，竟然看上了这样的货。现在沈家只有你一个嫡女，上次我的建议你可有想好？沈云珠并不记得了。滚！就算是记得，也不想与你这种人有任何交集。这几日准备大婚，等到大婚过后，就是动刀的时刻。杨银见沈云珠不给自己面子，突然就恼了。他一把伸过去，就要抓住沈云珠的手腕。沈云珠一个侧身，躲开了他的脏手。杨银，你好大的胆子！你是疯了不成？我有什么好怕的？这里没人，若是九王爷的爱妃成了我的女人，你猜猜看，萧策还能娶你这个村姑吗？你当真如此胆大包天，什么都不怕？小村姑，嘴上逞强，其实你还不是看上了我？来，只要你让我高兴，我送你金山银山。杨银想得美，整个人都凑了过去。沈云珠笑了，而且笑得很美。就在那人的脏脸凑过来之际，他突然伸手一拳砸了过去。爸爸也是你能够肖想的。你个臭不要脸的东西，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我看你是皮子痒痒了。来来来，今日爸爸让你尝尝什么叫做皮鞭蘸凉水。沈云珠一声声的痛骂中，一道道鞭子抽在了杨银的身上。沈云珠本就心烦，如今杨银自己送上门来，干！沈云珠狠狠抽打地上的男人。救命啊！救命啊！闭嘴！杨银还在不断的喊救命，但是整个人已经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杨银彻底懵逼了。沈云珠就是个村姑呀，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而且他刚刚手上什么都没拿呀，怎么冒出来鞭子了？再说他呵斥我，然后我就真的没办法说话了呀！诡异，一切都透露着诡异啊！沈云珠打上瘾了，杨银被打得浑身是血。皮鞭打完了，凉水还没蘸呢。杨银，你最好记住我说的话，若是再有下一次，我要了你的第3条腿。沈云珠最后甩起了鞭子，杨银只觉得魂魄都要被他打飞了，整个人眼前一黑，不断翻滚。哼，给你能的，臭不要脸的畜生！狠狠教训渣男，心情大好。沈云珠转身回了院子，躲在暗处的暗卫们内心震撼。九王妃好厉害呀，那鞭子使的那叫一个英姿飒爽呀！这样的媳妇儿，九王爷能想吗？哎呀，不管了，这边的情况还是要如实汇报给九王爷呀。这位就是明日要嫁入九王府的那位啊！我的天啊，这女人也太不要脸了吧！就是啊，我已经听说了，昨日她挑拨离间，把吴心月给揍了。什么？还没有嫁入王府，就已经如此嚣张跋扈了？
你们还不知道呢，这个女人啊，好像和郑老爷子有一腿。既然知道本妃明日就要嫁入九王府，还敢造谣生事，我看你们是忘了国师的下场。空气突然安静下来，原本还说得兴高采烈的女人们突然都闭上了嘴巴。小二，把你们老板叫来，上次我预定的杨之玉拿来吧。小二也不敢怠慢，立即叫来了老板。老板是个肥胖的男人，见到了沈云珠，立即笑脸相迎。草民参见九王妃，您过来所谓何事啊？差点就叫了阁主。哎呦天哪，真的好险呐！阁主向来低调，若是我疏忽，害得阁主掉了马甲，这脑袋不得搬家？没什么，上次我预定了杨之玉，在哪儿？沈云珠当然没有预定什么杨之玉，这是凌云阁的暗号罢了。到了，里面请。老板，我预定的杨芷玉到了没有？正在此时，一道清亮的声音响起。沈云珠，原来是你！昨日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她害得我被打了。姐姐提早回来了，正好教训这个女人。沈云珠看了一眼吴新月身边的女子，这就是吴满月，看起来倒是莫言不错，不过眼里都是算计，这就不好了。直呼九王妃名讳，你还想继续挨板子吗？沈姑娘明日才大婚，这头衔是不是太早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竟然趁着我不在的日子迷惑了萧策？那样的男人，就连我都未曾走入过对方的内心，这个女人何德何能？何德何能？你以为谁都很稀罕嫁给他？他是金条还是珠宝？是个女人都喜欢呢。若不是因为我的2个儿子，还有当年没有查清楚的真相，给原主报仇，想来才发现原因还真是不少啊。不管了，总归我有留下来的理由，与萧策都无关。到底早不早，你去问萧策，或者问问昨日在沈府门口那些围观郑夫人夫妻俩苟且的众人。沈云珠看也不看他一眼，起身绕过他往前走，懒得理会这种女人。回去问问小玉有没有被他欺负，若是欺负了我儿子，那别怪我不客气。姐姐，咱们怎么办？难不成就让她嫁入九王府？明日才大婚，不急。无论如何，九王妃的位子必须是我的。沈云珠就是个村姑，有什么好拽的？店老板已经带着沈云珠去了里间。明日我大婚的事情低调一些就好，那些个堂主都不必过来，我心情不好。赶紧调查小天和小玉的事情，还有谁知道？是阁主。店老板话落，拿了一个匣子，打开，里面正是上好的杨之玉。看着沈云珠从里面出来，吴满月立即说：店老板，我要的杨之玉呢？这位姑娘，本店每个月只接受1位顾客预订杨之玉，您来晚了，没了。店老板，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姐姐可是吴老将军府的嫡女，你该不会是新来的吧？没听说过吧？你们2位才是新来的吧？本店这个规定已经有3年之久，别说你一个小小将军府上的嫡女，就算是公主过来，那也要按照规定来。切，真以为本店是什么小门小户呢？等一下，你要这杨芷玉做什么？我们爷爷即将过60大寿，我们要送寿礼，你把东西卖给我们，开个价。不卖，管你们谁的寿宴，我就不卖，有本事你过来抢啊！你好一个心肠恶毒的村姑，好一个不知廉耻的将军孙女儿！爷爷寿宴在即，竟然临时出来买寿礼，自己买不到，还想要抢夺他人财物。你说说，若是我去告知九王爷，进而让皇上知道，你们吴家的脸面往哪儿搁？
气死了，实在是气死了！店家，我要预定杨之玉。吴满月看向店老板，现在总可以了吧？这位姑娘，本店日后不接受预定，当天有货当天卖，卖完为止。好你个店老板，是不是耍我们啊？这个店老板一定是和沈云珠串通好的。官差就在外面，要不要叫来好好说说？吴将军府上的孙女儿想要强买，惹到了我家的阁主，日后都给你们拉入黑名单。还想买什么杨之玉？啊呸！你两个呀，珍珠都不卖给你们。沈云珠才回到沈府。沈云珠，你回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亲生母亲。亲生母亲？你也不要太惊讶了，我以后再也不是你们沈府上的养女了。哦，沈云珠，你可要记得，日后我是太师府嫡女，我们平起平坐，我再也不是你的替代品，更不是你能够比得了的。你不过是个村姑而已，哪怕是你嫁了九王爷，一辈子都摆脱不掉村姑的头衔。这女的脑子有病啊，而且还病得不轻。平起平坐？沈香雪，我还不知道九王妃需要和一个小小太师府嫡女平起平坐。圣齐国的法律当真如此儿戏吗？沈云珠，你别忘了，你还没有嫁给九王爷。啪的一声，沈云珠抬手就是一个巴掌。沈云珠，你个村姑，你竟然敢打我！你若是嫉妒我就直说，为何要打我？该死的小贱人，打脸偏偏只打这一边。我在教你做人呢。沈家没有那么多规矩，你不觉得如何？但是太师府不比沈家规矩众多，我是你姐姐还是九王妃，你竟然都敢直呼我的名讳，若是到了太师府做错了事，可不是几个巴掌的问题了，你说是吧，太师夫人？这个村姑并不像雪儿说的那般不堪呢。九王妃教训的是，多谢九王妃提点。小贱人，今日你打了我女儿，来日方长，我必定要让你去死。沈云珠自然也听到了这句心声。想让我死的人不要太多，我等着你们，来日方长，一路走好。沈云珠勾了勾嘴角，款款走向了后院。赵青莹凶狠地瞪着沈云珠，走着瞧。沈向雪更是气得半死。沈云珠说的是人话吗？像是在诅咒我去死啊！雪儿，走吧，回去还要给你登记族谱，很多事情还要办。沈家的东西你都丢掉了吧？娘亲放心，就连我这一身衣裳都是娘你给我的，沈家一个铜板我都没拿。好，别担心，日后娘罩着你。娘，我想做九王妃，可以吗？雪儿，这句话千万不要说啊！你爹爹最近特别烦躁九王爷，咱们皇家少爷那么多，没必要非要去找那个活阎王呢。吴将军府，沈满月摔碎了不少东西。不行，我绝对不能让那种村姑嫁给我的男人。满月啊，你这又是何必呢？那个萧策的心思根本不在你身上啊！娘，我的命是萧策救回来的，孩儿从小就喜欢他，早就以身相许了。他为何看上个村姑也看不上我呀？你放心，娘听说明日你爷爷还有几个表哥也都会回来，到时候娘一定给你个名分。娘，你说的是真的吗？表哥们也都会回来？娘还会骗你吗？听说沈祥成那个老东西被革职，还被关进了大牢里。这次你的大表哥战功赫赫，一定会被册封为新的沈将军。到时候有2个将军府给你撑腰，还怕一个小小的村姑吗？好好好，那我去梳洗打扮，明日也要嫁过去。沈云珠还不知道这些，天黑之后他就去找了秦燕。你来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你。我的女儿被你害死了，老爷如今也不知道何时能够归来。若不是还不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儿子叫回来，狠狠收拾你。沈云珠缓步走进来，自顾自坐在椅子上，跟着他一起来的火凤立即拿出个单子，说：夫人，我家小姐明日出嫁，这些是先夫人留下的嫁妆，还请你现在就交出来吧。什么？这些东西都被老夫人拿去了，我不知道东西在哪。既然你不知道，那我就自己找了。来人，给我搜，整个沈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都给我搜。是。你干什么？这里是沈府，不是你能够撒野的地方。沈府是什么府？连个将军府都算不上了，和我在乡下的别院有何区别？啊，对啊，如今的沈府早就大不如前了。老夫人死了，沈香城还未归来，往日的荣耀早就不在。九王妃想要拿回自己娘家的东西，何错之有？秦燕直视沈云珠的一双眼睛，整个人惊恐万分。像，如今的沈云珠与那死去的贱人过分像。啊！你不要来找我，不是我杀了你，要找你就去找沈香城，是他下令的，不是我呀！秦燕似乎看到了那个女人来向自己索命，整个人吓得半死。沈云珠愣了下，没想到只是吓唬他几下，竟然吓出了惊天秘密。说，当年是怎么回事？谁害了我娘？若是你不说，我会让你在江南的儿子生不如死。当然，我会刮花你的脸。等到沈祥城回来，看到你这个鬼样子，你觉得他还会要你吗？你不要伤害我的儿子，我都说。秦燕跪地求饶，满脸泪水，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沈云珠越听越是恼火，好一个沈祥城，忘恩负义的超级大渣男！足足1个多时辰，原主娘亲的嫁妆全都搜到了。沈云珠回到院子，看着整整20个大箱子的东西，不由得苦笑。娘啊，你看男人的眼光不行啊！如是有来生，你一定要擦亮眼睛看人，你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沈云珠让人收拾了东西，整个院子里所有值钱的宝物全部带走。明日大婚呐，看着这些东西，这些女人都要气死好几回吧。沈云珠天不亮就被青鸾叫醒，梳妆打扮。萧策想得很周到，所有能用到的东西都准备妥当了。九王爷，您这是作甚啊？萧策原本满面春风，这会儿看到了来人，气不打一处来。沈俊才，本王的迎亲队伍你也敢拦下？你是作甚呢？若不是看在你是我半个大舅哥的份上，早就叫人绑了你了。沈俊才？沈云珠想了想，这人该不会就是我的四哥？我一共有4个哥哥，如今从未见过的4哥回来了，是不是说其他3个哥哥也回来了？沈云珠正想着，就看到3个英俊潇洒的男子急匆匆地冲出来。四弟，你干什么？四弟，今日是妹妹大婚之日，你这是做甚呢？沈俊元也恼了，这个弟弟到底是怎么回事？今日如此糊涂，胡闹！大哥、二哥、三哥，你们怎么回事啊？什么妹妹的大婚？明明是那个女人抢了满月表妹的男人。刚刚3个哥哥都叫他四弟，很明显他是我的4哥。但是4哥叫吴满月表妹，也就是说吴家是我的外祖家，而且还说我抢了吴满月的男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吴满月和萧策有过婚约？昨日没有听到萧满月的心声啊。放肆！沈俊才，休要胡言乱语。九王爷，我怎么就胡言乱语了？
我外祖父明明和先皇给你立下过婚约，如今你竟然娶了别的女人，难道背信弃义的不是你吗？沈俊才已经急眼了。我在关外跟着外祖父在战场杀敌，结果回来竟然发现表妹的男人被抢了，抢了的还不是别人，正是我那个素未谋面的妹妹。什么老婶子妹妹啊，3个哥哥都很喜欢，每日都要挂在嘴上，我却是觉得沈云珠就是个蛮不讲理的村姑。如今害得沈家落魄如此，爹爹入狱，奶奶和秋月妹妹都死了，这沈云珠就是个灾星。想到这里，沈俊才气不过，冲到了轿子前。沈云珠，你给我出来！你也太不要脸了，为何要抢夺满月表妹的婚事啊？今日我就要看看你这个村姑如何厚颜无耻，能够嫁入九王府。沈俊才，你是疯了不成？这事情还没有定论，你瞎说什么呀？大哥，你不要向着那个村姑，今天这事儿没有个结果，我是不会承认这门婚事的。你不要拉我。你不承认又如何？九王爷与我的婚事有皇上承认，太后承认，你是什么身份？需要你承认？这里面的当真是我的亲妹妹村姑沈云珠，不就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村姑吗？怎么就有如此威压？仿佛里面坐着的不是个村姑，更像是个公主。妹妹，你不要生气，哥哥们刚刚回来，在战场上回来，因为觉得不吉利才没有回家，过几日哥哥们一定登门拜访。妹妹，3哥送你的东西已经抬入九王府，希望你喜欢。谢谢3个哥哥，事情到底如何，日后妹妹会查清楚的，请哥哥们放心。萧策一股子怒气就在沈云珠愉快的声音中消散了不少。迎亲的队伍再次前行。哎，你们给我站住啊！事情还没有说清楚，谁都不能走。你个没脑子的东西！沈俊茂一个手刀子将沈俊才给劈晕了。吴府上有个小丫头见状，急匆匆跑了回去。大小姐，迎亲队伍又走了，沈家4少就是个无能的，居然被其他3个少爷给打晕了。没用的饭桶！沈家那3兄弟就是个脑子有病的，明明沈云珠那样的村姑，他们竟然宝贝的不行，那个沈俊生竟然还送了10大箱子宝贝。什么？娘，3表哥真的送了那么多东西？当然了，娘可是亲眼看到的，那么多好东西呢，真是便宜了沈云珠那样的村姑。不行，娘，咱们不能便宜了沈云珠那个村姑，我一定要嫁过去。那几个臭小子竟然有银子不拿出来给满月，给那个村姑有什么用？好，那么现在就要委屈你从角门出去，这样抄近路，一定能在九王府门口赶上那个迎亲队伍。娘，把当年爷爷和先皇定下的婚约拿来吧，以防万一。好。另一边，沈云珠靠在花轿上，脑子里都是刚才沈俊才的话。这个萧策长得好看，果然让人惦记啊。萧策也在想着那个婚约，不过想着想着却是更美了。若不是沈俊才提到那个婚约，我还不能够名正言顺地娶了沈云珠。果然是缘分呐。迎亲队伍很快来到了九王府正门口。萧策从马上下来，已经坐在了轮椅上。他缓缓来到花轿门口，迎接自己的王妃。沈云珠不由得有些紧张，紧紧握着萧策的手，跟着他慢慢往前走。突然，王府大门口再次响起一阵迎亲队伍的锣鼓喧天声音。沈云珠脚步一顿，萧策也停了下来。这是什么情况啊？萧策皱着眉头，看向一边的萧大等人。萧大会意，立即上前。来者何人？九哥哥，我是满月啊。当年吴家和先皇给你我2人定下婚约，我自然是要嫁给你的呀。胡扯！萧策气愤不已，差点就站了起来。还是沈云珠拉着他，才让他忍让了。
九哥哥，我这里还有2家当年的婚书，怎么就是胡扯了呀？本王的婚事从不需要任何人指点，这婚书并不作数。九哥哥，为什么呀？明明是我和你从小青梅竹马，为何你宁愿要个村姑，也不肯和我成亲？村姑就是村姑，一点教养都没有。明知道这个男人早就有了婚约，竟然也敢抢夺别人的男人。沈云珠听得吴满月的心声，甩开了萧策的手。这是什么渣男啊？早就有婚约，竟然还敢来勾搭我！萧策看着空落落的手，抬头看着身边的王妃，他生气了，但是真相并不如此啊。爱妃，萧策想要解释，偏偏吴满月不让。沈云珠，你识相的就赶紧滚蛋！我和九哥哥早就有婚约，你一个村姑，九哥哥不说你，难道你就没有自知之明吗？吴满月，你胡说八道！正在此时，沈俊茂兄弟4人已经来了。大表哥，我这么说错了。那份婚书不假，但是婚书内并没有指定你与萧策的婚约。没错，按照婚书上面的约定，只要吴家下一辈中先生出的是女孩子，即可与萧策婚配。按照这个意思，我妹妹沈云珠先出生，正是和萧策有婚约之人。啊？沈云珠的怒火稍微平息了下来。也就是说，我与萧策早就有缘分？你们欺人太甚了啊！什么妹妹啊？你们如何确定沈云珠就是妹妹啊？娘当年就是因为这个没用的家伙自己被拐子拐了，害得娘亲郁郁寡欢，最后郁闷而死的。我不承认这个妹妹，而且娘亲早就被逐出吴家族谱，就算是沈云珠是娘亲的女儿，她也没资格嫁到皇家。多谢四表哥替我说清。满月表妹，你放心，四哥一定站在你这边。我的确不是你妹妹。沈云珠一下子掀开了自己的红盖头，露出倾国倾城的脸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蠢货哥哥，才会不向着自己的亲妹妹，却去向着一个表妹呢？我倒想要看清楚，原来是这样一个唇红齿白的有些娘娘腔的四哥，难怪了，这是个没主见的东西啊。你是谁啊？我是沈云珠，沈家3个哥哥妹妹，与你无关。这是村姑该有的态度吗？如此不识大体，就算长得像又如何，还不是不如我的满月表妹。村姑就该有村姑的觉悟，你根本就不配拥有这张脸。九哥哥，我按照婚约规定，我的王妃只能有沈云珠一人，就算不是按照婚约规定，本王的王妃仍旧只有沈云珠一人。为什么他根本就不配？一定是这张脸迷惑了九哥哥。从前的九哥哥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呢。闭嘴，你个臭大婶，竟然敢辱骂我们的娘亲，该罚！公然辱骂九王妃者，诛九族吧！突然，九王府大门口冲出来2个小娃娃，一出现在众人面前，瞬间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娘亲，你真美。娘亲是仙女姐姐。娘亲？吴满月仿佛头顶闪过巨雷，声音震耳欲聋。沈家4兄弟更是震惊的嘴巴都闭不上了。妹妹竟然有个儿子，而且与九王爷的儿子长得一模一样。妹妹，这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2个都是我的儿子，也是他们说服我暂时嫁给萧策。弄清楚事实真相，大仇得报，我会带着他们远走高飞的。萧策，你个王八蛋！我妹妹才多大呀，就给你生2个儿子了！萧策，你个混蛋！孩子都这么大了，才知道娶我们妹妹，吃我一拳！打吧打吧，只要你们今日打了我，你们妹妹这辈子都别想离开我，而且我还会得到媳妇儿的可怜呢。这种渣男当然该打，原主已经死了，若不是换了我，
原主重来一次也不会找到儿子的亲爹。住手！你们都不能打九哥哥，他是无辜的，都是那个女人勾引九哥哥。这人脑子有坑啊，总是诬陷我，我该怎么惩罚他呢？放肆！萧策暴怒，萧大立即一拳打了出去，吴满月被打得倒飞了出去。好耶，萧大好厉害！萧大好样的，给你涨铜板哦！小主人也真是的，这么明目张胆的夸赞我，嘿嘿。你们太过分了，竟然欺负一个弱女子！满月表妹，你怎么样啊？沈俊才一个人关心吴满月，伸手过去扶着她出来。九哥哥，你不要生气，满月知错了，我就是太喜欢你了，我从小就喜欢你啊。今天我已经这样打扮过来了，若是回去，谁还会娶我呀？你的事情与我无关，有没有人娶你，谁来娶你，我都不管。来人，把吴满月送回府上，若是不听……且慢！沈云珠上前一步，打断了萧策的话。妹妹，你不要怕，哥哥们给你撑腰，他绝对不敢的。妹妹，你放心，有哥哥们在呢，萧策只会有你一个王妃的，别的女人那都不行。妹妹，若是哪一日你不想住在王府了，随时告诉三哥，三哥有银子，养得起你和孩子们。这都是什么人呢？本王今日大婚，你们就撺掇着王妃和离吗？哥哥们放心，我不怕，暂时还没这个打算，日后有打算再说。既然这个表妹如此可怜，好歹咱们也算是表亲，总要帮衬一二。沈明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是同意了吴满月嫁入九王府？村姑果然是吃软不吃硬啊，这么容易就上钩了。早知道我根本不用那么为难呢。爱妃，本王不会娶侧妃。不是让你娶侧妃啊，就是娶个小妾而已，这有何难？萧策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了，沈云珠一定有好办法了。沈家三兄弟互相对视一眼，差不多明白了，妹妹这是要搞事情了。沈云珠，你不要太过分了，我可是将军府的嫡女。沈云珠，你少来假惺惺装好人，满月表妹才不要去给人做妾呢。明明和娘亲长得这么像，竟然做出这等卑鄙下流的事情。这事情若是换了娘亲，她肯定会善良的让出男人来。不就是个男人吗？难道比表妹还重要吗？既然不同意，那就送回去吧。我好心让你表妹有个安身之所，不会嫁不出去，你却当成恶意，那就算了。反正呢，我和萧策的婚约，皇上下旨，太后盛赞，还有2个儿子。普天之下，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我作为九王妃，你们说是不是？婚礼继续吧，让人把吴小姐送回去，别耽误了人家。小大，王妃下令，还没听到吗？我媳妇儿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花言巧语的男人，都是你惹出来的烂桃花，最后还是要我来处理。是，王爷。走吧，吴大小姐。我愿意。你愿意什么？我愿意做妾。等我嫁入九王府，日后必定会千百倍的惩罚你。既然如此，来人，抬吴小姐从后门入府。表哥们，满月还没有嫁妆，好歹也是吴家的嫡女。你没嫁妆和我们说什么？我们又不是你亲哥。能作妖还能装可怜，抢了我们妹妹的男人，还想要我们给嫁妆，真是不要脸。大哥，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闭嘴，再逼逼你就去乡下种田去。沈家四兄弟也太无情了呀，他们那么多钱财之物，难道全都给沈云珠不成？他就一村姑，凭什么呀？时辰不早了，赶紧走吧。萧策已经厌烦了，萧大立即派人
赶吴满月去后门了。沈云珠才重新盖上红盖头，跟着萧策进入王府。他一路完成婚礼的各种繁琐仪式，最后被送入洞房。我的个天哪，这简直是要累死我啊！他自言自语：娘亲，你今天真美呀！娘亲，今日那个吴满月太过分了，你怎么还让他进门呢？这件事情啊，娘亲自有安排。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要理会那个小妾，如果他敢伤害你们，你们就要过来告诉娘亲，知道吗？孩儿知道了。孩儿也知道了。沈云珠累了，抱着2个小娃娃倒在大床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房门开了，沈云珠还没醒，倒是2个小家伙醒了。爹爹。沈乐天看到了萧策，眼睛都瞪大了。爹爹真好看。你们2个小甜嘴儿，去吃饭吧。今天晚上不能闯祸，不要打扰我和你们娘亲。爹爹，你当初答应我的事情还算数吗？算数。那好吧，我和大哥先走了，娘亲还没有吃东西呢，你可不要忘记了哟。萧泽玉又叮嘱了下，这才带着大哥离开了。爹爹答应了你什么事儿？该不会是对娘亲不好的事情吧？爹爹说了，等到和娘亲成亲之后，就要给咱们要个妹妹。你不喜欢妹妹吗？妹妹，这个好。好，我也想要妹妹。走，咱们兄弟俩去庆祝一下。爱妃醒了，是不是想吃东西了？萧策看到沈云珠醒了，立即叫人过来拿吃食。沈云珠看他已经宽衣解带，笑得那么绝美，竟然有几分心痒痒。脑子里已经开始出现2个打架的小人儿，一个在讲：沈云珠，今日是你的新婚夜，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什么好害羞的？另一个却不同意了。沈云珠，你一定要克制自己，这种美男子有毒的。一个又讲：有什么毒啊？你们孩子都生了2个，若是中毒早就中了。另一个又讲：生了2个儿子的时候还不是被逼的吗？就是这样反复的小人打架，沈云珠犹豫不决。萧策看着沈云珠，他一张小脸红红的，时而偷偷看向自己。难道说他是在害羞吗？这样的沈云珠还真是挺有趣的，平时那么厉害，像是带刺的玫瑰，碰一下都要扎手，如今在洞房里竟然像是一朵害羞花，惹人怜爱。沈云珠也发现了萧策在盯着自己看了，幸亏下人摆了饭桌过来，这家厨子不错，食物的味道也都很好，所以沈云珠吃了不少。萧策就坐在沈云珠旁边，时不时地撩动头发，自己的墨发落在他的小脸上，他不由得一愣。这种酥酥麻麻的感觉，这男人太会撩了。爱妃，时候不早了，咱们休息吧。沈云珠好不容易吃完了，才到了床边，萧策就牵住了他的小手。对，休息，要休息。都怪萧策这个男人，长得过分美貌不说，而且还特别会撩。你看看，他衣裳都不穿好，露出那腹肌来，而且他一双眼睛始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勾人魂吗？珠珠，你觉得热不热？我不热啊。珠珠，咱们该休息了。某男温热的气息喷在自己的脸上，沈云珠心痒难耐啊，转身与他对视。萧策，你当时为什么去沈家村？还不是缘分让我们相遇，我就莫名其妙的去了那里。什么缘分啊？那你怎么又跑了？珠珠还在生我的气。这男人多会撩啊！你听听这磁性的声音。你和吴满月早就有了婚约，
干嘛还要出去四处勾搭女人？我没有。男人不承认。猪猪吃醋了呀，若是你不同意，可以将他打发走。我才没有吃醋，明明就是你看上了人家，人家小姑娘才……我看上的是你。沈云珠一席话都没说完，就被某人给堵了回去，而且不是用手，还是用带着清酒气味的嘴。这边房里鱼水之欢，好不快活。吴满月坐在房间里，气得半死，摔了不少东西。小姐，你忘了没有？那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娃娃。我记得九王府上只有萧泽玉一个小王爷，如今怎么突然冒出来2个？多出来的一个肯定就是沈云珠带来的小兔崽子了。沈云珠是个村姑，那么小兔崽子也是村里的小兔崽子，没什么教养的。哼，居然是亲兄弟，都是沈云珠生的，那就都是村里的小兔崽子。那个小兔崽子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如今又来一个。小姐，今晚王爷和王妃洞房，那2个小崽子肯定没人管。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好，咱们吃饭。他们吃得欢快，根本没有发现窗户边上已经探出来的2个小脑瓜。大哥，咱们这次药方应该不错吧？那是当然。红叶，快去叫九哥，我中毒了。吴满月肚子疼得要命，将计就计，今夜一定不能让萧策和沈云珠圆房。红叶吓得够呛，急忙往外跑。然而他才走了2步，自己也捂住了肚子。红叶一张脸都羞红了。小姐，我好像拉稀。一句话还没说完，连吴满月都顾不得，急忙跑向了茅厕。你个狗奴才，你给我滚出来！幸亏小姐和丫头的茅厕不一样，若不是，主仆2个可惨了。大哥，今日这事儿应该派人守着清凉院，不能让他们打扰了爹爹和娘亲。别担心，他们俩今天晚上都得在茅厕过夜，不会去打扰爹爹和娘亲的。大哥，你真厉害啊！那是当然，以后你跟着我好好学，也会很厉害。吴府上，沈家4兄弟喝多了3个。你们几个就是这么做人家表哥的？大舅母也知道，我们几个只是表哥，并不是亲哥。而且作为九王妃的亲哥哥，我们觉得自己都很合格，毕竟嫁妆都准备得很充分，我们的妹妹又是正妃。你说什么？沈俊生，我们胡家如何对不起你们兄弟几个吗？这么多年来，大舅母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兄弟几人都知道。如今外祖父和大舅舅还在关外病危归来，家中有什么事情，大舅母可以找表哥，我们兄弟几个也有将军府。你说什么？大舅母不必担心，沈祥成的家我们不要。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日您就会知晓。话落，再也不给孙清韵说话的机会，带着几个兄弟走了。来人，给我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夫人，大小姐竟然给九王爷做了小妾，而且听说沈俊茂如今被皇上册封为威远大将军，已经册封到了府邸。什么小妾？不是侧妃吗？威远大将军，沈俊茂凭什么做大将军？我家老爷还没有被册封大将军啊！孙清韵根本不相信，因为过于气愤，整个人两眼一黑，晕了。美妙的晚上终于过去了，九王府，沈云珠睡得不错，翻个身，竟然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她忽然睁开眼，对上某男异常俊美的脸，使劲眨巴了好几下眼睛，最终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珠珠醒了，睡得好吗？萧策侧着身，温柔笑着，眼里满是宠溺。沈云珠慌乱的要推开他，却是被搂得更紧。珠珠，难道对我不满意？
男人这声音啊，能不能不要这么好听啊？沈云珠不敢看，不敢听，急忙闭上了眼睛。你让我怎么说？若是说满意，岂不是承认了昨天晚上那啥？若是不满意，这句话若是发疯，再问我哪里不满意怎么办？看来是不满意啊，那为夫要补偿猪猪，择日不如撞日，就现在吧。满意，我很满意，不要了好吧？哦，那是哪里满意了呢？为夫要知道，才能好好让猪猪一直都满意。想不到我堂堂战神竟然也有失败的一天呢，而且还是败给了我的男人。论撩人，我根本干不过你。好吧。两个人起床的时候，已经是1个时辰之后。爹爹，娘亲，咱们要去宫里见皇祖母吗？当然。爹爹，娘亲，我也要去吗？你也是本王的儿子，当然要去了。没错，都要去。走吧。等到一家4口走在皇宫，一下子引来所有人的注意。小宫女、太监们那都走不动路了。这是什么情况呀？九王爷竟然有了2个儿子，而且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这九王妃更是美若天仙呐，这一家人的颜值逆天呐！老九媳妇儿，你辛苦了，快给哀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说。事情是这样的，当年我被人暗算，去了沈家村，突然发病了，然后……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小天的存在，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母后，最受苦的该是我的王妃，沈祥成那个畜生，竟然放着亲生女儿不去找，反而找了个替代品。萧策提到沈祥成就有气，这一次，非要让沈祥成不得好死。小九媳妇儿，这么多年苦了你呀！来人，快赏！太后呢，都是大手笔，赏赐的单子足足写了5尺长。沈云珠本来不想收，萧策给她示意，她才收了。好吧，我竟然嫁了个坑羊的男人。听闻昨日九王爷大婚，一同入府的还有5府嫡女吴满月。这个没用的蠢货，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的不知道。没错，昨日吴家的女儿非要给本王做小妾，本王与吴老将军有些交情，自然是盛情难却。没错，并不是猪猪让她做小妾，都是她自己非要做小妾的。众所周知，本王的爱妃在3年前为本王生下2个儿子，本王这爱妃之位非她莫属，而且此生也不会再有别的女人。至于哪家的姑娘非要哭嚎着进门做小妾，本王也奉劝一句，在九王府，小妾等同于最下等的丫头，内宅之事全都由本王的爱妃说了算。想要进九王府的女人们，你们尽管来，无论你是什么出身，在我九王府只能是个最下等的丫头，想好了你就来呀。这男人看着挺霸气哦，看来也不着急扔掉，慢慢养养看，说不定可以。九哥，满月都快要病死了呀，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这点小事也要来烦我男人？哭哭啼啼做什么？我又没求着你过来做下人。九哥，都是沈云珠这个村姑，她悄悄给我下毒了，你难道就真的不管满月的死活了吗？放肆！吴满月，我看你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来人，把吴满月带回去，关禁闭3个月。当初是你自己非要过来做小妾，本王念在吴老将军面子上才让你进来的，你还敢诬陷我媳妇儿？我媳妇儿昨晚上都和我在一个被窝里，她怎么给你下毒？再说了，我媳妇儿若是想收拾你，还用得着下毒？每日打你10几个巴掌，那都是轻的。
九哥，你为何如此偏心？我也是你的女人，昨夜你和郑妃洞房，今夜就该到我了。你把我关禁闭，传出去，不怕被人笑话吗？吴满月不甘心，就算是做个小妾，那也要洞房的呀。万一能够怀上个孩子，日后母凭子贵。沈云珠不过是个村姑，她脑子里有几个弯弯道道啊？最后还不是被我给算计死吗？我被你算计死？我看你脑子里有大臭臭，还想要生儿子。王爷，吴满月也是你的女人呐，你可要好好对人家哦。当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昨天抱着我的时候说的那么好听，什么儿子们想要一个妹妹，他也想要个女儿。这会儿呢，听到吴满月说要洞房，这就动不了了吧？渣男，今天晚上别想上我的床。小侧一看，媳妇儿生气了呀，这还得了？一把搂住了小娇妻，紧紧搂着，就是不松手的那种。珠珠，今日在宫宴上，我说的话全部作数。温柔宠溺的话语像极了一只小奶狗。这话刚说完，扭头看向地上跪着的吴满月，立即切换成小狼狗。吴满月，本王最后说一次，收起那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你做小妾，就是给王妃做下人而已。来人，还不把这个小妾带下去？他说的是真的吗？自古以来，皇族中人还有能够耐得住寂寞之人？你们谁先说吴满月为什么会中毒？大哥，怎么办？到底是哪里出了错，还是被娘亲发现了？难道是那个吴满月告状之后，娘亲就发现了？娘亲，都是我们干的，但是我们也是有原因的。娘亲，就是那个女人，昨天晚上还想要算计我和弟弟，想要趁着你不在我们身边弄死我们两个，到时候……添油加醋的本事，萧乐天一直都很在行。你说的都是真的？吴满月当真是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暗算我的孩子们。娘亲，这都是真的，我也听到了。我们真的是太惨了，差点就没命了。而且我们也没怎么样他，就是给他下了泻药，他才没有中毒呢。萧泽玉委屈巴巴的，哼，吴满月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欺负我的孩子。你们两个记住了，下次遇到这种事不要怕，给他留口气就成。娘亲，你真的是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揍他吗？想什么呢？我让你们揍人是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看着萧乐天，沈云珠又说，你也要记住，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要来报告给娘，晓得吗？晓得，娘亲自揍他，他过瘾。很好，你们回去玩吧，这件事情啊交给我。是娘亲。是娘亲。两个小宝贝迈着小短腿跑了。沈云珠起身活动活动筋骨，就要去揍人了。王妃，明是你和王爷回门的日子，需要准备东西，你看看成吗？青鸾这个时候过来，递上来一个单子。沈云珠看都没看，什么都不用准备，看那一家人，我没有去墓地，已经是仁至义尽呢。王妃，实在不是咱们要准备东西，是那沈祥成的儿子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了一个女子，咱们的人来报，说是北凉的公主。沈祥成和秦燕的那个儿子，不学无术的脑瓜子，竟然能够让北凉的公主看上？那个公主也是个草包公主吧？沈云珠倒是愣住了。你说谁？哪个公主？有名号吗？据说是北凉的白小浅公主，名号似乎就是千若。竟然是她！上辈子的北凉公主竟然看上了沈祥成的那个不成器的儿子，难道说一切都是因为我的重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也不用准备，明日再说，到时候再准备也不迟。
萧策回来就看到沈云珠坐在床头发呆。珠珠，你还在为吴满月的事生气？不提吴满月还好，提了自己就有气。萧策一看就以为这定然是自己惹到了小娇妻啊。珠珠，我觉得这件事不能怪我呀，我已经叫人把她送回去了。你想要放在眼皮子底下好好教训吗？既然如此，你倒是管教啊，我保证站在你这边。萧策也躺下了，悄悄伸出手去，想要抱着自己的小娇妻。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像什么样子啊？这是咱们的新房，只有我们两个，要什么样子？再说了，我抱我夫人，别人管得着吗？珠珠，怎么样？为夫锻炼的不错吧？要不要摸一摸？你个招蜂引蝶的，还有脸皮在我面前说这些？你不觉得不要脸吗？珠珠，这是吃醋了。萧策高兴。不解风情，脑子不大开窍的小娇妻竟然也会吃醋，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里有我呀。果然我没有判断错，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呢。谁吃醋了？我没有，我这么貌美如花，那么多男人喜欢我呢，该吃醋的是你才对。沈云珠才不要承认。萧策一把将人搂紧，大手在他的臀上捏了一把。啊！你这个登徒子，竟然敢非礼我，看我怎么收拾你！珠珠，与你大婚，我很欢喜。你呢？我不。沈云珠没说完，话就被某人的嘴巴堵了回去。这个晚上，月亮羞红了脸，躲在了乌云后。自从一双腿好了之后，萧策几乎一直在锻炼身体，所以体力很好。不就是个小小九王妃，竟然如此怠慢我这北凉公主。哼，一会儿见了面，一定要好好收拾你。沈云珠一家总算来了，那北凉公主却是眼睛都看直了。沈云珠嫁的男人比自己强10000倍啊！萧策真的是太帅了。沈云珠抬头看向女人心声的来源，那个穿着奇装异服、嚣张的用鼻孔看人的女子，就是北凉公主。呵呵，初次见面就惦记上了我的男人，这丫头片子果真是个骗子啊！怎么，这是不欢迎我们？九王爷里面请，臣不敢。别沉不沉的了，沈老爷怕是还不知道，皇上昨日已经册封沈俊茂威远大将军，你日后就尊称老夫好了。这个男人也太直接了，沈祥成能接受这个事实吗？萧策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这辈子再也别想官复原职了。还沈俊茂成了威远大将军，凭什么？他不过是打了一场胜仗而已，老子出生入死多年，他配得上吗他？是。沈云珠本来看见沈祥成就心情不好，现在竟然很开心啊，跟在萧策的身后进了府上。九王妃，咱们去那边说说话。好啊。沈云珠也想要找他说话呢。两人来到了沈家的池塘边。下贱的村姑，我劝你立即与萧策和离吧。你说什么？我有点听不懂。沈云珠随手折了一根枝条，看着身边的女人，涂了那么厚的脂粉，也掩盖不住她脸上的疤痕。沈家人竟然都没有发现？渣爹沈祥成当年真的去过北凉打仗吗？你少给我装蒜，我也不怕告诉你，本公主看上了萧策，你现在就回去与他和离，本公主即刻召他为驸马。北凉女子都是如此豪放，难怪上辈子三哥会那么喜欢北凉公主，想必对方也是如此吧。你叫什么名字？大胆刁民，你也配知下本公主的名讳吗？差点就脱口而出我的名字啊！这个村姑到底是什么来头？总觉得她知道我的过去呢。还好秦欢反应快，不然就穿帮了。
沈云珠上前几步，盯着他的眼睛。你叫秦欢？什么？秦欢眼珠子都瞪大了。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这个女人认识那个倒霉公主？不可能，倒霉公主已经死了。你根本不是北凉的公主，相反只是一个罪人，是那可怜的公主怜悯你，救了你，你却在这里冒充她的身份，胡作非为。北凉的罪人脸上都会有刺青，就算是涂抹了再厚的脂粉，那也是去不掉的。沈家人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真是可悲。你胡说，我就是北凉公主千若，你个村姑，如今敢质疑本公主，看我不打死你！就凭你也配做公主？下辈子吧！你个刁民，你放开我！来人啊，快来人！有人要行刺本公主！沈建昌那个畜生到底在干嘛？竟然不过来帮我！我说过，你不配。沈云珠稍微用力甩开了秦欢，秦欢脚下不稳，一个后退，整个人就掉进了身后的池塘里。救命啊！救命！该死的，真的是要气死了！都怪那个村姑，她怎么会发现呢？沈云珠离开池塘边，靠在一边的树上，饶有兴致地看着秦欢在水里扑腾。我就说嘛，千若公主怎么会嫁给沈建昌？哪怕是事情发生的再奇怪，也轮不到那个渣渣。原来是有人假冒公主，还敢抢我的男人，给你脸了。这边的声音不小，很快秦燕带着一伙人就来了。哎呀，快来人，快去救公主殿下呀，快啊！秦燕急得直跺脚。这个北凉公主可是沈家的大救星啊，若是没了这个媳妇儿，沈家可怎么办呢？北凉公主千金之躯，你们可要想好了啊！你个死丫头，怎么说话呢？家丁不能去救人，那你去救她上来。放肆！秦燕，辱骂九王妃，你可想好了如何赔罪？该死的小贱人，竟然用身份来压制我！民妇知错了，还请九王妃原谅。希望你记得，再有下次，就能去大牢里喝茶了。是，民妇知道了。你们干什么？还不来救本宫？沈夫人，你的儿媳妇有事儿，还是你这个婆婆去救人最为合适。我来。沈建昌啊，沈建昌，若是你不知道秦欢的身份，还可以逃过一劫；若是知道，九王妃为何要推我下水？本宫哪里得罪于你？盛启国的九王妃就是如此对待北凉的公主吗？沈云珠，还不快给公主赔罪！你是想要连累我们整个盛齐国吗？沈老爷，你确定是我要连累整个盛齐国，而不是你？还是说沈老爷从前做大将军，根本就没有去往北凉边境打仗，更是不知道这刺青意味着什么？怎么回事？这个公主脸上怎么会有罪人的刺青？你个村姑，别用那种东西指着本宫！来人，快来人！把这个村姑给本宫拖下去，乱棍打死！沈老爷看来真是老了，不中用了。堂堂北凉公主与你沈家小少爷私定终身，连皇上都不知道，就可以在沈家耀武扬威。传出去啊，也不知道是沈老爷没见识，还是沈老爷当年欺骗了皇上。难道他已经发现了吗？不可能，那件事情我早就处理好了，当年知道的人全都死了，包括那个贱人也死了。沈云珠就是个村姑，绝对不会知道的。原来如此啊！哼，凌云阁要去查一查了。有了这件事儿，沈祥成必死无疑。来人，把这罪人拿下！你个老东西，竟敢抓我！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抓北凉的公主？你这个逆子，现在还要瞒着我老头子？她根本就不是北凉的公主，而且还是个罪孽深重之人。你想要我们沈家死不成？
你这个贱人，你这个冒充公主，你说公主在哪儿？快说！沈云珠，你好狠毒的心！你的主子被你害了，你却跑来圣齐国假冒公主，谋求富贵，甚至让我和离，妄想做圣齐国的九王妃。千若公主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如此待她，你不狠毒吗？贱人，你说公主在哪里？说啊！秦欢被打了，看着这些人，心中害怕，只好如实招来。公主已经死了，她不想嫁给南里国的糟老头子，就逃婚了。但是半路上，她的马车突然着火，公主死在了大火之中。我们几个奴婢都被治罪了，但是我们有什么错？公主想做什么，我们根本阻挡不了。我不想死，我就想要活着。还有你，沈建昌，是你说要娶我，不在乎我的身份，你还有脸打我？你以为我们北来儿女都是好糊弄的吗？秦欢突然拿出一把匕首，冲向沈建昌。那把匕首不大，秦欢也没有多少力气，但是沈云珠可以帮他呀。趁人不注意，他稍微点了下头。秦欢那把匕首如同与沈建昌之间有磁铁吸引一般，直直刺入了沈建昌的第3条腿。他竟然想要抢夺三哥的心上人，我当然不能放过他的。沈云珠内心窃喜，我可真是个小聪明。畅儿，来人，快叫大夫，快！来人，把这个贱人拿下，快！沈祥成反应过来，立即叫人呢。秦欢却是速度更快，一把匕首刺入心脏，死了。沈云珠见这边已经没什么事儿了，转身离去。珠珠，他们有没有欺负你？萧策刚才故意没有带人过去，萧大过去足以让沈家人畏惧。再说他发现了，自家夫人欺负人的时候，不大喜欢别人出手。给他们10个胆子，他们也不敢。走吧。娘亲似乎很高兴，那就是没有受欺负，这就好。若是有人欺负娘亲，我们一定要去报仇。一家人离开了沈家。半路上，萧策有事情先行离开。沈云珠遇到了大哥，抱着2个小家伙，先去了威远大将军府上。娘亲，你不和我们一起去大舅舅府上吗？而且还有3个舅舅也在呢。你们先去，我有点事情，一会儿就去找你们。沈云珠，你干什么去啊？小人得志了。大胆刁民，你竟然直呼九王妃的名讳，该当何罪？我知错了，我有话和你说。沈云珠摆手，火凤退到了一边。说吧，什么事儿？沈云珠，你是我的妻。什么？杨姨是什么意思啊？男人上前一步，逼近了沈云珠，压低了声音。沈云珠，你不仅是我的妻，还替我筹谋前程，并且我是那高高在上的杨丞相。杨丞相，他竟然知道这些？他是怎么知道的？难不成这个禽兽竟然也重生了？光天化日之下，区区秀才竟然在做白日梦，哼，果然有趣。上辈子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这辈子你还想要登上那宝座，只能是在你的白日梦里。沈云珠，你怕了？他不像是在试探我，难不成变数在他这里也发生了？怕？我堂堂九王妃有什么好怕的？怕的应该是你，凡夫俗子，自高自大的东西。你忽悠得了原主，可不能忽悠我。沈云珠厌烦了杨银的嘴脸，转身要走。杨银眼疾手快，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腕，凶狠地说道：沈云珠，我说过，你是我的妻，这辈子也必定是我的妻。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萧策那个病秧子，残废，不久将会死掉。现在我给你个机会，若不然……啪的一声，不等他说完，
火凤一个鞭子打在了杨银的身上，竟然对九王妃动手，该罚！你敢！我乃堂堂杨丞相，也是你个奴才能够打的。他不敢。王妃要做什么？杨银擦了擦嘴角的血，站了起来。沈云竹，你最好乖乖与萧策和离，回到我身边，我可以给你个小妾的位子。杨银说完了自己的话。若是你没有嫁给萧策，我还可以给你留个正妻的位子，但是如今你已经成为了别人的洗脚水，我才不会要找个蠢货女人呢。沈云珠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自己竟然能够听见杨银的心声了。想用萧策来威胁我，让我做个小妾？脑子是个好东西啊，可惜你没有。上辈子靠着原主帮你才能做个丞相而已，这辈子离开我，你能吃屁？火凤不敢打你，我来试试。小妾什么的你自己留着吧，我不稀罕。沈云珠拿过了火凤手上的鞭子，对着杨银就是一顿猛抽。当然了，每一个鞭子都是有他的理由的。胆敢让我和离，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还敢威胁我？就凭你？你不是很本事吗？起来啊！再敢出现在我面前，拽得2、5、8万似的，我把你打成太监。我管你是不是记得前世的事情，那是原主和你之间的旧事。今生今世，我定然要你生不如死的。想要让本战神做你的小妾，去你妈个逼！小贱人，算命先生都说了，你就是个异世的大陆的魂魄，你敢逆天而行，那是要遭天谴的。你个小贱人，不做我的小妾，我定然让你不得好死。算命先生，怪不得这货敢如此无礼，原来是有个糟老头子在后面指点1、2啊！哼，没关系，我会让他再指点你之后的3、4。沈云珠打累了，这才停了手，手上的鞭子递给了身边的火凤。记得我今日的话，再敢来我面前，可就不是今日这般了。沈云珠转身潇洒离开，杨银疼得满地打滚，发誓自己一定要去找那个大师，想个好办法。沈云珠还没走远，听到了杨银的心声。红凤，你去派人跟着杨银，打探到什么消息立即汇报。想要找那个大师啊，给我也瞧瞧，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外高人。火凤有点为难。王妃，你去哪儿？我去春风楼喝茶，你回来就去那里找我就成。是。主子，您可算是想起我们来了。我什么时候忘记你们了？别笑嘻嘻的，去查沈祥成。那公子听完也没敢停留，立即就走了。沈云珠也起身下楼，准备回府。才到了1楼大厅，4个穿着破烂的男人带着一个同样穿着破烂的女人走进来，才一进门就大喊：小二，把最好的酒菜全都上一遍。你没死，真好，这辈子你没死，我还来得及，还给三哥一个夫人。沈云珠走出去的步子一个转身退了回来，随着那前面的几人坐在了同一张桌边。你是何人？为何要与我们同桌？几位兄台让我一见如故，这顿饭我请了，不行吗？行，怎么不行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就是好友。来来来，一起喝酒。路途遥远，累了吧？喝杯茶。让你喝你就喝。我来可好？说着丢下另外一锭银子，同样是50两银子。妈的，这傻娘们儿有钱啊！好好好，你来啊！这女人是谁？为什么要救我？若是她能知道我中毒了，不能说话就好了呀。沈云珠听懂了他的心声，微微笑着。这几人竟然给北凉公主下毒，胆子不小啊！刚才那个人的心声是说给五皇子办事，
五皇子难道还干这些卖人的勾当？几位大哥远道而来，不知这里可有亲属投靠？若是没有，我家中倒是有一处别院。姐姐，你怎么在这儿？沈云珠话音刚落，沈向雪的声音就响起来了。姐姐，你刚刚才大婚就和外男接触，这不太合适吧？你还没出阁，才刚找到亲生爹娘就出来见外男，这也不合适吧？还惦记着我的男人呢？今日若是干坏了我的好事，我非要让你好看。想必这些都是姐姐的朋友，那我也没有必要不好意思了。反正这都是你来见面的外男，与我何干？滚！他竟然如此与我说话。如今我可是太师府的嫡女，并不是什么神父的养女了，他怎么敢？这位姑娘，你是哪家的千金啊？她是太师府嫡女沈向雪。哎，不对，现在叫什么名字？我叫穆香雪，是太师府嫡女。这位大哥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从东土大唐而来，要去西天取经。你个小妖精，要不要一同前行啊？我们这不是给武皇大哥，沈爷。我们几个就是路过，吃顿便饭。四弟说的没错，不能随便开口，说是其中有诈呢。一路绑了这个北凉公主过来不容易，眼看着大功告成，可不能功亏一篑。五皇子似乎和穆太师有很深的关系啊。既然如此，那么我的计划还要再变动一下下。原来只打算带走千若公主，现在嘛，这几人我全都要了。这里人多嘈杂，姐姐如此，怕不是怠慢了贵客。沈云珠，今日你与外男见面，还是这么多人，我可不会轻易的放过你了。妹妹说的是，几个贵客3楼雅间请吧。村姑就是村姑，哪怕是有人护着，本性难改。轻易就相信了别人的话，过分善良。姐姐忙着，那妹妹先走了。沈向雪说完就走了。赶紧去找九王爷过来，到时候让人给沈云珠的饭菜里放些东西，让萧策看到沈云珠的德行。大婚又如何？还不是要被进猪笼？原来蠢猪也有用处啊，一切都不用我动手了。小美人儿，今夜月色正好，不如我们一起。你快点走啊，他们都不是好东西啊！再不走的话，按照圣启国的律法，你就要被进猪笼了。沈云珠听着千若公主的心声，心里倒是暖暖的。竟然有人如此关心我，不过是个一面之缘的陌生人，竟然比沈祥成那个渣爹都要强100倍啊！与此同时，春风楼外，沈向雪刚才已经去找了萧策，把这边的情况都说了一遍。沈云珠，就算是你大婚又如何，还不是要死在我的手上吗？萧策却是心急如焚，猪猪可不能有事。刚才沈向雪在自己面前抹黑小娇妻，他一个字都不信。清风楼，怎么，这是想要连人带银子都入了你们的囊中？沈云珠不着痕迹地从空间里拿出4根银针来。小娘子，你莫要怕，跟了我们，吃香的喝辣的。没错儿，我们几个可是五皇子的人，无论你嫁给了谁，总不如五皇子手下吧。你拿着绣花针也没用啊，你和那个北凉公主都得成了我们的玩物。兄弟几个做鬼也风流。来吧。几个男人中了药，毫不顾忌地冲了过来。沈云珠扭头看向千若公主，手上的4根银针甩了出去，嗖嗖嗖，破空之声响起。哎呦，我爹娘啊！什么玩意儿啊！
4个男人只来得及说出最后的台词，纷纷倒地不起了。就是这个女子，一招干倒了他们。她到底是什么人？竟然如此厉害！我是战神，自然是最厉害的。别说话，有人来了。姐姐，你在干什么？你和九王爷才刚刚成亲，这样撕毁4个外男，这样不好吧？沈向雪的声音果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大家纷纷跑过来看热闹。你们别过来，我姐姐在里面呢。你们不知道我姐姐是谁？九王妃啊！你们竟然都不认得九王妃？嘘，千万别说出去。我姐姐刚刚嫁给九王爷，这叫什么事儿啊？姐姐，虽然你不满意九王爷，嫌弃他是个残疾，但是也不能这样啊。沈向雪一个人演了一出大戏。你们是什么人？为何要污蔑九王妃？沈向雪有点懵。这人眼瞎吗？看不到九王妃和4个男人行他苟且之事？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才没有诬陷我姐姐。姐姐，你倒是回我的话，你快点起来啊！穆香雪，小小年纪眼睛就瞎了呀？本王妃在此喝茶的雅兴都被你给搅和完了。沈云珠，怎么回事？你居然站在走廊里，而不是在这间雅厅里呢？怎么，刚才撕心裂肺的喊我，现在就不认识了？沈云珠步步靠近沈向雪，沈向雪不断的后退再后退，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住了，整个人一下子跌倒在地。你怎么在这里？沈向雪声音都在颤抖了。明明向人回报说沈云珠就在这个雅间啊，难道她真的是个妖孽，还能够从屋子里飞出来不成？妖孽？我倒是问问你，你怎么在这里呀？原来这几个男人是和你私通的。我的好妹妹呀，你才刚刚回到太师府，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嫁人？你想要嫁人可以理解，毕竟年纪也不小了。可是同时和四个乞丐约会，难道太师就是这么教你的吗？哎，不对啊，太师根本没有教你，你之前一直是沈家的养女，沈祥成给你的教养就这？本王妃真是替太师感到可悲呀，自己的女儿这就让人家给养成了废物吗？刚才不是很能诬陷我吗？现在继续呀！你闭嘴，你胡说，我才没有！明明是你在这里见外男，是你不讲妇道。沈向雪突然觉得自己中计了，赶紧爬起来就往外跑。沈云珠才不给他这个机会了，他打了一个响指，沈向雪才站起来，整个人又不受控制的趴在了地上。哎，妹妹，你竟然和这个男子抱在了一起了！我的天哪，这么喜欢呢？你放心，本王妃一定会替你与太师求情，给你求了这门亲事。沈云珠似乎很是惊讶，转而看向身后的众人说：大家也都做个见证啊！太师府嫡女，前沈将军府上养女沈向雪，如今私定终身。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是过来看个热闹的。不要，沈云珠，都是你害我没有。沈向雪拼了命的想要爬起来，偏偏他这么一个挣扎，那倒在地上的男人一下子就醒了。美人儿，跟了哥哥，哥哥给你荣华富贵。男人大手伸出去，一下子就抱住了沈向雪。你别碰我！救命啊！救命！怎么会这样呢？刚才我明明安排好的一切，这些药都是给沈云珠用的呀，现在竟然用在了我的身上。滚开！人群中冲进来一个男子，正是太师府的嫡长子穆飞扬。大哥，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穆飞扬，上辈子这个男人机关算尽，帮着沈秋月，最后我惨死的主意也是他无意间透露给沈秋月的。
但是我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原主和这个男人几乎只见过一面而已，怎么就得罪了他？现在看来，原因就在沈向雪身上。没错了，沈秋月是沈向雪的一颗棋子，真正想要害死原主的正是沈向雪。而前世里，沈向雪一直都没有回到太师府，但是不妨碍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身世，所以好一个蛇蝎心肠的沈向雪，这辈子让本战神好好给你来个爽快的人生吧。雪儿别怕，大哥在呢，谁都不能伤害你。穆飞扬扶着妹妹起来，一脚将那男子踹晕了过去。九王妃竟然如此残害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当真是皇家的好榜样啊！竟然敢害我妹妹，一个村姑，好大的胆子！沈云珠啊，沈云珠，你不过就是个村姑，想要害我，我现在有哥哥护着，你能奈我何？原主那个蠢货才会被这样的沈向雪给糊弄过去了，还能奈你何？穆少爷还是管好你自己，本王妃是不是你的榜样，不是你说了算。上辈子你让我死，这辈子我让你们整个太师府陪葬。九王妃从小长在乡下，该不知道皇家的规矩，说话做事不要过于放肆。穆飞扬直对，别以为别人拿你当个九王妃，我就也会当你是个人物。不过是个村姑，有什么资格和我妹妹相提并论？本王的女人什么时候需要太师府的小子来教训？萧策来了。本王的女人，本王自己惯着，你敢有什么意见？九王爷竟然真的喜欢一个村姑？穆飞扬，你说说看，我们皇族的规矩是什么？你再说说你们太师府的规矩，未出阁就串通小厮给皇族中人下毒，太师府如何处置？怎么回事？萧策怎么会知道的？还以为萧策过于气愤，根本不管沈云珠这个村姑了。现在看来，事情并不简单。九王爷，你要给小女做主啊！我真的没有私会外男，是姐姐。放肆！你算个什么东西？本王需要给你做主？口口声声姐姐，本王的王妃与你没有半分血缘关系，谁稀罕你这个妹妹？萧策本就在气头上，刚才过来，先接到萧大的禀告，自己才安排了隔壁的房间侧门，又担心小娇妻生气，自己都没有出面，这才让沈云珠带着那个女人从侧门离开。萧大已经查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萧策如何能不生气？好一个太师府的嫡女啊，竟然敢欺辱我的爱妃！难道说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沈云珠，你不过是个村姑，凭什么得到萧策这样的护着？若不是有你存在，萧策这番宠爱明明就是我的。我算个什么东西？我是太师府的嫡女，就算是你看不起我，也不至于如此羞辱我呀。穆飞扬，你说如何处置？竟敢呵斥本王的王妃，谁给你的胆子？穆太师最近的日子是不是过得太好了？九王爷，此事还没有彻查清楚，不能这样下断言。你的意思是，本王还不配查到真相是吗？萧策嘲讽一笑。来人，把人都带上来，让穆太师的儿子好好的看一看本王的榜样如何。不要啊！若是在这里被揭穿了真相，事后我的脸面何在？你怕什么？你不是冤枉的吗？不是让我家王爷给你个说法吗？现在就给你个说法。现在怕了？刚才你的胆子呢？唉，九王爷，不如回去慢慢处理，何必在这里让太师府的颜面尽失呢？穆飞扬，你是在教本王做事吗？唉，今天这事儿万万不能这么算，臣不敢。这个妹妹
果然如庶妹所说，并不是个简单的，心机深沉。回去后一定要让母亲好好管教才行。来人！萧策摆手，萧大立即带着好几个人过来，就在这3楼的雅间门口审理此事。这既是我百般表现，才得到了大哥的好感。如今以为大哥过来给我撑腰，没曾想萧策心慈下场，给沈云珠撑腰了。也就是说，大哥现在怀疑我了，他日后都不管我了吗？你机关算尽，穆飞扬为了自己的前程着想，怎么可能时刻都护着你啊？这样也算是知道了穆飞扬的一个弱点，日后对付起来不要更容易啊。你们几个说吧，我那好妹妹是如何说的？九王爷饶命啊！九王妃饶命！小弟也是被逼的。那个自称是太师府嫡女的女人，逼着脚的给九王妃下毒。他还说了，若是事情办不好，就把我们的老娘媳妇全部都揍死。我们真的不想这么做呀。而且九王妃只是心善，请几个乞丐吃饭而已。那个女人还让我们四处去宣扬，就说是九王妃私会外男，不守妇道。一定要坏了九王妃的名声，让九王妃被擒猪笼。怎么办？我还怎么活？穆飞雪，好大的胆子，意图谋害九王妃。穆飞扬，你说说，依照圣齐国的律法，该如何处置？你个臭小子，不是很能用律法严刑惩罚人吗？来，本王给你个机会，让你好好表现一下。大哥不要啊！这些人都是在说谎，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都是沈云珠，都是他私会外男，为了不被发现，故意陷害我的。雪儿，你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穆飞扬扬起手掌，一巴掌呼过去。我们穆家怎么养出你这样的逆子？九王爷放心，臣一定会严加管教妹妹。果然是亲兄妹啊，都这么会演戏哦。一个装哭，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好糊弄；一个想要打一巴掌就完事儿。你们想的倒是很美哦。你们穆府的规矩，你们说了算；本王的规矩，本王说了算。来人，将那穆向雪拿下，送入大牢。按照圣齐国的律法，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这几个狗奴才胆大包天，陷害九王妃，拖出去，乱棍打死。里面那几个乞丐，九王妃一番好意反而被害，送去大牢，严加审问。萧策下令了，今日就给你们好好看看，得罪了本王的女人该有的下场。我不要去做了，我不要，我没有做，我没有。今日若是进了大牢，日后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才离开了沈家，找到了亲生父母，还没有站稳脚跟啊！本王的命令，如有不服者，一同治罪。说啊，莫飞扬，你敢再说一个字，看看本王会不会连你也送进去。马车上，猪猪，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小策，你是怀疑我被他们碰到了吗？我没有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打人的时候有没有弄伤手？有没有弄伤了手？沈云珠愣愣地看着这个男人，在外面化身大狼狗，回头在我面前就是个小奶狗了。没有。猪猪，你怎么突然过来喝茶了？还有那几个乞丐是怎么回事啊？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好了。那4个男人根本就不是什么乞丐，而是绑架北凉公主的贼人。而且你知道他们的幕后主使是谁吗？是谁？正是你的好侄儿五皇子。什么？竟然真的是皇族中人，而且还是那个看起来根本与世无争的五皇子。那个畜生啊，难道他是想要篡位吗？而且那家伙胆大包天，不仅抢了北凉公主，甚至干那拐子的买卖。你让人去好好审讯那几个人，就该知道了。我要去威远将军府，
孩子们在那儿，而且我让人将北凉公主暂时送到那里去了，自然是要去看看。沈云珠不再说话了，就是看着萧策。你若是相信我，那就相信；若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萧策似乎看懂了沈云珠的意思，认真地说：我相信珠珠。五皇子既然敢绑架北凉公主，那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这个男人好像并没有那么糟糕啊，只是当年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若是他无辜，那就……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若是他不是无辜，我可不会轻饶了他。好，这件事我亲自去查，你去将军府接孩子们。萧策的马车一路送沈云珠到了威远将军府。沈云珠起身准备下车，与萧策擦肩而过，男人突然大手伸出来，一把将人捞入了自己的怀里。空气突然安静下来，马车里静悄悄的，只有男人得逞中带着甜蜜的笑。萧策，你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怎么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我是特意的，无奈王妃人比花娇，为夫忍不住。萧策这种人竟然也会讲甜言蜜语，而且他整个人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拘谨，似乎经常说这话。哼，花言巧语一定是经常说了吧，无趣。沈云珠推开了萧策，自己下了马车。难道我说的语气不对？但是话本子上就是这么讲的呀。不行，回去还要多加练习。萧策真的越来越会撩了，不是说男人娶到手就会不冷不热了吗？而且听说洞房之后就没了兴趣吗？但是萧策好像不是这样的。沈云珠想不明白，刚好沈俊生出来了，一脸的焦急。妹妹，你送来的人好像不成了。不成了？沈云珠急匆匆走进去，只见床上的千若公主，一张脸惨白惨白的。妹妹，这是哪家的姑娘？大哥二哥不在府上，我一个人在，可真的忙不过来。三哥，她不是咱们圣齐国的姑娘，是北凉的千若公主。刚才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一会儿与你说。现在我要先给她治病，所以……好，你安心给她医治，我在外面守着。沈俊生转身出去，还贴心地关上了房门。沈云珠从空间里倒了一杯灵泉水，给钱若喝了下去，之后又拿出银针开始针灸。千若中了毒，之后又中了药，这一下子整个人都要休养一段日子了。幸好有我三哥在，你不会有事的。果然是北凉那个千若公主，想不到一别多年，她如今已经长这么大了。回想当年，我与爹爹在北凉边境初次见到她。金鸾，你和火凤一起给公主沐浴，千万要小心。沈云珠出门，看到焦急的三哥，想了想，说：三哥，你能麻烦人去买几套女孩子的衣服吗？好，我亲自去。沈俊生说完就走了。这是什么情况啊？三哥亲手给女孩子挑衣服，他知道挑什么样的，还是知道公主的尺码？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儿。沈云珠正想着，大哥和二哥回来了。妹妹，怎么样？沈向雪那个东西有没有欺负你？大哥二哥放心，我没事啊。我家夫君已经派人把他抓去大牢了，别担心啊。我家夫君？妹妹说的是萧策。妹妹，那个萧策对你好不好啊？刚才我本来打算自己出手教训那个沈向雪，但是你们看，倒是被他抢了先，这能不好吗？妹妹，你三哥去哪里了？沈云珠就把自己救人的事情说了一遍，这下子兄弟俩全都惊呆了。沈云珠觉得事情不大对，小声问大哥：大哥，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紧说吧，
这可是关乎三哥的终身大事哦。兄弟俩把沈俊生的事情全都说了。怪不得三哥刚才那么积极，自己主动去给公主买衣服呢。看来啊，三哥可要比你们两个更早成亲啦。你们没事在说什么？正说着，沈俊生回来了，手上拿着不少东西，看样子没少买啊。三哥，我没说什么啊，都是大哥和二哥非要让我听的，我去给三嫂换上啊。沈云珠夺过了东西，急匆匆跑进屋里去了。沈俊生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不是，妹妹，你不能这样啊。三弟妹也真是个可怜人呐。就是啊，听说三弟妹要被北凉那个老东西嫁给另外一个糟老头子了。是吗？对呀，大哥，你可是不知道啊，三弟妹多么厉害，逃婚了，听说是为了某个心中的死对头。沈俊元和沈俊茂兄弟俩越说越多，沈俊生听得一张脸难看到了极点。老瘪三竟敢如此对待千若，她一个弱女子，这段日子是如何撑过来的呀？沈云珠进来，千若已经醒了过来。这就是神医的医术，小德发。你醒了？想吃点什么？这里有几套衣服，还有首饰什么的，都是我三哥亲自挑选的。我三哥你还不知道吧？他叫沈俊生，之前随我外公在北凉边境住过一段日子。沈俊生，他在哪？他真的是你哥哥？原主也真的是个蠢货啊，人家夫妻俩这么明显他都看不到。当然是真的，你且等着，我去叫他进来。不要，我……这个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严厉的声音：“沈俊茂，你这个逆子，你还有脸回来？”这个老东西还有脸找上门来呢。三嫂，你先安心养病啊，我出去瞧瞧。这些都是我三哥亲自去买的，你看看合不合身？沈俊生竟然为了我亲自去买这么多东西。沈老爷一家都过来，是想要拜见沈俊茂大将军吗？沈云珠，你这是什么教养？说的什么话？哪里有父亲拜见儿子的道理啊？你刚才叫我什么？有胆子你再叫一声听听，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他妈一个蛋都碎了的东西，还有脸与我说话？九王妃见谅，你弟弟这是病得糊涂了。沈夫人，说话要注意点儿。沈家有这样的儿子，好歹也能称之为男人吧？是不是啊，沈老爷？区区一个阉人也敢自称是我的弟弟，果然是病得不轻，欠削。沈云珠，你欺人太甚！我今日九王妃见谅，他病得发疯了。来人，快来人，把五少爷带回去。既然病得发疯，那就不要带出来丢人现眼。沈老爷，你这么远过来。沈俊茂，你怎么与你父亲说话的？什么叫沈老爷？沈夫人怕是不知道，如今沈家真正的大少爷只有你的儿子一人，我们兄弟4个早就被沈老爷逐出了沈府了。难怪当时哥哥们突然不辞而别，原来沈祥成这个渣渣竟然还干了这种事情啊！当时都是权宜之计罢了，如今你们就是这般对我老头子的吗？你们几个臭小子这么有本事，就去找吴家去啊！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啊，可惜我不会让你如愿的。要不我说沈老爷昏庸了，不中用了，白纸黑字写好的断绝关系书那是要备案的，若不然皇上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赏赐我大哥做大将军，而不是让你官复原职？如果沈老爷是过来索要沈将军头衔的，那你走错了地方，倒是可以去宫里找皇上要。你看看皇上是如何与你说。大哥，你觉得呢？九王妃所言极是，若是沈老爷有空闲，咱们这就进宫去面见皇上。至于那份断绝关系书，皇上那里也能有备案的。好，好，好，你们都是好样的。
走着瞧。哥哥们，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府了。小天和小玉一会儿让九王爷过来接，明日我再来看千若公主。王妃，后面有一伙人跟踪咱们。往小路走，速度越快越好。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死，那还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王妃，神都来了，你先。让我来。王妃啊，王爷之前交代过了，遇到这种打人的活，交给那些暗卫就好了。好家伙，看着装备需要不少银子吧？有钱人呢。沈云珠，现在怕了吧？本王妃好怕怕呀。青鸾，你是不是也很怕怕？是，青鸾也很怕。你们在忽悠傻子吗？沈云珠，我告诉你，你想要活命，那就得乖乖听话。你想要什么？说来听听。你现在给我跪下道歉，今天晚上给我睡，让沈君猫那个臭小子把大将军这位让出来，或许我还能饶你和你那两个小兔崽子不死。不就是个村姑吗？搞不懂爹娘有什么可怕的，而且这个村姑还带着2个拖油瓶呢，就算是拿捏不住她，那也可以用2个拖油瓶来搞啊。村姑长得这么美，不就是勾搭人的吗？你他妈对我有歹意可以，竟然还敢打我孩子的主意！妈的，本战神不发狠，你当我是病猫呢？如果我不服从呢？你个没有蛋的东西，还想做苟且之事？好啊，我给你机会。沈云珠，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来，给我上，抓活的，送去云海楼，兄弟们一起享受一下。萧策那个残废，这么个美人放在身边，他也没那个本事享受。还有那2个兔崽子，一会儿也抓出来，一起玩。果然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既然如此，那就该用那样的办法惩罚。嗖嗖嗖，一道道破空之声响起，几十根银针泛着冰冷的寒光射向了这些人。这是什么情况？村姑的绣花针什么时候也这么厉害了？沈云珠还是个人吗？你没说错，我不是个人，我是你的王，你的天神。他只是听到了我的心声，不可能！这个世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怎么不会有这样的呢？作为你的天神，我就是啊。来，一针送你上云霄。不要，你不要过来，那就是个妖孽啊！我要告诉爹娘，把你烧死。妖孽又如何？把人烧死？这个主意不错，我会替你安排的。来，现在我让你去爽一爽哦。沈云珠不再多说，一根银针刺过去。沈建昌眼睛盯着那根银针，还没来得及逃跑，就倒在了地上。把这些人都带上，去云海楼。云海楼3楼的一间雅间内，萧策看着脚下的男人，一脚踹过去。还不说？男人眼珠子都瞪大了。传闻中的残废九王爷竟然是装的，还是说他的腿已经恢复过来了？不成，这个事情一定要让主子知道呀！你是想让本王一脚踩死你才说吗？我就算是死了，也要让主子知道这个消息。萧策好了，他们要造反了呀！萧策似乎怒气冲天，一脚将地上的人从窗户踢飞了出去。萧策已经准备起身回府，还要去威远将军府接孩子呢。媳妇儿出去揍人了，他得善后。这个时候，隔壁雅间，沈云珠，你就别装了，早就看上了我，这就想要从了我吧？王爷，你不是处变不惊的吗？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手抖啊？到底是谁？本王要过去弄死他！王爷，暗卫讲了，王妃要教训人，咱们还是再看看。猪猪的确是那样的性子，那就再等等。连蛋都没了的东西，也配和我讲这种话？勇气可嘉。
来来来，本王妃奖励你的好东西，一粒就让你快活似神仙。这就对嘛。虽然你是个村姑，但是我不嫌弃你啊。虽然你是个妖孽，但只要你从了我，我也不会告诉别人的啊。沈建昌已经被沈云珠迷了眼，接过了那药丸，一口气吞了。来，你们一起干他！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情况好像不大对呢。不懂吗？你们的主子是个断袖，而且今日你们办砸了事情，就算是这会儿放你们离开，你们还会有好日子过吗？想想看呐，你们都是普通人家的清苦孩子，训练了一辈子，结果竟然要死了。但是现在不同了，本王妃爱惜人才，只要你们听话照做，让这位沈家五少爷好好的爽了，本王妃保证你们绝对不会死，而且每人的家里都会得到1000两银票。那就开始吧。沈云珠站起来，给这些人让出位置。你们不要过来，不然我就杀了你们！沈云珠，你个贱人，你敢这么对我，我非要你不得好死！你放心，你今日说过的死法，我都会让你先尝尝什么滋味的。沈云珠已经站在了门口。你他妈骗老子！老子要弄死你！沈建昌反应过来，其实已经晚了。好几个黑衣人已经扑了过去。这个雅间非常大，足够这些人快活似神仙。沈云珠转身去往隔壁雅间，这里一时半会儿不会结束。沈建昌，你就好好享受吧。沈云珠推开了房门，她走进去，猝不及防撞入一个男人的怀抱。珠珠，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我就是来办点事情。你怎么还不去接孩子回府啊？我就交代你这一件事，你都忘了吗？果然男人都是大猪蹄子，才刚大婚，这就胡来寻欢作乐。其实也是怀疑，我是个女人来云海楼没什么吧？但是萧策是个男人，而且如今是个正常的男人，若是他过来做什么，我根本发现不了。珠珠这是吃醋了，早知道这么容易就让媳妇儿关心我，我得日日都来这里才对。吃醋？你少得意了，我才没有呢。你一个堂堂九王爷，想要多少个女人，我能管得着吗？管得着。花言巧语。我去接孩子们，今晚上给你补偿。话落，人就走了。这就走了？不追问我在干什么，还给我补偿？你知道我要什么补偿吗？沈五少爷，不用这么感激我啊。没了蛋，我还是安排这么多人伺候你，让你手歪歪。但是真的不用感谢，毕竟你是沈老爷子的儿子呢。但是你这个样子回去沈家的话，沈老爷估计会气死吧，到时候你就成了不孝子了。我这人呢，最是善解人意了，所以我送你去个特别的地方吧，有吃有喝，身边都是贵人。办完这一切，沈云珠才带着青鸾回了府上。天都黑了，还不让人消停呢，这人谁呀？王妃，这是吴将军府上的夫人来了。吴将军府？谁啊？就是吴满月的老娘，还有那个庶女吴新月。这日太忙，竟然把吴满月给忘了。王府上还有个被关押的小妾吴满月呢。来做什么？哭了多久了？王爷呢？我让萧策提前回来，应该不用我亲自管吧？萧策那个臭脾气能忍得了吗？王爷还没有回来，已经在这边哭了小半个时辰了。刚才还在这慢悠悠踱步的沈云珠健步如飞地冲了进去。那女子是谁啊？
这几日怎么都没见过，还有这么厉害的女子，看这穿着打扮倒是和我差不多呢。九王府的大丫头采薇，呵呵，一个丫头都能坐在主子的位子上了，好大的胆子啊！王妃也算是回来了，这才大婚没几日，整日往外跑，传出去让人看了笑话，说我们九王府没有规矩。不过是个丫头，也敢瞧不起我了，而且还这么大张旗鼓的替女主人招待客人，看来这九王府的下人果然凶猛啊！本王妃的事情还轮不到一个丫头来指点，若是府上的事情随意被下人泄露出去，本王妃可以亲自动手接过那长舌妇。我还不知道在我的府上，丫头都能坐在主子的位子上，喝着主子才能喝的茶，这种规矩若是让外人知道，不知会有多少人笑话我是个好说话的软柿子呢。不就是个村姑吗？有什么好得意的，还敢拿刀子？哼！等到吴满月出来，我看你早晚都要被进猪笼。九王府上的刁奴果然够刁，是时候需要清理一下了。沈云珠，你到底想怎么样？采薇走了，吴夫人回过神来，开始叫嚣：吴大人，你我是什么关系，还是什么身份，让你有胆子叫我的名字？给你脸了呀！还有，我觉得你的身份也不怎么样嘛，将军府夫人竟然在九王府与一个下贱的丫头哭哭啼啼，吴老爷的脸面都被你们这些小辈给丢尽了。虽然那个吴老爷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非要把原主的娘赶出家门，但是应该是个好的，若不然也不会扶植一个外孙坐上了威远大将军。王妃，算起来你和满月还是表姐妹，如今一起加入九王府，定然应当互相帮助，共同伺候好王爷才是。满月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也应该谅解啊。如今将人关起来，传出就不好听。吴夫人，你该不是太老了，脑子不好用了吧？我们九王府可从来没有求着她嫁进来，而且身为一个小妾，那就该知道自己的身份，给她这点惩罚已经是我大度，晓得吧？还他妈和我攀亲戚，不自量力！九王妃，你这是什么话？我姐姐是你的表姐，她和九王爷青梅竹马，是你抢了我姐姐的男人，你还有道理了？别和我搞什么堂姐妹，我娘被赶出吴家，和你们再无任何关系。而且整个京都的人都知道，是你家吴满月不要脸的，自愿做小妾，我们王爷才会让她进门。你们现在不满意了？当时死皮赖脸非要进来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若是不满意，我现在就可以写一封休书，你们把人带回去。不然的话，只要在这府上，那就乖乖听话。搞不好哪日我心情不好，砍了他的脑袋。九王妃，你不要让我姐姐死啊！她是真的爱惨了九王爷。说是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代替她给你磕头道歉了。明日就是云贵妃的寿宴了，还请您开恩，带我姐姐一同前往。搞事情啊！既然这么喜欢磕头，那就磕起来，先来10个吧，我听听声音怎么样。想演戏，来吧。村姑竟然都不害怕，而且她明明听见了九王爷回来了呀，这就是在给我男人演戏看呢。九王妃，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吴新月还想继续说，可她竟然不受控制的开始给沈云珠磕头。九王爷，你可以这样给我做主啊！我什么都没有做，九王妃就让我给她磕头。九王爷，明日就是云贵妃的寿宴了，满月还在关着，这可如何是好啊？王爷千万不要怪罪九王妃，她也是无意让我磕头的。小贱人，九王爷与我的关系特别好，你从前那么演戏迷惑了他，现在九王爷亲眼看到你这么恶毒，还会稀罕你吗？本王当然不会怪罪王妃，这还用你说？你们2个深夜来王府，又是磕头又是嚎啕大哭的，成何体统？你们当本王死了不成？
邱王爷，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们也不想啊。云贵妃一直都很喜欢满月。这件事情，猪猪觉得如何？我都说了，不要叫我那个名字。算了，这男人一定是故意的。沈云柱不就是一张脸好看吗？萧瑟至于被你迷惑成那个样子吗？我这张脸就是好看，有本事你也长啊。既然如此，那么明日就带上好了。左右不过是个小妾而已，就算我让你去了，你还能给我兴风作浪吗？行了，你们也听到了，王妃已经同意了，赶紧滚吧。猪猪，明日根本就不是云贵妃的寿宴，你何必让那个女人出来呢？明日不是寿宴？我不知道啊，你怎么不早说？好一个臭男人，为了放出小妾故意演戏是吗？你不知道啊？我以为你知道啊。不过没关系，继续关着好了，哪日的寿宴哪日再放出来，可好？幸亏我反应快，不然今天晚上的好日子怕啥都不成了。那就关着吧，孩子们呢？我去看看。猪猪不生气了，我可聪明的脑袋瓜呀。猪猪，莫哭，不管是谁，本王都会抓到他，让他付出惨重的代价。没错，无论是谁，都害得我的孩子们分开，这件事无法原谅。猪猪，天色不早了，咱们休息吧。萧策靠近沈云珠，自己就控制不住。你的脑子里都是些什么？我是浑身难受，不能伺候王爷。王爷身体好，控制不住，那就去找你的小妾吧。臭男人还想来？你自己体力好，我跟不上，行了吧？萧策见沈云珠气呼呼走了，自己赶紧跟了过去。猪猪，不要生气嘛，都是我不好，我跟你道歉了呀，你想要什么好东西吗？萧策一路追着沈云珠回了房。这个晚上，萧策不仅没有得逞，还被沈云珠一脚踹下床。幸亏是嫁给我，若是换了别人，谁能受得了？男人最终还是苦哈哈的起来，爬上床，将人抱在怀里。一夜过去，娘亲，有大恶人欺负我们。什么大恶人？咱们王府上还有大恶人？娘亲，咱们王府里有好多恶人呢，爹爹不在家，他们就会出来欺负我。小玉别怕，大哥保护你。这笔账是时候好好算算了。没多会儿，果然冲进来一个婢女。小王爷，奴婢也是为了你好，你快些出来喝药，若不然奴婢也没有办法。原来害得我儿中毒险些丧命之人，竟然就是这个婢女。好大的胆子，区区一个婢女拿着藤条冲进本王妃的屋子，你可真是好样的。难怪将王爷迷得神魂颠倒，看都不看我一眼，果然是用了不入流的床上手段。贱人！王妃多虑了，奴婢也是按照主子的吩咐办事，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按照主子的吩咐办事？你的主子是谁？九王妃在乡下多年，自然不懂得王府的规矩。我是云贵妃赏赐给九王爷的奴婢，可是云贵妃嘱咐过，好好照看小王爷。所以，说是九王妃觉得奴婢做的有何不妥，大可以去宫中与云贵妃讲。啊！采薇惨叫一声：“你竟然敢打我！我是云贵妃的人！区区一个村姑，竟然敢反了天！昨日胆敢砸了我的茶杯，今日又来打我！打你怎么了？你是云贵妃的人，又怎么了？在这九王府，我说了算。大胆刁奴，竟然敢教训小王爷，给小王爷下毒，你找死！来人，拿板子来，本王妃今日亲自教训家奴。昨天晚上就想要教训你了，你他妈自己送人头，我还不切，留着过年吗？谁敢拿板子，就是和云贵妃过不去。有趣啊，丫头婆子都能吃瓜看主子的戏了。瓜子好吃，去黄泉路上都可以吃，热闹好看，眼睛瞎了就看不见了。还有你，没有板子，本王妃就惩罚不了你吗？
既然你是云贵妃的人，那就送给云贵妃去看看。沈云珠话落，从空间里拿出的一把锤子。沈云珠，你个村姑，你个贱人，你敢动我，云贵妃不会放过你的。采薇害怕了，那么大一个锤子砸过来，还有命过吗？放心，我会给你留一口气，送去你的主子身边。大胆刁奴，敢辱骂本王妃，直呼本王妃的名讳，给本王妃的儿子下毒，打骂小王爷，本该丢出去享受200个大板子，现在本王妃亲自动手，送你上路。沈云珠，你个村姑，你敢打死了采薇，你也得陪葬。有个婆子和采薇关系好，她骂完了沈云珠就要去搬救兵，只是才一转身，她2只手握紧了自己的脖子。王妈妈，你这是怎么了？只是她才说完，自己竟然和王妈妈一个样子，连个挣扎都没有，就死了。你个妖孽，你是云贵妃送来的嬷嬷。谁是云贵妃送来的人？都过来一下，本王妃好好认识一下。既然是送到王府的人，那就都是我的奴才。奴才对主子不敬，那就该教训。这么多贵人送来奴婢，最是云贵妃的人最嚣张。那就来吧，一次性清理干净。那些个丫头婆子家丁都不敢过去，然而他们都不受控制地站了出来。好家伙，王府的好吃的被你们这些臭虫吃的差不多了，现在来尝尝本王妃的大锤。沈云珠打上瘾了，抡起了大锤，8个人8锤子下去，简单粗暴，全都倒地不起，团灭。小三，你过来，把这些人送去给云贵妃，说这些人以下犯上，辱骂本王妃，但是本王妃打发善心，并没有打死，这是在感谢他的好意。日后若是还有这样的下人，尽管送来，本王妃定然会好好教训。果然是九王爷看中的女人，这战斗力强，日后谁还敢送人过来啊？怕不是主动送死呢？是，九王妃。萧三立即招呼人，把地上的11人全都带走了。你们也看到了，本王妃的生辰就要到了，本王妃提前送了些礼物过去，你们觉得可还行？刚才看好戏的几个正是皇后的人，正要开口训斥沈云珠，忽然捂住了眼睛。我的眼睛怎么了？我的眼睛瞎了吗？竟然流血了！来人，快来人呐！这是赵贵妃的人，快来人去叫太医。赵贵妃送来的人在哪儿？来人，都送回去。就说一群瞎子，本王妃看不上。这个时候，萧武过来，带着人往外走了。王妃果然生猛啊，一口气把最厉害的2伙刁奴都教训了，爽。怎么样？还有谁不服气？觉得本王妃一介村姑没有教养，不配坐王妃的位子，都说出来。我还可以想想别的招数，让你们好好的享受一下。王妃才不是村姑，村姑根本没有这个胆子啊！幸亏我们没有贸然行事，不然现在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王妃饶命啊！我都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妃才是我们的主子，我们只认王妃一人。这些人齐刷刷给沈云珠下跪磕头，求不杀。你们知道就好，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样。我的锤子不中用，我还有狼牙棒。说着，不知从哪儿拿出一把狼牙棒出来。下去吧，好好准备早饭。娘亲，你好厉害呀！娘亲，这样不会给你惹麻烦吗？怕什么？不是还有你们爹吗？爹爹可厉害了，爹爹会给咱们撑腰的。大哥，我刚才演的还可以不？很好，你越是害怕受委屈，娘亲就越是会打那些刁奴。沈老爷，来我们九王府有何要事吗？沈云珠，你把我儿子交出来！你儿子就是那个没了蛋的沈建昌？
申老爷，怕不是以为我很闲吗？我自己已经有2个儿子要照看，可没那个功夫去照看你的儿子。沈云珠，你别给我装糊涂！建昌昨日离开将军府，再也没有回来，不是你还有谁？申老爷，你找不到儿子，大可以去报官呢。你来我这里吵吵嚷嚷的，算什么本事啊？你的儿子仇家那么多，你该不会不知道吧？你们沈家不是很风光吗？讲什么与北凉公主定了亲吗？你说北凉的皇帝在知道这事儿，会不来找你儿子吗？头号敌人你都想不到，反而来我这里无理取闹，难怪皇上会革你的职啊！北凉的那个老皇帝，他最宠爱的妃子要给我做媳妇儿，我都受得起，现在还敢掠走我的儿子，他的皇位怕是坐得太稳了。既然如此，正好。申老爷可以走了，我这里还有事，就不奉陪了。这种人也配当别人的爹？过几日云贵妃寿宴，你会收到一份超级大礼，这辈子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哼，你最好没有骗我，不然别怪我不顾父女之情。沈香成袖子一甩，气呼呼走了。父女之情？你可拉倒吧！本战神可没有你这种卖女求荣的爹，更不会有沈建昌那种没有伦常的哥哥。杨姐，咱们要去大舅舅府上玩吗？好，咱们这就过去。又不是外人，你好好养伤。三哥说的没错啊，三嫂，你可不要把我当外人啊！你们不要这样说我。三舅母，好些了没呀？给你吃糖哦。三舅母，这个棉花糖特别好吃，我们都尝过了。你看，小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呢。九王妃，多谢你救我，这还八字没有一撇呢。这有什么呀？回头我让萧策去与皇上说，你们两情相悦，这不就成了吗？来，我给你把把脉，看看是不是有小宝宝了。没有。妹妹。那么紧张做什么？我就是开个玩笑嘛。好啦好啦，男人们都出去吧。沈君生这才带着2个小宝宝都出去了。体内的毒没有大碍了，就是需要好好休养。北凉那边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是怎么被抓的？父皇想要跟南李国和亲，但是明白派出去的公主不是我，我被人暗算了。发觉事情不对之后，我就逃跑了。没想到竟然被拐子给抓住了，幸好遇到了你，不然我这辈子算是没脸见俊生了。你被暗算了？本来该去和亲的是谁？正是金灿公主，她是金贵妃的女儿。父皇很宠爱那个金贵妃，但是不知为何让金灿公主去和亲，金贵妃肯定不同意，就派人暗算我。我把金灿当成亲妹妹对待，她竟然在背后给我一刀。莫不是那个想要送给沈祥成做媳妇儿的女子？这里面会不会有些猫腻啊？需要慢慢查了。那你知道是谁绑了你吗？我不知道，那些人就给我用了毒药，我没力气，根本没有办法反抗，更没有办法寻死。也多亏了这一点，才能够重新见到沈俊生，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好歹等来了他们的缘分。你好好休息，这件事交给我。沈云珠又交代了几句，才出门。这就看到了七公主萧应云来了。九皇婶，刚才我在王府门口看到了吴夫人，被我给赶走了。怎么样，我厉害吧？小七真是厉害。那是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的侄女。沈君茂看到萧应云，低头笑了。真是可爱的公主。沈兄归来多日，我还不曾过来探望，还请沈兄见谅呀。难不成这家伙和我大哥有些交情？穆兄来了，请进。想不到七公主也在这儿啊。本公主也没想到，
平时最是看不起沈家四兄弟的穆飞扬，如今也会来拜访沈将军。哼，你个不受宠的七公主，也敢和我叫板？等到皇上将你赐给我做，哼，看我怎么收拾你。他还有这样的心思呢，真是痴人说梦。公主说笑了。穆飞扬的脸又变了回来，转而去和沈君茂说话，话里话外都在讲，好歹沈相学与沈家四兄弟兄妹一场，不至于去坐牢吃苦头。这厮过来就是为了把沈相雪放出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的果然没错。穆兄说的是，沈相雪从前在沈家，我们都把她当成亲妹妹对待。沈君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个沈相雪也就是个养女，还把九皇婶的娘亲给气死了。现在她才回到太师府就来找麻烦，她根本就没把你们放在心里，你们干嘛要管她呀？我看啊，她就是活该，自作自受，做出那种事情，换作是我都要砍了她的脑袋。公主何出此言？这一切都是误会。是啊，公主何出此言呢？沈相雪现在已经是太师府嫡女，名叫穆相雪，而且这件事她不仅仅是陷害了九王妃，那就是不把九王爷放在眼里。穆兄作为太师府嫡长子，一定会秉公处理，绝对不会包庇妹妹。穆兄，你说对吧？果然是我说错了，穆飞扬一定会大义灭亲的，毕竟他是这样的男子，对吧？果然是我大哥，果然是七公主啊。没错，臣不会包庇妹妹。沈君茂，你可真行啊，不错不错，本公主看好你。穆飞扬这个人我本就不想结交，他护着妹妹，我也有妹妹，而且沈相雪是什么人我们都清楚，公主过奖了。沈云珠看着大哥竟然脸红了，自己都跟着笑了。大哥也有今天今天天气好，不如咱们喝一杯吧。娘亲，我要吃烤鸡。娘亲，那个我想吃大螃蟹，还有鱿鱼，还有大龙虾。没问题，这些菜啊，娘亲自下厨。那我来帮你。好。一个时辰之后，满满一大桌子好饭菜，可把沈家三兄弟都惊呆了。妹妹，七公主，这些都是你们做出来的？真的是太好了吧，这厨艺都比府上的厨子要高了呀。那是当然，来来来，三嫂，不要客气啊，使劲吃。不要客气，我都知道了，咱们今日吃饭没有身份地位，就是一顿家常饭。一顿饭，大家吃得其乐融融，本来气氛不错，却是半路杀出来个傻缺。此人正是沈云珠的四哥沈俊才。你们还能吃得下去啊？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啊？放肆！你在辱骂本公主不成？萧映云摔了一个饭碗过去。沈俊才，本王妃也是你能随便辱骂的人，那不如问问九王爷，也是你能随意骂的人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在想，你们在这里吃饭，可曾想过满月表妹啊？九王妃，你都答应吴夫人放了满月表妹了，为何要反悔啊？那你可曾想过，吴夫人既然糊弄本王妃，本王妃看在你的面子上，还没有与她计较呢。妹妹，这是什么意思？九皇婶，这是怎么回事？吴夫人竟然如此胆大包天，糊弄九王妃。那个吴夫人糊弄我，明日是云贵妃的寿宴，让我信以为真，就答应放了吴满月。你们说，这样的人不该受到惩罚吗？因为我念在四哥的面子上，从未与他计较，不曾想四哥竟然如此讨厌我。我也不知道哪里做错了，我被拐子拐跑，难道是我的错吗？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你就是那个意思。九皇婶都这么可怜了，你竟然也和别人一样嫌弃她是村姑，处处与她不对付。纵使本公主不受宠，可也没见过哪个哥哥如同你这般糊涂没脑子。
这个榆木脑袋瓜子，一定要让九皇叔好好看看，值得留着就留着，若不然就砍了算了。四弟，你也真是太过分了，妹妹都是看在你面子上，没有惩罚吴夫人，你竟然还这样骂妹妹，你还有良心吗？我有这么过分吗？我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是无辜的，我没有错呀。哥哥们不要怪四哥，四哥也是一时间着急，才没有看清楚吴夫人的真面目。我还有事，先回府上了。厨房里还有不少菜，都是我特地留给四哥的。沈云珠起身，自己独自离开了将军府。妹妹竟然还给我留了菜，难道我真的错怪了她呀？爹爹那么宠着娘亲，这个舅舅竟然脑子不好用，欺负娘亲呢。我娘亲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让她伤心呢？就是啊，我娘亲还给你留了一箱子的好东西呢。那个吴满月整日在后院骂你是个废柴，你竟然还向着他，真是个坏蛋。萧乐天更是生气，两小只手牵着手，每个人踢了沈俊才一脚，之后就跑去追他们娘亲了。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是妹妹特地给你的，我们几个都没有。哎，这个老四呀，是应该好好管教了。沈俊才急忙走过去，打开了匣子，只见里面有银票、金票、珠宝首饰，甚至还有2处庄子店铺的地契，都是送给沈俊才的。这……沈云珠已经坐在了马车上。娘亲，你不要哭，我们帮你教训四舅舅。娘亲，咱们现在就回府上，狠狠惩罚吴满月。别担心，娘亲啊，自有办法。皇宫里，这些都是那个村姑干的。娘娘，都是那个村姑干的，而且九王爷的侍卫送来的时候还特地交代了，九王妃说了这些下人以下犯上，辱骂九王妃和小王爷，九王妃大发慈悲，并没有给打死，这是看在云贵妃的面子上。该死的贱人，竟然连我的人也敢打，下一步他是不是连本宫也要打？我送过去那么多下人，还不是为了给皇上做眼线，盯着那个萧策，如今都被打回来了，而且眼看着活不成，这个村姑到底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娘娘，听说赵贵妃送去的人也被打回来了，还有几个眼睛流血，一看就是瞎了。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小的都看见了。听下人回报，听说赵贵妃气的打了好几个新来的小太监呢。而且有一个还是个哑巴，差点给打死。好，走，咱们过去串串门。这几个拖下去，埋了做花肥，别让我再看到没用的东西。是。赵贵妃正在气头上，一只脚踩在了新来的小太监的脸上。你个狗奴才，竟然敢反抗，还想杀了本宫不成？妹妹为何如此生气呀？云贵妃这就来了。这个小太监怎么来的？怎么会是他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姐姐，你这是怎么了？妹妹，这个小太监怎么来的？不过是个小太监嘛，我看喜欢涂脂抹粉，而且还是个哑巴，觉得有意思就让人留下来了。姐姐若是喜欢，大可以送你好了。不过是个小太监，云贵妃喜欢那就送呗。到时候我去皇上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不必了，我还有事先走了。云贵妃不知为何突然很害怕似的，一阵风一样的赶紧走掉了。你们不是说云贵妃送给九王爷的丫头也被送回来了吗？贵妃娘娘，没错的，云贵妃送去的人10几个，现如今全都死了，听说都是被那个九王妃给打死的。果然，云贵妃在新任九王妃的眼里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呢。好了，把这个小太监拉下去，
我看云贵妃如此喜欢，等到她生辰那日，一定要让她出来，给她出来好好露露脸。是。你们这些个贱人，竟敢让我伺候你们！等我爹找到我，一定会让你们整个圣齐国陪葬的。去外面打探一下，沈家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吉利的事情？是。沈祥成那个老东西，把原配妻子生的4个儿子都赶出去了，如今只留着这么一个儿子。如果再成了宫里的太监，那岂不是沈家绝后了？不过想想这样也挺好的呀。过几日我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沈祥成，到时候那个老东西一定会把军中的那些个人脉全都为安国府上所用。而且那个狗东西如今在赵贵妃的寝宫，如此一来岂不是一箭双雕？萧策早出晚归，这天晚上，沈云珠问他：“你都在忙些什么啊？神神秘秘的。”珠珠这是想我了。想你？这人为何如此厚脸皮呢？不想。珠珠，你为何如此不懂得呢？为夫这样的盛世美颜，竟然让你不惦记？外面多少女人惦记着本王的脸，本王的身子呀！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就是长得好看一点吗？怎么就盛世美颜了？你这开了多厚的滤镜啊！不惦记？什么样的美男子我没见过啊？不过是一副皮相。我惦记你。沈云珠还想说什么呢，就被萧策堵住了嘴巴。男人不知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回来就亲个没完。沈云珠好不容易才推开美男子。孩子们还在呢，你老实点儿。你就是故意的。许你特意的，都不许我故意的。明日就是云贵妃的生辰宴了，你该不会忘了吧？明日就是，我才没忘呢。叫人把吴满月放出来吧，明天带着她过去。那是你的小妾，你想要放了就放了，我没意见。萧策为什么主动提出放了那个吴满月？难道是在外面被什么人指点了？不过我想这些做什么？不就是个男人，我也不喜欢他。该死的小贱人，竟然敢如此对我！你叫什么名字？奴婢叫月竹。月竹，日后你跟着我，一心一意的伺候我，我保证你吃香喝辣。若不然，他做了个抹脖子的姿势。奴婢一定会忠心耿耿的，还请主子不要杀奴婢。去给我做些吃食来，要做好的。明日我要去进宫面见云贵妃。侧妃不知，如今府上有规定，晚上不许吃夜宵。谁规定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被关禁闭，吃得那么糟糕，如今出来了，想要吃点好的都不成吗？从前王府上就没有这个规定，现在怎么就有了呢？这是王妃规定的，而且厨子都是王妃自己带进来的，原来那些都送走了。不过是个村姑，根本就不配做王妃。但是我如今也没有办法，说得好听是个侧妃，实际上是和奴婢没有区别的小妾。好，你悄悄从侧门出去，拿着银子给我买点回来，若是买不到，就去吴府找我娘，让她给我送下来。是。月竹这才出去了。黑夜总算过去。该死的下人，竟然没有叫我过来吃饭呢。你不就是下人吗？明明长得那么丑了，还敢打扮成那个样子。九哥哥，我已经知错了。九哥哥，亏得你叫得出口呢，不要脸。又看了一眼气定神闲的萧策。招蜂引蝶的男人，怪不得夸赞自己的盛世美颜。哼！注意你的称呼，当初你进门说的可是清清楚楚的，你是下人，
日后称呼本王为九王爷。萧策看都没看他一眼，亲手给沈云珠盛了一碗汤。慢点喝，有点烫。好，你不想让萧策给我盛汤，那我偏偏要喝，气死你！嫁入王府，我好歹也是将军府嫡女，竟然还不如一个村姑。九哥哥从前可不是这样对我的呀，一定是沈云珠那个贱人，他用了不入流的手段迷惑了九哥哥。还不下去看着我们吃饭吗？这个女人从前总是趁着父王不在府上悄悄欺负我，现在我是有娘亲的宝宝，再敢欺负我，我娘亲还让你去睡柴房呢。小玉，那个女人欺负过你？还是大哥懂我。那个女人还有吴新月经常来府上，总是把他们自己当成了九王妃，父王又不在府上，他们就欺负我。萧泽玉戏精上线，说着说着还哭上了。娘亲，那个女人太坏了，小玉之前中毒，估计也是她干的。这个狗男人连孩子都保护不好，还总是想来爬我的床。珠珠，都是我不好，你可以随便责罚我，我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滚！沈云珠才不要碰这个男人，起身离开了。萧泽玉、萧乐天，你们戏过了呀。爹爹，明明是你的戏过了，今日去宫宴，若是你不能哄好娘亲，你就去书房睡吧。睡书房？我还没说你们两个呢，让我睡书房，你们不想要妹妹了吗？妹妹当然要的，但是你睡书房也不影响我们要妹妹。大哥，我想和娘亲一起睡，你呢？我也想，那咱们还是晚点要妹妹吧，日后就可以每日与娘亲在一起了。好。不许！日后你们两个回自己院子睡。沈云珠回去梳妆了一下，之后才出来，跟着家里人一起进宫。你坐后面的马车。不必了，女眷坐一辆马车比较好，你带着他们在前面。把两个儿子推给萧策，沈云珠自己上了后面的马车。还在因为儿子的事情生气啊？我也是有苦衷的。吴满月倒是很满意，沈云珠不能与萧策独处，他最高兴了。不想让我们独处啊？你可真的是想多了。姐姐，今日云贵妃寿宴，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呢？王爷会准备，无需我费心。昨日我已经送去了10几个家丁给云贵妃，这等礼物还不够大吗？王爷会准备？村姑未免也太嚣张了，这点事情都要麻烦男人，那九王爷娶你回来做什么？摆着当花瓶，好看吗？姐姐，刚才我听说沈府的五少爷失踪，你就不担心吗？你知道他在哪儿？我才被关禁闭出来，我怎么知道？哼，不知道的事情不要多问。比如我村姑一个，没那个本事就乖乖待着，不然的话……村姑竟然敢吓唬我！好，今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你逼我的。马车停了，沈云珠没再理会吴满月，施施然下了马车。娘亲，娘亲，他有没有欺负你？他倒是想得美，但是他有那个本事吗？没有。对，他敢欺负九王妃就是欠揍。九王妃送本宫的东西，本宫都收到了。贵妃娘娘可还喜欢？从前往日九王府也没个女主人，让各位贵人费心了。今日往后，大家都可以放心，本王妃亲自打理后院。谁再敢给我男人送丫头，同样这般伺候。女主人？沈云珠，你莫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我的身份我当然记得，倒是云贵妃莫要忘了自己的身份。九王府的事情也需要贵妃来管，传出去不知道世人该怎么想。你的手也伸得太长了。九王妃说笑了，姐姐只是送了几个下人，
帮你打理后院而已。你不领情也就罢了，为何要打杀了他们呢？好歹也是我们姐妹的一番心意。原来赵贵妃也知道是送过去帮我打理后院，而不是后院的主子。但是那些狗奴才可不这么想，他们以下犯上，辱骂王妃、小王爷，而且还学会了下毒的手段。两位贵妃若是不信服，那我可以去找皇上评评理。下毒？竟然有人给九王爷下毒，这等事情他们可从未交代过。这件事情萧策知道吗？他那个性子若是查到了什么，定然会斩草除根呐。走吧。沈云珠这个村姑果然心狠手辣，竟然把2波下人都给打杀了。日后没了那些人帮衬，整个后院岂不都是他的天下？你是穆香雪那个贱丫头蠢，我就不一样了，我可是有五皇子做靠山呢。只要拉下沈云珠，我自己上位，就不用进宫伺候皇上那个老黄瓜了。老黄瓜？沈云珠听得云芷的心声，一口茶没忍住吐了出来。皇上若是知道他被人这么嫌弃，估计都得吐血。珠珠，该不会是怀上了，需要太医瞧瞧吗？村姑竟然这么厉害，才大婚没几日就怀上了，已经生了2个小宝宝，还能继续生。九王爷对她可真是宠到不行啊！没有怀上，我就是喝水呛着了。看来我要更加努力才行，咱们的小郡主也要早点生出来才好。小郡主更努力？萧策真的是语出惊人，半个宴席的人都看着萧策。他那个样子还想要再生出个女儿来，真的是好敢想啊。沈云珠听着这些人开始骂萧策了，不由得脸黑。骂我可以，骂我家男人可不行。谁不行了？他可比你们都强多了，不要脸。正想着，云芷端着一杯酒过来了。九王妃果然好福气，我敬你一杯。小贱人，狗带九王爷如此护着你，喝了这杯酒，我就送你去见五皇子。沈云珠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不远处的五皇子，原来这个家伙一直在盯着我呢。好。沈云珠也没说别的，一饮而尽。云芷找了个借口，带着沈云珠出去逛逛。好。沈云珠非常好脾气的配合。萧策打了个手势，萧大立即派人悄悄护着沈云珠而去。九王妃，我看你也不是个傻子，有什么话我就不妨直说了。说吧。你个村姑，何德何能坐上九王妃的位子？我知道一人爱慕你，不如你就成全了那个男子，而最能够配上九王爷的人，正是我云芷。哦，你有这个本事，那就上啊！只是没想到这女人还找来个所谓的爱慕我的男子，我倒是要看看那个男子是谁。你个小贱人，仗你伶牙俐齿，就该配那种莽夫！来人，把人带上来！杨颖，你不是一直对九王妃日夜思念吗？今日我就给你个机会，你可要把握住。云芷话落，转身要走。沈云珠随手一个茶杯甩过去，云芷一下子就晕倒在地了。夫人好功夫。你是做个奇怪的梦吧？沈云珠站了起来，步步靠近了杨银。在那一场梦里，你的夫人其实不是我，只是长得有点像我而已。不是的，我不会看错的，那个人就是你。算命先生说了，我和你前世就是夫妻。他说错了，是地上的那个人，你看看是不是他？杨银下意识地看过去，在他扭头的瞬间，沈云珠一个药粉呼过去。好好享受吧，你和你的夫人这辈子都会好好在一起的。沈云珠做完这一切，想从正门走，发现五皇子来了。他躲在屏风后面，想要等着五皇子离开自己再走，没想到那个家伙就在门口根本不走。
正在发愁之际，忽然被人拉着胳膊拽入了怀里。萧策，这里有密道，去隔壁。沈云珠乖乖点头，跟着萧策通过一道隐藏的门，到了隔壁的密道。夫人，夫君来了。谁让你过来的？这个声音有点奇怪。沈云珠猛然惊醒，刚才自己给杨银用了药，自己也闻到了，正想要找解药吃下去呢，萧策就抱住了他。珠珠，你觉得咱们这样像不像在偷吃啊？那咱们赶紧，不然被你家王妃发现了，岂不是坏事？那就春宵一刻值千金，赶紧吧。沈云珠还没来得及说别的，就被萧策亲住了。宴会上，去把那个花子叫出来，姐姐很喜欢，似乎是旧相识，送过去吧。很快，有宫女带来名叫花子的太监。今日起，你就跟着云贵妃吧，姐姐喜欢你，只要你好好伺候，好处少不了你的。爹，我在这里啊，爹。你是何人？不，爹爹，我是沈建昌，我是你儿子呀！你快点带我走，给我报仇啊！可他说不出一个字来。而那间暖阁中，萧策和沈云珠小夫妻更是快活似神仙。皇上，臣恳请皇上帮臣一把呀！哦，爱卿有何事啊？需要求朕帮忙，说来听听。多谢皇上。前几日，臣的儿子无端失踪，如何寻找都找不到人呢，还请皇上帮帮罪臣呢。阿爸，我就是沈建昌，我就是被沈云珠陷害的，我冤枉啊！好，朕准了。爸！突然，花子一下子站了起来，一手指着自己，一手指着沈祥成，阿巴个没完。那个是什么人呢？赶紧带走。这是赵贵妃的人呐，我怎么能动呢？皇上，这个就是云姐姐喜欢的花子啊。花子，刚才都说了，云贵妃与你是旧相识，我特地送你过去，你这是怎么的呢？我什么时候说过是旧相识？这女人的阉人怎么跑到我跟前来了？快点带走啊！皇上，这里面是有误会的，臣妾与那花子并不是旧相识，只是觉得有些面熟，故而多看了一眼罢了。不过现在看那人与前沈将军在一起，倒是让臣妾想到了一人。哦，依爱妃所言，你觉得像谁呀？不会吧，不可能的，长儿就算是废了根本，也不会这般作践自己。臣妾从前在宫宴上倒是见过一面失踪的沈家五公子沈建昌。爱妃，你这是什么意思？臣妾觉得那个花子很像沈府失踪的五公子沈建昌啊。爸，没错，我就是沈建昌。沈建昌直接拿过了桌上的清酒，倒在了自己的脸上，他使劲的揉搓，终于弄掉了脸上厚重的脂粉。我的昌儿啊，你怎么成了太监呢？谁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呀？姐姐早就知道沈家五公子的身份，为什么不早说呢？沈府上下都找疯了，这如何能够找得到呢？妹妹说的什么话？人在你的宫里，我怎么会早就知道呢？而且那日若不是我看到被你踩在脚下，我也不会猜到啊。宫中的下人，我可没有权利去查他们的来历。下人做错事本就该罚，而且你明知道却不说，害得前沈将军好找啊。皇上，这件事蹊跷，还请皇上明察。爸。沈建昌比比划划，意思就是他要写出来。来人，笔墨纸砚伺候。很快，有太监拿了笔墨纸砚，搬了桌椅板凳过来。昌儿，
你莫要胡闹，皇上会明察的。他大笔一挥，没多会儿写满了一张纸。这沈云珠，我的畅儿，果然是被那个贱人给祸害了。皇上，我的畅儿就是被九王妃给害到这步田地呀。九王妃，不就是沈云珠吗？果然，这就还真是那沈云珠干的。好，这一次云芷的婚事有着落了。呈上来。皇上让人把沈建昌写的呈上来。沈俊茂端坐在一边，盯着那边的沈建昌。我们妹妹那么善良可爱，如何能够陷害了沈建昌？分明就是他想要诬陷人。你的意思是，这件事都是九王妃陷害你，而你从始至终都是无辜之人。沈建昌死命的点头，他的确是没有撒谎，这件事正是沈云珠干的。来人，把九王爷和九王妃叫来，这件事今日朕做主了。皇上，不好了，九王妃与人在暖阁私通。突然有太监跑进来，大喊大叫：不可能！沈俊茂等人一下子都站了起来。我们的妹妹才不是那样的人。沈将军莫慌，孰是孰非去看看就知道了。云芷这次一定是得手了，干得好。走。还不起来，一会儿人都来了。我家爱妃没回来，咱们还可以继续。萧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只觉得新奇又刺激。沈云珠却是一把推开他，嗔怒道：那你就等着你家王妃来捉奸，然后被所有人看到吧。小娇妻却是已经穿好衣服要走了。珠珠，等我一下。隔壁杨银中了药。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厉害啊？夫人日后跟了我，岂不是比那个残疾强上100倍啊？云芷气得半死，恨不得一把刀子结果了这个畜生。可他刚才运动过量，根本没有力气。正在此时，门外传来声音：九王妃，你赶紧出来，躲在里面做什么？五皇子萧泽奇捏紧了拳头，似乎很是生气。父王，都是孩儿不好，孩儿没能看好九皇婶，还请父皇责罚。你已经尽力了，这件事交给你父皇。皇儿干得好，这次你小姨啊，肯定能够如愿以偿了。日后也不用伺候你父皇和我争夺恩宠了。来人，把门打开，朕倒要看看，到底是不是小九的媳妇儿，如何能干得出那种事来？区区一介村姑，竟然不满意我的弟弟，真给他长本事了。皇上，可是在找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美女，就是那个村姑。皇兄，你找我们夫妻有何事吗？你们2人一直在一处？没错，刚刚爱妃身子不适，我带她四处走一走，散散心。回来的时候路过这里，听到你在喊我们，可有事啊？实际上，你喊的是我的王妃。你这个老家伙，该不会是有什么不轨的想法吧？萧策向来护犊子呀，他看上的女人我可不敢惦记。再说了，不就是个村姑吗？配你正好。不是我找你有事，是这些个狗奴才说里面的人正是九王妃。谁说的？给老子站出来，保证不打死你！被萧策视线扫到的人全都自觉后退一小步，只有萧泽奇，他只顾着看沈云珠的脸，看得入迷，忘记了后退。就是你说的。萧策看向萧泽奇，这个没用的废物，暗地里做出那些勾当，我还没有找你算账，你倒是会算计我的女人呢。而且你那是什么眼神呢？
你他妈看上我的女人，看我不把你的眼珠子给挖出来！我不知道，是有下人告诉我，我也不清楚。你刚才说什么来着？现在说不知道，你这是在给你老娘挖坑啊！那现在就证实一下吧，里面的人是谁？为何会陷害我一个成了亲的女子？我倒是很想知道呢。爱妃放心，若是让本王发现什么，必定要那人不得好死。开门！皇上见此也没有再说什么，立即叫人开门。那个太监得到了命令，一脚踹出去，只是他那一脚并没有踹到门，反而是门从里面被人打开了。皇上，臣和沈云珠情投意合，还请皇上恩准我们两个的婚事。杨银衣衫不整，急匆匆地跑出来，直接给皇上下跪了。这人是谁呀？为何要说胡话？杨银，你和谁情投意合？我好端端的陪在我家王爷身边，你是想吃屁呢，还是做白日梦呢？沈云珠开口了，她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人群后的某个宫女，那宫女点头，立即跑开了。你是谁？为何在此处？刚刚明明是我和你共赴巫山云雨一番，现在这人如何在萧策身边呢？说你做白日梦，你还真不信呢。我一直与我夫君在一处啊。我倒是要问你呢，你为什么会在暖阁里？你这副尊容，想必和某个女子私会了。好大的胆子，竟然跑来宫中私会，却把里面的人带出来，给朕看看是谁。不要啊！云贵妃，这是何意啊？难不成你知道的里面女子是谁吗？爱妃是什么意思？该不会这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皇上，臣妾对此毫不知情，就是这里人多，怕是丢了皇家的颜面。皇家的颜面有什么可丢的？我看丢的明明是你们安家的颜面吧。沈云珠，你不要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你看看不就知道了。贵妃看着沈云珠的示意，她机械地扭过头去看。云芷，怎么会是你啊？怎么会是你？你是什么人？为何会在暖阁中？胆大包天的刁民，竟然如此对待安国公府嫡女。皇上，您可要给云芷做主啊！这个逆女，为何每次都能逃过一劫？九王爷，我是冤枉的。我一直喜欢你，我想嫁给你，可是被沈云珠算计了。安国公就是这样教育女儿的，明明自己行为不端，偏偏还要怪罪本王的王妃。你喜欢我，要嫁给我，我就要成全你。那是不是说本王厌恶你算计的嘴脸，厌恶你同云贵妃一同算计本王的女人，你们就要以死谢罪，成全了本王？萧策说完，全场一片寂静。这个男人该不会真的喜欢我吧？难道他娶了我不就是为了2个孩子？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算计你啊！九王爷，这一切都是沈云珠算计好的。刚才他非要来这里休息，然后还把我打晕了。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错啊。反正这件事也没有证人，只要我不承认，没人能把我怎么样。你以为没有人证就无法证明了吗？没错，九王爷，就是沈云珠偷偷派人找我，说他爱慕我已久，让我过来这里等他的。可是我没想到，他竟然如此歹毒，偷梁换柱，坑害我和安国公府小姐。今日的一切，沈云珠都要付出代价。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这个女人搞到手。你说我爱慕你，那你说说，我爱慕你什么？爱慕你啥也不是，谎话连篇。爱慕你胆大包天，在皇宫行苟且之事，爱慕你藐视皇权，即将被处死。再者，是谁叫你来的？你可有证人？杨莹愣住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梦里的沈云珠对我言听计从，温柔小意，但是如今这个沈云珠每一句话里都是对我的嘲讽。村姑而已，
真以为嫁给了萧策就能够翻身变凤凰了吗？你本来就是我的妻，我们之间天定的缘分。你这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与沈云珠当年成过亲？你这个逆女，竟敢与人私通，反而欺骗九王爷，你才是胆大包天，蔑视皇权之人。说完，沈祥成立即给皇上跪了。皇上，罪臣无能，教女无方，给皇家丢脸，还请皇上下旨，将罪臣之女立斩决。想杀了本王的女人，好一个虎毒不食子啊！今日就算你有10个脑袋，也不够看的。不错嘛，这个渣渣爹，看来我对你真的是太好了。沈老爷，为了能够让我死，你可真是费尽心机啊，连后院不入流的手段都使出来了。多亏皇上圣明，早早给你革职查办，不然我们圣齐国的士兵不知要有多少枉死在你的手上。你放肆！你才放肆！我乃九王妃，你竟然口出狂言，诬陷于我，按照圣齐国律法当斩。不愧是我看中的女人，撒！既然九王妃如此说，那就是有证据了，不妨拿出来。不过是个村姑，在这皇宫之中，我的人有大半，你的证据就算是有，也拿不来。哼，那是当然。杨银不是说有人通知他过来的吗？那就让那人来吧。那个送出去的线人早就被我处死了。沈云珠就是虚张声势，让他装，一会儿有他好看的。云贵妃倒是会做事，不过你可低估我了，证人什么的我都不需要。沈云珠话落，立即有人带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走了过来。杨银，你可认得此人？算命先生，他怎么来这里啊？当然是我让他来的啦。这老东西给你算命啊，其实你可以找我给你算的。比如你此生再也无法进入无缘那个位子。我不认识。杨银立即否认。你不认识啊？但是这老头可认识你呢，而且对你的前途大有可言。来吧，当着皇上、王爷、贵妃的面，你说说看，杨银是谁？啊，此人名叫杨银，是我们村里的秀才。日前进京赶考，非要让我算一卦。我算他在京都会遇到女贵人，那贵人会帮他坐上丞相的位置。这个杨银好大的野心呀！才是个小小的秀才，就想要坐上丞相。沈云珠，你叫这人过来有何用？与此事有何关系？沈老爷，你急什么？这老神算子不仅与此事有关，而且还与你的宝贝儿子有关呢。都是你将我打晕了，割了我的舌头，故意把我丢进宫中。我根本从未见过这个老东西，又怎么会与他有关系呢？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若是你有半点欺骗与隐瞒，可是要诛九族的。求皇上饶了草民一命呀！其实草民根本不会玄学，一切全靠察言观色的猜测罢了。杨英日前与草民讲，见到了一个名叫沈云珠的女子，还说她就是个村姑出身，如今竟然贵为大将军府嫡女。草民知晓这个杨英是个混不吝的家伙，为了10两银子，就忽悠他说九王妃就是他前世的妻子，两个人前世很有缘分。但是草民绝对没有想到，这厮竟然胆大包天，连同另外一个贵人设计陷害九王妃啊！草民真的不知道这些呀，还请皇上恕罪啊！杨衍，你好大的胆子，竟然与人串通陷害本王的王妃！你竟然敢骗我！看我不打死你！放肆！事到如今还不从实招来，到底是谁与你一同陷害本王妃？
一个与我同样出身卑微的村姑，竟然敢这样与我说话。梦里的沈云珠根本没有这样的胆子，你让我说我就说嘛，我偏不说。这件事根本就没有证人，我不说，你又能奈我何？然而，都是云贵妃让我干的，我根本没有看上你，都是她一直让我赶紧办了你，这样云芷就能嫁到九王府，从此坐上王妃的宝座。云贵妃，我真是不明白，皇上明明那么喜欢云芷，你口口声声说为了皇上好，背地里却不想让皇上好呢。王爷，你也喜欢云芷吗？当真娶了一个小妾，还想再要一个田房吗？你个贱人，你闭嘴！我没有啊，皇上什么时候喜欢过云芷？他喜欢的女人多了去了，难道我都要让他们进宫和我抢吗？你才放肆！皇上，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啊。老头儿，你继续说呀。沈建昌如何能够来得了宫中？云贵妃已经不是第一次想要算计我了，这笔账是时候来个清算。云贵妃派人找到我，让我将沈府的五少爷阉了，然后送来宫中给赵贵妃。草民与那沈家五少爷并没有恩怨，并不想伤人，奈何云贵妃逼迫，若是不从，就要了草民一家老小10几口的性命呀！还请皇上恕罪呀！草民愚笨，草民也是冤枉呀！云贵妃一副被雷劈的表情，整个人都震惊到了。我根本没有找过这厮，这都是沈云珠陷害我。你不是想要一石三鸟？来啊，我先赏赐你，让你尝尝这个滋味。现在这是个什么情况？我本想要趁此机会除掉沈云珠这个祸害，但是如今看来，我不仅干不掉沈云珠，还要砸了自己的脚啊！这个渣爹已经不是第一次想要我的性命了，屡次都以失败告终，如今连他的儿子都送进去了。狗逼急了也会跳墙的，说是下一次伤害的是我的2个小宝贝。云贵妃竟然如此好算计，算计了皇上，算计了本王，还把沈家的唯一儿子给害成了残废。本王相信皇上会给本王和本王妃做主的。珠珠，咱们走。萧策牵着沈云珠的小手转身走了。好。沈云珠跟着萧策离开。来人！云贵妃有失德行，废除贵妃之位，打入冷宫。云芷与外男私通，念在生齐国栋梁之才，2人不日完婚。沈襄城受苦了，朕封你为弼马司，即可赴任吧。大胆刁民，祸乱人心，拉出去斩首示众。皇上一一惩罚众人，大袖子一甩走了。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九王府。王妃，皇上已经给那几个人都惩罚过了，云贵妃被废了，还打入了冷宫去了。就是那个杨颖，竟然因祸得福，直接被赐婚，娶了那个安国公府的云芷。他娶了云芷又如何？还不是个上门女婿吗？娘亲，什么是上门女婿？上门女婿可好了，有吃有喝，娶媳妇儿不用拿银子的。这么好啊，那我以后也要做个上门女婿，还给银子吗？沈云珠正在喝茶，一口茶水喷出去老远。娘亲，你慢点喝呀。小玉啊，娘亲有的是银子，咱们不需要做上门女婿啊。堂堂小王爷，若是做个上门女婿，那对方得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难不成是个女帝？那也不用做上门女婿啊。那大哥呢？也可以吗？没错没错，你们2个都不用。这话以后都不要说了啊。知道了。知道了。 2个小宝宝都点头了，沈云珠才放他们出去玩了。有话直接说，这么干瞪眼干什么？在比谁更好看吗？你这个盛世美颜也不至于这么猖狂吧？
那个神棍，谁带来的？糟糕，这是要掉马甲吗？还有那个去带人过来的宫女，又是什么人？这个男人到底都发现了些什么呢？那当然是我大哥帮我找到的啊，不然呢？我一个小小村姑还能有这等本事啊？所以，一个刚刚从战场上归来没多久的大将军，竟然能够晓得一个山野神棍，还能够结识宫中的宫女。堂堂大将军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岂不是让人笑话？那我还想问，传闻中不闻世事的九王爷，竟然知晓宫中的密道？萧策看着近在咫尺的小妻子，想到了那个杨银的话，她是他的妻，还有那个老神棍的话，他们之间的前世竟然有缘分，这一切萧策想不通。又想到了刚刚在宫中两人之间最快乐的时刻，他突然心跳加快，长臂伸出，张开了嘴巴亲了上去。不同于刚才的温柔，男人此刻很是霸道，似乎是有些恼火，以至于搂紧了小女人。你发什么疯啊？萧策被小妻子推开，心中更加恼火。九哥哥，明日云芷大婚，我想去挑一份礼物，你能陪我去吗？这个时候，吴满月冲了进来。萧策看着沈云珠，脑子里都是那个老头子的话，心中恼火。走。萧策竟然答应了。走吧，要买什么，你说了算。声音温柔，态度也很好。吴满月真的是受宠若惊，赶紧推着萧策往外走。沈云珠看着他们两个就那样在自己面前出双入对，气得半死。哎，火凤，随我出去遛弯。王妃啊，我看你哪里是要去萧氏啊，分明就是要去监督九王爷吧。火凤，我和你讲，日后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鬼话，那都是骗人的。有句话说得好啊，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晓得不？晓得了。沈云珠出门见到了梁小芝，想了想说：走，跟娘亲出去玩。太好了，娘亲，我们想吃那个火锅，可以吗？还想喝那个酸梅汤。好，走吧，今日一定要玩个痛快，不醉不归。哎，不对，我还不回来了呢。萧策可以去找小妾，我也可以去找小帅哥。母子三人一路来到街上。娘亲，我们去那个红红火火店吃火锅呀。好。沈云珠带着孩子们过去。几位楼上请，还是那个雅间。想不到在京都开店这么久，竟然真的能够见到阁主。好，站住！这个时候，有个女子突然冲了出来，拦住了沈云珠的去路。你们是什么人？没看到我们都在排队吗？为何你们都不用排队？我家小姐明日大婚，今日要在这家店痛痛快快吃一顿，竟然没有牌子不成？倒是这个女人，打扮得这么漂亮，该不会是用皮相画了俩肩吧？果然是个不入流的狐妹子，也敢和我们安国公府嫡女相提并论呢。沈云珠明白了，这个应该就是云芷的丫头吧？明日大婚，今日在这里吃火锅，还真是清新脱俗呢。你放肆！这位是九王妃，让开！这个就是小姐说的那个狐狸精九王妃？不是吧？小姐说她就是个村姑，丑得让人眼睛疼。这人竟然是个美人呢！来人，云芷小姐明日大婚，今日她消费多少，8折优惠。来，你以为你是九王妃就了不起啊？我们家小姐又不是给不起银子，才不稀罕你的施舍。再说了，你以为你是九王妃，这家店老板不做生意吗？你让打折就打折，你别拿着九王爷的银子出来显摆。这家店是你的吗？你得个什么价？我的确挺了不起的。你放肆！九王妃什么时候用九王爷的银子了？这家店真正的老板就是九王妃，你个没见识的小丫头，也配与九王妃叫嚣啊？哼，不好意思啊，让各位失望了。
我就是这么朴素的拥有一家店而已。现在可以让开了吗？龙凤阁里，萧泽玉和萧乐天两小只吃得特别开心。沈云珠倒是没怎么吃，没什么胃口。火凤，你们几个随意吃，我看看风景。沈云珠交代几句，自己就坐在了窗边。真的难得的安静日子呀，过了今晚，好些人应该又要作死了。他没有发现，街道对面的一家酒楼里，有个男人坐在窗边，也正在看着他。王爷，王妃就在对面吃火锅呢，而且那家店的真正主子正是王妃。他真是越来越神秘了，一个人抚养孩子，根本不曾来找我。他与天涯堂堂主也有关系，甚至还会医术，宫中也有他的人，他到底是什么来头？九哥哥，我都买好了，这么多宝贝都送给云芷，你看够不够？吴满月抱着好多东西，兴冲冲的过来。都退了。九哥哥，这些东西都是女儿家喜欢的，云芷今日吃了苦头，若是她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高兴的。女儿家都喜欢的东西。萧策扭头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小大，留下那个玉发簪，剩下的都退了。那个发簪看着和小娇妻很配，到时候送给她，应该不会再生气了吧？九哥哥，这些东西……闭嘴！云芷意图陷害本王的王妃，你还想让本王送礼物？你以为本王的女人可以随意欺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与云贵妃串通一气，只是昨日没有机会下手罢了。我以为萧策不在乎沈云珠，毕竟只是个村姑而已。如今看来，九哥哥，沈云珠不过是个村姑，如何能够配得上你？云芷也是一心一意的喜欢你，才会犯了糊涂事，这怎么能怪他呢？吴满月，你口口声声的村姑，是不是以为本王明媒正娶的九王妃不如你这个小妾？我不是那个意思，九哥哥你不要误会我。最好不是那个意思。回府。王妃，我家老爷子已经病入膏肓了，你确定可以？俊朗的男子正是御史大人的独子傅云。傅老爷子是我圣齐国的功臣，本王妃有几分本事，自然可以医治。九王妃，若你真的有几分本事，为何没有治好九王爷的腿？这个女人这么厉害，又来主动给我父亲治病，难不成是看上我了？最近整个京都都是这女人的消息，说她不守妇道，说她心机深沉，而且九王爷对她似乎并不喜欢，而我这张脸并不比九王爷差多少。这家伙怎么这么自恋呀？我能看得上你？多谢傅少爷关心，我家王爷的腿疾不是一般人能够治好的，而且我会些算命的小把戏，傅家与本王妃有些缘分，我才会主动请缨。若是傅少爷实在怀疑，那本王妃大可现在就回府。别以为你长得有几分好看，我就看得上你。我家王爷和孩子们都在府上等我呢。我家王爷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京都中的传言那么多，偏偏萧策对我不喜的那么多。看来是我想得太美好了，人家娶我过门真的是为了孩子们。九王妃误会了，我就是随口一说，还请您给家父看一看。没多会儿，沈云珠跟着傅云来到了御史府。拿5根银针来。傅云立即让人去准备。快，去拿银针来。大哥，你这是在做什么？有个女子走了进来，打扮得非常素雅。想不到御史大人竟然会有这样的女儿啊！九王妃，这位正是我的妹妹傅青青。又对傅青青说：青青啊，这位是九王妃，刚才我出去找万寿堂的王神医来给爹瞧瞧，结果竟然遇到了九王妃。万寿堂的王神医
上辈子就是那个老东西串通杨银，胡乱给傅老爷子治病，没想到竟然瞎猫碰到了死耗子，给治好了。这一次我抢先，那个王神医明日定然要去会一会了。有劳九王妃，我父亲病了有3个月，宫里的御医都来看过，都说回天乏力。别担心，本王妃还有几分运气，自然可以治好傅老爷子。哎呦，我当谁竟然口出狂言啊！原来是九王爷刚娶回来的村姑王妃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身后跟着5、6个丫头，前呼后拥地走了进来。本王妃还以为是谁，原来是花满楼里年老色衰的妓女啊！傅老爷子病重，你不好好伺候，如今打扮成这个样子，是想要红杏出墙，还是忍不住想要出去接客？你骂我一句，我揭穿你的老底，有种你再来啊，我保证不还嘴。想不到一个小小村姑竟然知晓了我的老底，该死的东西，你凭什么败坏老娘的名声？你个下贱的村姑竟然敢骂我，你就是个江湖骗子，竟然敢来我府上装神弄鬼，看我不打死你！啪的一声，沈云珠当真没有还嘴，一个巴掌打出去。辱骂本王妃者，本王妃可以格杀勿论。你确定还想骂什么？临死前来个痛快吧。好家伙，这个萧泽奇在京都都不干正经事儿呢，如今让方姨娘就这么死了，未免有点可惜啊。九王妃饶命，我知道错了，九王妃饶命啊！你今日敢打我，侮辱我是妓女，我让你尝尝妓女的滋味。那就滚吧，别在这碍眼。我正等着你上门呢，来啊，看看谁更厉害。九王妃，方姨娘的后台不同，您真的不怕吗？沈云珠拿着银针的手一顿，竟然有人问我怕不怕，本战神早就忘了怕字怎么写，不怕。话落，沈云珠5根银针一起出手，精准地刺入穴位。这也叫一点点医术？那利落的手法，潇洒干净的动作，没有个10几年苦练，那是不成的呀。这点医术算什么？日后让你们开开眼界，什么叫活死人肉白骨。病床上，原本紧闭双眼的傅御史突然睁开眼，不等开口说话，先吐了一口黑血。爹，别动。接着傅御史又是吐了一口黑血，这才重新倒下。沈云珠见状，动作利落潇洒地收回了银针。傅御史长舒一口气，缓缓睁开眼。我这是在阴曹地府吗？爹爹，你好了呀，你能说话了呀。是哪位神医救了老夫啊？是九王妃啊，父亲，您的命正是九王妃救回来的。老臣给九王妃。不必了，傅御史，这是你与本王妃有几分缘分罢了。你这病需要好好调理，本王妃先给你开几副药，记住，必须是你们2人亲手煎药，切勿不要经过任何人的手。这个恩情上辈子留给了杨银，这辈子，等到想好了再说吧。多谢九王妃，改日老夫必定登门道谢。不知为何，总觉得是在哪儿见过，却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呀。怎么1个2个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原主的记忆里没有你们，如今我的记忆里也没有啊，真是奇怪了。沈云珠写好了药方之后转身离去。王妃，你不觉得那个傅青青很眼熟？啊？又来一个这么个想法的？你说哪里眼熟啊？我想到了，之前在沈府，我在2少爷的房里见到过傅青青的画像。画像？还真的是哎，怪不得我如此喜欢傅青青，
原来是有这个缘故啊。上辈子二哥提过几次有个喜欢的姑娘，只是后来我胡搅蛮缠，二哥决定不再娶妻了，以至于二哥死的时候他都没有牵过女孩子的手呢。原来啊，二哥喜欢的人竟然是傅青青。好，很好。走，去威远大将军府。王妃，如今天色不早了，咱们还是回府上吧。不必，去我大哥府上也不是别的地方。走吧。又不是不回去，什么时候回去还不是我说了算吗？躲在暗处的吴满月得意地笑了。好家伙，沈云珠和别的男人私会，并且去了府上，待了那么久才回来。这个消息先存着。大哥，爹爹和娘亲一定是吵架了，都是那个女人惹到了咱们娘亲。他说的女人正是云芷。大哥，天都黑了，咱们整日在府上学这个学那个，多烦躁啊！弟弟，你说的没错，我夜观天象，明日月色正好，正适合出去玩。大哥，咱们这次要练习绣花针吗？我看画画比较好。哎，大哥，我记得有个画本子上有个好玩的故事，说来听听。画本子上讲到，大婚当日，新郎官掀开了红盖头，看到的竟然是……这个真有意思啊！那咱们多练习一下，明日就玩这个吧。好，我喜欢那个大猪头。那我喜欢那个万年龟。萧乐天开始画乌龟，两小只玩得不亦乐乎。但是他们爹爹却不同，气得都要头顶冒烟。他怎么还没有回来？我不过是开个玩笑，难道他都看不出来吗？如今沈云珠已经没有了娘家，这么晚了，他还能去哪里？被萧策惦记又不想惦记的沈云珠，此时正在威远大将军府。妹妹，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当然是想念哥哥们，特地过来的呀。来来来，这是红红火火店里推出的新品关西煮，都来尝尝。妹妹真是厉害，那家店连个位子都难预定啊。这么晚了，妹妹还能打包关西煮，牛！原来哥哥们也喜欢吃啊，怪我没有提前安排好。这个你们拿着，下次过去直接给店老板看，想吃什么想打包什么随便讲。妹妹，你可真行啊，还有那家老板的令牌。有了这东西，日后就能请亲戚去吃饭去了。毕竟我现在可是九王妃，哪个店老板你别管我几分薄面。萧策那厮也是有些用处的，比如拿来做挡箭牌。不愧是妹夫啊！哦，对了，这么晚了，他怎么没有与你一同来啊？他很忙的呀，而且我回我娘家，带他过来多不自在啊。九王妃来了，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这个时候，仙若公主出来了。哎，三嫂，你这就和我见外了。这就是在自己家，你叫我妹妹，若是再叫我九王妃，那就是不许我回娘家。你不要这么说，我和你三哥什么都没有。是，的确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在边关救了你几次，你又救了他几次，就这么点小事儿，对吧？沈云珠越是这么说，那两个人越是紧张。三哥三嫂，要知道这世间呐，有情人终成眷属，最是难得之事。若是你们如同孩童一般死要面子，若是哪一日没了如今的机会，恐怕是要追悔莫及啊！沈云珠点到即止，这种事情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二哥，你不是有字画要给我瞧瞧？大哥，你跟我一起去鉴赏一下。对，走吧，咱们过去看看。沈君茂立即拉着沈俊元一路走过去。我喜欢你。倒是沈俊生抢先开口。
千若一惊，看着沈俊生，好久说不出话来。所以，你愿意嫁给我吗？千若被幸福砸得头晕目眩，又怕这一切是一场梦，急忙点头。好，那你安心住下来，剩下的都交给我。沈俊生轻轻抱住了千若。二哥可是有心上人？我没有。原来没有啊，那我介绍个给你可好？我可不要公主、郡主之类的女子，我养不起。我听说傅御史病重，若是家中嫁女儿，或许能冲喜，只是不知道傅御史家的女儿是否配得上我二哥啊？哪里配不上了？是我配不上人家。这次沈俊元倒是说得快。你们，哎呀！好了，妹妹，天色已晚，还是回府去吧。这件事慢慢来不迟。好吧。沈云珠一路回到了九王府，实在是太累，顾不得洗漱，就上床睡觉。她翻个身，竟然落入某男的怀中。爱妃，这么晚才回来，去了哪里逍遥快活吗？你怎么在我床上啊？沈云珠吓了一跳，想要推开男人，却被抱得更紧了。爱妃，这也是我的床。萧策将头埋在沈云珠的脖颈里，想要进行下一步，只是动作突然一顿。这是什么味道？萧策抬头看向沈云珠。爱妃果然好兴致。夜深才回府，而且身上还有别的男人的味道。沈云珠与萧策距离很近，她也闻到了萧策身上女人的味道。九王爷不必如此惊讶吧，我们两个彼此，与你的小妾腻歪完，还有脸来说我？话落，也不等萧策再说别的，将男人踹下了床。沈云珠，萧策根本没有防备。萧策，我也是有限度的，出去。今日没吃什么东西，被你和吴满月馊掉的狗粮都给喂饱了，还敢爬上我的床，还敢质疑我。萧策站起来，捏紧了拳头，气呼呼地走了。这边的动静早就被下人禀告给了吴满月。那边怎么样了？侧妃娘娘，王爷和王妃似乎吵起来了，王爷被气得去书房睡了。吴满月心中大喜，就要换上一身轻薄衣裳，去与萧策在书房共度良宵。侧妃娘娘别急啊，你不过去，不正好可以让那个村姑猜疑？而且明日正是允旨大婚，您需要养精蓄锐。好，一切只等着明日允旨大婚过后，再抓到沈云珠的把柄。到时候，萧策一定是我一个人的，谁都不能抢走。不愧是我的王妃，能成大事。萧策慢慢脱下衣服，靠在沈云珠身边。他没醒，又没意识地伸出了胳膊，对方还没醒。萧策胆子大了不少，顺势将人搂入怀中，竟然也没有醒。就这还能耐呢？若是此时此刻你小命都没了，我就知道你离开我就是不行。萧策心中自言自语，抱着小娇妻，终于睡着了。一夜里，个人都有个人的心思。姐姐可真是好雅兴，去关里还要吃早饭。你想吃可以吃，九王府又不是养不起你一个下人，区一个下人也敢坐我的马车。萧策这个昏君，看来昨天晚上与这小妾在一处，腻歪得很呢。娘亲，马车太小了，咱们坐别的马车吧。滚下去！沈云珠才不要委屈自己的儿子，坐别的马车呢。他抬起脚，一脚将吴满月踹下了马车。哎呀！吴满月整个人从马车里飞了出去。大胆刁奴，竟然敢抢占主子的位子！本王妃善良，念在你初犯，这次就饶了你。若有下次，赏赐30个大板伺候。走，一会儿误了时辰。是，王爷。萧大亲自赶马车，也没管吴满月，马车狂奔而去。
若是他敢说我，我现在就与他和离。什么老婶子王妃，我还看不上呢。刚才让吴满月上马车，就是为了给你出气用的。如今看来，我真是聪明。小娇妻出口气，晚上又可以回房间睡觉了。不过昨日你去见了什么人，我还是要去调查的。哼，他最好不要惹我，不然有他好看。娘亲，刚才用的是什么招式？我也想要学。那叫踢狗腿。回头啊，娘亲教你们啊。若是下次有人敢与你们逼逼，你们就直接一脚过去就成，别和他们浪费口舌。好，小玉记得了。今天晚上解决了云芷之后，就带着弟弟收拾那个吴满月。若不是因为他，我们一家4口何至于如此？若不是因为他，我们现在已经能有妹妹了。就是这个女人害得我们还没有妹妹，必须好好收拾。沈云珠靠在马车上，一路晃晃悠悠，竟然睡着了。萧策长臂伸出，将自己的王妃搂到怀里。夫人、孩子都是自己的，别人都是别人，别人要好好收拾，谁都别想抢走自己的宝贝。马车晃晃悠悠来到安国公府，已经是1个时辰之后。萧大赶车从来都没有这么累过，这简直是在龟速爬行啊！到了，醒醒吧。娘亲，我们到了呀。这个男人都不知道抱孩子下去吗？不过等到他下马车的时候，发现萧策伸长了胳膊，准备接着沈云珠下车，而他的孩子们像是刚学会飞的小鸭子，全都自己跳下去了。沈云珠根本不用萧策抱，自己也能飞身下去。哎呦，九王妃可真是好福气呀，竟然要九王爷亲手抱着下车呢。九王爷不方便，他还有人家抱着，真是过分。哼，若是换了云家小姐做九王妃，就不会如此无礼。萧策仍旧伸长了胳膊，并不在意。沈云珠本来不让萧策抱自己，现在一个恼火。我男人，我让他抱我下车，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也管得着呢？酸死你们！沈云珠一脚用力，整个人一个漂亮的飞身下车，整个人已经坐在了萧策的腿上。多谢王爷，不然的话，人家刚才好害怕哦。吧唧，当着众人的面，在沈云珠的脸上狠狠亲了一口。爱妃莫怕，本王永远在你身边，护你周全。男人温柔好听的声音，沈云珠觉得自己全身都酥了。妹妹，差不多得了，九王爷会累到的。沈云珠这才回过神来，刚才自己都陷入了萧策的眼神中了。他一下子就脸红的不行，赶紧从萧策身上下来。大舅哥不必担心，我很行的。萧策说着，看着自己的2个孩子，如是不行，怎么能生出2个一模一样的儿子来？这个九王爷什么时候如此厚脸皮了？果然是妹妹调教的好，这人与妹妹成婚才几日呀，竟然就大变样。大哥，3哥他们呢？只有你和2哥过来吗？啊，他们有点忙，你懂的。沈君茂说着走过去，亲手推着萧策的轮椅。大舅舅、二舅舅好。大舅舅、二舅舅好。九皇婶，你可算是来了呀，我都等你好一会儿了呢。七公主萧应云跑过来，拉着沈云珠往里走。九王妃，你来了呀。傅云也过来与沈云珠打招呼。2人悄悄讲了傅御史已经能够坐起来吃饭。沈云珠又交代了一些事情，这才与几个女孩子坐在一处。萧策从始至终一直盯着傅云，脸色就不好了。那个傅云怎么回事？你们都不看着点你们妹妹吗？若是被那个小白脸给忽悠了去，你们可担待得起？九王爷，你可知道傅御史的事情？傅御史不就是那个病秧子，活不过几日的老东西？难不成傅御史的儿子
看上了本王的王妃，而且还得到了老东西的准许。沈君茂不知道萧策的想法。九王爷，我和你讲。沈君茂悄悄低语，并没有让别人听见。萧策越听越是吃惊不小，原来自己昨日误会了小妻子呀。他没有去见外男，反而是去办大事了。九王爷威远大将军，二位能来观礼，老夫有失远迎啊。这个时候，安国公走出来。安国公客气了，你是我圣齐国的功臣，担得起本王过来。只是你这几个女儿都被你给养废了，日后好好教导你儿子，莫要再做错事。有些事并不在人为，若是你们再敢打皇家的主意，可别怪我不客气。九王妃果然厉害，这次我输了。比厉害？哼，我能比得过你吗？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当然了，日后你作为这安国公府的上门女婿，可是要好好努力，让你的岳父看中你，到时候说不定还能高官厚禄呢。上辈子沈云珠一定是我的妻，不能做丞相又如何？有了云家这个大靠山，我还有做得更高的。前世原主的手段，他竟然已经觉醒了前世的记忆。不过没关系，我可不是从前的原主，这次啊，我会主动出击，每一次出击都会给你一记重锤，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是怎么倒下的。猪猪，尝尝这个银耳羹，似乎不错。萧策已经看了好一会儿了。不就是个残废吗？若不是出身皇家，沈云珠能看得上你？上辈子沈云珠看都不看你一眼。还有那两个小杂种，上辈子早就死在荒郊野外了，这辈子竟然还能活着。那么都是该死之人，我会让你们回归到原来的位置。原主的记忆里的确没有梁小芝的部分，难道说他们两个上辈子都死了？杨银这么想，那就一定是真的了。那又是谁害死了梁小芝？真是个丧心病狂之徒，孩子们这么无辜，那人竟然也能下得去手。我一定要找出真凶，以牙还牙。多谢王爷。这家伙一脸的不高兴啊，眼神盯着杨银，目光不善，竟然吃醋了，果然是小气鬼。这里人多，沈云珠给萧策面子，就着他的手喝了银耳羹。杨银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恨得咬牙切齿，转身走了。云芷在婚房里，这个贱人竟然敢在我府上调戏我的夫君，他是当九王爷瞎了眼吗？虽然我从前根本就不认识杨颖，也看不上他，但是杨颖是我夫君了，他的身份还在的。沈云珠不过是个村姑而已，竟然敢卖弄狐媚子手段，该死，他就该死！小姐不要动怒，今日是您的大喜之日，这样不吉利。什么狗屁的大喜之日，这是我的耻辱之日！云芷气得半死。若不是因为沈云珠，我早就与九王爷入洞房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沈云珠，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她的。等到大婚过后，我一定会找个机会干掉这个村姑。九皇婶，你看那边的女人，是不是御史府上的姨娘啊？还真的是方姨娘啊。御史夫人到寺庙上香，这会儿还没回来。不过御史大人家里有一双儿女过来，区区一个姨娘，为何要在这里？萧应云很是不明白，而且那个女人似乎在为难傅青青呢。去看看。傅青青可是我二哥的人，我的未来二嫂，若是被人算计了，那不是在打我的脸？萧应云也跟着过去看热闹。人来人往，没人看到。萧泽玉和萧乐天、梁小芝悄悄去了后院。青青妹妹，这是在做什么？哪里都有这个女人，若不是看在五皇子的面子上，我非要抓花了你的脸。
看在五皇子的面子上，老东西倒是会找靠山。有本事你现在就来试试，看看你的脸硬还是我的脸硬。九王妃，姨娘送我一份芙蓉膏呢。九王妃也想试试吗？这可是北凉引进的芙蓉膏，涂在脸上必定会光彩照人。方姨娘盯着沈云珠的脸，只要稍微涂一下，必定让你脸上流脓化血。等到你这张脸废了，看看九王爷还能不能看得上你。我都不用听你的心声，就知道这玩意儿有毒。他抬手在傅青青脸上摸了一下。谁知道你的东西是不是来路不明？我家妹妹本来就生得漂亮，根本用不到这种东西。又不是某些出身卑微、年老色衰之人必须用这玩意儿才行。你这个姨娘是做到头了，竟然敢谋害狄小姐。青青，我也是为了你好，毕竟你不如九王妃的姿色，还是要好好打扮打扮的。来，这里浮尘多，你给大家打个样，先试一试。好啊，你亲自来吧。放心好啦，我刚才已经在你的脸上悄悄涂了解药，这点东西根本伤不到你。傅青青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相信沈云珠。那就有劳姨娘了。别急，妹妹都过去了，不会有事的。谁急了？我才没有。口是心非，你是想学三弟啊？那你呢？不还是总瞄着七公主啊？我是大哥，我看妹妹呢，我才没有呢。另一边，方姨娘得了机会，将里面的芙蓉膏挖出来一大块，涂抹在了傅青青的脸上。傅家大小姐，平时不是很能耐吗？还不是乖乖让我搓磨。九王妃就是个村姑，她怎么会知道这东西的效果呢？到时候你烂了脸，看你还怎么得意。既然是好东西，不如你自己也涂一些，返老还童的效果岂不是更好？好啊。方姨娘丝毫都没有犹豫。方姨娘还是个用毒高手呢，若不是碰到我，傅青青这张脸铁定是废了。记忆中上辈子的傅青青的确是因为一次意外脸毁了，原来就是毁在了这个老妖妇手上啊！哼，这一次你也尝尝被人坏了脸是什么滋味。怎么会这样呢？这种症状明明是毒素发作才会有的。我从前给妓院里好多女人都用了这个东西，她们的脸坏了，最后都死了。现在是怎么回事？哎呀，方姨娘，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哎呦，你的脸竟然流血了！快来人呐，把这个老妖妇拿下！九王妃，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我呀？我一把年纪了，你为何如此狠心呢？大家都看到了，都是九王妃设计陷害我。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也不能便宜了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啊！本王妃陷害你，你倒是说说看，你有什么值得本王妃陷害？本王妃貌美如花，深得王爷宠爱，而且还有2个可爱的儿子。你有什么？你有一脸的褶子，你有一肚子的坏水，你有一颗嫉妒人之心。这里所有人都看见了，是你亲手给傅青青涂抹芙蓉膏，又是你自己给你自己脸上涂抹那个东西。说吧，你为什么要陷害傅青青？她是御史府嫡女，而你只是个人老珠黄的下人，你到底如何去信？这边的声音不小，一时间不少人都看了过来。萧策、沈俊茂、沈俊元也都看着呢。沈云珠，我没有做错，我与你拼了！方姨娘突然怒火中烧，狗急跳墙，抓起了手边的茶壶，向着沈云珠的脸泼过去。后院，梁小芝趁着没人照看，熟门熟路的跑进了云芷的房间。你们是什么人？谁让你们来的？放肆！你个奴才，也配与本王说话吗？滚！我们是九王爷的儿子，过来见见新娘子，你还不退下？
你下去吧，没有我的吩咐，不要进来。这是2个小毒崽子自投罗网，可怪不得我。是，小姐。不愧是九王爷的儿子，气势太强了。谁让你们来的？是不是你们那个村姑老娘？你们2个过来！你们2个，现在立即给我磕10个响头，再自己戳瞎了双眼，我就饶了你们娘亲不死。若不然，我会让你们娘亲生不如死。你们也不要不相信我的话，沈云珠就是个村姑，什么本事都没有。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安国公府嫡女，权势我都有，想要弄死你们娘亲那是易如反掌。不就是村姑生的2个小畜生，还能厉害到哪里去呢？然而云芝以为他们要过来磕头了，没想到萧泽玉猛地冲到了大床上，一把将他给打了脸。云芝还想要反击，结果还没抬起胳膊又被打了一拳头，这下彻底晕了过去。小玉，你最近的功夫退步了呀，2下子才把人制服。大哥，我不是才大病初愈吗？下次我一定不会了。一会儿回府可要勤加练习。是，大哥。大哥，这个女人这么可恶，这个猪头脸让我来画吧。好。萧乐天转身走向门口。大哥，你去哪里啊？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要让我大哥成为瞎子，先让你尝尝看不见的滋味。那个渣男好像是来了，我要在这里等他。萧乐天看向弟弟，你继续，有大哥在，没人能够伤害得了你。谢谢大哥。门外杨银来到门口，竟然被芍药拦住了。狗奴才，连我也敢拦着，滚！杨银一脚就踹向了芍药。不就是个村夫吗？竟然敢瞧不起我，给我等着！夫人，为夫来看你了，咱们也没必要等到天黑，现在就开始吧。好你个小兔崽子，是不是你那个该死的娘让你过来的？好家伙，这是你自己找死！那等村姑竟然敢看不起我，明明上辈子你对我如痴如醉，迷得不行，这辈子竟然靠上了萧策，虚荣的女人！现在你的儿子在我手里，看我怎么玩死他！杨银伸出手冲向了床边。畜生！杨银只听到稚嫩的声音响起，跟着整个人就被打晕过去，倒在了冰冷的地上。看到了没有？大哥你真厉害，我记住了。两小只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的娘亲也没闲着。前院，方姨娘提着茶壶，拼死了要去泼沈云珠的脸上。关键时刻，一个男人抱住了沈云珠，用他自己的后背挡住了那滚烫的茶水。王爷，小皇叔，萧策距离我并不近啊，他怎么过来的？而且你过来干什么呀？我都设计好了，明明可以一箭双雕的呀。萧策却不知道这些。猪猪，有没有烫到你啊？他是真的关心我。我没事儿，你怎么样？猪猪没事就好。大胆奴才，竟敢偷袭九王爷！来人呐，拉下去斩首示众！你这个没用的废物，我让你过来干什么了？你不好好做事，反而给我惹事，这条命别要了。且慢！他单手扶着萧策，问：还能忍一下下吗？绝对不能就这么放过了那个方姨娘，只能委屈你了。区区一壶茶而已，小事。小事儿，一会儿回府再收拾你。九皇婶，这个狗奴才大逆不道，实在是不能放过。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宅心仁厚，但是这等恶人，还是交给我处理吧。交给你处理，那才是我的善良呢。可惜呀，本战神对于该死之人从不善良，那叫助纣为虐，罪该万死。五皇子，
本王妃并非良善，也不是瞎子。事情到底如何，本王妃自会处理。你这样百般阻拦，莫非你认识方姨娘？九皇婶不要误会，我从不认识这等狗奴才。该不会是他知道了吧？不可能的，区区一个村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本王妃的事情自会处理，你还是自求多福吧。母妃被打入冷宫，外祖家又是这样的婚事，也亏得五皇子心大，还能多管闲事。这个贱人，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不行，一定要找个方法，让他离开九皇叔。若不然有九皇叔护着，我办起事来很不方便。大胆奴才，你到底是何居心，还不从实招来？快说！沈云珠从未有过这般急躁，还不是因为萧策。他的一只手已经冷得不行，后背的烫伤一定不小。五皇子都已经要灭了我，反正今日注定是一死了。我就是不说，你能奈我何？若不是着急回府给萧策治病，本王妃还会等你一下午。如今只能如此了。没错，那个芙蓉膏就是我做的手脚，不仅仅是芙蓉膏有手脚，傅青青这段日子涂抹的脂粉，我都加入了剧毒。不就是个小小的御史府千金，不就是个小小的御史府吗？竟然敢阻挡我进门，我恨他们！还有你，那个村姑王妃，你给御史大人治病做甚？他就是个该死的糟老头子！哼，我本想今世毁了你的脸，奈何你太命大。不过你放心，只要我还活着，这辈子定然会取你的狗病。方姨娘可算是说了个痛快。就在此时，嗖的一只飞剑的破空之声响起，老东西瞪大了眼睛，倒在了地上，死了。有贼人，快去追啊！明明是你自己做的好事，贼喊捉贼。大胆奴才陷害御史府上嫡女，偷袭九王爷，诛九族。走吧，回府。萧策话落，整个人就要坚持不住，晕了。萧策！沈云珠觉得似乎不大对，那壶茶或许有问题。他也没管众人的眼神，双手抱起了萧策，一阵风一样跑出府。众人全都震惊到了。九王妃力气如此之大，九王爷再如何病弱，那也是个大男人呐。沈云珠就这么给抱起来了，而且还飞一般的向外跑。沈云珠果然与众不同，而且她的功夫绝对不低。看来是我轻敌了，幸亏方姨这个老东西做了一次试探。杨颖那个畜生在哪儿啊？把人给我叫来！老爷，刚才大小姐说身体不适，让奴婢在门口守着，谁都不能进去。但是姑爷过来，非但不听，反而踹了奴婢一脚，还骂奴婢是贱人，还要奴婢去伺候。区区一个村夫也敢踹我，那我就让你付出代价。什么？这个畜生！后院，梁小芝办完了一切，发现爹爹和娘亲已经走了。大哥，爹爹是不是把咱们给忘了呀？别担心，哥哥带你回家。好。梁小芝轻车熟路，翻墙离开，只是才跳了下去，竟然发现了九王府的马车，萧大正等在这里。小王爷，王妃让我在此等候，走吧。萧大刚才还不明白王妃为何让他在这儿等，如今算是明白了，竟然是等他们俩。哎，真的是知子莫若母呀。梁小芝在安国公府都能翻墙，出入自由，哼，真是随了王妃啊。好，房门都给我关好，谁都不能进来。果然是中计了。但是方姨娘的心声里也没有下毒的茶水这一项。难不成是有人提前准备了这东西，好巧不巧的算计了萧策？但是那人是谁啊？又想要谋害？难道是我？嘿，总有刁民要本王妃的命啊！
沈云珠也不敢想，抱着萧策闪身来到了自己的空间里。沈云珠又给萧策号脉，拿出了自己之前研制好的解毒丹药，给萧策喂了下去。这么折腾了大半个时辰，萧策总算是睁开了眼。猪猪，你没事吧？我可是天下第一，哪里会有事啊？都是你，我好不容易才把你的腿治好，你还没报恩就打算挂了吗？真是个不争气的。当时如果你不过来，我已经让方姨娘自食恶果了。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还是很感动。猪猪，你又救了本王一命啊！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啊？人都这个样子了，还没忘记留骚呢，还以身相许。若是我晚了一步，你这辈子都做不成男人了，拿什么相许？不必，我可受。沈云珠话没说完，就被男人亲上了嘴。男人大手扶着沈云珠的头，整个人有点发烧，可他仍旧是深深吻住了沈云珠，像是要把她所有的香甜都吸入腹中。沈云珠刚开始还在挣扎，可又想男人为了自己受伤了，这点小甜头还是要给他的。于是沈云珠越发的配合男人，两个人忘我的亲吻，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一切，仿佛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娘亲，爹爹，我们可以进来吗？这个时候外面响起了梁小芝的声音。沈云珠慌张地回过神来，急忙推开了萧策。你个大坏蛋！沈云珠小拳拳捶在男人的心口上。萧策得了便宜，趁着沈云珠穿衣服，还在小梅子身上香了一口。沈云珠被偷亲了，气得又捶了他好几下。两个人如此反复好半天，萧策才算是松开了女人。等到晚上再收拾你。沈云珠瞪了他一眼，抱着萧策一个闪身回到了房间里。小月、小天，你们等一下啊！萧策的目光一直在小娇妻的身上，看着他为自己做的一切，竟然很心疼。我的猪猪，我最宝贵的女人，日后跟了我，谁也不能欺负你。好了，进来吧。沈云珠已经整理好，才让梁小芝进来。爹爹，你怎么样？爹爹，你吃点甜的东西，这样就不会觉得疼了。萧策笑笑，看向沈云珠，说：爹爹刚刚吃过了甜的东西，你吃吧。真是羞死个人了，当着孩子们的面呢，这男人真不要脸。哦，娘亲，我们刚才出去玩了，才忘记了回来，你可不要打我们呢。你们两个真的没有做坏事？这两个小鬼头最喜欢做坏事。娘亲，我们真的没有做坏事。奇怪啊，从前还能听到一些梁小芝的心声，虽然很少，但是如今竟然一点都听不到了。看来这一切都要怪萧策。自从我嫁过来，梁小芝的心声就彻底听不到了。好吧，你们两个出去玩吧。好，爹爹，你可要加油啊，我们还有妹妹呢。爹爹，我们晚点再来看你哦。梁小芝手牵着手跑开了。两个小屁孩，有什么妹妹啊？老娘生了你们两个，这辈子都不想再生娃了。猪猪，你也听到了，孩子们喜欢妹妹，我会努力的，日后咱们每天都要努力啊。每天都要努力？努力你个大脑袋呀，我才不要呢。沈云珠正要训斥萧策，这个时候吴满月就进来了。九哥哥，你怎么样了呀？沈云珠不就是个村姑吗？至于让堂堂九王爷去给她挡灾？我没事。你不是村姑那又如何？我男人还是看不上你。九哥哥，我知道都是我不好，如果当时我能够照顾好你，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你还没那么重要，
下去吧，我不想看见你。别在我面前假惺惺的，费尽心机来我府上，到底是为了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呢？只要我足够慢，就能撑到皇上过来。果然，吴满月还没走到门口，皇上就来了。小策，你怎么样啊？皇兄，我还好。果然是皇家中人，都要会演戏才行啊。这怎么能叫还好呢？朕给你带来了几个宫里的御医，你好好调理，需要什么药材尽管吩咐下去。今日之事，朕一定会派人去彻查。你放心，朕一定会还你个公道。果然，自古君王都虚伪至极。刚才我还以为有人想害我，反而害了萧策。如今看来，一切都是皇上亲自设计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沈云珠没听到，皇上已经起身，交代了2句就走了。临走才看到了吴满月，他脚步一顿，回头看向沈云珠。九王妃，坐上王妃之位，那就要有容人之量。吴满月也是你的表妹，可不要伤了和气。皇上说的是你个大脑袋。你以为吴满月还想要监视我家夫君呢？皇兄，臣弟让你费心了。皇上又讲了几句好话，这才算是离开了九王府。九哥哥，刚才皇上说，这里是九王府，不是皇宫。若是你喜欢皇上，大可去做皇妃。仗着皇上的一句话，就想在九王府作威作福，谁给你的胆子？你可真敢想！不是的，我没有。九哥哥，你不要误会我，我真的只是想要照顾你。这一切都怪沈云珠，若不是你狠插一脚，我早就是九王妃了。何苦用皇上来给我撑腰？你个小贱人，今日没能毒死你，是你命大。这里不需要你，还不下去？吴满月再不甘心，可也没有办法，气呼呼地走了。至于那几个太医，你们也先下去吧，本王想休息。九王爷，皇上下旨让臣等过来，一定要调理好九王爷。萧策还想说什么，沈云珠牵着萧策的手拍了他一下。这位安御医说的对，请吧。皇上派来的人不是致死就是监视萧策，不让人过来看病，还会派更多人过来。萧策看向沈云珠，真的可以。沈云珠读懂了他眼神里的意思，微微点头。他才松开了萧策的手，萧策顿时冷汗连连，整个人难受的不行。多谢九王妃体谅。安御医上前一步给萧策号脉，这一号脉顿时惊呆了。中毒至深，命不久矣。安御医如何？回九王妃，九王爷中毒至深，伤到了心脉，我等只能尽力。不过九王爷吉人天下，自然可以渡过难关。九王爷若是此时突然暴毙，安国公和云贵妃也算是大功一件了。若是这都能不死，我们也会让你生不如死。好一个生不如死啊！竟然敢害我的男人，我孩子的爹爹，你有种！多谢安御医，下去煎药吧，本王妃亲自照顾王爷。是。九王爷，你都知道是谁干的了？敢在安国公府婚宴上动手脚，普天之下莫非皇子。你还不笨啊？他为什么要你的命？沈云珠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给萧策吃下去。你都不怕我给你下毒？萧策一把搂过了小娇妻。怕什么？我这条命都是你的，你想拿，随时都可以。萧策，你还病着呢，这是做什么啊？日后王府都不安生了，孩子们照顾好。听着怎么像是交代遗言啊？
你不是说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本王还可以再生个女儿。不等沈云珠再说话，亲了上去。萧策如今的情况下，竟然还想要与小娇妻运动呢。你老实点儿！刚才我特地给你弄乱了脉象，可也不是那么就缓过来的。珠珠，你也知道我还病着呢，要吃甜的。萧策见沈云珠有些生气，抱住了小娇妻亲了起来。沈云珠本想再次推开男人，又想到他刚才说过的话，自己嫁的夫君因为要救自己而受伤。这么一想，小女人一个心软，萧策就得逞了。直到御医过来送药，萧策才算是放了沈云珠。都进来吧。沈云珠招呼一声，外面的人全都进来了。皇上可真是有心了，一下留下来6个御医，其中还有2个女人，这是担心萧策不早点死呢。王爷，这药要趁热喝，凉了就没有药效了。主子都交代过了，这次一定让萧策去死，到时候就能将吴家一网打尽。你先试药吧，本王妃亲自为王爷喝。沈云珠亲手扶起了地上的女御医，没有人看见她不着痕迹的在药里加了东西。九王妃果然是个心思敏捷之人，就连试药这种事都知道。不过我们已经做得万无一失了，想找证据，哼，是。女御医开始试药，药里根本没有致命的毒，但是萧策喝下去必定过不了今夜。然而女御医喝完一小口，药碗刚要送过去给沈云珠，突然眼睛瞪大了，一双手颤抖着，手上的碗立即掉在了地上。这不可能！女御医只来得及说出这句话，整个人就倒在了地上，七窍流血，死了。这药竟然有毒！不可能啊！之前我们都试过药啊，这药里没毒啊，但是阿玲怎么就死了呢？来人，快来人呐！这几个人要谋害九王爷！沈云珠一招手，萧大带着几个人立即过来，将人全部拿下。我们是冤枉的，这不可能！九王妃有所不知，药熬好，我们都要提前试药的。我们全都试过，为何会没事呢？小小村姑，你放肆！我们是皇上的人，你想把我们怎么办？这些人都以为我是傻子呢，包括那个皇上。哼，我能把你们怎么样呢？我就是个村姑，也不能杀了你们的脑袋呀！来人，带入大牢，好吃好喝伺候着。带走。萧大把人带走了。王爷，你看这些人都想让你死呢，你还不说实话？珠珠，你是怎么做到的？他看向了地上的血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然能够把一个御医给毒死，我的王妃真的是很有本事。这有什么难的？有人想让我的男人去死，我当然不能让他们好过了。说吧，你到底怎么得罪皇上了？让他亲自送人来让你死啊？好不容易才知道了另外一个儿子，也好不容易才一家团聚，竟然有人好破坏这种团聚啊！该死！皇权争夺战，不就是如此吗？事实上，皇上并不是王母后的亲生儿子，他的生母为先皇选去陪葬，之后就养在了王母后身边。皇上多疑而且擅长演戏，当初对我信誓旦旦，一定会辅佐我成为皇上。但是王母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坐上那个位子，成为皇家儿女，本就有太多的无奈。这件事情皇上也知道，但是他坚持要做我的臣子，结果之后，他还是坐上那个位子。你说多好笑？他成了皇上之后，我就搬出皇宫，没想到4年前外出游历，竟然中了敌人的奸计，刚好碰到了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是个残废存在，对朝堂之事根本是不管不问，因为我知道
他在猜忌我，只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这次他竟然亲自派人来杀我。爱妃，你想怎么惩罚那些人？听得萧策说完，沈云珠懂了。从一开始，萧策就是被皇上算计的，只不过这一场算计里面竟然还牵扯到了自己。放心，我不会让他们去死，死了就不好玩了。全都交给我，可以吗？猪猪做事，我放心。吴满月那边，放心，这几日就惩罚了他。现在我过去看看那几个人，你好好养着。沈云珠起身走了。来人！皇兄对我不仁，那我不必讲义气。你个村姑，竟然敢如此对待我们！若是皇上知道了，必定要了你的狗命。这次本来万无一失，一定是这个女人做了手脚的。的确是我做了手脚，那又如何呢？你看见了吗？你有证据吗？怎么回事？他好像是能够听到我的心里话。我看你长得这么肥，医术不咋地，吃的倒是不错。说说看，谁让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给我家王爷下毒？呸！你个村姑也配和我说话？你不配！你慢慢说，我有的是时间陪着你们。村姑就是村姑，事到如今还如此善良呢。不用刑罚，不用逼供，谁会说呢？然而，你个小贱人，都是你害得云贵妃，皇上不得不将自己最喜欢的女人打入冷宫。你以为皇上替你出气，你就没有错吗？你错了，大错特错！皇上恼火之下就要了萧策的狗命，那种人早就该死了，活着还给皇上碍眼。还有你，等到萧策一死，接下来就是你的2个小兔崽子，还有你还以为你是谁呀？九王妃，离开这个封号，你还是个屁呀！怎么回事？刚才那番话真的是我说的吗？不可能啊，我不可能说出实话的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你了，说吧，知道些什么？我知道，只要萧策死了，皇上就会怪罪你，是你没有照顾好九王爷，让皇上的亲弟弟好端端的就死了，皇上要处死了你，还有你的外祖一家。那个老东西握着兵权不肯上交，就是该死。下一个接着说。沈云珠又看向下一个御医，如此反复，所有的御医都不受控制的开口，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我一个村姑王妃没什么本事，你们也不用怕，好好吃好好喝，这里啊就是你们的家。沈云珠起身，再也没看他们一眼就走。这是怎么回事啊？那个女魔头当真会放了我们？没多会儿，萧大带着人过来，放了一大桌子的美食，然后就把几个人给松绑了。还等什么呀？还不赶紧吃？吃完了就离开京都啊！咱们办砸了事情，无论是回到皇宫还是在九王府，都是必死无疑。女御医怕死得很，她拿了几个鸡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在她的带领下，剩下的几个人也都开始吃。几个人很快就吃饱了，立即就往外跑。然而，才走到了门口，地牢的机关被触动，嗖嗖嗖，不断的飞剑破空之声响起。这些人全部中箭，倒在地上，瞪大了眼睛，死了。用这个把人都化了吧。这件事不要对外传出去。是，王妃。萧大接过了沈云珠递过来的药水，倒在了地上的尸体身上。很快这些人都化为一滩臭水，连衣服都没有留下来。萧大震惊不已。九王妃到底是什么人呢？竟然会有这样的本事啊！我是什么人？贼人们得罪不起的人。安国公府。啦，侄儿你怎么了？娘可以进来吗？娘，有鬼啊！有鬼啊！
国公夫人看到了床上的两人，也吓得脸色惨白，不由得惨叫一声：床上的那个女人是谁啊？为何会长了一副猪头啊？还有女人身边的男人竟然长着乌龟脸。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会在我女儿的房里？爹娘，是我是安芷啊！这个鬼怪是谁啊？你们快点把他带走啊！杨银就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睁开眼，竟然看到了猪头脸女人。何方妖孽，竟然敢与我同床共枕！云芷的房间里乱作一团，自己才醒过来，竟然被个乌龟脸男人给揍了。他扑倒了男人身上，使劲地痛打那个怪物。住手！都住手！安芷、杨姨，你们两个先照照镜子，你们都被奸人给害了。安国公命人拿了2面镜子过来，两个人还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但是照过镜子之后，全都震惊不已。好了，都退下去吧，赶紧去洗洗，过来见我。安国公不想闹大，交代一番，自己气呼呼地走了。两人弄好去见安国公和国公夫人。你们说，你们遇到什么人了？竟然被人算计成这个样子！区一个乡野村夫，竟然敢算计我的宝贝女儿，成了上门女婿，竟然害得我的女儿也被你的仇家给算计了。父亲，说出来您可能不会相信。那就别说。老不死的东西，今日你这般对我，他是我必将1000万倍奉还。好了，说吧。昨日我回到房里，看到了九王爷的2个儿子，一个正在给夫人画脸呢，另一个偷袭了我，一定是那2个家伙害了我们的。没错，就是那2个小畜生。芷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昨日那2个小兔崽子闯入我的婚房，说是要给我磕头谢罪的，我也没有防备，结果他们就把我打晕了。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什么？那2个小兔崽子竟然如此欺辱我们！老爷，那个村姑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今日嫁给这个村夫的人就该是他，他害了我们的女儿，现在又来2个小野种害我们的女儿，真是欺人太甚啊！你们确定是他们？没错，就是他们。好了，你们下去吧，这件事不得声张。爹爹，那个村姑如此欺负我，我就这么算了吗？而且我的脸根本就洗不掉。回去，别给我惹是生非，不然云贵妃就是你们的下场。等到人走了，国公夫人才说：老爷，这件事真的就这么算了吗？算了，不可能！沈云珠欺人太甚，这还不是萧策给惯出来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只是要忍几日。萧策如今身中剧毒，命不久矣。过不了几日，咱们的大女儿便会从冷宫出来，到时候，老夫必定要让那个村姑生不如死。胆大包天，竟然敢算计到老夫的头上，就让你尝尝这个苦果。沈云珠正坐在院子里看画本子，火凤过来悄悄说了个消息：既然昏君无道，那不如让明君来。青羽最近在忙什么呢？这几日，沈云珠已经将火凤和青鸾纳入自己的阵营。青羽最近沉迷化妆术，在富春院里拉都拉不出来。这不正适合他吗？你去把人叫来，就说我请他吃火锅。是。火凤赶紧出去了。好好养伤，你现在是卧床不起的状态，天黑就早点睡。你去哪里？去吃火锅，见见美女。你现在想去也不行啊，你知道的吧？小大，那个御医怎么处置了？主子，王妃把他们都化为一滩脓水了，但是咱们王府里仍旧有那几个御医，不过就是个摆设。什么叫化为一滩脓水？萧策更不明白了，
萧大就把昨天在地牢里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一遍。萧策彻底震惊到了。宫里现在有什么消息啊？既然皇兄想要我的命，那我配合一下他的虚荣心，等到过几日把母后救出来，我再好好收拾你。如九王爷所料，云贵妃昨夜里大病一场，当时就被人带出了冷宫。安国公进宫去探望了，之后在冷宫的待遇竟然与贵妃无差别。不过安国公府上出现了一则怪事。说到杨银和云芷两个人的奇葩脸谱，萧大好几次没忍住大笑起来。这是谁做的？安国公府咱们的人回报，杨银和安芷两个人都说是咱们府上的小王爷所为，属下觉得他们就是想要栽赃陷害。我作为儿子们的亲爹，可不这么认为。好了，派暗卫护着王妃，去把那两个臭小子给我带来。小主子们呀，这可不是我的错啊，我可是为你们说了好话呀。你这张脸就不怕吃火锅把妆都弄花了？我才不怕呢，我可是用了最厉害的脂粉，根本不会花的。哼，既然如此，现在有个机会能够入宫，你还有信心吗？入宫？去杀了那个狗贼吗？没错，你这次进去啊，就是设计除掉狗贼，然后让你的心上人做皇上。心上人？你是说太？没错。那主子，你可是愿意辅佐他？若是有主子的辅佐，别说是太子，哪怕是乞丐，都能坐上那个宝座。当然，但是你可要好好劝说他，不要再盯着我。你家主子我可是有男人有儿子的女人。是，这个包在我身上，这点小事而已啊。过几日正是花灯会，五皇子会在京都放花灯。沈云珠悄声说着自己的两步计划。好一个一箭双雕，主子英明。你说错了，是一箭三雕。云贵妃不就是仗着两个儿子吗？先给你灭了两个禽兽不如的畜生，丧尽天良，无恶不作，之后再把你的娘家也灭掉。当然了，杨银在府上根本不用我出手，那样高傲的不可一世之人，安国公更是看不起他，自然无需我动手。回去吧，我在四处走走，你要小心啊。五皇子，咱们现在就要动手吗？一起跟着就好。萧泽奇今日一身平民打扮，离开了酒楼，一路尾随沈云珠。哎呀，猪猪来了呀！里面请，里面请啊！京都还有白日开门的花楼，而且沈云珠为什么来这里啊？难道说他也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萧泽奇跟着沈云珠一路进到了花楼里。京都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梦幻花楼啊？这简直就是人间仙境啊！沈云珠去了哪里？他也只是简单的找了一下下，因为他被一个美丽的仙女给迷住了。完了！萧泽奇觉得自己的魂儿都被勾走了，顾不得其他，一路跑过去，将人搂在了怀里。仙姑，你从哪里来？仙姑自然是从天上来的。公子，想去天上看看吗？仙姑可否陪伴左右？足足1个时辰之多，萧泽奇仿佛都在梦里面。被青羽折腾的，这条命都可以给他。王妃，这一期的画本子按照您的吩咐重新画过了，现在可以发售吗？立即发售，而且售价要高1倍，一次性印制5万册。5万册？翻1倍价钱的话，那就是1本10两银子啊，这还卖得出去吗？秦鸾有些怀疑，不过主子吩咐，那就是有道理的。他赶紧去听话照做了。九王妃，真是巧了，你也喜欢看花灯。五皇子不喜欢。九皇婶，我堂堂皇子，岂能喜欢女儿家的东西啊？不过这里的花灯都是我放置的，若是九皇婶看中了哪一个，随时与我讲。村姑就是村姑，不过就是几盏不值钱的花灯，
竟然就能打发了你。村姑怎么着你了？这么瞧不起村姑啊？看我让你做个村姑试试。我家王爷会给我做花灯，多谢五皇子的美意。既然五皇子不喜欢花灯，那喜欢什么呢？女人？我看你身边也没有女子，难道也不喜欢？难道是喜欢皇位？九皇婶慎言，这个女人竟然敢试探我，一定是萧策让她来打探消息的。萧策那个病秧子，明明已经命不久矣，竟然还这么有心计。不行，我才不能让他得逞呢。皇位我要定了，但是名声我也要。父皇身体健康，定然能够在统领圣齐国千秋万代，而且还有太子哥哥，我只要做我的皇子即可。瞧瞧这家伙信誓旦旦的样子，好像他说的都是真的一样。鱼儿，你喜欢这花灯？这位好看的少爷，您是哪位？你不认识我了吗？刚才我们见过面的呀。刚才我们玩得多好啊，你都忘了。鱼儿脑袋不大好用，总是记不住人，抱歉啊。还有这种病呢，你跟着我，我会给你治病的。青羽的演技越来越好了，玩转皇上和几个皇子，可以说不成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就等着进宫了。还有太子萧泽州，那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呢？沈云珠一路回到了府上。九皇婶，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你准备的，你看看喜欢吗？真是说什么来什么。萧泽州回来了，而且连宫里都没有回去，最先来到了九王府。哥哥，这些礼物有没有我们的呀？萧泽玉跑过来，后面跟着萧乐天，瞪着大大的眼睛认真观察着萧泽州。太子见到两个一模一样的小孩子，整个人都惊呆了。九皇婶，这是……都是我生的，只不过中间有些曲折。你想知道就去问九皇叔。毕竟故事有点长，三言两语都说不清楚。不过他现在病入膏肓，你回来的正好，进去看看吧。萧泽玉歪着小脑袋，不明白娘亲为什么这样伤心呢？明明爹爹什么事儿都没有呀，刚才还抱着我们兄弟两个举高高呢。萧乐天倒是猜到了几分，爹爹就是故意装病的。沈云珠带着萧泽州去见萧策，路上萧泽州情绪复杂。怪就怪该死的缘分吧，竟然不是我与九皇婶先遇见。不对，应该是当初被陷害的人，如果是我，那么现在与沈云珠有了两个孩子的人，不就是我了？九哥哥，你真的不行了吗？你可不要吓我呀！九哥哥，我才嫁过来，你这就要走了吗？你走了之后，满月怎么办呢？九哥哥，满月想给你生个儿子，我们尽快一点，好不好呀？妈的，我男人还没死呢，你哭啥子？人都病入膏肓了，你个贱人，见人还想榨干他呢，不要脸！滚！本王不想看见你。本王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不需要你生出来的儿子。本王这辈子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沈云珠。萧策的怒骂声响起，沈云珠原本想进去狠狠惩罚了吴满月，但是听到了萧策的话，心情好了不少。果然是我看上的男人，有潜力呀！够了，吴满月，你在干什么？沈云珠走进去，一脚将吴满月踹倒在地。沈云珠，你才放肆！我和九哥哥告别，关你什么事？反正萧策都是要死了，我拼了老命也要和他睡一觉，到时候说不定就能生出个一儿半女，母凭子贵呀，好歹也是王爷的种呢。人活着的时候口口声声说喜欢男人，人都要死了，竟然还想要个精字，不要脸！王爷还没死，你自然不是来送行，那就是等着我家王爷休妻了。
想要休妻，这么容易就让你离开，那可太便宜你了。我不要离开九哥哥，我不要。如今萧策这个时候，我若是被休妻了，之后嫁给谁啊？那就滚蛋，别在这里哭唧唧，烦躁。太子殿下已经这么帅气了吗？早知道萧策是个短命鬼，我何苦非要做个妾呀？给太子殿下暖床不好吗？这个朝代盛产这种畜生吗？竟然见一个想要上一个。哎，这女人倒是可以送给八皇子啊，他们两个可是绝配。还不滚！你给我等着，哪一日我成了你的太子妃，有你好看的。你可做梦吧，这辈子你都别想。九皇叔，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你眼睛瞎了呀？看见我还这个样子？竟然和我在这搞猫腻，你想怎么样？也希望我早点死吗？九皇叔，我错了。知道错了就好好表现。表现？什么表现？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想着出去游山玩水？等你再回来，偌大的江山早已经成了安家天下了。你和皇后想要去在外吗？九皇叔，你不是向来不喜欢江山社稷，从不管这些吗？我是不喜欢管，但是你能不管吗？现在你皇父也就被云贵妃给迷得神魂颠倒了。若是你再这么下去，五皇子和八皇子也就能够坐上皇位。到时候你以为你能活着出去游山玩水吗？事情都要火烧眉毛了，你竟然还在想着怎么出去玩呢？老五和老八，他们不是一直对皇位没有兴趣吗？五皇子已经联络了北凉的大王，甚至派人绑了北凉公主。若不是出了意外，现在公主都会成为他的侧妃。你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畜生！萧泽基今日干得出这种事，我要去告诉父皇。他这脑瓜子里到底都是些什么呀？一点权谋都没有？不会吧，萧策不会辅佐这样一个君主吧？你去告诉你父皇，最好把你九皇婶的事情也说出来，还有我没有中毒，就是在演戏的事情也说出来。九皇叔，我错了。既然知道错了，那就好好谋划，不要让你外祖一家帮忙打下的江山落入贼人之手。萧策训斥了2句也烦了，摆摆手，让他赶紧走吧。我送你。过几日皇上会在宫中设宴，一切自有安排。你只需要让皇上看到五皇子和八皇子的野心即可，明白吗？萧泽州看着沈云珠，刚刚还爱慕的心境，此时突然变成了敬佩。九皇婶，从前是我错了，日后我定会努力，不辜负你和九皇叔的期望。话落，萧泽州转身走了。我说了什么？竟然让一个人对我态度大变？爱妃，今日去了哪里？身上竟然还有脂粉味儿。难道我的小妻子男女通吃？你什么意思啊？怀疑我去吃花酒吗？就在此时，门外响起脚步声。九哥哥，我要见你，我有话要和你说。吴满月又来了，这还没完没了了呢。九王爷，臣妇特此来探望您。吴满月的老娘也来了。珠珠，等一下。萧策重新装成病娇的美男子，进来吧。小贱人，这次我可抓住了你的大把柄。正好九哥哥生病，你一定会被赶出九王府，甚至被砍头。区区一个村姑，嫁了九王爷还不满足，竟然跑出去红杏出墙。这次老天爷都在帮我们母女，只要我女儿顺利上位，成为九王妃，等到老爷子回来，看看谁还能瞧不起我们吴家。这母女俩是抓到了我的把柄啊，那就让我看看我的把柄是什么。你们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九哥哥，我也不想的，但是沈云珠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竟然在你大病之际红杏出墙。九哥哥，你平日里对他那么好，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呀。但是你才生病，明明还有口气呢，他已经按耐不住寂寞，去找男人了。九王爷，这件事我已经派人查证过了，不是我家满月陷害九王妃，真的是确有此事。你贵为九王爷，却被一个村姑给戴绿帽，传出去，别人该如何说你呀？这次可不是我们诬陷沈云柱，实实在在的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这种村姑根本不足为取，只要送几个男人，一切不就成了？还以为我的哪个马甲掉了，被你们捡到了呢。没想到你们俩的底牌就是这，就这也想让我下台给你们让位？哎呀，果然是在做梦啊，还是啥都有的那种。你们说的可有证据？萧策虚弱的声音如同蚊子叫。我有证据的，那天我亲眼看见的。沈云中明目张胆地邀请御史府的少爷坐上了他的马车，两个人在马车里有说有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呢。后来还觉得不尽兴，还跑去了御史府上，一直过了1个时辰才出来。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伤风败俗！沈云柱，我们吴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你果然和你死去的娘一样犯贱。九王爷，这件事我们吴家全力支持您的决定。死去的娘？但是你们演戏归了演戏，竟然敢侮辱我娘，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已经去世的人被你们这样骂，怕是会死不瞑目呢。啪啪啪，沈云舟扬起手，快步来到孙清韵面前，3个响亮的耳光赏赐给他。大胆刁民，竟然敢侮辱九王妃的亲娘，赏你3个耳光，说话注意分寸，不然本王妃不介意拔了你的舌头。这个沈云珠实在是太放肆了。九哥哥，你看看啊，我可以找来证人的，但是九王妃根本就不给机会，当着你的面竟然敢打吴将军府的大夫人呢。九王爷，你看看呐，这个女人已经当你是死了无法无天了，还请九王爷给臣妇做主啊。有什么证人，赶紧叫来。妾身这就让人去找御史府上的人，一问便知。什么人想要找我？不等他派人去找呢，人家自己就送上门来了。看来御史府的少爷的确是和沈云柱搞在一起了，没有人去请他，他自己就来。九王妃，我们来探望九王爷。满月，你要找谁？傅云，你还有脸说？我就是要找你。那一日亲眼看见了你上了沈云珠的马车，并且做了苟且之事。好一对狗男女，竟然给皇家戴绿帽，你们可真是胆大包天。九哥哥，这种女人不守妇道，给皇族戴绿帽子，就该进猪笼诛九族。还有那个傅云，明知道沈云珠是九王妃，还敢与之苟且，也该一同处死。傅云能够如此放肆，也是因为御史大人的放纵，整个御史府也该被诛九族。吴满月，你是疯了不成？竟然敢污蔑九王妃！傅云，你就别装了，明明你们都苟且在一处了，还不承认呢。九哥哥，我说的都是实话，你可要相信我。不然的话，傅云为何如此紧张？狗男女，当初你看不上我，如今我要你全家的命。九王爷明鉴，当日九王妃闻言我父亲重病，您看在我父亲为了江山社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地自荐给我父亲治病。傅云，我还真是第一次知道你还这么会编笑话呢。治病？你父亲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连宫里的御医都没有办法治好，你竟然说沈云珠区区一个村姑会治病，你不会是脑子抽了吧？沈云珠居然还会治病了，那大马路上的骡子都能下载。该怎么惩罚这个贱人好呢？他不是喜欢笑吗？那就一直笑下去吧。胡满月，你脑子才有坑呢！我们全家都能证明，我父亲的病就是九王妃治好的。你少满嘴喷粪！我父亲的病才不是病入膏肓呢，我父亲再有一段日子就能够恢复正常，
你少污蔑我！我和王妃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你哪只眼睛看见了？你没看见你就污蔑人！当初我就看不上你这不要脸的样子，现在你还是这么不要脸。九王爷，吴满月这等下贱之人，竟然敢公然污蔑九王妃，他才罪该万死！王爷，这件事或许是个误会。误会？你说的是什么误会？想要让我放你们母女离开，然后继续给我制造这种事儿？你想的怎么那么美呢？九王妃，我们都误会你了。你和傅公子或许并没有什么事情。或许，这个词用得好。这种脑袋瓜子能够嫁入吴家，的确是你的能耐。娘，你说什么呢？我才没有误会那个村姑，她给九哥哥戴绿帽子，就是侮辱整个皇族，就该诛九族。这种贱人必须诛九族，才能永绝后患。猪猪，你来说，事情是怎么回事？还是吴满月说吧，你都看到了什么，又想做什么？糟了，沈云珠有个妖孽的本事，能够让人说实话。女儿心中的小算计，若是让人知道了，那就完了。说。沈云珠和傅云什么都没有做，我派人去御史府上查过了，但是我就是想要陷害他，谁让他抢走了我的九哥哥？九王妃的位子本来就该是我的，他就是一个村姑，凭什么和我抢？我一定要让他被诛九族，整个沈家人都该死。还有那4个表哥，明明之前很疼爱我，但是这次我大婚，他们竟然什么东西都没有给我，反而都给了这个村姑。她一个村姑，有吃有喝就不错了，哪里配得上这么多宝贝？还有傅云，他之前看不上我，现在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还有萧泽玉和萧乐天那2个小兔崽子，他们就是村姑生出来的畜生，也该去死。这个女人如此恶毒，看不起沈云珠，还想要人家的家产。沈云珠的哥哥们给沈云珠宝贝，那是天经地义。他想要人家哥哥的东西，还想要弄死人家哥哥的妹妹，他真是丧心病狂。陷害九王妃，等同于陷害整个皇族。本王先休了你。九哥哥，不要啊！我没有错，我什么都没有做呀！九哥哥，你不要休了我呀！我是真的喜欢你的，我还想给你生孩子呀！放肆！意图谋害小王爷，该死！萧策全程手都没有停顿，刷刷刷把一份休书写好了。本王不要这种心思歹毒之人做妾，他不配。吴满月意图谋害九王妃，亲手给本王用毒，还意图陷害小王爷，本该是死罪难逃。本王念在吴老将军有功于圣齐国，特此免了他的死罪，但活罪难饶。来人，将吴满月拖出去，杖责100大板，挂在南城门口，以儆效尤。最终母女2个全都被赶出了九王府。猪猪，你用那么大力气做什么？萧策伸手，怎么，你心疼啦？当然心疼了，我家夫人为了那种下贱之人伤了自己的手，那就是伤了为夫的心呐。这男人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花言巧语了？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啊？乖乖养你的病。王妃，我去哪里睡啊？书房。我才不要去冰冷的书房睡呢，本王就要和王妃一起睡。在萧策耍无赖的情况下，最终还是得偿所愿。夫妻俩不知道，他们的2个儿子可睡不着了。大哥，吴满月被赶出去了，我们还没有行动呢。那个女人竟然想要陷害咱们娘亲，必须好好处罚她。大哥，你想到办法了？别急，很快就有机会了。这2个饭桶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谁胆大包天的弄出这种话本子？还有谁竟然敢陷害了吴满月？
贵妃娘娘，这儿好歹是你妹妹，你可要救救她呀！现在她脸上的东西根本就洗不掉啊。吴满月那边咱们是指望不上了，可不用管。但是这个画本子一定要彻查呀！我看就是有人故意弄出来的，想要嘲讽芷儿啊！我听说凌云阁的人能够找到天涯神医，我让人去安排，相信天涯神医一定有办法治疗的。那个小贱人，一定是他的好算计。贵妃娘娘，你真的有办法？我说能，那就一定能。你回去吧，让云芷最近别出门，省得丢人。国公夫人也不敢再说别的，赶紧离开了皇宫。你找凌云阁，把那个天涯神医找来，给你小姨看病。母妃，天涯神医可不好找，你得多给我点银子。你个混账东西，给你2万黄金，足够了吧？沈云珠在院子里翻看画本子。王妃，有人出价8000两黄金，请天涯神医给云芷和杨银治脸。8000两黄金，这个价格明显是被人动了手脚。1万两，少一个铜板，天涯神医都很忙，没空。五皇子去花楼，并没有找到青羽，他心中烦闷不已。主子，天涯神医那边要价1万两黄金，少一个铜板都不成。什么东西，也敢和本皇子讨价还价，找死！去回话，成了，顺便跟踪一下，看看那个神医是什么人。沈云珠没多会儿知道了消息，扒光了，送回到五皇子府上，让他知道知道跟踪天涯神医的下场。是，王妃。好一个天涯神医，竟然敢如此捉弄本皇子！你等着！你来这里做什么？放马官不好好放马，来大将军府做什么？本王妃想去哪儿，还用得着给你报备吗？妹妹，沈老爷过来威胁我说，过几日外祖父回来了，一定会惩罚我，还说外祖父一家也是命不久矣之人，咱们都得跟着一起死。那就请沈老爷自求多福吧，我们的事情自己能解决。沈云珠，你个不孝女，若不是有老夫，你现在还是个村姑呢，你有什么可豪横的？沈香成，你也配做爹？当年我为什么会被拐了，你心知肚明。你和秦燕做过什么勾当？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没有你这个老东西，我娘不会死。如今你的一切遭遇都是你的报应，而且还没完，你且慢慢等着吧。沈云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说他都已经知道了？不可能，当年知道那件事情的人全都死了。你且等着。沈香成明显心虚了，结结巴巴的转身就走。妹妹，当年的事情，你已经查到了真相。大哥，我已经查到了一部分，很快会水落石出的。现在是外公这边的事情更加棘手。外公？妹妹何出此言？外公手握兵权这么多年，是时候退下来了。大哥，你们和外公能联络到，你们解决吧。沈云珠没有多说，转身走了。他还要去安国公府，毕竟金子还是好东西，而且也要去看看自己儿子们的杰作。沈云珠，你来做什么？我不需要你来看我，我们国公府不欢迎你，你滚出去！九王妃，今日我们请到了天涯神医，必定是药到病除。若是你想看热闹，那您是走错了地方。明明是你的儿子过来祸害我们夫妻俩，现在还来阻碍我们治病。你个村姑，果然没安好心。我就是天涯神医啊，可我还没出手呢，他们谁来看病啊？安国公，这就是你家女婿对待九王妃该有的态度？为了九王爷的病，皇上最近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若是让皇上知道你们安国公府如此有规矩，一定会对云贵妃更好。九王妃宽宏大量，我家女婿啊就是个村夫，不懂规矩，还请九王妃见谅啊。我这么大度的人，
亲自过来给你们家人看病，竟然骂我不要脸。看来我回去得好好教训小天和小玉，下次出来教训大坏蛋可不要露出马脚。本王妃最是宽宏大量之人，看过了话本子，听人说你家女儿和姑爷病了，本王妃真是替他们着急，所以我亲自找了名医过来，想要给他们瞧瞧。如今你们找到了天涯神医过来，那不如让本王妃开开眼界吧。这位正是天涯神医。见过九王妃。听闻九王妃就是个村姑，没什么见识，倒是长得可以。师傅说的没错，果然还是京城的傻子多，而且还是人傻钱多的那种。干完这一票，我就可以赚1万两黄金，到时候赏几个铜板，把这个小村姑带回家去，好好享用。普天之下，除了我那个男人，我还不知道竟然有人如此胆大包天，几个铜板就想带走我？你就是天涯神医？回答本王妃的几个问题。你可有徒弟？回王妃的话，我只有一个徒弟。那么你可曾娶妻生子？回王妃的话，世人都知道天涯神医喜好南风，不会娶妻生子。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治病吧。本王妃也想开开眼界。听闻九王妃亲手治好了御史大人的顽疾，不知今日见到了天涯神医，作何感想？安芷啊，你这副尊容，还来问本王妃有什么感想？我还真的不敢想哦。一个猪头，一个乌龟，亏得我2个儿子想得出来，还真的是绝配啊！九王妃怎可如此无礼？本王妃怎么就不敢无礼？你不是嘲讽我是村姑吗？村姑不懂得规矩啊！天涯神医，还请你现在就给我医治，也给九王妃开开眼界。一会儿我的脸治好了，看那个村姑还有什么可得意的？没错，本王妃倒是想见识见识天涯神医的药膏呢。这可是师傅从凌云阁的人手里花费重金买来的，想不到这村姑还懂点医术，那就让她开开眼界，也能更加崇拜我呢。偷偷把我的东西拿出去卖，还有人胆大包天出来冒充我天涯神医的身份，招摇撞骗，可恨！王大明给云芷涂抹好药膏，又给一边的杨颖也涂药膏。时间慢慢过去，沈云珠盯着2人脸上的变化。过了1刻钟时间，云芷原本一张猪头脸真的恢复了原本的样貌。又过了一会儿，杨银的脸也恢复正常。天涯神医果然是神医呀，这就治好了我女儿的脸。来人，赏白银1000两。九王妃，小人的医术如何啊？比你们的赤脚郎中要强大几万倍吧？你的本事就这？刚刚恢复容貌的云芷，此刻一张脸像是被开水烫了一样。芷儿，你这是怎么了呀？娘，我的脸好疼啊，像是被火烧，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哎呦，我的脸是不是被毁容了呀？疼死我了！你个大骗子，你竟然敢骗我们啊！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他们医治啊！我混账东西，你是耳朵聋了吗？我让你赶紧医治！安国公，你找的这个人啊，根本就是个骗子。你让他医治，他哪里会呢？你胡说八道什么？他可是天涯神医，怎么会是骗子？这是五皇子派人找来的神医，领了1万两黄金呢，不可能是骗子。这村姑该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但是我什么都没做呀，他们什么时候发现的？你自己说吧，你想做什么？药膏又是哪里来的？都交代出来，或许安国公会饶你一命呢。九王妃说的没错，我就是个骗子，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天涯神医，我就是过来骗点银子的呀。反正你们谁也不认识天涯神医，也都没见过那个老东西，那为什么不让我试一试啊？
有人出价1万两黄金，这么多钱换作是谁都会心动的呀，这怪不得我。但是这个药膏是真的，天涯神医亲手制作的，不是假的。其实就是你家女儿自己用不了这东西，这也不怪我，都怪你们自己，做了那么多坏事，活该遭到报应。完了，这次死定了呀！沈云珠，我们夫妻现在这个样子，你看够了笑话没有？看够了，赶紧走！我还没看够呢，金子都还没拿到手，怎么走啊？若不是看在金子的份上，我会亲自过来。开什么玩笑啊！沈云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九王妃，天涯神医是五皇子花费重金请来的人，您这是一个村姑，该不会是见钱眼开过来抢金子的吧？就是因为五皇子亲自出手，才有天涯神医亲自过来，不然你们以为本王妃很闲得慌，来你们家看热闹吗？什么？这位就是天涯神医？云珠，你怕不是也弄来个骗子？你……砰的一声，沈云珠一脚踹出去。放肆！三番两次直呼本王妃的名讳，安国公想要让他带着整个国公府跟着一起被诛九族吗？九王妃恕罪啊，都是老夫没有教导好这货规矩，还请九王妃给个机会啊！该死的村夫，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这个村姑做什么？你有本事自己死，可别拉上我们。刚才杨银叫我的名字的时候，你可没有那么生气啊，还不是你纵容的结果？既然安国公求情，那本王妃就给你一次机会。若是有下一次，安国公府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本王妃带来的人如假包换，正是天涯神医。至于真假，老夫就用那个村夫做实验好了，不过是小小的花两而已，在老夫这里还不算个事儿。大海长老过去，一把将杨银扯过来，3根银针刺入杨银的脸上。杨银，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好了。大海长老挥手间，3根银针拔出来，落入手中。我赐你上好的容貌，祝你成为那美男子，祝你登上高楼，然后楼塌了，让你也尝尝万劫不复的滋味。这位真的是天涯神医啊！神医，快给我医治吧，我要疼死了！神医，我看安芷小姐的脸毕竟严重，你可要好好医治。刚才不是嘲讽杨银吓尿了吗？这次到你了。九王妃放心，老夫看在您的面子上，必定是用尽全力。大海长老明白阁主的意思，他话落，嗖嗖嗖，一道道银针破空之声响起。不能动，用不上1刻钟就好。然而，什么味道这么臭啊？安芷，你这是吓得大便失禁了吗？安国公果然是好眼光，你这女儿和女婿果真是天生一对呀。云芷也好了。安国公，金子送上吧。安国公一张老脸都没处放了，赶紧让人拿了金子外加5000两银子出来。大海长老接过了东西。那个小贼冒充老夫四处行骗，安国公可否将人交给我？是，神医随意处置。来人，把那个小贼带走。沈云珠挥手间，立即有暗卫出现，把人带走了。九王妃饶命啊！神医饶命啊！只要饶了小人一命，小人什么都交代。这个九王妃不简单，她会某种神奇的法术啊！那就还是说实话吧，总比被逼出来说的好。那你说吧。九王妃，其实小的是北凉国之人，小的师父正是北凉国墨家后人，但是墨家如今已经衰败的不成样子了，我等只能靠着坑蒙拐骗过日子呀。
前些日子公主失踪，皇上让墨家派人寻找，结果还没有找到。我寻思墨家要被诛九族了，于是我就和师傅等人偷偷跑来圣齐国，之前也冒充天涯神医的名号行骗过，只是没想到这次竟然会遇到真正的天涯神医，还请九王妃饶命啊！小的再也不行骗了。只是北凉国墨家，原主的记忆里并没有这个人家。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本王妃自会查证，你就在这里待着吧，等到查明真相再说。凌云阁出了内鬼，带人悄悄去查，这件事先不要走漏风声。阁主放心，属下一定找到内鬼，带到您的面前。九王爷，刚才暗卫出现在国公府，王妃带着一个男人，据说是天涯神医，去给安国公府上的安芷和杨莹夫妻治脸了，据说得到了1万两金子。下去吧。王妃这次闯祸了，要不要去通知一下小王爷们啊？这个女人，本王还没死呢，需要她出去赚钱，这是在打本王的脸吗？还带着个男人，天涯神医，你自己就是天涯神医，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马甲吗？还真的有人不知道，比如宫里的云贵妃等人。你说什么？那个村姑竟然认识天涯神医？那怎么可能呢？贵妃娘娘，那个神医其实是个贪财之人，听闻五皇子出价1万两黄金，这才来府上治病的。贪财之人，这个好。贵妃娘娘，这件事要不要告诉皇上呢？竟然村姑认识天涯神医，你们九王爷的病……错，若是沈云珠和天涯神医关系极佳，那么很有可能已经治好了萧策的病，也就是说，萧策是在装病。好一个村姑，竟然敢糊弄皇上！你先回去吧，这件事接下来交给我。云贵妃不想让娘家参与其中，这个后盾可要保护好了。好家伙，怪不得过去几日萧策都还没有死，想必已经被那个天涯神医给医治好了。来人，朕要去九王府探望朕的好弟弟。皇上转身就走，若是被我发现了端倪，连同那个村姑一并处死。萧策必死。皇上的身体撑不过1年，只有萧策死了，皇位才会成为我儿子的。到时候我就是最有权力的太后，整个圣齐国都是我的。爱妃这是在练习走路吗？怎么感觉气氛不大对呀？王爷觉得怎么样？我走得好看吗？爱妃就没有什么要和本王说的吗？说什么？你在家养病，我出去赚钱，这有什么好说的？爱妃可知道王府有多少银两？银两多少？沈云珠，你当本王死了不成？偌大的王府，难道缺少那1万两黄金？需要你亲自出面去给人医治？那是天涯神医医治的，又不是我。他说给我些介绍费，那我还能不收吗？王府再有钱，那也不是我的呀。金库的钥匙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沈云珠委屈巴巴的声音听得萧策心痒痒，他再也没有了耐心，长臂伸出，一把将小娇妻拉入怀中。珠珠，你不就是天涯神医吗？咱们夫妻一体，你为何还要瞒着我？你都知道了？沈云珠惊慌失措的表情，虽然只是一瞬间，但还是被萧策捕捉到了。原来自己还有太过确凿的证据，但是现在看着小娇妻的表情，他知道自己猜对了。珠珠，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给你生个女儿。萧策说到后面，嗓音已经哑得不像话，整个人欺身而下，立即压住了小娇妻。沈云珠被突如其来的亲吻揉到了，一时间也没有推开他。眼看着两个人就要进入造人的运动中了，不合时宜的声音响了起来：
皇上驾到！皇上！沈云珠一下子清醒过来，推开了男人。萧策脸色难看之极，非常不情愿，好不容易才勾到了小娇妻。皇兄过来干什么？还不是看我死没死？爱妃，等到本王100年之后，你带着孩子们回到田间去吧。我家夫君这就戏精上线了。小九，你现在如何呀？皇兄，真帝或许命不久矣。萧策勉强说出这几个字，又是一顿干咳。在皇上看不到的瞬间，沈云珠拿出了空间里的血囊，触碰间，血囊碎裂，染红了萧策的衣襟。这都咳血了，难道说国公府的消息有误？小九，都是朕的错呀，朕没有照顾好你啊。萧策惯会演戏，现在咳血，朕可不信你的话。国公府的消息再假，那沈云珠认识天涯神医总是真的。皇兄，这不是你的错，都是那个刺客的错。这就是皇权，从前我根本看不上的东西，施舍给你个皇位，如今你竟然期盼着我早点死，我能辅佐你上位，自然也可以把你从皇位上拉下来。这个道理你真是懂了。小九，宫里的御医治不好你，那天涯神医呢？朕听闻小九媳妇儿带着天涯神医去了国公府啊，一群没用的饭桶，行刺的经验都没有吗？为何不能给萧策来个痛快？还有那些御医一直送回宫里的消息，都是萧策命不久矣。他们在九王府竟然都不知道沈云珠一个村姑能够结识天涯神医。你他妈还是个洗脚妹生出来的皇子呢，你竟然有脸看不起村姑？我就是天涯神医，治好我男人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反反复复都是我男人为什么不死？皇上，您有所不知啊，那个天涯神医脾气古怪，无论我用了什么办法，他都不肯给皇族中人医治啊，还说王爷这个样子1年时间都是奢望啊。珠珠，你戏过了呀，你明明是个好姑娘，怎么就成了脾气古怪的人呢？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呀，比真经还真呢。去你大爷，你这样子还天子，你当老天爷是瞎子呢？他真的说不会给皇族中人治病？没错没错，那个奇怪的家伙说什么皇族中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就算是死了也不会给皇族中人治病，尤其是皇上那个老东西，还有云贵妃。放肆！朕的皇帝都这样了，他竟然见死不救，算个什么神医啊！皇上饶命啊，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小九媳妇儿，你别怕，朕不是在怪你，你放心，朕会派更好的御医过来。朕的皇帝，朕是太子，没有朕的允许，阎王都不敢带走他。最多还有1年时间呢，那好办，把吴家老东西召回来，兵权上交，之后把萧策送出去，不出半年必死无疑。至于这个村姑和他们的2个孽种，全都一起上黄泉。老东西想要陷害我们夫妻，成年人的世界我可以接受，你他妈敢动我儿子们，本战神的逆鳞是你能触碰的，找死！萧策一直看着自己的小娇妻，发现他的脸色不对，一直到皇上离开。萧策，你的皇兄要杀你，你忍着；他还想杀了你的儿子们，你也忍着。杀了我的儿子吗？
他活腻歪了。猪猪，你有什么办法？办法嘛，明日宫宴就知道了。沈云珠想到了青羽、五皇子、八皇子。沈云珠那个村姑啊，可不是个傻子，而且还有一种妖术，她必定是在瞒着皇上。萧策很有可能已经好了。娘娘，明日正是花灯宴，是否要试探一下九王爷？没错，世人都知道九王爷命不久矣，若是他敢来，让大家看一下，那是最好；若是他不敢来，必定是欺君。当然了，只要他敢来，本宫必定要让他死在宫宴上，不管什么人都不能抢走我儿的皇位。萧策不死，他的2个崽子也必须死。让人死，这样的想法沈云珠也有。老皇上敢算计我儿子，那就别怪我算计你儿子了。翌日，你们可要记得，今日宫宴的确是很好玩，但是也很危险，一定不要离开我太远，就算是跑丢了也知道发送暗号。娘亲放心，我会保护弟弟。我也会保护大哥的。娘亲你放心，在宫里我比大哥还熟悉，不会丢的。没错，若是有人敢欺负你和爹爹，我们就去给他们画脸。我是让你们注意危险，你俩这是当场去游乐场吗？不怕，爹爹会护着你们周全。爹爹真好，爹爹厉害啊！马车上，今天就看王爷的演技了。爱妃，本王美吗？美。那你喜欢吗？喜欢。那本王给你生个女儿啊！萧策得寸进尺，一把将人抱在怀里。沈云珠惊呼一声，就要挣扎出声，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孩子在呢。孩子们不在身边就可以了。啊？你正经点儿。两小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不懂。九皇叔，您真的活不成了吗？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三公主萧应莲。嗜血残暴的九王爷，当初为了区区一个小贱人，竟然敢把我痛打一顿。如今如何呀？你就要死了。大喜的日子，三公主说了什么胡话？我家王爷必定会长命百岁呢。表现你对九王爷的关心，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这么想的吗？虚伪的东西。小莲莫哭，你出嫁之前，九皇叔必定不会死的。三个人的表现落在所有人的眼里，大家心照不宣，全都认定了萧策真的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了。没错，九皇叔必定会长命百岁。云贵妃已经布置了天罗地网，你想要长命百岁，做梦去吧。话落，擦了擦脸上根本没有的泪水，一步步回到自己的席位上。云贵妃早就准备了一切，王爷，咱们今日可要好好演一场呢。楚楚想做什么，大胆去做，我给你的靠山，谁都推不倒。对付小小一个云贵妃，还用不到萧策出手，只是有人撑腰的感觉，真的好啊。好。沈云珠微微笑着，一步步往前走，继而才落座。该死的贱人，一会儿本宫就让你们全家都死在这里。想让我们都死啊？那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老九要不行了呀，这场歌舞说不定就是他最后一次看了。你个老黄瓜，你才最后一次看呢。歌舞进行到一半，中间换了一个舞女。此舞女妆容精致，艳而不俗，舞蹈功底一流。像，实在是像呀。那个舞女叫什么名字？奴婢小鱼儿参见陛下。
真的是朕的小鱼儿，母后，朕的小鱼儿回来了。怎么会这样呢？当年的那个女人早就死了呀，为什么还会有一个这么像的女人出现？不可能，这一切都不可能。五皇子萧泽奇慌乱中，手上的杯子也都掉在了地上。小鱼儿，父皇，这位……胡闹！你去做什么？那也是你能够抢夺的人吗？你懂什么？你有真正爱过的人吗？她是我的女人。五皇子的声音有点大，身边好几个皇子大臣都听到了。来人，五皇子不胜酒力，带下去醒酒。八皇子担心他把事情闹大，一个手刀子把人给打晕了，这才让人带走了。沈云珠看了一眼那边的情况，不由得勾了勾唇。带下去就没事了吗？异想天开。母妃放心，今日就算是萧策不死，村姑不死，那2个小兔崽子必须死。我已经请来了传闻中的仙鹤大师，大师可以弹奏飞云曲，此首曲子具有疗伤治病之功效。听闻九王妃的琴艺高超，可否献奏一曲？安平郡主突然开口了。果然是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啊，上辈子都没有出现的人物，如今都来了。真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飞云曲吗？那玩意儿能够扰乱人的心智，若是病入膏肓之人，都可以当场吐血身亡。一般没什么抵抗力的娃娃也会因此头痛欲裂，唯有自己刺自己一刀，方可摆脱了痛苦。一个两个的都来送人头，想不收下都不行啊。既然是要弹奏曲子，莫不如寻个彩头吧。老八侄儿，有什么好想法？看他眼神，今日必定要算计我这个皇叔了。很好，不愧是皇上的儿子，死在我的手上，不枉此生。回九皇叔，如安平郡主所说，九皇婶琴技高超，不如与仙鹤大师一同演奏。弹奏的好呢，自然是由皇上父皇给予更多的赏赐。王妃，你觉得如何？老八侄儿的提议也非常好，本王妃接下了。区区一个村姑也敢叫我是侄儿，你也配？九王妃果然爽快，不就是村姑，几句好话，一点点赏赐，就让她上当了。安平，叫什么九王妃？叫舅母。村姑根本就配不上我叫她舅母。但是没办法，她害怕萧策。舅母，这个外甥女不乖哦，喜欢杨淫，你看男人的眼光不行。不过作为长辈，我怎么也要帮你一把的。很快，有个看上去仙风道骨的老头子坐在了大殿中央。云贵妃特地请老夫出山，就是为了对付这个村姑。老头儿，你与本王妃比试琴技，若是本王妃赢了，你可有表示？九王妃说笑了，老夫从未有过败绩，没教养的东西，竟然称呼老夫为老头。那可不一定，本王妃也从未败绩呢。沈云珠调试了几下琴弦，发出的声音刺耳难听。那么九王妃想要什么表示啊？本王妃也不缺什么，那就请你当众跪下，学狗叫3声，再废了那一双爪子即可，如何？什么？沈云珠，你莫要欺人太甚！哼，本王妃饶你一命，你既然不领情，那算了。你个贱人，当年就是你害死了我娘，我娘是公主，你个妓女算什么东西啊！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你的好儿子五皇子设计了今天的局，就是想要让那个狗屁的仙鹤大师杀了萧策一家。五皇子还胆大包天的很呢，他竟然看中了皇帝舅舅的美人，他是在寻死啊，寻死！救命啊！皇上救命啊！原来我最喜欢的姐姐竟然是被云贵妃给害死的呀！这么多年，
我还以为是萧策没有照顾好呢，这是错怪了人呐。来人，快点把人拉开！如今姐姐已经死了，但是如今安国公还有大用处，云贵妃还不能死。果然当了皇上的人足够自私自利啊。不过你想要保住云贵妃，我可不答应哎。小鱼儿，快跟我走！这个时候，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五皇子，他冲到了青羽跟前。皇上，奴婢不要走，皇上救我呀！不要叫，跟我走，不要嫁给这个糟老头子，他已经命不久矣了，你跟着他会死掉的。放肆！于是皇上大怒之下，只见一道剑光闪过，地上滚落一颗人头。妈的，老皇帝终于干死了他最得意的儿子呀！好，首战胜利！我的皇儿，皇儿啊！皇上，你居然杀了皇儿！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五皇子意图谋反，朕亲手诛之，即可拖出去，丢入乱葬岗喂狼。娘亲，五哥哥真的死了吗？你的五哥哥只是去了一个美丽的地方，享受美好生活去了。是，舅母，刚才的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是不是？外甥女，你可真是高看我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我可是个村姑，在你们眼里我啥都不是呢。不过其实呢，你们在我眼里啊，同样啥都不是。而且我这人呢，村姑嘛，自由惯了，而且有个最大的缺点，那就是记仇的很。若是有人打我家人的主意，可要做好送人头的准备。这个女人好可怕，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人呢？不对，是有这么可怕的人，比如萧策，他们两个还真的是绝配。瞧把我这个外甥女吓的，你想什么呢？我就是个村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啊！沈云珠就在安平郡主要落泪的时候，大笑着走了。该死，我大意了，竟然让沈云珠做了空子，害死了五哥。爱妃，什么时候学会了那首曲子啊？你是什么啊？我根本听不懂。珠珠不乖哦，为父要惩罚你。萧策话落，搂紧了小娇妻的腰，加重了自己的吻。沈云珠根本没有反应过来，还以为他说的惩罚是别的，结果竟然是……珠珠，今日弹奏的曲子甚好，为父的病好了大半，你还满意吗？芙蓉帐中，某个男人使出了全力，差点把床都撞塌了。小小女人发出的声音都是破碎不堪的。臭男人，若不是看在你是美男子的份上，我非得把你踹下床。这个晚上，有人欢喜，有人忧。恒儿，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萧策和那个村姑必死无疑吗？母妃，我们似乎中了沈云珠的圈套。什么？沈云珠不过是个村姑，她怎么知道这么多？母妃，现在当务之急是您求得皇上的原谅，还有那个小鱼儿，到底是什么来头？都是那个贱人，他明明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要回来？他早就该死了。母妃，曲子对您的作用过大，这件事您好好想想吧。儿臣先告退了。我最得意的儿子没了，当年被我害死的那个小贱人似乎回来了，怎么办？他会不会回来找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怪沈云珠那个贱人，若不是他，我的儿子怎么会死？若不是他，今日该死的人正是萧策全家。沈云珠和萧策两个人切磋武艺之后相拥而眠。天还没亮的时候，萧策最先醒来，睁开眼注视着怀里的小娇妻，
自己对他是越来越好奇。这几年来，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竟然能够掌握这么多本事？还有那个青羽，又是什么来头？也是他弄出来的？无论如何，经历了这么多，萧策不会再让这个女人离开自己。清晨多么美好，本来还想要再切磋一顿的小夫妻，却被下人禀告沈大将军来了。沈俊茂这个时候过来做什么？当徒子。沈云珠气呼呼地推开了男人，赶紧跑去御房。萧策不大明白了，我和我明媒正娶的夫人睡觉，怎么就成了登徒子？而且你昨天晚上不也挺喜欢的吗？大哥，你怎么来了？初珠对我都没有这么好过。你可是要吓死大哥呀！昨日宫宴上，后来我和你几个哥哥有事先行离开了，大半夜听说宫宴的事情，吓得我们几个半夜就想过来了。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呀？万一那个老皇帝脑子发疯，连你也砍了，可怎么办呀？大哥放心好了，你妹妹这么聪明，根本不会出事的。本王的王妃，谁敢动她，那就是找死。这个妹夫脾气倒是很暴躁呀。这几日外公和舅舅们回来，妹妹你和孩子们准备一下，到时候去见一见外公。这么快就回来了？那么外公会上交兵权吗？这个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沈俊茂又叮嘱了几件事，这才走了。在他走后没多久，太子殿下萧泽州又来了。九皇叔，您怎么样？好得很。你来做什么？我听说过几日北凉会送来一位和亲公主，不知会与哪个皇族中人和亲，特地过来告知九皇叔。我那个皇兄可真是有心了，我都如此了，他还要给我塞媳妇呢。一个5满月还不够，竟然还要送个和亲公主，老东西竟然敢如此欺人太甚！九皇叔，父皇那边有个金贵妃，这几日心情大好，我该怎么办？这件事问你九皇婶，他比我清楚。九皇婶，这……太子殿下，你该知道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不过你只要记得，金贵妃能帮你就成了。老皇帝，你敢害我全家，我就夺走你的皇位。如此甚好，多谢九皇婶出手相助，只是不知道和亲公主的事情该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来了再说，不急。好。本王此生只有你一个妻。那妾呢？本王只有你一个女人，这样说总可以表达得明白了吧？你最好记得你说过的话，不然的话，我会带着孩子们远走高飞，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当然，仇还是要报的。珠珠，你也记得不要丢下我。萧策搂紧了小娇妻，不再折腾她，两个人相拥而眠。一夜过去，主子，我皇子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但是……说。我皇子生前操控着一伙拐子，现在怎么办？去查一下都有什么，全都接管过来。主子，北凉的白霜公主再有几日就要来了。没错，这就对了。还有一个北凉公主，沈云珠再怎么厉害，还能拧过皇权？这件事悄悄进行，派人去找凌云阁的人，让那边的人准备好。沈云珠在店里吃火锅。阁主，八皇子派人找咱们做事。八皇子，说说看。八皇子让咱们准备好，不要让沈云珠破坏了北凉公主与九王爷的好事。我是沈云珠，沈云珠就是凌云阁的阁主。八皇子果然是个算计小能手，去安排吧。八皇子一定很有钱，多要点来。大海长老立即去安排。他走后没多会儿，沈俊元和一个粉面郎君来了。妹妹，这位是白公子。白公子，久闻大名，请坐请坐，这顿我请，随意啊。珠珠，
你也跟他一起胡闹，这都是他搞出来的。我也很无奈啊，大婚之前只能以这种方式让你出来，不然我怕别人把你抢走了。从来都是我给人撒狗粮，竟然被强行喂了一口。终于理解了那些人吃狗粮的滋味了，味道不咋地呀。猪猪，我来晚了。正想着呢，萧策坐在轮椅上，缓缓来到了沈云珠身边。想什么呢？三哥和未来三嫂，千若公主白浅浅。刚才萧泽州路过这里，派人去给自己说，沈云珠和小郎君密会呢。萧策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过来了。想不到竟然是三舅哥的媳妇儿。猪猪，我心口疼。这还装得上瘾了？吧唧。不过今日心情大好，沈云珠趁其不备，在男人脸上香了一口。萧策突然被小娇妻给亲了，脑子有点懵，不过很快回过神来，大手伸出去搂过了小娇妻，回礼一个深吻。这一次轮到沈云珠懵的了。干什么呢？三哥和三嫂都看着呢。我家夫人害羞，你们看到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看到。火锅真热，浅浅，喝点酸梅汁。萧策低头拿出自己的帕子给小娇妻擦嘴巴，动作温柔，眼神宠溺，笑得竟然有点憨。猪猪，他们都没有看到。夫人主动亲我了，心情好啊。传闻中的火眼望萧策竟然也有这样的一面，果然应了那一句话，一物降一物。妹妹，听说了吗？白霜已经来了。这个时候沈俊茂急匆匆进来。你说谁？北凉公主白霜过来和亲的。我三姐姐和谁和亲？你们北凉不是只有2位公主吗？现在只有2位公主，最开始有7个公主，后来大家慢慢各种意外，纷纷都去世了。若不是我逃婚，现在估计也死了。好家伙，凌云阁的内鬼了不得啊！看来我要亲自出手才能抓到那货了啊！三弟妹，这个白霜是不是蛇蝎心肠之人？妹妹心思单纯善良，怕是对付不了那个女人呢。大哥，白霜的确是心思歹毒，而且擅长算计，这次她的和亲对象一定要小心了。放心，只要他看上的人不是我家孩子他们爹，我倒是可以给他留一条命。九王妃，无论他看上谁，他的命你随便拿去，别人也可以。好，你放心，我一定。老皇上可以快点去死了。哥哥们，你们都在这儿啊？莫香雪，注意你的言辞，我们姓什么，你姓什么？雪儿知道，雪儿只是以为哥哥们一直都会是雪儿的哥哥。隔间里没有一个人回应他，他自觉无趣，最后跺脚说：哼，我就是来祝福姐姐，很快就会有个北凉公主侧王妃作伴了。你们这么对我，太过分了。话落，扭头就走了。看来皇上已经下令了。妹妹，需要哥哥们帮忙吗？不用，就是个小角色。你妹妹我啊，厉害着呢。话落，带着萧策转身回府。你们王爷去哪儿了？赶紧给我叫回来。我们王爷和王妃出去散心，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这些下人不敢过问。你什么意思啊？我是北凉公主，你们圣齐国的皇上亲自册封的9王爷侧妃。你个老奴才，把我当成了这里的下人吗？我看你是找死啊！看我先砍了你的脑袋！咔嚓，白霜握着刀柄的手才伸出去，就被突然冒出来的石子打断了。什么人？他们是什么玩偶不成？怎么会有这么大力气？圣齐国都这么邪门的吗？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欺辱我家嬷嬷！嬷嬷，你退下吧，这里交给我们。我是9王爷侧妃，你们2个小崽子竟然敢打伤我，我要扒了你们的皮！
大哥，那个坏女人是侧妃啊，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我好怕怕哦。小玉别怕，大哥保护你。萧乐天睥睨着那个女人，带着自己的弟弟一跃而起，从高墙上翩然落下。你们是哪家的孩子啊？竟然敢擅闯九王府！来人，把他们两个给我砍死，悬挂在城门口。他的一声令下，他的暗卫立即落下，冲在了白霜面前。1个、2个、3个、4个、5个，一共12个哎！大哥，他们以大欺小，以多欺少，我们怎么办？小玉，你的医术最近进步了不少，那就试试吧。真的，大哥，你真好。2个小崽子，还以为这里是普通农家吗？你们胆敢伤了本公主，罪该万死！给我上！萧泽玉勾起了嘴角，眯着眼睛，坏坏一笑。小手上的银针瞬间射了出去，嗖嗖嗖，不断有银针破空之声响起。几乎是在同时，向着他们2个围攻过来的暗卫，一个接着一个倒在了地上。哎呀！惨叫声不断响起，只不过是眨眼之间，刚刚气势汹汹的12个人横七竖八倒在了地上。萧泽玉还没完呢，他小手拿出瓷瓶，迈开小短腿，向着那几个人走过去，拔开了瓶塞，药水给每个人都洒了一滴。公主救命啊！我的脸！公主救命呀！我的腿完了！我的眼睛啊！大哥，你看我的医术怎么样？进步不少，不过下一次下手要利落一些。你要记得，他们都说大人想要咱们的命，那就不能心慈手软，不然的话只会送命的。所以下次我要用的药水更厉害才行。谢谢大哥，我记得了。我弟弟真是天下第一聪明。你们到底是什么人？谁让你们来的？这里是九王府，你们杀了北凉公主的侍卫，你们都得陪葬。我现在孤立无援，他们2个若是过来杀了我，那都有可能的呀。不行，不然就跑吧。我们是谁都不知道，还想自称是九王爷的侧妃？你长得不咋地，想的可真是美。我们爹爹根本看不上你，我们娘亲也不会看上你的，赶紧滚出去！那个什么黄伯伯也真是的，竟然敢给我们爹爹介绍女人，大坏蛋！萧策竟然有2个儿子，而且长得一模一样，他们的娘亲正是沈云珠那个村姑，这怎么可能？我在本梁根本没有查到这些消息啊！我不信，萧策根本没有儿子，就算是有儿子，那也是我将来和他生的儿子。你们2个就是村姑生的野种，赶紧滚出去，不然我叫人来了啊！等到有人来了，会打断你们的腿。大哥，这个女人不仅长得丑，而且说话还有口臭，还很吵，怎么办？大哥，让她闭嘴！萧乐天也生气了，小脸都气白了。他动了动手指头，一根银针出其不意地射出去。大哥，她就是个妖女啊，不能让娘亲看到她，我们帮娘亲处理掉吧。萧泽玉迈开了小短腿，走了过去。给你刀子，留一条命，毕竟他自己写的休书。来人，笔墨纸砚伺候。不到1个时辰，2个小家伙才心满意足。来人呐，把这些人全都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按照那个女人说的，挂在城门口。萧泽玉想想都觉得好玩。大哥，我们去找娘亲和爹爹吧。好，走吧。2小只翻墙，坐上了马车，向着吴将军府过去。一边的萧六看着院子里的一切，小主子这么厉害，真的好吗？哎，不管了，反正没有受伤那就是好事。也不知道主子们回来之后会是什么表情。此时的沈云珠和萧策正在吴将军府上做客呢。
猪猪，这里太冷了，你都着凉了，咱们回府吧。且慢，让你过来就是提醒你，北凉三公主作为和亲公主，已经被皇上册封为九王爷侧妃，这是两国之间的大事。虽然你贵为九王妃，那也不能再鲁莽行事。你和我是什么关系？你就管我？本王的家事，本王自己会处理。吴德贤，你若是有这个心，还是管好你自己吧。九王爷，老臣也是为了圣齐国的江山社稷。圣齐国的江山社稷有皇上，还有太子，甚至还有几个皇子来操心。本王倒是想问问你，你以什么身份来担心江山社稷？怪不得皇上要你交出兵权，功高盖主的道理都不懂吗？想不到沈云珠竟然已经将萧策迷得神魂颠倒了。吴老将军，你逾越了，我们夫妻的事情我们会处理好。至于你为了你的乖孙女儿想要呵斥我，你还不够资格。而且关于这段日子你的好孙女好儿媳都做了什么，你自己可以去查。从始至终都对我不耐烦，甚至看不起，那我为什么要尊重你啊？没教养，沈家就教养出这样的女儿来。放肆！老夫是你的外公，你竟然如此说话！九王爷，老夫是长辈，这样的外孙女实在给老夫丢脸。来人，把这个逆女带下去，好好教规矩。什么时候学会了，什么时候放出去。你个糟老头子，我们娘亲是王妃，你胆子好大，竟然敢教她规矩呢。这时候门外冲进来梁小芝。放肆！你们是什么人啊？难道说村姑已经迷惑了九王爷，生下了九王爷的孩子？娘亲，这个糟老头子太坏了，本王爷很生气。还不是欠揍吗？吴老爷子耳朵有毛病的话，本王妃可以去请天涯神医过来给你瞧瞧。这两个都是九王爷和我的儿子，你这老眼昏花不成，竟然认不出来？竟然真的是村姑所生。吴德贤，本王的王妃不需要那些规矩，你的好意本王会记得。萧策饶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吴德贤，带着夫人和孩子们离开了。娘亲，你快看呢，这就是那个坏女人掐我的，好疼啊！娘亲，那个女人说了，要把我们都杀了，只有她与爹爹生的孩子才能活下来，我们都是野种。好一个北凉公主，趁着我不在家，竟然敢欺负我的孩子！萧策，猪猪，这不能怪本王，本王天生丽质难自弃，没花太多，挡都挡不住。沈云珠堵在心口的火气被这句话搞得莫名其妙的想笑。狗男人，仗着自己盛世美颜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吗？那个坏女人太坏了，我们已经把他们收拾一顿了。我们也是被逼的呀，她身边有好多侍卫，都很厉害的，要打死我们。娘亲，我和弟弟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想要我们的命。梁小芝一人一句，把他们的杰作都说了一遍。我生了两个哪吒吗？这是要上天。好，皇上以为本王和王妃都不敢对北凉公主如何，但是他低估了本王的儿子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之时，萧大急匆匆跑进来。王爷、王妃，皇上召见。沈云珠一家四口全都出现在皇宫大殿上。沈云珠，两国和亲，你一个村姑不懂你可以问呐，竟然如此对待北凉公主。吴老将军，皇上，朕这个女儿只是个粗鄙的村姑，眼界不行，见识不够，如今竟然酿成大祸，还请皇上处罚，不必手下留情。
老狐狸竟然利用皇上借刀杀人，当初那个竟然跟了你，幸好他眼瞎。既然大家都起了杀心，那就来一场真正的对决吧。小策，你有什么想说的？回皇上，三公主冲进九王府，意图谋害本王的儿子，以大欺小，以多欺少。本王以为这是北凉国故意而为之，给咱们圣骑的下马威。本王的婚事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你来摆布，你越界了。我男人果然好样的，不仅长得好看，脑子也在线。黄伯伯，那个女人坏得很，她讲让我们去死，她那个北凉已经在这边有自己人了。还说他们北凉才是最厉害的国，早晚要干掉黄伯伯，他要做圣骑国的女皇。黄伯伯，什么是自己人啊？还有女皇是什么东西？能吃吗？白霜真的这么说的？爹爹和娘亲教过孩儿，说谎的孩子是小狗狗，侄儿不敢说谎。侄儿从不说谎，千真万确。那个女人还说要杀掉我们，等她生了孩儿，会把皇位传给她的孩子。萧乐天一本正经说出口的话，真像那么回事儿。本想利用白霜去祸害萧策，没想到那个女人竟然有这样的心思。该死，罪该万死！皇上息怒呀！孩童虽然不会说谎，可这话须是三公主的一番气话呀。三公主其人温柔贤惠，断然不会要皇位之人呐。因为你自己的一己私利，就要利用我们全家，跟你能的。皇上，这件事还是要等到三公主醒来，当面对质为好。吴老将军这个意思，你对三公主很了解啊。本王妃只是个村姑，才疏学浅，见识不够。毕竟沈老爷子当年也是大将军，虽然心中只是个芝麻大小的放马官，但是见识还在的吧。那么请沈老爷子说说，一个在边关打仗的大将军，如何能够对北凉深宫的公主如此了解啊？这个村姑大逆不道，竟然想要害死亲爹不成？区区一个妇道人家，竟然敢怀疑本将军，你这是要反了天！两位瞪眼做什么？年纪大了，眼睛瞪得太大，对身体不好，万一引发脑中风，一不小心就嗝屁了。还是说说看，给我这个村姑王妃开开眼界。瞧不起我，拿出你们的实力来呀！两位爱卿，但说无妨。本王也想知道一二。说。老臣当年被北凉的皇上邀请进宫喝茶，自然知道皇宫的事情。沈老爷果然厉害，去打仗还能入住皇宫，得到最高级的待遇。当年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还是从实招来吧。当年老夫带着官兵过去打仗，实际上打仗的根本不是老夫，正是老夫的夫人吴小蝶。老夫并不知道战场上的情况，但是小蝶知道啊，她愿意代替我出征。后来边关打了胜仗，我被北凉皇帝抓过去，盛情款待了月余，我都不想回来了。那边给我的条件很丰厚，愿意让我做驸马爷，但是小蝶还是想尽办法让我回来，我就回来了。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我痛恨小蝶，若不是因为她，我现在已经是风光无限的皇族。凭什么我要成为一个小小的大将军，做个驸马不好吗？吴小蝶那种贱人，我的小妾都比她强100倍。后来我让人拐走了沈云珠，吴小蝶抑郁而终，这都是她逼我的，都是你们逼我的。若是没有你们，我根本不必这样惨呐！啪的一声，沈云珠气不过，走过去一个巴掌将沈祥成呼倒在地。你个叛徒！我们圣齐国的叛徒，罪该万死！
皇上，你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竟然被有些烂人出卖了这么多年。如今北凉派遣三公主过来和亲，谁知道这是不是沈祥成、吴德贤与那边人勾结呢？沈祥成，好你个狗贼，竟然敢欺骗朕！沈祥成叛国通敌，诛九族，即刻执行！我不要！我不要！你个狗皇帝，昏庸无能！你能怪得了谁？我是北凉国的驸马爷，我不要被诛九族！沈祥成死命挣扎，可他哪里挣扎得过，还是被人带下去了。吴将军，你有什么话说？臣不该听信沈祥成的话，错信了北凉三公主，还请皇上饶臣一命。兵符交上来，朕饶你不死。皇上，臣还想为皇上、为圣齐国再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就在1个月之后，若是老臣无法回来，战死沙场，也为皇上效忠。若是臣能够回来，必定最先上交兵符。拖延时间，暂时一定要拖延时间呐。好，皇上圣明。既然三公主已经写了休书，本王准了。今日之事暂且算了，若是他再敢来欺辱本王的孩儿，本王必定立斩决。萧策也不想多说，带着夫人孩子走了。那么严重的毒都没有毒死他。娘亲，就是这个女人要杀了我们。爹爹，你看她的眼睛，像不像那种畜生啊？小月好怕怕哦。北凉三公主，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对本王的儿子下手。来说，这里是圣齐国，本王妃祝你前程似锦，小心看路。本宫也等着你们。一路回到九王府，石云珠，父亲成了这个样子，你现在满意了？父亲？穆向雪，我还不知道你爹姓沈呢。若是穆小姐觉得冤枉，大可以去找皇上。我这人脾气不好，那是知道的，一个不高兴就要呼巴掌，要试试？你没良心！穆向雪怕了，转身就跑了。爹娘，今日我们要去参加围猎吗？是啊，你们也要跟着过去。不过记得，今日北凉国的大皇子过来了，你们千万不能乱惹事儿了。好，我们都听娘亲的话。听闻圣齐国的九王爷是个战场上的好手，一个人能顶10个大将军，如今看来传言都是虚的。就是你这个病秧子，仗着一张脸好看，还敢休了我妹妹，自不量力。我看你就是活着挺遭罪的，不如就让本皇子送你上7天，等你死了，你的那个村姑王妃长得倒是真美，本皇子先玩玩。还有那2个小兔崽子，培养成杀手，将来除掉圣齐国的皇帝。肮脏至极的东西，敢打我男人的主意！本王的确是命不久矣，不过北凉国的大皇子，我看你患有隐疾，不知行不行？本王还挺行的，有2个儿子，若是不死，将来还会有女儿，你行吗？想不到圣齐国的九王爷，竟然是开不起玩笑之人。本王也没有想到，北凉国的皇子也不过如此。今日围猎，必定要立下军令状，谁死了，朕一概不负责。真是个老奸巨猾的皇上，让本国的臣民立下，那不就是给北凉国送人头吗？老皇上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参加围猎的王公贵族们全都签下了生死，
好，时辰已到，大家开始吧。老九，你不能怪我，就怪你出身不好，非要抢夺老子的皇位。爹爹娘亲，我们也想过去围猎。你们两个和舅舅们在一起，爹爹和娘亲回来给你们带好礼物，而且你们放心，若是有人想要伤害你们，他们都会遭到反噬的。这句话沈云珠没有说出来。好吧，好吧。两小只不想成为爹爹娘亲的累赘，乖乖去找舅舅们了。沈云珠骑在战马上，萧策坐着轮椅，一对璧人慢悠悠地向着林子里面走去。萧策，你皇兄下狠心要除掉你了。沈云珠把自己听到的大概分享了下。你小心，本王的轮椅很特殊，不会有事。那你也要小心，我可是很厉害的。两个人正在笑着，沈云珠突然抽出一支箭，根本不用搭在弓上，随手甩向身侧的方向。一声惨叫传来，不远处飞奔而来的侍卫从马上掉了下去，死了。沈云珠不会看错的，那个侍卫正是八皇子的人。九皇神果然是好剑法呀！真是太可惜了，刚才手滑了，还以为是北凉国的刺客呢。若是本王妃一剑刺杀了刺客，岂不是立了大功？村姑，没想到还有两下子呀！我就是试一试，你就如此戒备。不过就算是我干不掉你，一会儿白朗白霜兄妹俩也不会放过你的。那侄儿祝九皇婶立下大功，回去庆贺。不愧是八皇子，比你哥有城府。但是鹿死谁手也不会是你的手。白霜一直在不远处跟着这两个人，看到他们如此惬意，心里更加痛恨沈云珠。他拿出一种药粉，递给身边的侍卫：“去把猛兽引过来。”是。沈云珠一路走走停停，不时的有几个不知死活的过来，都被他一箭射穿了心脏。萧策看着自己的小娇妻射箭不用功。珠珠，你从前是不是去过战场啊？难道是我太高调了，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别动，有猛兽群来了。猛兽？如今看来，凌云阁的叛徒也来到了这里，或者说那个叛徒投靠了某个势力。珠珠，我们分开行动，猛兽群很大，不知道还有多少只猛兽会来袭，咱们分开，胜算大一些。你是不想要我了，还是想要我守寡，还是在进行临终托孤啊？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我要你，这辈子我只要你。沈云珠盯着男人的眼神闪烁，他不仅不走，反而从马上跳下来。那我们就不走，不过是几头猛兽，还不至于让我们分开。珠珠，你从哪里拿到这个东西啊？我会变戏法的，只要你说出的东西，我都能拿得出来。而且你说不出来的，我也拿得出来。那你给我拿个小女儿出来，如何？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想这些？胡闹！吃吧你，对身体好的。对身体好，就是能生女儿那种好吗？不能。这男人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呀？村姑一定是知道自己逃不掉了，这才跟着男人准备最后的死亡时刻呢。好，凌云阁的药粉果然厉害，能够让一个20头猛兽群一起围攻。九皇叔怕是不成了。太子牵着马，不动声色地看着那边的一切。青羽和自己说过的，这场围猎，九皇婶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你们看清楚，这就是得罪了皇上的下场。无论你们是谁，都得死。珠珠，这里竟然有3头猛虎，2头狮子，野猪、野狼。我倒是觉得有点少，怎么也得有50个才够啊。珠珠，
我相信你讲的不是笑话。小册子，你很有眼光，能成大事儿。果然是村姑，这就吓成了傻子了啊！大哥，凌云阁给的药粉不错，你看还有几十头猛兽围了过来呢。好，这些猛兽被药粉吸引过来，一会儿围猎了沈云珠和萧策，之后就会倒地惨死，又成了咱们的猎物。大哥放心，我会让村姑不必死掉。凌云阁的人给了我那种药，到时候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萧策要归我，还有那2个小兔崽子也要归我。好，好，好，我只要村姑，玩够了再给你处置。大哥，你快看呐，村姑吓傻了之后，还要给他们2个吹丧曲呢。然而，原本围过去的猛兽突然停了下来。沈云珠的笛音继而又恢复成温柔悠扬的调子，舒缓的让人想要闭上眼睛好好享受一番。就在此时，变故突生，那些猛兽不仅没有继续围过去，反而集体转身，每一个都做好了全力出击的姿势。大哥，那些猛兽怎么回事啊？你还问我怎么回事？不是你说已经用了药粉了吗？你东西不是应该攻击沈云珠和萧策吗？现在他们是要做什么？保护沈云珠和萧策，反而过来攻击我们？那种药粉现在还有吗？你看看，那些畜生好像是冲着咱们这边来的更多呢。我没有了，那种东西据说只有他们的阁主才有解药。怎么会这样呢？畜生怎么会突然转头过来攻击我们呀？一定是沈云珠的笛音扰乱了这些猛兽的心智，让他们过来攻击咱们的。快跑啊！还等什么呀？白朗话落，自己抢先跑了。白霜这才算是回过神来，紧跟着大哥狂奔。太子殿下，我先走了。八皇子挑眉，扫了一眼太子萧泽州，那一眼太过嘲讽。太子很快知道自己的马竟然被他做了手脚，想要转身之际已经来不及了，他的马突然倒在了地上，晕死过去了。我今日肯定要命丧于此了。他靠在树干上，闭上了眼睛，准备等死。然而飞奔而来的10几头猛兽竟然看都没有看他一眼，直到猛兽群体狂奔过去，萧泽州才睁开了眼睛，面前竟然站着沈云珠和萧策。皇叔和九皇婶，你们没事吧？不争气的臭小子，你现在知道了吧？就算你不争夺皇位，也是要死的。皇叔，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夺得皇位。很好，走吧。给你的马吃下去，一会儿就能醒过来。是，多谢九皇婶。萧泽州立即给马吃了药丸，果然没多会儿，那匹马就醒了。九皇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些猛兽为何突然倒戈？这是秘密，你不要知道这么多了。却说那边的白霜和白朗兄妹俩。白霜，这就是你说的凌云阁的好东西。大哥，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现在身上也没有那种气味啊，他们追过来我也没有办法。那你就替我去死吧！一手抓住了白霜，丢进了猛兽群里。白霜倒在地上，连一声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来，就吓晕过去了。你们给我站住！沈云珠，你这个村姑在笑什么？在我们圣齐国，我想笑就笑，你管得着吗？沈云珠摆弄着手上的笛子。既然这货自己送上门来的，那可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啊！刚才沈云珠就是用这个笛子吹出的笛音，不仅让猛兽们没有攻击他们，反而转过头来攻击我们。好你个贱人，就是你用这个东西迷惑了那些猛兽过来攻击我们的，真是个阴险小人呐！
北凉国的皇子也不过如此啊。沈云珠的眼神嗖的变冷，立即开始吹笛子。几乎是在同时，白朗一箭射向了沈云珠的手。区区一个村姑，竟然也敢嘲讽本皇子，胆大包天！然而直奔他而来的飞剑竟然转了个弯，射到了不远处的树干上。白朗惨叫声响起，战斗持续了1刻钟，白朗丢掉了一条腿、2只脚、1只胳膊，当然没有错过的，他男人的根本也丢掉了。启禀皇上，林子里发现10几名侍卫的尸体。启禀皇上，八皇子被猛兽咬断了腿。启禀皇上，还没有找到九王爷与九王妃的下落。启禀皇上，太子殿下也已失踪了。好，萧策和那个村姑必定是已经死了。这次围猎收获巨大，好，了却了朕的一桩心愿。小玉、小天，你们想不想要见到你们的爹娘啊？你有什么办法找到我们的爹娘吗？别以为我们只有3岁半就很好忽悠。我当然有办法，只要你们跟我来。你们还不知道吧？你们的爹娘已经死了，我今日好人做到底，把你们送到他们身边，这样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哼，是不是很开心呢？你个老巫婆，不要乱说话，我们爹娘才不会死呢。大哥说的没错，爹娘不会死，我们也不会死的。弟弟，这个坏女人要杀我们，你觉得怎么处置她好？你们2个还想对付我？我现在就让你们归西。大哥，我看她长得这么丑，不如给她美美容吧。 2个小娃娃明明笨拙地躲开了吴满月的那一刀，吴满月站定了身子，反手又是一刀刺过去。没错，2小只的确没有办法躲开，因为就在那一刀刺过来的时候，他们齐刷刷地躺在了地上。不仅如此，2小只各自伸出一只小脚脚，把吴满月给绊倒了。大哥，你看那个丑女人竟然喜欢吃土哎，她脑子有问题，所以咱们要帮帮她。好啊好啊，那我先来帮她。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到底在干什么？我是在帮你呀，看你长得那么丑，心肠那么黑，给你洗一洗脸。大哥，咱们还是回去等爹爹娘亲吧，反正那个女人也抓不到我们，还真是没有意思。好，你这个坏女人想要杀我们，但是我们却很好心的帮你治脑子，你不要太感谢我们哦。这句话说完，转身就跑掉了。救我！吴满月惊恐地尖叫起来，再也没有理会倒在地上的男人，飞奔回了营地。皇上，不好了呀，不好了！八皇子好像活不成了。你是什么？皇上，臣女看到了八皇子，他受伤很严重，快去救他！你说什么？朕的八皇子在哪儿？一个个都想惦记朕的皇位，就算是死，也是死有余辜。就在那边。快带人去找！朕唯一的亲弟弟惨死，朕万分悲痛。老九留下的孩儿，就由吴老将军好生照看，将他们培养成国之栋梁，如何？小天小月，你们还不快快谢主隆恩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我们爹娘不会死的。大哥，我不要去那个老头子的家里。你放心，有大哥在，没有人敢欺负你。而且最坏的情况下，就算是爹娘死了，娘亲还给咱们留了凌云阁，那里的长老都会照顾我们的。黄伯伯，我们宁愿去寺庙做和尚，也不要去吴家。你们是做什么？我们是你们娘亲的外祖家，你们不跟着我们走，还能去哪里？我们娘亲没有外祖家，我们的外祖母被逐出家门了。
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你凭什么养我们？皇上，既然两个小王爷心意已决，老夫不能勉强。况且小王爷说的没错，老夫并没有沈云珠这样的外孙女。既然你们两个想要去做和尚，那么朕成全你们。来人，且慢！萧策的声音响起。该死的萧策，竟然还没有死！还有那个村姑，爹爹，娘亲，你们回来了呀！娘亲，那个坏女人想要杀了我们。爹爹，黄伯伯说你们死了，让吴老头子养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沈云珠和萧策已经全都看到了。他们其实早就回来了。老九媳妇儿，你们回来了就好呀。朕以为你们葬身虎口，痛心不已呀。皇兄，臣弟一直都谨记皇兄的教诲，就算是死，也要回来见你最后一。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开始咳嗽。很好，很好，就算是没有死在林子里，那也是命不久矣了。这么想让我男人去死，你倒是有这个本事啊！可惜你没有。老九啊，你活着回来就最好不过了。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赶紧回去好好养伤。皇上，我和九王爷拼死才回来的。那么这两个孩子，刚才也是权宜之计，现在你们两个平安无事回来了，那当然是你们自己抚养。多谢皇上开恩。就在此时，云贵妃突然惨叫一声：“恒儿，你这是怎么了？不是说这次围猎沈元忠和萧策必死无疑吗？现在他们两个毫发无损，但是我的儿子算是彻底残了呀。”九王妃，老夫想知道当时在围猎场是怎样一个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这还用问我吗？不就是突然间冒出来50多头猛兽，把我和九王爷围攻在中间，而就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围猎者们都在看热闹。老天爷开眼，不想让我们就这么死掉，猛兽们就跑了。剩下的事情你都知道了，还想知道什么？去问问三公主和大皇子，他们两个大难不死，肯定有好多话要说。50多头猛兽围攻都没有咬死他们两个，真是见鬼了！你想问的都问完了，可以滚了。被沈云珠羞辱一番，吴德贤脸上无光，扭头就走。儿子们，来，娘亲给你们做烤肉吃。好呀！娘亲，你真是太厉害了。吴家，这是又怎么了？老爷子，你一定要救救满月呀！也不知道他被什么人陷害了，现在一张脸都已经毁容了。但是我听说凌云阁有个天涯神医，他能够治好这种病。老爷子还是快点去找天涯神医啊，不然满月的脸就废了。他的脸毁与不毁有什么分别呀？一个两个都是没脑子的蠢货。什么凌云阁的天涯神医，那都是骗人的。来人，将吴满月送入寺庙，安心为齐圣国祈福5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回来。当天夜里，吴满月被人连夜送去寺庙，这个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京都。沈云珠也得知了这个消息。青鸾，去帮一把吴满月，我看他挺喜欢八皇子的，差点把我四哥忽悠瘸了，还差点要杀了我的儿子们。是，王妃。就是这个糟老头子想出来的。老东西。前后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安国公府上上下下50口人全无一人活命。萧策带着人已经全部撤退了，回到房间，萧策蹑手蹑脚：“你去哪儿了？”
是不是哪里受伤了？给我说说。猪猪，男人一下子抱住了小娇妻，越抱越紧。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真心实意的关心自己。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和我说，我替你欺负回来。竟然有人敢欺负我男人，我孩子的爹爹，他们都不想活了吗？没有人敢欺负我，他们都死了。什么人死了？和我说说。我冷，想要洗漱。快去洗。当天夜里，不知为何，狂风四起，进而下起瓢泼大雨。萧策还没有回来，那个家伙不会有危险吧？此时的萧策一身黑衣，黑布遮面，站在安国公府门前，一个不留。去吧。萧策话落，身后几十名暗卫个个翻墙而入，一时间偌大的安国公府惨叫连连。你是什么人呐？是谁派你来杀我的？只要你不杀我，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回应他的就是一剑下去，瞬间鲜血四溅，地上多了一个人头。萧策拉下面罩，露出自己的脸来。安国公，这么多年处心积虑的算计我，你可曾有想过有今日？这次围猎的主意，皇上，安国公府被灭门了。什么？皇上，昨夜不知何人潜入安国公府，现在整个府上就只剩下那个上门女婿没有死了。老太监很不理解，为何那个上门女婿没死？是他早就知道了什么，故意躲开了？查，快给朕查！到底是谁，竟然如此胆大包天？老太监立即跑出去了。皇上，八皇子发疯了！什么？走，过去看看。皇上带着人一路去往八皇子府上。皇上，吴德贤到底是什么意思？恒儿都这样了，他竟然把那个毁了容的孙女送到了恒儿的床上。你知道的，恒儿向来厌恶女人，所以才会发疯啊。贵妃娘娘，国公府被灭门了呀！你个老奴才，胡说八道什么呢？皇上摆摆手，那个老嬷嬷识相的赶紧退了下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一切一定不是真的，我不相信。爱妃，你放心，这件事情呢，朕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给安家一个交代。皇上，现在当务之急，先把吴满月这个贱人处理掉啊！吴德贤根本就是个叛徒啊！皇上，臣妾听闻他正在北凉那2个皇子和公主府上。来人，快来人，去把吴德贤那个老东西给朕叫过来。吴德贤正在探望白霜和白朗。白霜一条胳膊没了，2条腿也只剩下森森白骨。白朗就更惨了，除了2条腿没了，连第3条腿也没有了。吴德贤，我父皇怎么托付你的？你就是这么尽忠职守的吗？三公主，大皇子息怒，臣一定会完成使命，不辜负皇上的托付。哼，既然你这么忠心耿耿，那就去把沈云珠的人头带来见本皇子。吴德贤，你果然生了个好女儿，一个在我们北凉国做丞相夫人，那个女人的女儿还敢欺辱我这个三公主，该死！那母女俩都该死！本宫要带着沈云珠的头颅回去北凉国，让那个夫人好好瞧一瞧，这就是与本宫作对的下场。臣会尽力。说起自己那个远在北凉国的女儿，吴德贤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唉，都怪我，当年就该一剑杀了他呀！吴将军，
皇上请您迁去八皇子府上。这个时候，皇上为什么要召见我呀？而且不是去皇宫，竟然去八皇子府上。走。在门外的时候，碰到了沈云珠和萧策夫妻俩。你个逆女，还来这里做什么？砰的一下，沈云珠一个字都不回应他，抬脚就踹了过去。珠珠，下次这种事让我来，进你的脚会受伤的。没事儿，我的大长腿也是需要好好锻炼的。对于某些对本王妃出言不逊的老东西，就该踹飞出去，让他醒醒脑子。沈云珠收回腿，活动几下，推着萧策，两个人进入了府上。臣参见皇上，不知皇上有何事要召见臣？有何要事？吴爱卿，朕还想问问你，这是什么意思？满月，这是与八皇子做了那苟且之事啊！爷爷，救我呀！八皇子疯了，他疯了呀！皇上，臣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呀！臣昨日已经派人将满月送往寺庙祈福5年，没有老臣的命令，他不得回京呀！吴德贤，你这是什么意思呀？你认为是八皇子看上了你的孙女吗？云贵妃，我是被沈云珠算计的，我真的是无辜的呀！于是皇上立即下令让人去传唤沈云珠。此时的沈云珠正在探望白霜和白朗。两位本梁国的公主皇子，我们圣齐国的猛兽可还够猛？干什么？珠珠，你的衣服也湿了，也该洗洗。你这个大坏蛋，我不洗，你自己去洗。我在关心你，你在算计我。我的背后好像受伤了，你能给我看看吗？不然的话，我们儿子可能要没有爹了。萧策可怜兮兮地看着小娇妻，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呢，拦腰把人抱起来。外面大雨还没停，两个人在池子里一番鸳鸯戏水也没停。萧策已经好久没有过这种畅快的感觉，以至于足足2个时辰才从温泉里出来。沈云珠实在是太累了，已经睡着了。珠珠，以前是我对不起你，我没有早点找到你，日后你是我的心头宝，谁都不能动你分毫。大雨一直下到天亮才停下来。沈云珠，你竟然还敢过来，这一切都是被你害的。你区区一个村姑也敢陷害本公主，你是要被诛九族的。白霜恨极了眼前的这个女人，明明只是个村姑，身份卑贱，而她的那个老娘竟然能够成为北凉国丞相夫人。沈云珠听到了白霜的心声，原来自己的娘亲还活着。你们2个也不用这么装可怜吧？来我们圣齐国有什么目的，你们自己心知肚明。而且你们没有算计过人，就该愿赌服输。九王爷，这个村姑根本配不上你，你和她在一起早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我现在是在救你，你最好听我的话。你的真实身份根本就不是什么狗屁的九王爷，你是我们北凉国的人呐。如果你乖乖从了我，我还可以保你不死，不然的话，我父皇派来的人迟早要弄死你。看来今天是来对了，一下子听到了这么多秘密啊。怪不得皇上对萧策如此恨之入骨，怪不得皇太后对萧策的关心里总是掺假，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秘密呢。我家珠珠脾气不好点而已，你不要欺负她。我家珠珠最是温柔善良，你不要诬陷她。这里是圣齐国，不是你们北凉，想要撒野，本王不介意送你们回去。萧策，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真实。白霜，为什么不能说？
反正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的，而且萧策也不会和你抢皇位的嘛。难怪父皇说过，不要招惹这位皇叔。看来真的如此，他看上去就不是个好对付的人。我的乖乖，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你们两个好好养伤吧，明日就可以送你们回去了。毕竟我们圣骑国的医术并不高超，你们赶紧回家，还能找到好神医治一治。王爷，八皇子府上发现了吴满月，如今诬陷是九王妃陷害的。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王妃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呀。今天真是个好日子，什么事情都凑到一起了。别管这么多了，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吧。萧策立即握住了沈云珠的小手，安抚她。爱妃，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怕，本王给你做主。我什么时候害怕过？不过这男人这样深情款款的样子，我觉得有猫腻。好，多谢王爷关心。自从王爷和王妃和好之后，王爷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要撒狗粮，他完全不会顾及我们的感受，真的是太糟心了。一行人很快到了八皇子府上，云贵妃一见到沈云珠，立即就扑了过去。然而她刚刚走到跟前，萧策手上的树枝已经指在了她的眉心处。云贵妃，事情都还没有个结论，休想伤害本王的王妃。好可怕呀！这样让人恐惧的九王爷，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老九，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还需要什么定论了？难道你就这样包庇那个村姑吗？被他陷害的可是你的亲侄儿呀！皇兄，本王不会包庇什么人，但是也会给本王的侄儿一个交代。老九的实力不容小觑，不过今日就算你们两个巧舌如簧，那也要死在这儿了。朕绝对不会允许你们再活下去，继续祸害朕的江山。好一个插翅难飞啊！我今天就看看你是怎么办到的。好，朕相信老九的话。吴满月，你有什么想说的，尽管开口说，本王妃给你机会。不过你可要想清楚了，皇上、九王爷、云贵妃、八皇子可都在这儿呢。若是你有一句话说谎，那是要连累你们全家，甚至要诛九族的。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九王妃这是在威胁我们满月吗？本王妃哪个字是威胁的意思了？吴老将军眼睛不好使，耳朵也聋了不成？而且本王妃哪句话说错了？难不成你是故意让吴满月说谎？欺君之罪，看来对你来说并不怎么样啊。老东西想要我的小命呢，我为什么要和你客气啊？皇上，老臣不是这个意思，老臣……既然不是这个意思，那就闭嘴，让吴满月好好讲一讲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磨磨唧唧做什么？赶紧让吴满月说。臭丫头越来越放肆了，老夫必定要趁早结果了你的狗命。彼此，就看咱们谁更有实力了。猪猪喝茶，话说太多了，嗓子会疼的。萧策亲手给沈云珠送上了茶杯，还贴心的吹了吹，以免九王妃被烫着了。这家伙搞什么鬼啊？萧策实在是太过分了，放着我这样的大将军府嫡孙女不要，偏偏给一个村姑端茶倒水，温柔体贴。若是沈云珠死了，这一切就都是我的了。该死，沈云珠必须死。谢谢夫君。吴满月，快说。回皇上，回贵妃娘娘，这一切都是沈云珠算计我的。昨夜里我被送去寺庙祈福，5年都不得回来，没想到半路上……吴满月说到这里已经是声泪俱下，他想到了沈云珠的本事，
能够让人不受控制地说出真话来，所以他干脆什么都不说了，就说一半。沈云珠，你还有什么话说？贵妃娘娘，刚才我没有听到吴满月说出实情，难道你听到了？年纪轻轻的就产生了幻觉，这是病，得治啊，不然以后还会产生幻觉，比如总是以为有人要杀你之类的。闭嘴！你给我闭嘴！你个小贱人，说，沈云珠是怎么害了你的？完完整整的给本宫说出来。吴满月，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你是想要承担了所有，害得我们吴家被诛九族吗？赶紧说出实情，不管对方是谁，皇上和贵妃娘娘在这里必定不会委屈了你。还真的是一石三鸟呢，那也要看看你家吴满月有没有那个本事。我是自己过来的，我不想离开京都，我也不想祈福，凭什么？我可是大将军府的嫡女，为什么要给什么老世子皇上祈福啊？沈云珠那种村姑，她都不去祈福，为什么要让我去？我不去。而且沈云珠抢走了我的男人，我离开了京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了。我想到了八皇子殿下还没有娶妻，如果我过来，生米煮成熟饭，那我就会有机会成为皇子妃，将来我还能够成为皇后、太后，到时候杀掉了沈云珠，我就可以霸占了萧策。整个屋子里一片寂静。这是怎么回事？吴满月说的那么激动，根本就不像是在说假话。但是明明之前那个版本不是这样子的呀，而且吴德贤的暗示已经这么明显了，云贵妃也是同样的意思，难道吴满月不知道吗？不会是不知道，只会是不想那样做。为什么？难道吴满月不知道承认了的后果吗？怎么都是这样的表情呢？吴满月现在已经承认了一切，难道不是各位想要的答案？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皇上，云贵妃，我这个人啊，还是太善良了，只是给了你们真实的答案，剩下的都可以让你们自己处理。但是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那我还是可以帮帮你们的。放肆！沈云珠，你那是什么态度？这件事根本不是吴满月说的那样。那么事情是怎么样的呢？云贵妃，你想要知道什么样的答案呢？给我说说实话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出来。沈云珠，这一切都是你谋划好的，肯定是你干的好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现在就要你去死！吴满月这个废物根本就没有办法诬陷你，那么我自己来。他整个人已经发了疯，随手拔出了一把刀子，冲着沈云珠的心口刺入过去。珠珠，小心！萧策见状，长臂伸出，把沈云珠拉到了自己的怀里来。你不要这么紧张嘛，那个女人才不会伤到我呢。于是云贵妃，你竟然要杀我！你这个贱人，凭什么你们可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却要听从你们的安排？你想要杀了我，那我就杀了你！吴满月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力气，拔掉了自己心口的长剑，一剑斩下去。那一剑斩下去，不偏不倚，刚刚好毁了云贵妃的脸。我的脸，你个贱人，你去死啊！吴满月像是杀上了瘾，他拼了最后一口力气。你个禽兽不如的疯子，竟然祸害我！我要你去死，去死吧！你个大变态，大疯子！吴满月真的发疯了，一剑又一剑地刺入了八皇子的身上。吴满月在疯狂刺杀了2个人之后，彻底没了力气，也倒下去，死了。你干什么？我家珠珠身体不适，回府自然是要照顾夫人的了。
你干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呢，你能不能正经点？我不管，刚才我差点被吓坏了，还救了我的夫人，我要得到奖赏。萧策，你脑子里都是些什么呀？还有奖赏？我的眼里、心里、脑子里都是你，我的猪猪。好好说话，别瞎说话，我不信。猪猪，我说的是真的，不信你听听。萧策注视着沈云珠的眼睛，心里一直重复着刚才那句话。沈云珠看着萧策的眼睛，一下子愣住了。难道说我会读心术这种事被他知道了？不可能的吧，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萧策绝对不会知道的。猪猪，怎么样？你听到我的心声没有？男人凑近了小娇妻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在了她的脸上，像是被人在心尖上挠痒痒一样。沈云珠没忍住哼了一声，哪知道就是这个声音让她面前的男人彻底把持不住自己。于是这个晚上月亮很圆呢。沈云珠日上三竿才起来，还是被梁小芝给叫醒的。杨姐，你这是怎么了？为何如此贪睡？大哥，你可真是太笨了，咱们要有妹妹啦！妹妹？真的吗？太好了，我们有妹妹了！萧乐天信以为真，梁小芝抱作一团，开开心心的去吃早饭了。留在床上的沈云珠一脸懵逼。我什么都没有说啊，你们怎么知道的？都是萧策那个大坏蛋，他就是个疯子，还是个温柔的疯子，让我根本抗拒不了。猪猪，咱们真的有女儿了吗？没有，现在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忙，哪来的时间去生什么女儿啊？没有啊，都是我不行，看来我得继续努力啊。猪猪，今日老爸葬礼，咱们要进宫。走吧。上了马车，萧策递给沈云珠一套素色衣裳。你这一身不合规矩，换上吧。啥？你转过去。你可以去那个仙境换衣服。仙境？什么仙境啊？该不会是……猪猪，你我是夫妻，你的秘密就是我的秘密，我都知道了。他竟然还记得，那日实在是太着急了，我才会带着他进了空间。哎呀，我暴露了自己的马甲呀！看着小娇妻震惊的表情，萧策一把将人搂入怀里，声音沙哑：猪猪，你哪里有没有看过呀？你后背上的胎记我还吻过呢。不要脸！趁着李哲还在的时候，沈云珠急忙推开了男人，一个闪身进入了空间之中。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哎呀，沈云珠，你在想些什么呢？那个男人那么妖孽，你的马甲岂不是都要爆炸完了？沈云珠自言自语，很快换好了衣服，重新出来的时候已经换好了那件素色衣袍。不愧是我萧策的女人，穿什么都这么美。萧策又把小娇妻抱在怀里，像是稀世珍宝，每时每刻都不想松开她。我和你说件事，你可要听好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说的没有错。你说的话我都信。这家伙最近怎么变得这么撩人啊？我都要受不了了。有消息说，我的亲生娘亲目前正在北凉作为丞相夫人，我本来也没有打算过去找她，但是现在有件棘手的事情，我必须去一趟北凉。然后就是关于你的真正身世，你想要知道吗？猪猪，你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啊？你信我吗？信。你信我就好。你的真正身世与北凉的皇族有关。北凉皇族？还好是北凉，不是别的地方。我们一家人都要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去。
这一次倒是沈云珠意外了，她没想到萧策竟然会这样说。怎么，猪猪不想带我们过去？你说的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家人都要过去。那么这边怎么办？猪猪，这里的一切不是都听你的吗？我才没有，不能承认，承认了不就是要爆掉马甲了？等你大仇得报，我们一家人就过去。这里的江山，太子殿下能够搞得好，我相信他。还有我的大舅哥们，也都一并带过去吧。这是送你的奖赏。幸福来得太快了，这有点上头啊。马车在宫门口停了下来，萧策先下车，坐在轮椅上的男人随后张开双臂，接住了马车上的小娇妻。人这么多呢，你低调点儿。抱歉，本王的宠妻真的还低调不来。我的男人什么时候这么脸皮厚的？不过我心里好高兴啊。老九，你来了。花儿说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搞的鬼。看来哀家看错了人啊，村姑就是村姑，哪里有什么远见？果然，老太后并不像表面上那般真心实意的对萧策好的，演戏这么多年，估计也累了。太后，您节哀顺变，人死是不能复生的，而且害了老八的女人，皇兄都已经除掉了。老九媳妇儿，你去外面等着，我和老九说几句话。太后摆摆手，示意沈云珠下去。沈云珠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萧策看了一眼小娇妻，她生气了？为什么？难道是我哪里做错了吗？不可能啊，我什么都没做。老九，有些事情哀家是时候告诉你了。太后觉得自己时日无多，萧策的身世之谜必须是现在就解开。该来的终于是来了。您说，儿臣听着。门外大殿上，九皇婶，你能帮我一下吗？不能。村姑一个，竟然还敢拒绝我。九皇婶，我真的被那个叫张颖的纠缠的不行了，你可要帮帮我。我真的没有看上他，他太厚脸皮了。反正今天必须把人带到，不然的话，云贵妃一定不会让我去见沈俊才的。这个三公主今日看上我四哥，真是想得美。我们家才不要你这样的坏女人。你的事情可以去找太后或者皇上，我区区一个村姑帮不上。沈云珠，本公主给你脸，你竟然不要，那就别怪我了。他打了个手势，立即有10几个小太监过来，围住了沈云珠。你们确定要带我走？好久没有亲自动手了，还真的有点手痒痒啊。区区一介村姑竟然长得比我好看，而且还迷惑了萧策，害得我被打，丢尽了脸面。这一次你是插翅也难飞。哎呀，你们几个狗奴才竟然敢欺辱三公主！来人呐，快来人呐！三公主被10几个小太监欺负了呀！快来人呐，这些人都要诛九族！沈云珠大喊大叫的，已经引来了不少人。三公主，你这是怎么了呀？10几个小太监，你们大胆狗奴才，这是在想要对食，想疯了不成？这也是你们能够撒野的地方吗？三公主，你倒是说句话呀！你们几个是没有眼力见吗？快点把我扶起来呀！三侄女，你还好吧？要不要叫御医过来给你瞧瞧呀？真是抱歉，皇宫这么大的地方，我一个村姑没见过什么世面，帮不上你的忙啊！你个贱人，还假惺惺的做戏呢！我都是被你害的，我要杀了你，还不赶紧扶起来！三公主，奴婢不敢，奴婢手脏，不能脏了您的手。你们
大呼小叫的，这是做什么呢？这个时候，云贵妃身边的老嬷嬷过来了。张嬷嬷，快扶我起来！哟，三公主，您这是怎么了呀？话落，老嬷嬷回头看向了一边的沈云珠。九王妃，您就这么看着？你也知道我九王妃不是你们云贵妃身边的狗奴才，还敢和我这样说话，怕不是也想要挨一脚？这九王妃的确不是一般的村姑，竟然会有这样的眼神。她是想要杀了我不成？哼，暂时不管她。云贵妃交代过了，就算是她不过去，那个男人也会过来找她的。今日入了八皇子的葬礼，沈云珠就算是不死，那也要脱一层皮。还想坐九王妃的位子，做梦去吧！嬷嬷，快点扶本公主起来！老嬷嬷回过神来，想要扶起萧影莲。哎呦，哎呀！老嬷嬷后背突然被什么东西砸中，肥胖的身躯向前倒下去。砰的一下，萧影莲整个脸都被老嬷嬷的肥胖身板子给砸中了。狗奴才，竟然想要砸死三公主！来人呐，把这个老东西带下去，好好审问，看看他是不是还有同伙。沈云珠拿出九王妃的架势来，早有几个侍卫过来，立即将老嬷嬷带走了。哎呀，我没有啊，我是冤枉的呀！三公主，救救老奴啊！三公主，沈云珠，你这个贱人，你敢冤枉我，我家贵妃娘娘一定会要了你的狗命！你……啪啪啪，沈云珠上前几步，几个大巴掌呼在了她的脸上。大胆狗奴才！本王妃的名讳也是你叫得出来的。云贵妃想要我的命啊！好啊，原来你受了云贵妃的指使，过来陷害三公主。难不成云贵妃要三公主给八皇子陪葬？你哥，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我没有。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的。带下去，好好审。沈云珠，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这次说话的人正是太后。幸亏帝先把老九支开了，不然的话，被老九看到了他的王妃被欺负，又要护着村姑了。这样一来，今天谁都别想救沈云珠。萧策并没有跟着他一起出来，老狐狸竟然把人从别的地方支走了。你以为这样就能够欺负我了？笑话！太后老佛爷，老奴冤枉啊！老奴路过这里，见到九王妃打了三公主，老奴什么都没有做，就被九王妃给打了呀！沈云珠，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哀家的地盘上撒野！又一个想让我死的！若不是看在你是我家男人娘亲的份上，我可是要送你归西的。不过现在倒是有个人可以一起过去。姐姐，你怎么又闯祸了呀？这下好了，沈云珠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你是什么东西？总是与本王妃攀亲戚，也是村姑吗？本来想让萧应莲上路，现在就你吧。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送上门来的。你，沈云珠，你竟然还是不给我面子。村姑果然是村姑，若是这个时候你能和我求情，或许我还能替你说几句好话呢。现在看来，你的死期到了。沈云珠，你可知罪？婆婆啊，我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难道您宁愿相信一个老奴才的话，也不愿意相信我这个媳妇儿？如此一来的话，我岂不是还不如一个老奴才？这件事情若是被我家夫君知道，必定会伤心的。放肆！沈云珠，你别以为成了我小九的媳妇儿就能够上了天。今日哀家就亲自教教你规矩。来人，给我打！先打20个耳光，哀家看看你还如何嘴硬。不要啊！太后不要打我，我没有错。沈云珠一秒变脸，
像是受到了万分惊吓的村姑，在大殿之上来回跑。姐姐，你别跑啊！太后也是为你好啊！你贵为九王妃，如此给九王爷丢脸，别人看了会笑话的。想跑，看我怎么抓到你！太后让人打你耳光，必定会毁了你的脸，到时候九王爷还怎么喜欢你？毁了我的脸，那是什么感觉啊？不如妹妹你先来试试吧。沈云珠还在跑，并且路过了老嬷嬷的身边。就在此时，老嬷嬷的刀子一下子向着沈云珠的脸刺了过去。村姑胆大包天，不服从太后的命令，放肆！啊！这个时候，穆向雪的惨叫声响起。我的脸！你个该死的奴才，竟然毁了我的脸！穆小姐，你干什么？你想要杀了我吗？我可是云贵妃的人！你个狗奴才，我管你是什么人！云贵妃娘家都没了，她自己都自身难保了，她还能护着你这个奴才吗？你给我去死！就这，多没意思呀！不如一起来吧。在场这么多人都想让我去死呢，那我可得来个雨露均沾。杀人了！太师府嫡女杀人了呀！伴随着惊恐的大叫，他似乎被吓得不轻，在整个大殿里又开始一顿疯狂逃窜。于是最后整个大殿上还能站着的人只有沈云珠自己了。而那个发了疯一样的穆向雪，手上的刀子不仅刺穿了那个嬷嬷的脖子，还刺入了太后的腿上。救命啊！那边已经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宫里不少侍卫冲了过来。皇上听到了声音，亲自过来了。皇上，就是那个贱人，他杀了嬷嬷，又刺穿了三公主的一只眼睛，后来还想要谋害太后。我没有要杀了三公主，是他自己撞上来的。嬷嬷那个老奴才，他毁了我的脸，我当然要报仇。太后，我不知道太后怎么搞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放肆！这里是太后的寝宫，岂容你撒野！来人，把这个反贼带入大牢，立即去将太师府所有人全都带到大牢，给这仇家严格抽。不就是一点小事吗？为什么要抄家？难道我真的闯了祸吗？不可能的！我好不容易才央求哥哥他自己一起来参加葬礼，就是为了看看沈云珠的好下场。但是现在呢？话说沈云珠从大殿里跑了出去，结果撞到了人的身上。珠珠，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啦？你看不出来吗？这是有人要杀我，我现在正在逃跑呢。谁敢伤你？走，我给你撑腰去。老九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儿，竟然害得母后晕倒，险些就丧命于反贼之手。皇兄，凡事都是要讲究证据的，你这样说，真是有失皇上的风范。老九，你变了，母后受伤昏迷，你竟然为了一个村姑。皇兄，你也变了。难道说萧策已经都知道了？那么我就更加不能留他的活路了。珠珠，我们走。当天，太师府嫡女穆向雪行刺太后，刺伤了三公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京都。珠珠，你可还解恨呢？什么？实在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三公主一只眼睛废了，张嬷嬷死了，我那可怜又可恨的母后也残了条腿，你觉得还解恨吗？怎么啦？这是生气了吗？说到解恨还不至于，毕竟真正的大戏才刚刚上演呢。但是如果他生气了，求着我收手，那该怎么办？如果说我还没有解恨呢？那就继续。你只要记得，在整个圣齐国，你想做什么，我都能给你撑腰就好。此话当真？小女人张开双臂，搂住了萧策的脖颈。男人被小女人的举动取悦到了，一把抱住了小女人的腰肢，将人贴在自己的胸膛之上。
真，比真金还真。美男在眼前，又是合法的，那还有什么好考虑？眼看着一场运动又要开始的时候，主子，皇上下令了，让您。这个时候，萧大突然冲了进来。我什么都没看见，我怎么就这个时候过来了呀？主子好不容易才得到王妃的赏赐，这容易吗？哎呀，完了，我这次真的是太不像话了呀！不就是一个命令吗？至于这么紧张吗？不过小娇妻竟然害羞了，怪可爱的。说吧，什么事？回主子，皇上下令让您在3日后亲自护送北凉国3公主和大皇子回北凉。下去吧。猪猪，我要出去办些事，晚上见。静鸾，咱们去大将军府。王妃，太师府被皇上抄家，搜查出很多和八皇子勾结的书信，还有一件龙袍。那家伙急匆匆出去，该不会是去送龙袍了吧？这是被诛九族了？九王妃，臣有话要讲。有什么话直说吧。臣想问王妃，为什么？他已经约好了安平郡主，一会儿过来一伙人，必定擒住了沈云珠。这厮已经这么想要去死了吗？而且还和平安郡主搞上了？可以呀，皇家最近丧事太多，我送皇上一件大喜事，冲冲喜吧。哎呀，真是的，我实在是太善良了。说人话，不要讲畜生的语言，本王妃听不懂。沈云珠，你个村姑，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还不承认？你一个村姑本就是最该死的贱人，凭什么害了这么多人？如果你现在下跪给我道歉求饶，我还能放你吗？小贱人，如果不是看在你有几分姿色，上辈子还是我的望夫夫人，我才不会留你一命。杨银这个畜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还真的恢复了前世的记忆，而且痴心妄想的让我再帮他坐上丞相的位置。砰的一声，沈云珠一个字都不想和他说，一下子冲出了马车，一脚踢出去。什么东西？胆大包天，竟然敢撞碎我们郡主的马车！郡主，那个贱人想要杀人灭口。那是平安郡主啊，刚才遇到个拦路抢劫的贼人，本王妃稍微惩罚一下，没想到撞坏了你的马车。多少银子？我们九王府赔了。九皇婶碰到了打劫的，在哪里？我帮你去抓。就是那边那个家伙，他想要打劫我的财物。好侄女啊，你能帮我揍他一顿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我是需要跟平安郡主走一趟了。好啊，我帮你揍他。刚才你一定吓坏了吧？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压压惊怎么样？到时候还给你一个男人，让你好好享受享受。村姑一定没见过世面的，到时候见了那么貌美的男人，那肯定是心花怒放，什么都忘了。然后我再去找萧策过来，事情就成了。小贱人，你不要怪我心狠手辣，怪就怪你自己长了一张狐狸精的脸。而且听杨颖说，你的八字还不错，能够旺夫，到时候砍断了手脚，做个残废，放在缸子里面。等哪日杨颖坐上了丞相，我再来给你个碎尸万段。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现在还真挺饿的，那你快带我去吧。沈云珠也没有回到马车上，就拉着安平郡主往外走。沈云珠和安平郡主很快来到了一家小酒馆。小二，给我来1只烧鸡，再来10个肉包子，再来20个馒头，还有你们的招牌菜都上来一遍。平安郡主会付钱的，是吧，郡主？没错，立即去照办吧。不又是个小酒馆吗？这些才能花几个银子。村姑就是眼皮子浅，放着路边那么多大酒楼不去，非要来这么一个小酒馆。这估计一桌子菜也就10个铜板。10个铜板？平安郡主笑话我没见过世面。
那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世面。你认识刚才那个人吗？我听说是个乡下来的小白脸，他在乡下还有一个媳妇儿，3个儿子，还有一个残疾老娘。这样的人只知道要钱，你可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你怎么知道的？不信你看楼上，就是那个穿着黄衣服的女子，长得好看吧？是个狠角色呢。什么？安平郡主本以为沈云珠在说谎的，那个女人正是京都首富陈家的女儿。难道说杨颖就是陈家的女婿？放肆！该死的小白脸竟然敢骗我！不过没关系，既然杨颖不和他们母子相认，那么我可以抢过来，到时候再好好收拾那个渣男。没错的，以后再好好收拾这个渣男。不过呢，那时间可不多了，3日之内是我能给你们最多的时间了。郡主，饭菜都齐了，咱们家有个规矩，点了菜就不能退了，而且还要先付钱的。不就是一桌子饭菜吗？既然点了，那就不会退的。本郡主还能付不起银子吗？多少银子？什么人呐，竟然能在小酒馆点这么多菜？就算是安平郡主，真的有这么多银子吗？九皇婶，您放心好了，就这样的一桌饭菜，如果你愿意，晚上我再请你吃一顿夜宵，怎么样？真的呀？我愿意呀，我愿意。你可要说话算数啊！我想吃那个什么宵夜。本郡主说话算数。这里人都听好了，我今天晚上还要在这儿宴请我的九皇婶，你们都做个见证。各位都要做个见证，我没什么银子的，全靠平安郡主照付啦。好，我们都给你作证。安平郡主不愧是郡主啊，豪气万丈呀！我们也都不敢点一桌的饭菜呢。九王妃果然是好福气啊，竟然有安平郡主照拂。佩服。这里发生的一切，已经有人跑出去禀告给了萧策。主子，王妃似乎出门没有带银子，现在就在一个小酒馆里，靠着安平郡主付钱吃饭呢，而且晚上还有在那边吃夜宵。听说要让周围那些人作证，到时候还是安平郡主付钱。派人去送银子，那10万两，算了，本王亲自过去。走吧。萧策刚刚办了太师府，现在听到了小娇妻没银子了，还要靠着别人吃饭，那怎么行？与此同时，我们的娘亲才不需要别人付钱呢。我们这就过去给娘亲送金条。不用那么麻烦的，咱们有金票，走吧。还是弟弟想得周到。走，小大，你带路。都怪我嘴欠，若是这件事被王爷知道了，必定是又要责罚我了。算了，有人欺负我们王妃没有银子，那是不行的。小酒馆，你看到了，我们平安郡主有银子呢。你说吧，多少银子？我们一并把晚上的宵夜银子也都送上。对，快点算账吧，我先付2倍的价钱，零钱都不用找了。这一桌饭菜共计15.6千两35文，按照您说的，先付2倍的价钱，那就是31.270文啊。您在我们店没有门卡，也不能给予优惠的啊。但是我们又不收零钱，所以您先付32万两银子就好。若是还有剩余，我们店会送到府上的。你说多少银子？怎么这么贵？我在大酒楼的花销也没有超过5万两银子的时候啊，这一下子竟然6倍不止。郡主，本店概不赊账，账单明细都有的，而且您刚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过，不会退了饭菜，也不会付不起银子。你们这明摆的就是一家黑店，故意黑我的。还有那个沈云珠，村姑一定是收了这家店的回扣，就是故意让我当冤大头的。郡主啊，你是不是拿不出银子了？其实你好好说，不要这样子，店家也会理解的。毕竟你已经和离过好多次，死过那么多男人，日子过得也不好，我都能理解的。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才没有付不起银子。
那你现在就付款，30多万两银子？你是故意的，还有你们也都是故意的。安平郡主，你自己刚夸下海口，说什么不差钱的，与我们何干呢？哎，你可别忘了啊，刚才是你求着我们给你作证的啊。就是啊，这什么人呢？竟然还反咬一口。若是付不起银子，那就别装叉了呀。就是啊，还特地带着九王妃过来吃饭，结果这家享誉整个大陆的小酒馆都不知道，还装什么呀？这家小酒馆很出名吗？好像是吧。我家夫君说过，这家店他也不是能常来的，因为没有预约，那是没有位子的。我以为你这样的大人物，那是必定会有位子的，就过来了。真的很贵，真的很有名，贵到你吃不起的那种哦。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九王爷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银票来了，带着对小娇妻的无限宠溺来了。什么情况？这个时候这个家伙来做什么？该不会是来付钱的吧？那可不行，别打扰了我的好事儿啊！爱妃，好巧啊，你怎么在这里啊？萧策来到了沈云珠面前，牵着她的小手。夫君啊，今日大侄女说要请我吃饭，你看这些还有宵夜呢。你也知道的啊，这地方一顿饭要花费10几万呢。大侄女啊非常大方，一下子就付款32万两银子，厉害吧？这么明显了，你该懂了吧？我就是要宰一顿平安郡主啊，你可不要付钱。32万两银子，真是个小机灵鬼啊！为了狠狠惩罚一顿安平，竟然想到了这个办法。不过你一直冲着我眨巴眼睛，这是做什么？难不成你眼睛疼？九皇说这里就是一家黑店，你看看这个账单，哪有这么贵的汤？1碗而已，竟然需要花费3万两银子，还有这个。安平，皇上平时怎么教你的？说到要做到，你既然要请我家夫人吃饭，那就要兑现。在你皇叔我面前装穷，你以为我会信吗？萧策竟然如此偏袒一个村姑，凭什么？他不仅腿残了，而且还眼瞎了吗？京都那么多世家大族的姑娘他看不上，竟然看上了一个村姑。娘亲，我们来啦！娘亲，我们来了。怎么回事？不就是一顿饭吗？怎么全家都上阵了？照这个进度下去，我今天还能惩罚了平安吗？你们怎么来了呀？娘亲，我们听说了，你吃饭的时候没有人付钱的。娘亲，咱们有金子的，平安公公没钱，你不要怪他哦。你们可不要这么说呀，平安郡主很有银子的，他就是在证明一件事而已，是不是啊，平安郡主？好，我付钱。狠啊！沈云珠这个小贱人竟然敢阴我，那我就让你在夜色之下好好玩一玩。大侄女，你可真是豪气啊！那我不客气了啊。一顿饭花了32万两银子，安平郡主心都在滴血。夫君啊，我和平安还要去遛弯，这吃的有点撑，晚上还回来吃宵夜呢。你们先回家吧啊。好，我们走。萧策知道小娇妻还有别的事，就带着孩子们走了。九皇婶，我带你去个好地方啊，那里的夜色非常美，我保证你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是你自己把萧策支开的，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也怪不得我了。故意支开他们，你以为是为了让你得逞吗？那是为了方便我做事哦，给你圆梦，那是我这个做九皇婶的最大的心愿呐，不要太感谢我啦。沈云珠，你个村姑，真以为我给你脸了是吧？还骂杨颖是个贼人，还把他打伤，他是我的人。你这九王妃的位子也坐了太久，是时候下台了。平安郡主，我没有啊，都是那个贼人，他要抢我的钱，我不知道他是你的人呢。你胡说八道什么？
杨颖即将是我的夫君，他才不稀罕你的银子呢。而且刚才你是不是故意黑我的？32万两银子，亏你吃得下。我好晕啊，我的头好晕啊！傻村姑，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你好好享受吧，我会让你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萧策的。还有你那2个小兔崽子，我也会送他们上黄泉的。竟然要害我的孩子们，谁给你的胆子？杨姨那个渣渣吗？搞笑啊！安平郡主已经来到了门口，突然后背被人踹了一脚。你给我下毒，还想要害了我的孩子？我是村姑，那你连村姑都配不上。恶毒的东西，本王妃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村公的实力。你个惊人，你竟然敢装死，你竟然敢欺骗我！我去告诉九皇叔。不，我要去告诉皇上，让他立即处死你。去找皇上？没错，你这个主意很好啊，我帮你啊。沈云珠难道真的是脑残吗？我是去皇上面前告状啊，他竟然要自己送死吗？到时候来诛个九族。好家伙，我都不用出手，他们就全都死了。你有一样说的对，这一去啊，可就回不来了。不到半个时辰，人已经来到了皇宫，并且还是云贵妃的寝宫。你要做什么？我要见皇上，不要在这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你以为皇宫是你家吗？你不是说有个地方月色很美，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吗？这里就是，好好享受啊，皇上一定会满意的。你干什么？竟然给我用毒！忘了告诉你，这东西啊，我配制的，而且你刚才拿到的那一种还是假货，真是个没用的东西，买毒药都能买到假的。不可能，那是天涯神医亲手研制的，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也敢！天涯神医，真是个好有名气的人啊！好好享受吧，你和云贵妃不是关系很好吗？那就一起。沈云珠拂袖而去，没多久，云贵妃回到了寝宫，而且偌大的寝殿里竟然还出现了一个男人。你怎么在这里？这个晚上，被毒药控制的3个人彻夜狂欢。天上不会亏待每一个好人，你的愿望我替你实现了，你可以去投胎了。珠珠，喝酒不叫上为夫。沈云珠一个闪身，差点掉了下去，突然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你是哪来的小白脸啊？我是天上下来的小白脸，你愿意要我吗？沈云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答的，迷迷糊糊的觉得眼前男人的脸逐渐放大，最后在睁开眼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萧策，你个大坏蛋！珠珠，你为何这样说我呀？我记得刚刚你明明很喜欢的。沈云珠看着近在咫尺的美男子，脑子里想到了刚刚。原来竟然是我主动的，而且还像饿狼扑食一样。我家珠珠莫怕，这种事我不会说出去的。不过，我们可以生女儿了吗？少来！现在咱们应该进宫了。进宫？萧策看着怀里的小女人，见她坏坏笑着，就知道了，一定是又做了好事。好，我陪你一起。需要银票吗？咱们可以把小酒馆买下来。不必了，我也不是很喜欢那里。买什么呀？那本来就是我的铺子啊！若是让你去买，岂不是又要掉马甲了？小娇妻一定是在口是心非了，看来要叫乔大过去买下来送给小娇妻，她一高兴就能与我生女儿了。萧策打定了主意，趁着沈云珠去御房的空档，吩咐萧大去买小酒馆。两人刚刚准备好，萧二就过来禀告：主子，皇上请您和王妃立即进宫。
看来事情已经办妥了。好，我们立即过去。皇宫，皇上，臣妾是冤枉的，平安竟然带了野男人来臣妾的寝殿。皇上，我们都是冤枉的，这一切都是沈云竹那个贱人，都是他算计我们的。你们太放肆了！你们真的以为朕已经昏庸无能，治不了你们的罪了，是不是啊？皇上，这一切真的是沈云竹干的，你把他叫来，我们当面对质，自然就知道了。那个村姑，她设计陷害了5皇子、8皇子，甚至还要谋害皇上您啊！皇上，把那个贱人带来吧，我们的儿子不能白白被算计了呀！他区区一介村姑，为何要算计我们？甚至臣妾的娘家惨死，必定也与他脱不了干系。还有老九，自从娶了这样一个女人为王妃，身体就每况愈下，甚至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了，必定也是这女人干的。皇上，臣知道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知道什么？如实说来。皇上，臣知道沈云珠的身世，她是北凉国丞相夫人的女儿，如今来到咱们圣齐国，必定是存着不轨之心，所以才会处处针对咱们的2位皇子，甚至害死了那么多人。放肆！沈云珠竟敢如此欺辱我圣齐国！若是按照杨颖这样说的话，阁主这一次肯定是要完蛋了。我得去给阁主通风报信，绝不能让他来皇宫，不然的话就会死在这里了。但是很显然已经迟了，因为已经有太监来禀告，九王爷和九王妃已经来了。让他们进来。沈云珠，你一定想不到吧？我已经想起来了，你就是北凉国派过来的探子。想不到这帮人还能挖到我的真实身世啊！一个个的都盼望着我死呢。皇上，不知深夜召见我和珠珠，所为何事啊？这一定就是小娇妻的杰作了。不过珠珠干得好，不愧是我的女人。等到买下了小酒馆，一定要给她个惊喜。老九，事到如今我也不必隐瞒你了，你一定还不知道吧？在你身边的这个所谓的村姑，其实正是北凉国派来的探子，为了刺探我圣齐国的机密，竟然潜伏了这么久，以至于你现在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他还在实施着最后一步计划。皇上，你说的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小策，事到如今，你竟然还袒护他！就是这个村姑，这个探子设计害死了你的2个侄儿，甚至还有我的娘家，如今还要害死皇上啊！砰的一声，沈云珠一个字都没说，一脚踹了过去。皇宫的规矩都是让你为了畜生吗？你是个什么身份，竟然敢直呼九王爷的名讳，无凭无据，胆大包天的栽赃九王妃。我叫爱妃替我出气，这种感觉真舒坦呐。沈云珠，你才是放肆！你是北凉国派来的探子，竟然大逆不道地伤害我圣齐国的贵妃娘娘，你该当何罪？时间慢慢过去，杨言直视着沈云珠的眼睛。皇上，奴才知错了，请您饶了奴才吧。怎么回事？杨莹，这又是在搞什么鬼？皇上，您年纪大了，很多事情被身边的人蒙蔽了双眼。胡说八道！沈云珠，杨颖已经说了你的真实身份，你休想抵赖。皇上，虽然您年纪大，头脑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是我还是相信您还是有理智的。您只要稍微分析一下，就能够发现，杨颖所谓的我的真实身份，不过是一个谎言罢了。为什么要说谎话？当然是为了掩盖他们几个的罪行。身为皇上的妃子，竟然与一介村夫苟且；身为皇上的侄女，竟然带着村夫来皇宫苟且。在他们眼里，皇上您已经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一条腿迈入了黄土之中的半个死人。他们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甚至已经暗地里惦记上了您的皇位。
老黄瓜现在最在乎的就是他的皇位，只要有人惦记，那是必死无疑。杨银几个人做出这种事情，还想要金蝉脱壳，想的倒是美。皇上，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被沈玉珠陷害的，我们根本没有惦记皇位，我们不敢啊！他真的是盛气国的探子啊，专门陷害我们皇族中人的，皇上圣明啊！杨颖倒是说话啊！刚才你不是说了沈云珠那个身份，你快点拿出证据，快点说话啊！你给我滚开！你这个毒妇，沈云珠就是个村姑而已，她哪来的什么高贵身份？这都是你告诉我的，你让我故意欺骗皇上，这样我们就能够活命。你现在还让我继续欺骗皇上吗？我办不到。皇上，这一切都是安平郡主威胁奴才的。奴才就是个穷秀才，被安平郡主看上了，非要霸占奴才。若是奴才不从，就是要杀了奴才的妻儿老小。奴才走投无路，只能听之任之。奴才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一切都是安平郡主指使奴才的呀！奴才真的是冤枉呀！杨颖，你这个畜生！本郡主什么时候威胁你了？明明是你勾引我！你说你是清白之身，没有家室，原来都是在骗我的！你个陈世美，不要脸的臭男人！我杀了你！身上一直带着刀子的他，立即拿出了刀子，刺入了杨银的后心口。啊！你个贱人！你敢伤我！我要杀了你！杨银身上也带着刀子，你一刀我一刀，根本停不下来。安平郡主和杨银互相残杀，很快安平郡主死了。你现在满意了吗？说完这句话，杨银就死了。满意？怎么会满意？这就是你的因果报应，上辈子你欠的业障，这辈子来还。沈云珠，你果然好算计，先让安平郡主和杨银自相残杀，又想让皇上处死我，你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你那是做梦！今日我要为我的家人，为我的皇儿们报仇。死寂的空气突然被云贵妃的吼叫声打破。他拔掉了头上的发簪，发了疯一样向着沈云珠冲过去。看来这个云贵妃还是有些用处的，关键时刻还知道给朕分忧。只是那一刀子刺过去，若是能够让沈云珠死掉，那是最好不过。但是以萧策对沈云珠的宠爱程度，必定会出手教训云贵妃。如此一来，无论他们最后谁赢谁输，朕都是最后的赢家。在朕的皇宫，一个个手持凶器，想要行刺朕，统统凌迟处死，一个不留。如此甚好，甚好。如此一来，除掉2个祸害，朕不用费一兵一卒。珠珠，他整个人就要从轮椅上站起来，然而沈云珠伸手根本没怎么用力，就把男人按在了轮椅上。你的力气真大呀！从始至终，他的视线一直与飞奔而来的云贵妃对视。然而，就在云贵妃距离沈云珠只有5步距离的时候，不知为何，原本凶狠的女人突然一个急转弯，冲向了皇上。你个老东西，曾经许诺我做皇后，到头来你就是在骗我的。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杀了我的儿子，你该死，你该死！我娘家人都死了，你说去调查，你却什么都没做。如今安平算计我，你却想要把我一起连根拔起。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去死，你去死！云贵妃的发簪直直刺入了皇上的心口，她还觉得不解恨，又一下下刺入了皇上的脸上、第3条腿上。一边的青羽都吓到了，好半天才慌慌张张地跑掉了。皇上不甘心地看着萧策的方向，他知道自己这一次怕是真的活不成了，但是萧策他竟然还活着，还活着呀！
凭什么？苍天不公，不公啊！云贵妃手上的发簪一直没停下来，皇上身上的血溅了她满脸满身。不知过了多久，她似乎恢复了理智。皇儿们，娘给你们报仇了，爹娘，女儿报仇了，报仇了！说完这些话，手上的发簪一下刺入自己的心口。来人呐！快点来人呐！云贵妃行刺皇上，快来人呐！青羽跑出去大声呼救，很快有侍卫进来，宫女进来，御医进来。九王爷，九王妃，你们怎么在这里？诸位大臣来的正是时候，本王被皇上召见，亲眼目睹云贵妃发病。主子，北凉国已经派人来接大皇子和三公主，还有青羽来了。阁主，那个老黄瓜死了。青羽一进门就已经按耐不住的大笑起来。我知道他死了，你至于现在就这么高兴吗？你都不想想，老黄瓜死了，你是他现在最宠爱的妃子，难道不会跟着陪葬吗？陪葬？我才不要陪葬呢！那个老黄瓜，最好一个陪葬女儿都不要给他。但是皇上的那几个不受宠的女人，怕是不会放过你的。阁主，我现在该怎么办？就算是你不去陪葬，日后还想跟在萧泽州身边吗？当然，当年若不是太子殿下，我早就该死了，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更不会有我的复仇。那你可愿意做个真正的女人，只是不能生儿育女？愿意，只要太子殿下不嫌弃我，做什么人都可以。宫中，怎么会这样呢？父皇一直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就驾崩了？三公主，听说是云贵妃发病了，用发簪行刺了皇上，还有安平郡主也刺死了。这怎么可能？云贵妃目前的形势，离开了皇上只有死路一条。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去行刺皇上的。沈云珠，当时在场的人是不是有沈云珠？三公主果然料事如神，沈云珠和九王爷都在场的。一定是沈云珠，我要去见太后。这件事一定是沈云珠干的，云贵妃是冤枉的。萧应莲跌跌撞撞地冲了出去。皇祖母，这一切都是沈云珠干的，云贵妃是冤枉的。萧应莲的声音非常大，在不远处走过来的萧策和萧泽州也都听见了。三公主怕是不能留了。放肆！太子殿下，你为什么总是包庇那个村姑？父皇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为了一个外人，难道连父皇的死都不顾了吗？萧应莲，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敢质疑心地。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一直嫉妒九王妃的美貌与智慧，如今父皇刚刚驾崩，你不想着去陵前尽孝，竟然在此污蔑九王妃，搅和父皇魂灵不安，你该当何罪？萧泽州，你才是大逆不道，口出狂言。沈云珠那个村姑身份卑微，靠着一张狐狸精的脸迷惑了萧策，也迷惑了你。我堂堂三公主何须嫉妒他个村姑狐狸精？父皇刚刚驾崩，那就自称心地。哼，我不妨告诉你，父皇生前已经立下了诏书，皇位绝对不是你这种人的。我作为圣齐国的三公主，我说那个村姑是凶手，她就是凶手，她必死无疑。萧应莲勾结北凉公主皇子，陷害九王妃，证据确凿，罪当立斩决，立即执行吧。一直没有说话的萧策拿出一张纸，丢在了萧应莲的脚边。我没有，你们诬陷我，你们都诬陷我。皇祖母，孙女就是太任性了，孙女知错了，请您再给孙女一次机会吧，皇祖母。哀家罚了，这件事你们自己处理吧。太子哥哥，不，皇上，请您饶了我吧，我再也不会犯错了，给我一次机会吧。萧应莲见太后走了，立即跪着去求萧泽州。
九皇婶那么善良，若是他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原谅我的。九皇叔，您给我一次机会啊！萧策一脚踹开了面前的萧应莲。他不会。萧策，你竟然是装的，你不是残废，你的腿早就好了。你知道的太多了。你不是说先皇最宠爱你？既然你们父女情深，追随你的父皇而去吧。萧策袖子一甩，转身离开。九王府，妃，北凉国来人探望三公主和大皇子，并且还带着一个神医，说是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凌云阁的叛徒有些本事啊，冒充我不成，现在开始搞徒弟流了。王爷呢？萧策进宫好几个时辰，现在还没回来，那是去哪儿了？北凉三公主那边已经派人把王爷请过去了。走吧，咱们也去开开眼界。京都一处别院大厅里，九王爷，这位是我们北凉丞相大小姐朱香玉，这位是我们北凉的六皇子白湛。圣齐国如今正值先皇故去，本王没时间送你们回去。既然你们自己的人来了，那就请便吧。九王爷，您答应过的事情，难道这是要反悔不成？本王从未答应过什么，若不然你可以去问问我们圣齐国的先皇。那一边的朱香玉一直盯着萧策。真的是太美了，这样的男人只因天上有的嫡仙啊。那个嫁给他的九王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有如此福气？他就是父皇那个流落在外的小儿子，倒是挺像我们白家人的。王爷，天降大雨，我来给你送伞。猪猪，这点小事让下人过来就行了，何必辛苦走一趟？为夫君送伞有什么辛苦啊？这是我作为夫人应当做的。她难道就是母亲留在圣齐国的那个女儿？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多年，祖父派人回来多次寻找，都没有音信的人，竟然还活着。这就是那个娘亲的女儿吧？应该不过20岁，长得着急了点啊。听闻这里有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我是来开开眼界的。现在开始了吗？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能够活死人肉白骨，若是果真如此，那么三公主和大皇子的残疾之症，九王妃常年在乡下居住，没见过什么高人，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正是北凉丞相府为了本公主和大皇子专门请来的。听闻天涯神医性情古怪，行踪成谜，一般人根本找不到。没想到北凉国丞相府竟然如此厉害，本王妃真是佩服啊！原来一直在村里待着，怪不得这么多年祖父没有找到他。村姑一个，能见过什么世面？别说是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就连天涯神医我都见过。那么现在可以开始治疗了吗？我就坐在这里，你看到的是哪门子的天涯神医啊？暂且不管，过几日再说。来人，有请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过来，给九王妃开开眼界。夫人为何对一个弟子如此感兴趣？该不会是认识？那个女人又在迷惑萧策了，她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不要脸？我们合法夫妻，就笑了那么一下就不要脸了？你们怕是对合法夫妻有什么误解？夫君，你这边脸怎么了？真好看。好想把人搂进怀里，进而去做一场运动。适可而止吧，不然这男人怕是要控制不住他的洪荒之力。圣齐国的民风如此开放吗？若是在我们北凉如此这般，那就滚回你们北凉。他刚才是在骂我，我可是北凉丞相府嫡女，
此次过来，那是作为圣齐国的外宾。小子竟然为了一个村姑，竟然如此出言不逊。我家夫君就是个直男，你们别介意啊。我家夫君实在是太宠我了，我这人又是在村里住惯了，忍不住得意的笑啊。很快，有下人带着一个瘦高的男子走了进来。江河神医，现在要怎么治疗？这位九王妃没有见过神医，想要开开眼界。无妨，我先从你的胳膊开始。看来是个草包王妃呀，不过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一会儿给她诊脉，留下来过夜，好好享受一下。想要个女人，放松一下呀。这事儿好办，现成的就在眼前呢。不到1刻钟时间，白霜原本被猛兽撕掉的胳膊硬生生的恢复如初。不仅如此，他那2条只剩下白骨的腿也都被江河给治好了。不愧是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果然厉害。大哥，我好了呀。江河，若是你能将本皇子也治好，他日回到北凉，本皇子必定向皇上举荐，册封你为神医。多谢大皇子，臣必定能够医好您的伤。夫君，天色不早了，我们走吧。三公主与大皇子吉人天相，遇到了神医，自己就能回去北凉。九王妃，如此着急做什么？急匆匆过来开眼界，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呢，你就走了，怕是不合适吧？三公主恢复如此，实在是可喜可贺，必然要大摆宴席庆贺一下。王爷，孩子们还在家中，我不放心。但是三公主恢复如初，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夫人在外赴宴，为夫回家看孩子。若是这事儿传出去，本王乐意。好，夫人切莫贪杯，为夫等你回来睡觉。萧策说着，手上一个用力，将小娇妻搂入怀中，当着2个女人的面狠狠亲了沈云珠一口，这才满意的将人放走。不知2位要去哪里大摆宴席？恕我直言，如今我们圣齐国皇帝驾崩，我听说有个小酒馆，那里有雅间，可以不受外人打扰。1个时辰之后，白朗一身白衣，风度翩翩地走了出来。大哥，你也好了呀，真是太好了。上次没能干掉这个女人，这一次刚好送给江河做礼物吧。沈云珠却是在看江河，因为他的心中所想很有趣啊。恭喜大皇子，恭喜三公主，2位果然是福泽深厚之人，老天爷都在帮你们呀。我就说嘛，这种近乎奇迹的医术我都做不到，何况是一个冒牌货呢？原来还有失效的，5天时间，过了这个时间，你们就会再次回到原来残废的模样。只不过你们兄妹俩可等不到5日了。大哥，九王妃特地留下来给我们贺喜的。多谢九王妃，走吧。江神医，本王妃会些占卜之术，不如给你算上一卦。我们北凉人不信卦术，我们圣齐国人也不信，只不过是用来解闷的。你不会是开不起这个玩笑吧？九王妃何出此言？愿闻其详。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冒名顶替，抢夺他人之物，有损阴德，是要遭天谴的。村姑竟然知道这么多，不可能，一定是他误打误撞猜到了。再说了，这个东西我之所以能够盗走，还不是朱丞相的夫人帮忙吗？朱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应该就是我那个便宜老娘了。本王妃断你今夜子时行床替之事，切莫出门，定能躲过一劫。多谢九王妃提点。九王妃有什么想吃的可以随便点。
几日前平安郡主带我来过，那一次啊，他足足花费了30万两银子。不愧是北凉国的皇子公主，挥金如土啊！平安郡主来，花了那么多银子啊？是我说错话了吗？几位不要介意啊，你们也知道我在乡下久了，说话都是直来直去，不懂得拐弯抹角。村姑这是在嘲讽我们兄妹没银子吗？区区30万两，何足挂齿？北凉派过来的大军已经在城外10里了，今晚你和萧策必死无疑。城外，黑压压的大军不断逼近京都。萧策坐在城楼上，看着那慢慢靠近的大军，刚刚能站起来，就迫不及待地送命。不愧是腹黑狡诈的北凉大皇子啊！趁着圣齐国皇位争夺之际，竟然派遣北凉大军来到了这边皇都墙根底下，有胆量啊！可惜你碰到的是萧策。九王妃，今日我兄妹恢复如初，多谢你来贺喜。来，我敬你一杯。好啊，今日我祝福两位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村姑就是仗着萧策宠他，现在萧策离开了他，他还是恢复了村姑的本质。三公主、大皇子，你们不喝啊？不是都想要算计我们？赶紧啊！你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两人闻言全都一饮而尽，一顿饭吃的每个人都各有算计。明明酒菜里都放了药，沈云珠怎么还能坚持这么久？这都过了半个时辰，她竟然还没有晕倒。抱歉啊，实在是东西太好吃了，一时间忘了中招这出戏了。哼，你个贱人，真以为我请你来贺喜啊？你个村姑蠢货！现在我们的人已经把萧策绑了，你的那2个小野种也被砍了脑瓜子。至于你，江神医，这是给你的奖赏，记得不要玩死了，给我留下一口气。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所有的一切都因为得罪了我而得到的下场。等一下，大哥，现在事不宜迟。你们的速度不必太快，一会儿萧策被绑过来，本皇子让他亲眼看看他那么宠爱的女人如何在别的男人身下承欢。所有阻碍我夺得皇位之人，无论你是否有这个实力，都该死。而且我还要让你知道，得罪了本皇子，就算是死，也要带着无尽的懊悔与恐惧。那一边，留下一个活口即可。话落，从四面八方不断有黑衣人从天而降，一场混战开始。不过是小半个时辰，近100名西凉大军只剩下1名首领落荒而逃。主子，这些尸体怎么办？送到北凉老皇帝面前，把那封迷信也带上。是，主子。真不愧是主子，够腹黑。北凉老皇帝还活着呢，白朗竟然偷偷调遣了大军，这是想要抢夺皇位不成？让老皇帝看看他的好儿子都干了些什么。小酒馆厢房内，怎么回事啊？二娃那里偷来的迷药竟然这么快就醒了？不过想想醒了又如何呀？让他跑掉的话，我这几年岂不是白活了？嘿，放心，我不会跑的。村姑刚才说什么？他是偷听了我的心声不成？不是很想放松放松吗？本王妃成全你呀。你是人是鬼？当然不是人呢，本王妃可是下凡的仙女。你个贱人，竟敢装晕，胆大包天，戏弄本皇子！你个残废，在圣齐国的地盘也敢算计本王妃？上次我和你们说的话，显然你是忘记了。技不如人，算计不过别人，那就要愿赌服输。
尔等对九王妃不敬，该当何罪？你都知道了？偷了皇上的玉玺，派遣禁卫军来圣齐国地盘，想要对付萧策，孤注一掷，却不想全军覆没，无一生还。但是这种事若是被你们的父皇知道，你们猜一猜，他老人家会怎么惩罚你们？村姑知道这件事做得这么秘密，竟然连村姑都知道了，那么料事如神的父皇必定也知道了呀。你们知道的太多了，无论是在北凉还是在这里，都要死。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事实，去吧，你个垃圾！话落，沈云珠稍微用力，将白朗从窗户甩了出去。沈云珠，你个贱人，竟然敢伤害我大哥！他是北凉的大皇子，未来的北凉皇帝。你说错了，不是伤害，是惩罚。你不要过来！沈云珠没说话，回应白霜的只是一脚踢出去。三公主，你来了呀！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你终于来了。江河，你疯了吗？我是三公主，你放开我！你放开我！怎么会这样？我的胳膊！娘亲，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了吗？娘亲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不能离开娘亲就好了。大哥说的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娘亲，我们一家人都要走吗？要不要带上舅舅们呢？我们一家人先离开，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让舅舅们过去，好不好？好。娘亲说的不会错，有娘亲在，一切都不是问题。等到两小只睡着了，沈云珠才出门，才到了院子里，就碰到了萧策。这男人搞什么？不会是又要生女儿吧？现在可不是好时机。珠珠，你会一直相信我吗？你出去找别的女人了？我在你的眼里就是这样的人吗？还没有分开，他就这样怀疑我。若是分开，他这疑心病如此重，那一日该不会和我和离？有句话说，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你不是那样的人，但是总有女人往你身上扑，你也没有办法，不是？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难过美人关。男人长臂伸出，一把搂紧了小女人。你这一关，我这辈子都过不去。花言巧语。珠珠，原本计划一起去北凉，我做不到了。我要先去往南里办些事情，之后我会去北凉长安城找你，你会等我吗？好，我等你，我们都等你。我是你的，永远都是，谁也抢不走。萧策压低了声音，就在院子里吻上了小女人。不知过了多久，男人才松开了小女人，恋恋不舍地消失在夜色之中。珠珠，皇上，请您自重。若是你想要问白朗和白霜的事情，我可以告诉你；若是还想问别的，恕我无可奉告。别用那种所谓的深情眼神看着我，我不稀罕。你们这种人的感情啊，我受不起。我如今已经贵为九五之尊，面前的人还是不喜欢我。萧策到底有什么好？他的眼里心里都是他。皇上，你该清楚，我不是笼中鸟。你那偌大的皇宫，我也不稀罕。作为新帝登基，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要执着于无谓的儿女情长。还有，别忘了是谁帮助你走到了今天的位置。那个人叫青羽。我的哥哥们和我不同，他们世代效忠于皇家，你大可放心任用他们。他的心中果然没有我，一直都没有。我引以为傲的皇宫，若是他想走，谁都困不住他。还有青羽，他竟然也知道青羽。
朕就是过来看看你，朕不会忘记青羽。若是他哪一日回来，朕会好好对待他。还有你的4个哥哥，他们都是栋梁之才，朕自会重用。你此去，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能帮得到，尽管开口。若是有来生，朕不做皇家人，必定早认识你。话落，一朝天子转身离去。天刚刚亮的时候，沈云珠带着2个孩子坐上了马车，向着北凉疾驰而去。威远大将军府上已经收到了他的消息，妹妹去北凉了，让我们不要挂念，过不了多久我们会一家团聚的。他还给我们留了不少东西。大哥沈君茂念着书信，4个哥哥全都是泪眼模糊。大哥，妹妹是找到了娘亲吗？这件事日后一定要烂在肚子里，不然我们活不活的成不要紧，那是会给妹妹招来杀身之祸的。这件事我们暂且当作不知情，若是妹妹安顿好，必定会让我们过去的。王妃，日后都叫我主子就行，王妃什么的都是过去式了。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北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主子，咱们到了长安城，要去哪里落脚？难不成真的去找您的娘亲？我们的落脚地暂时就在客栈住下来吧，别的不用担心，有些人啊早就知道咱们来了。娘亲，这家客栈好高啊，我们就住在这里吧。好啊，就这里。掌柜的，来2间最好的客房。哎，1等客房的已经满员了，现在只有后院的柴房、马厩还可以凑合一下，不过要价50两银子，不知几位。50两银子一个晚上，只能住在马厩和柴房。500两银子，6层最好的1等客房。10个银锭子被沈云珠从空间里拿出来，放在了柜台上。店家看到了银子，那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亲自带着沈云珠几人来到了6层最好的上等房，朱丞相府后宅。夫人，大小姐，您让老奴留意的画像上的人，竟然来到了咱们长安城。混账东西，主家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你在这傻傻乎乎的，成何体统？夫人，老奴不敢说谎啊。大小姐回来那日就交代老奴留意这个女子，刚刚老奴从春风如意客栈路过，竟然看到了真人呐。春风如意客栈，真人？真人不就是沈云珠？嬷嬷，你确定那个女人就是沈云珠？正是圣齐国的九王妃，老奴不会看错的，而且她还带着2个孩子，还有丫头。你先下去吧。香玉，老嬷嬷说的都是真的，这画像的女人真的是沈云珠。母亲，沈云珠的确还活着，而且似乎活得还不错。她在圣齐国成了9王爷萧策的夫人，已经是9王妃，而且那个男人非常宠爱她，对她百依百顺，就连她与野男神生了野种，也都视如己出。你说什么？你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母亲，这一切是真的，而且关于沈云珠在圣齐国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与你慢慢细说。接下来的小半个时辰里，朱香玉把这几日打探到的消息添油加醋，全都说给了周芙蓉。孽障，他竟然如此放肆！母亲，我估计这次他来到北凉，又是想要谋害皇族中人。此话怎讲？母亲有所不知，那个沈云珠心狠手辣，别人得罪他一点点，哪怕是说他的坏话，他都要杀人性命。大皇子与3公主之前在圣齐国参加皇家围猎，险些误伤了沈云珠，那女人竟然用妖术，害得大皇子和3公主成了残废。而且那天涯沈邑的关门弟子，如今治好了大皇子与3公主，他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不仅是沈云珠自己来了，还把那2个小野种也带来了。好啊，在你的地盘，我没办法除掉你。
如今你来到了我的地盘，真是你自己入了虎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敢！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那是我们朱家罩着的人，他敢动那厮一根手指头，我要了他的狗命！母亲，您不要有那种人志气，小心气坏了身体。您这是去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是要去看看那个妖女到底如何嚣张。周芙蓉不顾朱香玉的阻拦，急匆匆往外走。来人，去打探一下，大皇子和三公主是否平安归来。说是江和江神医回来，让他见我。主子，楼下来了一位妇人。无妨，先吃饭。娘亲，街上好热闹呀，我们能出去玩吗？当然可以，不过要吃饭，而且吃饱饱的，不然出去玩，我可不会给你们买好吃的啊。谢谢娘亲，小玉特别能吃的，我和哥哥都是干饭王。没错，娘亲你看着，我们会吃好多。这样太像个小孩子了，我明明是哥哥，那就是大人了。唉，对出去玩这种事儿，我实在是没有抵抗力呀。你们也坐下来一起吃，跟在我身边，那就要听我的。夫人，奴婢打探过，那个女人就在咱们隔壁，而且他们没用客栈的饭菜，好像是自己做饭吃的。身份卑微，竟然还学人家大夫人，这是什么味道？夫人，好像是隔壁做出来的饭香。隔壁，娘亲，我吃的太多了，需要出去遛弯儿。娘亲，我也是。放心好了，娘亲答应过你们的事情，不会食言的。娘亲，我想去坐船。大哥，这里有湖吗？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是大哥，我什么都知道。明明长得一模一样，竟然他做了大哥。当大哥真好啊，什么都懂。一会儿就去坐船，走吧。沈云珠缓缓走在后面，她无意中听到了奇怪的心声。她就是沈云珠，果然带着两个小野种，仗着九王爷的宠幸，竟然害了吴家满门。她来北凉做什么？是来找我的吗？找你？这位妇人，你想多了。那个小野种不是说去坐船吗？我听闻最近长安城有盗贼出没，盗贼大部分得手之后喜欢走水路。奴婢这就去安排。我听闻尚书府的嫡子刚回城，长安湖是他的地盘。夫人果然高明，借刀杀人，不脏了我的手。沈云珠带着两小只一路来到了平安湖。娘亲，那边好多人呢。人这么多，不要乱跑。哼，大哥，我不怕，就算我跑丢了，你也会来救我的，是不是？没错，大哥会救你。但是你别忘了爹爹说过什么，若是给娘亲惹麻烦，咱们就不能有妹妹了。娘亲，我不会乱跑的。那些人好像是在竞选游湖大赏的船只，我就在这儿看着好了。走吧，咱们也租一辆最好的船。你可别演了，行吧？娘亲真好。娘亲，我好喜欢你哦。娘亲是最美的。娘亲是最幸运的，我们一定能够拿到最大最好的船。沈云珠母子三人很快就来到了前面。娘亲，我们也来猜吧。好，你们两个猜，娘亲付钱。大哥，我喜欢6号，数字吉利。这么说的话，66号岂不是更好？好啊，就那一艘吧。哎，那个女人是谁？哎，她看起来好像能挑中船的样子，是知道内幕吗？不管是谁，不能让她得到了这个机会。去听听她买了哪一艘，我们跟上。不远处有几个女孩子盯着沈云珠的方向。有人跟风，我买什么他们就买什么，很好啊。二小姐，那个女人写了66号，
并且出价30万两银子。什么东西？区区一兰画坊，竟然出价30万两！朱玲珑，你什么意思？看不起我们尚书府吗？区区30万两而已，我拿得起。我说40万两银子，去写吧，66号。陈慧欣，你是听不懂话吗？我明明是在替你说话，好不好？平安湖上画坊里，少光啊，多谢你来给我接风啊。程峰，你每年都搞这个东西，那个女人也没有出现过，你可真是够执着的。我这人向来不喜女子，喜欢修道。我刚从武当山回来，你不知道吗？再说搞这东西，我这不是缺银子吗？哎，哪儿像你啊，家财万贯，妻妾成。程峰没说完，就被柳少光一个眼刀子把剩下的话都咽进了肚子里。我错了，你这而立之年尚未娶妻，必定也是潜心修道之人。你猜猜看，这次是你妹妹能赢，还是别人？程慧欣，她又来了。回头我要禀告父亲，别让她出来丢人现眼，每次都带上那个朱玲珑，次次被算计，脑子有水。沈云珠那边，慧欣，你说咱们真的能赢吗？当然能赢，那个女人咱们都没见过。1年1度的游湖大赏，每次都有神秘人物出场。哎，听说是凌云阁的阁主。我看那个女人啊，8成就是阁主的小妾，带着阁主的儿子。而且你想啊，一会儿咱们拍下来最好的画坊，到时候再带上一众贵女过去。游湖大赏争夺画坊很快有了结果了。下面我宣布结果，出价最高者程家小姐40万两银子。40万两银子租一个晚上？哪个程家小姐呀？是二小姐程曦吗？又不是吧，程曦小姐更喜欢骑马射箭，从来不游湖大赏啊。那还能是哪个？这么有银子？是我，今日这66号必定是那画坊，也必定是我的。好，现在我们开始揭开谜底。66号是什么呀？程家小姐花费40万两银子买的呢。我也想看看，这么值钱，必定就是那最大最豪华的画坊吧。程慧欣丝毫不慌张，迈着千金大小姐的步伐走到了台上。然而程慧欣脸色大变，那写着66号的画作上，整个人都缓不过神来。娘亲，40万两银子只能买一条渔船。这里的渔船很值钱的，应该是那种能够打鱼1日赚1000万金子的。小月，咱们这次真的是长见识了。好厉害啊！那样说来的话，咱们只花了5000两银子就买到了凌云画坊，岂不是也没什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看来这凌云画坊应该是随处可见的，又长见识了。不愧是程家小姐，40万两买一艘渔船，可喜可贺呀。66幅画，画坊有30艘，渔船只有1艘，竟然被程小姐独占，果真是独一无二啊！没办法，我只花了300两银子就能登上太和的画坊，我不如渔船呢。娘亲，我们现在就可以去那凌云画坊里玩了吗？你们到底什么人？为何会在此住？今日长安城常有贼人出没，是不是你们的同伙？我是何人？你不配知道。尚书府庶女，深宅内院女子，竟然知晓长安城有贼人，难不成你早就与那贼人私通？想从我手里抢走东西，还想要诬陷我，胆子不小。你是哪家的小妾？尚书府的小姐也是你能诬陷的，还不下跪道歉？啪的一声，信口雌黄，若是让你们府上知道，怕是脸面都丢尽了。想要抢夺我的画坊，还想诬陷我，赏你一巴掌，让你脑子清醒清醒。六哥，那个女人好嚣张啊，竟然敢打我们尚书府和丞相府的小姐。白茶，你不想找到白浅吗？七姐姐真的还活着？你要记得，
对那个女人好，就是对你的七姐姐好。若是她日白潜回来，必定会感谢你。好，我记住了。六哥，那日你只去了圣骑国办事就回来了，为何大哥和三姐还未回来？我还有要事就先回来了，这几日他们应该也快了。那一边，沈云珠几人登上了画舫。哇，娘亲，这个画舫好大呀，竟然有3层。画舫已经被我租下来，为何还会有别人？魏姑娘，我们1年1度的游湖大赏，其实不只是为了拍下画舫，更是因为画舫，因为我。管家见主子来了，赶紧跑了。难道说画舫的主人正是你？那些人为了见你一面，花费重金租画舫？没错，正是为了我。姑娘如何称呼？似乎不是本地人，所以并不知道游湖大赏的规矩。沈云珠，圣骑国人，这里的规矩是什么？你是圣骑国九王妃？不是九王妃。不是。我夫君名叫萧策，他不是九王爷，那么我也不是九王妃。他竟然还有夫君。你们是什么人？为何会在我娘亲的画舫上？我是这画舫的主人，每年的游湖大赏，租得到画舫者都可以与我在这平安湖上共度一晚。娘亲，我们回家吧，不想玩了。娘亲，我有点困了，我要回去睡觉觉。那2个男人看起来就不像是好人呢，趁着爹爹不在，若是抢走了我们的娘亲，爹爹就又是一个人了，那可怎么办？不行不行。好，你们就这么放弃了这个机会？你们可知道我们2人是谁啊？京城多少人都想要这个机会，那都是求之不得啊。那你是谁？这个人一定是看上我的仙女娘亲，被她的美貌迷住了，才会这般不要脸。我是程峰，北凉尚书府嫡子，这位名叫柳少光，太师府嫡子。每年在这平安湖上，很多人争抢着画舫，就是为了见我们2人。那你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长得也就一般般，没有我爹爹好看。钱财方面估计也没有我爹爹有钱，关键还没有媳妇儿。你们有什么好的？你还是个孩子，你不懂。既然你们不是北凉人，人生地不熟，若是有什么事情有求于我，大可以说出来。那我想找个人，你们能找到吗？你说吧，找谁？凌云阁有个叫二娃的道士。不就是二娃吗？二娃，你说的是二娃？二娃？凌云阁的二娃呀？那人算起来是我的师姐呢。沈云珠为何要找二娃呀？你认识二娃？不认识，只是想找他求得神药，美容养颜。想不到二娃竟然是程峰的师祖。这个柳少光似乎也认得他。二娃在北凉这么有名气的吗？好，我们替你找。有劳。沈云珠说完，带着梁小芝离开。不是，我们2个就这么没有魅力的吗？沈云珠的夫君到底是什么人？真的是那等美男子吗？大哥，柳公子，你们也在啊？陈公子，柳公子。陈慧欣，今日你的表现真是好得很。程峰袖子一甩，冷着脸就走了。柳少光也跟着一起离开。前后花了50万两银子，接着回府，怕是我要受罚了。玲珑，咱们怎么办呢？若是能够拿到银子，回去交与大夫人，或许还能减轻责罚。刚刚那2个小娃娃的姿态，好像很有钱，派人跟着，看看他们住在哪里。好。沈云珠一行人一路上走走停停，买买买，
主子，跟踪咱们的好像是两路人。两路人，有意思。我才过来，有些人就迫不及待了，让他们先跟着吧。夫人，刚刚沈云珠已经与尚书府嫡子见过面了，我们的人也送去了密信，但是对方竟然收了，而且什么都没做。倒是咱们府上二小姐与那尚书府二小姐羞辱了那沈云珠一番。好一个狐狸精，竟然如此会勾引男人。现在怎么办？探子回报沈云珠很快就回来了，主子做事向来狠辣，还是先下手为强吧。若不然的话，等到老爷子回来，恐怕又是个大麻烦。没错，若是等到周老爷子回来，一切就不同了。不行，在老爷子回来之前，必定要让沈云珠消失，哪怕是失误，也要让他吃下苦头。江河沈亦不是留下了一盒脂粉。夫人果然聪慧。如今天色已晚，沈云珠一行几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一定不会发现的。到时候，是夫人。哎呦，这是谁的脚？竟然跑到我脚底下，硌着我了。不愧是我的儿子。放肆！明明是你瞎了狗眼，踩到了我们丞相夫人，你反而倒打一耙，没教养的东西，还不下跪，给我们夫人磕头赔罪道歉。娘亲，小玉好怕怕呀，这个大娘好凶呀。爹爹说过的，小玉的眼睛像娘亲最好看了，不是狗眼，没有瞎。小娃娃越说越委屈，大哭起来。我都看见了，就是这个老婆婆要踩我弟弟的脚，结果她老眼昏花没踩到，反而把脚伸到我弟弟脚下，想要绊倒我弟弟。小玉不哭啊，娘亲相信你的。那老奶奶腿脚不好，她没有怪你啊，都是她那狗奴才胡言乱语，丞相夫人会拔掉狗奴才的牙的。周芙蓉竟然敢害我儿子，还想拔我儿子的牙，呵呵，我看你真的是老眼昏花，需要拔牙了。你是什么人？谁教你的规矩？乡下来的，自小娘亲与野男人跑了，后来听说死了，所以我这人没什么规矩。什么与野男人跑了？你放肆！丞相夫人为何如此说？难不成你认得我那便宜娘亲？我不认识，刚刚是我走路不稳，不怪这小娃娃。周围人都看着呢，周芙蓉袖子一甩，带着人就要走。慢着！大胆村妇，丞相夫人也是你呢！啪的一声，一巴掌呼在了那大丫鬟的脸上，竟然呼的倒飞了出去。狗奴才不要乱叫，诬陷我的宝贝就该受罚。看到了吗？娘亲教过你的，若是下次被人骂，先来一巴掌，让对方清醒一下。娘亲好厉害，竟然一巴掌就把人给打飞出去了。这门本事我还是要苦练才行啊。丞相夫人，我帮你教训了刁奴，你不必谢我。虽然我没有娘教我规矩，但我知道污言秽语的奴才会降低夫人的身份。虽然不用谢了，但是那一桌的赔偿你别忘了付银子。一个两个都喜欢拔牙，都喜欢那种滋味呗，那我让你们尝尝鲜。等一下，我来。别担心，主子很厉害的。房间里，沈云珠一进门就发现了那独特的香味儿，不由得眼睛一亮。逍遥香，有意思啊，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对了，刚刚有两路人在跟踪我，周芙蓉那一路走了，如今还剩下一路，很好。既然来都来了，那么就试试这逍遥香的厉害吧。沈云珠也不去找东西了，反而从空间里又拿出一个香囊，还有一个钱袋子，一起放在了桌上。去隔壁房间等我。沈云珠站在门口，吩咐门外几人。
青鸾与火凤立即带着梁小芝去了隔壁客房。沈云珠自己吃了解药，回到了床上。没多久，一声猫叫从屋顶传来，有人从上面飞身落下来。下贱的小妾而已，竟然敢与我丞相府作对，找死！想不到凌云阁主对你还挺不错，但是你一个小妾根本不配用这种东西。朱玲珑收起钱袋子，继而拿起了那个漂亮的香囊，也塞进了怀里。做完这一切，他拿出匕首，走向了窗边。扑通一声，朱玲珑手上的匕首还没举起来，才走到了一半，整个人就倒在了地上，晕了。就这还嘲讽人家小妾呢，哼！娘亲，我们今天晚上还要住这间吗？咱们不住这里，用不了半个时辰，就会有人过来接朱玲珑。今日的丞相府有好事发生了。丞相府，孽障，真是个孽障！夫人，那边的人回报，二小姐去了沈云珠的房间。你的舌头怎么了？夫人，那个沈云珠功力不俗啊，而且奴婢的3颗牙齿被打掉了。什么？那夫人息怒都是奴婢轻敌了，是奴婢学艺不精。这个时候，二房的赵姨娘哭着跑过来。夫人，你要给妾身做主啊！不知是何人给玲珑用了毒，玲珑现在昏迷不醒。带我去看看。夫人，玲珑怎么样了呀？会不会有事啊？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你的女儿不好好管教，四处乱跑，如今惹了事，还给府上添乱。来人，去将周太医请来。很快，周太医来了，立即给朱玲珑查看。周太医，我女儿怎么样了？这是中了什么毒啊？能不能醒过来？夫人，二小姐去过何处呀？为何中毒如此之深，而且很是奇怪？奇怪就对了。朱玲珑都这么奇怪了，沈云珠必定已经毒发身亡了吧？可有解药？夫人，二小姐中的毒非常奇怪，我这里的解药根本无济于事啊。夫人，这怎么办呢？要不去找天涯神医吧？找不到天涯神医，去找那个江河神医也好呀。他不是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吗？夫人，一定要救救我的玲珑啊！若是夫人没办法，我去求老爷。放肆！老爷公务繁忙，况且他也不是大夫，你去找他做什么？夫人，二小姐这个病症的确需要天涯神医，恐怕那关门弟子也没有办法。我就派人去找，你等着。周芙蓉也走了，才回到院子。夫人，不好了，那个沈云珠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奴婢怕是中毒了。你说的什么话？说清楚。夫人，我刚刚去看过了，沈云珠一行人根本没有中毒，夫人恕罪，奴婢发誓不能。一番话都没有说完，整个人就晕了过去。怎么会这样？难道他有解药？夫人，老爷来了。有老嬷嬷进来禀告，周芙蓉立即起身，老嬷嬷将地上的大丫鬟拖走了。很快朱墨进来，玲珑被奸人所害，中了剧毒，性命堪忧。芙蓉，你作为丞相府的当家主母，又认得天涯神医，必定有办法治好芙蓉。是，老爷说的是，我这就派人去请天涯神医。夫人，你知道，父亲一直在找那个孩子，若是他回来，他老人家也会很高兴的。明日大皇子与三公主就会到皇宫，我希望到时候能够看到咱们一家团聚，可好？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在新才回来不足一日，你就已经知道了。夜还未深，周芙蓉带着一行人
再次来到了春风如意客栈。云珠，娘来接你回家了。娘亲，那个老婆婆又来了，她在找谁？那个老婆婆正是娘亲那个便宜娘，日后咱们要在丞相府上住几日，你们想去玩吗？丞相府有什么好玩的吗？丞相府有咱们的九王府大吗？我也不知道，不过咱们也只是住几日，可好？娘亲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哼，老婆婆竟然是我们的便宜外婆，让她欺负娘亲，我们可不会放过她的。好，走吧。云珠，娘。哎呀，我都累死了，赶紧走吧。你应该给我们娘儿三个准备了最好的院子吧？毕竟堂堂丞相府不会用下人的房子亏待我们哦。云珠，娘这么多年亏待你了，自然是准备了最好的院子，一切都是最好的给你。别嘴上说说，我们去看看。整个春风如意客栈的客人立即将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京都。那个沈云珠竟然是朱丞相的女儿，亲生的？我看不像。我看也不像，但是现在外面都这么说，那就是朱丞相接受了这个女儿呀。你高兴什么？少光啊，你不知道啊，这次去了寺庙修行，我这慈悲之心大增。你看那孤儿寡母无枝可依，如今有了个朱丞相这个靠山，日子必定会好过了不少呀。满口胡言乱语。听闻明日皇上在宫中设宴，大皇子与三公主回来了。少光啊，你说这朱丞相这个时候找到了女儿，是不是要带去皇宫？这么快就回来了？朱丞相的想法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若是沈云珠去了皇宫，恐怕是凶多吉少。进宫？沈云珠听到了周芙蓉如此说，倒是有些意外。白狼与白霜还有命活着回来呢，不愧是北凉皇族，命可真硬啊。你才回到长安城，很多东西都需要学习，北凉的规矩不比盛气。我们丞相府不同于小门小户，我看明日你不要进宫，就在府上学习规矩，这几日都不要外出，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什么时候再出去。而且玲珑现在生病在床，正是你这个做姐姐的好好表现的机会。去不去皇宫可不是你说了算的。朱夫人，我的爹爹名叫沈祥成，不过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我可没什么兄弟姐妹，你怕是老糊涂给忘了吧？而且朱玲珑是谁？她病了死了，与我何干？再说了，她应该是个庶女，需要我这个嫡女去照顾她。云珠，你爹不是沈祥成，你的亲生父亲正是咱们北凉的丞相朱墨。不行，我不能让这个灾星女儿得到更多好处。从小到大，我都是没有爹娘之人，你与我说这些无用。还什么朱家的好处？你以为我很稀罕？放肆！你怎能如此与娘亲说话？还有玲珑，她明明是你的亲妹妹，就是去找你回家才会中毒的。既然你有解药，那你赶紧拿出来治好玲珑，到时候你爹也能高兴。那不行，绝对不行。萧阳香放在那个房间里，沈云珠什么事都没有，很大可能她是有解药的。说是没有解药，那就用她的血。什么中毒，什么去找我，我怎么不知道？为了要我的命，你可真是煞费苦心，还想喝我的血？沈云珠，你不要与我装蒜。刚刚玲珑就是从你住的那间房间里回来的，然后就中毒了。为何她中毒，你却无事？若不是你有解药，那就是你故意给她用毒。朱夫人，毒是你想要下给我，没想到反而让朱玲珑中招。你有解药却不肯拿出来，为何？他还知道什么？脸色惨白，心慌手抖，你心虚是吗？是你自己做过的事情被我发现了，你想要对我下杀手吗？好啊，我人就在这府上，你赶紧动手啊，让朱墨看看他的好夫人
为何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却不告知她，反而自己偷偷过去下毒？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周芙蓉不知道说什么，落荒而逃。黑夜过去，大小姐，老爷让咱们赶紧过去。大厅，哈哈哈，江玉啊，你来的正好，今日有你带着你姐姐去往宫中，爹就放心了。好，父亲放心，香玉必定会带好姐姐的。来人呐，把大小姐和2位小少爷请过来。香玉今日进宫，一定要好好表现。大皇子三公主平日里与你关系最好呢。母亲放心，刚刚父亲交代孩儿在宫中照顾好大姐姐和2位小少爷，孩儿必定不会辜负父亲的期望。大姐姐，2位小少爷，那是什么人？这么早就出发吗？你怎么在这里？香玉，你们认识？认识啊，之前我在京都就见过这个女人，她和大皇子三公主一起邀请我吃饭，不过后来不知道是吃撑了还是拉稀了，自己就跑了。父亲，这是……哈哈，你们2姐妹远在京都就已经认识了呀？好啊，好。昨日得到消息已经很晚了，没有告知你。这是沈云珠，正是你的大姐，也是当年朱家流落在外的孩子呀。不是说沈云珠不是朱家的亲生女儿吗？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骗我。如此一来，我还真的是朱家的孩子啊。大姐姐，你才来北凉，对这里的规矩必定不理解。一会儿到了宫中，云珠姐姐，你去哪里啊？咱们的马车在这儿呢。村姑就是虚荣，见到了更加华贵的马车就要跑过去蹭吗？难道她都不清楚这是在给丞相府丢脸吗？丞相府门口停了一辆非常华贵的马车。是云珠，你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人的马车就要随便上车？车夫，你与他说。凌云阁阁主特派小人来给姑娘送马车，不会错的。我姐姐一直在乡下长大，刚刚回来不久，你们该不会是搞错了吧？想不到丞相府就是这样教规矩的。我们阁主的朋友何曾需要看重对方的身份地位？况且沈姑娘以前生活在圣齐国，那是堂堂9王妃，与沈姑娘相比，我看你才是个村姑。车夫说完，还狠狠白了眼朱香玉，继而跳上了马车，绝尘而去。没多久，到了皇宫门口。沈姑娘，你也来了。程少爷，早就在这儿等我，是找到了二娃？沈姑娘，想不到你竟然是丞相府的嫡女呀，失敬失敬呀。程少爷，我姐姐刚刚从乡下回来没多久，对咱们北凉的规矩全然不懂。若是哪里冲撞了您，我带她给您赔礼。朱姑娘，你是脑子有病的话，可以去找清风堂的医师瞧瞧。若是沈云珠都是村姑，那在我们北凉，你们又算什么？明明是嫉妒沈云珠的美貌，故意抹黑她，还敢在我面前演，给你脸了？钢铁直男啊，怪不得现在还没有娶妻生子。不过是个眼睛明亮的，不错。听闻今日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江河也会来，妹妹是脑子问题还是眼睛问题？一会儿都可以问问。父皇，儿臣被奸人所害呀！父皇要给儿臣做主。皇上，圣齐国欺人太甚，您要给臣妾做主啊！来了，你要朕如何替你做主啊？真是我的好儿子好女儿啊！若不是这一次派他们去往圣齐国，我自己是怎么死的恐怕都不知道。天子一怒，伏尸100万，这才刚刚开始啊！就是他，父皇，就是那个沈云珠，他将儿臣与皇妹害得如此凄惨。你是什么人？为何害我的皇儿？为何还会出现在我北凉的宫殿之上？来人，快来人呐！把这个贼人拉下去，快呀！贵妃娘娘，
您息怒啊！这件事或许只是个误会。我这女儿从小在乡下生活，从未见过世面，怎么有胆子害了大皇子与三公主？还请贵妃娘娘明察。周芙蓉，你滚开！本宫的孩子被这个贱人害得如此下场，本宫绝不放过他。李贵妃一脚踹开了周芙蓉，继而拔出了腰间的软剑，刺向了沈云珠的双眼。我的便宜娘如此袒护我，表演技的时刻怎么能不让她上场呢？于是，周芙蓉惨叫一声。原来李贵妃刺出去一剑，一剑划过了周芙蓉的胳膊。放肆！与此同时，皇上也在呵斥李贵妃，立即有侍卫冲过去将人拦住。周芙蓉不是想要演戏吗？没有机会，我也得给她创造机会啊。还有那个老皇上，也真是够会演的。你女人拔剑的时候你不喊，等到你女儿都差点杀了我，你才喊出来。哼，这个仇我记住了。李贵妃，事情还没查清楚，您竟然伤了我的夫人。云珠，莫怕，一切有皇上在，皇上一定会给你主持公道的。我没做过的事情，自然不会承认。大皇子，你说的什么话？我哪里做错了，需要承认什么？沈云珠，那一日在京都围猎场，就是你害得我与妹妹成了这般模样。后来朱相玉去探望我们明明已经被江神医给治好了，又是你害得我们如此。父皇，儿臣与妹妹过去京都，都是被这个女人一手策划的，才成了如今的下场啊。朱爱卿啊，此事该如何处理呀？皇上，臣流落在外的女儿刚刚回来不足一日，都是臣没有管教好女儿，还请皇上给臣的女儿一个活命的机会呀。皇上，臣妇的女儿昨夜才回到府上，若是臣妇早知如此，万万不会轻饶了她。沈云珠，你可知罪？众位可真是多虑了。大皇子说的是京城皇家围猎场。哦，我想起来了，那一日你与三公主用了什么手段操控了猛兽，结果猛兽没有攻击我们，反而差点要了你们的小命。你们二人自作自受，成了残废，还来怪我。当时我与萧何可都大度的没有追究。后来朱香玉探望你们二位，你们真的被治好了吗？来，我的好妹妹，你说说。云珠，你在乱说八道些什么呢？香玉只是去探望大皇子与三公主，她什么都不知道。朱夫人，我当时不在场，不知道情况的。我的好妹妹，你说说呀。刚才不是一直都在心里骂我吗？我现在给你机会，快说真话吧。皇上，臣女与六皇子一同前往京都探望大皇子与三公主，当时还带去了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江河神医，而且江河神医医术高明，真的治好了大皇子与三公主啊！三公主高兴，邀请当时的九王妃沈云珠一起去参加庆功宴。后来九王妃喝多了酒，我又不舒服，就离开了宴席。臣女所言句句属实，还请皇上明察。若是妹妹说的句句都是真话，那么现在又如何解释呢？江河神医治好了大皇子与三公主，但是大皇子与三公主却还是这个样子。不对，他们似乎还不如当初那般啊，至少三公主还能言语，如今……放肆！你竟然侮辱三公主！贵妃娘娘，你难道不想治好了大皇子与三公主吗？江河神医又在现场，他也可以证明当时的情况啊。你就是江河神医，既然给大皇子治好了，为何他们会如此？既然你有如此本事，大可以再治一次。听闻天涯神医那是大陆之上能够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你既然是他的关门弟子，自然是医术高明。若是治好了朕的皇儿，朕重重有赏。江河整个人跪在了地上。皇上，奴才是
奴才就是个假神医，奴才根本不懂什么医术。那一次治好了大皇子与三公主，都是偷了凌云阁天涯神医的东西啊！只是那个东西时限有效，过了期限就没用了。奴才也是凑巧医治好了大皇子与三公主，不想那日下大雨，药效提前失效了。江河想要栽赃陷害沈云珠，却不想自己将实情说了出来。所谓的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竟然是个冒牌货。我奉为仙人一样的神医，竟然是个假的，怎么会这样？他是假的，那真的在哪里？若是没有真正的神医解药，朱玲珑怎么办？朱夫人果然好眼光，将一个冒牌货奉为上宾。朱小姐更是厉害，将一个冒牌货亲自带去北凉，与大皇子三公主治病，而且不仅给三公主治了病，还让三公主被玷污。沈云珠，你别假惺惺的，这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安排好的？敢问大皇子，我安排了什么？如你所言，我不过是那没见过世面的村姑，连皇宫都没有去过，更是如何能够惹到了你与三公主？我一个村姑刚刚回到丞相府，亲爹娘此生初次相见，又如何能认识天涯神医的关门弟子？我一个村姑不认识你，却能够安排你去调遣北凉的禁卫军。白朗竟然调遣北凉的禁卫军，众人都死死盯着白朗，这是想要谋朝篡位啊！放肆！你血口喷人，本皇子没有。你个村姑，你胡说八道什么？竟然敢诬陷大皇子！大皇子有没有做什么，我一个村姑哪里有机会知道？不过这些消息自然是三公主告诉我的呀。不是要抢我的男人吗？不是还给我送渣渣男吗？来啊，当着你娘家人的面好好讲讲你的故事。该死的贱人！白朗怒火中烧，一把夺过了李贵妃手上的长剑，向着白霜刺了过去。砰的一声巨响，沈云珠一脚将人踹飞了出去。事到如今还不知错，妄想杀害北凉三公主，你好大的胆子！想杀人灭口，还不是时候。皇儿，你怎么样？沈云珠，你是什么东西，竟敢打大皇子？周丞相，这就是你找回来的好女儿吗？皇上，皇儿被这个女人害得这么惨，如今她还敢打皇儿，你一定要给我与皇儿做主啊！皇上，贵妃娘娘，臣的女儿不懂礼数，但是这一切她也必定是冤枉的，还请皇上明察。皇上，贵妃娘娘，云珠只是没见过世面的村姑，她的话不可信。皇上明察，若是云珠真的，我们丞相府绝不姑息。好一个为了皇上，为了北凉大义灭亲的好母亲啊！好一个无官啊！皇上，朱丞相与丞相夫人说的没错。村姑必定是害怕我们会伤了她的那两个小兔崽子，这就怂了。哼！不过此时送报已经晚了，那两个小兔崽子必定是要被处死的。再看看，我觉得她不是那种没脑子的女人。大皇子与三公主不愿千里迢迢前往京都害我，冒牌神医被朱香玉送去圣齐国，给大皇子与三公主治病未果。三公主告知我，大皇子偷了玉玺，调遣禁卫军刺杀我与萧策。这件事情，我相信皇上一定会明察。我的一切都与丞相府无关。皇上，事情已经查到了。这个时候，有老太监急匆匆地跑进来，手上高高举着一份册子。不行，这个证据绝不能落入父皇手中。放肆！大殿之上，岂容你们母子舞刀弄枪啊！皇上，你忘了吗？这是您允许臣妾。闭嘴！将册子呈上来。大哥，你偷了玉玺，你还是赶紧承认了吧。父皇，
儿臣知错了，儿臣应该早些告知您，您饶了儿臣吧。儿臣自知并非父皇的亲生女儿，但是儿臣绝对没有不臣之心。都是大哥串通了李家人，这一切都与儿臣无关呐。白霜突然跪在了大殿之上，一句接一句的报真相。李如月，你可真是好得很。皇上，白霜在污蔑臣妾啊！冤枉？朕还怎么冤枉你呀？你们李家好大的胆子，不仅谋朝篡位，甚至与圣齐国的吴德贤、沈祥成串通一气。朕已经知晓了白冷的野心，不必多言。皇上勃然大怒，将手上的册子甩在了李贵妃与白朗的面前。皇上，这一切都是凌云阁的阴谋，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呀！事到如今，你们还欺骗朕。这次若不是沈云珠，朕已经变成了你们的剑下亡魂。来人，将这几人全部拖下去，立即斩首示众，挂在南天门，以儆效尤。什么？皇上根本都不审理，直接就斩首示众啊！白朗与李家到底是做了什么罪行啊？而且皇上说什么沈云珠有功劳，难不成这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沈云珠与皇上一起设计好的？皇上，冤枉啊，臣妾冤枉啊！李贵妃还在喊冤，不过已经被拖下去了。沈云珠有功，赏！皇上大手一挥，立即有老太监过来，宣读了长长的奖赏册子。娘亲，咱们得到了一处府邸啊，我们现在就搬过去吗？娘亲，咱们的奖赏还要上交吗？当然要上交，你们的娘亲是丞相的女儿，皇上的赏赐自然就是赏赐丞相府。这个时候，程慧欣走了过来。我娘亲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昨天就看到了这个女子，怎么处处都有这个女子讨人厌。小天，有些人呢听不懂皇上的话，咱们也没有办法。与这种人生气啊，不值得。娘亲说的是，那我们现在就过去新的府邸吗？当然现在就过去啊。刚刚皇上已经说过了，咱们与丞相府没有任何关系。走吧。丞相府。周香玉、周芙蓉，你们找来的好神医竟然是个冒牌货，我们朱家的脸面都让你们给丢尽了。老爷，这一切都是沈云珠你给我闭嘴！平日里我看你还有几分头脑，今日在大殿之上，你的脑子忘在家里了是吗？沈云珠再怎么不对，她是你的女儿，是我们丞相府刚刚找回来的女儿。我说的话你都当成耳旁风了吗？急忙撇清了关系，现在你满意了？老爷，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个样子啊！而且当时大皇子信誓旦旦，我怎么敢想别的？朱香玉，当时你去圣齐国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不说？你是故意看着我丢脸很开心是不是？还有你那个什么劳神子的冒牌货江河神医，他与太师府上的过往，如今如何处置？老爷，神医找到了没有呀？玲珑怕是要活不成了呀！老爷，你一定要救救玲珑啊！玲珑原本只是昏迷不醒，现在竟然坐了起来，目光呆滞，根本什么人都不认识，而且还见到人就咬，像是要吃了人一样。妾身刚刚就差点被咬到了。周芙蓉，你不是认识凌云阁的人吗？赶紧找神医啊！老爷，江河神医已经死了，沈云珠，我们只要去找沈云珠。没错，沈云珠一定是有解药的。你脑子进水了不成？沈云珠就是个村姑，你去找她有什么用？爹爹，其实那一日在圣齐国京都，沈云珠与江河见过面，他偷了
江河神医的神药。那种药说起来就是天涯神医所有物，只要去找沈云珠，让她交出东西，定然能够治好玲珑妹妹。娘亲，我们的府邸好大呀，若是爹爹回来，必定能够找到咱们了。沈姑娘，乔迁之喜是不是要办一下？沈云珠，你的确让本王刮目相看。既然是邻居，自然是要串个门的。多谢战王赞赏，来人，今日准备一场盛宴。娘亲，我想吃烤肉。娘亲，我想吃火锅，还有那个酸梅汤。火锅？那是什么东西？烤肉又是什么？几位都没吃过，那我来吧，给各位简单整几个菜。不到半个时辰，沈云珠已经扎着围裙，弄好了一切。沈姑娘，就在院子里吃。白叔叔，你不知道吗？这叫野餐呢。对，就是在院子里吃才有意思的。野餐，有趣。小天，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吃火锅。小玉，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子如何吃烤肉。好。两小只自己动小手，给大家一一展示。真的是太好吃了，沈姑娘，你这手艺也太绝了，厉害厉害！沈姑娘，你这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沈姑娘这手艺，在长安城开一家饭馆，长安城之人有口福了。我自创的手艺，乔迁之喜啊，多谢各位能来。今日在大殿之上，我见那朱丞相一家人心中就有气啊，一切都没有了解清楚，就与沈姑娘撇清了干系，真是不要脸的老狐狸啊！听闻朱玲珑如今病入膏肓，原本是想找江河神医医治，结果对方是个冒牌货，现在不知如何诊治了。沈姑娘，如何得知白朗的阴谋诡计？一切都是巧合吧。白朗想要刺杀我夫君，我家夫君自然是要查一下，结果就查到了。沈云珠，你这是在做什么？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带着外男在院子里大吃大喝！你再没有教养，也该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朱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几位是什么人啊？我的府邸，皇上赐给我的，需要你们教规矩？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自己就进来，还大呼小叫的，这就是你们朱家的教养？还有，请几位记得，我与你们朱家没有任何关系，整个京都人都知道。给你们脸了，大呼小叫的，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吧？朱夫人的意思是，本皇子是野男人。我还不知道，堂堂尚书府的少爷，在丞相夫人眼里竟然是野男人。朱丞相，我们太师府在你们二位眼里也不算什么。这都是误会，误会。有什么事赶紧说，说完赶紧滚蛋。不相干的人我不欢迎。云珠，你这是如何与爹娘说话？纵使我们有再大的不是，我们也是你父母啊。朱丞相，本王年纪轻轻，记忆力还可以。大殿之上，你们二位明明说过与沈云珠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又来搞什么父母，你这脸皮可真够厚的。尤其是朱夫人接连强调与沈云珠毫无关系。生而不养，事情还没搞明白就与女儿撇清关系，有了荣耀又过来讲什么父母。若是我有这样的父母，我早就派人打出去了。老脸没处放了，那就赶紧说话，不然我可真的要赶人了。你把解药交出来，我们这就走。解药？什么解药？周芙蓉、李贵妃那一件又没有刺入你的脑子，你却这么说话。玲珑当日去春风如意客栈接你回府，偏偏你没有事，他却中了毒。若不是你有解药，为何会没事？你就不要再装蒜了，赶紧将解药交出来。周芙蓉，你说的话你自己信吗？
当时你先到了春风如意客栈，而且就在我的隔壁包厢，你都没有接我回府。朱玲珑一个庶女，她以什么身份接我回去啊？还有，你为何知道我会中毒？难不成那毒药是你下的？老爷，香玉说过，沈云珠偷了天涯神医的神药，那个东西是能够治好玲珑的。朱夫人，朱香玉只见过我一面，她如何得知我偷了那神药？难道是江河那个家伙告诉他的吗？那个家伙是冒牌货，你们也信他的话？随意听信别人的话，这是你们丞相府的规矩？沈云珠，你不要咄咄逼人，赶紧将解药交出来，我们这就走。朱丞相，朱夫人还没有回答我，让她说完。一切都是我做的，那又如何？我亲自去往春风如意客栈，让人给你下了毒。逍遥香也是江河那个冒牌货偷了天涯神医的东西，但是同样在那个房间，为何你没事？朱玲珑去偷了东西的，去中毒了。若不是你有解药，那就是你的血很特别，能够解毒。不让香玉故意说是你偷了天涯神医的东西，若是你不承认，那就只能交出你的血给朱玲珑解毒。老爷，不是这样的，我是被冤枉的，怎么会这样？我根本就没有想说真话，为何要说出来？朱丞相，这就是你们做父母该做的事，亲自下毒给亲生女儿，凑巧不在那个房里，躲过一劫，你们还要来放我的血？这次是我误会你了。不用看了，也不用问了，刚才周芙蓉说的就是当时的事情，而且我就是很凑巧换了一间房，凑巧就躲过一劫，福大命大而已，不要羡慕啊。一顿饭吃完，大家各自散场。主子，宫里的皇后娘娘送来了请帖，下个月初6正是太子殿下的生辰宴。下个月初6，距离现在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呢，这么早就送帖子？也不知道这个皇后娘娘到底有什么事情找我。主子，朱玲珑的事情该怎么办？如何怎么办？别人想要害我，就该有这样的下场。而且三公主之前能够从凌云阁偷走东西，这一次朱丞相为了女儿也会出手的，等着看好戏就成。大哥，刚才那2个老家伙可是要欺负咱们娘亲呢。怪不得那日娘亲要给咱们换了一个房间，原来是娘亲都知道了那个老妖妇要给咱们下毒了。在皇宫大殿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她不喜欢娘亲，还想要娘亲去死呢。她自己给娘亲下毒不成，害了那个什么朱玲珑，反而过来找娘亲的麻烦。大哥，那个老妖妇那么坏，你想如何惩罚她？你一定要带上我。杀鸡焉用宰牛刀，咱们今夜就过去，让她真正知道一下放血的滋味。嘿，好，能和大哥一起作战，小玉真高兴。我的臭弟弟，这样会不会被我带坏了？应该不会，我做的都是自保的事情，弟弟学会了，将来就不会被人欺负了。这么一想，萧乐天觉得自己棒棒的。夜黑风高，大哥，那个女人来了。我现在就过去把她弄晕，然后你过来，咱们一起给她放血。大哥，放了血就给朱玲珑吃吧，我看她应该喜欢喝。你真聪明。大哥，老妖妇已经晕了，现在怎么办？去把外面的那个女人弄进来，给她喝血，试验一下。好的。萧泽玉立即迈着小短腿飞奔出去。大哥，人来了。萧乐天立即划开了周芙蓉的手腕，放出更多血来。大哥，这个碗是从哪儿来的？这树下面的东西。大哥真聪明。现在我就去把这个血给那个女人喝了吧。还要加一个东西。大哥，这东西是解药吗？我们没有解药的，就是好玩的东西。你放心好了，大哥不会让你失望的。小玉相信大哥。大概过了1刻钟的时间，
梁小芝已经将那晚的血喂给了朱玲珑。大哥，好像有人来了，走吧。萧乐天收起了刀子，带上弟弟梁小芝飞奔离开了朱家。蓉儿，你的血喂给了玲珑。什么血？我不知道啊。夫人，您竟然割破了手腕，将血水给三小姐喝了。什么？怎么会这样？刚才只是听到了声音吓晕了过去，根本没有割破了手腕啊。听说啊，今天有个绝色美男子。听说还没有开过，一晚上起价就是5万两银子。哎，这真是值钱啊！怪不得那些个夫人们都亲自过来了。绝对是好货色，不然的话根本请不来那些夫人。想不到北凉竟然也喜欢搞这个东西啊！哎，开始了，开始了！哎呀，大家也都知道了，这是我们从南李国带回来的人间绝品，起价5万两银子，来看看吧。沈云珠只看了一眼，那个台子上的是一个巨大的笼子，而在笼子里的男人竟然是萧策。为什么？他说去往哪里办事，经历了什么？只不过是短短几日，为何会变化这么大？500万两。沈云珠举手了，顿时全场一片寂静。他是谁啊？为何要花费如此大价钱？沈云珠一颗心都揪紧了。他真的不认识我？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认错了？不可能啊，那张脸明明就是萧策。还有人出价吗？没有的话，整个人就归我了。我出600万两。沈云珠看都不看一眼，一跃而下，落在了那人之上。500万两，金子。可还有人要出更高的价？卖身契给我。沈云珠看向了老鸨，一手已经从空间里拿出了金票。哎呀，好呀好呀，给。走吧，我们回家。沈云珠已经带着那个男人来到了马车上。你是谁？为何要救我？糟了，遇到了易容高手了。这家伙的声音都不对，与我男人的声音非常不对。你是谁？我是白渊，皇上的第9子。你是何人？竟然敢对八皇子不敬！白渊？他拿出了银针，3两下，在白渊的脸上揭下来一张人皮面具。你不是他，到底是谁？竟然偷了我的易容术，给这个白渊用上了，害得我损失了500万两金子。大胆刁奴，竟然如此伤害本皇子，你这是找死！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人给我易容，方便出去干坏事的，现在竟然被这个女人给拆穿了。你用这张脸做什么事？与你长得很像的人呢？你这是做什么？我易容成我的孪生哥哥，这有什么错吗？而且我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就是去找几个美人姑娘。你又是何人？我可从未与你定过亲事。混账！你竟然敢冒充我男人做坏事！萧策是你的孪生哥哥，他人现在在何处？是否有难？我不知道呀。不对，你怎么知道他叫萧策？快些告诉我，萧策在何处？又是谁给你易容的？沈云珠不回答，反而盯着他的眼睛。白渊似乎真的不知道萧策在哪里。我不管，现在你已经买了我就必须跟你回家。堂堂9皇子竟然要跟在我身边，你觉得合适吗？我可是有家室有孩子之人。没有人知道我是9皇子，除了你。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都必须与你在一起。给钱，500万两金子，少一个铜板都不行。我给还不行吗？不过我现在还没有这么多金子。少废话，写欠条。白渊同意了，立即写了欠条。
被沈云珠惦记的男人此时，那个臭小子不仅盗用了您的脸，还来刺杀咱们，太狠毒了。长安城，娘亲，我们好想你啊！娘亲，你也是才回来吗？也是才回来？这两个臭小子去做什么了？哎，沈云珠，你还真的是有孩子的人呐！他们爹呢？你是谁？为何在我们府上？娘亲，这个人奇奇怪怪的，他是什么人？不是什么好人，就是娘亲买来的小官，暂时住在府上，过几日就走了。沈云珠，你不要这么过分啊！我已经答应给你钱了。白猿说着，伸出手就要去抱抱梁小芝。你干什么？沈云珠一脚踢出去，将白渊直接踢飞出去这个院子。娘亲，这个人好奇怪啊，我们赶紧把他丢出去吧。爹爹还没有回来，任何外难过来都要提防着。好。沈云珠，你不要赶我走啊！我保证以后都不说话了。这里是萧策的地盘，我不能离开。看来这个白渊还有秘密可以挖掘。好啊。娘亲，那个凤凰阁很有意思，里面的衣服应该都很漂亮。好啊，就这里吧。实在抱歉，我们店里已经被人提前预定了，暂时还不能进去。原来还有预定的说法，那这些够包场吗？啊，够！客人真的是有福气之人啊！预定之人还没来，几位里面请。娘亲，我喜欢这个。我看这个更好。何必为了做选择苦恼自己？全都要了，去试一试。店家，你们这里的绣娘是哪位？可否去府上质疑？这个时候，有个女人走了进来。我可是包场，你竟然放人进来？客官莫怪啊，这位是当今八公主百里，普天之下莫非王统。就算你是包场，皇族重人来了，你也得上路。就是你，一回来就陷害我大哥与三姐姐，长得一副蛇蝎样貌，心思更是歹毒。皇上为何一怒之下狠狠惩罚了李家一支？百里真的不懂吗？想不到八公主的意思就是皇上冤枉了大皇子与李家。既然如此，我可以将你这个想法告知皇上，到时候看看你还有没有这个本事叫嚣啊！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大姐姐也在这里买衣服啊。朱香玉，你的脑子也出了问题不成？我不是你的什么姐姐，与你们丞相府也没有半分关系，你可要记得。沈姑娘说的是。八公主，咱们过去那边看看吧。朱香玉为何找八公主？等到梁小芝试好了衣服出来，沈云珠立即付钱，带着儿子们出门。主子，果然是那个朱香玉，就是来打探三公主认识的一个男人。上次就是这个男人从凌云阁偷了不少的东西。你做得很好。小玉、小天，你们先回府，娘亲有事要去忙了。大姐，您找我有何事啊？朱钱低着头，像是见不得人一样。里面有个名叫温天云的男子，你拿着三公主的玉佩去把人请到府上，就说。朱香玉凑近了朱钱，压低了声音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听懂了吗？懂了，我这就去。这位兄台，可认得此物？沈云珠仔细听着，竟然听不到他的心声。奇怪，他只能起身。你是什么人？这个时候，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男人。珠珠，萧策，竟然是他！我找了多日都无果，如今竟然自己跑来了北凉。你别说话！难道是有人在追杀他？什么人？竟然敢伤害我男人！杀！就在此时，突然冲进来10几个蒙面黑衣人。珠珠，走！你在这儿，我去。嗖嗖嗖，不断有银针破空之声响起。
那些冲过来的黑衣刺客已经中招，只见一道道人影闪过，几个呼吸之间，沈云珠的长剑已经架在了那为首之人的脖颈上。谁派你来的？说，还不肯招？是九皇子，九皇子盗用了萧策的脸，可能觉得很好用，就想灭掉了萧策。很好。猪猪，萧策支撑到现在，终于闭上了眼睛。我们回家。你们跟我走。你敢？来人，将这个刺客给我抓住！没教养的东西，走着瞧。大哥，那个人跑了。我们不必去追，娘亲回来了，走。那一边，沈云珠给萧策号脉，惊讶地发现他竟然又中毒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娘亲，那个白猿跑了。娘亲，那个家伙想要抓我，大哥把他砍伤了。主子，宫里的郑贵妃来了。你们说我回来了？奴婢说您不在，他们不信，自己闯进来了。就说我不在，让他们来。沈云珠话落，抓紧娘亲的裙摆，走。这话才说完，一家四口全部消失了。主子这是会隐身术？几乎是同时，郑贵妃带着人冲了进来。沈云珠，我知道你在府上，你给我出来！贵妃奶娘，我们的主子的确不在府上。奇了怪了，明明刚刚有人禀报，说沈云珠带着一个男人回来了府上。那好，本宫就在这儿等。娘亲，这里就是天宫吗？娘亲，爹爹怎么了？没事儿，你们过去玩吧。丞相府。父亲，这是做什么？朱香玉慌了神，周芙蓉已经面如白纸，放这么多血，还能做什么？这都是你们母女做的好事，就该承担后果。香玉，找到了吗？找到了，竹青已经传话回来了，30后天涯神医会来长安城给皇上看病的。30后，那就是还要放血3日啊！周芙蓉陷入了绝望，一下子就晕了，足足半个时辰，周芙蓉才醒来。娘，沈云珠那个贱人，竟然带着一个男人回了府上，还是从温泉客栈带回去的。在这之前，他已经买了一个小官，花了500万两金子呢。他从哪里得到那么多钱啊？沈云珠竟然如此放肆，一个男人不够，还找了2个。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如此放荡，真该死！他竟然有那么多钱，竟然不给我这个娘，更是该死。现在他在做什么？听说郑贵妃过去找沈云珠了，那个女人得罪了百里，而且害得郑贵妃没了个靠山，应该是过去。朱香玉一顿分析，周芙蓉也觉得有道理。天涯神医要30后才来，到时候我都被放血放死掉了。不行，你快想想办法，去弄一些猪血狗血来。竹玲珑就是个庶女，凭什么喝我娘亲的血？她根本就不配。那一边，爹爹，你醒了。爹爹，到底是谁害你？你告诉我们。猪猪，你又救了我一命，我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了。沈云珠抬手，还要相许啊？你都2个儿子了，可以了。乖儿子们，爹爹被奸人所害，不过这笔账爹爹自己来算，可好？萧策目前还有点虚弱，说完这些话已经睡着了。娘亲，谁害了爹爹？你们2个安心待着，等到过了年就去读书，报仇这种事儿，娘亲和爹爹来。来人，去给本宫搜这府邸，小贱人一定是藏在了府上，若是被我找到，一定不能轻饶了他。郑贵妃，擅闯人家府邸，还要搜家，若是被皇上知道了，应该会重重有赏吗？白湛款款走来。湛王爷，你怎么来了？
本王住在隔壁，过来邻居家里串门，有何不可？倒是郑贵妃你，过来这里做什么？本宫就四处走走，时间不早了，本宫先回宫，改日再来。这句话刚说完，急匆匆的走了。既然郑贵妃走了，那么本王也回去了。空间里，这个家伙倒是识相。主子，人都已经走了，大门也关上了。好。沈云珠抱着萧策从空间里出来。主子果然会隐身术，这个技能太厉害了，很想学啊！娘亲爹爹，等等我们！你们两个小短腿儿走路还慢吞吞的。哼，娘亲眼里只有爹爹。去敲门，就说我来探望。丞相府大小姐特来探望。什么人？我们主子不见。什么人过来了？外面的人说是丞相府的大小姐。不是来探望吗？让她进来瞧瞧吧。好。火凤高高兴兴的去开门了。那是沈云珠，还有那个俊美不凡的男人，竟然是萧策。怎么回事？萧策不是已经失踪很久了吗？不是已经与沈云珠和离了吗？沈姑娘！朱香玉刚一开口，突然整个人不受控制的下跪了。丞相府的大小姐真是懂得规矩，见到了我还不下跪行礼。九王爷，这个女人。夫人，可是这里疼了，夫君给你呼呼。臭男人又来撩拨我了，可他这盛世美颜我根本招架不住。看你表现得这么好，给你吃块炸鱼。沈云珠抽回了自己的小手，给萧策夹了一块鱼肉。夫人，是要这么为夫君？臭男人这个眼神，他在对我放电吗？实在是太帅了。是啊，你小心烫。九王爷，您不是已经与沈姑娘和离？和离？丞相府的小姐如此不懂规矩吗？主动登门，竟然是为了勾引有妇之夫。来人呐，将这等下贱之人打出去！不必打我，我自己会走。朱香玉感觉到被羞辱，气呼呼的直接走了。就这么走了？我的府邸是你想来就能来的？朱香玉一下子又跪在了地上。朱小姐竟然给我下跪，那我可受不起啊！这个时候，程峰来了。我才没有给你下跪！朱香玉被下人搀扶着，好半天才站起来，这就走了。沈云珠，我还没有吃饭呢，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呀？我与夫人才几日不见，夫人竟然有了新欢，她是与我生气，所以才会如此。你来的可真是时候，我们才刚刚用饭。柳少光呢？他和你一起吗？这个男人是谁啊？这位是我夫君萧策。夫人，这位是谁？刚刚没有看见我，这个男人还很高兴，听到了我家夫人介绍我，这就不乐意了。这位是程峰，尚书府嫡子，偶然认识的。沈云珠冲着程峰眨巴眼睛。你可不要说出去我的秘密，不然的话再也别来了。这个家伙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的夫人，尚书府如今落魄了不成？竟然要到这里来讨饭。臭男人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现在就变得阴阳怪气了，说话这么难听做什么？什么落魄了，认识个朋友而已啊。九王爷放心，我们尚书府没有落魄。沈姑娘带着2个小宝宝独自来到长安城，我这人最是喜欢交朋友了，见到孤儿寡母不容易，差点在宫宴上被砍了脑袋，劫后余生得到了这处宅院，自然是要来参加乔迁之宴。送客。这是沈姑娘的府邸，你说了不算。这是让我难办呐。若是我出言赶走程峰，其实不过是一顿饭而已，
不至于赶人走。原来沈姑娘也喜欢吃这个爆炒腰花呀，我们长安城也有这道菜，而且我也会做。改日你到我府上，我亲自做给你尝尝。毕竟上次你亲手做菜，我总要还礼呀。猪猪竟然亲自给他们做菜，这不是我这个夫君才有的待遇吗？程峰算个什么东西，竟然让本王的王妃做菜吃。尚书府还不是落魄，何至于让你们的嫡长子自己做饭吃？哈哈哈哈哈！九王爷果然不懂风情啊！我们北凉的男儿个个都会下厨做菜，毕竟为了心爱之人，洗手做羹汤，那是我们北凉男人的本事。北凉男人都会做饭，真是稀奇了。不过我为什么看上了这个男人，还不是因为我们都中计了吗？若是能够重来，我还会选择萧策吗？还真的不好说啊。萧策没想到程峰会如此说，又看着沈云珠若有所思的样子，以为他很喜欢那样会做菜的男子。来人，送客。陈公子，请吧。萧大和萧二两人冲过来，一左一右架着程峰就把人丢了出去。萧策，你太过分了啊！这里是沈姑娘的府邸，你凭什么赶我走啊？沈姑娘，你不要怕她，若是她敢欺负你，你随时可以来找我。萧策，你一回来就赶走我的客人，这是做什么？程峰也是尚书府嫡子，日后这在长安城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吧？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萧策看着沈云珠，虽然冷着一张脸，但是竟然隐约有种委屈。臭男人竟然还委屈了？你现在已经赢了，人都被赶走了，你还想要怎么样？我不知道。这几日在长安城，辛苦你了。臭男人变脸比变天还快，怎么回事啊？我在南离那边已经听说了，老皇帝找你的麻烦，还差点害得你和孩子们。都是我不好，没有提前安排好一切。夫人，你不要与我生气。他竟然与我道歉。他又抬头看看天，太阳还是在天上，并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今日的萧策真是奇怪。夫人，你也想让我给你做菜吗？他该不会是真的嫌弃我了？难道就是因为一个会做菜的男人，比我这个亲夫君还要有吸引力？我没想。沈云珠真的没有想过萧策下厨做菜。他这样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王爷，让他去做菜，想想那个画面都……沈云珠甩头，将那个惊悚的画面甩出去。但是他这个动作，在萧策看来，那就是在故意说谎。看来自己要找机会，好好的钻研一下厨艺了。那个竹香玉，需要我帮你除掉吗？不必，我自己来。好，这几日我会进宫，你是王妃，无论到了哪里，都不是什么人能够欺辱的。咱们的百花书斋也该搞起来了，今日第一期开始。主子，咱们这第一期写点什么？咱们这一次从志怪故事搞起，就从一个需要喝血才能活下去的仙女讲起。丞相府，上小厨房杀一只野鸡，只要用那种最大个头的，将血给朱玲珑喝下去。下人赶紧去照办了。二小姐，你这是怎么了呀？怎么回事？朱玲珑又怎么了？丫鬟急匆匆地跑进来说：“大小姐，不好了呀！二小姐竟然一下子跳到了树上，还抓了夫人。”什么？该死的沈云珠！老爷，您总算是回来了，快去大夫人房里看看吧。朱玲珑，你疯了不成？快放开我娘！还做什么？还不快把人拉过来！父亲，您终于回来了。朱玲珑，你快放开我！老爷，救命啊！救命啊！怎么回事？他喝了血，为何还会如此？
老爷，大小姐用了野鸡血，并没有用夫人的血，这才让玲珑发病了呀。朱香玉，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朱家还不够丢人？若不是因为你们母女俩干的好事，我的脸能丢到皇上那里吗？父亲，这都是沈云珠害的我们啊！说是她不回来，我们朱家也不至于如此被人嘲笑。我也是看母亲整日的放血，心里着急，我有什么错？夫人，再忍几日吧。来人，拿刀来。此时的沈云珠已经得到了消息。查到了吗？过来的天涯神医是哪个？如今也还不知道，那是给朱钱送消息的人，之后就不见了。属下甚至怀疑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倒是二娃有了消息。二娃？是咱们的人打探到的消息吗？主子，其实这事儿是乘风公子找到的二娃，他从咱们府邸离开，就去了大丰收赌坊，没想到在那里就碰到了二娃。你说这事儿巧不巧？行吧，既然有消息就好。本子已经卖出去了吗？主子，您的这个设计太妙了，不仅是卖出去了，简直是供不应求啊！好了，你们去忙吧。夫人，我觉得心口疼，你帮我看看，是不是毒性加剧了？萧策来到了沈云珠身边，他才看清楚，这个男人竟然刚刚洗漱完，一头墨发还带着水，衣服也没穿好，露出大片的腹肌来。萧策，臭男人离开自己几日而已，一回来就要勾引自己。夫人，我真的心口很痛，你帮我看看。萧策却一把将小娇妻抱起来，向着卧房走去。这个晚上，萧策用尽了招数，沈云珠都没让他得逞，但是总归是亲了个够，萧策才算是满意的睡觉了。天光大亮，娘亲，你怎么才起来啊？爹爹已经带着我们一起练功了。你爹体力好，行了吧？娘亲是女人，爹爹是男人，爹爹体力好才能保护娘亲。娘亲，爹爹让我来叫你吃饭，然后咱们一起进宫。好，你们赶紧去洗漱，不然可要被我落下了。好。夫人，对不起，我……萧策站在厨房门口，脸上还黑乎乎的。起了那么早，就是为了给我们做饭，结果，差点我整个府邸都被你给点着了。没事的。沈云珠拉着萧策，给他擦了擦脸。这东西啊，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好的，慢慢来，不急。好，为夫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吃饭吧，一会儿进宫。萧策去洗漱了，一家人用过膳之后一起出门。宫门口，这是何人的车马？到了宫门口，竟然还没有下来。爹爹，这个就是朱丞相，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呢。他和那个女人一直讨厌我们，却还想要我们的东西。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哼，我是这北凉的丞相。本丞相念你初到长安，不予你治罪，赶紧下车。夫人，对不起，我……萧策站在厨房门口，脸上还黑乎乎的。起了那么早，就是为了给我们做饭，结果，差点我整个府邸都被你给点着了。没事的。沈云珠拉着萧策，给他擦了擦脸。这东西啊，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好的，慢慢来，不急。好，为夫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吃饭吧，一会儿进宫。萧策去洗漱了，一家人用过膳之后一起出门。宫门口，这是何人的车马？到了宫门口，竟然还没有下来。爹爹，这个就是朱丞相，差点要了我们的命呢。他和那个女人一直讨厌我们，却还想要我们的东西。你是何人？我是何人？哼，
我是这北凉的丞相，本丞相念你初到长安，不予你治罪，赶紧下车。皇儿，难道说这萧策就是皇上丢失多年的八皇子？若是如此，沈云珠还真是皇子妃啊！皇儿啊，你真的回来了。父皇，儿臣回来晚了。不晚，不晚，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呀。父皇，这是儿臣的夫人和孩子们。皇儿，这真的是你的孩子？没错，他们都是我的家人。小玉、小天，过来见过你们皇爷爷。萧泽玉见过皇爷爷。萧乐天见过皇爷爷。我这就有孙儿了，哎呀，好好好！臣恭喜皇上。父皇，儿臣还真是要感谢这位朱丞相，差点让儿臣的夫人入了大牢，再也进不来宫里。皇上，八皇子，这都是误会呀！刚刚老臣也不知晓这些过往。作为老臣的女儿，若是违反了规矩，擅自驾车进入皇宫，岂不是老臣教女无方，给了其他人不守规矩找了借口吗？什么你的女儿？上次宫宴之上我已经说过了，根本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们夫妻二人也是如此做法，难道朱丞相脑子有病，全都忘了吗？既然没有任何关系，那么你刚刚明明知道萧策出来，却还阻挡我们，根本藐视皇权的那个就是你。皇上，小女此前一直在乡下，不懂礼数，臣也没有好好教导过，还请您见谅。朱丞相，我的夫人不是村姑，你要记得，若是下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呼，我不会饶了你。再者，你说过的话最好不要如同野狗放臭屁，既然与我的夫人无关，那就不要舔着脸占便宜。老朱，你太放肆了，纵使沈云珠不是朕的儿媳，你也不至于如此厌弃亲生女儿。朕今日把你3月俸禄，回家反省3日，再来上朝。皇上话落，带着萧策几人向着大殿走去。主子，小少爷们都困了。是啊，他们都这么困了，还有人想要行刺，真是不知死活。我去看看，你们先行回府。沈云珠刚刚下了马车。就是那个女人，大家不要打了，我们一起过去将人灭掉，岂不是两全其美？说说看，谁让你们来杀我的？沈云珠看向了身边的一个黑衣人的眼睛。来吧，让我瞧瞧谁这么有胆子。说。我们的主子正是当今太监总管黄日升，若不是你害得李家，主子现在已经是东厂总督，威震八方，你这样的村姑速速受死吧！黄日升，看来李家的余孽不少啊，连个老太监都来了。你还废话做什么？赶紧杀了这个村姑！就凭你们也想杀我？嗖嗖嗖，不断的有银针的破空之声响起。沈云珠脚尖点地，稍微一个用力，整个人已经腾空而起，手上10几根银针射出去。哎呦！什么东西啊？大胆妖女，竟然敢使诈！来人，布阵！说吧，你是谁派来的？仙姑在上，饶了小人一命啊！都是郑贵妃让小人来的，小人也只是奉命行事啊。我知道了。竟然敢行刺凌云阁主，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有锦衣男子走来，一手一个将人提起，飞奔而去。那锦衣男子正是二娃。萧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若是能再来个女儿，就更完美了。而那一边，丞相府，湘玉，女士到了宫中，必定要请那铁牙神医回来啊！
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坚持不住了。母亲放心，明日我到了宫里见到了郑贵妃，必定好好给沈云珠美言一番。天刚亮，朱香玉，快起来，立刻随我去找沈云珠。父亲，为何去找沈云珠？一个比一个没用。若不是你们当初不会那样对待沈云珠，如今朱家已经有女儿嫁入皇族了。别问那么多，赶紧梳洗打扮。娘亲，我们今日还要进宫吗？娘亲，我和弟弟在府上收拾东西吧，你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搬家了。皇上今日看病，必定也顾不上他们，就留在府上。好。等到夫妻俩准备好出门，在大门口就看到了朱墨与朱香玉父女俩。靖王妃，小女与你年纪相仿，今日皇上召见天涯神医，还请您带上小女一同入宫。怎么回事？我昨日到底错过了什么？为何一夜之间，沈云珠从区区一个村姑，竟然成了靖王妃？带上她入宫倒是可以，不过如何？有什么条件，我都愿意答应啊。10万两白银，拿来吧。好，多谢靖王妃。记住你的身份，今日到了宫中，切记不许惹事，只要能够请来天涯神医即可。你听懂了？难不成我作为堂堂丞相府的嫡女，还不能入宫吗？还真的不能。你爹都被皇上给放假了，还罚了俸禄，何况你呢？夫人，咱们府上缺了银子了。堂堂晋王如何能缺了银子？只是你刚刚没看到吗？朱墨那脸都成了猪肝色，多好玩啊！原来惩罚朱墨能让夫人高兴。好。他看了一眼马车外的萧大，萧大立即明白，皇宫怎么回事？什么人竟然将刺客挂在了宫门口？从未有人如此放肆啊！而且这里是皇宫，守卫森严，什么人如此厉害？来人，快来人呀，将这东西带下去！母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件事先不要传出去，赶紧准备，今日你父皇召见天涯神医。朱香玉，你还有脸来这里？朱香玉刚被带进去，这就被百里赏了一个耳光。八公主，臣女做错了什么？还请您明示。你今日来宫中，所为何事？今日我与靖王妃一同来宫中，一起来探望皇上。谁是靖王妃？原来八公主也不曾知道。这件事情我知道的也不多。我父亲尊称沈云珠为靖王妃，他的夫君萧策正是靖王。母妃，八皇子好像找到了，如今还被封为晋王，沈云珠就是晋王妃。你说的可是真的？你再说一遍。回贵妃娘娘，我父亲特地带上我，在沈云珠的府邸前等候了半个多时辰，就是为了让晋王妃带我到宫中来。而且晋王妃不大愿意，我父亲给了10万两银子，这才带我来的。什么？母妃，我们怎么办啊？走。大内总管黄日升看着屋子里的刺客尸体。查到是什么人送来的吗？主子，并没有找到。主子，皇上那边来人请您过去，说是天涯神医来了。另外有小太监进来，急匆匆的禀告：把人给我埋喽！大殿之上，天涯神医到了，竟然没有死，派过去的刺客死了，村姑竟然没有死，这是怎么回事啊？本战神现在有点忙，一会儿告诉你怎么回事。天涯神医啊，你总算是来了呀！来，给朕瞧瞧。好。那人态度傲居的给皇上号脉。皇帝老儿也要对我礼让3分，我这天涯神医
与那凌云阁之人同名，果然有好处。原来是个与我同名之人，而且医术一般，还想要糊弄老皇上。如何呀？那同名的天涯神医将刚刚的心中所想都说了一遍。好，来人，上！且慢，皇儿，你可否也是要请这位神医探病啊？没错，父皇，还请这位神医与儿臣探病，再赏赐也不迟。不愧是我男人，对我的想法了如指掌。皇上，臣妾身体不适，也想请这位神医。神医既然来了，那就给在座各位依次都瞧瞧，如何呀？啊，皇上，草民有个规矩，每日只看3人，还请皇上恕罪。那就看3人，请吧。神医，我夫君的身体如何？你倒是说说看呐，我夫君有什么病？老夫先给贵妃娘娘看完，再斟酌一番。好啊。贵妃娘娘身体无碍，可以放心享福。至于靖王，老夫斗胆说一句，身体不错，就是子嗣问题有点难呐。晋王妃倒是貌美如花，可惜没什么本事，生不出儿子来。整个大殿之上，空气诡异的安静下来。放肆！本王已有2个儿子，即将会有女儿，你个江湖骗子，竟然敢欺骗本王！你骗个什么不好，竟然骗我男有子嗣！你个老匹夫，本王就想生个女儿，你竟然说本王不能生，你是何居心？骗子这是踢到了铁板，萧策为了生女儿可是煞费苦心啊！怎么会这样？晋王从前也是中毒过的，如何能生出2个儿子？莫不是那晋王妃？你个江湖骗子，还想骗什么？我家王爷根本没有任何问题，倒是你自己命不久矣而不自知。你胡说八道！老夫行医10几载，如何能自己都看不出来？你没病，你的右腿膝盖重伤，伤口还未愈合，你的肺痨已经晚期，无药可医，你的心脏3个月前失血过多，险些死掉，还有最严重的是你的头里已经有了骨虫，让你夜不能寐，痛苦不堪。若是这些都不算病症，那算本王妃没说。晋王妃，你如何欺辱天涯神医？那可是凌云阁的天涯神医啊！你是凌云阁的天涯神医吗？自己说。皇上饶命啊！老夫的确是天涯神医，但是什么凌云阁的天涯神医，老夫并不知晓啊！大胆刁民，竟然行骗到了皇宫，甚至给皇上送所谓的仙丹，我看你是要谋害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虽然老夫的医术不可与那凌云阁的天涯神医相提并论，但是那仙丹的确是凌云阁的天涯神医所有的呀，能够调理身体，最适合皇上。他的话才说到这里，就看到皇上突然面色难看，当场吐了一口血，晕了。皇上！皇后娘娘吓坏了，赶紧扑了过去。让我看看。你干什么？那个村姑想要谋害皇上不成？郑贵妃挡在了皇上面前，偷偷拿出了袖子里的刀子。与此同时，那个老太监黄日升也抽出了一枚暗器。若是嫌命长，你们大可以试试。靖王，你是什么意思？皇后，本王的王妃会医术，快些给我父皇瞧瞧吧。我的病就是我的王妃医好的，她就是天神下凡的仙女，若是谁敢不从，
莫怪了我翻脸无情。靖王，你刚回来，与皇上的感情不深，难不成只是想要拿皇上给你的王妃做实验不成？那不如拿你来试验一番，看看本王妃的医术如何？郑贵妃不是不相信本王妃的本事吗？本王妃已经知道了。3年前你小产过，留下了后遗症，只要到了刮风下雨的天气，必定会腹痛难忍。而且你的心口向下3寸的地方，5年前被人一刀刺入腹中过，导致如今根本提不上力气。既然提不上力气，那么更无法生育。既然如此，你的小产又是怎么回事？血口喷人，大胆！来人，将郑贵妃与八公主一起拿下，关入大牢，以后发落。不等郑贵妃说完，皇后娘娘已经下令拿人。我没有错，那个村姑都是瞎说的，你们不能抓我，我是贵妃啊！皇上，你快来救救我！只是没有人管她，终究被带下去了。皇后娘娘，可否让我给皇上瞧瞧？好，本宫相信你。沈云珠开始给皇上号脉，发觉皇上竟然是中毒了。怎么样？有我在，你放心。没错，我当时都是要死的人了，还不是被王妃救回来了。只要有珠珠在，一切都不是问题。沈云珠的3根银针下去，皇上很快睁开眼。父皇，您醒了，感觉如何？是靖王妃救了朕。没错，正是儿臣的王妃。好呀，靖王与靖王妃，果然是朕的福星啊！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人又晕过去了。靖王妃，皇上这是如何？没事儿，皇上中毒多年，这是正常反应。想要彻底治好，还需要一味药，不知宫中可有？你说是什么？那一味药名叫葬花，是长在极热之地的一朵花，很是稀有。太医，葬花可有？回禀皇后娘娘，宫中没有此物。但是老夫听闻丞相府上正有此物呀！快去传朱丞相，让他将葬花带来。皇后说完，一直躲在角落里的朱香玉突然开口：皇后娘娘，不如我与靖王妃一同回府，取回这葬花如何？父亲，我回来了。如何？天涯神医请到了。父亲，事情是这样的。朱香玉将大殿之上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一遍。你竟然懂得医术？略懂1、2而已。朱丞相谬赞了。现在皇上中毒，需要丞相府的葬花，赶紧拿出来吧。真以为我带你回来是为了拿葬花吗？若是丞相府就是不拿出葬花，你回去就没有办法交差。靖王妃，你想要葬花也可以，那么就请你将玲珑的病也一并治好吧。可以啊，200万两白银拿来，本王妃从来不做赔本的事儿。你们可要想仔细了，若是迟了，一会儿皇后娘娘派了人过来，发现朱丞相拒不拿出葬花，这事儿可大可小，到时候你的乌纱帽怕是都要保不住啦。这个逆女，到了这个时候，她还真是胆大包天。不给，那我回去了。好。父亲，这么多银子，一下子都给沈云珠，我都没有拿过这么多银子呀。想不到朱家的当事人原来是朱香玉，嫡女当家，本王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我们的家事用不着靖王妃来管。来人，去拿银子来。大哥，我们好像是被绑架了。你怕吗？我才不怕呢。大哥，这些人说不定也是为了找爹娘麻烦呢。萧乐天笑笑，
之后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一把小刀子，很快就割断了绑着小手手的绳子。大哥，既然他们敢主动送上门，大哥今日给你开开眼界，如何？好啊好啊。总管交代将这2个小兔崽子送下断头崖，一会儿回来咱们可得喝一杯。岂止是喝一杯呀，我瞧着喝上个10几壶都不成问题。丞相府，沈云珠，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啊！沈云珠看都没看周芙蓉一眼，手上的茶杯丢了出去。你干什么？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长记性，不记得本王妃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总想要攀关系。本王妃就让他长长记性罢了。朱丞相，那个女人碍眼，本王妃心情不佳，一个手抖治不好朱玲珑，可怪不得本王妃了。还不下去！没用的东西，只图口舌之快，就知道让我丢脸。周芙蓉没办法，转身离开。沈云珠这才给朱玲珑治病，几根银针下去的事儿，喘息之间就解决了。父皇，感觉如何？好呀，不愧是朕的儿媳妇儿，医术高超，朕觉得从未这样好呀。父皇，接下来只需要按时服药，最多月余就会好的。沈云珠和萧策出宫回家，路上，主子，小少爷被一伙人给绑了，刚刚属下进宫禀报，被那个老太监死命拦着，现在已经派人去找了。萧策与沈云珠一路追向断头崖，那一边，小兔崽子，感觉如何呀？啊？小玉好害怕呀！若是小玉掉下去，肯定就要摔成肉饼了呀！小天要娘亲，不要跳下去！真是有趣呀！他们还以为有人来救了他们呢。村姑生的东西果然是胆小如鼠，这就哭鼻子了。一会儿先让他们其中的一个跳下去，然后再跳下去一个，看看他们有没有成了肉饼。现在我们来玩个游戏，你们2个谁赢了，谁就先跳下去。玩游戏吗？那是什么游戏？就是猜拳呢。你们谁赢了，谁就先跳下去。好呀好呀，我会了。你们快看，我说他们脑子有毛病，你们还不信呢。来来来，让他们试试啊，说不定有惊喜呢。大哥哥，我和你先试着玩一下吧，我还不是很会。好，小爷来陪你玩玩，不过可是说好了啊，若是输了，可是要脱裤子的。好呀，来，1、2、3。哎呀，你个笨蛋，竟然出了布，我可是出了剪刀的。大哥哥，你赢了呀，我可以和别的大哥哥玩一下吗？好好好，我陪你玩，你输了一会儿可是要打屁股的啊。好啊。萧乐天单纯无害，几乎与每个小太监都玩了猜拳，每一次都是他们赢了。大家幸灾乐祸之际，并没有发现没有参与猜拳的萧泽玉已经悄悄拿出了一个小瓷瓶儿，给每个小太监的身上都擦了一点点。好了，我们都赢了，该惩罚你了。但是刚刚已经说过了，谁赢了谁就要先跳下去的。你们都赢了，你们就都跳下去吧。你们听听啊，这个小兔崽子还以为自己很聪明呢，他想要套路我们。小兔崽子们，你可听好了，那都是骗你们的，就是为了让你们跳下去的。
萧乐天也不怕，来到了弟弟身边，牵着弟弟的小手手后退到了马车一边。啊，小强，你干什么？这个时候，有个小太监一边大笑着，一边走到了悬崖边。我赢了，我要跳下去啊！小强，小强！接着，另外一个小太监一边大笑着，一边也走了过去。几个呼吸之间，10几个太监一个接着一个全都跳了下去。最后，整个悬崖边上只剩下2小只和那个大太监。你们2个做了什么？就凭你们也想让我们跳崖？你们先跳下去，看看是什么滋味啊！真以为我们好欺负吗？好你个小兔崽子，看我不将你们碎尸万段！大太监抽出了一把长剑，嗖的一道飞剑破空之声响起。爹爹，娘亲！爹爹，娘亲！没错，沈云珠和萧策来了。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行刺本王的儿子们！是谁派你来的？如果不说出来，我将你凌迟处死！娘亲别担心，那10几个太监想让我们跳下去，结果他们玩游戏输了，他们自己跳下去了。娘亲，他们好像是被一个老太监找来的，要让我们去死。还不说！我是不会背叛主子的，亲王，我也劝你不要与我们总管为敌，不然的话没有好下场。大胆刁奴，竟然敢训斥你的主子来了！沈云珠一把银针飞出去。你是黄生义那个老东西的奴才，本王记住了。话落，一脚将人踢下了悬崖。王爷，为何将人踢下去？老东西喜欢死无对证，我成全他。走吧，回府。猪猪，辛苦你照顾孩子，我现在还有些事。萧策放下一句话，立即转身就走。沈云珠也没有拦着他，他是知道的，萧策应该是去报仇了。翌日清晨，王妃，太师府小姐柳冰枝送来了请帖，邀请您过去赏月。太师府小姐柳冰枝，不就是柳少光妹妹吗？好啊。太师府，靖王妃，柳冰枝小姐，别来无恙啊。靖王妃，里面请。柳冰枝，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做了什么。臣妇，你为何如此冤枉我？我什么都没有做啊！别以为你的小算计能够瞒得过我，每次见到你，都让人晦气。原来柳小姐早就认识靖王妃呀。有个穿着一身白裙的女子走过来，揶揄地笑了。芳灵儿，你需要取笑我，我才没有认识那靖王妃呢。靖王妃与你大哥相谈甚欢，竟然没有介绍给你，你这太师府嫡女也不过如此啊。芳灵儿，你少来嘲讽我，我们太师府哪怕是娶了你妹妹芳心，也不会让你这样的人过门的。来人，咱们带来的好东西，一会儿给靖王妃尝尝，再给我那好妹妹尝尝。柳少光不是看中了靖王妃吗？那么今日我让你身败名裂。是，大小姐。丫头立即去准备了。那一边，听闻靖王妃在齐胜国京都一曲竟然控制了10几头猛兽，不如在此给我等开开眼界。靖王妃，柳冰枝只是想邀请您演奏一曲，给我们开开眼界而已，还请您不要见怪。这杯茶是我代柳冰枝敬您的，还请您见谅。喝吧，喝了我让你真的勾引到柳少光。封将军府的嫡女，什么东西也敢算计本王妃？你算个什么东西，也能代替太师府的人赔罪？沈云珠一挥手，那杯茶被打翻在地。给你们脸了。靖王妃，这位是大将军府
嫡女方灵儿，你从乡下回来，并不知道，在我们北凉，所有人都知道，方灵儿非我大哥不嫁。靖王妃，整个北凉都知道的，我要嫁给柳少光，日后必定是这太师府的大少夫人，所以我代替柳冰之赔罪，也是合情合理。哼，本王妃的确是从乡下回来没多久，还不知道北凉的方将军嫡女如此脸大无边呢。人家男人都没看上你，自己偏偏往上送。靖王妃，你如何侮辱我？若是你看不惯我，大可以与我比试一二。若是我赢了，请你给我下跪道歉。若是你输了呢？我不会输。若是你输了，就在大街上当众宣布，日后不会纠缠柳少光，否则这辈子都嫁不出去。还有啊，此事因你逞强给柳冰之赔罪引起的。若是你输了，那么柳冰之也要在大街上当众给本王妃赔罪，包括昨夜里他做了什么好事，如何？好，我同意。不会输，我都要让你俩输得彻彻底底。说吧，比试什么？可以选2样。那就比试剑法和骑马好了。过去的时候，方心慢慢来到沈云珠的身边。靖王妃，我姐姐的剑法很厉害，您千万要小心。谢谢，本王妃也很厉害的。好。靖王妃，柳公子是想要包庇柳冰之，大可以直说，本王妃可以看在你的面子上饶了他这一次，但是那个方灵儿，谁都不能求情。不必，靖王妃想如何处置便如何处置。演练场，靖王妃看招！方灵儿一剑刺向沈云珠的眼睛，啪的一下，就在方灵儿一把剑距离沈云珠的脸不过1步距离之际，沈云珠手上的柳条动了。我的脚！你竟然使诈！哼，大将军府的嫡女竟然不知道有句话叫做兵不厌诈。再说了，本王妃如何使诈了？我可是1步都没动，你自己过来的。怪我没动啊，那再来。这可是你说的，怪不得我。方灵儿这一次换了个更加刁钻的角度，向着沈云珠的心口袭击而去。啪的一下，这一下打你什么都不懂，还敢妄想挑战本王妃。这一下打你心术不正，还想要给本王妃毁容。这一下给你长长记性，不要胡言乱语，不过是个小小大将军府嫡女，也敢对本王妃不敬。全场一片寂静，所有人都愣住了。靖王妃不愧是靖王妃，传言不虚啊。你叫王妃，懂？王妃，靖王妃赢了这一局。哼，这才怪。沈云珠挑眉浅笑。很快2个人都骑在了马上。这一次沈云珠最先开场，方灵儿在后面追。那一边方大将军府上，方才我在太师府上见到靖王妃与方大小姐比试剑术，传闻靖王妃虽然只是村姑出身，但是似乎会一些法术之类的东西，寻常人根本没有办法赢了她分毫。靖王妃，她算是个什么东西？带我过去瞧瞧。太师府，该死的，竟然根本就追不上！他愤怒的狂踢马肚子也不行，最后拔掉了自己头上的发簪，一下子刺入了那一匹白马的屁股。方灵儿这个女人，狠毒至极。靖王妃说的对，兵不厌诈，这一招我还给你。不愧是本公主的女儿，这一招使得好。沈云珠这一次不死也得惨。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沈云珠即将被踹下马，方灵儿被白马甩了出去，方灵儿摔在了地上，
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刚刚跑了没多远的白马自己又跑了回来，好巧不巧的，马蹄子踩在了方灵儿的腿上，咔嚓！我的腿！将军夫人，请留步，这里是演练场，没有太子殿下的允许，不许进入。放肆！本宫想要去哪儿，还轮不到你来阻挡，滚开，不然本宫杀了你！将军夫人，还请您自重，您已经不是大长公主了，必须听从太子殿下的命令。方灵儿，你输了。你使诈，我不服！刚才你使诈的时候，在场的各位可都看着呢。愿赌服输。若是你非要不服输的话，我也可以让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你的美名。你敢？来人，将方灵儿抬到大街上，他要履行刚刚的赌约。还有领兵之，两人一起上路吧。我不要！你们敢动我，我娘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的腿已经废了，快来给我个穿太医呀！快呀！沈云珠立即从空间里拿出一根银针，随手甩了出去，刺入方灵儿的穴位。柳冰之，愿赌服输，你可不要让太师府跟着你一起丢脸。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要受罚？大哥，你快来帮我！如果你真的不想去，那就和我一起去见父亲，看他如何惩罚你。我不要！各位，今日这两位小姐与我家靖王妃打赌。火凤在一边给路过的人讲事情的来龙去脉。方大将军的嫡女呀，为了要嫁给人家柳公子，可真是煞费苦心呐！竟然还陷害靖王妃，这就是大将军教出来的好女儿啊！还有那个太师府的小姐，帮着那样的女人，真是眼瞎了吧？众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好了，我们靖王妃善良大度，只要他们两个兑现赌约，我们靖王府一概不追究。方灵儿先兑现赌约。靖王妃，臣女知错了，还请靖王妃恕罪。臣女不该伤害了太子殿下的小白马，不该暗中算计王妃。臣女在此发誓，日后都不会再纠缠柳少国，否则必将孤独终老，终身不能出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明明我根本不想说的，但是刚才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啊！本王妃美丽、温柔、大方又善解人意，你刚刚说的，本王妃替你记着了。只不过啊，你算计本王妃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那一件也说出来吧。什么？大庭广众之下，竟然敢给本王妃的茶里用药，谁给你的胆子？靖王妃恕罪，臣女真的知错了。臣女刚刚给靖王妃的那杯茶里是下了药的，想要让靖王妃行那苟且之事，到时候臣女就可以趁机逼得柳少光娶了自己。但是臣女还给了风心那杯茶，你们两人都没有喝下去，臣女知错了，还请您恕罪啊！想不到方灵儿竟然如此胆大包天，不仅想要谋害靖王妃，甚至还给靖王妃下药。若不是遇到了靖王妃，她还不肯承认呢。看来这种事情他已经干了很多次了，这得祸害了多少人呢？好一个大将军府嫡女！来人，将此人送入宗人府，听候发落。到你了，柳冰之，说吧。靖王妃赏命啊！臣女知错了，臣女昨夜里潜入靖王府，给靖王妃送了迷香，那迷香一旦吸入体内，需要33夜才能醒来，到时候臣女已经可以顺利嫁入尚书府了。只是靖王妃福大命大，如今什么事都没有，还请靖王妃赏命啊！赏命啊！潜入靖王府，罪加一等。来人，一并送入宗人府。沈云珠把他们两个都送进去。儿子，你们才3岁半就知道找媳妇儿吗？哼，娘亲，你回来啦！靖王妃，你真漂亮。你是哪家的孩子啊？娘亲，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哪家的孩子，刚刚他自己就冲进来了，
而且好像还认识你呢。你认识我？你的爹爹和娘亲呢？我娘亲让我来找爹爹的呀，那他们就是我的哥哥啦。娘亲说了，爹爹就是如今的晋王，真是没想到啊，这辈子重生回来，老天爷给我安排了个晋王当爹。好，这辈子可要好好大干一番。看着比我儿子还小的家伙，竟然是个重生者，而且还拥有大人的心计。他爹是我男人萧策。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你娘在哪儿？回晋王妃的话，我叫白月，今年3岁了，我娘很快就来了。你既然叫白月，那就不是我们爹爹的孩子，我们爹爹姓萧。这个小兔崽子，刚才就不喜欢我，而且对我的态度很不好。你就是个村姑生出来的，还敢和我争？也不看看我娘亲是什么身份。我不和你说，你根本不懂。晋王妃，我和你讲好了，我娘和爹爹可是青梅竹马，这晋王府从前也是我外祖家的府邸呢。萧策的青梅竹马？萧策从小就在圣齐国长大的，但是他的青梅竹马却是北凉的一个女人，这跨越了几千里的青梅竹马，我可真是长见识了啊！那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回晋王妃的话，我娘亲是礼部尚书的嫡女程冰冰。那么你娘的弟弟就是程风？没错，大舅舅若是知道我们回来了，必定也会帮助我们的。白月，你又在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个时候，大门口响起了女人的声音。我的脚呀，娘亲，我要成一个小残废了，我不能再保护你和哥哥们了呀。来人，还不去叫太医过来，说是小郡主有好歹，你们这些奴才都得被砍头。白月哭了好一会儿，程冰冰也发火了，但是半天都没有动静。晋王妃，白月是晋王的女儿，身为小郡主，她身份尊贵，受了半点委屈，说是被晋王知道。你也知道我是晋王妃，在我的地盘大呼小叫，这就是你们尚书府的教养？你在本王妃面前啥也不是，你说她是小郡主就是小郡主，尚书府给你的脸吗？娘亲，爹爹不要月儿了吗？月儿不是郡主吗？晋王妃，你不要太过分了，晋王最喜欢月儿，若是让他知道。让他知道又如何？休了本王妃，让你连这个孩子爹是谁都搞不清楚的女人上位吗？这个水云珠是怎么回事？朱香玉不是说她只是个村姑吗？朱香玉？这里也有朱香玉？带着你的几个孩子赶紧滚出去，不然的话，别怪本王妃不客气。晋王妃，我们是晋王的女儿和儿子，你凭什么赶我们走？已经装不下去了吗？你们去哪儿，从前去哪儿，日后还去哪儿，与我无关。沈云珠，你竟然敢打晋王的女儿和儿子，等到晋王回来。娘亲，爹爹真的还有别的孩子吗？别怕，你们爹爹不是那种人，他们搞错了。梁小芝回到了房间。大哥，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小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白月的一个哥哥长得并不像咱们，倒像是别的人？别的人？难道是他们冒充爹爹的孩子，就是为了过来抢我们的爹爹？你还记得吗？上次在娘亲的府邸，有个人长得和爹爹很像，他还想要带走咱们的那个家伙。哦，我想起来了，那个人好像是叫白渊，是爹爹的双胞胎弟弟，就像是咱们的关系。还有那个程冰冰，他一直都在北凉，而咱们爹爹之前一直都在京都，所以他们两个根本都不可能是青梅竹马的。但是白渊却是在北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大哥，我明白了。所以说，那个程冰冰连她男人是谁都不知道，就过来找咱们爹爹，真是个坏女人。
不仅她是个坏女人，那个白月也很奇怪。我看她的眼神很奇怪，根本不像是个小孩子。大哥，难道她也像是咱们这样的绝世神童吗？静月，我们是娘亲的儿子，所以才是绝世神童。但是白月的娘，你也看到了，脑子并不好用，所以她根本不可能是绝世神童的。没错，那难道白月是个老妖怪？若是如此的话，咱们可要替天行道啊。咱们先观察一下，确定之后再动手也不迟。临街酒楼，王爷，王府那边出事了，有个叫程冰冰的女人带着3个孩子闯了进去，还说那些孩子都是……说下去。说那些孩子都是您的孩子，还说是您的青梅竹马。回府。主子，这件事情很可能是那个白渊惹出来的。听闻五皇子白县有个小妾，似乎有喜了。我这个做弟弟的，回来还没有送什么礼物给他。绿帽子戴着还可以，但是给别人养孩子这种事情，那就算了吧。不愧是我家王爷，这一招真的是妙啊！是，属下这就去办。爹爹，哪来的东西？本王的女儿还没有机会生，你是哪个草？放肆！谁是你爹爹？王爷，这是您的女儿，您为何要这样？你可知道，本王还有孪生弟弟，名叫白渊。白渊，孪生弟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站在我面前的人，不就是白渊本人吗？白渊，你为何要伪装成什么孪生弟弟？这3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你自己眼睛不瞎？你好好看看他们。赶过来的朱墨见此期间，心中大喜。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爹爹，我是白月，您的月儿啊，当年就是爹爹给我取的名字，您都忘了吗？靖王，你自己看看，这不是你的种，是谁的？靖王，您既然已经早就有了妻室，臣愿意替臣女求一封休书，成全你与正室。老东西，算记到我的头上来了。这段日子，你过得太安生了。他又看看程冰冰，没脑子的蠢货，自己男人是谁都不认得。来人，去将尚书程毅给本王叫来。靖王，我们是否去里面说话？外面这么多人看着，总归不大好吧？朱丞相，本王的王妃交代过，见人与莽夫不得入内，本王深以为然。王府里，王妃，王爷回来了。萧策回来了。王妃，朱丞相也来了，而且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竟然提议代替您求一纸休书。他后面的话还没有说完，只觉得眼前一道人影闪过，再看向厨房，哪里还有王妃的影子？火凤，王妃最喜欢吃排骨了，你炒菜，我去看看。大门外，滚！怎么回事？难不成时隔几年不见而已，白渊已经性情大变？靖王妃来了。爱妃，本王与这些人绝无关系，他们都是白渊的人，不是我的。我知道。沈云珠，你还是……朱丞相年迈，脑子发昏，恐怕是难以继任丞相的职位。见到本王妃竟然直呼名讳，我看不如退位让贤吧。晋王妃恕罪，臣只是见到晋王妃亲切，才会说错话。朱丞相，你所谓的亲切，就是替别人求一纸休书。那本王妃见到你也挺亲切的，一会儿替你去皇上那里求一道圣旨，赐你告老还乡，够不够亲切？不要脸的，你算哪个渣渣猪啊？也敢跟本王妃求休书？靖王妃，朱丞相也是你的爹爹，你为何如此不忠孝道呀？啪的一声，沈云珠回手就是一个巴掌，呼在了程冰冰的脸上。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女儿，小小年纪竟然教本王妃做事，这一巴掌
就是给你提个醒，若有下一次，可就不是这么简单了。靖王妃，小孩子童言无忌，你就是故意想要打我的。夫君，你觉得我是故意的吗？你觉得我做的对不对？这个时候还是保命要紧。爱妃做的没错，爱妃不是故意的。那个女人没有管教好孩子，你如此善良提醒她而已，都是她不知道领情。看在你替我说话的份上，一会儿赏你吃一块油炸排骨。靖王，老臣没有教养好女儿，还请靖王恕罪。程大人，我们这么多人给你作证，你有什么话可以直说。事情还没有搞明白之前，可不能委屈了你的女儿啊！毕竟她一个妇人带大3个孩子也不容易，总要给孩子找到他们的亲爹呀。丞相大人真是好大度，靖王妃的委屈你不管，反倒管起了老夫的家事。程大人既然认为自己有错，那么此事该如何处理？本王的王妃何曾需要受委屈？一会儿真相大白之后，我也得赶紧生个女儿。老夫明白，还请靖王放心。逆女，事到如今你脑子还是如此糊涂，老夫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当今八皇子与九皇子乃是双生子，而八皇子萧策从小在圣齐国长大，前些日子才回到北京，如何能够与你青梅竹马呀？整个北凉的人都知道九皇子喜欢用八皇子的样貌示人，你心心念念的白渊根本就不是眼前这位靖王。娘亲，我们真的找错了爹爹吗？那我们的爹爹在哪里呀？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敢闯入本王府胡作非为，若是不惩戒一番，以后所有人都可以来晋王府胡闹了。既然真相已经大白，那么来人，将程冰冰等人一并押入大牢，关押10日。靖王，事情既然都是个误会，我们也没有打砸了晋王府，为什么还要受到惩罚？你从前在圣齐国那个小地方可以随意打杀人，但是这里是北凉，由不得你们胡来。程冰冰这句话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我们确实是做的不大好。那么我们换个方式，来人，将程冰冰这一伙人拉去游行，走过长安城的大街小巷，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免得日后九皇子的风流债都要由我们晋王府被误会。时间也不必太长，就游行个10个时辰吧。怎么样啊，程小姐，本王妃足够大度吧？靖王妃，你一定要这样咄咄逼人吗？你们什么损失都没有，我只不过是认错人了而已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白月迈开了小短腿儿，冲向了沈云珠。发了疯的小女娃就在距离沈云珠10步远的地方突然摔了一跤。靖王妃，你为何要害了我的女儿？她还是个孩子啊！程冰冰，你不仅脑子有病，眼睛也瞎的呀！你们站的位置与本王妃还有这么远的距离，你说我伤害了她？如何伤害的？沈云珠，你这个小贱人，你竟然敢陷害我，我要杀了你！放肆！小小年纪竟然敢辱骂本王的王妃，程尚书，你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程毅哪还敢犹豫，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态度，3个大耳光打在了白月的小脸上。程冰冰，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女儿！来人，把这几个人绑了，立即去游街！程冰冰见到老父亲彻底发怒了，再也不敢抵抗，他抱着白月，带着2个儿子，被人绑了，开始游街。晋王，您刚刚回到北凉，想要站稳脚跟，还是需要百姓的支持。而您的这位王妃，明显的是个克夫的命格呀。晋王的名声若是被他给毁了，你要打要骂都可以，我们丞相府绝对支持您的做法。砰的一声，回应朱墨的并不是萧策的话，
而是萧策的一脚。本王的王妃，此生此世只有沈云珠一个人，本王绝对不会休妻。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在指使本王休妻？本王的王妃与你们丞相府从始至终都没有半分关系。此番言论，若是再让本王听到了，本王必定砍了你的脑袋，抄了你的丞相府，再诛你9族。老臣知罪，还请晋王饶命。爱妃，从今日起，若是再有人送上门来，如同程冰冰这般，你大可以先斩后奏，本王给你撑腰。好，多谢王爷成全。萧策处理完这些事，一行人进了王府，关闭大门。爹爹好厉害呀，把他们都赶走了。爹爹，他们搞错了，还那么嚣张，真是太欠揍了。你们表现的都很好，下次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保护好你们娘亲，记住了吗？我记住了。爹爹放心，若是你不在府上，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娘亲的，而且还会帮你赶走那些犯人的情敌呢。这才是本王的儿子。来，咱们吃饭。小大，朱丞相最近在忙什么呢？王爷，明日正是朱丞相回乡祭祖的日子，他的祖母听说是吃了太多米饭，一下子就把自己给噎死了。明日太子会出去游山玩水，你带着人引领他们会合。太子殿下也该好好看一看朱丞相是多大的官了。是，属下这就去办。萧乐天跑过来，爹爹，快来呀！娘亲特地给你做的排骨。特地给我做的排骨，我看他是气愤至极，又怕会吓到孩子们，所以才会剁排骨发泄怒火。爹爹，你尝尝这个红烧排骨，很好吃哎。爱妃，何必亲自做饭？这样多辛苦啊！吃不言，寝不语。吃，辛苦？我看你在外面才更辛苦。爱妃生气的样子还真挺好看的啊，她是吃醋了呀？她平时不是都很潇洒吗？原来竟然会这样在乎我。那家伙竟然在笑，他明明知道我都生气了，竟然还在笑。他是在笑话我吗？真的是太可恶了。我吃饱了。沈云珠放下了筷子，转身就走。吃醋的小女人真可爱。爹爹，娘亲因为你都吃不下饭了，你为何还能笑得出来？爹爹，你这样太过分了，你会失去娘亲的。两小只都放下了筷子，自己从椅子上爬下去，迈开了小短腿去追他们的娘亲。两个小屁孩懂得什么？你们这样子还会失去你们的爹爹呢。娘亲，你不要生气，我们出去玩吧。是啊，娘亲，我们出去玩一会儿，心情就好了。我看是你们两个想要出去玩才对。哎，你们都知道吗？程冰冰的孩子根本就不是靖王的孩子。哎，那到底是谁的孩子啊？哎呦，这件事情说起来就很有趣了。原来是九皇子白渊的孩子呀！听闻九皇子有很多孩子，这日后府上都养不下了吧？啊！娘亲，那个叫白渊的家伙竟然有那么多孩子呀！他一定有很多银子，不然都养不起的吧？小月，那个家伙害得咱们娘亲被这些人误会的，还把咱们爹爹给气傻了。他是个大坏蛋。你们爹爹怎么被气傻了？刚才不是还在大口大口吃肉呢吗？哦，娘亲，刚才在饭桌上，爹爹就一直看着你，傻呵呵的笑。我们仔细想了一下，爹爹一定是被气傻了，不然的话肯定过来找咱们了呀。一定是这样的，不然的话爹爹从来没有那样笑过呢。萧泽玉还想说什么，忽然听到了街道上响起了吵闹的声音。五皇子白县的府邸大门口围了不少人。九皇子也太无法无天了吧，竟然又化作八皇子的脸出来作恶呢。最可怜的还是五皇子呀，小妾刚刚怀孕，结果孩子
就是九皇子的。这些人说话的时候，五皇子的府邸有人突然从里面倒飞出来。白渊，你欺人太甚，此事本王一定会禀告父皇。九皇子，救我！五哥，我可是你的好弟弟白策，你可不要认错人。你是谁？自有人能够证明。来人，把人带上来。白渊，我可找到你了。白渊，你看看，我给你生了3个儿女儿，白月、白马、白明，他们的名字都是你之前定好的。如今我们母子3人被靖王惩罚有戒，他就是在打你的脸啊！萧策，你怎么敢如此对待我的孩子们？放肆！爹爹，靖王府的人都欺负孩儿，他们还打了孩儿的脚，孩儿好疼啊！靖王真是好风范，竟然连自己的侄女侄儿也如此对待。这件事我一定会禀告父皇。那一边，沈云珠冷眼看过去，一根根银针破空而出。谁敢偷袭本皇子？有人欺辱你们爹爹，咱们该怎么办？必须揍他！那个白月在说谎，我要打他！九皇子化妆成晋王，四处做那不要脸的勾当，真是好大的脸！小小年纪竟然说谎，明明是你装成晋王府的郡主，脑子愚钝的连你爹是谁都不认得，还诬陷我们打了你。我看你是不知道被打的滋味。你们2个在说谎呢，我说的都是真的。骂我可以，竟然还骂我的儿子，我看他们对你下手太轻了。好一个尚书府嫡女，教唆你的女儿冒充什么郡主，对王府的世子不敬，辱骂本王妃，你们好大的胆子！你男人都没有承认你们，谁给你们的胆子？程冰冰又被打了。靖王妃赎罪，童言无忌，月儿都是胡说的。娘，你不要怕她，她就是个村姑而已。你可是尚书府嫡女，身份地位比她高多了。她现在打了我，就是在打九皇子的脸。九皇子，我现在已经打了你的脸，你该怎么办呢？爱妃，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怎么都听不懂呢？砰的一下，白渊被突如其来的一脚踢得倒飞出去。沈云珠，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打本皇子！九皇子不再装晋王了，现在就肯承认你是九皇子了？九皇子的脸上都是土，本王妃亲手帮你擦擦干净。话落，沈云珠的手上多出了3根银针，随意地射向了白渊的脸。只不过是喘息之间，白渊整个人的脸已经恢复了原貌。大家现在都看到了，九皇子殿下自己的面貌丑陋，却要易容成晋王的绝世容貌，出去作恶。还有你们几个，好了，这才是你们的亲爹，日后再敢来晋王府作乱，我可不会轻饶任何人。沈云珠，你个贱人，竟然敢毁了本王的脸，污蔑本王！本王现在就送你去西天！一道鞭子声响彻在空中。是谁竟然敢偷袭本皇子？本王教训自己的弟弟，何来偷袭之说？他竟然还没有死！怎么，看到本王没有死，很失望？话落，萧策又是一鞭子抽在了白渊的身上。盗用了我的脸，在外面作恶多端，还妄想取代我，一面派人暗杀我，一面又潜入我的王府，企图将我的妻儿都据为己有。我见过大奸大恶之人不在少数，但像你这样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识。想到这里，萧策手上的鞭子根本停不下来。靖王饶命啊！我们本是一母同胞，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外人这样打我？我要去向父皇禀告你的罪行。你才是那个外人，本王的女儿没有过错。转身走向了沈云珠。爱妃，
咱们还真应该进宫去讨个说法，你觉得如何？一切自然听夫君安排。这边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长安城。丞相府，这个消息可靠吗？晋王打了九皇子，白渊搞大了五皇子小妾的肚子。若是皇上知道此事，老爷，靖王已经带着家眷一路去了皇宫讨说法去了。献王府门口发生的事，整个长安城都知道了。哼，晋王已经被那女人迷得神魂颠倒，失了心智。这种事情竟然还去找皇上讨个说法，他都不怕被人耻笑吗？好好准备准备，明日去下乡祭祖，谁给我惹麻烦，可别怪我不客气。此时，母亲，皇后娘娘竟是在宫中亲自教几个秀女规矩。沈云珠那样的，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她也应该学学规矩吧。你去让人给皇室申通个信儿，皇后娘娘必定能够教好靖王妃规矩。而此时的沈云珠已经到了皇宫。皇后娘娘有令，请晋王妃去学规矩。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让我们娘亲去学规矩？好啊，我们娘三个一起学吧。雨坤宫，娘亲，皇后娘娘怎么还不来？小月，你应该叫皇后娘娘皇祖母。我才不要呢，她又不是我的亲祖母。放肆！晋王妃，你不仅自己没有规矩，给皇族丢脸，你还让两个世子也都没有规矩。狗仗人势的东西，你是哪棵草也敢教训我儿子？于是啪啪啪，沈云珠迈开步子过去，接连3个耳光打在了宫女的脸上。你竟然敢打我！皇后娘娘身边的奴才，这是在诅咒您，我替您教训一二。整个北凉的百姓都知道，晋王的生母早亡，晋王的2个儿子都知道祖母已经去世。若是再叫皇后祖母，岂不是在诅咒您去死？请问皇后娘娘，是不是这个道理啊？你这个该死的狗奴才，竟然敢诅咒本宫！来人，把他拉下去，掌嘴20下。晋王妃，你从前在圣齐国就是王妃，但是那种小地方定然是没有什么规矩的。本宫见你最近被长安城百姓议论纷纷的，替你忧心。既然是皇家的儿媳妇儿，那就要遵守规矩，莫要给皇家丢了脸面，你说是不是？皇后娘娘所言极是。既然如此，今日开始，你们母子就留在这宫中学习规矩，何时学习好，何时可以出宫，你觉得如何？一切听从皇后娘娘安排。很好，这20个嬷嬷和宫女都是本宫精挑细选出来的，你可要好好学，莫要辜负了哀家的一片期望。多谢皇后娘娘栽培，只要这些奴才用心教我，我一定能学得好。为了让沈云珠母子3人好好学规矩，不被任何人打扰，皇后将他们母子安排在了一处偏僻的宫殿。晋王妃，皇后娘娘交代，要尽快教好晋王妃与小世子们规矩。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开始吧。好啊，那么现在就开始吧。晋王妃，还请您站起来学规矩。让你是来学规矩吃苦头的，可不是让你在这儿做主子的。你们6个人给本王妃演示一下学习内容。你们也知道的，本王妃从乡下来的，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现在请开始你们的表演。晋王妃果然是村姑出身，走路根本不像是王妃该有的仪态，倒像是村姑在插秧。这个小腿姿势不对，就这里。那个老嬷嬷拿着戒尺，向着沈云珠的小腿打了过去。啪的一下，咔嚓！怎么会是这样？难道是我老眼昏花，才会打错了人？你个狗奴才，敢打杀了宫女！一切都发生在喘息之间，老嬷嬷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我的腿啊！我的腿断了呀！怎么回事？这个戒指不是木头吗？怎么会打断了骨头？好你个老东西，是你偷偷换了戒指，想要害得皇后娘娘被冤枉。你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竟然敢毁了本王妃婆婆的名声！今日本王妃必须给你点教训。说完，沈云珠用那戒指对着老嬷嬷就是一顿痛打。你个村姑，你竟然敢打我！我可是皇后娘娘的人！王妃饶命啊！王妃饶命！救命啊！你们快点去找皇后娘娘，我快要被打死了呀！好了，现在继续教规矩啊，时间紧迫呢。小泽，你一定要这样惩罚我吗？我们可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若是母妃知道……母妃早就去世了，她不会知道的。而且我相信，就算她知道了，也会站在我这一边。被惩罚的时候，你和我说这句话，败坏我的名声，想要取代我，甚至是要带走我的妻儿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到我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白月，这是你自找的。若是再有下一次，我可不会让父皇出面了。不要用一母同胞这种东西来绑架我，你根本就不配。白渊看着萧策远去，想着父皇给自己的惩罚，气到差点吐血。竟然让我娶了程冰冰那种女人，而且还说日后若是还有女人孩子找上门，我都要纳入王府，不然的话就会将我逐出皇族，并且赶出北凉。那一边，王爷，王妃和2个小世子被皇后娘娘带过去，说是学习规矩。学规矩？皇后那个女人有这么聪明的头脑，一定是有人在背后出谋划策了。他们在哪里学习规矩？是在偏殿的那处冷宫。什么？竟然有人想要我妻儿的性命！夜越来越深，冷宫偏殿，亲王妃请用膳。拿开你的脏手，不要碰我娘妻！萧乐天手上拿着一根棍子，一下子打在了宫女的手上。小兔崽子，一会儿等你死了，我一定会抽你的尸体！砰的一声，靖王妃，你这是做什么？宫女只不过想要服侍您用膳而已啊！砰的，沈云珠没有回应，又是一脚踹了出去。宫女和嬷嬷吓得大叫，手忙脚乱的从嘴巴里抠东西。靖王妃又在发疯，那个嬷嬷和宫女都吃了东西，肯定是要死掉的。果然，不过是喘息之间，刚刚的宫女和嬷嬷已经全都倒地不起。大胆狗奴才，竟然敢给本王妃下毒！你们都是皇后娘娘的人，这是在陷害皇后娘娘。本王妃现在就要出去找皇后娘娘给本王妃保命。请王妃饶命，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吴嬷嬷和孙宫女做的。请王妃饶命啊，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都是吴嬷嬷和孙宫女做的。既然是他们2个人所为，你们都起来吧。这顿饭本王妃也不吃了。大哥，娘亲说这个小瓶子里的东西很厉害的，一会儿肯定能把他们都干掉。娘亲说我的这个好像效果更好，那咱们2个来比试一下吧。如果谁输了，要给对方100两银子。好啊。于是2个小家伙都悄悄地靠近了宫女和嬷嬷们的房间，把那些东西全都丢了进去。张嬷嬷，你为什么把瓶子丢到我这里？李嬷嬷，你刚才丢出去的帕子怎么还在这儿啊？在他们发出声音之后没多久，我的手都要烂掉了！救命啊！我的眼睛要瞎了！大哥，你看，我用瓶子里的药干掉了10个，而你那个帕子只干掉了3个，所以我赢了，你要给我100两银子。明明就是我赢了，弟弟实在太能狡辩了。不过谁让他是我唯一的弟弟呢？好，一会儿回去我找娘亲要银子给你。
好呀好呀，谢谢大哥。娘娘，冷宫那边已经有了消息，里面的人已经尸骨无存，全都死了。真的已经都死了？找到尸骨了吗？娘娘，您忘了吗？那凌云阁主的毒药能够将人化为脓水，不留任何痕迹的。有个老太监听到了里面的打斗声，推开门进去，看到了晋王妃和那2个小兔崽子都死了，还捡到了他们的部分衣物。好，沈云珠死，萧策会发疯，这样就不会有人威胁到我皇儿的地位。丞相府，母亲，沈云珠和那2个小兔崽子已经死了。这次是真的。宫里的老嬷嬷传出来的消息肯定是真的，我还打赏了10两银子呢。真是太好了，才信总算是死了。还是我的香玉聪明，若不是这次让他去宫里学习规矩，他们也不会这么快就死了。母亲，你跟我说实话吧，沈云珠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对不对？不愧是我生的女，果然是冰雪聪。香玉，你不要多想，沈云珠的确是我的女儿，只不过当年我在圣齐国生下来，生她的时候我差点就死了，好不容易把她生下来，我又被亲生父亲诬陷，差一点就丧命。当时圣齐国有个很厉害的大师给她算过命，说她是天煞孤星，克死身边所有的亲人的命格，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所以我很恨她。这件事情咱们只当作不知道，一切都等到皇后娘娘那边安排。黑夜总算过去了，皇宫里，皇上，臣妾有罪啊！皇后，你这是做什么？赶紧起来将话说清楚！皇上饶命啊！臣妾以为靖王妃需要学习一下规矩，就把他们母子3人接来宫中。只是臣妾未曾想到，昨夜宫中来了刺客，竟然将靖王妃与20个宫女嬷嬷全部杀死了。刺客手法很怪异，并没有留下他们的尸骨，似乎是用了某种毒药，将人化为了脓水啊！皇后，你太让朕失望了。来人，即刻将皇后关入冷宫，听候处置。老八，这件事情你要听朕好好说清楚。皇上一看到萧策，赶紧说了这件事情的经过。这件事情我会自己查清楚。萧策留下一句话，拂袖而去。来人，立即昭告天下。皇上下令，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晋王妃与2个小世子们都死了。黄日升一瘸一拐地往外走。小黄，你这是怎么了？回皇上，奴才前些日子出门不小心摔倒了。这个儿子天生聪慧，但他竟然会打我身边的一条狗，那就是不把我这个父皇放在眼里。混账东西，为了一个女人竟然连父皇都不要。传令下去，靖王妃与2个小世子的葬礼一切从简。是，奴才这就去办。萧策刚从皇宫出来，就听到了这个消息。主子，皇上下达这样的命令，必定是对您刚刚的行为表示不满，而且皇上此时认定了王妃与小世子们已经去世。若是咱们查出什么蛛丝马迹，皇上会不会抢先一步？依照你的想法，本王该如何？主子，王妃和小世子们一定是被害。既然皇上认定此事，咱们不如演一场戏，这样让幕后之人也能慢慢浮出水面。没错，猪猪和孩子们必定是被陷害的。父皇此次的做法实在是让我寒心。既然如此，依序安排，本王近日会发疯。皇上的病很不稳定，想要彻底治好，还需要去找名医。父皇忘恩负义，一经调查，就断定他的救命恩人死了，
那么做儿子的就要提醒他了。是，属下这就去办。丞相府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前往乡下祭祖。救命啊！救命啊！不要再打我了！我根本就不是你的小妾，我已经嫁人了。仗着你是朱丞相的亲戚，真的就可以无法无天吗？嘿嘿嘿嘿嘿嘿，一个下贱的东西！本财主正是朱丞相的至亲，本财主看上了你，那是你的福分。既然你不知好歹，那就休怪本财主不客气。来人，将这下贱的东西打死！住手！你是什么人？竟然敢管本老爷的事？你是不想活了吗？我告诉你，本老爷的至亲就是当朝朱丞相。放肆！见到当朝太子殿下还不赶紧下跪！老爷，大事不妙呀！管家，你这是成何体统？什么事情能让你如此惊慌？老爷，刚才的老财主被太子殿下的人带走了。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祭祖！一行人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他家墓地，竟然又看到了太子殿下。朱丞相，你可真是好大的官威啊，好大的胆子呀！若不是本太子意外来到你的故乡，本太子还不知道你们朱家的墓地竟然堪比我们皇家的皇陵。好好好。太子说完这话，半点不给朱墨机会辩解，带着他的人扭头就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一年都好端端的祭祖，今年怎么会这样？一定是那个灾星惹的祸。自从他回来，整个朱家没有一件好事，就算是人死了，朱家也没得好。你们不要被表象迷惑了。皇上已经昭告天下了，那这就不会错的。真是可怜了那孤儿寡母，只是学个规矩，竟然能够碰到刺客。百姓们压低了声音，议论纷纷。只不过一夜之间而已，这些人竟然把我传言都死了。皇后挺有本事，皇上也不是个东西。你们都听说了吗？晋王妃和小世子们死了之后，晋王爷一夜白头，好像整个人都疯了。啊，这不会是真的吧？怎么不是真的呀？晋王府的下人亲口说的。大街上突然人头攒动，不少人都在讲萧策发疯的事情。萧策？前几日我还在和他生气，今日他竟然痴傻疯癫了。皇后，你果然是好样的。既然你说我死了，那我就满足你这个愿望。你可要能够承受得住我的死亡。冷宫，啊！晋王妃，你不要过来啊！你个狗奴才，大呼小叫的做什么？哎呀，娘娘恕罪，老奴刚刚看到了一道白影闪过，还以为是死去的晋王妃。来人，将这个妖言惑众的老奴才带下去乱棍打死。若是谁再敢如此，全都打死，丢到乱葬岗喂狗。什么人在此装神弄鬼？本宫可是北凉的皇后，尔等再敢造次，本宫诛杀了你的九族。皇后，你好大的胆子，打着学规矩的借口谋害我们母子三人的性命，现在你还我们命来！放肆！本宫是北凉的皇后，凤凰化身，你个区区村姑的冤魂，还不速速退下去！而窗口那白衣身影一下子破窗而入，来到了皇后的面前。你个该死的野鬼，赶快滚开！要怪你们丞相府的人，是他们给皇室生进谏，让你们来宫中学规矩的。本宫只不过是顺手而已，是你们命该有此劫难，怨不得别人。你还我命来，是你用毒药毒死我们的。白衣身影抽出了一把鞭子，狠狠地打在了皇后的身上。啪啪啪，鞭子抽打的声音不断响起。你个死鬼，胆敢打本皇后！那个毒药是凌云阁阁主的东西，是一个叫明月的东西主动献给本宫的。
你要找罪魁祸首就去找他，来人，快来人呐！竟然是明月长老，若是你敢撒谎，我必定回来取你狗头。那个家伙那么聪明，难道真的相信我已经死了？只是等他到了府中，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萧策一头白发在月光下练剑。什么人，竟敢擅闯本王府？萧策，你看看我是谁？哪来的毛贼，如此胆大包天，竟然都不用遮面，就敢面对本王？不过是个刺客，需要让本王知道你是谁？简单一句话，却如同惊雷，在沈云珠的脑海里炸开。他终于听到了萧策的心声，他的确是忘了自己，并不是装出来的。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今日真的不认识我？你居然敢忘了我！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怎么给我的感觉竟有点熟悉？难道我真的认识她？你是谁？我以前认识你。我是谁？我自然是你的青梅竹马，而且是你八抬大轿娶回来的王妃，还生了2个儿子呢。小小刺客，竟然敢迷惑本王！萧策一声令下，萧大带着好几个侍卫冲了过来。王妃真的没有死，而且还回来看王爷了。但是王妃啊，你回来的太晚了。王爷本来是打算装疯的，却不知为何一夜之间满头白发，然后就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原来萧策竟然是打算装疯卖傻，他一开始并不相信我是真的死掉的，但是又为何一夜之间如此？王爷，这位不是女刺客，真的是您的王妃啊！你是说本王竟然娶了一个女刺客，还八抬大轿的生了2娃？萧策，你真的太过分了！若是早知道你是这么想的，我必定不会嫁了你。沈云珠放完狠话，离开了晋王府。刚才那个女人好像真的生气了，而且很伤心的样子。难道我真的忘记了什么？娘亲，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娘亲，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去见爹爹呀？你们先好好睡觉，很快就能回家了。梁小芝乖乖回了房间。大哥，你有没有发现娘亲好像不高兴啊？一开始回来的时候还挺高兴的，但是后来提到了爹爹，他就不高兴了。难道是爹爹做了什么事情吗？咱们要不要先回家看看？2个萌宝说干就干，很快回到了晋王府。爹爹，我们回来啦！爹爹，宫里有个大妖怪，他想要打我们屁屁，还要给我们吃毒药，但是娘亲很厉害，把他们都给收拾惨了。看他们的样子，好像真的是在叫我。爹爹，你这是怎么了？爹爹，刚才娘亲回去之后就很生气，你是不是又惹她生气了？爹爹，你难道不想给我们生妹妹了吗？我们也是被奸人所害，才会回来晚了的，你为什么要怪娘亲呀？萧策原本紧张的脸被他们可爱的小模样给逗笑了。爹爹，你还能笑得出来？弟弟，你真是太坏了，我们不理你了。哼，爹爹，你真是个大坏蛋，我以后都不理你了。你是故意让娘亲生气的，我也不理你了。果然是你们娘亲生的孩子，竟然指向着他。大哥，我们回去吧，若不然的话，娘亲发现了就糟了。好，这件事咱们一定要告诉娘亲，让她不给爹爹生女儿了。 2个小团子达成共识，点点头，迈着小短腿就这么走了。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啊？王爷到底是被什么人陷害中了毒，竟然连他最在乎的媳妇儿和孩子都不认识了？主子，属下刚刚已经查过，晋王中了毒，似乎与咱们凌云阁的失心毒很像。主子，咱们凌云阁的内鬼到底是何人？为何现在还查不出来？会不会是那个内鬼干的？
提到了凌云阁的内鬼，沈云珠想到了明月长老。他为什么要背叛我呢？主子，你现在去哪里？当然是要去看看热闹喽，当然是要去看看朱香玉的惨状啊！丞相府，你们这些饭桶，这么点小病都治不好，你们都该死，该死！朱香玉，我们是太医，看在丞相的面子才过来给你看病。我们不是你们丞相府的奴才，你这般辱骂我等，实在太放肆！滚！都给我滚！我不要听你废话，你个老东西，没用的饭桶！母亲，我的脸，一定是太师府那些女人害我，我怎么办啊？你就是天涯神医。你女儿的病只有我能治好，不过我有个条件。周芙蓉刚要答应，门口又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天涯神医可真是有趣啊，从圣齐国的京都到了北凉的长安，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冒牌货了。不知这位小官是想要加官进爵，还是想要黄白之物？多谢靖王来探望小女。朱家大小姐莫要自作多情，主要是想来见识一下天涯神医到底是何方神圣罢了。探望你，本王有些记得，你可是勾引过本王，还陷害过本王的什么人？本王只是来看看你丑成了什么样子。失心毒的确厉害。萧策的记忆里，除了他和孩子们不记得，竟然还记得其他的一切。这个萧策有什么好的？竟然让我们高高在上，如同神女一般的阁主，迷得如此。晋王不必怀疑本神医的医术，以前的是冒牌货，今日的是本尊。我的条件你们还没答应呢。好好好，神医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听闻府上大小姐沈云珠还活着，我想娶她做本神医的夫人。明月发烧了吗？他说什么胡话呀？天涯神医果然好癖好啊！沈云珠是本王的王妃，本王与她缘分至深，绝不会拱手让人。萧大的意思是，沈云珠就是我的王妃，那两个孩子也是我的儿子们。我的女人，你有什么资格非要强娶？好，我们丞相府同意。本神医必定会让你比天上的仙女还要美上半分。神医，这……周芙蓉不是很满意。明月已经收起了银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丞相夫人若是信不过，大可以去找别的神医。你脸上的伤疤，只要10日之内找到沈云珠，并且让我们完婚，我自然可以治好。好，神医放心，不用10日，只要3日，我必定找到他。丞相夫人所言，正是与本王宣战了。好，我晋王府必定全力以赴。话落，萧策带着沈云珠往外走。晋王爷，难道对男人也感兴趣？沈云珠，别以为你会易容术就能骗过本王，小骗子！女扮男装来糊弄我，还有那个天涯神医，为何对你如此念念不忘？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是我的王妃，倒是现在又为何多了个天涯神医，非你不娶？沈云珠听到了萧策的心声，不由得一惊。他竟然能够识破我的易容术，什么时候他变得这么厉害了？晋王，我和你有什么关系吗？既然你已经不记得我们，那我们不如和离。沈云珠这句话没有说完，剩下的话都被某人吞入了嘴巴里。萧策亲了沈云珠。
他看着面前的小女人，脑海里竟然完全没有关于她的记忆，但是他一颗心都揪紧了，尤其是他要与自己和离，更是让他恼火。也不知道为什么，萧策一下子就亲上了他的唇，有种熟悉的味道，甜甜的，让他很是贪恋。但是他并没有继续，转而放开了小女人。不论本王是否记得你，你都是本王的王妃，那就早日回到王府。渣男，我是不会回去的，你做梦吧。沈云珠一脚踹倒了萧策，他自己破窗而去。跟上去，天涯神医那个家伙还想抢我的媳妇儿呢。虽然我不记得，但那也是我的媳妇儿。人渣，跟踪我都这么明目张胆。猪猪，你可以跟我走了吗？明月，你到底搞什么鬼？开这种玩笑，你觉得好玩吗？阁主，萧策根本就是个渣男，他没有本事保护你和孩子们，你又何必？那么你呢？你又为什么背叛我？凌云阁的各种宝物还不都是被你送出去的？还有那么多人冒充我，这就是你对我好的方式？他当真比我好吗？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而且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共同经历，不比萧策还好吗？明月，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知道？我不知道，反正我这辈子认定你了，我是不会放弃的。明月不等沈云珠说完，立即就走了。沈云珠无奈，结果走出了巷子，竟然发现萧策和2个女人在一处。这家伙上一刻还那么像是深情款款的对我，这一刻就和2个美女热聊。沈云珠那个气呀，怒气冲冲就去喝酒，喝多了也不想回去别院，又想到了皇后，那个老女人都是她害的自己。于是沈云珠踉跄着脚步又去了皇宫。沈云珠，你少来装神弄鬼！你是哪家的奴才，竟然敢装扮成沈云珠来吓唬本宫？你这个卑鄙无耻的狗杂种，竟然敢害了我！害了我还不放过我的孩子们！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人在做天在看，来呀！沈云珠接连3个耳刮子呼在了皇后的脸上。你不是要办寿辰了吗？去办呢，让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你这个皇后的美名啊！沈云珠没有死，她竟然真的没死。我给你机会了，你可要好好把握哦。沈云珠醉醺醺地走过去，又是一脚踹在了皇后的脸上。沈云珠心里终于舒坦了，她踉跄着步子飞檐走壁，忽然脚下不稳，向着地面栽倒。就在她以为自己一定要和地面来个亲密接触的时候，她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你个小骗子，竟然还敢去皇宫闯祸！萧策抱紧了小女人，将人带到了马车上。你是谁家的好儿郎？长得可真是俊俏啊！你有媳妇儿没有啊？你看我美吗？你还没有嫁人吗？我当然没有嫁人了，你这样的小郎君都是我的菜。你来我家提亲吧，我说服我爹。啊呸，我没爹，我就嫁给你了。但是据我所知，你已经嫁给了晋王爷，还与他有2个儿子。小郎君，你若是喜欢我，就去我家提亲，不要提那个渣男啊！他不记得我是谁，也不记得我和孩子们，甚至还同时和2个美女热聊。这种人渣，我要休夫，我要休夫。他说着说着，或许是太困了，竟然睡着了。你个小骗子，既然你喜欢我，那我去你家提亲。小大，回王府。朱丞相在城东，不是有一家钱庄？如今这深秋的天气，百姓们太冷，需要一把火，温暖一下百姓们。是，主子，属下这就去办。老爷，不好了，大事不妙了呀！什么事啊？3更半夜的。
老爷，城东的钱庄走水了呀！什么？城东的钱庄？那可是我的本钱呐！若是钱庄走水了，我这丞相府可就完蛋了。一时间，整个丞相府都慌了。母亲，这夜里并没有风，那条街上都是钱庄，为何独独咱们府上的钱庄走了水？定然是有人故意放火。母亲，那个天涯神医非要娶了沈云珠，若是他真的没有死，会不会知道？就算是他没有死又如何？给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给丞相府的钱庄放火，更不会知道丞相府有哪些产业。若不是沈云珠，那么是靖王。若是真的是靖王所为，靖王府钱庄搜来多少银两？王爷，金子100万两，银子5000万两，银票、珠宝首饰还没有查清，不过看来应该也不少。竟然这么多，这都堪比国库了。好，你做得很好，赏1万两。小郎君，你竟然在我梦里还搞那些少儿不宜的东西，你好坏啊！难道这根本不是做梦？小策，你个渣男，为何在我的床上？沈云珠回过神来，一脚将萧策踹到了地上。什么你的床上？这是我的都王府，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小策，你这个臭流氓，竟然给女孩子换衣服！皇宫，在太子的极力劝说下，皇后终于被接回了她自己的宫中。王儿，那个沈云珠好像真的没有死啊，她故意装神弄鬼的欺负母后啊！母后，您还是好好休息，莫要胡思乱想了。父皇刚刚说了，您明日寿宴，他要在宫中大办宴会。皇上为何要突然给我办寿宴？母后，所以我才说，咱们的计划要提前。朱丞相已经要将他女儿嫁给我，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皇儿，万万不可！你现在跟接上前，咱们的计划必须慢慢来。若是稍有差池，咱们母子可都要丧命的。尤其是朱墨那个老狐狸，他的话万万不可信。皇宫寿宴，朕近日听闻一个好消息，靖王妃与小世子们尚在人世。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该不会是他想通了，不想继续装死，想要回到靖王府，所以才故意的。果然，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嘴上说着不稀罕我，还不是被我的美貌所吸引。原来萧策这家伙表面上不言不语，内心竟然如此自恋。我什么时候被你的美貌吸引了？明明是你被我吸引，好不好？皇上，这件事可是有确凿的证据。皇后，朕金口玉言，何曾说过不实之言呢？今日起，若是发现靖王妃的消息，一并送上来，朕重重有赏。这得赶紧找到靖王妃啊，不然朕的病怕是要命不久矣。那个天涯神医说过了，沈云珠还活着，朕的病就有希望。天涯神医，芈月长老又来，那个家伙到底要干什么啊？给萧策用失心疯的毒，如今还逼着我现身。小骗子，竟然敢来皇宫行骗了！这里又不是你家，你管得着吗？再说了，靖王说话注意点儿，我可没有骗你什么。小骗子，本王是皇上的儿子，皇宫里如何不是我家？萧策，你不要逼我出手。萧策发觉沈云珠在生气，忽然心里一阵不舒服，想要与他说些别的，忽然听到了脚步声。他单手搂住了沈云珠的腰，两个人躲进了一处偏殿。这么看着我，是被本王的盛世美颜迷住了吗？
不过你的眼光很不错，本王不怪你无礼，随便看。不知为何，沈云珠这样盯着他看，他竟然心情非常好，以至于一直郁结在心口的那口气都没有那样沉重了。你这个自恋的家伙，什么盛世美颜？还有，你心口竟然还郁结一口气，难道你不只是中了失心疯？沈云珠顾不上生气，几乎是本能，伸手过去给萧策号脉，但是因为玉筒湿滑，他手上一个用力，竟然与萧策食指紧扣在一起。虽然本王是你的夫君，你竟然如此不分时机地表白本王，本王很欣慰。她应该就是我心爱的王妃，与她在一起，无论做什么，我总是感觉心情很爽快。哪怕是她赶我走，我竟然像疯了一样，心里有那么一丝丝狂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这辈子就不要分开。皇上已经下令，靖王妃没有死，我这辈子都不会与她和离。渣男原来并不渣，臭男人，这些话如果说出来，不就没什么事儿了吗？幸好我听到了，不然要闹到什么时候啊？别说话，我给你号脉。这个时候，隔间外面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小园子，你说皇后娘娘为何要办寿宴啊？哎呀，真是累死个人了。小春桃，你还不知道吗？皇后娘娘明面上是办寿宴，其实就是为了给太子殿下选妃子。给太子殿下选妃？哦，怪不得那么多贵女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但是太子殿下不是已经选好了吗？就丞相府的那个嫡女朱香玉。哎呀，春桃啊，你可真是太天真了。要知道，朱香玉再怎么条件符合，这皇后娘娘也看不上她呀。他们两个说了一会儿就走了。爱妃，即日不见，对本王甚是想念呢。不如咱们回府继续。两个小娃娃还说，我之前想要生女儿，不如趁此机会赶紧生。沈云珠回过神来，立即推开了萧策。我现在是大夫，请靖王自重。就在此时，房门突然被人闯了进来。哼，好你个狗奴才，竟然敢勾引靖王！你是何人？靖王的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个狗奴才，长得一副妖孽相，迷惑了靖王，还如此嚣张！你跟我走，我要带你去见皇上。我就勾引了靖王，你又能如何？靖王，你瞧瞧这个狗奴才，他太过放肆了。本王很喜欢他，你这等庸脂俗粉，休得无礼。靖王，这种人最擅长用巫蛊之术，您这样高高在上之人，万万不是这种人能够亵渎的。本王的事情不需要你来管，本王愿意被他蛊惑，一辈子都可以。想不起从前又如何？我见到他就心生欢喜，他靠近我，我就心花怒放。我相信从前的我定然也是有这样的感觉的。既然如此，不如重新来过。靖王殿下，您放心，虽然您不直接说，但是我明白。我这就去找皇上过来，给你主持公道。我让你走了吗？我可是尚书府的女儿，虽然我只是一个庶女，但是我爹爹不会放过你的。我管你是谁，你打扰了我的好事，就该受罚。沈云珠走过去，啪啪啪啪，清脆响亮的巴掌声不断响起。靖王救命啊！这个狗奴才疯了呀！你要帮他求情吗？这个女人多管闲事，你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就算是尚书府那里，你也不必担心，一切由本王给你做主。你听到了吗？有王爷给我撑腰呢，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啊？该不会是什么毒药吧？哼，没什么东西啊，就是听见你说话很烦，送你点糖丸润润喉。
仇慧心才不相信，他开口叫喊人过来，但是却发现他发出来的声音都是这个样子的。程大小姐，我劝你有点自知之明，不要总是惦记别人的男人。晋王爷还是有晋王妃的，而且还有2个儿子，就算是想要娶个小妾，也轮不到你这种人。如果再有下次，我送你的可就不是糖丸了。本王的眼光很高的，这种人我根本看不上。我的爱妃，那是本王此生的唯一所爱。沈云珠往外走，回头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不服气的话，可以去朱家找我，我随时恭候。还不忘记给朱某添麻烦，小骗子可真可爱，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萧策竟然说他喜欢我，从前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爱妃，难道又为本王的盛世美颜所倾倒吗？本王刚才是不是表现，你是不是很感动？是不是应该有奖赏？这家伙脸皮可真厚，还想要奖赏，痴心妄想。晋王，我只是个小侍卫，刚刚你传言我喜欢你，这件事已经传出去了。你是本王的爱妃。萧策，你不记得我们，何必如此自欺欺人？不记得，那又如何？整个北凉乃至圣齐国都知道你是我萧策的王妃，那不就行了？王爷拜拜，哪一日你想起来了，我再考虑回去。他说的特别潇洒，完全没有想到不出3日，他竟然也有自己打脸的时候。沈云珠在皇宫是找不到草药了，他一出来，凌云阁的人就找上了他。阁主，我们在郊外发现了一处药房，里面的药草都是很稀有的东西。哦，那是谁的东西啊？好像是太子殿下的私产，每年靠着这些珍稀草药的买卖，他能赚不少银子。走，过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他们没有发现，在他们离开之后，那酒楼的4层靠窗边坐着一个俊美男人，看向沈云珠的眸光一闪。姑姑。那个男人立即下楼，找了这么多年，这次真的见到了姑姑本人。公子，您这是在找什么人？没什么，回去吧。或许是我太激动，看错了也不一定呢。小四，你在这里给我打掩护，若是发现了有什么人过来，就学狗叫。阁主，我可以学别的叫声吗？比如狼嚎、鬼哭？为什么非要学狗叫呀？学狗叫委屈你了？那就学猫叫吧，就他们要生娃的时候的那种叫法，别忘了啊。沈云珠一个人进入到了药房里，才进去，他身后不远处就出现了一个白衣公子。珠珠，我说过的话，你怎么不记得？见到我，是不是很意外，很开心？明月，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我和你说过的话，你竟然也不记得。我不记得沈云珠，我与你是真心的，我们之间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那个萧策，他根本就不配。若是你喜欢孩子，我和你也会生一堆孩子；说是你喜欢这天下，我会将他拱手送给你。我不会嫁给你的，你想要的也不是我，你知道为什么？小珠珠，我对你是一片真心，你竟然不相信我。那个萧策有什么好的？你与他才认识多久，竟然对他死心塌地？你没办法与萧策比，他对我是真心实意的，他还是我2个孩子的亲爹。明月，你我缘分今日到此结束，我放你一条生路，日后若是你还敢来犯，你该知道我的手段。沈云珠一挥手，一道迷烟使得出去。明月原本还打算对沈云珠动手，但是忽然闻到一股熟悉又奇怪的味道，整个人浑身无力。什么时候他变得这样强？这又是他创造出来的新毒药吗？
所以说不要总是做白日梦，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番话音刚落，他整个人腾空而起，转瞬间消失在了药房。娘亲，我们可以回晋王府了吗？娘亲，我们梦到了爹爹，他很想念我们，我们还是回去看看他吧，他一个人太可怜了。你们两个不是说了吗？以后都不回晋王府了，现在回去的话，岂不是自己打脸？娘亲，我们那是说笑话呢，要回家的。大哥说的没错，我们那是开玩笑呢，要回家见爹爹。好，明日咱们就回府。娘亲，我们现在就回府上吧，爹爹已经来接咱们了。怎么回事？他们两个在说什么胡话呀？想要这么晚就回府可以理解了，但是萧策他怎么会来接我们呢？爱妃，本王接你们回府了。正在此时，萧策的声音响起。萧乐天和萧泽玉对视一眼，两小只都开心地眨巴着大眼睛，分享着属于他们两个的小秘密。萧乐天能够预见到一部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萧泽玉金口玉言，说出就能成真。这个秘密他们两个也是最近才发现的。爹爹，你怎么才来呀？路上遇到了什么坏人吗？爱妃，本王来晚了，刚刚在路上的确是遇到一点事情。爱妃，我们也走吧，夜深了。你不是说再也不来了吗？爱妃，我们终究是一家人，一家人根本就没有隔夜仇，而且今日在皇宫，可是本王救了爱妃。听人说，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我们又是……糟了，萧策不仅是失忆了，还伤到了脑子，一下子说了好几辆马车那么多的话，而且根本停不下来的样子。走走走，别说了，我都困了。靖王，你这是做什么？什么干什么？一家人当然是要在一起了。好啊好啊，爹爹和娘亲还有小玉和大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小天也要和爹爹在一起。好，我去洗漱，你们铺床。等到沈云珠回来，两个小宝宝已经躺在了床里侧睡着了。爱妃，我好像想起来了。沈云珠也不拆穿他，丢给他一个锦盒，盒子里有3粒药丸。萧策伸手过来接。这是什么东西？刚刚我说我想起来了，他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想起来了？我看你现在是仗着失忆，不仅会骗人，整个人都变了。你心里想什么，我可都听见了。这是强身健体的药丸，你都吃了，对身体好。爱妃是在关心我，果然，爱妃是我的亲爱妃。睡觉。王爷，你这样不好吧？本王和本王的王妃同床共枕，有何不妥？我不和你说。我家小猪猪又害羞了，莫名的心情很好，这是怎么回事？萧策又往前凑了凑，整个人都搂紧了小女人。孩子们都睡着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干点我们的事了？你个登徒子，你出去！爱妃，宝宝们想要爹娘在一起，若是他们醒了看不到我……我知道了，闭嘴吧，睡觉。萧策看着妻儿近在眼前，听着夫人均匀的呼吸声，竟然心情非常舒畅。这种感觉好像从未有过。一夜过去，娘亲你看看呢，这是我抓到的鱼。娘亲你看，这是我抓的野鸡。你们在哪儿抓的呀？这都是我厉害。娘亲，小弟可厉害了，他说要吃野鸡，天上就飞下来一只野鸡；他说要抓鱼，池子里就真的有鱼。
大哥也很厉害，他一早上就说我能吃到鱼，还能抓到野鸡，全都说中了。苍天呐，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我过来之后，从前的能力丢失了大半，原来是被这2个小家伙继承去了。萧泽玉这是嘴巴开过光，说什么都能实现。而且萧乐天就是有提前预知的能力，有一些事情啊，他都能够提前看到。王爷，您这是怎么了呀？大哥，你看爹爹是不是中毒了？弟弟，你没发现吗？弟弟嘴角的血根本不是血。那是什么呀？这也太像了呀！好像是番茄搞出来的东西，我估计爹爹是食物中毒。2个小宝宝窃窃私语，完全是在看好戏，一点都不紧张。主子搞了这么大阵仗，该不会是被小世子们发现了吧？小策，你这是吃了什么东西啊？爱妃不要慌，本王想给你做一顿早饭，结果这个番茄实在是太酸了，本王吃了一口，突然觉得心口不适，进而头晕恶心，烦躁异常。闭嘴，喝下去。萧策完全没反应过来，就被灌了一杯水。见他没事了，沈云珠收起了杯子，立即就走了。小玉、小天，你们不要担心，爹爹无事，刚才就是……他还在说，梁小芝已经迈着小短腿，摇晃着小脑袋往屋里去了。刚刚是哪里出了破绽？为何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的来关心本王？爱妃，今日去丞相府，你想如何就如何，本王给你撑腰。多谢。你是本王的爱妃，不必言谢。若是你真的想要谢本王，那不如一身香。停！孩子们都在呢，要点脸行不行啊？一路到了丞相府，多日不见，靖王妃去了哪里？让我们很是担心。本王妃这段时间一直在别院养伤，但是我还真不知道朱大小姐得不到太子殿下的喜欢，竟然能够随便找个家奴凑合。你不要胡说八道，刚才只是一个小意外而已。沈云珠，你怎么能这样说？刚才若不是香玉替你解围，现在你该有什么样的下场，你不知道吗？一点都不知道感恩。靖王娶了你这样的王妃，简直是皇族的奇耻大辱。本王的王妃就这样的待遇吗？这帮人是以为本王已经死了吗？王爷，爱妃给您丢脸了，爱妃好怕呀。爱妃莫怕，在本王的眼中，你就是最好的。他们这样说你，无非就是嫉妒你年轻美貌又有智慧，还生了2个可爱的宝宝。娘亲，我想去嘘嘘。我也要去。小大，你带着小世子去。朱香玉看着2个小娃娃走了，心中大喜。朱香玉竟然还不长记性，还敢对付我的孩子。沈云珠不能让自己的2个孩子涉险，但是他刚刚起身，萧策突然就晕倒了。王爷！沈云珠吓了一跳，赶紧给他号脉。现在这是毒发了。话落，他赶紧带着人去往后院休息。沈云珠立即从空间里拿出一粒药给萧策服下，继而开始针灸。难道传说中的天涯神医与沈云珠的关系匪浅？小贱人竟然还会医术，就他那个猪脑子，怎么能够会医术的？一定是他走运而已。沈云珠被这母女俩的心声提醒，一下子就想到了明月。果然，没多会儿，明月出现在了房里。朱丞相果然重诺，说会带来沈云珠，这就带来了。沈云珠看都没有看他一眼。萧策悠悠转醒，他又喂了他一杯灵泉水。萧策喝了下去，顿时神清气爽，感觉好多了。沈云珠，
无论如何，我都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的命都是我给的，今日就是你报答我的时候了。朱丞相的意思是，只要治好了朱香玉这张脸，我就可以和你断绝关系？区区一个丞相，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没错，只要治好了香玉，你想如何便如何。我们丞相府也不求与你有什么关系，了断了更好。既然如此，那么我亲自来。沈云珠，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这里有天涯神医，何曾需要你个村姑来治病？天涯神医已经来了，靖王妃该不会是连父母之恩也不懂得报答吧？不就是治好你的脸而已，何须一个冒牌货天涯神医？大家都看好了。沈云珠话落，一个身影一把抓住了朱香玉的脖颈。后院，萧泽玉和萧乐天去了茅房，之后就从后门偷偷溜了出去。我在那个院子里还发现了更多好玩的玩意儿，你们要不要玩？大哥，好好玩啊，我也想玩。我也想玩。那你们跟我来。这里面真的有玩偶吗？里面的东西可真多啊，而且看起来很害人。当然，大小姐已经交代过了，只要你们两个进去，再也别想活着出来。大哥，里面好像有好多好玩的东西，我们要进去吗？要进去啊，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好玩的东西呢。于是家丁打开了那大门的锁，两小只迈着小短腿慢慢地走了进去。你这为什么要锁门？救命啊，娘亲，这里面有好多怪兽啊，好可怕，我要回家。你们两个就算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怪就怪你们的娘亲叫沈云珠，下辈子投胎记得看好人。你个狗奴才，原来你想害死我吗？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只要出了这个地方，你就会被乱棍打死的。这就是你们两个的命，下辈子投胎可不要做什么王爷的儿子了。你们如果投胎做乞丐，说不定还能够长命100岁呢。家丁话落，大摇大摆地走掉了。大哥，你看那里面好像有小小的灯笼啊。小玉，那不是灯笼，而是毒蛇的眼睛，你害不害怕呀？大哥，你说如果我们骑着大蛇出去，会不会很威风？到时候娘亲看到我们，会不会很骄傲？你问的这些我都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们骑着大蛇，大概会没命的。大哥，你放心，这些家伙不会伤害我们的，而且他们还会帮我们报仇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跟我过来。你们这些家伙，是谁让你们来害我的？现在你们就出去咬他们。就在此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你这表现我很满意，现在就去报仇吧。兄弟两个来到了大门口。小玉，你在里面等着，大哥去外面开门，你会不会害怕？大哥，你一定能翻过去的，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在这边等你哦。我走路太累了，你过来让我骑一会儿。那条大蟒蛇就像是小猫咪一样听话，乖乖地让萧泽玉坐在了他的脖子上。大门另一边的萧乐天立即拿出银针打开了门锁。你去把门撞开，小心不要撞到我大哥哦。大哥，你看我威风不威风？你也过来，咱们坐在一起往前走。萧泽玉冲着大哥摆摆手，他也爬到了大蟒蛇身上。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呢？我们还是先回到茅房那边与萧大会合，让这些蛇自己去找他们报仇吧。大哥所言极是，就这么办。听到了吗？还不赶紧走！萧大还在茅房那边，左等右等，不见两个小世子出来。世子，若是你们再不出来，我可就进去了啊！
小大，我们在这里。萧大的话音刚落，萧乐天的声音竟然在他身后传来：“你们怎么跑出去的？赶紧下来，那是大蟒蛇，很危险的。丞相府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粗的大蟒蛇，而且还足足有3条？就算是丞相府有小姐少爷养着玩的，又为什么在这样的日子放出来？难不成是有人故意想要陷害小世子？什么人如此丧心病狂，竟然对2个小娃娃动手？这件事必须要禀告给王爷知道。”萧大，你莫怕，这大蟒蛇是我的坐骑，你们赶紧去给我报仇，这样你们就可以回家了，不然我剁了你们喂狗。你们看见了没有？朱香玉脸上的毒已经解了，就这么点小小的毒素，至于用一个冒牌货？那是砸了天涯神医的招牌。不愧是天府国的后人，实力竟然如此强大。听闻这种毒，只有天涯神医能够医好。靖王妃，难道你就是天涯神医？没错，本王妃正是天涯神医本尊。你们所遇到的种种都是冒牌货，包括这个家伙。沈云珠，你不要狂妄自大，我看你才是真正的冒牌货。说是你就是天涯神医，那我还是凌云阁主呢。就是，若是你就是天涯神医，为什么之前丞相府上有人中毒，你不出来治病啊？虽然你与丞相府关系不好，但是至少朱丞相和朱夫人是你的亲生父母呀。朱丞相，朱香玉的毒已经解了，本王妃今日与你彻底断绝关系。现在与我们断绝关系，这都是你自找的。你的那2个小兔崽子，此时应该已经被那些大蛇吃掉了。周芙蓉，事到如今，你也该说出真相了吧？我沈云珠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对不对？沈云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除了我，就连朱墨和朱老爷子都不知道。靖王妃，我10月怀胎生下来，你竟然如此待我，你这样大逆不道，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老爷，夫人，大事不妙啊！风华院的3条大蛇跑出来了。正在此时，刚刚的那个家丁一路飞奔过来，说：“本王妃的儿子在哪里？”靖王妃饶命啊！小的也不知世子们去了哪儿。前面带路去风华院。而就在此时，朱香玉突然惨叫一声：“是你们故意陷害本王的儿子，现在就说出实情，本王还能留你个活口。”靖王爷，这一切都是个误会呀！我们与小世子无冤无仇，我们也根本不敢啊！靖王爷，您放了香玉，这一切和我们都没有关系啊！或许是丞相府进了贼人，一切还没有真相大白，您只要做有失公正啊！萧策瞥了他一眼，手上的力道更大，朱香玉的脖颈上已经满是鲜血。没有人敢威胁本王，说还是不说，你们随意。怎么回事啊？这么粗的蟒蛇哪里来的呀？救命啊！丞相府要杀人了！朱丞相，你们家的蟒蛇真的杀了小世子了吗？朱墨也是一脸的惊慌失措，将手上的药粉盒子丢向了萧策。大蟒蛇被那些药粉吸引，必定会最先攻击萧策。然而，周芙蓉躲闪不及，一下子被大蟒蛇咬断了一条腿。王爷，救命啊！朱香玉的一条胳膊被大蟒蛇咬在了嘴里。下贱的东西，竟然敢算计本王，你该死！萧策看都不看他一眼，向着外面飞奔而去。爹爹，我们在这儿呢。爹爹，我们去茅房了，回来晚了。小玉、小天，你们真是吓死我了。爹爹，这些人怎么了呀？遇到什么猛兽了吗？他们自作自受。小玉、小天。这个时候，沈云珠也回来了。娘亲，那个老妖妇派人杀我们。沈云珠，既然你是天涯神医，能够活死人肉白骨，
还不赶紧过来给你母亲治病？朱丞相，你的好夫人竟然派人暗杀世子，想必这也是你的意思吧？晋王妃何出此言？小孩子的话如何能信？周芙蓉，本王妃问你，今日你设计了3条蟒蛇，想要害死本王妃的儿子，还不快快承认？没错，3条大蟒蛇就是我设计的，我就是看你不顺眼，我想弄死你。你本来就是个村姑，凭什么做了王妃？只要你死了，或者你的2个小兔崽子死了，那样你就会发疯，继而砍伤了我们朱家的宾客。到时候根本不用我出手，皇上就会砍掉你的脑袋。只是我没想到我千算万算，竟然没有算到你的2个小兔崽子命太硬。那3条大蟒蛇竟然都没有弄死了他们2个。我只恨苍天无眼，竟然放过了你们这下贱的母子3人。我怎么会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呢？整个丞相府完了呀！你为何会看我不顺眼？我根本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对不对？事到如今我也不必隐瞒，你这个下贱的东西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女儿。我的亲生女儿只有朱香依1人，而你只是我捡来的一个村姑的女儿罢了。大家都听到了，本王妃并非丞相府的女儿。从今日起，我和丞相府不存在任何关系。来人，朱丞相一家谋害皇族，将拉下去50个大板伺候。且慢！就在此时，太子殿下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太子殿下，你终于来了，我们丞相府都是冤枉的。朱老爷子寿宴，太子倒是来晚了，晋王倒是来得挺早，不知这是出了什么事情？太子殿下，晋王与晋王妃听信谗言，误会了我与母亲。朱香玉，你只是胳膊被大蟒蛇咬断了，难不成脑子也跟着断了吗？丞相夫人亲口承认，这一切都是她策划好的，你还狡辩呢？就你这智商，8成是个脑残，不知将来能嫁到哪个府上。那户人家绝对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了。太子，朱丞相一家意图谋害本王的妻儿，本王的王妃刚刚回来，父皇还等着她去治病呢。这个消息整个长安城的人都知道，朱丞相一家还能如此行事，我看他们是不想让父皇活下去了。今日本王给众人提个醒，若是再有下一次，那就是在谋害皇上的性命。晋王所言极是，来人，将罪魁祸首带入大牢，听候发落。爹爹，刚刚我们去了丞相府，他们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我就小小的惩罚了他们一下。儿子，你老娘我都要富可敌国了，你们这样真的好吗？哈哈哈哈，不愧是本王的儿子，睚眦必报，看得好。丞相府，老爷，咱们的库房竟然进了贼人呐！是谁？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偷到了丞相府？老爷，咱们要不要报官呐？不必了，去派人查，今日谁接近过书房，都给我查出来。此时沈云珠和萧策在一处，2个人都是震惊不已。他们刚才都看过了那封密信，谁都没有想到，那封信的信皮写着是前朝皇帝的密信，但是内容竟然是与萧策生母的联系内容。萧策真正的生母竟然还活着，而且竟然是与朱墨是旧相识。密信是写于3年前的，2个人之间似乎还有不少的暧昧。别着急，我会帮你查清楚这件事的。或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多亏咱们家宝贝儿子拿了这封信。儿媳妇儿平安归来，好呀好呀，朕的大救星回来了呀！父皇过奖了。父皇想必已经听说了，丞相府上下想要诛杀您儿媳妇和您的皇孙，
若不是您的皇孙和你儿媳妇福大命大，想必现在都没有办法来给您看病了。朱丞相真是愚蠢至极。太子，朕命令你全权处理此事，必须要给靖王一个交代。太子领命就下去调查了。沈云珠开始给皇上治病，随便开了个药方，就开始吊着皇上。老八媳妇儿，那个天涯神医去哪里了？父皇是想要赏赐他吗？那个畜生竟然逼迫本王与王妃和离，让珠珠嫁给他。原来那个天涯神医竟然是个登徒子，朕绝不会轻饶了他。父皇，这次的事情都是因为皇后而起，而且朱丞相黄日升参与其中，您是否有什么别的安排？虽然黄日升已死，但是皇后和朱某还活着，若是你不安排的话，那我可要自己动手了。朕已经狠狠惩罚了皇后，将她打入冷宫半年。朱墨那一边，太子自然会安排的。咱们家丑不可外扬，老八媳妇儿平安归来便好呀。多谢父皇为我主持公道。不枉费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三少爷，我们现在就要过去认亲吗？我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姑姑现在还有点忙，我们直接过去怕是会给她带来麻烦。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过去啊？明明已经找到人了，还不赶紧带回去？不如让大少爷、二少爷也都过来。姑奶奶在这北凉，似乎总被人欺负啊。不可。那个周芙蓉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让姑姑给她做女儿？走，咱们去看看她。而此时，周芙蓉正在苦苦求着朱墨。老爷，当年我也是逼不得已啊，现在我身陷囹圄，朱家也跟着丢脸面。你不是一直与那贵妃有书信往来，何必求她救命啊？你个没用的东西，胡说八道什么？你自己不想活了，难不成连我也要拉下水吗？我是不想活了，但是如今之计，若是没有那位贵人，你也活不成。不单单是你，丞相府上下120口人全都活不成。太子殿下可不是萧策，如何活不成？太子殿下再怎么与你同一条船，萧策和沈云珠可不是吃素的，明的不行，他们可是会了暗的。老常，你去吧。爱妃，下次出去玩一定要叫上夫君，如何？如果我不带你呢？你想要软禁了我吗？我不过是个失忆的病人，堂堂天涯神医，我如何能够软禁得了？我只不过是会一点小小的医术罢了，没什么可炫耀的，都是大家抬举我，给我起了这个名号而已。而已？能够几次三番救了我，随意解开了朱香玉的毒，治好了皇上几十年的顽疾，这就叫做是而已？爱妃若是不懂得而已的意思，那就是过于谦虚了。小策，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天涯神医怎么了？我就想要低调一点，难道不行吗？行，爱妃做什么都行，但是你为何不告诉你的夫君我？难不成你想要等到哪一日，带着2个儿子离我而去，仗着我什么都不记得，拐走了本王的儿子，还走得神不知鬼不觉？想不到堂堂晋王爷竟然担心妻儿跑了，为何会担心？难不成你这辈子还能够只有我这一个王妃，不会3妻4妾？不会。萧策不给沈云珠继续说下去的机会，剩下的话都吞入了他的口中。本王就算想不起来爱妃，你也是本王此生唯一的女人。爱妃，可会记得？若是不记得，我会亲到你记得为止。长安城千里外，
是谁惹到了我们妍儿生气？姨母，你给我的那个娃娃亲不行啊，还要不要了？为何不要？姨母，刚刚长安城的探子回报，那个萧瑟满头白发，而且已经娶妻生子，还有2个儿子呢。我从来都没有嫁过人，为何要嫁那样的男子啊？我不要了。娶妻生子，而且已经有了2个儿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姨母，那个娃娃亲是你的什么人啊？你说一句话，对方肯定会同意不要这门亲事的。你不是喜欢圣齐国的那个九王爷吗？姨母，你都知道啦。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不要拆散我们一对苦命鸳鸯了。放心，你喜欢的，姨母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走吧，咱们回到长安城，光明正大的过日子。主子，玉贵妃回来了。哪个玉贵妃？皇上如今那个样子，根本不能行房事，难不成又册封了新的贵妃？之前有个自称常玉瑶的女子想要见您，咱们很忙没有见她。这个人正是玉贵妃，靖王爷和九皇子白渊的生母。看来朱丞相一家大牢7日游就要结束了。主子，那个玉贵妃还带了一个女人，名叫乐欢颜，听说是给咱们靖王定下的娃娃亲。王妃，咱们这可怎么办啊？男人3妻4妾不是很正常吗？这对你们家王爷来说，那就是福利，好事儿啊。那一边，萧策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好端端的接连打了7个喷嚏。王爷，天气凉了，还是喝点参茶暖暖身子吧。本王没有感染风寒，无需喝这个东西。萧策看向沈云珠房间的方向，若有所思。王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朱丞相一家已经被赦免放了出来，皇上很快就会召见您和王妃进宫，或许还要给您赐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本王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王爷说什么了呀？此时，宫中的老太监已经来了，召见晋王一家入宫。那个女人显然是等不及了。策儿，母妃回来了，我苦命的孩子，母妃终于见到你了。好了好了，瑶儿，你都把孩子吓到了。你是如何伺候我儿，竟然害得他少年白发？本王的白发与猪猪无关，母妃刚刚回来，一路奔波劳累，莫不如好生休息，儿臣全家日后再来给母妃请安。原来是这样啊，都是母妃太过关心你，关心你则乱啊。儿媳妇莫要与母妃生气，母妃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母妃说笑了，有王爷护着我，我不会和一般人置气的。儿媳妇说的是，都是我这傻儿子看上了的女子，无论什么出身，她都当作宝贝一样相待。策儿，母妃在你还未出生之时，就给你定下了一门娃娃亲，正是你的表姐乐欢颜。她是咱们国公府的外孙女，自幼长在我身边，人美心善。这一次母妃带她回来，你带母妃好好照顾她。母妃常年在外，显然对皇宫的生活不适应了。你刚刚说我们国公府，此言差矣。本王是北凉的皇子，本王是皇家人，不是国公府的孩儿。在这北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本王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沈云珠。母妃刚刚回来，就想要让我休了正妃，另娶下一个你定下的娃娃亲女子，不知你们国公府意欲何为？皇上，臣妾没有那个意思，臣妾只是……母妃只是刚刚回来，头脑不清楚，还是好好休息吧。不错，母妃好好休息，莫要说胡话。本王的王妃只有一位，本王此生更不会有其他女人。萧策看也不看常玉瑶一眼，带着妻儿走了。沈云珠回到了王府，等过了年，儿子们应该去国子监读书了。怎么好端端的忽然说到了这个？皇子们3岁就去国子监读书了，你现在还没有改姓，
孩子们再不去读书，难不成一直如此？放心，咱们的儿子必定会去国子监读书的。丞相府，老爷，臣妾有失丞相夫人的德行，自请去万福寺为北凉祈福，为丞相府祈。连夜启程吧。湘玉，娘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切记要谨慎行事，不可再鲁莽。沈云珠那个灾星，有点邪门。老八媳妇儿，朕为何还会疼痛难忍，夜不能寐啊？父皇放心，这都是正常的。再过3日，父皇就可以安然入睡了。啊，多亏老八媳妇儿啊！其实啊，朕睡不着，也是因为咱们北凉与南里国的战事。玉贵妃与朕觐见，只有侧儿才是万中无一的人选。侧儿，你可愿亲赴战场，与北凉杀敌呀？皇上见萧策迟迟没有回应，继续问：老八呀，父皇刚刚失去了你的大哥，若是他活着，必定会亲赴战场，替朕分忧解难啊。父皇，大皇兄的确是很好，就是早早想着夺走您的位子呀，真可谓是一失足成了千古恨呐。我家王爷从未去过战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与玉贵妃多年不见，又是凭借什么让晋王亲赴战场？老八呀，这次去边境打仗，一定要战胜，凯旋而归啊！好了，朕累了，你们下去吧。爹爹娘亲，今日过年了吗？竟然这般丰盛啊！咱们哪一日吃的不好啦？看吧你说的，吃吧。晋王果然是天生的好士兵，后日即将启程去战场，还能够如此镇定自若，哥哥真是佩服啊！多谢太子夸赞，本王必定不辜负父皇的期望。这么晚了，天很冷，你还是回去吧。本王的王妃做的饭菜可不是给你吃的，不就是几口饭菜吗？本太子还看不上呢。他又说了几句风凉话，之后才拂袖而去。真是个坏人，我爹爹一定会成为大将军回来的，哪像你一个胆小的家伙，小心掉进粪坑里。掉粪坑里？不愧是你娘我的儿子。但是呢，光吃几口大饭可不足以惩罚了他。沈云珠已经打算好了，一会儿就去抢了太子的那个药房。沈云珠一身夜行衣，站在偌大的庄子门口。你竟然敢跟踪我，就是为了这个药房，还是想要和我抢？晋王妃多虑了，我只是晚上睡不着觉出来闲逛，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见您。我不管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反正这是我先发现的，这里面的东西我会分一成给你，如果你不同意的话。多谢晋王妃赏赐。晋王妃，你怎么样？有没有哪里受伤？这个人是谁？难道夫人半夜不睡觉偷偷跑出来，就是为了与这个男子幽会？没事啊，我夫君在呢，我才不会有事呢。晋王可真是会赶时候，若是你再晚来一步，到时候该如何是好啊？这是本王和本王妃的闺房之乐，你这个没有成婚的人是不会懂的。话落，搂着沈云珠的腰肢，立即就走了。珠珠，这件事情你要怎么解释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看到画本子上说在半夜行走就会变成女侠，我就想出来试一试，然后就碰到了有人在抢那个药房，然后我又想试一试。好，我相信你了。那你和我说说，刚才那个人是谁？他好像和你很熟的样子。那个人是天府国墨家三公子墨泰然，上次在国公府的宴会上有幸见过一面而已。你这样咄咄逼人的，是不相信我吗？我就是想……哎呀，我好困呢，我要睡觉。沈云珠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装困的靠在了萧策的肩膀上。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
立即将男人的满腹怨气化为乌有。娘亲，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丹药呀？难道咱们要出远门了吗？的确是要出远门的，不过不是现在哦。娘亲，那你出远门的话，是不是要带上我们呀？对，我们都要一起出远门。宝贝们放心，娘亲无论去哪儿，一定会带上你们的。萧策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而且他还没有进入王府，就被老太太下了圣旨，要求他立即前往战场。猪猪，等我回来。放心，我们都等你回来。萧策见小女人转身就走，急忙将人拽入怀里。猪猪，此行也许凶险万分，本王十分想念你做的糖醋排骨，也不知什么时候还能吃到。本王还想和你一起生个女儿，本王还想……停，你就是去打个仗，10天半个月你就胜利凯旋归来了，到时候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还不行吗？推开了萧策，沈云珠转身就走了。没错，我一定要胜利凯旋归来，绝不能给那个男人一点机会。皇上，靖王回来了，他如今那个样子，我们该如何是好？皇后放心，朕不会亏待了北凉的功臣。皇上所言极是，臣妾这就放心了。靖王也不容易，出生没多久就被歹人掳走，如今终于能够回来了咱们北凉，竟然又是为国捐躯。此时大殿之下，皇上过来之后，一起等着萧策入场。就在此时，有人禀告，晋王入殿了。他一身黑色玄袍，披散着一头银发，俊美的一张脸上带着笑，步伐坚定地走来了。怎么回事？不是说萧策回归之路遇到了埋伏，不是说萧策生死未卜，不是说萧策命不久矣。父皇，儿臣凯旋归来。朕的好皇儿，好。父皇的旨意从来没有错的，儿臣更是佩服。设宴。猪猪，我回来了。阿策。沈云珠没有顾及别人的眼光，紧紧抱住了他的男人。萧策没想到他的夫人，一直抹不开面子的小女人，竟然会当众抱住了自己。他也紧紧搂住了小娇妻。猪猪，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欺负你？你都告诉我，我给你撑腰。有啊，好多人都欺负我，我好怕怕。幸亏你回来的早，不然都要见不到我了。本王为国拼死奋战，竟然有人想要害我的妻儿。你放心，一会儿你都说出来，皇上与本王一定会给你个公道。沈云珠点点头，靠在了萧策的怀里。不多时，宫宴摆好了。本王归来途中遭遇不测，抓住了其中几个歹人。好一个歹人，抬上来，朕要亲自审问，他们是何人，受何人指使，竟然胆敢谋害朕的皇儿。这怎么可能？我派出去的人全都死了，萧策根本不可能抓到什么歹人，他一定是在使诈。阿策，真的有那样的歹人吗？有几个？的确是有歹人，当时我遇袭，生死未卜，全都是拜这些人所赐。来人，将歹人带上来。他一声令下，萧达立即去办。怎么会这样呢？萧策不仅没有死也就算了，竟然还抓到了歹人。皇上，一会儿审问了那几个歹人，知道了幕后之人，您大可以叫我来当场诛杀。您不仅出了一口气，也算是给靖王报仇了。父皇，当真要当场诛杀歹人，给皇儿报仇吗？皇上，那歹人必定是嘴巴掩饰着的，要想从他们的嘴里得知真相，还需要时间啊。没错，靖王抓到了人，的确是辛苦，但是那样的死事，一般嘴巴都很严呐。今日乃是大喜之日，不宜见血光啊。
太子殿下，你为何知道那些人是死士，又为何知道他们的嘴巴很严？太子殿下，你这是怎么了？难道你不仅知道那些歹人叫什么，还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吗？我与晋王见识不多，我一个村姑，我家王爷从未去过战场，更是没有经验。但是太子你在这方面肯定见多识广，不如你与我们讲讲。太子殿下不肯说就算了，那就让歹人来说吧。就在此时，5个歹人被带上了。晋王，这就是你说的歹人？没错，就是这几个人。当时给儿臣的酒里下毒，还吹响了哨子，召唤来几百名刺客，他们被儿臣的人抓到了。你们是何人？还不从实招来！若是有一个字说谎，朕立即将你们凌迟处死。你们已经来到了大殿之上，这么多人看着呢，皇上也下令了，若是一个字说谎，必将凌迟处死。但是若是你们说真话，皇上会赏赐你们一个全尸，对吧，皇上？没错，我们是太子的死士，我们就是奉命去刺杀晋王的。走在军营之中就有我们的人，但是被晋王逃脱了。回来的路上，我们收到了太子的指令，我们必须让萧策去死。晋王挡住太子殿下的登基之路，我们必须让他去死。主子，是我们无能，我们没有办法完成任务，我们也死不掉。主子才是真正的天子，我们一定会完成主子的登基大业。这几个人争先恐后的讲真话。太子，你想要杀了我，弄出这么一出，我可以理解。但是父皇对你不好吗？你竟然要杀了父皇。父皇如今正值壮年，父皇还可以生儿育女，你竟然如此急不可耐要他的命，你还是个人吗？父皇，这些人在胡说八道，儿臣没有啊，儿臣什么事都没有做，这些事情儿臣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皇上，那些歹人必定是有人冒充的，若是他们是什么死士，早就死掉了。太子殿下，好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皇后娘娘，死士都可以冒充的，这个东西从小就历练出来的东西，要怎么冒充？身为皇上的儿子，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做了还不肯承认，真是给皇家丢脸呐！沈云珠，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是不是？没错，父皇，这一切都是沈云珠算计的。他从一开始就什么都知道，就是想要在这个时候让这些人出来，进而挑拨咱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沈云珠，你一个村姑到底是想做什么？自从你出现在我们北凉，我们没有一日安宁，你如今还想要伸手来掺和我们皇家中来，你到底是何居心？太子、皇后，你们一口一个我的猪猪所做的一切，可有证据？你们空口无凭就污蔑我的女人，但是这几个人的证据摆在眼前，你们就可以装作睁眼瞎。本王还不知道，在本王的父皇正值壮年之际，就可以被你们母子二人几句话还可以忽悠了去。你个狗贼，阻挡我家主子登基，该死！保护主子，我们杀了这个老东西。老东西，你早就该死了，给我家主子当亲爹，你还不配！就在此时，大殿之上被绑在地上的几个死士突然窜了起来。有刺客！护驾！护驾呀！朕的好皇儿，朕阻碍了你的登基之路，朕不配做你的亲生父亲。你派人去行刺北凉的功臣。父皇，这些歹人的话，你也要当真吗？这么多年，儿臣从未有过任何逾越之举，儿臣冤枉。儿臣就是您的儿子，这么多年，难道您还不知道吗？皇后，朕的亲儿子，当真是他？皇上，臣妾冤枉啊！太子当然是你的亲骨肉，皇上莫要听信了歹人的挑拨。
不可能的！当年我与那个男人的事情，除了自己，连同那个男人都已经死了。该死！你们都该死！所有背叛了朕的东西，全都该死！皇上愤怒地咆哮，一剑刺向皇后的眉心。你个狗东西，你才是最该死之人！就在皇上的那一把剑即将刺入了皇后的眉心之处，太子拔出了一把剑，向着皇上的心口刺入进去。禁卫军要出手帮助皇上，皇上却高喊着：朕自己来！朕的好皇儿，朕既然能够生了他，那么朕就能够亲手送他上路。皇上要输了。珠珠，相信我。难道是萧策还有别的安排？好。爱妃，我们也该生个女儿了。年后儿子们都要去国子监读书，我们也没有别的事情去忙了。这家伙到底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此情此景也根本不是说话的时候啊。好啊。不过沈云珠给他面子，还是答应了。萧策很满意的笑了。大殿之上突生变故，本来占据上风的太子突然吐了一口血。畜生！朕今日就替天行道！他趁着太子后退的同时，双手握住了剑柄，长剑划过虚空，唰的一下，一剑从上而下。眨眼之间，太子轰然倒地。皇儿！贱人，说，你的奸夫是哪个？朕的亲儿子又在哪里？你杀了我的儿子！贱人，竟敢自称我，你配吗？皇上一剑过去，划破了皇后的脸颊，顿时鲜血飞溅。你的亲生儿子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别以为你贵为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女人都愿意给你生儿子，我不愿意。太子的确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可那又怎么样？你个丧心病狂的东西，你杀了我的儿子，你也去陪葬吧！皇后趁着皇上愣神的功夫，一把摘下了头上的发簪。皇后手上的发簪才刚刚拔出来，就被禁卫军一剑刺入心。狗皇帝，我终于再也不用忍受你了。你想不想知道，常玉瑶的2个儿子，哪个才是你的亲生儿子？说，你快说！你这辈子都别想。只说到了这里，皇后闭上了眼睛，彻底死了。朕废除太子之位，此子密谋造反，抛尸荒野，诛9族。宴席散去，萧策与沈云珠回到了王府。珠珠，今天你答应我的，可不能反悔。萧策一边慢条斯理的宽衣解带，一边冲着小娇妻笑。我可没有答应你什么，你记错了。不可能，你都同意了，我们要生个女儿。小女人没跑掉，还是被男人搂入了怀中。今夜没有月色，但是个愉快的夜晚。主子，玉贵妃带着白月郡主来了，而且看那个样子，好像是想要住下来呢。让他们先等着吧。前厅，祖母，靖王妃做什么去了？怎么还不来？你们怎么回事？靖王去哪了？靖王妃干什么去了？还要让本宫等多久？常玉瑶大发雷霆，一挥手就把桌上的东西全都推到了地上。玉贵妃娘娘，这是我们王妃最喜欢的茶壶啊！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这样大呼小叫的！来人，掌嘴！跟着他过来的老嬷嬷扬起手就要打火凤。去你大爷的狗奴才！狗奴才，你竟然敢打本宫的人！什么人啊，大呼小叫的，吵死了！王妃，您最喜欢的茶壶被他们给打碎了，那个老东西还想要打我，我把他给踹晕了。沈云珠，
这就是你们王府的奴才，太不像话了。玉贵妃，这里是晋王府，你来我的府上打砸我的东西，那就按价赔偿好了。那个茶壶也不贵，算下来你就赔偿我5万两好了。银子留下，你可以走了。今日过年，我不想将事情闹大，不然你去找皇上也是可以的。好，东西我赔偿，你给我看病，我头疼。今日过年一个人我都不看，过年7天假我也不看病。银子放好，我还要去睡觉，晚上还要放烟花，事儿多着呢。你给我站住！这是做什么？就在此时，萧策回来了。萧策，你回来的正好，你给我好好管教这个女人，她竟然敢对我不敬，我头痛欲裂，她竟然见死不救。沈云珠靠在了萧策的怀里，小女人一样委屈巴巴。阿策，昨天晚上运动太多了，我疼，我难受，我哪儿都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怀上了？为了咱们的女儿，我要好好休息。从今日起，未来的7天我都要放假，这有什么不对吗？萧策一时之间又开始心痒痒，恨不得立即回房继续生女儿。没有不对。萧策，你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玉贵妃娘娘头痛欲裂，宫里有太医，大费周章的过来做什么？皇上如今心情极差，作为皇上最宠爱的妃子，难道你不应该陪在他的身边吗？来人，将玉贵妃娘娘送回去。哼，关于你的身世，你都不想知道一些吗？珠珠，你知道了吧？声音低沉暗哑，眼神勾人魂魄。沈云珠看着面前的美男子夫君，她一个没忍住，将人擒住了。萧策还以为小女人会与他说正事，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果然，过年什么的真是个好日子。按照这样的速度继续下去，明年过年小女儿就能一起过年了。沈云珠被她男人迷住了，就算是听到了这样的心声，也没有推开他。萧策自然是非常配合。难得夫人如此有兴致，他可是要好好表现。朱丞相被碎尸万段，他犯了什么事？朱墨与玉贵妃行苟且之事，被皇上捉奸在床，而且他们2个还在密谋如何在今夜里杀了皇上。咱们的人还听到一件事。说下去。皇上知道玉贵妃生了1双儿女，都不是皇上的孩子。逼问之下，玉贵妃亲口承认的，您不是皇上的儿子。什么？一下子听到这么多消息，萧策有点头晕。知道了真相，觉得难以接受。珠珠，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段日子我不在长安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萧策缓缓起身，一手抱住了自己的小娇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很贪恋沈云珠的怀抱，仿佛就这一抱就能让他安心。我只是知道了一部分，先吃饭，过完了年，一切我都说给你听。你们2个都拿到了压岁钱，那可要注意了啊！过了初7，你们就要去国子监读书了。这个压岁钱，到时候娘亲先帮你们保管着。娘亲，这可是不得呀！我们已经4岁了，我们都是大人了，自己可以保管银子的。小玉说的没错，娘亲，我们自己可以的。娘亲，我们日后一定好好读书，不给你闯祸。你若是没有什么事情做，那就给我们生个妹妹呀。兄弟俩对视一眼，说完就跑了。珠珠，今年大年夜我会好好表现的。不是，你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呢。萧策已经宽衣解带。珠珠，那都是小事。沈云珠觉得自己又被套路了。大年夜是好日子，适合好好做运动。一夜过去，珠珠，起来吃饭了，我亲手做的肉丸子，儿子们都说好吃。
沈云珠一听，赶紧起来穿衣服。她不是奔着吃的去的，她是担心她的厨房啊。上一次萧策做饭，厨房都着火了。大年初一的，这家伙哪来那么多力气啊？一阵风一样的跑出去，发现厨房完好无损，而且萧策做出来的丸子还真的是色香味俱全。猪猪，怎么样？我很厉害吧？这几天咱们运动过多，都需要好好的补一补，这样一来，将来才能够好好养闺女。那2个小兔崽子被养废了，再生个女儿，好好养着。这要是不生个女儿出来，我算是不用下床了。一家人用过饭，老太监过来传讯，说是让他们进宫拜年。父皇，今日让我们过来，所谓何事？晋王妃，你的医术高超，朕今日让你们都过来，就是想要证实一下你的医术到底有多高超。朕与皇子们宴请。父皇，您竟然怀疑我们？放肆！朕要做什么还需要得到你的允许吗？晋王妃该不会是没有这方面的医术吧？承蒙皇上厚爱，儿媳妇儿还真的有这样的本事。好，那么现在就开始验证吧。那么帮我拿1套银针，再准备5个金碗。沈云珠开始讲自己需要的东西。皇上一招手，老太监很快去做准备了。不到1刻钟的时间，沈云珠在每一个金碗里面放入1根银针，然后倒入了半碗水。秦王妃，搞了半天也就是滴血验亲啊，宫里太医院的老太医都能做到，你这算什么神医啊？父皇，晋王妃根本就是个骗子，这样验证出来的结果根本无法证明。白渊，你与我是双生子，我都不怕验证，你怕什么？父皇，趁此时机，就让猪猪与我们2人也验证一番。我与白渊的容貌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我怀疑我与白渊并没有血缘关系。萧策，你竟然敢骂我！你看不起我，你自己好到哪儿去了？放肆！白渊，你给朕闭嘴！老爸媳妇儿就听老爸的意思，给他们2个也测一测。朕的儿子没有1个是胆小怕事的，除非那个人不是朕的儿子。是，父皇。沈云珠准备妥当，开始给皇上和他的5个儿子放血，采血。再有1刻钟的时间就可以出结果了。皇上更是坐直了身板，终于要出结果了。皇上，结果已经揭晓了，我现在可以公布了吗？立即公布。3皇子白柯是皇上的亲生儿子，这2滴血不仅仅是融合，而且速度也很快，并且在融合之后还能够散发出淡蓝色的光芒，这就是最好的证据。下一个5皇子白宪乃为皇上的亲生儿子，6皇子白战同为皇上的亲生儿子。这2滴血不仅没有融合，而且这碗里的水都跟着变黑了。为何会如此？不可能，沈云珠，你根本就是个大骗子！我小时候已经做过滴血认亲，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父皇，沈明珠就是在骗人，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呀！你放肆！就在此时，萧策出手了，他一脚将白渊踹倒在地。这里是皇宫，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欺负我的女人，你是嫌命太长了。9皇子白渊并不是皇上的亲生儿子。晋王萧策的结果如何呀？8皇子萧策乃是皇上的亲生儿子。父皇，您看到了吗？这是不可能的。我与萧策是双生子，但是我们2个的结果确实不一样的。沈云珠做手脚了，他在骗您呀！父皇，我怀疑这样的结果。刚刚我都说过了，
我怀疑我与白渊并不是双生子的关系，现在也一并做个测试吧。好，靖王妃，现在就给他们2个做测试。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沈云珠用她自己独有的医术，成功的证明了萧策与白渊的确不是双生子的关系。不可能，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父王，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还需要儿臣的母妃过来才能够说得清楚。来人，请把常玉瑶给朕带过来。没一会儿，常玉瑶被人带了进来。皇上，这一切都是误会，臣妾冤枉。常玉瑶，事实摆在眼前，你还有什么不承认的？你又有什么冤枉的？刚刚朕的5个儿子全都做了姻亲，只有你最看重的白渊不是朕的儿子。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要么从实招来，要么你们张家诛9族。玉贵妃娘娘，事到如今你就说真相吧，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的过错害了整个国公府。沈云珠，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本宫的2个儿子就是双生子，他们也都是皇上的儿子，是你用医术蒙骗了皇上。毕竟是时间久远，玉贵妃娘娘头脑不清楚，需要好好想一想。那还是由老国公爷来说吧。皇上恕罪呀，这一切与瑶儿无关，都是老臣的错。当年瑶儿的确生下了您的儿子，但那是个死胎。老臣为了顾及面子，就去外面抱了一个孩子进来，后来又从玫瑰人那里偷来一个孩子，这样一来，瑶儿就生了双生子，被皇上宠幸多年。皇上您不要怪瑶儿，要怪就怪老臣。老臣罪该万死，老臣一人承担这些过错，请您放了国公府上下100多口呀。萧策听完这番话也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事情竟然如此曲折离奇，他与白湛才是真正的双生子兄弟。白湛也看着萧策，当年母妃临死的时候曾经交代过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弟弟，但是他找了这么多年，还以为已经死了的人竟然就在自己的身边啊。好一个胆大包天的国公爷，竟然能够在朕的眼皮子底下骗了朕这么多年。朕的儿子是皇子，竟然能够让一个随随便便的东西冒充了这么多年。玫瑰人当年太医诊断她怀了双生子，生下来的却只有1个孩子，原来是被你们给偷走了。皇上，事情不是这样子的，臣妾是冤枉的，臣妾什么都没有做过。常玉瑶，你作恶多端就不怕夜里做噩梦吗？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快如实招来。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又怎么样？玫瑰人有皇上青梅竹马，皇上每看到他都会忘记我，都是因为他抢走了我的风头。凭什么他能够生出双生子，到时候又能得到皇上的宠爱？我把他的儿子抢过来，他也不会知道的。这一切也不怪我，皇上迷恋我呀。但是我的心中就只有朱墨，为了能够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早在我入宫之前就与朱墨共度良宵，并且怀上了言儿。只可惜言儿名不正言不顺，为了给他一个好身份，我只好将府上的养女杀掉，这样她就是国公府养女的女儿了。后来言儿看上了萧策，那是萧策的福分，他竟然不知好歹，那我就让他去死好了。常玉瑶声嘶力竭地讲述着这一切。你这个贱人，是你害死了青梅竹马，
是你害得朕迷失了本心，谁最该死？你才是最该死的！当天午膳时间过后，沈云珠一家人才离开了皇宫。大年初一，长安城掀起了惊天巨浪，国公府被诛9族，丞相府满门抄斩，白渊全家上下也被斩首示众。从大年初一过了正月15，一直相安无事。靖王妃的厨艺堪称天下一绝，日后本王再想吃到这样的饭菜，怕是还要请皇后娘娘亲自下厨了。白湛，好好吃饭，别糟蹋了我媳妇儿的厨艺。一顿饭，这2个人吃得特别香。小策，我已经查到了，你就是当年战场上那个小石头战神。你竟然派人调查我，我都没有去调查你。哈哈哈哈！哥哥找了你这么多年，终于没有辜负母妃的遗愿，他泉下有知，一定可以安息了。所以，这个皇位是你的。萧策突然话锋一转，这一次轮到白湛愣住了。小策，我不会与你争，你拥有雄才大略，北凉交到你的手上，我放心。至于那2个皇子，你大可放心，他们不成气候。我对那个位子从来没有半分想法，若是我想要做皇帝，也不会回到北凉。我只想要做一个闲散的王爷，带着妻儿过那悠闲的日子。母妃当年的愿望，应该不只是让你找到我，还要让你保护我。如今这个形势，只有你坐上那个位置，才能够保护我。你可不要让母妃失望啊！父皇，儿臣是冤枉的。朕还没有死，你就已经窥探朕的皇位，真是朕的好儿子呀！既然如此，朕就赏赐你随朕一起去见先皇。在众人震惊之色中，3皇子白柯被带走了。今日家众为爱卿前来，就是为了宣布朕的诏书。朕已经写好了诏书，皇位也已经传。沈云珠已经听不到他说的话了，耳中都是老皇帝的心声。他已经决定了，皇位传给白湛，将萧策全家全都赐死。沈云珠微微低着头，从空间里拿出了一把银针。靖王于北凉江山社稷有，朕赐。他的话刚刚说到这儿，沈云珠手上的寒冰银针已经刺入了过去。皇上看着萧策与沈云珠，眼中满是阴毒之光。这2夫妻，他必定要带入地下。然而，他想要刺死萧策这句话根本说不出口，他只觉得喉咙一甜。怎么回事？朕已经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刺入朕的喉咙。他想要将那句话说完整，却根本没有力气。他盯着沈云珠与萧策的方向，发现沈云珠笑得很诡异。皇上心中一惊，瞬间就明白了什么。那个女人知道了，萧策那个王妃果然是个妖妃，我就应该早点将她赐死。很可惜你现在知道已经晚了，去死吧老东西！砰的一声，皇上整个人重重地砸在了地上，终于挂了。接下来的1个多月，整个北凉动荡不安，局势大变。白湛登基为帝，每日都在打理朝政。萧策倒是乐得清闲，日日在府上陪着妻女。没错，2个小宝宝都去了国子监读书。如今沈云珠已经怀孕，孩子的性别根本不知道。萧策整日说是女儿，沈云珠也不去管他，随他叫什么都好。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沈云珠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母女3人平安。这可把小萧策高兴坏了，他是真的有女儿了，而且还是2个女儿。沈云珠靠在萧策的怀里，阿策，若是有来生，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萧策落在小女人的额头一吻，珠珠，我们生生世世都在一起。那么你可要说好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先找到我。沈云珠知道自己贪心，这辈子的幸福她想要带到下辈子、下下辈子。但是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愿望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萧策搂紧了小女人，全都答应他。好，到时候我一定先找到你。娘亲放心，我们一定会与爹爹先找到你的。娘亲，我们一家人是生生世世的缘分，我说了算。萧策与沈云珠对视一眼，一家人全都乐开了花。臭小子就会吹牛，你说了算吧。不要再说多少遍，谁都差你太远。上朝转眼间，红线忙完这一圈。你吃醋还没翻遍，学学人家温柔体贴。肩膀好痛，要你捏一捏。有时也理解辛苦奔波的感觉，但烦闷厌倦，不该对所爱发泄。酸涩放心间，放置着尺寸空间。